京城大学一间教室内，苏晨猛地从课桌上苏醒，满头冷汗。原本正在上课的教室因为这一声大喊声陷入一阵静谧，老师、同学等无数双眼睛全部齐刷刷地盯着刚刚发出呐喊声的苏晨。同学，上课睡觉就算了，你这大喊大叫影响其他同学上课算怎么回事？做噩梦了。讲台上，已经地中海的物理老师老张目光望向苏晨，带着几分调侃。哈哈哈！教室内顿时爆发出一阵轰然大笑声。大学不像是初中高中，都是成年人了，老师不会管得那么严。有些老师的原则就是你只要不影响其他人学习，爱干啥干啥，就算是睡觉都没事。看着所有人的目光，再看看这有些熟悉的教室，苏晨懵了，这是怎么回事？我不是已经死了吗？苏晨清楚地记得他被女友李曼设计闯入了无尽深渊，当时李曼给他说他产生了心魔，需要无尽深渊底下的一株恶魔之花炼制驱魔丹驱除心魔，并且还跟他说无尽深渊底下只有一只大成期的邪魔 BOSS。 苏晨深爱着女友，对此自然是深信不疑。他闯入无尽深渊为女友采药，结果无尽深渊中那只 BOSS 压根不是大成期，而是一只仙级魔主。那只仙级魔主大手落下，遮天蔽日，黑气滚滚，恐怖滔天，人力根本无法阻挡。那时的他尽管已经是当世数一数二的高手，但也不过渡劫期罢了，距离仙级虽说一步之遥，可一日不成仙，终究仙凡之间天差地别。他在仙级邪魔的这一只大手底下毫无还手之力，简直就像是一只蝼蚁。最后拼尽全力，消耗大量逃命装备才逃脱，虽然逃脱了，却伤了根基。深渊魔主的力量太过霸道，残留在他体力的力量侵蚀并摧毁他的一切。最终他在病床上躺了一阵后，彻底生死道消。在死前一段时间，他才终于弄明白了一切。他的女友李曼早就跟他自以为最好的兄弟张成沟搭在了一起，两人为了名正言顺的在一起，也顺便夺取苏晨这些年积累下的装备、丹药等财富，设计了一切。所以我这是重生了。苏晨连忙从口袋里掏出手机查看了时间，2053年5月31日，这是30年前。现在他确定他真的重生了。2053年5月31日这一天正是虚拟现实网游《无尽仙途》内测的前一天。这款游戏是第一款以全世界文化背景构建的虚拟现实游戏，全世界的玩家可以佩戴游戏头盔进入游戏世界。像大夏国的游戏背景则是休闲，而西方国家的游戏背景则是魔法异能之类的。刚开始玩家们只感觉这个游戏特别真实，因为就连里面的 NPC 都似乎有血有肉。可是后来，在游戏公测1年之后，游戏中的修为居然反馈到了现实世界，整个世界格局开始大洗牌，人类世界变成了以修为为尊的世界，原先的财富、权力统统被推翻。紧接着，游戏中的装备、仙丹等等也开始反馈到了现实世界的玩家身上。然而，这还不是结束。后来，游戏世界中的 NPC、宗门、秘境、副本，甚至是妖魔邪祟、反派 BOSS 们也一一降临到了现实世界。最后，游戏世界跟现实世界彻底融合到了一起。当游戏中的妖魔邪祟以及反派 BOSS 们出现在现实中后，人类阵营组织了修为高的人类跟这些反派妖魔们对抗，形成了人魔对抗局势。这一世，我一定要赢在起跑线上。李曼、张成，你们必定为你们所作所为付出代价，而我的亲人朋友，这一世我定护你们一世周全。苏晨眼中寒芒一闪而过。前世，他虽然玩游戏玩得晚，可还是靠着出众的悟性成为了渡劫期强者。而今生，他要赢在起跑线上。他拥有着前世的记忆、秘境、法宝、神宠、传承等具体信息，他知道不少。凭借先知先觉，一定能够尽快崛起。苏晨在思考着事情，所以没有回复讲台上物理老师老张的话。老张脸上明显浮现出一抹不悦，这一点被苏晨身边的王磊看见了。王磊连忙拉了拉苏晨的衣服：“橙子，老师问你话呢。”苏晨回过神来，望向拉着自己衣服的胖子，一张满脸青涩胡茬的圆脸出现在他眼里。王磊，绰号王胖子，是苏晨前世一个寝室的舍友，也是好朋友。不过后来王胖子给苏晨说，他女友李曼其实是一个绿茶，曾经还看到过李曼跟一个男人从酒店出来。当时的苏晨就是个无可救药的恋爱脑，他深爱着李曼，犹如这魔了似的，恋爱脑上头谁也拉不回来。胖子给他说了李曼跟男人出现在酒店的事情后，他根本不信，甚至觉得是胖子造谣，跟胖子大吵了一架，最后在李曼的拾掇下疏远了胖子，渐渐不再往来。后来当苏晨被深渊魔主打伤李曼跟张成准备解决他时，还是胖子出现救了他。
生命的最后那一段时光，也是胖子一直在照顾他。可笑的是，他疏远真心对自己好的兄弟，反而将跟女朋友搞在一起的张成当成至交好友，何其可笑！胖子，谢谢你。苏晨直接给了王胖子一个感激的拥抱。这一幕落在众人眼里，顿时将教室中的同学都雷得不轻。啥情况？两个男的抱一起了？苏晨跟王胖子之间这是有情况啊！卧槽，难上加难，知难而上，勉为其难，少见多怪，这年头多正常。就是，哈，奇奇怪怪的 CP， 美男跟野兽。不对啊，苏晨是直的呀，他的女朋友不是校花李曼吗？同学们议论纷纷。胖子也是有些懵，他推开苏晨，双手抱着肩膀，脸上有些惊恐。橙子，你是不是感情受打击了，连性取向都变了？胖爷只喜欢大胸妹子，可不搞基啊！滚蛋！苏晨一时有些无语，没好气的骂道。刚刚酝酿的那一丝感动，此刻都烟消云散了。嗨！讲台上老张咳嗽一声，现在是课堂上，注意影响，要打情骂俏的，下课有的是时间。同学们顿时又是一阵哄笑。苏晨现在哪里还有心思上课？再过不久这世道都要变了。他连忙举手。老张看见后示意他说：“老师，我感觉身体有些不舒服，想请个假回去休息。”苏晨找了个借口，明天游戏就要正式内测了，他得赶紧回去准备弄钱买游戏头盔去。第二章，请假离校。老张很好说话，直接就同意了苏晨请假。苏晨离开教室之后，又去找了辅导员，请了1个星期的假。当然了，后面他是不准备再回学校上课了。开玩笑，世道都要变了，上学还有啥用？玩游戏才是正道。以后的世界可是以游戏修为尊。当游戏开始反馈修为时，在游戏世界修为越高的人，反馈得到的修为也就越高。等到修为反馈彻底结束，玩家的修为将跟游戏中完全持平。到那时候，你学历高有啥用？别人一根手指就能碾死你。甚至到那时候找工作都得看修为，修为高甚至可以直接加入国家部门，成为人人羡慕的吃国家饭碗的公务员。就像前世，国家就曾经邀请过苏晨，甚至承诺让他做一个城市的负责人，专门守护这座城市的安全。不过却被苏晨给拒绝了，理由是他不喜欢被束缚。拿着辅导员签字的请假条，苏晨回了宿舍收拾行李，将一些拿不走的行李给打包送到了快递站邮寄。最后苏晨只提了一个行李箱离开了学校。走到校门口外面，苏晨转身最后看了一眼京城大学。别了，我的学生生涯。苏晨在心里告别之后，转身头也不回的离去。这一去，他将告别学生生涯，踏上修仙之路。苏晨准备先回在京城的小房子。他的父母在他很小的时候就出车祸去世了，去世后倒是给他留下了一笔赔偿款，以及京城的一套50多平的老破小。在父母去世后，苏晨便去了叔叔家，被叔叔跟婶婶带大，直到上了大学才搬了行李住到父母留下的那套老破小。老破小距离学校挺远的，所以平日里苏晨还是住校，也就周末放假才回那套小房子。婶婶没有生育能力，所以从小苏晨都是被当成他们的亲生孩子来养的。至于苏晨亲生父母留下的赔偿款以及京城这套老破小，叔叔跟婶婶从来没有肖想过，都完完整整的留给了苏晨。赔偿款不多，这些年都花在了上学以及女朋友李曼的身上，剩下的钱已经不多了。离买标配版的《无尽仙途》都还差一些。《无尽仙途》这款游戏是一款虚拟现实游戏，游戏分为好几个配置，标配版、升级版、顶配版。标配版的就是一个戴在头上的头盔，升级版的则是一个游戏椅搭配游戏头盔，顶配版的则是专门的游戏舱。这几个版本功能上都差不多，具体的区别就是舒适度不同罢了。标准版售价是49999，至于升级版价格为79999，顶配版价位为1999999。苏晨觉得购买一个标准版的游戏头盔就行了，至于升级版跟顶配版，他不配。回去的公交车上，苏晨拿出手机登录网上银行查询了一下余额，31234元。距购买标配版的游戏头盔还差近2万元。2万元，苏晨在心里思索着该怎么解决钱的事儿，脑海中忽然冒出一张胖脸，那是王胖子。苏晨记得王胖子家在山城开了一家电子代工厂，勉强能算是一个富二代了。找王胖子借2万应该没问题，以后还了钱再多带王胖子玩游戏就好了。玩这个游戏可是正经事儿。苏晨记得前世的时候，《无尽仙途》这款游戏出来以后，有不少家庭条件不错的大学生玩。不过后来很多掌控欲强的家长直接实名制举报了这款游戏，
说这款游戏会毁了孩子，要求下架游戏。不过无尽仙途这款游戏要求的是18岁以上才能玩，所以玩家都是18岁以上的，这都是成年人了，完全能为自己的行为负责。家长的无理要求自然站不住脚，因此并没有得到支持。后来这些家长就直接摆出家长的身份站，在制高点上强制拒绝孩子玩游戏，甚至有极端的家长将孩子用这些年存的零花钱买来的游戏头盔都给砸了。当游戏修为反馈到现实后，整个世界大洗牌。那时候这些家长才一个个的追悔莫及。思索间公交车已经到站了，苏晨下了车，拉着行李箱走进了幸福小区。幸福小区的地理位置还算不错，在京城2环以内，只是小区的年代久远了一些。京城的房价可谓是寸土寸金，新房压根儿不是一般家庭能买得起的。前些年便有不少家庭将家里的钱用来购买了幸福小区的房子。那时候讲究的是一个投资眼光，有不少人觉得幸福小区以后会拆迁，可是后来一直也没有拆。这2年更是提出了老小区只升级改造不再拆迁的政策，因此有不少人高价购买到手里，想要低价卖出去的。不过没多少人接盘就是了。苏晨的家在13栋，一栋房子共6层，苏晨家的房子在2楼，不梯房，1层也就只有1户。苏晨从口袋里掏出钥匙插进了锁孔里，轻轻拧动，咔嚓，门开了。提着行李箱走进房间，苏晨仔细打量了一下房间。客厅很小，只摆放了一张小布置沙发，2间卧室，一个小厨房，一个卫生间。卧室、客厅、厨房、卫生间都很小，再加上这是老房子，50几平可没有公摊，所以这房子还是2室1厅了，就是2室跟1厅都很小罢了。不过麻雀虽小，五脏俱全。苏晨认真的打量了一番，再次看到这房子有种久违的感觉。前世李曼说他爸身体出了问题，需要做手术治病，苏晨便卖了这套房子，把钱给了李曼。只是李曼后来却跟张成搞在了一起，甚至还设计陷害自己，简直比潘金莲还要狠毒。现在仔细想想，李曼的父亲都不一定病了。这一切苏晨都只是从李曼嘴里听说的，并没有实际验证过。那会儿他特别相信李曼，李曼说什么他都不会怀疑，傻傻的卖房，将钱全给了李曼，蠢得无可救药。可是现在想想，李曼父亲生病的事情非常可疑。苏晨觉得前世他卖房子的那笔钱很大可能是被李曼拿去用作了别的用途。这个不知廉耻的女人完全能够做出这种事来。第3章，游戏内测即将开始。中午简单的吃了个饭之后，苏晨看了看时间，12点半，学校现在正是课余时间。苏晨拿出手机给王胖子打去了电话。一阵手机铃声过后，电话被接通。橙子，我正在食堂吃饭呢，刚想给你发消息问问你想吃什么，我好给你带，结果你电话就打来了。胖子的声音从手机听筒里传来，谢谢，不过不用了，我已经请假回小房子了。我给你打电话是想让你帮我个忙。苏晨没有跟胖子过多客套，直接开门见山。什么忙？橙子你直说就是了。我想问你借2万块钱。苏晨淡淡道。电话里陷入一阵沉默。苏晨以为胖子是不愿意，在他准备说如果不方便就当我没提过这话时，胖子开了口，橙子，你借2万干什么？不会是李曼又问你要礼物了吧？胖子犹豫了片刻问道。2万块钱对他来说不算多，凭他跟苏晨的关系，他自然愿意借。可是胖子不想自己兄弟去当冤大头，他记得李曼那个女人经常花苏晨的钱，问苏晨要礼物之类的，上个月还让苏晨给他买了新手机。而且上个周末他在市里面的网吧上玩网出去后，还在宾馆门口看到了李曼。当时李曼挽着一个陌生男人的手从宾馆里走出来，一男一女在从宾馆里面挽着手出来，能干啥好事儿？苏晨为这么一个女人花钱根本就不值得。橙子，听我一句劝，别给那个女人花钱了，她不值得。我之前看见她跟一个男人从宾馆里出来，怕你伤心这件事，我就没告诉你。听了胖子的话，苏晨这才明白了过来，原来刚刚胖子沉默是以为自己借钱要给李曼买礼物。放心吧，胖子，我跟李曼已经结束了。苏晨挑挑眉，平静的道。借钱给李曼买礼物，就那女人也配？咦，啥时候的事儿？胖子有些诧异。苏晨可是非常爱李曼那个女人的，平日里都不许自己说那女人坏话。可是今天苏晨怎么这么淡定的说跟李曼结束了？凭他对苏晨的了解，要是跟李曼分手了，肯定是哭爹喊娘，叫上自己去喝酒买醉去了，怎么还会这么无所谓的态度？就今天的事儿，我也觉得李曼这女人不值得我对她那么好。这就对了，天涯何处无芳草。
3条腿的癞蛤蟆不好找，2条腿的女人多的是。胖子笑着说道。他此刻是真的为苏晨感到开心。之前看到苏晨那恋爱脑的样子，他就心里窝火，恨铁不成钢啊。对了，橙子，既然不是为了李曼，那你借钱干嘛？胖子好奇地问道。平日里苏晨这个人可是很难会找人开口借钱的，这是苏晨性格使然。可是今天居然找自己借钱，那肯定是很重要的事吧？你知道明天那个虚拟现实游戏《无尽仙途》要内测了吧？苏晨问道。当然知道啊，最近网络上以及学校里都很多人在讨论这件事。这游戏使用的貌似是个非常牛逼的新技术。我找你借钱是想购买《无尽仙途》游戏头盔，我卡里钱不够，还差2万。原来是这样，那行，我立马将钱转给你。胖子此刻总算是放心了，他就怕苏晨继续恋爱脑为李曼花钱。看来他这个好兄弟这恋爱脑清醒了，可喜可贺。对了，胖子，你也买一个头盔吧，反正你也爱玩游戏。苏晨提醒了一句，他也不希望胖子输在起跑线上。这款游戏可不仅仅只是用来打发时间休闲娱乐，未来的一切都将跟这款游戏息息相关，无论是职业还是地位，甚至是生命，都跟这款游戏挂钩。只有在游戏中升级获得修为，才能应对将来的一切变化。行，那我也买一个，我本来就挺好奇这虚拟现实游戏有啥神奇的。胖子原本是准备等第一批内测玩家反馈过后，等游戏公测再决定要不要购买的。可既然苏晨都要玩这游戏了，那他索性就陪兄弟一起玩好了。2人的通话结束，苏晨的手机很快就响起了微信消息提示，胖子通过微信转账转过来2万块。苏晨收款后回了句谢了，随后用手机直接在无尽仙途官网上支付了49999元购买了游戏头盔。毕竟是这么贵重的物品，所以快递使用的是当前最快速的顺丰快递。第2天下午的时候，游戏头盔便到了，快递小哥直接送上了门。苏晨有些激动地打开了房门。先生，您的包裹。门外的外卖小哥十分客气，服务态度相当的好。苏晨伸手接过包裹道了谢。快递小哥送完快递后也没有多说什么，直接便离开了。苏晨关了门后，有些激动地打开了包裹。包裹打开，里面是一个淡蓝色的头盔，看起来有些像是电瓶车头盔，不过体积比电瓶车头盔稍微大一点，材质看上去明显也更好，有种金属磨砂质感。苏晨伸手轻轻抚摸着头盔外壳，眼中露出一抹坚定之色。这一世，他定要真正的走上巅峰，他要成仙。游戏正式内测在今天晚上10点钟，现在距离10点还有几个小时。苏晨将头盔放到床上，打开游戏官方论坛看了看。虽然游戏都还没有正式内测，可已经有很多网友汇聚在了论坛中。毕竟这款游戏号称第一款虚拟现实游戏，自然有无数玩家感兴趣。虽然49999元的起步价很是高昂，但这个世界上有钱人并不在少数，那些玩一款网游一充就是好几10万的玩家也不在少数。因此49999元这个价格还是很多人能够接受的。而且这款游戏是世界上第一款虚拟现实游戏，自然不缺粉丝。游戏还有几个小时就要内测了，好激动啊！这款游戏可是号称虚拟现实游戏，不知道跟 VR 游戏有多大区别。游戏头盔我已经买好了，就等今晚10点内测了。说是内测，但是游戏是保留账号跟数据的，跟正式公测也没多大区别。如果游戏好玩，我一定充钱支持。对，只要好玩，我肯定充钱，我可不缺钱。第4章进入游戏。游戏粉丝们议论纷纷，甚至不少人扬言游戏要是好玩就充钱支持。苏晨甚至在这些账号中看到了一个熟悉的 ID。对，只要好玩，我肯定充钱，我可不缺钱。这条发言者的 ID 叫做王可是尼姆。苏晨记得这个人，这人现实中叫王世充，因为家里非常有钱，被网友们戏称为国民老公。不少网友也认出了他的 ID。卧槽，国民老公也来了！论氪金，谁能比得过王大少啊？我还没有进游戏就要被碾压了吗？王大少，你不去跟你的网红玩跑来玩啥游戏啊？这样会让人很没游戏体验啊！网友哀呼。像王世充这种土豪玩游戏，只要1氪金，那装备等级啥的肯定吊打众人。这样一对比，可不就没啥体验感了吗？你辛辛苦苦刷副本做任务升级，人家随便充点钱就让你望尘莫及，这能有啥体验感？而苏晨则是不以为意。王世充是有钱，可是无尽仙途这款游戏可是不能氪金的，无论是武器、装备、灵宠等等都不能靠氪金得到。这款游戏背后甚至根本不是现实世界的公司运营，这游戏并非游戏公司开发的，
而是一股神秘莫测的力量。不然游戏也不可能那么逼真，甚至后期还直接降临现实。至于掌控游戏的真正势力，就连苏晨前世在现实中达到了渡劫期后都不曾知晓，可见其神秘。这样的一款游戏又怎么可能让人氪金来升级呢？不过虽然不能氪金，但是游戏中能交易，因此像王世充这种富二代也并非一点优势都没有。比如王世充这类人可以通过现实的金钱交易购买玩家打出来的装备，可以招揽人手等等。不过这些对苏晨来说不足为虑，他拥有前世的记忆，知晓各种秘境、洞府、机缘，这些东西足以让他遥遥领先众人。晚上，苏晨又给胖子打了电话：“准备好了吗，胖子？”“准备好了。”“那行，10点就进游戏吧。”苏晨提醒了胖子之后挂断了电话。胖子对他有恩，他自然希望胖子也能够重视起这个游戏来，争取不要输在起跑线上。像那种3天打鱼2天晒网的状态肯定是不行的。跟胖子通话结束后，苏晨又拿起手机点开了跟叔叔的聊天对话框。他本来想叫叔叔跟婶婶也来玩这个游戏的，可是犹豫了一下又放弃了。叔叔跟婶婶都是乡下很传统的农民，自己根本就无法说服叔叔跟婶婶玩游戏，而且这游戏头盔起步价还49999，这对叔叔跟婶婶来说是压根无法想象的。以后等游戏跟现实融合后，自己再带着叔叔跟婶婶修炼就行了。苏晨心里打定了主意。很快的，时间终于来到了晚上10点，无尽仙途正式内测了。10点整，苏晨准时戴上了游戏头盔，头盔对他进行了虹膜扫描，身份绑定。一个玩家只能有一个游戏账号，并且别人无法登录。绑定结束，下一刻，苏晨只感觉一阵眩晕，接着他出现在了一处无垠的虚空中，在他的正前方，一个手持拂尘仙风道骨的白袍老者盘膝坐在虚空中，这人正是传说中的人物元始天尊。首次进入游戏的玩家都会随机遇到一个仙人 NPC， 这种 NPC 叫做仙路引路人。前世苏晨进入游戏遇到的引路仙人是女娲。引路人在游戏正式开始之前会赋予每个玩家一项随机天赋，天赋这种东西也是比较重要的。前世苏晨获得的天赋叫做平易近人，这个天赋的作用是容易让人觉得好相处，更容易获得 NPC 的好感度。勉勉强强中规中矩的一个天赋，不知道今生自己能获得一个什么样的天赋。苏晨有些期待。接下来就是创建角色，角色创建完之后就会获取天赋，前世就经历过这些，因此苏晨自然知道所有流程。果然，下一刻，一道充满道韵的声音响起：“仙道不是云淡风轻，奇鹤逍遥，仙路漫漫，长生路遥。草莽一生未必不是一件幸事。凡人，你是否准备好踏入仙道？”“我准备好了。”苏晨攥紧双拳，目光异常坚定。他当然准备好了，只有走上这条路，才能在未来的乱世中活下去，才能保护好家人跟朋友。前世他虽然强大，成为当世排名前10的高手，可终究还是不够。想要自保，想要保护好家人跟朋友，至少也要先集实力。前世他并未成仙，这一世他一定要成功迈出那一步。听到苏晨回话的元始天尊宝无悲无喜，他宝相庄严，周身散发朦胧金光，说不出的神圣圣洁。接下来请确定你在无尽仙途的人物信息。话音落下，苏晨面前出现一块虚拟的光幕，光幕上是一个对话框，姓名，这个游戏名的输入只需要语音录入就行了。前世苏晨还在诧异为什么没有键盘打字输入一类的，在原地摸索了好一阵子，闹出了笑话。最终还是引路人看不下去了，才提醒了他直接语音输入游戏名就行了。而这个游戏名也并非是随便乱取的，比如夜袭寡妇村、风吹裤裆、屁屁凉这一类在游戏中经常看见的游戏名，在无尽仙途是不行的。这款游戏不允许自己随便取游戏名，游戏名的输入框里只能输入自己身份证上的名字，相当于是只能跟本人身份证名字绑定，任何跟身份信息不一致的游戏名字都无法创建成功。苏晨淡淡开口，输入框直接就输入了他的名字。确认没有错别字后，苏晨点击了确定，名字输入框消失，光幕界面变成了人物角色界面。一个缩小版穿着短裤的光头苏晨在右边，左边有发型挑选、服装挑选，不过发型只有基础款，都是大夏国古代常见的发型，不过颜色倒是可以自己挑选，只要你想，甚至可以弄一头绿色头发都行。而服装也是大夏国古代的粗布麻衣，统一的款式，只有颜色有区别，一共有藏青色、棕色、黑色3种颜色。
3种颜色区别不大，反正款式都难看。这就是古代平民穿的衣服。最终，苏晨挑选了一个丸子头，额头两侧有2缕发丝垂落的发型。这个发型有些像王爷的发型，不过这个发型可不是人人都能驾驭得了的。想要驾驭，就必须脸型好看，人长得帅才行。而苏晨刚好就是那种人特别帅的类型。在京城大学，他都是校草，否则凭他的家庭条件，李曼那个现实的女人是不可能一直吊着他做备胎的。至于发色，苏晨直接用的黑色。重生过的他可是知道外貌很重要。游戏世界中的前辈级的 NPC 都喜欢乖孩子，这就跟现实中的家长一样，你弄一头绿毛家长能看得惯你？第5章，第一个游戏任务。虽说游戏世界中的 NPC 不会像现实世界中那样还管你的头发，但是规规矩矩的那种更容易获得 NPC 的好感度，好感度高了才能从 NPC 那里获得好处。总之，就要把游戏世界当成现实世界来看，不要单纯的觉得这就是一个游戏，认为外形以及言行举止无所谓。前世，苏晨就不太懂这些。刚开始的时候，他直接弄了一头紫毛，在阳光下那头发紫的发光，简直能闪吓人的狗眼。可是后来他拜入宗门，发现很多时候宗门的前辈们看着他那头紫毛就皱眉，好感度也很不容易提升起来。这一世，他可不会犯同样的错误，他得做个长辈眼里的乖孩子才行。外形服饰选择完毕，恭喜玩家苏晨人物创建成功。游戏提示音在脑海中响起，人物正式的创建好了。至于长相什么的是不能选择的，玩家长什么样在游戏里就是什么样，就像游戏名都只能用真名一个道理，主打的就是一个真实。有着前世记忆的苏晨知道，接下来就是游戏开始前非常重要的一项了，那就是天赋获取。不知道今生还是不是之前的那个天赋平易近人，这一世比起前世来说，我足足提前了1年玩这个游戏，这天赋也许会不一样吧。苏晨有些期待。元始天尊再次开口，恭喜你正式踏上仙路，接下来让我为你觉醒一项天赋。满是道韵的声音落下后，元始天尊拂尘一挥，一道金光顿时笼罩住了苏晨。恭喜玩家苏晨获得天赋风姿卓越。苏晨微微一愣，这一世自己的天赋果然改变了。他连忙查看了天赋介绍，天赋风姿卓越，拥有此天赋，玩家气质提升 30%， 更容易获得他人好感度，资质跟悟性提升至满级，气运提升 50%。 苏晨顿时心里一喜，这个天赋可是比前世他的那个平易近人好多了。这个天赋居然将气质、资质、悟性甚至是气运都提升了。要知道，资质可是决定修行速度跟上限的，前世他要是拥有这一个天赋的话，说不定能迈出那最关键的一步。气运最直接的影响则是刷副本时物品的爆率。总之，这个天赋非常全能就是了。接下来请选择你的地域。在无尽仙途这款游戏中，大陆名字叫做无尽大陆，而无尽大陆按照方位又分为东周、南周、西周、北周、中周几个地方，玩家可以选择东南西北中几个地域。前世苏晨选择的是东周，他对东周更为熟悉，因此这一世也毫不犹豫选择了东周。选择完地域之后，苏晨便直接被传送到了东周的一处小镇上。这个小镇叫做东周小镇，是所有选择东周的玩家第一出生点，也就是新手村，一切都将从这里开始。小镇古色古香，并且非常巨大，青石板铺就的道路足以容下10辆车并行，道路的两边是古代样式的各种宅子。苏晨因为有过前世的经历，所以很快完成了角色创建，出现到了东周小镇。他是最早出现在这里的玩家。出生在东周小镇后，苏晨没有过多耽误，随意的扫了一眼后，便朝着一个方向小跑了起来。在这个游戏中，所有玩家的目标只有一个，那就是修仙。而修仙首要的目标就是拜入宗门。想要拜入宗门，就需要领取小镇上 NPC 发布的任务，完成之后 NPC 将会给出任务奖励，其中一样任务奖励就是宗门引荐信，只有获得宗门引荐信才能拜入宗门。而这宗门引荐信的奖励可不是任意一个 NPC 能拿出来的，只有小镇上几个特定的 NPC 那里才能获得宗门引荐信。苏晨自然知道在什么地方能获得宗门引荐信，因此直接一点时间也不耽搁，直奔目的地而去。而在他小跑的途中，其余玩家也开始陆陆续续出现在了小镇的任意地点。哇，这游戏也太真实了吧，不愧是虚拟现实游戏啊，这空气好新鲜啊，我居然感觉真的回到了古代。这小镇好气派啊，比现实中的古镇大无数倍，太有感觉了，这5万块花得太值了，无尽仙途牛逼啊 ！YYDS， 许多玩家的感叹声也是传入了苏晨耳中。
随意的扫了一眼。这些玩家无不在感叹游戏牛逼，感叹这游戏世界真实，那模样活像一个没见过世面的乡巴佬第一次进城似的，看什么都觉得新鲜。不过苏晨可没有嘲笑他们，他前世刚进入游戏时也跟这些人一个样，也是东瞧瞧西看看，以至于花了好几天都没有得到引荐信的奖励。这一世他可不会浪费那个时间了。20分钟后，苏晨在街边一处糖葫芦摊前停了下来，一个头发发白，身上衣服满是补丁的老妪手里举着一个插满糖葫芦的稻草把子，而在老妪的身后则是有一个同样满身补丁大约10岁左右的小男孩坐在那里。小男孩双目没有焦距，只是似乎在拿耳朵听着周围的动静。大娘，请问你后面这位小弟弟是你孙子吗？苏晨询问道。想要引出这个任务，就需要弹击老妪身后的小男孩，并且要弹击小男孩的眼睛，随后才会引出任务。是啊，他是我孙子光明。老妪点点头。大娘，我看这小弟弟眼睛有些无神啊，这是有什么眼病吗？唉，老妪满脸苦涩，轻轻叹息了一声，接着道：光明这孩子小时候生了一场病，家里穷没有及时医治，导致眼睛失明了。原来是这样啊，那有办法医治吗？曾经我们碰到过一个游方道士，道士说只要找到赤眼草，用其汁液滴入眼睛就能治好。大娘说到这里，紧接着又摇了摇头，可惜赤眼草长在镇子外面的赤岩山中，赤岩山中有野兽，很难取到。丁，恭喜玩家触发任务，寻找赤岩草。任务奖励：蜀山剑派入门引荐信。游戏提升音在脑海中响起，苏晨顿时眼睛一亮，果然成功触发任务了。大娘，我去帮你找赤岩草吧。苏晨连忙说道。任务触发之后还需要领取，苏晨这番话就相当于是领取任务。老妪顿时激动了起来，啊，那可真是太谢谢你了。野外危险，壮士你随我回家拿些武器吧。老妪说完便牵着瞎眼孙子，并带着苏晨往家里走。老妪的家就在身后的巷子里，很近，走了几十米就到了。那是一处有些破败的小院，面积特别小。第6章开局一把菜刀。屋里一共有2间房。老妪走进厨房，一番翻找之后拿出来一把菜刀。壮士，家中没有别的武器了，就这把菜刀了。老妪饱含歉意地说道。苏晨伸手接过菜刀，身上顿时冒出了属性，攻击力加10。这菜刀已经很好了，我现在就出发，等采到赤眼草就立马回来。保重。老妪说道。大哥哥注意安全。老妪身旁的小光明也是附和道。苏晨揉了揉光明的脑袋，等着我的好消息。话落，苏晨将菜刀收入游戏仓库，转身朝着小镇出口走去。跟老妪以及小孩的交流，完全就像是跟现实中的人交流一样，很难想象这2个有血有肉、如此生动的人物只是游戏中的 NPC。路上，苏晨打开属性面板，查看了一番自己的属性。玩家苏晨，天赋风姿卓越，境界凡人，法力0，技能无，装备菜刀，攻击10，防御2，速度1，血量2568。果然，这属性跟前世没多大区别。苏晨查看了一番后，便关闭了属性面板。每个玩家初始的属性都是差不多的，不会存在太大差别，这一点相对来说也算是比较公平。不过随着修为的提升，不同修为之间的属性差距天差地别。关掉属性面板后，苏晨继续朝着小镇出口走去。此刻，已经有不少玩家创建好了游戏角色，出现在了东周小镇里。大部分的玩家此刻都还在街边的各个店铺里面流连，期望通过跟 NPC 聊天触发任务。这些商铺里的 NPC 们确实每一个几乎都会有任务发布，不过很多 NPC 给出的任务奖励没多大作用，最多就是能增强玩家的一些基础属性罢了。这对苏晨来说完全没有作用。这些基础属性只要拜入宗门正式开始修炼，就能够以非常夸张的速度提升上去，完全没有必要浪费这个时间。当然了，也就是知晓这些规则的苏晨有资格这样说，其他人可都是第一次进入这个游戏，啥也不知道的。其余玩家也只能一个个的随机接任务，运气好就很快能接到奖励引荐信的任务。因为在这些 NPC 中，并不止一个给出的任务奖励是宗门引荐信。据苏晨所知，大概有3个地方的 NPC 给出的奖励都是引荐信。不过东周小镇比较大，运气不好的可能在这里做好几天的任务都得不到引荐信。苏晨本身就长得帅，再加上天赋天资卓越的加持，他气质在这群玩家中异常的出众，属于那种就算披着麻袋都帅得不行的那种人。像他这种自然不可能被人忽视，走在大街上也是十分显眼的存在。用句俗话说，
那就是街上最靓的仔。很快他就被玩家们注意到了，尤其是女玩家。哇，这个小哥好帅啊！他不会是明星吧？小哥哥人家想跟你生猴子，小哥哥组个队啊，加个游戏好友呗。不少女玩家看到苏晨恨不得身子都贴在苏晨怀里去，那一双双眸子里满是爱慕，甚至有女玩家直接当街拦住了他想要加好友求组队的，不过都被苏晨拒绝了。开玩笑，他还要赶紧去宗门呢，可没时间带妹。不过魅力值如此高，这一点让苏晨还是感觉有些惊讶。看来风姿卓越这个天赋果然恐怖。前世他虽然帅，可从来没有引起这样的骚动。女玩家们十分狂热，至于男玩家们则是有些羡慕嫉妒恨了。毕竟大部分时候还是异性相吸，同性相斥的。这小白脸谁啊？你们这些女人至于吗？不就一个小白脸吗？哪里帅了？阳刚高大威猛的男人才帅好吧？你们这些女人啥眼光啊？男玩家们虽然嘴上吐槽着，但是心里一个个的恨不得将苏晨取而代之。有些男玩家就连后槽牙都快咬碎了，心里那叫一个酸。试问哪个男人不想被众女崇拜？那简直就是人生巅峰好吧？颜值不够，实力来凑。不少男玩家已经在心里发誓要成为《无尽仙途》这款游戏的大佬了。只要成为游戏中的大佬，那就能被这些女玩家崇拜，甚至投怀送抱。因此为了成为大佬，他们哪怕是氪金也在所不惜。然而很快，准备氪金的男玩家们发现这款游戏居然无法充值。哎，这游戏怎么没有充值通道？有人疑惑地问其他玩家。不会吧，游戏不就是赚钱的吗？哪有没充值通道的？就是啊，游戏做出来那不就是捞钱的吗？很快一群玩家聚集到一起讨论了起来。有玩家不信邪地打开游戏界面，将整个游戏的所有界面选项找遍了，都没有发现充值功能。卧槽，这游戏真的根本就没有充值选项。确实真的没有哎，这太奇怪了，哪有游戏开发出来不为了赚钱的？玩家们纷纷疑惑不解，这游戏现在还是内测阶段，可能暂时还没开放充值这个功能吧。是啊，游戏哪有不捞钱吧？现在只是时间未到而已，等这游戏公测了铁定疯狂收费。对啊，这游戏这么真实，一收费，无尽仙途背后的游戏公司铁定赚翻。有玩家提出了自己的看法，而这一看法也得到大多数玩家的认同。之前疑惑的玩家纷纷恍然大悟，游戏哪里有不捞钱的？现在这些游戏一个个的恨不得将玩家都给吸干了，哪里有不想赚钱的游戏？再说了，游戏的运营、维护这些也是需要钱的。玩家们觉得一定就是他们猜测的这样。然而，如果苏晨在这里的话，才能知道这些人错的有多离谱。游戏公司自然是会想尽一切办法赚钱，可是无尽仙途背后并非游戏公司，而是一股神秘力量。前世苏晨在现实的修为达到渡劫期后，还查询过这个游戏背后的势力，然而什么也没有查出来。游戏背后根本就没有公司运营跟维护，甚至这款游戏都不知道从哪里出来的，就好像是凭空出现的一样，根本就无法追寻其来源。这一世的苏晨可不会早早的就去追查这游戏背后的真相，没有实力根本就没有追寻真相的资格。现在最重要的是提升修为。大约20分钟后，苏晨来到了小镇出口处。出口是古城城门的形式，高大巍峨，颇具威势。他从物品栏中取出菜刀，握在手里，接着迈步走了出去。在小镇外面有标识牌为玩家指明方向。苏晨抬头朝标识牌看去，在上面很快找到了赤岩山的方位。苏晨朝着赤岩山方向而去，身影很快消失在了小镇出入口。第7章击杀赤焰蛇。小镇外面是郁郁葱葱的草地，这些草约莫30公分高的样子，绿油油的一片，看起来让人眼睛觉得特别舒服，整个人都心旷神怡。一路顺着指示牌标记的方向向前小跑着，一路上苏晨碰到了好几波野怪。如果是其他玩家看到有野怪，肯定立马就去打去了。毕竟在大部分人的共识里，刷怪就等同于能升级。其实这一点确实没错，不过还没有拜入宗门的玩家根本就没有开始修行，因此刷怪压根不能提升修为，最多是能够提升1-2点属性点罢了。这对苏晨来说没有多大作用，因此这些野怪他都没有去打，而是直接选择了绕开。终于半个小时后，苏晨来到了赤岩山脚下，任务中需要的赤岩草就在这里。苏晨直接上山，来到了一处山洞前。山洞约莫直径半米的样子，一株颜色如同火焰般赤红的草正生长在这里，这就是赤岩草。苏晨盯着这个小山洞仔细看了看，手中的菜刀握得更紧了几分。他可是知道这山洞里住着一条蟒蛇，
叫做赤焰蛇。当玩家将赤焰草采掉之后，便会引出这条赤焰蛇。赤焰蛇就是守护着赤焰草的，不过这只是新手任务，因此赤焰蛇只是普通的野兽，没有修为。不过赤焰蛇体型颇大，新人玩家如果找不到正确的应对方法的话，也是很难击杀赤焰蛇的，甚至会被赤焰蛇反杀。苏晨自然知道这条蛇的弱点，他握紧手中菜刀，上前将赤焰草摘了下来。刺啦，动物在地上串行的声音响起，心念一动，将赤焰草放进了游戏仓库里。苏晨手中握紧菜刀，稍微退后了几步，目光死死盯着洞口。他这是在拉开距离，打这条赤焰蛇一定要保持一定的距离，靠得太近容易被赤焰蛇直接缠绕住，无法挣开。这也是前世打这条蛇好多次后总结出来的经验。前世他还是新手的时候，就曾因为靠得太近，直接被赤焰蛇一个死亡缠绕给缠住了，最后一命呜呼。这一世他可不会再犯这种错误。很快，洞口一条约莫7、8米长的红蛇钻了出来，它浑身赤红，身上的鳞片似乎都在散发着淡淡的红光。赤焰蛇盘了几圈立在那里，那立起来的身子都足有3米高，一双暗红色的树瞳盯着苏晨，口中不停地喷吐着蛇信子，尖锐锋利的獠牙散发着寒光，看起来极为骇人。苏晨心念一动，便看到了这条赤焰蛇的属性：品种赤焰蛇，境界普通野兽级 BOSS， 技能死亡缠绕，攻击30，防御50，速度15，血量8568。可以说这赤焰蛇的属性全方位的吊打苏晨。不过这对苏晨来说倒没什么，这毕竟只是游戏野怪，在游戏中还是受到很大限制的，攻击方式都是很固定的，只要注意拉扯跟走位，那么便能避免掉血，从而打出持续的伤害。苏晨没动，他在等这条赤焰蛇率先进攻。此刻赤焰蛇打量了苏晨一番，确认了这个凡人威胁不到他之后，那冰冷的树瞳中目光轻蔑了几分。区凡人竟然敢抢他洞穴外的东西，这里是他的地盘，洞穴入口处的一切也都是他的，这个凡人竟然敢来抢他的东西，这是在对他挑衅。刺啦，赤焰蛇动了，哗，他的尾巴直接朝着苏晨的头抽了过去，恐怖的力量让空气都发出爆鸣声。那尾巴在空中抽过去时，只能看到残影，本身它体型就比较大，这尾巴的速度又快，如果被他的尾巴抽中，现在的新手玩家肯定会被抽飞出去，掉很大一管血。然而苏晨嘴角却是微微勾起，他轻蔑一笑，身体微微后仰，便直接躲过了攻击。前世他便打过这条蛇，赤焰蛇的所有攻击方式他都一清二楚，再加上前世的他可是无尽仙途这款游戏中排名前10的玩家，那意识可谓是强的一批。此刻面对这条赤焰蛇，对苏晨来说就好比是王者玩家进入了青铜局，虽说修为装备这些没了，但光凭意识跟经验就能够嘎嘎乱杀。躲过赤焰蛇这一击之后，苏晨上前一步，一刀狠狠劈在了赤焰蛇腹部以上头部以下的位置。哗，赤焰蛇的外壳十分坚硬，菜刀劈在上面发出清脆声响，并且还冒出了火花。他疼得张开大嘴，露出锋利的獠牙，显然苏晨这一刀让他受到的伤害不轻。与此同时，在菜刀劈砍的地方出现了伤害数200，赤焰蛇的血量直接掉了200点，这是因为苏晨这一刀劈在了赤焰蛇的7寸处，这里就是赤焰蛇的弱点，攻击这个部位打出的伤害要比其他部位高得多。如果是砍在其他地方，这蛇可能只会掉10点血。劈砍一刀之后，苏晨立马拉开距离，免得被他缠绕上了。而他这一刀也彻底的将赤焰蛇给惹怒了。呼，他张开大嘴，直接一个俯冲过来，他要将这该死的人类给咬死。然而他的各种攻击方式早已经被苏晨所掌握。再说了，苏晨现在可是拥有着渡劫期的意识跟战斗经验，直接轻松的侧身躲过，并且再次朝着赤焰蛇的7寸部位挥出了2刀。200，两刀劈出后，苏晨快速拉开距离。现在赤焰蛇的血量只剩下了7968。苏晨继续展开拉锯战，跟赤焰蛇战斗，找到时机便朝着赤焰蛇的7寸砍去。而赤焰蛇却连苏晨的一片衣角都没有碰到。拉扯着打了半个小时后，赤焰蛇的血量就掉的只剩168点了。最终，苏晨一刀劈下，赤焰蛇血量降为0，他不甘的倒在了地上，停止了挣扎。接着他的尸体消失不见，原地出现一把铁刀躺着。这把铁刀有一个手柄，刀身则是非常宽大，刀长足足有1米，刀身宽15公分，看起来颇为霸气。武器：精品大刀，攻击力加20，
苏晨直接将大刀捡起拿在了手上。与此同时，游戏提声音也响了起来。恭喜玩家苏晨斩杀野兽级 BOSS， 获得奖励攻击力+3，防御+3。苏晨倒是没啥激动的，斩杀这种普通 BOSS 野怪家的属性点作用不大。将爆出来的精品大刀捡起后，苏晨没有放进个人仓库，而是直接大摇大摆的拿在手上，要的就是一个显眼的效果。这大刀自己不需要，可是不代表别的玩家不需要。能花好几万买头盔玩这个游戏的很多都家境颇为厚实，想必那些玩家非常乐意花钱购买自己手中的大刀。第8章，苏晨卖大刀。苏晨扛着大刀往回走，一路上看到野外不少地方有玩家正在刷野怪，这些玩家手里的武器都是从 NPC 那里借来的，有用擀面杖的，有用镰刀的，还有手持烧火钳的，总之是千奇百怪。不过他们刷的野怪普遍都是些小怪，用这些武器也足够了。回到小镇上，苏晨手持1米长的大刀很是夺人眼球。现在的玩家普遍没有武器，可是苏晨却已经刷到了一把这么霸气的大刀。卧槽，啥情况？这人怎么都有这样牛逼的武器了？我连把小刀都还没有，他就有这么厉害的武器了。我任务都还没开始做呢，这大刀哪来的？这把大刀1米长，扛在肩上确实威风，立马就引起了玩家们的好奇。兄弟，你这大刀哪来的？刷野怪爆出来的？听见这话的玩家们激动了。刷野怪爆出来的？那这么说，只要他们多去刷怪，也能够爆出来，简直太棒了！他们要到镇子外面多去刷怪。如果知道这些玩家想法，苏晨绝对会嗤笑一声。刷怪确实可以爆东西出来，可爆出来的东西多数没啥作用，就算爆出来武器，也是些初级武器，初级武器的攻击力也就加5点而已。苏晨手上的这把精品大刀直接能增加20点攻击力，如果拥有了这把大刀，那些玩家就能够击杀像赤焰蛇这样的 BOSS。 苏晨也没着急着去卖，他在等那些玩家体验过 BOSS 的厉害后，就知道有一把武器多重要了。现在他先回去交任务。苏晨扛着大刀没多久来到了老妪摆摊的地方，期间也有不少玩家表示想要购买他手中这把精品大刀，不过开出的价格不高，甚至就连2万块都不到，那他自然是不会卖的。他卖这大刀的主要目的就是还胖子借给他的2万块钱。苏晨是一个极不喜欢欠人钱的人，如果欠了谁的钱，他就会心里不舒服，时刻想要快点将钱还了。这年头像他这样的人可不多了，多的是欠钱不还的老赖，甚至欠钱的成了大爷，借出去钱的反而成了孙子。有些人欠了钱不仅不还，反而还跑去大吃大喝游山玩水。苏晨是不理解那些人怎么能那么心安理得的。大娘，赤岩草我找到了，给你。苏晨心念一动，从个人仓库里面取出来赤岩草，交给了老妪。老妪满脸激动的伸手接过。壮士，真是太感谢你了，这下我们家小光明的眼睛有救了。老妪身后的小光明小脸上也是倏然爬满了惊喜。大哥哥，谢谢你。不用客气。老妪这时候从怀里拿出一个折叠好的信封，递给苏晨。这个信封是当年那个老道士留下来的，说是拿着这个可以去仙门参加测试，如果有资质就能够拜入仙门成为神仙。我这里也没有什么珍贵的东西了，只有这封信了。壮士，你能进入赤岩山找到赤岩草，一定也有资质能进仙门的。苏晨伸手接过。下一刻游戏提示音响了起来。叮，恭喜你获得任务物品仙门引荐信，拥有此引荐信可参加东周最大仙门蜀山剑派的资质测试。虽说游戏提醒的是拥有此引荐信只是能够参加资质测试，可苏晨知道只要有了这个引荐信，所有玩家都可以加入宗门。虽说具体的资质可能由于天赋不同有所差距，但最差也能够成为外门弟子，而大部分玩家也确实只能成为外门弟子。想要成为内门弟子，则需要开局天赋对资质加持才可以。拥有那些天赋，在资质测试的时候，测试出来的资质就非常高，资质高才能进入内门。不过对玩家来说，进入内门还是外门差别不算太大，因为玩家的修为主要是靠刷副本提升的。成为内门弟子的好处，大不了就是拜师之后能直接从师傅那里获得好处，比如武器、丹药、武技等。而外门弟子则是需要完成宗门任务，获得贡献点才能兑换。不过技能、武器、丹药这些也是能够在刷副本的时候爆出来的，所以外门还是内门影响不算特别大。前世苏晨就是外门弟子，饶是如此，后来还是成为了无尽仙途排名前10的玩家。苏晨直接将引荐信收入了个人仓库里，跟老妪客套了一番，便提着精品大刀离开。
他准备去小镇入口处卖大刀，到时候那些去小镇外刷野怪没刷过的玩家，看到他出售大刀，肯定非常容易心动。那时候大刀就好卖了。在苏晨思考的时候，其余玩家们也是心思各异。苏晨刚刚过来交任务，他们都看到了，因此不少玩家心里推测，苏晨的大刀是接这个任务爆出来的，心里自然产生了想法。苏晨前脚刚刚离开，后脚就有玩家跑到了老妪面前，想要接任务。苏晨能够通过这老妪接到任务，并且还爆出了大刀这种武器，他们觉得他们也能。大妈，你这有任务吗？大妈，糖葫芦多少钱一串？大妈，有什么能够帮你的吗？一群玩家使出了浑身解数，想要在老妪这里接任务。然而老妪却是从容回答，丝毫没提任务的事情。最后一群玩家们崩溃了，同样是玩家，凭啥苏晨就能够接到任务，而他们不能啊？难道就凭苏晨长得帅？现实中看脸也就算了，难道游戏中还要看脸？然而他们不知道的是，无尽仙途这款游戏还真的会看脸，颜值高的人更容易获得 NPC 好感从而得到好处。不过他们无法触发任务，可不是因为长得不行，完全是因为他们不知道弹及老妪身后小孩的眼睛，没有弹到小孩眼睛，自然也就无法触发老妪发布的任务。老妪这里发生的情况，苏晨不知道。他此刻已经来到了东周小镇出口处，玩家们无论是刷怪还是接到任务，进出都会通过这里。苏晨觉得他的大刀很快就能卖出去了。过来的路上，他还从路边一个摆摊的 NPC 那里要了一块煤炭，拿起煤炭便在小镇入口处的地面上写了几个大字：精品大刀出售，价高者得，刷野怪打 BOSS 的不二神器。第9章，前往蜀山。苏晨抱着大刀，好整以暇地坐在东周小镇的出入口。很快，不少出小镇跟进小镇的人便都看见了在出入口卖刀的苏晨，不少玩家聚集在了苏晨周围。哇，这大刀好酷炫啊！是啊，这模样挺拉风的，有几分屠龙刀的气质。没想到这么快就有人爆出武器了，人比人真是气死人啊！我唯一的武器就是根擀面杖，而且还是借的得还回去。我从 NPC 那里借来一把烧火钳，尼玛伤害太低了，打接到任务中的野猪都不怎么掉血，完全干不过呀。如果我要是有这把大刀的话，那肯定能打过任务中的野猪。是啊，要是有这把大刀，那这小镇中的任务不是随便过。不少玩家纷纷觉察到了这把刀的价值，于是有玩家上前询问：小哥，价高者得，你这把刀有没有一个底价啊？苏晨微笑着点点头，当然，底价2万，上不封顶，价高者得。他的态度很好，毕竟顾客就是上帝，他可都服务好了，说不定这些人中就有金主爸爸呢。然而听到苏晨的报价，不少家境稍差一点的玩家直接倒吸了一口冷气。好家伙，一把大刀而已，就敢交出2万的高价，2万块都快赶上游戏头盔一半的价格了。他们就算有钱也犹豫了，不是买不起，主要是感觉不太值。这又不是什么神兵利器，就是一柄大刀而已。玩家们一番衡量之后，没人出价。苏晨倒也不急，就这样慢慢的等待。另一边，王世充满脸气愤的在出生点复活。刚刚他接到了一个任务，那个任务需要打一头狼，然而他的武器特别垃圾，就一把锅铲根本不是那只 BOSS 狼的对手，直接被虐杀。王世充气急败坏，他一个顶级富二代什么时候受过这种气？当即他就想要氪金。然而令他更气愤的事情发生了，那就是无尽仙途这款游戏无法氪金。卧槽， TMD 这游戏的运营是傻子吗？有钱都不赚 SB 玩意儿。王世充怒骂了一句，重新去领取任务，然后从 NPC 那里借了一把锅铲，准备继续去跟那只狼奋战。刚刚走到小镇出口处，他便发现这里居然聚集了不少玩家。王世充连忙过去看，让让！他一把扒开一个玩家，语气颇为嚣张。那个被他扒开的玩家刚想发火，他乃转过身口，在看到对方后声音戛然而止。王少，这个玩家声音都结巴了。这游戏玩家的脸就是本人的脸，而王世充的脸有几个人不熟悉，因此这玩家直接就蔫了。王世充却是看也没看他一眼，反而看向了被玩家包围在中心中的苏晨。他的目光直接就落到了苏晨身前的大刀上，随后他看到苏晨写在地上的几个字，顿时他眼睛都亮了。好家伙，正愁没有趁手的武器，结果就有人送来了。你这大刀底价多少？王世充非常拽地问道。他的性格一向如此，一出生就在终点上的他，
很少将低于自己层次的人看在眼里。底价2万哦，亲。苏晨非常热情地说道。王世充这张脸他自然认得，一个富二代而已，对他这个前世曾是渡劫大能的修士来说根本入不了眼。就算今生他还是一个普通人，他也不会惧怕对方。过不了多久，游戏中的修为就要反馈到现实，那时世俗中的权力金钱根本不值一提。不过顾客就是上帝，面对顾客他自然的热情，总不能摆一张臭脸面对顾客吧，那样谁还愿意买你的东西？因此苏晨自然是一张笑脸相迎。然而看到他的样子，周围玩家一阵鄙夷，装什么装？看到富二代还不是像只热情的狗似的。这些玩家看到苏晨打出了这种好装备，心情都不爽，因此浑然忘记了苏晨面对他们的询问也很热情。王世充却没在意这些，阿谀奉承的人他见多了，直接开口道：那我出5万，你这把刀卖给我。钱嘛，他最不缺，直接加了3万，将大刀的价格提升到了5万的地步。然而还不待玩家们惊讶，一个清冷的女声传来：等等，我出10万。所有玩家顿时一惊，循声看去，一个长相高挑、气质清冷的女人正从不远处走过来。她有着一张鹅蛋脸，皮肤白皙，一双好看的桃花眼。玩家们都惊住了，这美女谁啊？居然不给王少面子，公然跟王少抢装备，模样有些陌生，玩家们并不认识。然而王世充却是脸色一变，这女人他认识，是某鹅集团老总的女儿，现任首富之女马小玲。某鹅的家人都很低调，基本从未出现在公众视野中，因此网友们根本不认识。提起富二代，网友首先想到的就是王世充。然而王世充自己知道，比他有钱的有不少。王世充顿时一脸气愤：马小玲，你就非要跟我争吗？我出20万。女人一脸平静：50万。似乎50万对他来说不算钱似的。苏晨看着这两个金主，脸上平静，心里却有些激动。继续加呀，继续啊，继续，他的心里想着。然而苏晨期待的加价画面并没有出现。王世充自然能够再加价，不过他觉得再加就不值了，而且他再继续加价的话，马小玲也会加，这娘们不会给自己面子，这样就有些不好看了。行，马小玲，我给你这个面子，这大刀就让给你了。那就多谢王少了。马小玲淡淡道谢。王世充听见后则是愤愤地带着他的锅铲离开，继续出去做任务去了。苏晨心里有些觉得可惜，刚刚他差点还以为他要靠一把新手村的铁刀暴富呢。看来这些富二代也不是地主家的傻儿子嘛。马小玲通过游戏直接添加了苏晨为好友，然后给苏晨转账了50万。这游戏支持玩家间的现金转账交易功能。收到转账提醒后，苏晨将大刀给了马小玲。马小姐是吧？这大刀归你了。谢谢。马小玲没多说什么，将大刀收进仓库后就离开了。大刀卖出去了，苏晨自然也就没有留在这里的理由了。他带着引荐信前往了东周小镇的传送阵。在无尽仙途这款游戏中，很多地图之间都是用传送阵连接，去哪儿都可以通过传送阵过去。可以说，传送阵是这款游戏中最主要的交通工具。新手玩家第一次使用传送阵是拜入宗门的时候，这时候第一次使用传送阵是免费的，等加入宗门之后，再想使用传送阵，那就得收费了。至于货币，则是灵石。灵石可以通过刷野怪、副本之类的获得，不过刷野怪爆出灵石的概率不高，如果是刷副本，则是一定会爆出灵石，至于具体爆出多少，就看玩家的运气了。加入宗门后，每个月也能从宗门那里获得宗门发放的灵石，这几个就是玩家获得灵石的来源。在无尽仙途中，跟 NPC 交易之类的货币也都是灵石，这是修仙者的通用货币。半个小时后，苏晨来到了东周小镇的传送阵处。目前没有玩家使用传送阵，毕竟现在玩家都还在刷怪做任务呢，很多就算接到了能奖励引荐信任务的玩家，也都还没有打过任务中的野怪，自然也就不会使用传送阵。要知道，苏晨卖大刀可是还花费了不少时间，可是依旧还没有玩家完成任务。苏晨不得不感叹，这届玩家有点不太行。传送阵处，一个老头 NPC 守在这里。苏晨将引荐信递给老头：老人家你好，我要去蜀山剑派。老人接过引荐信看了一眼后，又还给了苏晨。可以，第一次使用传送阵免费，以后使用都需要缴纳灵石，方能开启传送阵。明白了。苏晨点点头。进来吧。苏晨顺从地走进了传送阵，然后他出现在了蜀山剑派外。第10章，一件武器装备50万
网友震惊。与此同时，许多看见苏晨一把铁刀卖出50万那一幕的玩家纷纷下线，将这个消息给传递了出去。无尽仙途这款游戏本来关注度就非常高，作为第一款号称虚拟现实游戏的网游，诸多人都在等待今天第一天参与内测的玩家反馈。无尽仙途论坛无比的热闹，那些传递消息的玩家纷纷下线，在官网发帖，震惊！游戏中一位玩家打出一把大刀，卖出50万天价，太厉害了！第一天就有一位玩家靠打游戏打出来的装备卖出50万，原来玩这款游戏还能这么赚钱！50万一把大刀，你敢信？之前在游戏看见苏晨卖刀的下线玩家纷纷发帖感叹，那些还没玩这个游戏的人看到这笔些标题也震惊了。卧槽，不会吧？这也太赚钱了！这游戏才开始内测几小时吧，居然就有人已经靠卖装备赚50万了，这也太赚钱了吧！我都有些后悔没购买游戏仓了。是哪位大佬这么有钱，50万买一把大刀？玩家们纷纷感到好奇，将帖子内容仔细看完后，他们终于明白了，居然是王世充想高价购买，结果被截胡了。马小玲是谁？居然敢抢王大少看上的装备，能花50万买把刀，这女人也不是差钱的主。我也挺好奇这女人身份的，居然敢跟王大少抢装备，这女人还抢赢了，王大少都得给她面子。这个马小玲是谁啊？有没有大佬出来科普一下？许多网友都对马小玲感到好奇，网友们确实神通广大。很快就有一个 ID 叫做冷少的网友告知了众人答案。兄弟们，马小玲是企鹅集团老总的女儿，不过她很低调，所以很少人知道。马小玲要是论财力，那可比王大少有钱多了。网友们恍然大悟，原来是企鹅家的千金啊，怪不得这么大手笔。确实，王世充这种富二代也得给企鹅千金面子，牛皮！我倒是有些羡慕这个叫做苏晨的玩家了，第一天玩游戏就赚50万。我决定了，我也要花钱去买个头盔玩。苏晨自然是不知道，他的事在网上闹出了这么大动静，此刻已经站在了蜀山剑派的宫殿大门外。蜀山剑派位于山峰之上，层峦叠翠，风景秀丽，周围不时有仙鹤飞舞，门派宫殿宛如建在云端，美不胜收。苏晨面前有一道巨大的石门，上面龙飞凤舞般写着蜀山2字，字体说不出的飘逸潇洒。前世苏晨就是在这个门派开始他的游戏生涯的，这里的一切对他来说都不陌生。终于，他再次回到了这个地方。苏晨深吸了一口气，随后迈步朝着石门走去。站住，干什么的？苏晨刚走到门口，便被2位身穿浅蓝色长袍、守大门的蜀山弟子拦下了。苏晨拿出引荐信递了过去：“2位师兄好，我是来参加测试的。蜀山剑派有专门负责测试弟子资质的测试堂，持有引荐信的弟子想要加入蜀山，去测试堂测试一下天赋就可以了。这个测试所有玩家都可以通过，不过区别是，有的玩家测试出来则资质如果特别高，那么就能直接成为内门弟子，如果运气再好一点，更是有可能成为真传弟子。内门弟子可以说是门派的精英，而真传弟子则是门派长老或者掌门的关门弟子。真传弟子地位是最高的。2个外门守大门的弟子看完苏晨递过来的引荐信后，还给了苏晨。进去吧，拿着引荐信直接到测试堂找到测试长老，跟他说你要测试资质就行了。多谢。苏晨道谢后将引荐信拿好走了进去。他径直来到了测试堂，前世他就已经经历过这些了，因此对所谓的测试也是无比的熟悉。测试堂的测试主要是由测试长老负责，用仪器检测资质，资质按照等级分为1星、2星、3星、4星、5星、6星、7星、8星、9星。只要资质达到4星、5星，就能够加入蜀山成为外门弟子；如果资质达到6星、7星，则是能够成为内门弟子；如果资质达到8星、9星，则是能够直接成为各大长老真传弟子。而大部分玩家检测的资质自然都是5星。前世苏晨就是5星的资质，最后进入了蜀山剑派外门。今生既然已经重生了，这一切理应有所不同。苏晨觉得很大可能自己能拥有一个不错的测试成绩，毕竟自己这次的开局天赋直接能够令自己资质悟性达到满级。满级的资质怎么说也得测出个8星以上才对吧？不测出个8星以上都对不起风姿卓越这个逆天的开局天赋。想到这里，苏晨挺起胸膛走进了测试堂。测试堂里面，一位须发皆白的老者正坐在一台巨大的仪器旁，这仪器约莫有2米高，前面部分是一个透明的水晶球，后面连接着一个类似温度计一般的仪器。这个仪器由下至上刻画着星级，从最下面的1星到最上面的9星，
长老你好，这是弟子的引荐信。现在无需自称弟子，毕竟你有很大可能并不能通过测试。测试长老淡淡的看了他一眼，态度十分冷淡，毫不留情的打击。在测试堂这些年来，测试的弟子不知有多少，可最后通过测试加入宗门的，十不存一。像苏晨这种怀揣着梦想来到测试堂测试的，他见过太多太多了。仙路本就残酷，并不是人人都能有机会走上这条路的。苏晨自然听出了测试长老话里的意思，不过他并不在意。玩家参加测试那是100%能成功的，这点测试长老一个 NPC 自然不清楚。微微施了一礼，苏晨再次将引荐信递了过去。引荐信就不必看了，你过来将手放在水晶球上就行了。测试长老淡淡开口，引荐信什么的没有看的必要，只要有资质自然能进蜀山，可如果没有资质，那么对不起，哪儿来的回那儿去。第11章天资检测引轰动。苏晨讪讪地将引荐信放到了一边，往前几步来到了测试仪器前。这测试仪器内部刻画了专门检测资质的测试法阵，你只需将手放上去10秒钟就能测试出你的资质，5星以上就合格了，5星以下那就哪儿来回哪儿去。测试长老介绍道，他所说的这些苏晨自然全都知道，不过他还是低眉顺眼，乖乖的听着，俨然一副乖乖学生模样。测试长老见苏晨这模样，心里倒是满意了几分。像他这种老古董，就是喜欢这种乖孩子，性格太跳脱奇葩的，反而极为不喜。听明白了吗？苏晨点头，明白了。既然明白了，那就开始吧。苏晨不再耽搁，伸出右手缓缓放在了水晶球上，手掌上传来冰凉的触感。很快，一股紫色的能量从水晶球中钻出，沿着苏晨手臂进入他体内，在全身上下游走。有过经验的苏晨明白，这是测试仪器在开始检测他的资质了。测试长老盯着水晶球后面代表资质的星级刻度，很快的，仪器上一道紫线往上，最底下的一颗星亮起紫色光芒，紫线并未停止，继续往上，2星亮起，继续往上，3星亮起，紫线还在继续向上，4星、5星。一旁的测试长老看见5星亮起，轻轻点了点头，这代表这个青年至少能加入蜀山了。然而紫线并未停止，还在继续往上窜。测试长老心里都微微感觉到有些惊讶了，莫非这青年能6星资质进入内门不成？果然，在他视线中，紫线继续往上，6星亮了起来。莫非是7星资质？测试长老心跳都加快了几分。今天他要为蜀山发掘一个人才不成？7星很快亮起，然而仪器中那条紫线还未停止，居然仍在继续朝上蔓延。难道今天将出现一个真传资质的弟子？测试长老呼吸都开始急促了，再也不复之前的平静冷淡模样。在他的注视下，8星亮了起来，这代表着这个青年能有资格成为真传弟子，是真正的天才级别的弟子。8星亮起的那一刻，嗡，整个蜀山响起宏大的钟声，钟声悠久，带着浓浓的厚重感，整个蜀山剑派都听到了。蜀山剑派几座主峰中走出一位位须发皆白的老者，仙风道骨，气质出尘，他们是蜀山的宗门长老。钟声响起，我蜀山终于又诞生了一位8星天才，8星资质，适合做我徒弟。苍老的声音在几座主峰上响起。下一刻，一道道白袍身影冲天起，朝着测试殿飞去。与此同时，整个蜀山内门外门的所有弟子都听到了这钟声，一个个全都无比震惊。我去，这是8星天才，已经好久没出现过8星资质的天才了。没想到今天我蜀山再迎来一位天才，牛比啊！不知道这新来的天才弟子会被哪位长老收入麾下。走走走，咱们去看看热闹去。挺想知道这位天才弟子是男是女。一群弟子朝测试殿方向走去，而此刻测试殿，测试长老眼睛瞪得老大，因为测试仪上8星亮起之后居然还未停下，那条紫线居然还在往上蔓延。难道是9星顶级资质？测试长老心中骇然，他们蜀山这次是要出一个绝世天才吗？要知道9星资质可是数年未曾出现过了。蜀山历史中最近的一位9星天才是蜀山的掌门楚龙渊，现在掌门都已经是渡劫期的强者了，难道这位青年也会是9星天才吗？测试殿长老还在震惊中。测试殿门口，一位位仙风道骨的长老自天际飞来，落到了大殿中。哟，三长老，你也来了。一位长老刚刚落下，便开口调侃已经到来的一位长老。老头冷哼了一声，
五长老，你都能来，我为什么不能来？这测试店又不是你家的。三长老跟五长老之间曾是情敌，因此这两人很多年都不对付，每次一见面必然是冷嘲热讽。三长老、五长老，你们都到了呀，动作挺快啊。短短一会儿功夫，蜀山的5位长老都来到了测试店，他们都为一人而来，那就是今天引起钟声响起之人。就在这时，嗡，第2声钟声响了，所有长老全部脸色一变，纷纷朝着测试仪器看起，眼里皆是露出震惊之色。居然是9星绝世天才资质！大长老惊呼出声，所有人都定睛看去，果然，测试仪上9星亮起。与此同时，蜀山最高的那座主峰上，一名气质威严、长相儒雅的中年帅哥也是身形晃了晃。我蜀山终于再出了一个跟本座同样天资的9星绝世天才，他喃喃自语。下一刻，他便消失在了原地。此人正是蜀山掌门楚龙渊，而被震惊的还有蜀山的所有弟子。我擦！无极中响了第2声，这是9星资质！天啊，咱们蜀山居然出了一个这样的绝世天才，牛逼啊！我倒想看看究竟是何等人物能令无极中响了2声。众多弟子很快也赶来了测试店，围在外围打量着里面的苏晨。只见那人一双锐凤眼，气质温润，五官立体有形，脸庞犹如刀削斧刻一般，额头两侧2缕发丝垂下，给他整个人添了几分金贵。不愧是让无极中响了2声的绝世天才，当真是一表人才。我去，我好酸啊！他真的好帅啊，比大师兄萧晨还帅。完了，咱们蜀山又要多一个情敌了。苍天不公啊！此子当真的绝世天资，老夫要收他为弟子。大长老率先开口。然而听见他这么说，其他长老不干了。大长老，这弟子我也想要收下。我也想。不行不行，必须归我。我不服，咱们打一架，谁赢了就归谁。第12章，众长老争抢弟子。就是想要收他为弟子，就看谁的拳头更硬，谁的拳头硬谁才有资格教导这样的9星天才。咱们这就去打一场。几位长老为了抢夺苏晨这个天才弟子，已经吵得不可开交，纷纷扬言要出去比试。这样的一幕将蜀山这些 NPC 弟子们看得一阵瞠目结舌。蜀山的众位长老为了抢弟子，居然都要开打了，这尼玛太让人羡慕了吧！我好想成为这样的天才，被众长老争抢，好幸福啊！真是让人妒忌啊！我羡慕的后槽牙都快咬碎了。这个世界这么多天才，多我一个怎么了？再多我一个，也多我一个就好了。弟子们议论纷纷，这些弟子还都是 NPC 弟子，要是有玩家在这里看到苏晨的待遇，恐怕更会妒忌的发狂。很快，测试店又多出一道翩然出尘的身影，蜀山掌门楚龙渊到了。我去，居然将掌门都惊动了。这当然，这可是9星绝世天才，跟掌门一个等级的。掌门是过来看热闹的吗？就在众弟子惊诧掌门的到来时，一边再次发生，咔嚓一声脆响响起，几位长老、测试长老、众多蜀山弟子、蜀山掌门等纷纷朝着测试仪看去。只见测试仪上出现了裂纹，很快裂纹直接遍布整个仪器柱，哗啦一声，仪器化作无数细碎的渣子散落一地。测试长老懵了，蜀山几位长老懵了，蜀山弟子们也懵了，仪器居然碎了。众人你看看我，我看看你，就连苏晨也都有些懵，这啥情况啊？仪器咋碎了？不会让他赔钱吧？这仪器应该是出问题了吧？是啊，好好的怎么可能碎了？仪器出问题了，这么说之前测试出的9星也不是真实的，肯定不对啊，仪器都碎了，肯定是这仪器内部的法阵出问题了，检测的结果当然不可靠。原来如此，我就说9星天才怎么可能那么轻易就诞生了？弟子们在议论，每个人脸上的表情仿佛都有些幸灾乐祸。这也不难理解，莫名多出一个绝世天才，他们自然心里不舒服。现在检测结果可能有问题，那他们心里就好受多了。苏晨不知道众人的想法，他现在只担心这会不会让自己赔钱。自己现在可没零食，一穷二白。他看看测试长老，脸上露出无辜的神色。长老，这仪器不是我弄坏的，现场这么多双眼睛看着呢，总不至于碰瓷自己吧？测试长老也是有些无语，这么多年了，他还是第一次看见测试仪器能坏的，一时间竟也不知道说什么。反而是掌门楚龙渊站了出来，你放心，我们都看着，这仪器不是你弄坏的。众长老看着他问道，
掌门，是这仪器在检测前就坏了吗？楚龙渊来到碎裂的仪器旁，看了看，他目光深邃。片刻后，楚龙渊摇了摇头，这仪器没问题。听见楚龙渊这话，所有人都面露不解之色。没问题？没问题？好好的怎么会碎了？楚龙渊深吸一口气，解释道：“这仪器确实没问题，有问题的是人。”苏晨听见这话，心里咯噔一下，这不会真的要赖上自己吧？掌门，此话从何说起啊？有长老问道。楚龙渊这话让他们云里雾里的，完全理解不了。难道是这个测试的弟子有什么问题？他们怎么没有看出？仪器碎裂是因为这位弟子的天资已经超过了9星，仪器最高只能检测9星，因此碎裂了。看到众人疑惑不解的目光，楚龙渊道出了真相。他此话一出，全场哗然，一个个瞠目结舌，脸上写满了不可思议。超越了9星，天哪，这是何等天资！围观弟子全都被震撼住了。太牛了吧，超越9星的天资！9星就已经是绝世天才了，超越9星，那是何等天才！这已经不能被称之为天才了，这应该称之为鬼才啊！世界上怎么会有这样的天才啊？太可怕了！掌门9星天资就已经是渡劫期了，此子恐怕有成仙之资。羡慕、妒忌、恨。在众弟子议论时，几个主峰长老已经准备抢人了。小友，做我的弟子吧，我一定好好教导你。二长老满脸和蔼地拉着苏晨的手说道，那炙热的目光几乎要将苏晨给融化。小友，他实力可以，但教导人不行的。你做我的弟子吧，我可是蜀山出了名的，传道浅显易懂。三长老说道，他们都不行。小友，你拜我为师，我一定给你最好的待遇，将我一身本领倾囊相授。大长老也加入了抢人的队伍。小友，选我，选我！几位长老再度开始了抢人。这一幕幕将众弟子震撼得无以复加。要知道，平日里这些个主峰的长老一个个可都是高冷孤傲的，可现在为了争抢一个弟子，那高冷孤傲的形象完全不见一丝踪影。为了抢人，那模样活像菜市场抢便宜菜的老头。嗨嗨！就在这时，楚龙渊轻咳了2声，众人顿时看向他，毕竟是掌门，长老也是要给面子的，也都停止了争抢。你们不用抢了，此子颇有本尊年轻时的风范，我决定收了他。楚龙渊轻描淡写般的说道。众长老，感情他们刚才都白抢了是吧？掌门早就看上此子了，他们还抢个屁啊！掌门在蜀山向来说一不二，而且实力又是最强的，他们就算想抢也抢不过呀。而且掌门还比较腹黑，如果他们要是跟掌门抢，那以后铁定得被掌门穿小鞋。众长老只得作罢。楚龙渊望向苏晨，仿佛看向了那个曾经在夕阳下奔跑的自己，那么的年轻，那么的英俊潇洒。第13章，掌门收徒。你叫什么名字？弟子苏晨。楚龙渊点点头。你可愿拜我为师？丁，玩家苏晨触发拜师任务，拜师完成，修为提升至炼气7。苏晨大喜，没想到这一世居然掌门都愿意收自己为徒，这一点着实是令苏晨没有想到的。要知道，这可是掌门啊！如果拜了掌门为师，那妥妥的有了一根特别粗的大腿，大腿伸过来了，你抱不抱？那肯定抱啊！弟子苏晨拜见师尊。苏晨抱拳，朝着楚龙渊微微鞠躬。身旁看着的几位主峰长老后槽牙都快咬碎了，心里简直在滴血。一个天资如此出众的弟子没能收入自己麾下，简直蓝瘦香菇。至于现场其余的蜀山弟子们，心里则是各种羡慕妒忌恨。那可是掌门啊，被掌门收为弟子，以后在宗门里还有几个人敢惹呀？羡慕的想哭。此刻听见苏晨话后，楚龙渊脸上露出浅浅的笑意。好，乖徒儿，跟为师走吧。两人来到测试殿门口，楚龙渊看了看其余人，都散了吧，吩咐了一声后，带着苏晨飞了起来。到了楚龙渊这个境界，飞行已经不需要靠飞剑，直接就能飞行。苏晨只感觉脚下踩着一层透明的灵气罩，有着一种脚踏实地的感觉，丝毫不用担心会掉落下去。这种感觉，他这个前世渡劫期的大能自然不陌生。境界达到筑基期，便能够依靠御剑飞行，而当境界达到金丹期时，不用依靠御剑术都能够飞行。在天空中飞行时，有一种天地任我逍遥的感觉。身边有仙鹤灵禽飞过，云层尽在自己脚下。飞行途中，
楚龙渊向苏晨介绍道：“咱们蜀山一共有6大主峰，分别是为师的通天峰、大长老的朝阳峰、2长老的落霞峰、3长老的皓月峰、4长老的碧云峰，以及5长老的巨灵峰。为师目前还未曾收过弟子，只有一个女儿，也就是你的师姐。”说话间，两人已经来到了目的地，降落到一处林间小院。这里便是你的院子了。待会儿我让你师姐给你取来新入门弟子包裹，然后让她带你熟悉一下咱们通天峰的环境，再让她给你讲讲修炼方面的事。为师就先离开了。苏晨点点头，好的师傅，您慢走。楚龙渊没再说什么，直接飞走了。苏晨则是好奇地打量起了自己的小院。这是一处由竹子修建的小院，一座竹屋，竹屋前面一片用竹块围了起来。屋子里有2间房，一间是卧室，一间是客厅，生活用品也是一应俱全。就在苏晨打量房间的时候，一道轻灵的声音自外面传了进来：“小师弟，小师弟，你师姐来了，快出来迎接。”听见声音，苏晨明白这就是师傅口中说的师姐来了。他连忙从竹屋里走了出来，将院子里的木门拉开。一名身着紫纱裙的少女此刻正站在门外，她有着一张瓜子脸，一双大大的眼睛仿佛会说话，睫毛如同墨雨一般漆黑，绑着双马尾，模样看起来十分俏皮。少女的身材很好，凹凸有致，该瘦的地方很瘦，不该瘦的地方可是一点也不瘦。此刻，少女一只手拿着一块棒棒糖，另一只手则是拿着一个包裹。看见苏晨，少女那双大眼睛眨了眨，俏脸微红。她没想到爹新收的师弟居然长得这么好看。你就是师傅口中说的师姐吧？没想到师姐居然长得这么漂亮，简直就是人比花娇啊。苏晨的嘴很甜，毕竟现在他可是拜了掌门为师，而面前这位漂亮少女可是师傅的女儿，跟对方打好关系，这是非常有必要的。少女将包裹递给苏晨：“给，这是你的新人礼包，里面是宗门的衣服以及武器，你先进屋去把宗门衣服换上，待会儿出来我再给你说说修炼的事。”苏晨点点头，接过包裹，进了屋，将包裹打开，里面是1件衣服以及1把剑以及100块灵石，还有一个储物袋，将东西直接收进了个人仓库。很快他便看到了物品的基本信息。物品：蜀山弟子服装，普通法器，可抵御水火，纤尘不染，防御加10。物品：蜀山剑，黄级法器，攻击加40。物品：储物袋，可用于存放物品。苏晨心念一动，便将衣服穿戴上了。随后他查看了一下自己的属性面板。玩家：苏晨，天赋：风姿卓越，境界：炼气初期3100，法力1000，技能无，武器：蜀山剑，攻击30，防御25，速度10，血量2868。果然，拜师后他修为提升至炼气初期，让自己的各项属性也是有了大幅度的提升。对此，苏晨倒是很满意，他算是已经踏上了修仙这条路了。后面只需要学习技能之后，就能去刷怪、刷副本，亦或是接宗门人任务之类的，便能够提升修为。尤其是刷副本，通关副本不仅能爆出装备，修为也是能够直接获得增加。自己以后玩游戏可要卷起来，快速将修为提升上去。这样，在1年之后，游戏开始融入现实时，遥遥领先。小师弟，你衣服换好没有啊？就在苏晨思考的时候，外面的少女似乎已经等得有些不耐烦了。好了好了，苏晨停止思考，连忙走了出去。此刻他已经将蜀山弟子的衣服穿戴上了，这是一套浅天蓝色的长袍，比起苏晨之前的粗布麻衣好了不知多少倍。此刻他换上这衣服，顿时将他原本就出尘的气质体现得淋漓尽致。俗话说，人靠衣装，此刻苏晨换上这衣服之后，可以说非常的耀眼，俨然一个美男子。少女脸顿时又红了几分，都有些不好意思看苏晨了。小师弟太帅了，他赶紧找了个话题。对了，小师弟，我叫楚嫣然，你叫什么名字？师姐，我叫苏晨。第14章女人心，海底针。接下来，楚嫣然又给苏晨讲了一些平日里修炼的事，以及宗门内的一些常识。比如说，蜀山几座主峰包围的最大广场，每隔一段时间就有宗门的长老讲课。又比如，在宗门里最重要的就是贡献点，贡献点可以通过做任务获取，只要贡献点足够，就能兑换宗门内的武技、身法以及丹药法器之类的。在楚嫣然讲这些的时候，苏晨都是认真听着。虽然这些他都知道，不过这总不好表现出来。小师弟，你听明白了吗？楚嫣然十分关切地为苏晨讲解了很多东西。苏晨点头，听懂了，谢谢师姐，
师姐真是太热心了，这就是乐于助人的典范啊，简直我辈楷模。苏晨对着楚嫣然就是一顿彩虹屁，嘴甜一点又没啥成本，还能给对方一个好印象，何乐不为呢？面对苏晨的夸奖，楚嫣然顿时俏脸一红，她才没那么热心呢，只不过是小师弟长得太好看了，她就想多跟小师弟说说话。楚嫣然有些娇羞地看了苏晨一眼，油嘴滑舌。叮，恭喜玩家苏晨获得楚嫣然好感度加10。苏晨听见游戏提示音，顿时心里一喜，没想到就甜言蜜语几句就能获得10点好感度。果然，无论是修仙界的女人，还是现实中的女人，都钟爱听甜言蜜语。该讲的我都已经为你讲完了，明天你去通天宫找我爹，他会传授你功法。每座主峰上的宫殿便是由峰名来命名的，通天峰上的宫殿就叫做通天宫。好的，师姐。楚嫣然犹豫了一下，舔了几下手中的棒棒糖，然后又看向苏晨。那个小师弟，如果以后我无聊，能过来找你玩吗？那双水润的大眼睛可怜巴巴地看着苏晨。师姐想玩什么都可以。苏晨当即正义凛然地说道。然而楚嫣然不知道想到了什么，俏脸顿时绯红，她挥舞着拳头在苏晨胸口捶了几拳。哎呀，讨厌！捂着脸，头也不回地跑开了。好痛！这小丫头随便一个小拳拳捶你胸口都这么大力道。苏晨捂着胸口有些懵，自己刚刚是说错什么了吗？师姐想让自己陪着逛街、爬山、吃东西都可以啊，这没啥毛病吧？女人心，海底针。算了，不去想这些了。如果不是为了提升好感度，他才懒得去理会这些女人呢。经过前世里面的背叛，他算是明白了，谈啥恋爱，赶紧提升实力才是王道。苏晨在床上盘膝打坐，打坐时时间过得很快，游戏世界里的第二天似乎眨眼就到来了。他动身前往了自己师父所在的通天宫，刚到不久，楚龙渊便也出现在了大殿上。徒儿，你来了。是的，师父。伸出手来。苏晨闻言乖乖将手伸了出来。楚龙渊袖袍一挥，2本秘籍出现在了苏晨手中。地级功法蜀山仙经，要求蜀山弟子可学。旋即武技剑扫八方，说明向前方展出一道剑气，造成大量伤害，伤害程度是双方修为而定。苏晨顿时心里一喜，这个功法跟武技都很不错，功法等级高，武技则是能够一直使用，修为越高，伤害也就越高，这就是一个成长型武技。不像有些武技，就算你修为提升了，可是武技的伤害依旧一般，后期就不得不重新学习更高级的武技。在无尽仙途这款游戏中，无论是功法还是武技，亦或者装备、法器，都被分为几个等级，由低到高，分别是普通、皇级、玄级、地级、天级。自己这次居然直接得到了地级功法，以及一个成长型的玄级武技，这就是抱大腿的好处吗？要知道，前世苏晨学的功法就只是蜀山皇级的功法，初始武技更是一个普通武技，所以说抱大腿实在是太香了。多谢师傅。苏晨道谢后，将2本书籍收到了个人仓库。楚龙渊道，想要修为尽快提升，光是一个人闭门修炼是不行的，还需要多多历练。等你修炼了功法跟武技后，就去任务大厅接任务进行历练吧。好的，师傅。楚龙渊挥挥手示意他下去。苏晨乖乖退下，回到了住处，将个人仓库打开，找到功法跟武技，立马弹出了提示。功法蜀山仙经，是否修炼？修炼。武技剑扫八方，是否修炼？修炼。苏晨选择了修炼后10秒钟就提示了修炼成功，这就是天赋厉害的好处。前世他修炼一个很垃圾的武技都要了1个小时时间。接着苏晨再次打开了属性面板。玩家苏晨，天赋风姿卓越，境界炼气初期3100，法力2000，技能剑扫八方，武器蜀山剑，攻击30，防御25，速度10，血量2868。学习了功法跟武技之后，他的属性多出了一个技能栏，法力值也提升了1倍。法力值的提升苏晨知道是功法带来的，越是高级的功法，学习之后法力值就越多。对此苏晨颇为满意。此刻已经玩了好几个小时了，现在已经很晚了。苏晨进入打坐修炼模式，然后下了线。在游戏中，进入打坐修炼模式后下线，修为也是会提升的，只不过非常缓慢罢了。想要升级快，最好的方式还是接任务以及刷副本。苏晨决定等休息过后就去接任务，等到修为提升到筑基期，
就能去刷副本了。下线后，摘下头盔，苏晨看了看时间，已经是次日下午2点了。他这次直接玩了好多个小时游戏，不过倒是没啥困意。手机提示还显示有一条未读短信，苏晨点开看了看，那是银行卡到账短信。您的尾号8923账户6月1日1点34分到账50万元。这正是他在游戏中卖掉那柄大刀赚到的钱，50万。就玩了几个小时游戏，他就赚了50万。苏晨直接打开微信，给胖子转过去2万，那是之前他问胖子借的钱。剩下的这些钱，他准备给叔叔婶婶打一部分过去，留一部分自己花。毕竟现在游戏还没开始降临现实，自己还是需要吃喝拉撒的。第15章，李曼跟苏晨两人飙戏。考虑清楚了这笔钱怎么花后，苏晨便躺在了床上，没一会儿便沉沉的睡去。而此刻，一处宾馆房间中，一男一女此刻刚洗完澡，相拥在一起。刚刚经历了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两人的神色都有些疲惫。这二人，一个是苏晨的女友李曼，一个则是苏晨一个学校的好朋友张成。说起来，张成还是李曼介绍给苏晨认识的。苏晨之前非常喜欢李曼，所以李曼给他介绍张成后，他丝毫没有怀疑过二人的关系。相反的，还很快跟张成成为了所谓的好兄弟。我听说最近那个无尽仙途特别火，我看论坛里说特别好玩，特别真实。张成忽然说道。李曼点点头，我也听说了，要不咱们也玩吧？张成摇摇头，这游戏入门版的都要将近5万块，咱们2个人就是10万块，玩不起啊。李曼眼珠子一转，一个许久未曾想起的人出现在脑海中，那个叫做苏晨的怨种。自己将苏晨给迷得无法自拔，苏晨为了自己做什么都愿意。亲爱的，我去让苏晨给我钱，咱们不就能玩无尽仙途了吗？苏晨那个穷比能拿得出10万？张成是不相信的。苏晨那蠢货，平日里就穷的一笔，怎么可能拿得出10万？李曼笑了笑，他是拿不出，可是他父母还给他留了一套老破小，那套老破小卖了也是一笔不小的数目。张成眼睛也亮了起来，可是苏晨能愿意吗？李曼脸上满是自信，我到时候就找个借口，就说我爸病了，需要治病，他铁定愿意把房子卖了，将钱给我的。张成顿时眉开眼笑，在李曼脸上亲了一口。亲爱的，你太机智了，咱们玩无尽仙途的钱就让苏晨这个冤大头来出。张成说完后就哈哈笑了起来。苏晨这人长得帅，成绩又好，他早就看不惯了。笑了一会儿，张成问道，其实我一直好奇，苏晨那家伙虽然蠢了点，但他确实帅，你为什么就看不上他呢？这个疑惑在张成心里已经很久了。苏晨这人长得很帅，成绩又好，是一个还算颇为优质的人，学校里喜欢他的女生很多。按理说，李曼不至于那么在心里看不上苏晨。见张成提起苏晨，李曼顿时满脸鄙夷。我承认苏晨长得不错，不过人太死板了。有一次我叫他一起去看电影，让他将身份证带上，结果那个蠢货居然问我看个电影为什么要带身份证，而且苏晨还经常说要尊重我，说是要结婚后才碰我。李曼轻蔑一笑，笑死个人，谁打算跟他这个穷小子结婚了？久而久之，我就越发反感他了，他这人就只配做个备胎，做个 ATM 机。李曼搂住张成脖子，男人不坏，女人不爱，我喜欢坏的。苏晨，不行。张成顿时恍然，他笑起来，盯着李曼的脸，哈哈，我可爱死你了，宝贝儿。嘻嘻，嬉笑声在房间中响起。苏晨本来睡得挺不错，直到嗡嗡嗡，手机来电将苏晨给吵醒了。苏晨微微睁开眼睛，谁这么没有公德心啊，还让不让人睡觉了？他有些生气的将手机拿起来看了看屏幕，亲爱的3个字映入眼帘。苏晨顿时疑惑，亲爱的，这谁啊？伸手接通电话放到耳边，喂，谁呀？电话里传来一个带着哭腔的女声，陈，是我是李曼。李曼嘴角微微勾起，按照他的设想，听到自己带着哭腔的苏晨一定会着急的询问自己发生什么事儿了，然后自己再顺理成章的说自己爸爸生病了，需要手术。接着苏晨肯定就会说帮自己想办法，然后卖掉房子，将钱给自己，这样钱就到手了。苏晨此刻听到电话里的女声后，他终于知道这个被注为亲爱的人是谁了。李曼那个碧池，自己重生回来，忙着弄游戏的事都忘记将李曼给删除了。没想到李曼居然主动打电话过来了。苏晨脸上浮现一抹玩味，他记得李曼这女人
没事儿，根本不会主动联系自己。现在主动联系自己，一定是有事儿。苏晨看了看时间，然后想了起来，前世就是这个月，李曼打电话给自己，说他爸生病了，需要手术。当时也是声音带着哭腔，那时候的自己傻傻的就相信了，听到李曼的哭腔，还心疼的不行，最后还将事情揽在了自己身上，把父母留下的那套房子卖了，将钱全给了李曼，多么可笑！不过今生这样的事情自然不会再发生了。苏晨眸色渐深，随后调整了一下情绪，装出担忧的模样。怎么了，小曼？是不是发生什么事了？苏晨强忍着将隔夜饭吐出来的恶心感，叫出了小曼这个称呼。这么叫实在太恶心人了，不过为了演戏，恶心就恶心点吧。听见苏晨话中焦急的语气，李曼心中得意，果然一切尽在他的掌控中，事情都在按照他设想的方向发展。晨，我爸生病住院了，医生说。李曼还停顿了一下，假装因为太着急而说话都不利索了。苏晨心中倒是对李曼都有些佩服了，真他喵能演，奥斯卡不给你颁个终生成就奖，都对不起你这演技。心中虽然这样想，不过嘴上却说道，不要着急，慢慢说。李曼假装声音哽咽了几下，晨，医生说我爸是心脏病，需要手术，光手术费要10多万，这可怎么办啊？苏晨摸了摸鼻子，这样啊，那小曼，你现在是在医院吗？是的。那我先给你打个视频，让我看看你跟伯父吧。苏晨话锋一转说道。李曼直接愣住了，然后心里有些慌，一慌他嘴里直接脱口出，不行，不能视频，声音都尖锐了几分。他现在正跟张成睡在一起，怎么能跟苏晨视频？一视频不叫露馅了吗？第16章，苏晨提议让李曼贷款，李曼差点气晕。哦，为什么不行啊？小曼，你为什么反应这么大？苏晨故意问道。前世，李曼说他爸病了，需要手术，自己完全没有怀疑过，甚至都没想去求证过，直接卖房给李曼凑钱。从刚才李曼那么大的反应看来，果然有猫腻。李曼这种没心没肺的女人，就算他爸真病了，估计也不会真有多伤心。这就是个精致的利己主义者。更何况刚刚李曼这么大反应，明显就是怕谎言被拆穿。晨，是这样的，我刚准备回病房，我爸现在睡着了，不适合打视频。苏晨听到这话，嘴角微微勾起，李曼这个借口还真够蹩脚的。显然是没想到自己没有按照他设想的剧情走下去吧。原来是这样啊。是阿晨，你不会不帮我吧？苏晨闻言心里冷笑，这个李曼脸皮还真是够厚的，厚度简直快赶上城墙了吧。这是自然，小曼，我怎么会不帮你呢？怎么会让你一个人独自扛下这些呢？李曼闻言顿时心花怒放，虽然刚开始事情没向自己想的方向发展，但还好现在回到了正轨。晨，你真是太好了。那这个钱先不急，要不我现在就买票过来看看叔叔吧。李曼的话还未说完，就被苏晨打断。而听到苏晨的话后，李曼心里顿时有些焦急。要是真同意了苏晨过来，那不就露馅了吗？自己爸可是还好好的，昨天还在广场上跟大妈们跳舞呢，可不能让苏晨知道自己爸没病。这个苏晨今天是怎么回事？说话做事怎么跟往常不一样？不，晨，不用了，我爸在老家医院呢，太远了，就不劳烦你过来了。那怎么行？老丈人病了，我这个未来女婿怎么能不过来探望？这传出去像话吗？小曼，你怎么老是阻止我看叔叔？你说叔叔病了，不会是骗我的吧？苏晨语气渐冷。李曼被吓了一跳，苏晨不会知道自己是骗他的了吧？可是这怎么可能呢？苏晨这个蠢货哪有那么聪明？李曼讪讪的道，这怎么会呢？晨，你真的不用过来的，现在最主要的是钱的问题。苏晨装听不懂。钱，小曼，你直接去贷款就行了呀。我记得你家在市里面有一套房子，用这套房子去银行贷款，贷10多万是没什么问题的。苏晨十分贴心的为李曼出主意，可谓是尽心尽力。李曼银牙紧咬，牙齿磨得咯咯作响。咦，小曼，你那边怎么了？我咋听到了咬牙切齿的声音？李曼，他表情都变了，变得有些狰狞。这个该死的苏晨今天究竟是怎么回事？完全不上套，自己怎么引导都没作用。算了，再重新想办法吧。要是继续跟苏晨聊下去，他怕自己被气死。我这信号不太好，先挂了。话落，
李曼毫不犹豫的就挂掉了电话，胸膛剧烈的欺负，显然是被气得不轻。他深吸了一口气，平复糟糕的心情。亲爱的，怎样了？苏晨答应卖房了吗？张成连忙问道。刚刚为了不让苏晨听到其他声音，李曼打电话没有用扩音。张成刚刚手机开静音玩了一把游戏，因此也没太注意李曼跟苏晨之间的通话。李曼脸色难看，也不知道怎么回事，这苏晨完全没有卖房给我凑钱的打算，草他妈的，他还让老娘去贷款。李曼愤愤道：贷款？贷他喵的款！张成闻言顿时无比惊讶，怎么会？他不是那么爱你吗？他记得李曼之前经常找苏晨要钱，甚至几万的包苏晨都给李曼买过，而且苏晨还是用的父母死亡获得的赔偿款来给李曼买的，典型的属于恋爱脑没救了的那种，蠢得无可救药。这会儿苏晨怎么仿佛一下子变聪明了？我怎么知道这家伙今天不按套路出牌？李曼心情被苏晨弄得有些不好，现在郁闷无比。而苏晨这边则是跟他完全相反。此刻的苏晨心情大好，李曼，这只是一个开始，咱们的账慢慢算。苏晨哼着小曲儿起来，洗漱了一番，随后他直接登录网上银行，给婶婶的卡里转过去20万。钱一到账，张淑华就收到了短信提醒。此刻他正在地里拿着一把菜刀砍白菜，准备今晚做个醋溜白。穿着干农活才会穿的神色长工服，头上戴了一顶被泥土染得发红的帽子，皮肤黝黑健康，是标准的农村妇女。6月的阳光颇为毒辣，打在她身上，让她额头都有了些细密的汗珠。听见短信声，她擦了擦额头上的汗，拿出手机看了看。苏晨于6月1日16点向你的尾号3467账户完成转存交易人民币20万，余额23万0189。看到这一长串数字，张淑华还以为自己看错了，她连忙数了起来，个、十、百、千、万、10万。数清楚之后，她瞪大了眼睛，20万，这莫不是碰到什么诈骗短信了吧？想到这里，他将砍好的几个白菜连忙放进了背篓里，背着背篓就回了家。低矮平房外，苏大福正光着膀子劈柴，因为常年干体力活，他手臂上的肌肉隆起，小麦色的肌肤在阳光显得非常健康。嘿，他大喊一声，一截原木被他劈成了2半。当家的，快别劈了，你快来看，我这是不是碰到诈骗短信了？张淑华一回来，立马拉着苏大福进了屋。苏大福拿起肩膀上的毛巾擦了擦汗，老婆子，怎么了？咋咋呼呼的？张淑华连忙将手机掏了出来，把短信点出来给苏大福看。你看看，这短信上说咱家晨儿往卡里打了20万呢，可是这怎么可能？他一个还在上学的孩子，哪来的那么多钱？苏大福接过手机看了看，果然，短信上显示是苏晨打了钱过来。可是，苏晨父母留下的赔偿款，这些年都用的差不多了。之前他们还问过苏晨，貌似只有几万块了，苏晨又怎么可能打过来20万？这肯定是电信诈骗。苏大福斩钉截铁的道。第17章，叔叔婶婶的担忧。张淑华点点头，我也是这样觉得的。不过咱们还是打电话给小陈说说这件事吧。确实，咱们提醒一下这小子，遇到这种电信诈骗，可千万要小心，别上当受骗了。两人当即就给苏晨拨了电话过去。苏晨看到手机上的来电显示后，并没有觉得意外。家里的银行卡是婶婶办的，婶婶看到银行的信息提示后，肯定会不放心过来问问情况的。苏晨直接接听了电话。婶婶，怎么了？苏晨笑着道。也没什么，小陈，你最近在京城那边过得还好吗？婶婶关切地问道。挺好的，他现在在京城可是忙着练级，好为1年后游戏降临做准备。能够重来一次，他自然好得很。婶儿，你跟我叔在家里咋样了？身体还好吧？好，我跟你叔身体好着呢。对了，小陈，给你打电话是想提醒你一下，要是碰上电信诈骗之类的，可千万别上当了。今天我手机里就收到一条电信诈骗短信呢，短信还说是你给我卡里赚了20万呢。如果换个人恐怕就上当了，不过我跟你叔可没那么容易上当，你一个学生怎么可能有20万嘛？所以我跟你叔就想着给你提个醒，碰到电信诈骗可千万别上当了。听到婶婶的话后，苏晨一阵愕然，他有些哭笑不得。原来婶婶这是将银行的短信提醒当成了电信诈骗了，这可真是一场乌龙。婶儿，你放心，我不会上当受骗的。那个就是你手机上收到的那条短信是真的，那20万确实就是我给你们转的。听到苏晨这话，张淑华跟苏大福都一阵愕然。
好一阵儿才反应了过来。小陈，这种事你可别跟你叔叔婶婶开玩笑。苏大福的声音从手机中传出，苏晨顿时明白，显然自己叔叔就在婶婶旁边，两人都听着电话呢。估计还是开的扩音。叔，我没跟你们开玩笑，这笔钱真的就是我不久前给你们转过来的。苏晨语气认真道。苏大福跟张淑华都知道，苏晨不是一个喜欢开玩笑的孩子。既然苏晨这么说，那么这笔钱确实就是苏晨转过来的了。可是，苏晨一个还在上学的孩子，哪来的20万啊？这莫不是做了什么违法犯纪的事吧？老两口对视一眼，都从对方眼里看出了担忧。20万对他们这样的农村夫妇来说，简直就是一笔天文数字了。正常情况，怎么可能一个学生能赚这么多钱？要知道，村里最有出息的张老汉家的孩子，人家是一家饭店的经理，一个月也才1万块呢。20万，这得近2年才能赚到，并且一分不花才能存下来这么多。小陈，你哪来的这么多钱？你老实告诉叔叔婶婶，你是不是干什么违法犯纪的事了？苏大福神色严肃地问道。一旁的张淑华也附和道：小陈，咱们不求大富大贵，咱就平平安安的就好，那些犯法的事儿可不能做呀。听到叔叔婶婶的话，苏晨明白他们是以为自己走了歪路，有些哭笑不得的同事心里有升起一股暖流，这种被家人关心的感觉真好。自己前世怎么就不知道多关心家人，反而将心思更金钱都花在李曼这女人身上呢？简直太傻了。放心吧，叔叔婶婶，这钱绝对来路正，这是我自己赚来的，你们俩就放心花。苏晨可是知道叔叔婶婶没啥钱，两口子是地地道道的农民，收入都靠养猪以及种粮食，一年下来存不了啥钱，万一碰上个什么事儿都拿不出钱来。老两口特别忠实憨厚，当初苏晨爸妈的赔偿款下来，老两口完全没有花过一分，全部留给了苏晨。小时候苏晨的吃穿用度还都是叔叔婶婶管的，可以说叔叔婶婶就是他的养父养母都不为过。而且老两口都是真心疼爱苏晨，完全将苏晨当成了自己的孩子，处处都为苏晨考虑。此刻听见苏晨这么说，老两口心里还是有些不安。小陈，你一个还在上学的孩子，哪能赚这么多钱啊？显然他们还是心里不安，一个还在上学的孩子怎么就能赚到20万呢？这严重超出了他们的认知。苏晨知道，如果不说清楚，叔叔跟婶婶恐怕睡觉都睡不踏实。叔婶，是这样的，这钱是我玩药游戏赚的，我在游戏里面打到了一件装备，卖给了一个有钱人，人家给了我20万呢。苏晨没有说卖了50万，因为他觉得50万恐怕更加超出叔叔婶婶的认知，让老两口更加寝食难安，所以他就说个20万好了。老两口虽然不太理解玩个游戏怎么这么赚钱，但听见钱的来历正，心里还是放心了不少。咱们家小陈真能干，都能赚这么多钱了。放心啊，这钱婶婶跟叔叔不会动你的，都给你存起来，留着将来给你娶媳妇儿。张淑华笑着说道，之前心里的那点忐忑完全消失了。他知道苏晨从小到大就从来没有撒过谎，这是个好孩子，所以他相信苏晨说的都是真的。苏晨有些无奈，婶儿叔，这钱你们就拿着花，不用给我存，我就是给你们花的，钱没了再赚就是了。小陈，你有这心，我跟你叔就很欣慰了。你好好上学啊，我跟你叔在家一切都好。挂了呀，电话费贵。接着苏晨还未说话，就听到电话挂断后的声音。他觉得以后还是直接给叔叔婶婶买东西好了，打钱的话老两口多半不会花，就像刚刚婶婶说的，会给自己存起来。苏晨知道叔叔婶婶的为人，他们肯定是会这样做的，而且叔叔婶婶还叫自己好好学习，可是自己都准备退学了，如果叔叔婶婶知道这件事，恐怕会很难接受自己打算退学的事，只有先瞒着他们了。无奈的摇摇头后，苏晨刚准备放下手机，却看到胖子给自己发来一条信息：橙子，我准备到你这儿来，咱们探讨一下游戏啊，给我发个你家的定位。看到这条消息，苏晨这才想起今天已经是周五了，明天学校就放周末了，胖子也就可以出学校了。不过胖子倒是从未到过他的小房子来。点开手机里的位置，苏晨给胖子发了过去，还附带了一条信息：行，快过来，晚上咱俩一起吃个饭。做完这一切后，又戴上头盔进了游戏。趁着胖子还没过来这段时间，他准备先去刷蜀山附近的小野怪。目前他才练77，
刷小野怪也能增长一点修为跟属性。回到无尽仙途游戏中，苏晨便从房间的床上坐起来，去了附近的野外刷怪。玩游戏吗？就是要卷起来，这样才能遥遥领先。而在他下线的这段时间，也有不少玩家得到了引荐信，并且成功进入了宗门，就连蜀山都新加入了不少玩家弟子。今天蜀山最热的八卦无疑是出了一个超过9星天资的弟子了。今天咱们宗门出了一个绝世天才，这个天才的天资超过了掌门。是啊，就连测试仪都无法测出他全部的天资，从而碎了一地。这个天才引得五大主封长老打架抢人，不过最后这个天才被掌门直接收为弟子了。这个天资超过9星的绝世天才，还是一个超级大帅哥，英俊潇洒，风流倜傥，我一个男的都心动了。整个宗门的 NPC 弟子们都在议论，这也就导致很多新加入蜀山的玩家都听到了。第18章捡机缘刷怪提升修为。师兄，这个天才弟子天资真有那么高？玩家们都觉得有些像听故事似的。天资高的引起长老打架争抢，最后蜀山掌门都加入了抢人环节，将这个弟子给抢走了。难道这就是宗门的天之骄子，类似于什么圣子、神子之类的？这是当然了，这天资岂止是高啊，简直就是离谱啊！咱们掌门你知道吧，渡劫期大能，距离成仙也就一步之遥。可是呢，掌门也才9星天资。听到 NPC 弟子这么说，玩家们顿时惊住了。也就是说，这个天资出众的师兄，将来甚至能成仙了？这可不嘛！如此天资，当然有成仙之资。女玩家们的关注点则是不一样。这位天资如此高的师兄，长得帅不帅啊？女 NPC 弟子一脸花痴样，当然帅了，简直就是英姿飒爽，风华无双啊！陌上人如玉，公子世无双，谪仙之姿，我觉得他是蜀山最帅的。女玩家们顿时对这个天资绝世的师兄好奇了起来，究竟长得有多帅呢？不过，无论是男玩家还是女玩家，都只是在听故事似的，因为他们都觉得这种人物恐怕是游戏里的 NPC。毕竟，哪个玩家能这么厉害，引起长老争夺，甚至被掌门收徒呢？他们这些玩家，别说你掌门弟子了，连内门弟子都没有，全是外门弟子，所以他们并不觉得有玩家能达到那种程度，甚至觉得所有玩家都在外门，因此他们现在倒没什么羡慕的。毕竟一个游戏中的 NPC 而已，跟他们这些玩家可不一样。玩家可没必要去妒忌一个 NPC。苏晨此刻还不知道这些，他正在下山的路上。蜀山的几大主峰上都有下山的路，几大主峰下山的路在半山腰上汇聚成一条，这也就导致苏晨下山时碰到了不少蜀山 NPC 弟子。那些 NPC 弟子在看到苏晨后，都主动跟苏晨打起了招呼。苏师兄好，这是外门弟子，而苏晨是内门弟子，因此他们见到苏晨都得喊一声师兄。苏晨对跟自己打招呼的弟子都回以一个微笑跟点头，这顿时让那些 NPC 弟子对他好感度大增。丁，你获得了 XXX 好感度+2。没想到苏师兄不仅天资高，而且人还这么平易近人。是啊，比其他师兄好太多了。其他师兄见到咱们打招呼，直接就是无视。天资这么高，人还这么好。苏晨自然听到了游戏提示，待人友善一点，还能获得 NPC 的好感，以后自己还是接地气一点吧。苏晨这样想着，很快他钻进了半山腰的树林中。在树林里便有野怪，这些野怪玩家都能刷，并且刷掉之后1个小时就能重新刷新出现。而且苏晨记得往里面走会有一处悬崖，悬崖下面有一个平台，并且还有一个山洞。前世有一个蜀山的玩家就说过，在半山腰刷野怪的时候不小心掉到了悬崖下面，本以为死定了，结果却落到了一处小平台上。那是一处山洞外的平台。那名玩家进入山洞，还捡到了一柄地级武器，以及一本身法秘籍，还有武技秘籍。然后那名玩家将地级武器跟武技给变卖了，直接卖出了500万的高价。后来游戏开始降临现实，游戏中的武器具现化到现实中后，那名玩家悔不当初。苏晨在山林间穿行，很快他便碰到了一处野怪，那是3灰色的狼。他查看了一下这野怪的属性，名称追风狼，等级炼气初期，血量12315，技能追风刃，攻击40，速度35，防御30，属性还行，比苏晨要高不少。不过这野怪毕竟受到游戏的限制，
实力发挥不出太多。因此，玩家在游戏中，就算修为比那些 BOSS 野怪低，也依旧能够有机会将其击杀。只需要意识好，躲掉一些致命技能，慢慢拉扯着打就是了。苏晨取出蜀山的入门剑蜀山剑，这是一柄普通级别的武器。不过就算是普通级，属性还是比苏晨之前在东周小镇打赤焰蛇爆出来的大刀属性要好。苏晨一剑刺出，立马就拉来了野怪的仇恨。几只追风狼朝着他围了过来，苏晨靠着走位躲避掉一些伤害，然后挥剑劈出去，上挑下劈刺扫，剑扫八方，将几只追风狼的血打得差不多后，他直接用出血道的技能，一道剑气横扫过去，顿时将几只追风狼击毙。完事儿了，苏晨获得了炼气初期经验+5。玩家苏晨，天赋风姿卓越，境界炼气初期8100，法力2000，剩余1500，技能剑扫八方，武器蜀山剑，攻击30，防御25，速度10，血量2868，剩余2668。苏晨调出自己属性面板查看了一下，其他属性倒是没怎么变。境界那一栏加了5点，之前是3100，现在则是8100。等达到100-100时，他的修为就将提升至炼气中期，法力以及血量减少了一些，主要是刚刚他使用技能消耗了法力，以及被追风狼的技能打中掉了血，所以这两项出现了下降。不过问题不大，法力跟血量都能缓缓恢复。苏晨继续在山林间穿行，碰到野怪便击杀掉，获取经验。他刷的野怪几乎都是炼气期的，因此击杀起来比较容易。碰到那些筑基期的野怪，苏晨直接就绕开了。不是不能刷，而是刷起来有些费时间。筑基期的野怪血量太厚。等苏晨来到前世那名玩家所说的悬崖时，他已经刷了很多波野怪了，修为也达到了炼气后期。在树林间找了些树藤，苏晨将其编制成了一根长长的绳子，将一端绑在树上，另一端系在了腰上。苏晨爬了下去。现在是游戏世界，他也不慌，就算是不小心掉下去摔死了，也会在宗门复活点复活的。苏晨小心翼翼地往下攀爬，然而脚下的一个着力点是凸起的石块，当他踩上去，石块直接被踩掉了。卧槽！苏晨惊呼一声，直接摔了下去。不过还好，下面大约20米的位置就是山洞外凸出来的小平台。苏晨掉下来掉了500点血，暂时死不了。莫一会儿，苏晨从地上爬了起来，将身上的绳子解开，他朝着山洞里走去。山洞倒是挺漂亮的，是溶洞，里面有着奇形怪状的钟乳石。山洞挺大，挺幽深。苏晨继续往里走，很快他发现了里面的一个石床。石床上面，一具洁白的骷髅盘膝而坐，在骷髅的身前，有着一柄剑以及2本泛黄的秘籍。苏晨来到骷髅身前，鞠了一躬：“前辈，无意打扰，如有得罪，还请见谅。”说完后，他伸手触碰了剑柄，顿时剑的属性冒了出来。武器水寒剑，等级地级，攻击加100，说明寒属性地级武器，使用时可发出寒气，30%几率能冰冻敌人秒。冰冻时间视修为高低而定，0.5至3秒。金丹期以上玩家可用。好剑，好剑！苏晨直接将剑收进了仓库，随后他又拿起了一本秘籍，身法太轻步，等级地级身法，说明让身法变得轻盈，更容易躲避技能攻击，无修为限制。苏晨依旧收了起来，然后将最后一本秘籍拿了起来。武技冰天雪地，等级地级武技，说明配合寒属性武器使用，可展开小范围极寒领域，增加玩家30%穿透。元婴期玩家可学。苏晨眼睛顿时亮了，果然都是好东西啊！他此刻倒是有些感谢前世那个蜀山的玩家了，要不是那个玩家自己嘚瑟，将捡到机缘的事说得一清二楚，自己此刻也不会这么轻易找到这儿好东西。苏晨将东西收了起来，目前他还用不了剑，也学不了这个武技，不过至少身法是可以学的，有了身法，走位就能更加风骚，刷副本刷野怪也就能躲避更多伤害，简直美滋滋。算算时间，苏晨觉得等自己回到宗门住处后，胖子就差不多该到了。于是他走出山洞，将树藤编制的绳子绑在腰上，爬了上去。爬上去时倒是没有碰到什么情况了，挺顺利就上去了。苏晨将树藤编制的绳子解开，回了宗门住处。
将身法学习了之后，苏晨坐在床上打坐，接着挂机下线。没多久，胖子发来信息说他已经到了小区了，让苏晨下去接他。胖子还没来过苏晨家里，自然找不到。苏晨直接下楼接到了胖子。胖子此刻身上背着一个背包，背包里面鼓鼓囊囊的。胖子，你这包里背的啥呀？苏晨好奇地问道。游戏头盔，还有一套换洗衣服。胖爷决定这周末在你这儿蹭住，玩游戏。第19章，指点胖子玩游戏。可以，咱们先上楼，把东西放下。苏晨带着胖子上楼，回去的路上，两人聊起游戏的事儿。胖子，游戏你已经开始玩了吧？胖子顿时眼睛一亮，连忙点头。在玩了。橙子，你还真别说，这游戏太真实了，太好玩了，就好像真的到了一个修仙世界似的。他刚进去的时候都被惊呆了，居然有游戏能够做到这种逼真程度。不管是游戏中的风景，还是 NPC 以及建筑，都无比真实，就好像真的有那么一个修仙世界存在似的。玩了一会儿过后，他感觉过去20年玩的游戏都白玩了，跟无尽仙途根本不是一个档次。苏晨听到这话感觉好笑，当然真实了，1年后这游戏可是会渐渐降临现实的。到那时，游戏中的城镇、地图甚至是副本，慢慢的都会来到现实，最后现实世界融合在一起。到那时，整个世界格局都将改变。因此在那之前，最需要做的就是好好玩游戏，将修为提升上去，多多囤积装备、零食、丹药等东西。这些东西以后都会具现化到现实。在游戏世界中，修为提升是很快的，等以后游戏停服降临现实后，想要提升修为将会变得非常缓慢。毕竟在游戏中，你只需要刷怪、接任务、刷副本等就能提升修为，可等游戏彻底跟现实融合，想要提升修为，就只能跟传统修仙一样，慢慢修炼了。这游戏确实做得好，胖子，你以后可要好好玩这游戏。胖子连忙点头，这是肯定的，这么好玩的游戏，他自然要好好玩。不仅如此，他还要成为游戏中的大佬，接受众玩家膜拜，到时候肯定一堆漂亮妹子求着自己来带飞，简直不要太美。想到自己以后的香艳生活，胖子直接笑出了声。看到胖子这一脸痴汉样，苏晨有些无语。胖子这家伙铁定是脑海里又在意淫了。对了，胖子，你在游戏开局获得的天赋是什么？苏晨问道。胖子回过神来，叫道心通透。这个天赋的作用是修到资质满级，修到悟性满级。苏晨也是感觉有些惊讶，没想到胖子获得的天赋居然也如此逆天，比起自己来说也只是差了一点点。自己的天赋属很全面的，能进任何门派，修习任何功法，资质跟悟性都是满级。胖子这个天赋则是只能修行跟学习道法，在修行跟学习道法方面进展很快，因此胖子只能进道门，只有进道门，他的天赋才能发挥作用。这个天赋倒是不错。那你现在在游戏里拜入宗门了吗？听见苏晨这话，胖子顿时哭丧着脸。还没呢，我游戏选择的是中州。进入中州小镇后，我在游戏里找了好多 NPC 接任务，结果都是一些普通奖励的任务，完全没碰到能奖励道门引荐信的任务。胖子经常关注游戏论坛，论坛里已经有不少人说了，这游戏的拜入宗门，想要拜入宗门就得接任务，获得引荐信奖励。可是那些发攻略的玩家不是进入的蜀山，就是进入的刀宗，这些宗门他的天赋去了完全不能获得加持，毕竟他这天赋局限性太大，所以那些玩家获得引荐信的玩家接任务的地点对胖子来说没啥参考性，他只能慢慢接任务碰运气。因此现在他都还在中州小镇上，还没有拜入宗门。苏晨点点头，胖子，你这天赋不一样，你最好是进道门。苏晨开口说道。无尽仙途这款游戏中有一个门派就是道门。胖子闻言眼睛一亮，对吧？我也是这样觉得的，这个天赋摆明了就是让胖爷去当道士嘛。不过不知道在哪儿能得到进入道门的引荐信。胖子有些苦恼，眼看着其余玩家不少都已经拜入宗门开始修仙了，可自己居然还在新手村，这简直太让人不爽了。苏晨提醒道，在中州小镇上，你找一个街头摆摊算卦的道士，从他那领取任务就能得到道门引荐信。前世他进入游戏前看过不少游戏攻略，因此对从哪儿获得引荐信，怎么进入各大门派都一清二楚。
毕竟，无尽仙途这款游戏中，总共也就那么几个门派。胖子愣了一下，随即惊喜道：“橙子，你咋知道从哪儿获得道门引荐信？”我在游戏里听别的玩家说起的。苏晨随便找了个借口。原来是这样。对了，橙子，你在游戏里拜入宗门了吗？拜了，我加入的是蜀山。那你离兑换武技还差多少贡献点？胖子虽然还没拜入宗门，但是他看过论坛，有玩家说过，拜入宗门后，想要功法跟武技，就必须完成宗门任务获得贡献点，只有贡献点才能兑换功法跟武技。在宗门里，贡献点是非常重要的货币。我已经学过武技跟功法了，甚至就连身法都学了一门。后面那句苏晨是在心里说的。胖子闻言顿时瞪大了眼睛，满脸震惊。要知道，现在游戏中的玩家基本上都还处在做任务获得贡献点兑换功法武技的阶段，他还没听说有谁已经完成这个阶段了。可是现在他居然听到自己好兄弟完成了，并且功法跟武技都学过了。卧槽，橙子，你3秒难啊，咋这么快？滚蛋，你丫才3秒难！苏晨笑骂道。其实想要获得功法跟武技，并不是一定非要用贡献点兑换的，需要用贡献点兑换的，那都是外门弟子。如果你一开始就加入了内门，你就能直接跳过这一步，获得宗门的功法以及一项武技啊！还能这样？玩家不都是只能加入外门吗？内门不都是 NPC 吗？胖子疑惑，他就没见过玩家能加入内门的。苏晨解释道，并不全是这样的，有少部分玩家就是开局天赋特别好的，他们的资质就非常好，这种玩家就能进入内门。原来是这样，胖子恍然大悟。橙子，我咋感觉你好像很了解这个游戏啊？第20章，苏晨为了筑基丹接困难级任务。胖子觉得苏晨简直不像一个第一次玩无尽仙途的玩家，倒像是一个老鸟，也就是游戏中那种骨灰级玩家。这怎么可能？这游戏不是刚出来吗？听见苏晨这话，胖子点点头，这倒也是，可能你就是进度比一般玩家快一些吧。说话间，两人已经来到了房门外。苏晨打开房门，带胖子进去放了背包。胖爷，我要赶紧玩游戏，争取早点拜入宗门。胖子兴冲冲地说道，伸手打开背包，将里面的游戏头盔给拿了出来。不用急，先吃晚饭，吃了再慢慢打游戏。苏晨阻止了胖子现在玩游戏的想法，毕竟现在已经不早了，他肚子都已经饿了，吃饱了游戏可以慢慢玩，到时候胖子想干通宵都行。胖子虽然很想立马就上线去弄宗门引荐信，可听见苏晨这么说，还是立马同意。干饭人，干饭魂，干饭人是人上人。胖子喊出一句口号，苏晨顿时哭笑不得，随后带着胖子下楼去吃了小区里的一家干锅。这老小区里的东西比外面便宜不少，经济实惠，还好吃。吃完之后，带着胖子回了家。苏晨将另一间房间收拾了出来，让胖子住。随后，两人便都上线了游戏。进入游戏，苏晨依旧坐在竹屋的床上，他调出了个人属性面板。玩家苏晨，天赋风姿卓越，境界炼气后期 1%， 法力2500，技能剑扫八方，身法太清步，武器蜀山剑，攻击30，防御25，速度10，血量3000。之前消耗的法力以及掉落的血量此刻已经恢复了过来，重新达到了巅峰状态。而且随着修为提升到炼气后期，法力跟血量都增加了不少。苏晨很满意。胖子之前说过上线后要添加自己，所以苏晨打开社交栏，看到了胖子发过来的好友申请。同意之后，苏晨起身离开了自己的竹林小院。他现在的修为达到了炼气后期，接下来就该提升到筑基期了。在游戏中，想要将修为提升到筑基期，则是需要筑基丹。在宗门里，想要获得筑基丹，就必须得用贡献点去兑换。贡献点的获取，自然便需要完成宗门任务。苏晨此刻便前往了任务大厅，准备看看任务。任务大厅的弟子很多，并且大部分都是玩家，很多玩家都在这里看任务，准备完成任务攒贡献点兑换功法武技。苏晨也来到了这里，但苏晨跟他们的目的不同，他是攒贡献点换筑基丹。苏晨刚来到这里，顿时就引起了玩家们的注意。本身他的天赋天资卓越就能提升他的个人气质，再加上他本身又长得帅，自然无法让人忽视。而且苏晨身上的衣服还是浅天蓝色的，跟玩家们普遍的素白色有着鲜明的对比。这样一来，
顿时所有人都注意到了苏晨，所有玩家顿时对苏晨感到好奇。这人谁啊？怎么这么帅？比老子这个山城吴彦祖分组还要帅一点？笑死，比你帅一点？是一点点吧。话说，为什么他的衣服跟我们的不一样？我看他的衣服跟一些 NPC 弟子很像啊。我也想要他那身衣服，比我这大白色的衣服好看多了。苏晨没有理会玩家们的议论，他来到任务大厅便查看了起来。在任务大厅的墙壁上挂着许许多多的木牌，这些木牌便是任务大厅中的任务，并且任务墙前还有 NPC 弟子负责管理发放任务。想接哪个任务，全凭你自己根据自己的实力衡量。如果你非要作死，去接那些远超过你自身实力的任务，也没人会拦着你。苏晨在任务墙前打量了起来。任务：摘取天心草。任务难度：普通。修为要求：炼气期。任务说明：三长老需要炼制天心丹，不过却缺少主要天心草。天心草生长在天池旁，这里有一只炼气期的妖兽。任务奖励：50灵石，50贡献点。任务：打扫炼气阁。任务难度：普通。任务要求：无。任务说明：炼气阁最近有些脏，二长老觉得可能需要进行大扫除。任务奖励：10块灵石，20宗门贡献点。任务：除邪。任务难度：困难。任务要求：炼气后期。任务说明：天元城的刘员外最近很恐惧。在某天晚上，刘员外晚上醒来，看见自己夫人点着昏黄的蜡烛，坐在镜子前，一下一下的梳头。镜子中的夫人脸上面无表情，一双眸子直勾勾地盯着床上的自己。刘员外吓坏了。这样的情况一直持续了半个月，刘员外觉得可能自己夫人被邪祟缠上了。任务奖励：灵石200，贡献点200。苏晨对这个叫做驱邪的任务有了兴趣，因为这个任务的奖励在所有任务中都算是比较高的，而且任务要求是炼气后期，他刚好就是炼气后期。师弟你好，我要接这个叫做驱邪的任务。苏晨冲着那个负责任务发放的 NPC 说道，他是内门弟子，而这 NPC 穿的衣服是外门弟子的服饰。在修仙界中，内门弟子身份地位比外门弟子高，外门弟子都得称呼内门弟子一声师兄，以表示尊敬。这跟修为高低没关系，就算是刚入内门的弟子，外门弟子见了也得恭恭敬敬地喊一声师兄。所以苏晨这个称呼没丝毫问题。负责发放任务的外门 NPC 满脸恭敬，师兄，你确定要接这个任务吗？这个任务太难了，而且现在邪祟的实力并未确定，可能会很危险。他可是认识苏晨的，这是蜀山唯一一个天资超过9星的绝世天才，在蜀山引起了巨大轰动。当时几大主峰长老抢人，最后被掌门收为弟子。当时他也去看了热闹，此刻听见苏晨要接这个困难级别的任务，便忍不住提醒了一番。第21章，你能跟苏师兄相比？多谢师弟提醒，不过我确定了，就接这个任务。见苏晨坚持， NPC 弟子便没再多说，态度十分谦卑的给苏晨做了登记。苏晨领了任务刚离开，便又有一个叫做田宇的玩家过来，准备接任务。师兄，你觉得这个取回岩晶的任务难度大不大？难度大不大，你自己不会看啊，别净问这些煞笔问题。NPC 弟子满脸不耐烦，田宇顿时被气得嘴唇直哆嗦。他在现实中乃是一家上市公司的总经理，平日里在公司威风惯了，周围尽是奉承讨好，何时受过这种气？被这么一骂，他心态瞬间崩了。你这是什么态度？我要投诉你！他气急败坏地说道。他刚说完这话，下一刻一巴掌袭来，啪一声脆响，这名在现实世界乃是一名上市公司总经理的田宇直接被抽飞了出去，嘴里吐出一口鲜血，血量瞬间掉了一大半。对同门师兄不敬，当罚！任务大厅里的其余玩家顿时一个个都看好戏般的看着他，这人真是太蠢了，这可是在游戏世界，不是现实。在宗门中等级森严，居然敢对 NPC 弟子这态度，你丫不被打谁被打？同时所有玩家心里都有几分愕然，因为这个负责发放任务的 NPC 弟子典型的就是区别对待。这个叫田宇的玩家刚刚询问任务的时候，这个 NPC 弟子一脸高冷跟不耐烦，甚至一言不合就直接一巴掌将人抽飞。可是面对苏晨，那简直就像是面对宗门长老似的，态度那叫一个好。这凭什么？同样都是玩家，怎么待遇差距这么大？田宇满脸气愤的从地上爬起来，我不服，为什么你刚刚对那个苏晨态度就那么好，对我们这些就这么差？你这是区别对待！田宇愤怒的说道。玩家是能够在其他玩家头顶上看到其游戏名的，
不过修为倒是看不到，大部分玩家都是选择隐藏修为的。因此，刚刚所有玩家也都看到了苏晨的名字。此刻，所有玩家也都盯着 NPC 弟子，想要听到他口中的答案。他们心中也好奇，为什么这个任务大厅的 NPC 弟子对苏晨就那么恭敬有加，而对自己等普通玩家态度就那么冷淡？同样都是玩家，自己等人跟苏晨有何不同？听见田宇这话，负责登记任务的 NPC 弟子顿时犹如看傻子一般的看着田宇，说：“你傻，你还真傻！就凭你也配跟苏师兄相比？我怎么就不配了？”田宇依旧不服气，自己一个上市公司总经理，现实世界中要风的风，要雨的雨的人物，凭啥就不能跟苏晨相比？周围玩家此刻则是注意到了这名 NPC 弟子口中的称呼：“师兄。”他称呼苏晨为师兄，这是为何？ NPC 弟子冷冷地看了田宇一眼，在宗门中等级尤为森严，像我等外门弟子见了内门弟子都必须叫一声师兄，更何况……说到这里， NPC 弟子脸上浮现出崇拜、尊敬、狂热之情，那模样活像那些追星少女看见了自己的爱豆偶像一般，满脸激动跟疯狂。他继续道：“苏师兄乃是宗门有史以来最杰出的天才，他的天资超过9星，测试仪都因为无法测试出天资而爆炸。他引得众主封长，老斗法争夺，最后他被我蜀山掌门收为弟子。苏师兄何等天之骄子，你说你配跟他相提并论吗？”所有玩家此刻尽皆骇然，因为他们总算是明白了，原来苏晨就是宗门里传得沸沸扬扬的天资超过9星的绝世天才。他们以前本来都以为那个所谓的绝世天才是蜀山的一个 NPC， 可是没想到居然也是玩家。玩家也能成为掌门弟子吗？简直太不可思议，太震撼了！卧槽，原来玩家也能成为内门弟子，怪不得他的衣服跟我们的衣服颜色不一样，居然成为了掌门弟子，这运气也太好了吧！苏晨那家伙为什么能测出那么高的天资？他不会是开挂了吧？官方，我要举报，有人开挂！众玩家议论纷纷，不少玩家觉得苏晨成为掌门弟子不科学，甚至觉得他能够测试出来超过9星的天资是开了挂。毕竟大家都是5、6星，都只能进外门，凭啥你就能进内门，甚至成为掌门弟子？玩家们心里都不平衡了。大家都是玩家，你凭什么这么逆天的开局？众人议论纷纷。这里的情况苏晨并不知道，因为他已经离开任务大厅了，准备去做任务了。他可没时间跟这些玩家撕逼，尽快玩游戏升级才是硬道理。要知道，可是只有1年，游戏就要降临现实了，这1年时间必须卷起来。苏晨离开任务大厅后，前往了宗门的传送阵。使用宗门传送阵，玩家可以到达无尽仙途游戏中的任何地方，可谓是相当方便。当然了，你要是为了节省灵石，不使用传送阵也行，你修为够可以飞过去。不过具体要花费多长时间就不知道了。苏晨现在别说不能飞了，就是能飞，他也不会去浪费那个时间，花几块灵石就能到达目的地，这节省出来的时间估计都能多做好几个任务了。路上看见苏晨的 NPC 弟子们不少都主动跟他打招呼，苏晨依旧平易近人，一一回应。没走多久，他碰到一个熟人，马小玲，那个让他在这个游戏世界里赚到第1桶金的女人。马小姐，这要巧又碰到了。苏晨，你也加入蜀山了？马小玲也是没想到，居然在蜀山又碰到了苏晨。上次苏晨卖给他大刀，他正是拿着那把大刀才完成了任务，成功加入了蜀山。如果不是苏晨卖给他那把大刀，他现在恐怕还在新手村。苏晨点点头，是啊，上次那把大刀谢谢了。对了，你是刚在任务大厅接了任务吧？马小玲声音清脆，像是百灵鸟，颇为好听。是啊，刚接了任务，正准备去传送阵。哦，我也是准备去任务大厅接任务。那我就先走了。随便寒暄了几句，苏晨便离开了。他跟马小玲也不算太熟，不过马小玲算是他的第1个客户，所以碰到了还是打个招呼。第22章，打探刘员外家的事。没多久，苏晨便已经来到了宗门传送阵。这里由一个宗门外门 NPC 弟子负责看守，像是宗门很多杂物，基本也都是外门 NPC 弟子干的。外门 NPC 弟子一看到苏晨身上的浅蓝色衣服，便已经知晓了苏晨的身份。浅蓝色衣服，这是蜀山内门弟子的标志，远不是自己能够得罪的。师兄，请问你这是要去哪儿？ NPC 弟子连忙热情地询问。天元城，苏晨淡淡回答。
去天元城需要2块灵石。苏晨二话没说，就将2块灵石递给了他。拜入宗门的时候，他获得过宗门的新人礼包，礼包里面便有100块灵石，因此2块灵石的路费对他来说简直不要太便宜。当然了，之所以这么便宜，主要是因为天元城不远，距离蜀山也没多远距离。如果苏晨现在达到筑基期，飞到天元城也就1个时辰的事。不过现在他还没筑基，没法预见，最好的选择只有使用传送阵。师兄，您请进。外门 NPC 弟子将苏晨请进了传送阵，接着开启，一道淡蓝色光华将苏晨笼罩。下一刻，苏晨便消失在了原地。天元城是东周最大的一个城池，也是整个东周最繁华的地方。每天在这里来往的修士以及凡人不知凡几。它是天元皇朝国都。天元皇朝虽然只是凡俗势力，但是拥有修士数量不少，甚至是有不少的高手坐镇。据传，天元皇朝的守护者乃是皇室老祖，并且是一名合体期的强者。因此，天元城虽说有很多修士往来，但是依旧井然有序。每日都有执法小队在城中巡逻，这执法小队的实力都不弱，至少都是炼气后期，甚至不乏筑基期的修士。总之，这里有这里的规则秩序，一般人也不会在这里乱来就是了。苏晨出现在城门口，传送阵就在此处，每个通过传送阵过来的修士都会出现在这里，相当于现代社会的车站站点。苏晨出现之后，抬头望了望天元城，果然大气磅礴，城门都有10米高，门口众多的凡人甚至是修士都在排队进城。苏晨目前倒是没有看见多少玩家，毕竟现在这个阶段的玩家大多都在拼命做任务，争取兑换宗门功法跟武技呢。而他们现在的实力，做的任务几乎也都在宗门附近，甚至是就在宗门内。需要到天元城来做的任务，基本上也都不是普通级别的任务。因此，现在他也就看不到什么玩家。在人群中排了一会儿队后，苏晨走进了天元城。任务中的刘员外就在天元城中，并且还是天元城中的有钱人。因此，苏晨觉得应该有不少人知道刘员外家在哪儿。包子，刚刚出炉的包子，2文钱一个。葱油饼，葱油饼，又香又甜的葱油饼。胭脂水粉，上好的胭脂水粉。天元城中非常热闹，来往行人络绎不绝，四处都是叫卖声，相当的繁华。苏晨来到一处卖胭脂水粉的小摊不远处，此刻小摊前面，几位衣着华贵的少妇正在挑选胭脂水粉。老板，这胭脂多少钱？老板是个有些黝黑的胖子，一双小眼睛看起来颇为精明。哟，小娘子真是好眼光，这胭脂可是最新款，这个50文一盒，有些贵啊。老板，别人家的胭脂才30文。小娘子，这你可就有所不知了，这胭脂是用上好的芙蓉花制成的。有句话说得好，叫清水出芙蓉。小娘子，您抹上这个胭脂，那绝对艳压群芳啊。老板很会说话，一番话下来，将少妇说的心花怒放，当即就没有多犹豫，就掏钱买了。苏晨看的也是咂舌不已，看来无论在哪里，女人就是舍得为自己的脸花钱。几个少妇买完东西就准备离开，这时候苏晨连忙上前拦住了他们的去路。几位姐姐好啊！几个少妇被忽然出现在面前的苏晨吓了一跳，以为是碰到了什么劫色的坏人，连忙后退几步。几位别怕，我就是想向几位姐姐打听一件事儿。苏晨连忙摆摆手说道。这时候几位少妇才看向苏晨，这一看之下，顿时眼睛放光。好俊俏的公子，气质淡雅脱俗，身上似乎有仙气儿。如果是被这样的公子劫色，那也不是不可以。弟弟，什么事儿你就问吧，姐姐们一定知无不言。一个穿着紫色衣裙的少妇冲着苏晨抛了一个媚眼儿。对啊，我们但凡知道都会告诉你的。少妇们眼神炙热，苏晨浑身都起了鸡皮疙瘩。那个，几位姐姐知道刘员外家发生的怪事吗？苏晨此话一出，3名少妇全都脸色大变。你打听这个做什么？弟弟，我看你模样俊俏，死了可惜，所以奉劝你一句，还是别打听刘员外家的事儿，这事儿邪门的紧。就是，你不会是想赚刘员外家的报酬吧？可千万别贪心，否则可能会将小命儿都搭进去。苏晨闻言顿时眼睛微亮，从这几位少妇的话里，明显可以得出一个结论，那就是他们知道刘员外家的事，甚至可能知道的比较清楚。苏晨当即说道：几位姐姐好意在下心领了。是这样的，我是蜀山弟子，这才下山就是为了解决这件事的。劳烦几位姐姐仔细讲讲。
苏晨搬出蜀山弟子身份，就是为了让几位少妇将知道的告诉自己。果然，听他这么一说，几位少妇顿时惊讶了，原来是仙人啊！仙人你这边请。少妇将苏晨带到了一处人少的巷子里。紫衣少妇看模样是他们的大姐，她看了看四周后开始说了起来。这件事我也是听在刘府的姐妹说的。据说啊，有一天晚上，刘员外迷迷糊糊间感觉房间里有亮光。这个刘员外本身睡眠就不怎么好，感觉到有亮光就醒了过来。而醒过来后发现房间果然是亮着的，那是有人点亮了蜡烛。第23章绝世美人如雪。苏晨静静地听着故事接下来的发展。少妇颇有讲故事的天赋，讲的故事代入感极强。孙员外因为感觉屋里有亮光，就迷迷糊糊地醒了过来。接着他便下意识地伸手想要搂刘夫人，结果身边空空如也。这一下子，刘员外睡意全无，整个人都清醒了过来。接着他便看见了自己夫人，此刻正坐在房间的铜镜前，并且还在用手一下一下地梳着头。大晚上的，这样的情形着实有些诡异，将刘员外吓得一个机灵。他颤抖地喊：“夫人，你大晚上的不睡觉，在作甚？”然而却没有得到回应。刘员外便朝着铜镜看去，镜中刘夫人面无表情，一双眼睛直勾勾地盯着刘员外所在的方向，这顿时将刘员外吓了个半死。随后刘员外便冲出了房间。而奇怪的是，刘夫人第二天白天却完全不记得晚上在镜子前梳头的事。刘员外因此认为刘夫人这可能是晚上梦游了。他以前听人说过，人晚上梦游的时候是不记得自己做过的事的，因此他没有多想。然而第二天晚上又发生了怪事。刘员外睡着后听见屋里有动静，起来一看，发现刘夫人手里拿着一根燃烧的蜡烛在屋里走动。屋里的动静就是刘夫人走路发出的。刘员外叫了刘夫人好几声，结果刘夫人都没有发音。随后刘夫人拿着蜡烛，表情僵硬地走到了铜镜前坐下，接着拿起梳子又一下一下地梳着头。后来刘员外找了不少降妖除魔的道人，结果都没有作用，反而那些道人最后都暴毙了。说到这里，紫衣少妇停了下来，她看了看苏晨，所以你知道为何我让你别管这事儿了吧？苏晨点点头，笑了笑，谢谢姐姐，不过我辈修士一身正气，自是不惧这些邪祟。随后苏晨问了问刘员外家的方向，然后跟几位少妇告别了。告别时，几位少妇都是依依不舍。这么俊俏的小郎君，他们自然喜欢得紧，可惜自己早已嫁作人妇，因此也只能徒留遗憾了。苏晨告别之后，便朝着刘员外家的方向去了。据几位少妇姐姐所说，刘员外家就在城中心，距离这里也就2里路，因此苏晨不着急，在大街上慢慢走着，顺便欣赏一下沿途的风土人情。这样原汁原味的古城，在现实世界中可是看不到的。就在这时，前方忽然传来一道声音：“站住，别跑！”苏晨还在打量街道两边的风土人情，还没来得及反应过来，便被一股巨大的力量给撞飞了出去。接着一团肉山狠狠将苏晨砸在了地面上，并且还压在了苏晨身上。500。苏晨身上当即冒出一串伤害数字，这一砸竟让他这个炼气后期的修士直接掉了500点血量。肉山之威恐怖如斯啊！对不起，我不是故意的。苏晨听到了一个非常好听的女声，那声音是现代社会非常流行的夹子音。女人艰难地从地上爬起来，因为太胖，她的动作显得有些笨拙。这时候苏晨也终于看清了肉山的脸，那是一个体型庞大的圆脸胖女孩，目测得有200来斤。而也就在这时，叮！恭喜玩家苏晨触发随机任务，解决美人如雪，解救成功，可获得宝箱1个，并获得如雪的好感。游戏提升音响了起来，苏晨有些惊喜，居然是随机任务。在无尽仙途游戏中，除了宗门任务外，也是有可能在不同的地方触发不同的随机任务的。随机任务是游戏发布的，没有规律可言。完成游戏随机任务能得到1个宝箱，宝箱中能开出各种不同的东西，同样没有规律。灵石、药材、丹药、武器、功法、身法、武技等都有几率开出来。少侠，你没事吧？女子问道。苏晨回过神来，看到这张胖脸，他忽然想到了刚刚游戏的提示，解救美人如雪。这确定是美人，而且还叫如雪。苏晨觉得叫如花反而更加贴切一些。没事没事。苏晨这时候也从地上爬了起来。这个时候，
两个壮汉已经来到了如雪面前。美人儿，乖乖跟我们回去，做张少的女人。一个大汉开口说道：“就是做张少的女人，从此吃香的喝辣的，穿金戴银，有什么不好的？”另一个大汉也是说道：“这是怎么回事啊？”苏晨看着比自己还高半个头的如雪问道：“要知道，苏晨可是身高1.8米，可是如雪居然比他还要高半个头，起码也得有1.8米几的身高，再加上那庞大的横切面积，也难怪能直接将苏晨都给撞得掉500点血。”如雪此刻也终于看清了苏晨的长相，顿时有些愣神，这世界竟会有如此好看的美男子。姑娘，如雪小脸一红，感到有些难为情。她刚刚竟然看了一个男人，看得吃了。回过神来的如雪眼眶发红，有些委屈的道：“这都怪我长得天生丽质，美若天仙。”说到这里，她擦了擦眼泪，声音哽咽：“所以就被张少看上了，他想让我嫁给他做小妾。”苏晨，此刻苏晨额头上浮现出3根黑线。天生丽质，美若天仙，这么大一团，怎么看都跟这2个成语不沾边吧？就在这时，苏晨忽然想起，天元城这个地方审美类似的大夏国的唐朝时期，女子以胖为美，而对男子的审美则是正常。这么看来，如雪确实当得起天生丽质，美若天仙2个词。这时候，周围围观的群众也是议论纷纷。确实，如雪姑娘太美了，简直美若天仙，怪不得被张少看上啊！自古红颜多薄命啊，有时候太美了本身就是一种罪过。第24章，为救如雪，苏晨出手。听见周围这些 NPC 们的议论，苏晨嘴角抽了抽。一群人都在夸奖如雪漂亮，这让他真的很难有代入感。明明就是一个大胖妞，可是一群人都在夸她漂亮。原来是这样，苏晨也不知道该怎么回答，就随便说了句。而就在这时，2个壮汉身后一个衣着华贵的男子，此刻也终于来到了这里。张少，人拦住到了。男子点点头，看向了如雪。如雪连忙躲到了苏晨身后，身体瑟瑟发抖。公子，这人就是张少。如雪下意识地觉得苏晨让他有安全感。其他人看向自己的目光或多或少带着些不怀好意，只有苏晨目光清澈如水。他在苏晨的目光中看不到一丝一毫的杂念。苏晨让他感觉到安心。如果苏晨此刻知道如雪心里的想法，一定会相当无语。毕竟如雪这长相在现实世界中可跟绝世美人这个词一点也不沾边，任谁看到估计也生不起一丝一毫的想法。张少看到如雪往苏晨身后躲，顿时眼神都阴郁了起来。在他心中早就将如雪当成了自己的痉挛，岂能容许他人染指？小子，我劝你最好别多管闲事。张少看着苏晨阴沉沉的开口，眼里满是警告的意味。苏晨这时也打量了一番这个张少，眼圈周围乌黑，眸光飘忽，一看就知道纵欲过度所致。想必这张少莫少把时间花在女人身上，而且就张少这副亏空的身板，苏晨很怀疑他是否能驾驭得了如雪，甚至如雪一下就能将其压死吧。真是难以理解，这小身板找个又白瘦不好吗？非要找200多斤的如雪？张少是吧？你这当街强抢民女，貌似是犯法的吧？张少听到这话直接就笑了。哼，犯法？如雪的老爹死前欠下了一大笔赌债，欠债还钱天经地义，他没有钱还给我，那自然应该以身抵债。苏晨闻言愣了愣，他看向如雪问道：如雪姑娘，他说的都是真的吗？如雪轻咬着下唇，有些无力的点了点头。周围人这时候也议论了起来。如雪那个父亲就是个酒鬼加赌鬼。是啊，他那个死去的父亲经常赊账买酒，还豪赌，这些年将家底儿都给输完了。以前如雪的爷爷还在的时候，他家还算是富裕家庭，没办法，摊上个这么不着调的爹。如雪他爹死前据说都还抱着个酒坛子呢，那是被醉死的，死了还要给女儿添麻烦，这就是红颜薄命吧。苏晨现在在游戏中可是炼气后期，耳力自然不凡，周围人所说的他都听到了，这才明白了为何天元城法制这么严，这个张少依旧敢强抢民女了。欠债还钱天经地义，在这里没钱还债本身就不占理。他父亲欠你多少钱，我替他还了。张少冷笑：你还？不好意思，我不要，我就要他这个人，你要是再拦着我，我就对你不客气了。苏晨明白了，这个张少压根儿就不是想要钱，他就要人，心里顿时有些无语。
大兄弟，多活几年不好吗？这如雪姑娘是你那小身板能驾驭得了的，如果我非要拦着呢？苏晨冷冷道。他明白了，不给这个张少点颜色看看，他是不会放弃的。好不容易碰到个游戏任务，自己自然是不可能放过。你们给我上，给我狠狠地教训这个不知天高地厚的小子！张少目光阴沉沉地看着苏晨，冷冷地开口：今天他要让这个不知天高地厚的小子知道花儿为什么这样红。放心吧，张少，今天就让我们狠狠教训教训这个小子。两个大汉揉掰着手指，指关节发出清脆的响声。苏晨早就打量过这二人，两人都是普通人，顶多是修炼了点外家功夫罢了，不是修士，因此他自然无惧，淡淡的站立在那里。身后的如雪则是抿了抿唇：公子，要不你走吧。张少那两个护卫会武功，很是厉害，他虽然想要被人保护，可他心地颇为善良，不忍连累苏晨。不用怕，没事的，相信我。如雪乖巧的点了点头。既然公子说没事，那一定不会又有事的。如雪不知怎的觉得心安了，似乎苏晨给人一种非常可靠的感觉，以至于情不自禁地对苏晨的话信服。两名壮汉已经站在了苏晨身前。如雪，你站一边去，免得伤了你。如雪点点头，连忙后退到一边去了，免得影响了苏晨发挥。颤抖吧，小子！大汉大吼一声，一拳便向苏晨头部打来。另一个大汉也同时出手，一拳朝着苏晨腹部打去。此刻张少满脸得意：小子，谁让你惹了不该惹的人？他满脸笑容，仿佛已经看到了那张让他妒忌厌恶的俊脸被打成猪头的样子。周围人则是有些不忍看下去了，毕竟两名大汉身强力壮，而苏晨则看起来文质彬彬，他们都觉得苏晨不可能是两名大汉的对手。接下来可能苏晨要被打得头破血流。围观的妇人甚至闭上了眼睛，不忍看到一个这么俊俏的公子哥被打破相。苏晨本就意识好，现在更是已经学习了身法太清步，轻轻一个侧身便躲避了过去，并且人还出现在了两名壮汉的身后。接着伸出脚，两脚踢出，两名大汉顿时飞了出去，最后以抛物线般的摔到了地上。咚咚，两声中午落地的声音响起，两名大汉昏迷不醒。所有人都呆住了。片刻后，众人议论了起来：这小哥好功夫啊！刚刚发生了什么？他怎么忽然出现在两名护卫身后去了？我知道了，这小哥是修仙的仙人。对，只有仙人才能如此厉害。不过这小哥这下惹事儿了啊！张少的父亲可是天元城执法队的队长。是啊，他父亲也是修仙的仙人。第25章，张少委屈，爹，你是不是抽错人了？如雪直接瞪大了眼睛，这位俊美的公子难道真的是修仙的仙人？而看着这一切的张少原本嚣张的表情消失不见，他自然也听到了周围人的议论声。如果苏晨真的像他们所说的那这样是一个修仙者的话，那自然就不是他所能够应付的了。不过他倒也不怕，这天元城也是有不少的修仙者到来的，他已经见怪不怪了，而且他可以叫他父亲来解决这件事。小子，不要以为你是修仙者就有多了不起了，修仙者闹事在天元城一样要受到处罚。张少说完连忙就跑去找人去了。他的心里不像这些普通人一样对修仙者敬畏，因为他父亲就是一名修仙者，并且还是一名修为颇高的修仙者，否则也不能当上这天元城的执法队长了。看着张少离去，苏晨也没拦着。他蜀山掌门弟子的身份让他并不怎么怕这凡俗界的势力，毕竟天元城虽说高手不少，但归根结底还是依附于蜀山。蜀山是天元皇朝的背后靠山，所以苏晨也无需担心什么。他准备就站在原地等这个张少叫人回来，他要彻底解决如雪的事。毕竟如果他不彻底解决的话，张少后面还是会找如雪的麻烦，那也就不算完成任务。苏晨不在意，可是如雪此刻却是脸色大变。他连忙走到苏晨身边：公子，谢谢你的帮助，不过你还是尽快离开吧。张少的父亲是天元城的执法队长，不是咱们能惹得起的。如雪好心提醒，他觉得苏晨虽然是修仙者，可是张少的父亲张峰也是修仙者，甚至还是天元城的执法队长，而苏晨最多也就是某个小门派的普通弟子罢了，跟张峰根本不是一个级别的。小兄弟，你快走吧。是啊，小兄弟，张少的父亲张峰乃是天元城执法队长，修为更是高深莫测，远不是你能对付的。小兄弟，你快离开这里吧。快走吧，
可千万别被抓进大牢里了。对啊，快离开吧。周围的围观群众纷纷好心提醒苏晨，他们实在不愿看到一个这么正义的青年被报复。谢谢大家，不过这件事我自有分寸。苏晨道谢。见苏晨执意不走，众人心中不由摇头，这个少年总归还是太年轻了，年轻气盛啊。不少人心中这样觉得，他们认为苏晨接下来很可能就要吃大亏，毕竟天元城的执法队长权力太大了，远比一个宗门的普通弟子牛。就在众人心中叹息不已的时候，张少已经找到了正在另外一条街道巡逻的父亲。爹，你可要为孩儿做主啊！张少哀嚎道，还擦了擦眼角并不存在的眼泪。张峰穿着一身棕色铠甲，浓眉大眼，看起来颇有威势。他看着张少，眉头微皱，怎么了？爹，是这样的，有户人家欠孩儿钱，孩儿去要债，结果碰到一个修仙者，他将我的护卫都打晕了过去。我给他说，我父亲乃是天元城执法队长，可是他丝毫不以为意，还说就算是执法队长，他也要你好看。说到这里，张少又摸了摸眼泪。爹啊，如果不是孩儿跑得快，你恐怕已经见不到孩儿了。张少天添油加醋地说着，还将他准备强抢民女的事儿给省略了。什么？竟然这么嚣张！张峰顿时怒了，这种事情他也不是没碰到过。天元城非常繁华，甚至有不少修士都会来到这里，而有些初出茅庐的修真者以为自己下山就很牛，不将自己这个执法队长放在眼里。然而这种狂妄自大的小子最终都被他狠狠地教训了一通。教训一通后，自然就学乖了，也老实了。想到这里，张峰便开口道，前面带路。他准备去教训一下那个狂妄的小子，让他知道天元城是谁的地盘。哎，好，爹您这边请。张少顿时满脸喜悦地在前面带路，不多时便已经来到了之前他狼狈逃离的地方。不过这次他可不是狼狈逃离，他可是回来报仇的。回到之前离开的地方，张少发现那个狂妄的小子果然还没走，他顿时满脸喜悦。爹，就是这小子。张少指着苏晨，而苏晨此刻看了看张少带来的人，那是一个中年男人，穿着铠甲，浓眉大眼，浑身上下透露出一股气势。显然这是一个修为颇为高深的修士。不过苏晨倒也不怎么害怕，他是蜀山弟子，而且还是掌门的徒弟，因此他相信这个天元城的执法队长不会为了如雪的事就为难自己，因为犯不着因为这点小事得罪一个大宗门的弟子。周围围观的群众皆是在心里叹息，这青年完了，肯定要被狠狠的报复，甚至还会被以扰乱治安的罪名抓进大牢。张峰听到自家儿子的话后，看向了苏晨。待看到苏晨身上那件浅蓝色的衣服后，张峰顿时脸色大变。这衣服他并不陌生，这是蜀山弟子的服装，并且还是内门弟子的服装。张少还没注意到自己父亲已经变了的脸色，现在的他得意洋洋。小子，你现在跪下来给我磕头道歉，并且叫我3声爷爷，我还能原谅你，否则我让你吃不了兜着走。然而张少刚说完这话，混账东西一声怒斥，同时啪一声清脆的响声响起，张少直接被一个巴掌抽得跌倒在地上。那是张峰刚刚抽了他一巴掌。张少不可置信地看着自己父亲，满脸委屈。爹，你是不是抽错人了？如雪刚开始也是觉得苏晨跟自己接下来都可能要被执法队长治罪了，然而执法队长居然一巴掌将张少抽倒在地上。他眸子大睁，这究竟是怎么回事？难道真的是执法队长抽错人了？周围围观的群众也是懵了，为什么张队长抽的不是那个青年，反而是自己儿子？第26章，如雪以身相许，苏晨婉言相拒。难道真的是抽错了？这应该不至于吧？所有人都愣愣地看着张峰，原来是蜀山的小兄弟，我这不成器的儿子得罪了小兄弟，还望见谅。张峰此刻冲着苏晨十分客气地说道。周围人一听，这才终于明白了为何张峰不责罚这个青年，反而打了自己儿子一巴掌。原来这个青年竟然是蜀山弟子，怪不得啊，这小兄弟居然是蜀山弟子，怪不得张队长打了自己儿子一巴掌。咱们天元城背后的靠山就是蜀山，而且能让张队这态度，这说明这小兄弟肯定不是普通的蜀山弟子，应该至少是内门弟子。周围人一阵小声的议论，张队长客气了，不过是一点小事而已。面对张峰的客气态度，苏晨表现平淡。这个张队长果然还算是颇有眼力劲儿，看到自己的第一眼就认出了
自己蜀山弟子的身份。不知小兄弟是蜀山哪位长老的弟子？张峰客气地问道。蜀山的内门弟子，那是整个蜀山的精英，每一位的师傅都是蜀山几座主峰上的长老，因此张峰才如此的客气。一个苏晨对他来说当然算不得什么，可是苏晨背后的师傅，那就不是他能招惹的了。家师楚龙渊，苏晨淡淡说道。听到苏晨这话，张峰顿时面色大变。他看到苏晨的第一眼就已经看出来了，苏晨是内门弟子。不过他以为苏晨只是某位主峰长老的弟子，因此说话才颇为客气。可是没想到事实真相更加让他骇然，苏晨竟然是蜀山掌门的弟子，这可就更加不一般了。要知道，蜀山掌门楚龙渊修为可是高深莫测，在整个东周，甚至是放眼整个无尽大陆，那也是顶尖大佬级别的人物，那远非自己能招惹得起的。那等大人物，自己要是惹怒了他的弟子，估计一根手指头就能将自己灭了。想到这里，张峰心中惶恐，这一切都是自己这个不成器的儿子惹出来的。看来以后自己对儿子要严加看管了，不让任其嚣张跋扈下去了。原来是蜀山掌门弟子，臭崽子，还不快给这位公子赔罪！张峰厉声说道。张少爷此刻也是一脸惶恐之色，他也没想到这小子竟然是蜀山掌门的弟子。他虽然纨绔，但并不是那种一点脑子都没有的傻子。他明白，就凭蜀山掌门弟子这个身份，就远非他能得罪的。对不起，是我错了。张少莲忙给苏晨鞠躬道歉。苏晨很有自知之明，他明白张峰之所以这态度，不过是看在自己师父的面子上，自己也不过是狐假虎威罢了，自己的实力还不够震慑住张峰，因此苏晨也不准备过多为难。既然如此，那此事就算了，还请张少以后不要为难如雪姑娘。听见苏晨这话，张少连忙点头，一定不会。然而他心里想的却是，苏晨虽然身份地位高，可总归是宗门弟子，总不可能一直待在天元城这番俗地界吧。等苏晨走了，他依旧可以逼迫如雪成为他的小妾。张少此刻心里这般计划着，然而仿佛是看穿了他的想法。苏晨继续说道，我经常会在天元城出没，如果下次我来知道张少为难了如雪姑娘，那后果张少应该明白。张少顿时脸色一阵青一阵紫，还是张峰开口道，小兄弟放心，我张峰在这里向你保证，这小子今后绝对不会找如雪姑娘麻烦。听见张峰的保证，苏晨这才放心了下来。张峰这种阅历深厚之人，应该明白什么是该做，什么是不该做。因为一个女人得罪自己这个蜀山掌门弟子，那是相当不划算的。张队的保证，我自然放心。张队想必公务繁忙，我就不多叨扰了。张峰点点头，客气一番后，带着自己儿子离开了。此刻，周围看戏的群众也没想到会是这样一个结果。张少意气风华的带着自己老爹过来找这青年的麻烦，可最后却灰溜溜的离开了，而且还被自家老爹一巴掌扇在地上，并且给这青年赔礼道歉。原来这小兄弟是蜀山掌门的弟子，怪不得这么有恃无恐。是啊，张队长可不敢得罪蜀山。蜀山掌门据说修为通神，是咱们东周数一数二的高手。这小兄弟来历这般大。如雪听见围观群众的议论声，也是心中一喜。刚刚张队长都保证了，不会让张少来为难自己，自己现在算是彻底的安全了。这一切都是拜这个俊俏公子所赐。如雪多谢公子救命之恩。如雪来到苏晨面前，给苏晨行了一礼。不必客气。苏晨淡淡开口。而就在这时，游戏提声也响了起来。恭喜玩家苏晨完成随机游戏任务，成功解救大美人如雪，奖励宝箱1个，宝箱已经通过系统邮件发送，请玩家注意查收。听见游戏提示声，苏晨顿时心中一喜，这个随机任务完成了，也不知道宝箱里面能开出什么好东西。就在苏晨这样想着的时候，如雪继续开口，敢问公子名讳？苏晨。苏晨淡淡回答。就在他准备跟如雪告别，赶紧去留员外家做那个任务时，如雪那张脸上满是绯红，眼神爱慕地看着苏晨说道，苏公子大恩，小女子无以为报，若公子不嫌弃，小女子愿以身相许。不必客气。苏晨以为如雪只是说的感谢地话，一时间还没反应过来，说了几个字后才忽然反应了过来，如雪刚刚那话的意思。周围吃瓜群众，哈哈，真好，才子佳人啊，英雄救美，美人为报恩，以身相许。太感动了，这就是爱情吗？他救她，
他以身相许，从此他俩过上了甜蜜幸福的日子。爱情这不就来了吗？听见周围吃瓜群众的声音，苏晨无语。神他妈爱情，你感动个锤子啊！还有如雪姑娘，你确定你这不是恩将仇报？苏晨内心吐槽。看着如雪那娇羞的模样，苏晨深吸了一口气，平复了一下复杂的心情。如雪姑娘不必如此，我等修士路见不平拔刀相助，这算不得什么。而且我一心向道，没有娶妻生子的打算。苏晨直接拒绝了。这美人恩无福消受，这份爱分量太重了。如雪那双眸子里氤氲起一丝水雾，眼眶微红。她咬了咬唇，原来如此，是如雪唐突了，谢谢公子大恩，保重。苏晨转身，直接头也不回的离去。唉，问世间情为何物？爱情总是充满遗憾的，他们俩终究是有缘无分，一种相思，两处闲愁。吃瓜群众议论纷纷，很多感性的女子甚至拿出手帕擦着眼泪。也许遗憾才更容易让人刻骨铭心吧。一个风度翩翩美男子，一个如花似玉美娇娘，感人，太感人了。年少时不能遇见太惊艳的人，否则错过将会遗憾一生。如雪就站在原地，望着远处的那个俊逸的背影渐渐消失在人海中，强忍着的眼泪终于不争气的落下。还能再见吗，公子？如雪喃喃道。第27章，来到孙府。前往刘府的路上，苏晨有些感慨，哎，果然人长得太帅，有时候也是一种罪过，最难消受美人恩。一路上，苏晨出尘的气质以及俊朗的容貌同样引起了很多女性 NPC 的注意。公子来玩呀，公子进来玩啊，消费我为你出。公子你好生俊俏，公子进来听曲儿啊。一栋木楼的2楼，一群穿着花枝招展的美女冲着苏晨热情地呼喊着。苏晨抬眸望去，这是天元城最大的青楼，叫做来凤楼。此刻他刚好经过这里。来凤楼的2楼，一群美人在叫自己。不过在以胖为美的天元城，这些美人自然都是膀大腰圆的女子。她们穿着鲜艳的衣服，有的手拿团扇，有些则是手持手绢，有的趴在围栏上，有的依靠在柱子边，可谓是姿态各异。不过在苏晨眼中，她们一个个的都是大饼般的圆脸，这也就导致他嘟脸盲了，感觉这些女子都长得一个模样，甚至他都担心这来凤楼他了，因为这些美人的体重加在一起，那一定是个极为庞大的数字。苏晨极为勉强地冲着美女们笑了笑，脚下步伐加快，如同抹了油似的，很快就消失在了来凤楼众姐妹视线里。那速度简直堪比还未退役的刘小翔。众女一愣，旋即噗呲，有女子笑出声，这小哥可能还是个蠢儿吧，这么腼腆。就是，不过长得真俊啊，要老娘倒贴，老娘也愿意啊。苏晨自然不知来凤楼姐妹们的议论，远离了来凤楼后，他脚下的速度才正常了起来。刚刚为了加快速度，苏晨甚至直接施展了太清步，为此消耗了一节蓝条。不过苏晨觉得这还是值得的，反正蓝条也会慢慢恢复。不多时，苏晨终于来到目的地。他抬头看去，此刻的刘府大门紧闭，正上方刘府2个烫金大字烙印在牌匾上，整个屋子似乎都给人一股阴森感。刘府所在的这条街道甚至都没几个人经过，就算是那些经过的，也是离得远远地，快步离开，生怕沾染了不干净的东西。苏晨明白，这些人肯定是听了刘府的事，毕竟刘府发生的事已经大半个月了，再加上刘府找了不少高人，甚至那些所谓的高人都因此而死，这些自然瞒不住，早已经传得沸沸扬扬了，就连普通百姓都知道了。之前苏晨在街上随便找了几个少妇询问，人家都知道刘府的事。苏晨迈步走到了漆黑色的大门前，轻轻晃动了几下大门上的门环，砰砰砰，声音响起，这门环就相当于是古代的门铃。敲了几下之后，苏晨便停了下来，站在门口静静等待。此时刘府外路过2个大妈，大妈离得远远的看着站在门口的苏晨，两人聊了起来。这位公子什么人啊，居然还敢敲刘府的大门，这是准备进刘府吗？胆子也太大了吧，刘府都啥情况了还敢去？这种时候不会是刘府请的高人吧？高人？刘府死的高人还少了？唉，如果真是刘府请的高人，这么年轻，恐怕都要死于非命了。是啊，可惜了，咱俩赶紧离开吧，可千万别沾染不干净的东西了。2位大妈说着就步伐匆匆的离开了。苏晨现在是练气后期，耳力非常好，
他们两人的谈话自然一字不落的传到了苏晨耳中。不过苏晨对此并不在意。没多久，吱呀一声，门开了。那是一个穿着青色衣袍的小斯拉开了大门。他看了看苏晨，问道：“有什么事吗？”“小哥，我是刘员外请来的，为刘府解决怪事的。”小厮闻言，有些怀疑的上下打量着苏晨。从苏晨的话，他可以判断出这是前来为刘府解决怪事的高人。可是，在小厮的影响中，高人、大师一类的人物几乎都至少是中年吧。之前府里来的高人就是2个年过半百之人。不过这些不关他的事，他只需要按照流程去通报老爷就是了。你先等等，我去通报一声。多谢小哥。小厮很快就找到了刘员外。此刻，一名圆脸腰粗、留着2撇8字胡、穿着富贵的中年人正躺在花园里的躺椅上，沐浴阳光。此人正是刘员外。不过刘员外躺在院子里，可不是为了美黑，而是因为在阳光底下让他有安全感。毕竟，最近府中发生的事情，让他心力交瘁，胆颤心惊。这半个月来发生的事情太吓人了。他曾经请过2个高人，结果最后2个高人都惨死了。他本来还想去求助朝廷，可是他一个小老百姓，哪里有资格获得朝廷的帮助？最后没有办法，他只能去救助离天天城最近的蜀山。蜀山让他回来等消息，也不知道蜀山的仙长什么时候能派人过来。老爷，就在刘员外胡思乱想时，刘府的下人小孙跑了过来。怎么了？小孙停在刘员外面前道：“老爷，门外来了个模样俊俏的公子，他说是您请他来为刘府解决怪事的。”闻听此言，刘员外连忙激动地站了起来。模样俊俏的公子，这肯定就是蜀山的仙长。刘员外激动得甚至小跑了起来，不过因为长时间没锻炼，身体有些虚，没跑几步他的额头就布满了细密的汗珠，呼吸也急促了起来。不过这些他都不在乎，此刻他就只想赶紧将蜀山的仙长给请进来，为刘府解决怪事。不多时，刘员外终于来到了大门口。由于一路小跑，他累得像只喘气的狗子。仙长，你终于来了，我等你等得好苦啊。刘员外诉苦道。天知道这段时间他是怎么过来的。你就是刘员外吧？小的正是。刘员外恭敬地回答。他可是知道，面前这位可是蜀山的仙长，那是地位远远凌驾于世俗之人，因此他自然不敢不敬。仙长，咱们先进去再说吧。好。听见苏晨回答，刘员外连忙带着苏晨往里面走去。进去前还边吩咐了一句：“小孙，将大门关上。”随后2人便来到了堂屋。孙员外还吩咐下人做了一大桌丰盛的饭菜。苏晨自然也不客气，直接就拿起筷子吃了起来。虽说这里是游戏世界，不过游戏世界中玩家还是会感觉虚弱的，就跟现实中你不吃饭就没力气一个道理。在游戏中，吃了食物也是会让玩家精力充沛的，而且在游戏里味觉也是有的。刘员外，你给我说说你府上发生的事吧。苏晨吃了点食物后开口说道。他这次就是来完成任务的，自然直入主题。虽说之前已经从几位少妇那里听说过刘府的事了，但毕竟几位不少妇不是当事人，他还是需要再听一遍当事人的说辞的。刘员外点了点头，满脸认真地讲了起来。他所说的跟之前少妇说的差不多，但是少妇没说他这么仔细，而且还有一些东西少妇没有说到，那就是自从夫人晚上的异常行为之后，孙员外还去过其他小妾那里过夜。然而其余小妾房间里晚上也都是发生差不多的诡异情形，就好像刘员外去哪儿，这些诡异情形就会跟在哪儿似的。甚至为了躲避这些怪事，刘员外还到外面去住过。然而就算他去外面住，他依旧会遭遇怪事儿。这么说，孙员外你无论去哪儿都会碰到怪异现象？苏晨听完孙员外的话后问道。孙员外点点头，是这样的。那其他人有碰到吗？孙员外认真想了想后摇了摇头。至此，苏晨得出了一个结论，那就是这怪异现象的主要目标就是孙员外。这样一来也就比较好办了，直接从孙员外身上开始查就是了。而且在游戏中，这种任务一般不会太烧脑悬疑，基本上都是些简单的逻辑关系，不需要玩家像福尔摩斯式的解密。第28章，玩游戏也需要卷起来。从刘员外说的内容，苏晨能够推断出这邪祟就是冲着刘员外来的。毕竟种种怪事都是围绕刘员外发生的，说跟他没关系那是根本不可能的。沉思片刻，苏晨直接目光幽深地看着刘员外，
刘员外，你确定已经将你所知道的都跟我说了吗？”看着苏晨那深邃的目光，刘员外心里咯噔一下，他有些紧张的道：“仙长，我所知道的已经完全都说了呀。”苏晨仔细地打量着刘员外，他发现刘员外在刚刚说的时候神色有些不自然，这里面明显就有问题。苏晨面色一冷：“刘员外，我提醒你一句，我这是为了你好。如果你有所隐瞒，最后葬送的也只能是你自己的性命。那只邪祟现在还没动手，不代表他一直不会动手。”苏晨话语冷冷地警告了一番。果然，在他警告之后，刘员外面色大变，甚至抖得跟筛糠似的。“仙长，仙长救救我呀！”刘员外焦急地哀求，那双小眼睛里写满了恐惧。“把你隐瞒的都说出来。”对刘员外此刻的表现，苏晨很是满意。想来，经过这么一番警告，刘员外肯定是不敢隐瞒了。他神色惶恐道：“我说，我什么都说。”刘员外话语停顿了一下，深吸了一口气，才缓缓说了起来：“其实，在得知这怪事只是围绕在我身上时，我也想了很多。我在想，为什么这怪事都会围绕在我身边？难道是我做了什么？可是仔细想了想后，又发现我这一辈子也没做什么缺德的事，甚至我在街上碰到乞丐，还会施舍几个铜板；对待下人，我也会一向是恩惠有加，甚至碰到有些看不起病的平民，我还会资助他们看病。停！”苏晨越听越是皱眉，最终忍无可忍的直接出口打断了刘员外的话。刘员外闻言顿时惶恐，他内心有些委屈。他不是正按照仙长说的在说吗？咋么还没呵斥呢？看着刘员外一副委屈巴巴的模样，苏晨冷冷道：“说重点。”他是让刘员外说事儿的，不是要听刘员外诉说他的术功绩慈善的。刘员外这才明白了，原来是他刚刚情不自禁的就说起自己那些丰功伟绩了。他整理了一下思路，继续道：“因此我一直想不明白，为什么是我回遭遇到这些怪异。我一直苦思冥想，直到昨天，我终于想起来一件往事。”听到这里，苏晨明白，接下来刘员外肯定要说出一条重要线索，因此他竖起耳朵仔细听着。刘员外深吸了一口气，继续讲述了起来：“在我小的时候，曾经发生过一件事，那是我现在已经去世的父亲做出的一件事。说到这里，就不得不说一下，我父亲跟常人不一样。常人喜欢珠圆玉润、丰满肥硕的女子，可是我父亲审美却有些畸形，他喜欢身材瘦削、瓜子脸的女子。在我5岁那年，父亲看上了府里一个下人的未婚妻，那是一位小山村女子，名叫秀娘。秀娘虽说是农家女子，可是长得却是肤白大眼、柳叶眉、樱桃嘴。这种长相在普通人看来是不好看的，可是在父亲看来却美若天仙。一次，秀娘来到刘府给未婚夫送东西，被父亲看见，然后父亲就看上了她。为了得到她，父亲使用了很多手段，最后甚至诬陷了府里那个下人，将其关了起来。这件事被父亲刻意的让人传到了秀娘那里，秀娘当即上刘府为自己未婚夫求情，这也正中父亲下怀。父亲趁机提出条件，说让秀娘嫁给他，他就放过那个下人，否则的话就处死那个下人。秀娘为了救未婚夫，最后只能答应。然而父亲却并没有放了那个下人，而是偷偷将其沉了和淹死了。秀娘却还被蒙在鼓里，直到后来秀娘无意知晓了这件事。那一天，秀娘借口出门，结果她却穿着鲜红嫁衣，投入了那条淹死她未婚夫的冰冷河水中。说完秀娘的事后，刘员外内心也是颇为不平静。他深吸了一口气，看向苏晨：“仙长，你觉得我身上发生的怪事跟这事有没有关系？”苏晨深吸了一口气，听到孙员外讲的这些，他终于明白了真相。恭喜玩家查明孙府邪祟来历，邪祟将在今晚出现，请玩家做好准备。游戏提声音也在这时响了起来，这也就证明了孙员外身上发生的怪事就跟这个死去的秀娘有关。这游戏中的任务，尤其是这种跟邪祟有关的任务，基本上都需要玩家去揭开事情真相，才能引得邪祟现身。这种任务如果不揭开真相，那么邪祟 BOSS 根本不会出现在玩家面前。对于苏晨这个前世的老玩家来说，自然明白这些游戏常识。他看向孙员外，点点头：“你遭遇的这些多半就跟这只邪祟有关。”孙员外瞪大了眼睛：“可是仙长，这跟我有什么关系啊？”苏晨淡淡睨了他一眼：“当然有关，这是你父亲欠下债，现在你父亲死了，他找不到报仇的仇人，自然就盯上了你。毕竟你可是他怨恨之人的儿子。”孙员外顿时大惊，扑通一声，孙员外直接跪在了苏晨面前：“求仙长救我，我真的是好人，不是坏人啊！仙长，你可一定要救救我！你这是做什么？我既然来到了你这里，自然不会放任此事不管，
你快起来！苏晨连忙将孙员外扶起，这是宗门接到的第一个任务，他自然要完成。多谢仙长。孙员外连忙道谢，随后他又问道：那仙长，咱们接下来怎么做？等。苏晨目光平静，缓缓吐出一个字：夜晚很快来临。因为夜晚到来之前是没有什么危险的，所以苏晨还特地下了线去上了个厕所。玩家在游戏中有时候会花费很长时间，吃喝拉撒什么的自然依旧需要，玩家是可以直接下线的吃喝拉撒的。在这期间，玩家是处在挂机的状态中，在游戏世界中，玩家从什么地方下的线，身体就依旧在留在原地，等重新上线就恢复了。苏晨上完厕所后去看了看另一个房间，房间中胖子正戴着头盔躺在床上，显然胖子此刻正在游戏世界中玩游戏。苏晨心里感到欣慰，胖子能这么认真的玩游戏，自然是他乐于见到的。毕竟也就只有苏晨才知道这游戏代表着什么。1年时间后，游戏就会停服。然而这并不是结束，游戏停服后，第一步，游戏中的修为会分几次反馈到现实中，到那时，在游戏中修为越高的，在现实中修为也就越高。那时整个世界都会产生一阵子的混乱，接着游戏中的宗门也会降临到现实中，整个大夏将会进入一个修真时代。最后游戏中的副本秘境也会开始降临现实，随之而来的自然就是副本秘境中的各种妖兽、各种 BOSS。 那时人类就需要跟这些邪魔 BOSS 们进行对抗。当然了，整个世界也不只是只有夏国有游戏能降临现实，其他国家依旧有这款虚拟现实游戏，只不过其他国家的游戏名称不同，而且游戏文化背景也不同，这也是必然。毕竟其他国家可不了解修仙文化，其他国家的虚拟现实游戏是他们的文化背景为蓝本的游戏，里面的玩家能力可能是异能、魔法之类的。所以现在最重要的就是赶紧玩游戏，升级才是最重要的。玩游戏也要卷起来。苏晨回到房间，重新戴上头盔，又上了线。接下来他就该在游戏中对付那只邪祟。第29章拉仇恨，直面红衣新娘。苏晨重新戴上头盔，回到了无尽仙途游戏世界。此刻夜幕已经降临，苏晨让孙员外按照正常作息休息，至于他自己，则是飞身一跃上了房顶。他准备在房顶守株待兔，看看那只邪祟从什么地方过来。现在的苏晨虽然还不能凌空虚度，但在游戏中一跃几十米的能力还是有的，因此跃上屋顶对苏晨来说非常简单。为了更好地完成接下来的任务，他准备打开宝箱，看看能不能获得什么能提升实力的奖励。心念一动间，在他眼前出现了一块蓝色的光幕。苏晨伸手点击，打开了个人仓库。在个人仓库中，一个白银色的宝箱此刻正躺在里面。苏晨也没过多犹豫，直接打开了白银宝箱。恭喜玩家获得落阴剑法。苏晨目光落到落阴剑法上，看到了落阴剑法的属性：秘籍落阴剑法，等级玄级剑法。看到这个秘籍，苏晨顿时脸色一喜。他现在加入的可是蜀山，蜀山最重要的就是用剑，因此剑法也是相当重要。如果没有剑法，那就只能毫无章法的劈、刺、砍，造成的伤害也不太足。可如果有了剑法，那使用剑法造成的伤害比平 A 可高多了。剑法跟武技不一样，武技消耗的法力大，还有冷却时间。可是剑法不同，剑法法力的消耗非常低，并且还没有冷却时间。苏晨没有过多犹豫，直接点击了学习。恭喜玩家苏晨成功学习落阴剑法。游戏提示在脑海中响起，落阴剑法学成了。苏晨盘膝而坐，目光继续打量四周。之前他就已经在孙府中四处查看了一下，可是查看了整个孙府，他都没有发现邪祟的踪影，因此他觉得邪祟应该是已经躲避了起来，亦或者根本不在孙府。因此苏晨才来到了房顶。在房顶上能够观察整个孙府以及孙府四周的情况，视野极为开阔。时间一点一点过去，很快就来到了午夜时分。盘坐在屋顶的苏晨忽然感觉有一股阴冷的感觉从远方靠近。现在的苏晨已经是达到炼气后期，感知自然不凡。在阴气靠近的时候，他便已经感应到了，而且这股阴冷的感觉极为明显，就算是普通人估计都能感觉到四周忽然阴冷了起来，更别提是苏晨了。苏晨目光如炬，顿时朝着阴冷之气传来的方向看去。远方一抹红色身影正朝着刘府飞来，那抹红色异常鲜艳。随着那抹红色逐渐靠近，
苏晨终于看清了那个东西的模样，那是一个穿着红色嫁衣、盖着盖头的新娘。那红色鲜艳欲滴，像是血一般的颜色。这玩意儿是一只从怨气、仇恨中诞生出的邪祟。红衣新娘的速度很快，没一会儿就飞进了刘府。此刻，刘府木床上，刘员外此刻正跟刘夫人一起躺在床上。虽说之前刘夫人半夜起床梳头很恐怖，让刘员外很害怕，可是并非他不跟刘夫人睡一起就不发生怪事的。相比起一个人，他还是更喜欢找个人陪着的，这样还能壮壮胆子。睡到刘员外身边的刘夫人本来正安静的睡着，可下一刻，忽然刘夫人猛地睁开了眼睛，一双眼睛瞪得大大的，直勾勾地盯着前方，眼睛无神，看起来极为恐怖。她从床上直勾勾地坐起身，一双腿从床上放下来，穿上地上的木屐，僵硬地站起身。塔塔，屋内响起了木屐接触地面的声音，这声音也是将刘员外给惊醒了。本来刘员外是不准备睡的，一强忍着睡意，可是不知什么时候，他竟然睡着了。他不敢动弹，静静地躺在床上。刘夫人很快点燃了一支蜡烛，她举着蜡烛朝着梳妆台走去，烛光映照在她的脸上，看起来极为诡异。刘夫人来到梳妆台前坐下，将蜡烛放到了一边，接着她拿起了梳妆台上的木梳，一下一下地梳起了头。刘员外躺在床上，死死地捂着嘴巴，看着这诡异的一切。忽然，刘员外看见镜中的刘夫人忽然变成了一个穿着红色嫁衣、盖着盖头、身材窈窕的新娘。这样诡异的一幕将刘员外给吓了一跳，他死死地捂住嘴巴，才没尖叫出声。这样的一幕是以往他没有看见过的，因此自然恐惧无比。他此刻只希望这诡异的场景能像之前一样赶紧过去。可是没多久，铜镜中的那个新娘忽然消失了，下一刻却是忽然出现在了刘员外床前。他伸出一双苍白的手朝着刘员外抓去，显然今天他准备下手了。刘员外大惊失色，啊，不要杀我，不要杀我！他惊恐大叫着，身子半掩在被子里退到了床角。然而那双手依旧缓缓地朝着他抓来，仿佛在宣判着他的死刑。也就在这时，房门猛地被打开，一道浅蓝色的人影快得看不清楚，急速朝着红衣新娘而去。这道身影自然就是苏晨，他手持蜀山的入门武器蜀山剑，化作一道残影，眨眼间就来到了红衣新娘身边。落英剑法挥动，狠狠地劈在红衣新娘身上。200，红衣新娘身上顿时冒出伤害点数。而苏晨此刻也看到了红衣新娘的属性：邪祟红衣新娘，境界筑基初期邪祟 BOSS， 法力5000，技能瞬移、幻术、死亡之爪，攻击50，防御55，速度60，血量10000。苏晨微愣，这只邪祟居然属性这么高，而且还是筑基期。他又想到了他自己的属性：玩家苏晨，天赋风姿卓越，境界炼气后期1%，法力2500，技能剑扫八方，剑法落英剑法，身法太清步，武器蜀山剑，攻击30，防御25，速度10，血量3000。很显然，他的属性跟这只邪灵比起来差了不少，而且就连修为也差了一个大境界。这也难怪蜀山负责登记任务的那名弟子会那样奉劝自己。这样的任务，如果换了别的炼气期 NPC 弟子前来，恐怕难逃一死。就算是其他玩家来了，也是一死。不过不同的是， NPC 死了也就死了，而玩家如果死了，则是还能再复活点复活。不过，玩家在游戏中如果死亡，修为以及属性，甚至是装备都会掉落，因此玩家都是不愿意死亡的。苏晨自然也不愿，而且苏晨也不会。他极其有自信，前世度劫期大能的他，战斗经验、意识等都无比丰富，因此哪怕是跟对方修为差距一个境界，苏晨也不惧。得救了！刘员外瞪大着眼睛看着苏晨。至于梳妆台处的刘夫人，已经晕倒在了梳妆台上，房间中不好打斗，甚至不好躲避，因此苏晨打算将这红衣新娘给引到外面院子去。此刻，红衣新娘原本伸向刘员外的双手收了回来，转身面对苏晨。被苏晨刺了一剑后，显然他的仇恨值被苏晨引了过来。不过为了更好的拉仇恨，苏晨直接冲红衣新娘做了个鬼脸，然后转身就朝外面跑去。红衣新娘一愣，接着就是勃然大怒。一个普通人类
竟敢挑衅他，简直好大的胆子！既然这人类找死，那他就成全他。红衣女鬼当即飘着追了出去。虽说她看起来轻飘飘的，但是速度却非常快。不过苏晨也是施展了太清步跑向后院的，速度也是极快，因此红衣新娘显然也无法短时间追上苏晨。这一点也使得红衣新娘更加愤怒了。等抓到这个人类，她定要将其撕成碎片。第30章对战红衣新娘。红衣新娘朝着苏晨追去，苏晨施展太清步，速度很快，没多久就已经来到了刘府院子里。刘府算是比较有钱的富商家庭，院子也是非常的宽敞。苏晨来到正中间的时候停了下来，这个位置无论是进攻还是闪避都极好。停下来之后，苏晨便转身站在原地，看着飘来的那一抹鲜红的身影。红衣新娘的基础移动属性很高，因此速度很快，即使没怎么施展小范围内的瞬移能力，也就在苏晨后脚就到了刘府院子。此刻一人一邪祟相互对视，当然了，说对视还是有些不准确，因为红衣新娘头上盖着红盖头，整个头都笼罩在盖头下面，苏晨根本看不见她的眼睛。苏晨都在想，这红衣新娘究竟是怎么看见的？他觉得可能红衣新娘是有某种手段，根本不需要靠眼睛，亦或者即使头被盖住，眼睛已经能够看见。不过这些自然就不是现在苏晨应该关心的了。现在他应该思考怎么对抗这只邪祟 BOSS。 目前苏晨的实力不高，只有炼气后期修为，而且手段也比较有限，只有落阴剑法以及剑技剑扫八方。稍微思考了一下，苏晨心中也就有了决定，那就是拉扯着打。在无尽仙途这款游戏中，只要不是碾压的实力，其实大部分都是需要拉扯来打的。毕竟很多时候副本中的 BOSS 以及现在这类邪祟，其实力普遍高于玩家。玩家想要通关副本，只能打拉扯消耗战，硬碰硬那自然是无法打过的，甚至对方施展一个技能，玩家就挂了。当然了，在游戏中这些反派 BOSS 之类的也是受到游戏的很大限制的，尤其是副本中的 BOSS， 其行为都颇有规律，释放技能的方向、角度，甚至是时机等等，玩家多体验几次就能够找到规律，而只要找到这些规律，在 BOSS 释放技能的时候躲避，然后拉扯着打，就能够通关。当然了，这也就是在游戏世界中是这样的，以后当这些邪魔 BOSS 降临现实后，那就不存在任何的规律可言，那时候的邪魔 BOSS 就是真正让人闻风丧胆的邪魔。如果修为差距太大，拉扯都没什么作用，对方巴掌就能将你拍死。前世苏晨就是这样被一只仙级 BOSS 一巴掌给拍死了。想清楚对付这只红衣新娘的方式后，苏晨动了落阴剑法。苏晨大喝一声，直接施展出剑法，朝着红衣新娘攻击了过去。落阴剑法乃是玄级剑法，其威力也是不容小觑。苏晨如果不施展剑法，只是普攻的话，斩在红衣新娘身上最多只能造成几十点的伤害。可是施展落阴剑法，对方即使是筑基期邪祟，也至少能造成100或则200点的伤害。面对苏晨的攻击，红衣新娘根本不闪不避。显然她跟游戏副本中的那些 BOSS 行为机制一样，被游戏限制，大部分时候并不会去躲避玩家的攻击，否则以她的移速跟修为，想要躲避掉苏晨的攻击并不是难事。也正是知晓这点，所以苏晨并不担心打不过。首先他跟红衣新娘之间修为差距本就不算太大，其次有游戏机制的原因，再加上他已经学了剑法、武技，以及他本身的意识就强，种种因素加在一起，想要拿捏住这只红衣新娘，那还不是手到擒来。苏晨很有信心，而他的攻击显然也是将红衣新娘给激怒了。他双手平伸，以一个极快的速度朝着苏晨冲了过来。显然这就是属性介绍中的死亡之爪，被这双手碰一两次，苏晨相信自己就会挂掉。这种招数不能硬接。太清步，苏晨再次施展太清步，这门身法不仅可以用来提速，用来躲避技能，配合上走位效果也是相当不错。苏晨朝着一边走位闪避，直接躲过了红衣新娘这次攻击。红衣新娘的这种攻击方式并不能转弯，只能直线冲撞过来，因此苏晨颇为轻松就躲过了。不过他并没有大意，虽然他没有打过这红衣新娘，可是凭他对游戏的熟悉程度，他都能够猜出这些 BOSS 的一些规律，因此他断定红衣新娘的这种攻击不可能只有一次。果不其然，红衣新娘一击未中，调转身体，再次举着双手朝苏晨冲撞了过来。太清步，苏晨再次闪身躲避，并且还顺势劈出去一剑。300，看见掉血提示，苏晨心里大喜，
看来红衣新娘的弱点就是头部，攻击头部造成的伤害比攻击其他部位高出1倍。苏晨目光微敛，接下来他决定重点攻击红衣新娘头部。红衣新娘如之前一般，再次举着双手横冲直撞，不过他的攻击被苏晨轻易躲过，并且还会趁机在红衣新娘头上戳上一剑。所幸的是，太清步跟落英剑法对法力的消耗很低，这也就导致苏晨能够多次施展。他脸上露出一个自信的笑容。苏晨觉得，再这样拉扯一会儿，这红衣新娘就能被自己干掉了。果不其然，拉扯着打了一会儿后，红衣新娘血量掉到了5000以下，俨然已经掉了一半的血量。嘶！红衣新娘发出一声恐怖的嘶吼声，下一秒直接原地消失。苏晨瞳孔微微一缩，下一刻身体直接飞了出去。棒！苏晨被撞飞出去，以一个抛物线的轨迹狠狠掉落到地上。1000！苏晨身上血量直接掉落1000点，显然是遭受了重创。他从地上爬起来，擦了擦嘴角的血迹，看着红衣新娘，目光渐冷。瞬移吗？刚刚红衣新娘忽然消失，接着出现在他身后，给了他一记重击。显然是配合上了瞬移的能力来施展出了攻击。这种攻击手段直接让他掉了1000点血，如果再中2次，苏晨就会立马死亡。不过我不会再给你机会。苏晨看着红衣新娘冷冷开口，他已经看穿了红衣新娘的攻击方式，那就是身影消失，然后瞬间出现在他身后。破解这种攻击的方法，那就是在红衣新娘身影消失的时候立马闪避到一边去，这样对方的攻击就会失效。说起来方法简单，可是这需要玩家精准的掌握好时间，并且还能快速躲避才行，否则就算看出了攻击方式也避不开攻击。不过苏晨有身法又有意识，自然能够做到这一点。果然，下一刻红衣新娘身影再次消失。第31章击杀红衣新娘回蜀山。早已经做好准备的苏晨明白，这红衣新娘又瞬移了，而很显然，等她再次出现的时候，必然会是自己身后。苏晨脚踏太清步，在红衣新娘身形刚刚消失的时候，他立马就侧身往一边闪去。果然，下一刻红衣新娘伸着双手猛然出现在苏晨原先所站位置后面。如果不是苏晨第一时间闪身躲过的话，恐怕现在又将遭受红衣新娘一记重击。不过显然这样的攻击已经对苏晨无效。看着苏晨躲开了自己的攻击，红衣新娘大怒，随后又消失在了原地。然而这样的攻击对苏晨来说自然已经无效。苏晨直接再次躲过，他没有着急进攻，他在等待。这种级别的攻击，苏晨觉得红衣新娘不可能持续使用。当达到一个度之后，肯定就会进入冷却时间，这是游戏的规则。果然，连续几次瞬移攻击之后，红衣新娘果然无法再瞬移了，只是平举着双手朝着苏晨抓去。果然无法再使用瞬移了吗？苏晨冷笑一声，那么接下来该我了。落英剑法施展，一边拉扯一边打，其中苏晨重点照顾了红衣新娘的头部。200、200、300、300、红衣新娘身上的血量以一个极快的速度下降，很快就下降到了苏晨武技剑扫八方的斩杀线。苏晨也毫不犹豫，剑扫八方，他大喝一声，毫不犹豫地使用了武技。一刀白色的剑气带着一往无前的气势朝着红衣新娘飞去。红衣新娘也没有躲避，直接被这一剑狠狠击中，那身躯直接变为2截，掉落在地上。而掉落地上之后，红衣新娘身上的阴气消散，接着原地只余下一名模样清秀、农家女模样的透明女子，她脸上带着解脱般的笑容，冲着苏晨行了一礼。一道好听的声音响起，多谢贤长。接着她化作点点荧光，消散在了天地间。显然根据之前的了解，苏晨明白这模样清秀的女子正是那个投江的绣娘。唉，也是个可怜女子，苏晨感叹了一句。而这时，恭喜玩家成功击杀红衣新娘。游戏提示响起，原地绣娘消散之后，地面出现了一对护腕以及100灵石。苏晨收取灵石之后，伸手捡起护腕，护腕的属性也出现在了苏晨眼前。物品：护腕，等级：黄级，属性：防护加10。苏晨也没过多犹豫，收进仓库后直接装备在了身上。装备过后，他防护那一栏的属性自然直接增加了10点。一个邪祟不仅爆出了灵石，而且还爆出了装备，这爆率可以说是相当高了。苏晨可是知道，
这种宗门任务中的反派 BOSS， 很多时候并不能爆出来东西，如果运气非常好，则是有可能爆出灵石或者装备。可是苏晨直接爆出来灵石以及护腕，可以说这爆率相当之高。这自然是他的那个开局天赋所带来的附加效果。对于这个天赋的效果，苏晨也是非常满意。任务完成，苏晨脸上洋溢起一抹笑意。既然任务完成了，接下来就该回宗门了。而就在这时候，一道声音传来：“仙长。”苏晨闻言看去，正是刘员外。刘员外此刻浑身颤抖着，站在院子里的月洞石门下。之前苏晨引走红衣新娘之后，他也是缓了好久才缓过来。过了很久，他也没见到红衣新娘回来找他，这才决定出来看看。结果就看到苏晨一个人站在原地，而那个红衣新娘则是不见踪影，因此他才开口叫了苏晨一声：“怎么了，刘员外？”苏晨问道。刘员外咽了咽口水，脸上还是有着几分惊恐：“仙长，那个红衣邪祟呢？”“已经解决了。”苏晨淡淡开口。孙员外闻言顿时心里大喜，多谢仙长救命之恩。他朝着苏晨深深的行了一礼，脸上满是尊敬。那么恐怖可怕的邪祟，居然就被眼前这个青年给解决了，不愧是蜀山的仙长，果然本领高强。不必如此，既然任务已经完成了，那我也应该回去了。刘员外连忙道：“仙长何不在刘府待2天，让我多尽地主之谊？”苏晨能看出刘员外满脸真诚，显然刘员外并非客气，而是非常真诚的想要尽地主之谊。刘员外，你的好意我心领了，不过不必了，我还要尽快回宗门。那敢问仙长，你需要什么报酬？刘员外有些忐忑，像苏晨这样的仙长，他也不知道应该拿出何种报酬才能让对方满意。苏晨摆摆手，满脸平淡：“报酬就不必了，你以后继续多行善积德就行了。”话落，苏晨便转身离开。刘员外恭敬地跟着，将苏晨送到了大门口。看着苏晨远去的背影，刘员外满脸的钦佩，不愧是蜀山的仙长，做好事却不求回报，简直堪比救苦救难的活菩萨。如果让苏晨知道刘员外的想法，只怕立刻笑出声来。他可不是什么做好事不求回报的圣人，他这次帮助刘员外，不过是因为接了宗门任务罢了。毕竟苏晨目前急需要一枚筑基丹，只有是使用筑基丹之后才能筑基，而筑基丹则是需要不少宗门贡献点来兑换，所以苏晨只能接任务，也因此才救了刘员外。不过这一切刘员外自然是不知道的。丁，刘员外对你好感度+5。刚离开不久的苏晨听到了游戏提示，他微微一愣，没想到刘员外对他的好感度居然提升了这么多。不过没什么卵用，刘员外只是一个普通 NPC 而已，苏晨自然不会因为提升了好感度而惊喜。如果是宗门的那些大人物，比如师傅楚龙渊那样的 NPC， 好感度才有作用。离开天元城，苏晨来到传送点。你好，我要去蜀山剑派。苏晨冲着天元城外看守传送阵的 NPC 说道。好的，仙长，前往蜀山需要5块灵石。NPC 的话语十分和善，带着几分尊敬，因为他认识苏晨身上的衣服，那是蜀山内门弟子的服装。苏晨没有多言，拿出5块灵石交给了 NPC 弟子，接着他站到了传送阵中，一阵淡蓝色光芒将苏晨笼罩，苏晨的身形消失在了原地。接着他出现在了离开宗门的传送阵处。师兄，你回来了。蜀山这边负责守传送阵的外门弟子 NPC 热情地冲着苏晨打了招呼。回来了。苏晨态度平和地回了一声，接着便朝着任务大厅走去。来到任务大厅，苏晨依旧看见了不少的玩家。虽说游戏中也有夜晚，可是这对玩家来说不算什么，毕竟对玩家来说白天还是黑夜没多大区别，玩家也是不用在游戏里睡觉的。因此即使游戏世界是晚上，任务大厅里依旧有不少玩家在接任务。苏晨回来之后便朝着之前领取任务的 NPC 走去，没多久便来到了那个外门 NPC 弟子面前。见到苏晨， NPC 弟子忙热情地问道：师兄，你是准备换一个任务吗？因为苏晨接任务的时间才过去了没多久，所以他以为苏晨还没有去做任务，并且还准备放弃之前那个困难级别的任务，过来找自己换个别的任务。然而他想错了，只见苏晨摇摇头，缓缓开口：不是，我是来交任务的。此言一出， NPC 弟子顿时满脸惊色：师兄，你完成任务了？第32章公会相邀，苏晨拒绝。得到苏晨的回答，那个 NPC 弟子愣了，他完全没想到苏晨居然真的完成了那个困难级别的任务。
他可是知道这个任务有多难的。虽说接这个任务要求修为只是炼气后期，可是他知道炼气后期很难完成这个任务。此时任务大厅的玩家中，有之前苏晨接任务时就在这里的玩家，听到苏晨说他已经完成任务了，顿感震惊。什么？没想到他居然真的完成这个任务了。对啊，之前我看到他居然去接一个修为要求需要炼气后期的任务时，我还以为他疯了。是啊，当时我也以为他是哗众取宠，结果没想到小丑竟是我自己。没想到那样的任务都被他完成了。那些不知情的玩家则是感觉有些诧异，一个任务而已，有什么好诧异的？是啊，这任务大厅这么多任务，有什么好稀奇的？就是，怎么有的人一副难以置信的样子？有什么好震惊的？听见这些不知情玩家间的谈论，那些知情的立马给他们解释：你们知道什么？这人接的任务可是困难级的任务，而且任务有提醒，最好是炼气后期以上再考虑接这个任务。之前发放任务的 NPC 都委婉提醒过他，委婉表示让他换一个任务，可想而知这任务的难度。是啊，那可是困难级的任务啊！咱们这些玩家目前可是刚刚加入宗门，有些普通任务都无法完成，更别提困难级任务了。听见这些玩家的提点，那些不以为意的玩家顿时才明白了，苏晨完成这个任务代表了什么。那代表着苏晨现在的修为远超过他们这些玩家。顿时所有人都震惊了，这游戏才内测多久啊，就有玩家已经能完成困难级别的任务了。尼玛，这是氪金了吧？否则他怎么会这么强？别瞎说，这游戏根本就没有氪金功能。对，这游戏根本就没法充钱，只能一步一个脚印的干。可是他怎么这么强？都能完成困难级任务了，莫不是开挂了吧？玩家们都议论纷纷，甚至有玩家觉得苏晨是开了挂。面对这些玩家的议论，苏晨自然是不以为意。他交还了任务牌，负责任务登记的外门 NPC 弟子十分恭敬的道：苏师兄，还请将个人令牌给我，为您发放奖励。每个蜀山弟子都要有个独属于他们的身份令牌，这个身份令牌除了是身份象征外，还能够用来记录宗门贡献点。苏晨闻言自然是将个人令牌递了过去，不一会儿，贡献点就发放到了苏晨的个人令牌中。NPC 弟子另外拿出200块灵石，跟令牌一起递给了苏晨。师兄，贡献点200已经发放到您的身份令牌中，这是200灵石，你数数。苏晨点点头，直接将灵石放进了个人仓库，至于身份令牌则是放进了储物袋中。随后他便准备前往宗门的丹药阁。丹药阁顾名思义，就是蜀山剑派售卖丹药的地方，至于货币自然就是宗门的贡献点，只要你贡献点足够，便能够在丹药阁购买到大部分你所需要的丹药。然而苏晨刚准备离开，就已经被一群玩家拦了下来。有事？即使被一群玩家拦住，苏晨漆黑的眸底也不见半分波澜。一个身材颇为壮硕的男子一脸高傲地看着苏晨：小子，你实力还不错，加入我幻影公会怎么样？苏晨看了看男子的头顶，知晓了这名男子名字叫做张健。而张健说完那番话后，一双三角眼便斜睨着苏晨，那模样跟语气，仿佛他们幻影公会看上苏晨是苏晨某大的荣幸似的，就仿佛那是给苏晨的施舍。在张健看来，他们幻影公会能够看上苏晨，那就是苏晨的荣幸。毕竟幻影公会是很有名的老牌公会，如果是喜欢网游的玩家，几乎都知道幻影公会，很多网游都有他们的身影。幻影公会，听到这个词汇，苏晨愣了愣，旋即他想了起来，这个公会在前世确实是无尽仙途中很大的一个公会，其幕后是一名大夏国的富二代，叫做李泽楷。李泽楷跟王世充这种钟爱女网红的富二代不同，李泽楷专爱网络游戏，几乎每一款热门的网络游戏他都玩，并且李泽楷还组建了一个幻影公会。组建这个公会的目的就是为了让众多的玩家为他打装备，这样他就能在游戏中快速的升级，甚至获得一身让人羡慕的装备。这就是资本家们的手段。就算无尽仙途这款游戏无法氪金，可这些资本家们依旧有手段快领先其余人。万恶的资本家，苏晨心里吐槽。不过心里虽然吐槽，但苏晨也没太在意。虽然这些土豪们能让玩家替他们打工打装备，可是修为的升级还是需要自己去干的。如果自己不努力，就算有手下帮忙打装备，那最多就是装备资源之类的领先一点罢了。只要他够卷，拼命干，就没人能够追得上他。想要苏晨去给资本家打工，不好意思，那万万不可能。张健以为
苏晨得到幻影公会的邀请后，会立马欣喜若狂的答应。毕竟，幻影公会在网游界还是很有名气的。听到张健对苏晨的邀请，就连周围吃瓜群众也是一脸的羡慕。这小子真是太好运了。是啊，居然被幻影公会看中了。那可是幻影公会啊，幻影公会可不是什么人都招的，他们只招精英。是啊，只要加入幻影公会，就能够获得1个月1万块的收入。月收入过万啊，这世界上绝大多数人都没有达到这个收入。我要是能达到这个收入，那我立马将我那份工作辞了，不享受那个鸟气。所有人都觉得苏晨这个如此年轻的人，在收到幻影公会的邀请后，肯定会激动的答应。听见这些人的议论，苏晨丝毫不以为意，他可不想加入公会给人剥削。苏晨淡淡的看了张健一眼，随后无悲无喜的开口：“不好意思，没兴趣。”第33章兑换筑基丹。此话一出，张健原本微微翘起的嘴角顿时耷拉了下来，而其余的玩家们听到苏晨这个回答，也是满脸呆滞，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他们没有听错吧？这个叫做苏晨的居然拒绝了幻影公会的邀请，他是傻了吗？我没听错吧？他居然拒绝了幻影公会的邀请。是啊，他傻了吗？那可是幻影公会啊，加入幻影公会最低级的成员都有过万的月收入。是啊，上万的月收入，在这个世界上也算是高收入人群了。是啊，真是不可思议。难道他是不知道加入幻影公会意味着什么？恐怕就是如此了。看他那脸庞还颇为稚嫩，估计还是个学生。一个学生而已，恐怕还不知道加入幻影公会意味着什么。一阵议论过后，很多玩家最终认为苏晨多半是年纪小，从未听说过幻影公会，因此便直接拒绝了。听见周围的议论，张健也觉得真相恐怕就是周围玩家所说的那样。苏晨年纪小，可能未曾听过幻影公会的大名，因此也不知道加入幻影公会有何好处，因此才拒绝了。这样一想，张健内心又得意了起来。他拿眼睛斜睨着苏晨：“小子，恐怕你还不知道加入幻影公会的好处吧？现在我清清楚楚的跟你说一下，加入幻影公会，你至少每个月能够获得1万块的保底收入。如果你在公会中能够升职，那你的月收入甚至能翻几倍。”说到这里，张健得意洋洋地看着苏晨，继续开口：“怎么样，小子，现在迫不及待的想要加入了吧？”在张健想来，一个这么年轻的小子，在面对这么大的诱惑，根本不可能把持得住，恐怕接下来就会满脸欣喜的答应。周围听到张健话的玩家满脸震惊，他们本来以为幻影公会的收入也就1万而已，可没想到原来升职之后收入甚至还能翻倍，月入好几万，一年也就是好几十万。可千万别网络洗脑了，觉得网上到处都是年入几十万的人，这样的收入其实全国也找不出多少，那只是这个社会上的一小撮人。可想而知，加入幻影公会对一个普通玩家来说，那是多么难得的机会。张健以及其余玩家都在盯着苏晨，等待着这个青年的回答。在他们想来，苏晨肯定是会立马答应。然而苏晨依旧一脸平静：“不好意思，没兴趣，我还有事，先走了。”他没再跟这些人磨叽，那样只是浪费时间。他的时间是宝贵的，1年后游戏就会开始降临现实，他的时间不多了，他必须抓紧时间干游戏。因此苏晨直接就离开了，丝毫没有给张健面子。苏晨身影渐渐远去，而任务大厅众人则是一脸懵。那些玩家完全没想到苏晨面对这么好的条件居然直接拒绝了，而张健被苏晨拒绝之后也是愣了会儿。片刻后他反应了过来，满脸铁青，眼神阴翳：“该死的家伙，居然这么不给我幻影公会面子！”身旁有幻影公会的队员为了表现，连忙问道：“老大，要不要狠狠修理修理这个不知天高地厚的小子？”他本来以为他的这番表现能够得到自家老大的表扬，然而张健狠狠地瞪了他一眼，然后冷冷道：“你个蠢货，这里是任务大厅，不能动手的，这是规矩。甚至不只是任务大厅，整个宗门除了演武台外都是禁止动手的。在整个蜀山剑派，想要动手，那只有向对方挑战，而且对方有权利拒绝，只有双方都同意才能上演武台，不然的话就是违规，会遭受执法堂的处罚。虽然在这任务大厅他们没法动手，不过这个仇他记下了，等以后有机会他定要狠狠教训一下苏晨。苏晨自然不知道这些，如果他知道了也不会在意，几个垃圾罢了，还不配被他放在眼中。等兑换了筑基丹，
他就能达到筑基期。筑基期就可以去刷游戏副本了。除了筑基需要筑基丹外，后面的境界就靠刷副本就能提升上去。这就跟游戏里的经验值一个道理，多刷副本自然就能获得经验值，等级自然也就能快速提上去。苏晨离开任务大厅之后，便径直去了丹药阁。有前世的经验，他自然知道筑基丹的价格，一颗筑基丹需要200点贡献点，这也是他为什么要接那个任务的原因。那个名为除邪的任务奖励刚好便有200点贡献点，完成这一个任务，他就能直接获得足够的贡献点兑换筑基丹了。如果是接其他简单的任务，恐怕需要做好几个任务才能凑齐200点贡献点，这就太浪费时间了。苏晨可不喜欢浪费时间，他要做一个时间管理大师，争取将一分一毫的时间都妥善安排。出了任务大厅，苏晨没多久便来到了丹药阁。这丹药阁中除了有一个看大门的老头外，就没其他人看守了。玩家进去兑换丹药，只需要用身份令牌刷一下，就能兑换里面存放的丹药，这跟刷银行卡购物类似。苏晨来到丹药阁前，看了看门口的老头，还是十分客气的打了声招呼：“长老好。”老头闭目养神，也没搭理苏晨。对此，苏晨不以为意。前世他就是蜀山的弟子，这丹药阁来过不知多少次，自然知道这收阁长老就是这性子。不过，虽然对方是这态度，但自己该有的礼貌的有。苏晨打过招呼，就径直走了进去。丹药阁中摆放着许多品种的丹药，这些丹药都放在盒子里。这些盒子四周上有专门的禁制，弟子们想要购买丹药，只需要将身份令牌放到盒子上刷一下，如果贡献点足够，那么就能直接扣除贡献点，然后盒子便会打开，就能够拿到里面的丹药。第34章修为提升至筑基期。苏晨来到存放筑基丹的位置，这里存放着一排筑基丹盒子。苏晨随意的挑选了一个盒子，站在了其面前，将个人身份令牌取出来后，在盒子上轻轻一刷，叮，支付成功的声音响起，这代表着个人身份令牌中的贡献点已经被扣除掉了。接着苏晨便看见盒盖自动打开，露出一个白色的小瓶子，他伸手直接拿了出来，刚一拿到手里，苏晨就看到了物品属性。物品筑基丹，说明炼气期突破至筑基期必备丹药。脸上浮现出一抹笑意，筑基丹总算是到手了。苏晨没有过多犹豫，准备回到游戏世界的住处就立马服用。至于这筑基丹被取走之后，守阁老人会负责将其补充。苏晨将筑基丹放进个人仓库后，直接回了小竹屋。接着他使用了筑基丹，将丹药吞入腹中，顿时腹内一股股暖流涌动。苏晨连忙催动功法炼化吸收，在床上打坐了一夜过后，修为顺利提升到了筑基期。苏晨也没有感到多惊喜，因为他明白修为提升到筑基期只是一个开始罢了，这个修为只是说明他现在有资格去刷副本了而已。苏晨又调出了个人属性面板，玩家苏晨，天赋风姿卓越，境界筑基初期1500，法力5000，技能剑扫八方，身法太清步，剑法落英剑法，武器蜀山剑，攻击50，防御35，速度20，血量10000。苏晨只是稍微看了看就没关闭了属性面板，对属性他并不怎么在意，这些属性在游戏世界中有用，等以后游戏侵入现实，最有作用的只有修为，修为越高才能在以后的乱世中有自保之力。现在的他才筑基期，还远远不够，他必须要尽快提升修为，至少也要提升至仙级，毕竟前世现实世界中可就已经出现了仙级 BOSS， 而他自己前世也是死在仙级 BOSS 手下，今生那样的情况他绝不允许再发生。苏晨握紧双拳，目光坚毅，必须要卷起来才行。想到这里，苏晨直接下了床，前往了蜀山附近，将蜀山附近的野怪刷了个遍。苏晨的目的也只是测试一下现在的实力而已。现在的他达到了筑基期，普通野怪对他的加成已经不大，就算刷再多遍普通野怪，也依旧提升不了多少修为。只有刷那些筑基期以上的野怪 BOSS 才能提升他的修为。不过苏晨倒是懒得去找那些野怪 BOSS， 普通野怪1个小时刷新一次，野怪 BOSS 则是1天只能刷新一次。去刷野怪 BOSS 太慢了，还不如去刷副本。副本可以一次又一次的刷，根本不用考虑今天将副本中的 BOSS 打死了就没得刷了的情况，哪怕你1天刷上100次都可以。当然了，
一天也不可能刷那么多次，因为一个副本筑基期的玩家想要通关，至少需要一个团队一起刷几个小时。只有非常熟悉副本的玩家才有可能单人去刷一个副本，一个团队去刷都需要几个小时，可想而知单刷有多困难。不过这些情况不在苏晨的考虑之内，因为苏晨对副本无比的熟悉，副本中的 BOSS 的技能以及走位打法他都非常熟悉，因此苏晨有能力去单刷副本。想到这里，苏晨便没有过多犹豫，直接打开了游戏光幕，点开副本选项。在这个选项中，玩家能够看到有什么副本是解锁了的。然而在看到副本暂未开启几个字之后，苏晨也是一阵愕然，然后他想了起来，无尽仙途的游戏副本将会在正式公测之后才更新，现在根本就没法打副本，而游戏公测得1个月之后，在这1个月时间，苏晨就算再想刷副本也没有办法，因此苏晨只能等1个月时间。不过这1个月倒不是什么也做不了，副本暂时刷不了，可以去刷野怪 BOSS。 在蜀山脚下有一个地方叫做十里溪谷，而这里便有一只野怪 BOSS 叫做青灵鹰。青灵鹰乃是一只实力位筑起中期的野怪 BOSS， 并且还拥有很厉害的手段，其绝招叫做冰天雪地，它能喷出蓝色冷气，将被喷到的一切冻结。如果玩家被它的冷气喷到，恐怕当即就会变成一座雕塑。不过苏晨倒是并不畏惧，虽然那青灵鹰是筑基中期，但它也是筑基前期。虽然筑基前期比起中期来说相差了一个小境界，但这对苏晨来说却是不足为虑，因此苏晨也没有过多犹豫，当即就下了山。很快就来到了十里溪谷，这里溪水清澈，芳草萋萋，翠绿的柳树随风摆动，鲜红的桃花娇艳的盛开。而这里之所以叫做十里溪谷，则是因为数十条小溪都在这里汇聚，最终形成了一个巨大的湖泊。在湖泊上，一只青色的巨鹰在湖泊上方盘旋，不时地发出阵阵鹰鸣声。这正是苏晨此行的目标——青灵鹰。打这只怪的方法，苏晨自然知晓。玩家只需要出现在那个湖泊之上，便会遭受青灵鹰的攻击。现在苏晨已经是筑基期，已然可以御空飞行。不过御空飞行的时间不长，苏晨直接飞身而起，朝着湖泊飞去。随后他降落到了湖泊上面，双脚轻踩在湖泊之上，就仿佛是站在平地上一般。苏晨现在已经是筑基期，这样的手段自然不难做到。而此刻在湖泊上方的青灵鹰也发现了苏晨，他顿时一声轻鸣，朝着苏晨飞扑而来。他身长5米，那巨大的黄色鹰喙发射出丝丝寒光，如果被他的鹰喙啄到，想必肯定会受到不轻的伤害。苏晨太轻步发动，直接避开了这一击。青灵鹰的鹰喙直接啄到了湖面，一击不成，他身形再次飞起，升至高空，接着俯冲而下，一对锋利的鹰爪直接抓来。第35章准备薅羊毛。苏晨取出蜀山剑拿在手中，准备迎接青灵鹰接下来的进攻。青灵鹰速度很快，凭借俯冲，他快速来到了苏晨面前，一对锋利的巨爪朝着苏晨的脑袋抓来。苏晨脚踏太轻步躲开攻击，一剑劈在青灵鹰身上，20伤害点从青灵鹰身上冒出。与此同时，苏晨也看到了青灵鹰的属性，名称青灵鹰，修为筑基中期，法力7000，技能冰天雪地，攻击70，防御45，速度40，血量11000。而苏晨自己的属性，玩家苏晨，天赋风姿卓越，境界筑基初期1500，法力5000，技能剑扫八方，身法太轻步，剑法落鹰剑法，武器蜀山剑，攻击50，防御35，速度20，血量10000。本身青灵鹰境界就比苏晨高，再加上防御点也高，因此苏晨随意劈出的一剑造成的伤害才20点。不过苏晨也不在意，伤害低那就多劈几剑好了。就这样，一人一鹰在湖面上展开一场大战。苏晨施展落鹰剑法，每次青灵鹰攻击过来之后，他便一剑劈在青灵鹰身上，而施展落鹰剑法造成的伤害则为100点。可想而知，落鹰剑法的威力还是很不错的。而青灵鹰则是每次攻击都被苏晨用太轻步给躲开了，这也是因为落鹰剑法以及太轻步消耗法力很小的原因，所以苏晨消耗的法力并不多。一番对战过后，青灵鹰也没有让苏晨掉哪怕一点血，这样的一个结果也是让青灵鹰勃然大怒。
他冲上高空，朝着苏晨喷出一股蓝色的气流，凡是被这气流喷中的湖面，全都冻结成了冰块。不过，苏晨本身意识超凡，而且又有太清步的辅助，再加上苏晨记得这青灵鹰大招的攻击轨迹，因此饶是如此威力巨大的大招，对苏晨造成的伤害也不高，只是有些冷气影响了周围环境，让苏晨缓缓地掉了些血量罢了。那些血量对苏晨来说无足轻重。等青灵鹰大招停顿的间歇，苏晨一跃而起，直接凭空而立，落鹰剑法施展而出，一剑又一剑地劈在青灵鹰身体上。100、100、100、100，青灵鹰的血量快速地下降。他哀嚎几声之后，连忙飞到另一个方位。不过苏晨自然不会放过他，直接追了上去，剑影在天空中飞舞，全部劈在了青灵鹰身上。青灵鹰的血量在快速的掉落，而苏晨自身的法力也在快速的消耗着。虽然太清步跟落鹰剑法不怎么消耗法力，但是御空飞行却是需要消耗法力。不过这也没法避免，这青灵鹰基本上都在天空中，不御空的话很难击中它。每当青灵鹰准备施展大招的时候，苏晨就落到湖面上，在湖面上进行躲避。青灵鹰攻击落在湖面上时，苏晨才能看出来轨迹，那些轨迹是有规律的，这样苏晨才方便躲避他的大招。一番拉扯过后，青灵鹰的血量掉落到了5记剑扫八方的斩杀线，剑扫八方。最后苏晨一剑击杀了青灵鹰，青灵鹰的尸体坠落到湖面上，接着尸体消失不见，原地出现了一堆物品。物品：青灵靴，等级黄级，说明装备青灵靴可增加速度15点。5技万剑归宗，等级地级，说明施展5技凝聚数道剑气，剑气朝着敌方攻去，可造成大量伤害。剑修玩家可学。物品：金光咒，等级地级，说明可攻可防，道修玩家可学。看到这几样东西，苏晨脸上露出喜悦，他没想到这次击杀青灵鹰居然爆出了这么多好东西，尤其是万剑归宗跟金光咒更是地级的物品。要知道在这款游戏中，装备以及武技功法等等级都是统一的分级，分别为天地玄黄以及普通，其中算得上品级的就是天地玄黄，而天地玄黄中又以天级为最高等级，地级为第2档次，以此类推。可见苏晨这次收获有多么巨大。如果让其他玩家得知苏晨拥有这样的爆率，恐怕要妒忌的发疯。这就是苏晨天赋的可怕，居然能够直接提升他的运气，简直逆天。唯一有些可惜的是，金光咒他无法学习，不过胖子倒是可以学，金光咒他可以送给胖子。苏晨将几样东西都收了起来，随后又打开了属性面板。玩家苏晨，天赋风姿卓越，境界筑基初期100-500，法力5000，技能剑扫八方，身法太清步，剑法落鹰剑法，武器蜀山剑，攻击50，防御35，速度20，血量10000。显然第一次击杀青灵鹰给他增加了99点的筑基期修为，以前是筑基初期1%，现在则是成为了100-500。等到修为点数达到500-500，就能够突破到筑基中期。当然了，所有的 BOSS 都是第一次击杀获得的奖励最多，可如果是第2次、第3次，随着击杀次数的越多，获得的好处也就越少。不过蚊子再小都是肉，现在副本还没开启，苏晨也就只能薅青灵鹰的羊毛，再往后1个月的时间，每天都来刷一次青灵鹰好了。苏晨呢喃道。于是接下来每天苏晨都会算好时间，掐点来到10里溪谷，然后击杀一次青灵鹰。几天之后，一个样貌还算英俊男子带着一群人来到了10里溪谷。这人正是李泽楷，幻影公会传说中的会长，一名顶级富二代。他身上穿着一袭白色衣袍，不过在胸口处绣着一把刀。至于他身后的人，有的则是衣服上绣着刀，有的绣着剑。绣着刀的则是代表着刀宗，绣着剑的则是代表着蜀山剑派。2大宗门距离并不远，中间也就隔着一个10里溪谷。第36章，张健要灭了苏晨。李泽楷修为达到了炼气中期，他将刀宗附近的野怪也都刷了一遍。后来他发现再刷野怪提升的修为也很慢，根本没法达到炼气后期，因此为了早点提升到炼气后期，他准备找一些等级高的怪来刷。多方打听之下，他得知了10里溪谷这个地方，而且
他也知得知了，这里有一只筑基中期的青灵鹰。筑基中期这种等级的野怪，远不是他这种水准的玩家能打得过的。因此，他召集了公会里的人，准备一起过来打怪。他的幻影公会目前已经招揽了10来个人，这10来个公会之人，都是来自蜀山剑派以及刀宗。李少，这里就是十里溪谷了。张健十分恭敬地说道。张健是幻影公会的老人了，早就在其他游戏中就加入了幻影公会，后来更是成为了公会的主管。这次无尽仙途内测，李泽楷自然是带上了他一起玩这个游戏，并且还吩咐张健碰到有实力的玩家，可以邀请其加入幻影公会。因此，张健之前才会在得知苏晨完成了一个困难任务后，邀请苏晨加入幻影公会。可是没想到，苏晨居然拒绝了。李泽楷听到张健的话，没有言语，他只是站在原地，目光朝四处扫去。很快，他皱眉，不是说这里有一只巨大的青灵鹰吗？怎么没有？他刚刚四处扫视了一番，结果压根儿什么都没有看见，这让他觉得奇怪。按理说，青灵鹰身形巨大，不可能发现不了才对。张健闻言也是朝着四周看去，同样是没有看到青灵鹰。你们分开找找。张健吩咐一同前来的几人说道。几人遵命散开，在十里溪谷找青灵鹰。几个时辰之后，众人几乎将十里溪谷找了个遍，可依旧不见青灵鹰的踪影。他们回去向张健跟李泽楷两人说了没有找到。李少，青灵鹰是不是躲起来了？张健问道。李泽楷眉头紧蹙，根据我打听来的消息，青灵鹰就在湖泊上空盘旋，不可能躲起来找不到，也许他已经被人击杀了。听到这话，张健顿时有些惊愕，这怎么可能？那可是筑基中期的 BOSS， 除非是一个团队，不然不可能打得过。难道是其他玩家组队过来将其刷了？李泽楷摇摇头，不知道。如果是被人刷了，那只有24小时后才会刷新，咱们明天再来吧。众人散去，他们心里觉得可能是玩家组队把怪给刷了，毕竟凭借青灵鹰的修为，单人不太可能打得过。第二天，李泽天跟张健一行人再次来到了十里溪谷，然而今天他们依旧没有看到青灵鹰，幻影公会众人也只能再次无功而返。第三天，他们过来，结果还是没有看到青灵鹰。李泽楷顿时脸都黑了。今天咱们就在这里等，等到他刷新，我倒要看看究竟是谁在跟我作对。李泽楷冷冷开口。于是一行幻影公会众人直接在十里溪谷等待了起来。第四天，青灵鹰再次刷新，出现在了湖泊上方。而这时候，掐着点的苏晨也已经来到了十里溪谷。他刚一过来，就看到了幻影公会的众人。苏晨愣了愣，他最近每天都会到十里溪谷来打一遍青灵鹰，而他的修为也终于增长到了筑基中期。看到苏晨之后，张健顿时说道：“居然是你小子！”李泽楷看了看苏晨，又看向张健问道：“怎么回事？”听到李泽楷在问自己，张健连忙恭敬地回答：“李少，你之前说看到有实力的玩家可以邀请进咱们幻影公会，我之前在任务大厅碰到这小子，觉得他实力还不错，就邀请他加入咱们幻影公会，结果直接被他拒绝了。”李泽楷点点头，算是明白了，这原来是个不识抬举的小子。苏晨也是没有想到，居然在这里碰到了张健一行人。不过倒也不算多意外，蜀山最近的一个高修为野怪，也就只有十里溪谷的青灵鹰了。想要刷怪升级的玩家，肯定不会错过。原来是你呀！苏晨不以为意地说道。张健回想起之前苏晨的不给面子，就心里愤怒。小子，上次你拒绝加入我们幻影公会，我就在心里发誓，一定要狠狠教训你一顿。上次在宗门内不方便动手，现在这里可不是宗门，你完了。张健语气冷冷地说道。一想到这里不是宗门，可以狠狠教训苏晨一顿，他顿时感到心里一阵痛快。这次他会让这小子知道花儿为什么这样红。一旁的李泽楷并未阻止，他们幻影公会自然不能丢了面子，因此他心里也是很赞成张健的做法。不过自持甚高的他没有发话罢了，他觉得他这种身份发话对付苏晨这种玩家，简直就是丢面子。咱们上，灭了他！张健冲着身边的玩家说道。众玩家点点头，朝着苏晨围了上去，很快便将苏晨围在了中间，防止苏晨逃跑。要是让苏晨逃回宗门，那他们可就没办法教训苏晨了。这种情况一定要杜绝。第37章霸道的幻影公会。十里溪谷，一群人手持刀剑之人将苏晨包围。为首的张健嘴角上扬，可以看出他心情极好。上次苏晨敢当着那么多玩家的面不给他面子，他早就想教训苏晨了。今天
终于在这里找到了机会。桀桀，小子，天堂有路你不走，地狱无门你闯进来。张健非常得意地说道，那副模样仿佛是已经吃定了苏晨。他有这种想法也正常，他们这里有10来个人，分别来自刀宗跟蜀山剑派，并且修为都不低，有几个更是已经达到了炼气中期，而苏晨则只有1个人罢了。在张健想来，苏晨之前能够完成那个困难任务，修为应该已经达到了炼气后期，炼气后期也算是有点实力。不过面对他们这么多人，炼气后期也得隐恨。等今天他们灭了苏晨一次，苏晨的修为必定下降，炼气后期都得降成中期，而这就是得罪他们幻影公会的下场。蔡晓光，打开游戏直播，将今天咱们虐杀这小子的画面给传播出去，让其余玩家知道得罪我们幻影公会是什么下场。张健又吩咐道，在无尽仙途这款游戏中有直播的选项，玩家可以实时直播。不得不说，这还是颇为先进的。直播链接的是无尽仙途官方论坛，开启直播，网友们便能够在游戏论坛里看到实时直播。好的，老大。蔡晓光连忙按照吩咐开启了直播，他取的标题则是胆敢得罪幻影公会，这就是下场。无尽仙途这款游戏现在已经非常火爆，用户数量在这几天激增到了好几千万的地步，因此游戏论坛里也是非常火热。不仅有玩家在论坛里发帖水经验，还有很多非玩家在这里关注这款游戏。此刻这个如此嚣张的标题一出，顿时吸引了一大批论坛里的网友进入直播间。这啥情况？幻影公会是什么？楼上的幻影公会都没听说过吗？那是老牌公会了，在其他很多游戏里都有他们。幻影公会是一个富二代创建的公会，其主要目的是雇人为富二代打装备。听说幻影公会的普通成员都有1万多的月薪。卧槽，玩个游戏加入公会收入都这么高吗？比我工地搬砖收入还高。就是被包围的那小子得罪了幻影公会吧，他完蛋了，肯定要被灭了。在游戏里死掉可是会掉修为的，这小子完了，这段时间的辛苦都白费了。得罪谁不好，居然敢得罪幻影公会。这次幻影公会将灭杀玩家的实况直播出来，就是为了杀鸡儆猴，这是在对其余玩家发出警告。直播间很是热闹，众多玩家涌入直播间观看，在看到那个被众人包围的青年后，都纷纷感到惋惜。幻影公会是出了名的霸道，得罪幻影公会那准没好果子吃。然而游戏世界，苏晨看到众人包围，依旧一脸的平淡，在他的脸上丝毫看不到慌乱。哼，你们幻影公会果然霸道，我只不过是拒绝了加入你们公会，你们就要灭了我。苏晨淡淡开口。张健得意一笑，我们邀请你，那是看得起你，你拒绝，那就是不识好歹。对于不识好歹的人，我们自然要给你点教训。他这话一出，直播间的观众也都明白了前因后果，顿时观众们都看不下去了。我去，原来是这样，这幻影公会也太霸道了吧，邀请别人加入，别人拒绝了就要教训人家，别人拒绝了他的邀请就是不识好歹，这太霸道了。是啊，难道你能邀请，别人还不能拒绝了？这是什么道理？幻影公会一向如此，不过这小子确实有个性，1万的月薪都不要。呵呵，人家玩游戏图个乐子，谁想在游戏世界还被资本剥削啊？是啊，加入他们那个公会，那不就相当于给人打工吗？是吗？你们是不是觉得你们人多就赢定了？苏晨那双眼眸泛着冷冽的光泽，他已经有几分怒了。他只不过是拒绝了幻影公会的邀请，就要被围殴，这些公会的人未免也太过霸道了。苏晨取出蜀山剑，拿在手里，目光冰冷地看着张健等人。今天他定要给这霸道的公会一个深刻的教训。而张健看到苏晨居然还拿出了剑，准备跟他们动手，顿时勃然大怒。小子，你要是乖乖伸长脖子让我砍，这件事还能过去，但你居然还敢拿武器，今天你完了。苏晨嘴角微微上扬，是吗？也许今天完了的会是你们。张健闻言一愣，随后直接笑出声，哈哈哈哈，小子，你以为你是游戏大佬吗？面对我们这么多人，你觉得你还能赢，简直太天真了。其余幻影公会的也是笑出声，在一旁观看这一切的李泽楷也是心里发笑。此刻直播间中，我去，这个叫做苏晨的还挺自信，我觉得他就是嘴硬罢了。确实是嘴硬，他一个还能打10多个，这根本不现实，人家一人一个平 A， 估计他就死翘翘了。我觉得可以理解，都被这么多人围攻了，反正死定了，要是我也放一番狠话。对对对，反正横竖都是一死，还不如死的硬气点。
我觉得他这太不明智了。要是以后幻影公会看见他一次杀一次，那他修为一直都提升不了。所有网友都认为苏晨这是嘴硬而已，不过这也正常，被10多个人围攻，连逃跑都做不到，也就只剩下嘴硬了。这个小子恐怕待会儿就会被杀，然后滚回宗门全复活。游戏世界面对众人的讥笑，苏晨手持蜀山剑不再言语，他不想跟这种人再多费唇舌。第38章，苏晨战力震惊全网。面对这种在游戏中横行霸道之人，他最好的做法就是给他一个终生难忘的教训。看到苏晨不再言语，张健脸色一冷，不识抬举的狗东西！兄弟们，上！苏晨不再说话，直接一跃而起，跟众人拉开了距离。他并不是想逃，面对这些人，他光使用落阴剑法就能解决。毕竟，他跟这些幻影公会的成员根本不是一个量级的存在，他只是准备拿这些人试一试万剑归宗的威力。然而，他这一行为让张健以为他想逃。小子，现在想逃，晚了！兄弟们，进攻！接着，便看见一道道武技朝着苏晨袭来，刀气、剑气纵横。显然，这些幻影公会的人直接使用了武技。众人都觉得苏晨完蛋了，因为刀气剑气很密集，苏晨根本躲不掉，会在这些攻击下被轰得连渣都不剩。就在幻影公会众人以及直播间众人觉得尘埃落定之时，只见苏晨身体四周直接出现一个透明圆罩，将他包裹其中。纵横的刀剑之气在斩到那透明圆罩之后，统统被阻挡了下来。而在透明圆罩中的苏晨更是一根毛都没有伤到。怎么可能？张健惊呼，所有人下巴都差点没惊掉，直播间也是一片惊呼。我去，这怎么可能？这是怎么回事？他周身似乎有一层护盾，那些刀剑之气斩过去全被他护盾挡了下来，太不可思议了！这是灵气外放，是筑基期玩家的手段，我也是之前凑巧从 NPC 那里知晓的。筑基期玩家，这是怎么回事？修为如果只是炼气期就能够外放灵气来保护自身，你可以理解为武侠小说中的真气外放。原来是这样，我去，这才多久他就筑基期了？我都才炼气初期，我天天干游戏也才炼气初期圆满，距离中期都还差一点。游戏世界，张健等幻影公会的人都傻了，他们完全没有想到会是这样一个结果。他们这么多人一同施展的武技居然都被挡住了。李泽楷站在不远处，也是瞳孔微缩，他的内心也极不平静，显然也是没想到会是这样一个结果。而苏晨在看到众人的震惊，也是不以为意，他淡淡开口：接下来该我了。他身体离得而起，凌空而立，手中蜀山剑高高举起，万剑归宗。顿时在他周围出现了上百道由剑气凝结的剑影，那景象极为惊人。张健等人在看到那上百道剑影后，顿时亡魂皆冒，胆战心惊，心里一股无法对抗的感觉。这还是人吗？然而苏晨没有理会这些人的震惊，手中蜀山剑一挥，去！顿时数百道剑影朝着幻影公会的众人飞去。幻影公会众人只觉得被锁定了一般，无法逃离，他们连挥舞着刀剑阻挡，然而一切都是徒劳的。数百道剑气纵横，直接将幻影公会众人切成了碎片，原地掉落一地的灵石以及装备。因为蔡晓光负责直播，所以站一边没有加入战斗。游戏直播是以直播玩家的第一视角展开的，因此蔡晓光幸免于难。不远处的李泽楷因为没有动手，所以苏晨也没斩他，他们二人幸免于难。苏晨毫不客气地将地上的灵石捡走。在游戏中，玩家死亡不仅会掉修为，身上的装备、灵石等还会随即掉落，而苏晨爆率本就很高，因此他收获了不少灵石。至于装备，都是些垃圾装备，他压根儿瞧不上。收完战利品，苏晨冷冷地看了蔡晓光跟李泽楷二人一眼，滚！二人连忙灰溜溜地离开了。这里发生的一切都被完完整整地直播了出来，直播间一片安静。随后网友们激动了起来，我擦，这也太强了吧，这伤害太高了，一个武技就将10几人切成了碎片，这伤害不科学，太强了，太强了，这位是真大佬啊！幻影公会这次踢到铁板上了，一人单挑一个公会，牛逼啊！恐怖如斯。蔡晓光跑了一会儿才想起游戏直播还没关闭，他连忙将直播关闭了。而一旁的李泽楷则是面色阴沉，他们幻影公会这次丢脸丢大发了。他双拳紧握，心里发誓一定要将场子给找回来。
他有整个公会的人帮忙打装备，他就不行。他修为提升不如这个叫苏晨的玩家。至于被苏晨一个大招斩杀的张健等人，则是从宗门的复活泉水里重生复活了。原本炼气中期的他，修为直接掉成了炼气初期，就连原先打的灵石装备也掉了不少，这顿时让张健一阵肉疼。这次亏大发了，苏晨，我与你势不两立。张健愤怒咆哮，而苏晨则是不会去管这些人的想法，他现在就筑基中期了。等无尽仙途的游戏副本开放后，他修为提升只会更快，根本不用担心这些人能追上他，只要够卷，谁也别想追上他。苏晨收完战利品后，又刷了一遍青灵鹰，不过啥东西也没爆，修为点数也只加了1点。看来青灵鹰已经被倭豪突了，再刷它也没多少作用了。接下来他就等游戏副本开放了。苏晨在想着这些的时候，外界无尽仙途论坛中直接炸了。我擦，牛逼啊！幻影公会10几人围杀一名叫做苏晨的玩家，结果被对方一个武技反杀。漫天的剑影，这才是修仙啊！我说苏晨是无尽仙途第一高手，没人有意见吧？太强了，苏晨 YYDS。 众多的帖子出现，甚至帖子中还有直播时的录影片段。那片段正是苏晨凌空而立，周身成百剑影环绕，接着一剑将幻影公会众人击杀的视频。所有玩家看到无不倒吸一口冷气。第39章前往学校退学遇熊孩子。接下来的一段时间，视频依旧在发酵，越来越多人知道了这场大战。那些已经在玩无尽仙途的玩家们纷纷感叹，我去，他都可以凌空虚度了，这得多强啊！牛逼啊！原来修为提升之后还能飞，能飞不是很正常吗？很多网游中角色不都可以飞吗？本来就是一款修仙游戏，能飞确实是再正常不过了。苏晨太牛逼了，幻影公会都敢干掉。喜乐见闻啊，幻影公会牛逼惯了，这下被杀，修为肯定掉一大截。早就看幻影公会不爽了，只是没实力跟他们对战，这下好了，苏晨替我完成了我的梦想。已经在玩这款游戏的玩家们多是在讨论幻影公会以及游戏心得之类的，而也还有很大一部分人没有玩这个游戏，还在观望跟关注。毕竟这游戏的价格不低，入门级别的一个头盔都要近5万块，这确实不是一般人能负担得起的。就算很多能负担的，也不会这么轻易的就花钱购买。有一批正在观望又有钱购买的网友，此刻看到苏晨跟幻影公会大战的画面，终于都心动了。这就是游戏画面啊，好真实啊！这环境，这质感，简直就像是现实世界似的，没有任何游戏能比得上。这游戏是个虚拟现实游戏，据说是精神力进入了游戏中，那岂不是相当于玩家就在游戏世界中了？本来还想观望的，毕竟5万块不是个小数字。这下好了，不用观望了，我要立马去买，我也要立马买。现在我迫不及待的想要玩游戏了。网上议论纷纷，苏晨跟幻影公会大战，间接带动了无尽仙途这款游戏冲上了热搜榜第1，将什么王峰发哥，什么小鲜肉踩缝纫机，什么顶流 PC， 什么女明星当小三之类的热搜统统给踩了下去。无尽仙途成为了全网最具讨论的话题，无数了解了这款游戏又有能够购买的网友们都魔掌擦拳，跃跃欲试。当然了，也有很多想玩游戏但却没钱的网友遗憾不已。为了玩游戏，甚至工地上报名搬砖的人数都剧增。而造成这一切的苏晨，则是已经来到了学校。他之前又向辅导员申请延长了假期，不过假期又用完了，而且辅导员已经说了，让他尽快去学校报到，不然就要处分他了。因此，苏晨终于不得不前往学校。而这次，他前往学校也是准备办理退学。接下来，他要把时间都花在刷副本升级上面，毕竟时间已经很紧迫了，只有1年时间，游戏就将逐渐开始一步步的降临现实。到那时，玩家们就将成为一个真正的修仙者，种种手段让人匪夷所思。一些忽然获得能力的普通人，沉醉在这种实力中无法自拔，甚至会做出很多践踏规则的事。世界的权力、财富都将重新洗牌。然而，这还只是初期，玩家获得游戏修为带来的改变。后面，就连游戏中的 BOSS 都将降临现实。到那时，整个世界将陷入绝望之中。唯有获得仙级的修为实力，方能有真正的自保之力。因此，现在的苏晨自然不会再浪费时间在上学上面。京城大学确实是整个大夏国数1数2的学府，可是那又怎样？后面
想要获得财富跟权力，靠的可不是学历，而是实力。实力越高，那些财富跟权力唾手可得。苏晨乘坐地铁前往京城大学，此刻他正坐在公交上思考这些。而就在这时，坐在苏晨身边，一个被大人抱着的小孩正在大喊大叫的：“赛罗奥特曼，迪迦奥特曼，我是光，变身，铠甲勇士，帝皇铠甲，哇呜！”小孩声音很大，整个地铁上的人此刻都皱起了眉头，看了看那小孩。那是一个中年妇女，抱着孩子，小孩大概6、7岁的样子，手中拿着一个奥特曼，一个铠甲勇士玩偶。众人皱皱眉后，也没人多说什么。大家觉得小孩调皮，也都比较包容。而苏晨就坐在小孩旁边，小孩的叫声刺得他耳膜疼。不过，他倒也没跟小孩计较。然而，他不计较，却不代表着事情就这样结束。小孩大喊大叫了一会儿后，开始用脚去踢苏晨。苏晨今天穿着一条白色休闲裤，被小孩这么一踢，直接在他白色休闲裤上踢出灰色的印子。苏晨皱着眉，伸手拍了拍。然而，他刚刚拍完，那小孩又踢了过来，刷刷几脚，又将他白色的休闲裤踢得全是灰印。苏晨眉头皱得更加厉害了，他再次伸手拍掉，嘻嘻嘻，那熊孩子仿佛是玩上瘾了似的，竟然笑了起来，这次直接拿鞋底踩在了苏晨裤子上，一个鞋印清晰地出现在了苏晨裤子上。苏晨看了旁边坐着的中年妇女一眼，然而发现这中年妇女竟然一点儿要管管自家孩子的意思都没有。苏晨唰地站起身，直接站在了中年妇女身前，眼眸之中升起一抹冷意。他之前退让隐忍包容，换来的却是熊孩子的得寸进尺，而那么过分的行为，这中年妇女居然都不管，这让苏晨无法再忍受。大妈，你家孩子你不知道管管吗？你看看将我裤子弄成什么样了。苏晨指着自己裤子上的鞋印开口说道。大妈愣了愣，她也是没想到居然有人在找自己麻烦。她看了看苏晨裤子上的鞋印，丝毫不以为意。不就是不小心踢了你几脚吗？至于一副咄咄逼人的样子吗？看你样子还是个学生吧。尊老爱幼的传统美德学到哪儿去了？中年大妈一副市侩泼辣模样，丝毫不觉得自己孩子有错。中年得子的她对自己这个小妖宝贝的紧，几乎是百依百顺，因此她压根儿就没有去教育自己孩子的打算，反而是在教育苏晨。第40章，苏晨准备退学，胖子大吃一惊，不小心踢了几脚。你确定是不小心踢了几脚吗？苏晨对这中年大妈无耻的程度给震惊到了。刚刚你家小孩就在那儿大喊大叫的，这我忍了也就罢了，可是他居然用脚踢我，前几次我没管，自己伸手将灰尘给拍了，后面他得寸进尺，直接那鞋给我裤子踩了个鞋印，并且还得意的在那儿笑。苏晨冷冷看着中年大妈，你管这叫不小心？那我是不是给他2个大嘴巴子，我也是不小心。中年大妈将熊孩子放到一边，气势汹汹地站了起来，她双手叉腰，鼻孔朝天，一副泼妇模，你敢？那模样无比的嚣张，仿佛苏晨根本拿他没办法似的。这顿时让苏晨无语了。如果是1年后，他拥有了游戏中的修为跟手段，肯定狠狠教训这大妈一顿。可是现在他还真没手段来教训，于是只能用言语来跟大妈 PK。 不过苏晨自认为自己语言方面也不弱，因此他直接开口嘲讽道，呵呵，你这教育孩子的方法以后能教育出个什么来？估计只能教出一个社会蛀虫，垃圾。之前我们家附近有个孩子就是这样，被大人家长溺爱骄纵无礼，长大了成为了个杀人犯，最后将他自己一家人都给杀了。大妈听到这话顿时气急败坏，你胡说八道。接着他直接一屁股坐在地上，手捂着脸假装哭泣，我的命怎么这么苦啊，带着孩子坐个地铁还要被没素质的年轻人欺负啊。儿啊，都怪妈没本事啊，不是达官贵人，否则别人哪敢这么欺负咱们母子。我的命太苦了。中年女人一边哭一边还冲着地铁里的乘客喊冤，你们评评理啊，哪有这么欺负人的？而此刻周围那些人都实在看不过去了。有一个中年男人说道，人家小兄弟说得很对，孩子小时候如果不教好，长大了那多半就废了。在我老家有一个邻居，他老来得子，对孩子非常溺爱，后来你们猜怎么的？中年大妈一听老来得子，顿时问道，怎么了？老来得子这情况跟他自己一模一样，因此他自然十分关心这个话题。唉，中年男人叹息一声，后来这孩子不学无术，
初中就辍学了，跟着一群青年瞎混，成天跟老两口要钱。他家里本来就不富裕，很快老两口就没钱了。可是这个儿子不依不饶，依旧要钱。可是老两口养老的钱都被他花光了，根本拿不出来。他们那儿子直接抽出一把刀，将老两口给捅死了，身上起码捅了上百刀啊！中年大妈听见这话，顿时吓了一跳。之前苏晨说的那些，她并不相信，可现在说这些的跟他一样是个中年人，这顿时让他相信了，同时心里产生一阵害怕。自己儿子不好好教育，将来不会成罪犯吧？这位老哥说的对啊，这种情况很多。又一位中年妇女开口了，在我老家街上有一个开电器店的，就卖冰箱、电视、洗衣机那种店，也是一对夫妻，他们有个儿子，也是因为太过溺爱了，儿子不学好，上学的时候就成天跟着那些不务正业的小混混瞎混，在学校啊打架斗殴、逃课抽烟，这些都是信手拈来啊。然而这还不算最严重的，你们猜后来这孩子怎么了？中年大妈有些忐忑地问道。怎么了？此刻的他哪里还有之前骄横跋扈、泼妇骂街的气势，被这些人说的心里忐忑不安。这位妇人继续道，后来这孩子染上了地瘾，不仅将家里钱花得七七八八的，最后还因为注射过多违禁品直接死了。啊！中年大妈直接惊呼了一声，心里惶恐不已。她要是再像之前那样带孩子，不会也走上这些路吧？想想她就不寒而栗。她连忙从地上站了起来，然而周围人见她害怕，顿时兴奋了起来，一个个的都给中年大妈讲自己身边的故事，听得中年大妈那叫一个胆颤心惊。最后在某一站的时候，中年大妈抱着儿子连忙惊慌失措地走了。苏晨心里则是冷笑不已，如果以后这中年大妈还不知道管教熊孩子，等游戏降临现实，必定惹出事端。那时候哪怕是在地铁上大吵大闹，说不定都能被某位修为高的修仙者给施展一个手段直接灭了，这也无可厚非。那时候很多玩家获得游戏中的修为后成为了修仙者，很多人自然不会再将这些凡人看在眼里。有些极端的人，你只要胆敢触怒他们，他们可能并不介意伸根手指头将你灭了。这就跟耳边有只蚊子一直嗡嗡嗡，你肯定将其拍死一个道理。蝼蚁而已，抬手可灭。苏晨跟地铁上那几个帮忙说话的道了谢，没多久他便到站出了地铁。步行了一会儿，苏晨来到了京城大学。走进京城大学，这里似乎依旧没有什么改变。操场上有一对情侣在牵手散步，篮球场上身材高大的男生们在挥汗如雨，这一切显得平静祥和。学校食堂小炒窗口前面座椅处，苏晨跟胖子两人此刻相对坐。苏晨过来的时候就跟胖子说过，两人约好一起吃午饭。苏晨是准备将退学的事情告诉胖子，毕竟胖子是他最好的朋友，因此这件事自然的说一声。胖子很快端来了一盘盘炒菜，这小炒窗口是单独炒的菜，有时候如果学生吃腻了大锅菜，便可以到这里打打牙祭。没多久，菜上齐了，3菜1汤。苏晨拿起筷子夹起一块红烧肉吃了一口，缓缓开口道，胖子。胖子疑惑地抬起头看着苏晨，橙子怎么了？橙子是胖子给苏晨取的外号。我准备退学了，苏晨轻轻说道。然而胖子闻听此言，顿时大吃一惊，他那张大脸上满是惊愕。怎么好好的想要退学了？第41章，何老师，我是来退学的。胖子完全无法理解，要知道他们上的可是京城大学啊，在整个夏国，京城大学跟华清大学是最顶尖的大学，家里的家长从小教育孩子，说的都是好好学习，以后争取上京城大学或者华清大学。就算是偏远农村，那些没有上过学的人都知道京城大学跟华清大学，可以说只要你考上了这2所大学中的任意一所，那足以是能光宗耀祖，令所有人佩服的存在。因此京城大学跟华清大学也是很多人梦寐以求的高等学府。可现在苏晨居然说要退学，胖子心里的震撼可想而知。我准备专门玩，无尽前途。苏晨淡淡开口。胖子微微瞪大了眼睛，嘴巴张得大大的，嘴里的饭都掉了出来，落到了饭桌上。可想而知，苏晨这个理由让他何其吃惊。胖子以为苏晨是家里碰到什么困难了之类的，所以想要退学。然而苏晨居然是想退学玩游戏。要知道
他们上的可是京城大学啊，这可不是什么野鸡大学。要是野鸡大学，那退学玩游戏他也能够理解。可是为了玩游戏，居然放弃京城大学，这让他怎么都理解不了。片刻后，胖子从惊愕中回过神来，他连忙伸手摸了摸苏晨额头，奇怪，这也没病啊。胖子嘀咕了一句，随后认真看着苏晨，橙子，你确定没开玩笑？显然，胖子还是觉得难以理解，苏晨怎么会想着退学去玩游戏呢？无尽仙途是很好玩，游戏也很真实，可是那始终只是一个游戏啊，并不是现实世界。从京城大学退学就为了去玩游戏，这不是有病吗？面对胖子这举动，苏晨顿时有些哭笑不得。胖子，我是认真的。胖子还是不太理解，能告诉我为什么吗？咱们已经是最后一年了，很快就要实习，接着毕业了。毕业了，你想怎么玩游戏就怎么玩，为什么非得急于一时呢？面对胖子这询问，苏晨也不知道该怎么解释。毕竟，就像胖子说的那样，他们只有1年就毕业了。可是，时间紧迫，也就只有1年了，因此，他自然无法等到毕业。要是真等到毕业，那什么都完了。他想的是，在这1年时间内，尽可能的提升游戏中的修为。等1年后，游戏停服，修为反馈玩家时，才能遥遥领先。要知道，在游戏中提升修为可是很快的。等到游戏完全降临现实，那时候想要在现实中提升修为，可谓是千难万难。因此，苏晨自然是想要尽可能的在游戏中将修为往上提。不过，这一切他自然无法跟胖子解释，毕竟他不可能说游戏1年以后会开始逐渐降临现实吧，根本不会有人相信。而且，他重生的事情也是不能说的。如果他真要那样说，他敢肯定，别人一定会将他当成一个精神病。因此，苏晨思考了一会儿道：“我觉得玩这个游戏还是挺有前途的。你忘了，我之前问你借了2万，不是很快还你了吗？那钱就是玩游戏赚的。”停顿片刻，苏晨继续道：“随着这游戏越来越热，到时候光是卖装备都能赚很多钱。当一个职业玩家还是很有前途的。”胖子沉默片刻，他知道苏晨说的也是事实。无尽仙途这款游戏会越来越火爆，如果专职玩这游戏也是一个不错的出路，而且来钱可能还很快。想到这里，胖子终于点点头，好吧，你说的也确实有道理，当职业玩家也很有前途。胖子没有再劝苏晨，既然自己兄弟已经做了决定，那他支持就好了。只不过，如果让胖子自己去退学玩游戏，那是万万不可能的。两人吃完饭后休息了一阵，等到下午教职工上班时间，苏晨来到辅导员的办公室。苏晨的辅导员叫何冰，是一名不到30岁的男子，戴着个金丝边框眼镜，整个人显得温文尔雅。苏晨记得，前世游戏中的各种妖魔降临后，何冰死在了京城爆发的一次兽潮中。在那次兽潮中，何冰被妖兽的巨口直接咬成了2截，可以说死状极为凄惨。看到苏晨到来，何冰看了看他，脸上带着一抹笑意：“哟，你小子终于知道来了，家里的事情处理得怎么样了？”本身就只有不到30岁的他，自然跟苏晨这种大学生相处起来没什么隔阂。而且何冰为人还挺不错，性格也比较好。一般班里的学生有什么事需要请假的，何冰也很爽快，甚至是请假出去约会的，他都能答应。所以班上的同学还是很喜欢这个辅导员的。苏晨回过神来：“何老师，我这次来学校是想跟你说一件事的。”听到苏晨这话，何冰笑着道：“哦，不会是还要继续请假吧？”作为辅导员，何冰知道平时学生们可没什么事会找到自己，基本上找到自己那都是请假之类的事。苏晨有些尴尬地摸了摸鼻子，他确实请假请得够久了，不过他这次来可不是请假的，而是来退学的。想来待会儿何冰知道他的来意后，恐怕也是很难理解吧，毕竟连胖子都好久才接受了苏晨的理由。不过退学这件事还是要办的。面对何冰的询问，苏晨摇摇头：“何老师，我这次来不是请假的，我是来办理退学的。”这话直接让何冰愣了愣，随后反应过来，惊呼道：“什么？你是来退学的？”此刻办公室里其他辅导员们也是纷纷看向何冰这里，显然他们也很好奇，居然会有人退学。要知道这里可是京城大学啊，京城大学那是什么存在？
那是整个夏国数一数二的学府，可以说，从这里毕业，那基本上都能有一个光明的未来。因此，几乎从来没有发生过学生退学的事情。第42章，苏晨沦为全校反面案例。今天忽然听见有个学生说要退学，这自然是件稀罕事，所以纷纷停下手里的工作，朝着苏晨这边看了过来。辅导员何斌此刻有些懵，他再次问道：“你小子再说一遍，你是来干啥的？”他现在有点怀疑，刚刚是不是听错了？不会有人真的打算从京城大学退学吧？不会吧？苏晨也没理会办公室众多辅导员的目光，他平视着何斌，淡淡开口：“何老师，我是说，我今天来是准备退学的。”何斌微微张大了嘴巴，一时间不知道该如何回答，显然是被震撼的不轻。片刻后，何斌深吸了一口气：“苏晨，你知道你这是在说什么吗？”苏晨点点头：“何老师，我知道。”何斌作为辅导员，自然是不愿意看到苏晨退学。他觉得苏晨可能是一时间脑子短路了，所以才会做出这般决定。作为辅导员，在这个时候有必要将学生给劝回来，这就是作为辅导员的职责。苏晨，走，咱们到外面好好聊聊。何斌带着苏晨来到了外面走廊，准备好好谈谈心。而办公室中的其他辅导员们看见苏晨跟何斌离开后，立马议论了起来：“这学生是不是疯了？居然想要退学！”“就是啊，咱们这里是什么地方？是京城大学啊，可不是什么野鸡学校。只要从这里毕业，那未来肯定能有一个好前途。难道是因为家庭发生什么变故了？不知道，反正我觉得再怎么的也得毕业吧。”“对啊，也就只有1年时间就毕业了，不知道这时候退什么学？谁知道呢？也许脑子短路吧。”办公室外，何斌关切地问道：“现在给我说说吧，为什么想要退学？”苏晨犹豫了一下，还是将给胖子的那番说辞说给了何斌听。何斌听后一阵的无语，他在心里本来是猜测苏晨是不是家里发生了什么变故才想要退学，比如父母重病住院，必须去赚钱给父母治病之类的。他想到了很多种可能，然而一种都没跟真正的原因沾边。苏晨想要退学的真正原因，竟然是要回去玩游戏。他刚刚听说后，眼珠子都差点惊掉下来。为了玩游戏，居然要从京城大学退学，这种原因如果说出去，估计所有人都会觉得苏晨疯了。苏晨，你要想清楚了，这可是京城大学啊，从这里毕业，未来前途不可限量，这远非玩游戏能比的。而且你考上京城大学肯定也不容易。然而苏晨态度依旧坚决：“何老师，谢谢你的好意，不过我真的不准备上学了。”唉，见苏晨铁了心的想要退学，何斌叹息一声，他继续说道：“既然你这么坚持，那咱们就先去填一些退学资料吧。不过这些资料我暂时不往学校里提交，等你后悔了可以回来。”见苏晨想要拒绝，何斌连忙说道：“这是为了你好，你想想，要是你家里人知道你退学去玩游戏，他们得多难过。”听见何斌这么说，苏晨想到了在家里种地的叔叔婶婶，自己考上京城大学，可以说一直是他们的骄傲。如果他们得知自己退学去玩游戏，那一定接受不了。想到这些，苏晨也就接受了何老师的好意。何斌不愧是一个负责的辅导员，尽职尽责，一心为了学生好。谢谢何老师。苏晨开口道了声谢，他在心里决定，等以后京城大学发生受潮，他会帮何斌一把，至少不让何斌像前世一样被妖兽咬成2截。何斌自然不会知道，他今日的善举竟然会在日后救了他一命。他只是拍了拍苏晨的肩膀，不再说什么，带着苏晨进办公室，弄好了退学所需要的手续。弄好了这些后，苏晨再次向何斌道了谢，随后迈步离开了办公室。而就在苏晨刚刚离开，办公室里那些本就好奇无比的辅导员们，顿时一个个都开口询问了起来：“何老师，这位同学为什么要退学？”“就是啊，明明都快毕业了，怎么就忽然准备退学了？他是不是家里面发生什么变故了？”“是啊，如果是家里发生什么变故了，咱们可以召集全校师生来给他募捐啊。”众辅导员们七嘴八舌地说道。何斌无奈地摇摇头：“谢谢各位老师了，不过这学生家里没发生什么事。”“没发生什么？那他为什么退学？”何斌解释道：“他退学是准备回去玩游戏。”何斌此言一出，顿时办公室安静了片刻，所有辅导员们都惊愕不已。“何老师，你没开玩笑吧？这位学生退学居然是准备回去玩游戏？”一名辅导员不确定地看着何斌问道，其余人也都盯着何斌，等待他的回答。何斌刚才说的那些对他们来说简直难以想象，居然有学生退学就为了
回去玩游戏？这是京城大学啊！考上京城大学，那可以说是家里面的无上荣耀。可是，居然有学生为了玩游戏要退学，这不是脑子短路是什么？何冰点点头，确实是这样。见到何冰再次确认，办公室顿时沸腾。我去，真的为了玩游戏退学啊？这莫不是个傻子不成？这学生疯了吗？这可是京城大学啊，就为了个游戏就要退学，这未免太离谱了吧？今天该召开班会了，我得在我带的那几个班上好好说一说这件事。是啊，我也得拿这件事好好教育一下学生们。众位辅导员议论纷纷。晚上，班会召开，那些辅导员们纷纷讲起了今天苏晨做出的这件事。苏晨俨然成为了全校的反面教材，变成了案例。因此，几乎全校很多学生都知道了，有一个大4的学生居然退学回去打游戏去了。这顿时让全校都议论纷纷。这个叫做苏晨的，是不是疯了呀？退学去玩游戏，笑死！他咋想的呀？简直太傻逼了！这可是京城大学啊，他居然为了玩游戏退学，疯了！没想到咱们京城大学还有这种傻逼。第43章，李曼在打苏晨房子的主意。京城大学，很多人都在好奇，这个退学去玩游戏的傻叉究竟是谁？因为好奇，所以很多人跑去打听。因为当时苏晨退学被很多辅导员看见了，所以打听退学之人并不困难，很快便被有心之人打听出来了。那个退学去玩游戏的就是工程系的苏晨。听说了吗？那个从京城大学退学去玩游戏的傻逼就是工程系的苏晨。你听说了吗？那个退学玩游戏的叫苏晨，是工程系的。我知道咱们学校那个退学去玩游戏的人叫啥了，叫苏晨，是工程系大4的。那个退学玩游戏的是我们工程系的，简直羞于与他一个系，太傻叉了。很快，苏晨这个名字就传遍了整个京城大学。这件事越传越厉害，几乎惊动了整个学校。只因大家纷纷被苏晨的行为震撼到了。这个苏晨简直蠢货一个呀！退学去玩游戏，不知道咋想的。这样的人，我真的怀疑他当初究竟是怎么考上京城大学的。他以为他是大仙啊，可以靠游戏功成名就。想法很美好，现实很残酷。等着看吧，后面有他哭时候。虽说之前苏晨登上过热搜，但是《无尽仙途》这款游戏离普通学生还是太遥远了。毕竟一个头盔就差不多5万块，可不是学生能消费得起的。因此，京城大学并没有多少人关注《无尽仙途》。就算关注这个游戏，也不会有人将《无尽仙途》第一高手跟苏晨联系到一起。因此，整个学校除了胖子外，几乎都是在嘲笑苏晨的。这件事闹得沸沸扬扬。在京城大学的李曼跟张成2人也很快的得知了此事。晚上，李曼跟张成相约漫步在学校后山小道上，这里离宿舍楼很远，因此晚上很少学生会到这里来。2人丝毫不用担心彼此之间的谈话会被听到。这个苏晨还真是个傻叉，没有选择他，果然是对的。李曼在张成面前开口讥讽的说道：上次苏晨没有卖房给他钱，他到现在还在记恨呢。那次就是因为苏晨没答应卖房给他钱，所以他不得不重新去找了一个富豪，并且答应做那个肥头大耳富豪的地下情人，这才得到了几万块，买了游戏头盔。他认为都是因为苏晨，害他没有第一时间玩上《无尽仙途》这个游戏，从而间接导致了他在游戏中修为很拉胯，很垫底。他将这一切都归咎到了苏晨身上。至于张成，同样对苏晨恨得牙痒痒。上次苏晨没有卖房拿钱给李曼，这导致他同样没游戏玩。后面还是他问自己家里骗了几万块钱才买上了游戏头盔。如果不是苏晨，那么他也就不至于找家里要钱了。不得不说，李曼跟张成2人确实非常般配，尤其是论无耻来说，简直同一个水平。这也难怪2人能走到一起。亲爱的，既然已经无法从苏晨身上捞到好处了，那干脆直接跟他提分手吧，狠狠地打击他一番，让他怀疑人生。张成这般提议道。李曼想了想，还是摇摇头，还是先不要这样做，毕竟他那里还有一套房子，我再试试看能不能将那套房子给搞到手。显然他依旧还是对苏晨父母留下的那套房子没有死心，而那套房子在他看来也正是苏晨最后的价值。如果能够将那套房子搞到手，那么就可以让苏晨滚蛋了。那套房子也就是苏晨最后的价值。张成想了想，
也觉得李曼说的有道理。毕竟，苏晨父母留下的那套房子有50来平，在京城这个寸土寸金的地方，还是能值不少钱的。亲爱的，你说的有道理，苏晨也就剩下这么点价值了。等将他那套房子搞到手，就把他踢掉。现在我毕竟名义上还是苏晨的女朋友，这个时候还是应该给他打个电话，表示一下关心才对。李曼说道。随后两人都笑了起来。很快的，李曼便拿起手机给苏晨拨过去了一个电话。苏晨这2天并不忙，因为游戏公测才会开放副本，距离公测还有几天时间。这几天苏晨也就是进去刷一下怪，随后便退出了游戏。他也是难得的享受着这清闲时光。等游戏公测后，他就没得闲了，那时候他就得整天刷副本，提升游戏中的修为。因此李曼电话打过去，苏晨立马就看到了。待看到手机屏幕上李曼2个字时，苏晨皱了皱眉，没想到又是李曼这个碧池打来的。自从上次李曼打过来电话之后，苏晨便将原本亲昵的备注修改成了李曼本名。如果不是为了好好整治李曼，苏晨估计早将其拉黑了。这碧池他光是看见电话都感到恶心，稍微调整了一下厌恶的心情。苏晨接听了电话，魏小曼，怎么了？苏晨这番话让他自己都觉得恶心。不过毕竟还没跟李曼闹翻，这戏该演还得演。苏晨，听说你退学了，有这回事吗？是啊，我确实退学了。这件事我没跟谁说啊，你是怎么知道的？苏晨故作惊讶地问道。其实究竟怎么回事，他心里清清楚楚。今天他去找辅导员退学，可是被很多其他辅导员看见了的。这种事肯定很快就传开了。李曼听到苏晨这话，心里顿时嘲笑苏晨果然是个蠢货，不过却装作一副关心的语气。这件事学校里传得沸沸扬扬的，我听到退学之人叫苏晨，因为关心你，多乙就连忙去打听了这件事，结果果然是你。呵呵，小曼，谢谢你的关心。苏晨在电话里真诚地感激道。我们之间哪里还需要说这些？李曼这样说了一句，然后话锋猛然一转。苏晨，我爸还在医院，需要做手术呢。我知道你爸妈给你留了一套房子，我想问问你，能不能把房子卖了，把钱借给我？你放心，等我有钱了，一定会还你的。李曼眸光微微一闪，心里冷笑，有钱了一定会还，不过有没有钱还不是自己说了算。第44章，李曼再次气急败坏。李曼这话题转得让苏晨都愣了愣。丫的，这本来毫不沾边的2件事，李曼这是硬转啊！差评！苏晨心里吐槽着，同时他也再次见识到了这女人的无耻。上次2人都已经谈崩成那个样子了，这次李曼居然还能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来肖想他的房子，这无耻程度再次刷新了苏晨的认知。果然，没有最无耻，只有更无耻。苏晨心里冷笑一声，漆黑的眸子微微转动，心里便升起一个想法。小曼，苏晨话语结结巴巴，装作犹豫。果然，听见他的语气，李曼连忙问道：怎么了？是这样的，我这次退学其实是并不是玩游戏，那只是一个借口。其实真实的原因是，我婶婶的娘家弟弟开车发生了车祸，他是拉黑客的，车祸死了几个乘客，现在急需赔偿一大笔钱。你也知道，我是被叔叔婶婶带大的，我自然要帮忙。所以，听苏晨说到这里，李曼没忍住，出声打断了他的话。李曼声音都尖锐了几分，他尖声道：所以你已经把房子卖了，给你那个婶婶拿去给他弟赔偿了？李曼一直都在打苏晨房子的主意，此刻听见苏晨这么说，自然就绷不住了，甚至都懒得在苏晨面前装淑女了，声音尖锐又刺耳。苏晨还将手机拿远了一点，免得刺得他耳膜疼。是这样的，没有理会李曼那近乎咆哮的尖声语气，苏晨淡淡开口。他这一番话顿时将李曼给气得不轻。要知道，他可是一直在肖想苏晨的那套房子，可不知道怎么了，苏晨最近似乎变聪明了。上次他说父亲病了，苏晨还千方百计的想要证实这件事的真实性。上次2人的谈话可以说也是不欢而散。这次他再次提及房子的事，想要从苏晨这里将房子捞到手，结果没想到苏晨居然已经将房子卖了，还是卖了给婶婶的娘家人拿去赔偿。这顿时让李曼怒不可遏，他一直肖想的房子就这么没了。这想到于是，到手的鸭子飞了。毕竟在他心里，他早就将苏晨的那套房子当成了他的个人资产。至于苏晨话里的真实性，他丝毫没有去怀疑过。毕竟
苏晨就算再蠢，也不至于从京城大学退学，就为了玩游戏，这不合理。家里发生了变故，这个理由才显得合情合理。李曼的脸色已经变得很是难看。本来苏晨对他很好，甚至舍得为他花钱，他这才将苏晨当成了一个不需要任何代价就能提款的 ATM 机。而且苏晨又有一套房子，将来毕业了也能找个好工作，他一直能在苏晨身上捞好处，因此才一直吊着苏晨。可是现在苏晨钱没了，最有价值的房子也没了，就连京城大学学生这个身份也没了，以后注定只能打螺丝、端盘子、搬砖之类的。这种人要钱没钱，要前途没前途，已经没有丝毫价值可言，甚至连一块鸡肋都算不上。想到这些，李曼声音渐冷，既然如此，苏晨，我现在通知你，我们分手吧。在李曼想来，苏晨听到这话一定会死皮赖脸的求他别分手，然后他再毫不留情的讥讽一番，冷漠的将其踢掉，让苏晨怀疑人生。现在苏晨身上一点价值都没有了，还不踢掉留着过年，这不是他李曼的风格。然而他想象中苏晨死皮赖脸的求他别走的情况并没有发生。电话里传来苏晨淡淡的声音，哦，接着他便听见了嘟嘟声，电话被挂断了。这样的情形跟李曼想的完全不一样，这使得李曼愣了愣。片刻后，为什么会这样？苏晨难道不应该死乞白赖的求我别抛弃他吗？他怎么这么平静？李曼有些怀疑人生，难道怎么了？一旁的张成问了一句。刚刚李曼跟苏晨两人的通话，他没有开免提，因此具体的张成并不知晓。是这样的，刚刚李曼将刚刚发生的一切一五一十的跟张成说了。刚刚苏晨这态度这么平静，你说他是不是从来没有爱过我？李曼怀疑般问道。张成笑了笑道，这自然是不可能的，他肯定爱你爱得发疯，不然之前怎么会给你花那么多钱？我想他之所以听你提分手那么平静，多半是装出来的，他心里绝对犹如千刀万剐般难受。而正是因为他太爱你，觉得他现在没资格跟在你身边，所以才故意表现得那么平静的。爱到深处是成全，我想这会儿他肯定心碎成了无数片。听见张成的想法，李曼这才又重新自信了起来。亲爱的，你说的没错，真相一定就是这样的，能让人爱到无法自拔，这让他很有成就感，因为这充分证明了他的魅力。既然已经将他踢了，就别想他了，他不过就是一个舔狗，一个屌丝而已。咱们还是回去玩游戏吧，游戏中有钱人多的是，说不定你还能认识一个富二代，那可比苏晨强多了。张成说道。李曼眼睛一亮，你说的对，张成跟李曼两人不过是那种床伴关系罢了，因此张成丝毫不介意李曼出去勾搭男人，相反的，他还希望李曼多勾搭几个有钱人，只要李曼给他花钱就行了。苏晨将李曼的电话给删了，他脸上洋溢起一抹笑意，李曼跟张成这两人他可不会那么简单就放过，只不过以后有的是机会整治，他现在并不着急罢了。他要让李曼跟张成这两人一点点的失去一切，目前他可没工夫搭理这两人，他现在最重要的就是刷游戏提升修为。接下来的几天，苏晨依旧每天进游戏刷怪，很是清闲。至于他退学这件事，则是很快传到了其他学校了。在京城大学附近的京大青鸟是最先知道这件八卦的。苏成轩算起来乃是苏晨的堂弟，苏晨的爷爷跟苏成轩的爷爷乃是兄弟。第45章游戏公测副本更新。因为这一层关系，从小苏成轩就被拿来跟苏晨放一起比较。不过苏晨是那个榜样，是骄傲，是别人家的孩子，而苏成轩则是那个不成器的。高中毕业，苏晨700分考入京城大学，而苏成轩则是只考了200多，最后进入了京城大学附近的一所野鸡大学，也就是京大青鸟。可以说苏成轩被家里的亲戚嘲笑了不知多少次，他觉得这一切都是因为有苏晨这块珠玉在前，否则他也不至于被嘲笑这么久。这次他听说了京城大学的苏晨退学之后，立马就激动了起来。经过打听，他终于确定了京城大学那个退学的苏晨就是他那个从小就优秀的堂弟。这样的一个结果让苏成轩兴奋无比，这么多年他终于也有机会能够嘲笑苏晨了，这简直不要太爽。苏成轩忽然想到1个月之后就是他自己的生日，而那时候学校已经放暑假了，
到那时可以将苏晨邀请过来，狠狠地嘲讽一番，除这些年积累的怨气。想到这里，苏成轩情不自禁的就笑了起来。成轩，你一个人在那儿笑啥？笑得那么猥琐。同寝室的舍友打趣道。苏成轩心情好，也不生气，他笑了笑回道：没事儿，就是看见了一个好笑的事。距离咱们最近的京城大学，你知道吧？舍友点点头，这当然知道了。京城大学怎么了？我有个堂弟就考上了京城大学，不过他前2天居然为了玩游戏退学了。啊，就为了玩游戏从京城大学退学，这是疯了吗？舍友满脸震惊地说道。这也难怪他震惊，京城大学可是整个夏国数1数2的国家，能考进去那可以说是相当不容易。从这学校毕业，未来前途不可限量，至少都能找一个很好的工作。那所学校是他们这种野鸡大学学生无法想象的。可是现在有人为了玩游戏居然退学。寝室里的其余舍友听见2人谈论这件事，也好奇地记入了进来。我也听说了，这件事都已经震撼了整个京城大学了。像咱们这种野鸡大学的都不会愿意退学去玩游戏吧？你们说这些高材生们脑子里都在想些啥？不知道，可能读书读傻了吧。听见舍友们的讨论，苏成轩心情非常好。终于苏晨也成为了别人口中鄙夷的对象了，这让他有种扬眉吐气的感觉。而此刻苏晨自然不知道，他已经成为了很多人茶余饭后的话题，甚至只要说起他，那些人都觉得他傻。不过苏晨就算知道了也不会在意就是了，他向来不会活在别人的看法中。他退学只是为了尽快提升游戏中的修为罢了。经过这些天的时间，无尽仙途今天正式公测了，同时还更新了好几个游戏副本，而游戏官方也通知了，首通副本普通难度的玩家以及团队能够获得3倍经验值，首通中等难度的能够获得5倍经验值，首通困难难度的能够获得10倍经验值，首通炼狱难度的则是能够获得100倍经验值。因此很多玩家都跃跃欲试，甚至已经有玩家去刷副本去了。游戏官方论坛中，很多玩家都在讨论这件事。游戏更新副本了，这副本要求玩家至少需要筑基期修为才可进入。首通的奖励非常丰富啊，普通难度都是3倍经验值。现在已经有部分顶尖玩家达到了筑基期，那些玩家也去了游戏副本，可是哪怕是普通难度，目前都没有人通过。幻影公会组建了一支精英队伍去刷普通难度的活死人城，结果团灭。目前开放的副本难度对玩家来说都太大了，也许是因为大家都还没找到规律，等攻略出来我再考虑去刷。是啊，现在实力不行，还是别去找死了，要是死了可是会掉部分修为甚至装备的。玩家们在议论。不过苏晨此时却是又来到了天元城，因为所有的副本入口都在天元城外。最近这一段时间，苏晨的修为终于达到了筑基中期巅峰，他一直在等待副本开启，只有刷副本修为提升才是最快的。而在苏晨等待副本开启的这一段时间，也有部分玩家实力达到了筑基期，在副本开启之后，便有不少玩家抢先去试水，因为谁都想首通副本。不过哪怕他们是刷的最普通难度的副本都被团灭。副本刚开始的时候，很多人都找不到刷副本的办法，连 BOSS 都没见到就被小怪给团灭了。因此到目前为止没一个人通关。苏晨虽然没有第一时间进入副本，他也不慌，因为他知道前期基本上不会有玩家能通关，只有以后慢慢的找到副本的规律，配合好才能通关。所以苏晨不怕有人抢了首通，首通只可能是他的。通过传送阵来到天元城外，苏晨很快便看到城门外围了不少玩家。这些玩家围着的是一个虫洞模样的通道，这正是副本活死人城的通道。有没有人一起组队刷普通难度活死人城的？多去刷几次，也许咱们就能找到刷副本的方法。虽说死了会掉修为，但如果能够得到首通的翻倍经验，也是值得的。是啊是啊。就在众人议论时，在副本通道旁的复活点，一群人出现在了复活点中。这复活点也是副本更新后诞生的，这是为了方便通关失败的玩家能更方便的再刷副本。毕竟如刷副本死了在宗门里复活，那还得再来天元城，这太麻烦了。所以游戏还是很人性化的。这些人一出现在复活点，玩家们顿时便围了过去。怎么样，找到一些规律了吗？副本里面都有哪些内容？里面有什么 BOSS 的弱点找到了吗？第46章，他疯了吗？居然单刷炼狱难度副本。
刚刚从复活点复活的一个中年男人无奈地摇摇头，他的脸上露出一抹苦笑。我们哪里知道啊，我们进去活死人城，连第一关都没有通过。是啊，太难了。第一关会出现密密麻麻的活死人，这些活死人伤害很高，如果被他们包围，玩家根本无法突围出来，能被这些活死人给活活耗死。听到这些人的话，所有玩家不禁倒吸一口冷气。我的天，原来这么难。那有谁能通关呢？目前根本就没人能通关吧？是啊，只能等以后修为提升高了才能考虑通关吧。可是怎么提升修为啊？当修为提升到了筑基期后，就很难通过刷怪提升修为了。想要提升修为，就只能刷副本。可修为如果不提升上去，又无法通关副本，这简直就是一个死循环。应该还是能通关的，只不过现在所有玩家还没找到里面的方法罢了。就在众人议论时，便看到一名英俊潇洒的青年已经来到了副本入口处。众玩家看到那英俊青年来到副本入口后，便开始在副本入口处的光幕处点了起来。这光幕很多玩家都知道，这是副本选项，通过这选项可以选择副本以及副本难度，还有模式。模式分为单人模式、团队模式。挑选完毕后，便能够进入对应难度选项的副本。众多玩家只看见那个英俊的青年直接挑选了活死人城单人模式，接着难度挑选了炼狱级。这顿时让众多玩家惊骇，这小子疯了吗？他居然选单人模式，而且一上来还是炼狱级别的难度，太嚣张了吧？他难道不知道这副本有多难吗？简直疯了！一群人议论纷纷。之前刷副本失败的中年男人看到这一幕也是愣了愣，随后便是一阵的无语。小子，你知道这副本多难吗？就算是组队刷最简单的模式也很难通过，你还去刷单人炼狱？中年男人提醒道。苏晨淡淡地睨了中年男人一眼，就像你所说的，普通难度也通不过，那我就干脆看看炼狱级别的难度究竟是什么样的，长长见识，不行吗？中年男人神情一致，苏晨这么说似乎也没什么毛病，反正选普通难度结果也是一样的。苏晨没再多言，接着径直走进了副本通道。而就在这时，外面有玩家认出了苏晨。啊，他是无尽仙途第一高手苏晨。这名玩家惊出声。那些不知道苏晨大名的纷纷诧异，苏晨是谁？无尽仙途第一高手，这是什么时候传出来的名头？是啊，我怎么不知道无尽仙途有第一高手？而那些想起苏晨名头的纷纷惊讶，原来是他，他究竟是谁啊？有些玩家还是不清楚苏晨的身份，好奇地问道。那些知道苏晨的便当即为其解惑道，苏晨，他之所以号称无尽仙途第一高手，那也是网友封的，主要原因是1个月前苏晨曾跟幻影公会起冲突，最后幻影公会10来个高手在10里溪谷碰到了苏晨，幻影公会当即决定教训一下苏晨，准备在那里将其灭掉。可是没想到苏晨一个人直接一个大招将幻影公会的人全部秒杀了。当时便有网友猜测，苏晨的修为比幻影公会的人高出一个大境界，否则不可能做到一个技能灭掉整个幻影公会的精英。听到科普，很多玩家也是想起来了苏晨。之前苏晨灭幻影公会精英的时候，那画面被直播了出来，直播时的片段在游戏论坛里面引起了很大的热度。原来是这位狠人啊！不过他难道不怕刷副本死亡掉修为吗？毕竟这游戏修为提升可太难了。不知道，就算他是游戏大佬，可是想要单人刷炼狱级别的副本，那也绝无可能吧。很多玩家也是纷纷赞同这位玩家的看法。苏晨虽说很强，可是炼狱级别难度的副本，而且还是单人，这根本不可能通过。我觉得他很快就会死掉出来。我认为他第一关估计都通不过，可能几分钟后他就灰溜溜的出来了。没有人看好苏晨，也没有人觉得苏晨能通关，因为通关在现阶段非常困难，一个团队都无法通关普通难度的副本，他们自然就不认为苏晨一个人能通关炼狱级别的副本了。在人群中，一名模样清秀的女子看向一旁一名绝美女子，顺着模样清秀女子眼神看去，她身旁的那名女子脸上薄纱遮住下半张脸，因此只能看见她一对远山黛眉，一双好看的丹凤眼中有一对清澈明亮的眸子。她身材高挑，玲珑有致，站姿仪态更是堪称完美，光是气质就远超所有女玩家。模样清秀的女子问道：如月姐，你觉得这个苏晨能够撑过副本的第一关吗？绝美女轻笑一声，声音宛如风铃般悦耳。这我哪里知道，我只是人，又不是能预测未来的占卜师傅。唉，清秀女子叹息一声，有些垂头丧气，也不知道
什么时候能出现能通关的大佬。他们在这里等待的原因，就是因为他们想要通关普通难度的活死人城，因此守在这里打听副本信息，最好是能够直接获得一些刷副本时的经验之类的。柳如月笑了笑，揉了揉清秀女子的头，别丧气，这副本肯定是能通关的，只是现在玩家对副本的摸索还不够，没找到方法罢了。就在外面热议的时候，苏晨已经进入了副本活死人城。这个副本属于纯粹的刷怪副本，在无尽仙途中，副本分为纯粹的刷怪副本以及故事类副本。有些副本玩家刷怪时还会伴随着一些剧情故事。此刻的苏晨正站在一处石门口，接着副本进入倒计时，10、9、8。苏晨知道倒计时结束，石门里面就会涌现出一大波活死人。他取出蜀山剑拿在手里，直接守在门口处。这一关最好的位置就是石门这里，那些活死人都将会通过石门出来，如果守在门口，便能够避免陷入被包围的境地。有些不清楚的玩家在这一关直接进入到石门里面的空地上，四面八方出现的活死人就会将其包围，活死人密密麻麻，无穷无尽，玩家基本上不可能活下来。第47章第一关通过，副本通道外所有玩家震惊。可是只要退到这个石门外，就能够避免被活死人围攻，从而镇守住这一关。这一关限时半小时，这半小时对玩家来说非常重要。现在的玩家装备普遍不行，因此必须利用好这半小时。游戏每一关的路上都能够提升攻击力，而想要提升攻击，就需要击杀足够的小怪。在副本中击杀小怪可以获得分数，这些分数可以用来提升在刷副本时的攻击力。现阶段玩家装备、修为等都不行，必须依靠副本中提升攻击的机制，只有将攻击力加到1000左右的时候，伤害才是最高的。在刷副本时还能配置一个副本天赋，比如赏金猎人，可以让玩家刷怪时获得的分数大幅度增加。再比如极速冷却，可以快速的冷却玩家的武技。不过苏晨进来的时候配置的是极速狂热，极速狂热这个天赋可以让玩家在刷怪时获得怒气值，怒气值满了之后，玩家可以有一段时间可以无视技能冷却、法力消耗，在极速狂热期间可以无限次的使用武技。第一关倒计时结束，石门里是一块空地，这空地被围墙包围，从围墙上不停的有身穿古装的活死人从围墙上进入空地，接着四肢僵硬的走向了苏晨镇守的石门处，他们想要从这里冲出来，将守在石门口的苏晨给撕成碎片。这些活死人脸色铁青，嘴角挂着干涸的鲜血，甚至有些脸都腐烂了，模样看起来极为恐怖。他们伸着干枯的手抓，张牙舞爪的朝着苏晨扑过来。落阴剑法，苏晨守在石门口，施展落阴剑法，将一只只练气息的活死人给斩杀。还好这里是游戏，这些活死人被斩杀之后便消失不见，否则这石门口可能都堆不下这么多尸体。活死人中不时的还会出现几只练气后期、身材高大的变异活死人，不过这对苏晨来说并没有威胁。苏晨继续施展落阴剑法，将一只只活死人斩杀。在他身前不远处的空间中，一个圆形图标出现，极速狂热。这个图标亮起，这代表着这个刷怪时的副本天赋被激活了。来得好，苏晨心里微微一喜。这个天赋图标亮起，代表着他在这图标冷却前可以无限制的施展武技。剑扫八方，苏晨一剑横扫，一道剑气横扫而去，在石门处挤得满满当当的活死人直接被全部击杀，石门处顿时空旷了起来。不过很快又有无数的活死人扑了过来，将石门通道塞满。万剑归宗，无数道剑气组成的剑影朝着石门通道飞去，石门通道中的活死人再次被清空。不过再也就几秒钟的时间，通道再次塞满。剑扫八方，万剑归宗，剑扫八方，万剑归宗，剑扫八方，万剑归宗。一连施展了好多次技能，极速狂热天赋消失不见。苏晨再次重新使用落阴剑法斩杀活死人。苏晨继续守在石门处，挥舞着手中的剑斩杀活死人。这第一关是刷分最容易的地方，因此苏晨准备在这里刷上20分钟。20分钟后，苏晨趁着极速狂热天赋触发时冲入了石门内，几个武技施展出来，苏晨便将空地处清出了很大一块空旷之地。趁着活死人还没围过来时，苏晨立马来到了一扇青铜门旁，
在这旁边城墙上有一个手掌印模样的东西，这就是青铜门开启的开关。苏晨自然知道怎么开启，他直接将手放在了上面。青铜门开启中，开启进度 5%， 开启进度 15%， 开启进度 35%， 开启进度 55%。 在这时，那些活死人从围墙上不停掉落下来，很快就已经又快要来到苏晨近前。剑扫八方，万剑归宗。苏晨直接施展出2个武技，因为不是在急速狂热触发期间使用的，所以苏晨的武技直接陷入了冷却期。不过苏晨并不担心，这一关过去之后便有补给站，可以用刷怪刷来的分数提升攻击，还可以用分数来补充消耗的法力。法力补充满后，武技自动重置，不需要再等武技冷却。这2个技能用出之后，苏晨面前又被清空了，这再次为他争取了时间。开启进度 65%， 开启进度 75%， 开启进度 95%。 活死人们再次围了过来，很快就要再次将苏晨包围。而就在这个时候，开启进度 100%， 青铜门开启。苏晨连忙施展太清步冲了进去。在青铜门开启之后，活死人便没有源源不断的从围墙上掉下来了。不过之前出现的那些还是朝着苏晨扑了过来。苏晨也没慌张，施展落阴剑法，将剩下的这最后一批活死人斩杀。自此，第一关的活死人全部被消灭。第一关结束，苏晨来到补给站，先是将法力补充满，然后将获得的分数全部用来提升了攻击力。而就在苏晨做这些时候，外界那个副本通道旁的光幕上，此刻显示出了苏晨刷副本的实时进度。活死人称，难度炼狱，玩家苏晨，进度 30%。 这个副本进度是苏晨在通过第一关后出现的。再个进度一出现，顿时有玩家看到了。你们看，光幕上显示副本进度了。有玩家惊呼，其余玩家闻声看去，果然光幕上显示了信息，那是正在刷副本的玩家信息。 30%， 这进度说明他通过第一关了。天啊，这怎么可能？居然通过第一关了，太牛逼了！一个人单刷炼狱难度居然通过第一关了，太强了，果然不愧是无尽仙途第一高手。第48章，那小子都能通关 30%， 我皇族公会定能全部通关。你们觉得他能够闯到第几关？外面的玩家们此刻话题又转到了苏晨能到第几关上面。我感觉应该就止步第2关吧。是啊，能闯过第一关他已经很强了，他证明了他的实力。看这游戏进度，估计一共就3关吧。这可是炼狱级别的难度，第2关顶破天了。确实应该止步于此了。玩家们基本上都觉得苏晨只能止步第2关。而就在玩家们讨论苏晨究竟能到第几关时，又有一群玩家来到了副本通道。让一让，让一让，皇族公会组队刷副本来了。不远处传来一道声音，听见这个声音，众人回头看去，只见一行10人大刀阔斧地走了过来。皇族公会？这又是哪个公会？有玩家询问道。这也是一个老牌公会了，同样是经常出没在各大网游中。没想到皇族也进了无尽仙途，这个公会也是一个挺有实力的。在玩家们议论时，皇族公会已经来到了副本通道口。皇族公会的队长此刻看了看通道入口的光幕，看来这副本难度应该不大，就连炼狱级别的副本单人都能通关 30%。 为首男子开口说道，他是皇族公会的会长。此刻他心里升起一抹不屑，之前他就听说游戏副本很难，就连幻影公会打普通难度的都团灭了，现在看来不过是玩家们以讹传讹罢了。幻影公会团灭，只能说明幻影公会去刷副本的队伍实力不行，而他们皇族今天来的可都是公会里的精英，炼狱级别的难度都有单人能通关 30%， 那如果是他们皇族，多半直接就能通关。这样想着，他直接选择了起来。他同样选择了炼狱级别的难度。会长，炼狱级别难度会不会太大了？这时候，一名公会里的玩家看见会长的操作后，疑惑地问道。他们这次来，本来说好是刷普通难度的，可是没想到会长现在居然选择了炼狱难度，这会不会有些太不自量力了？别人单人都能通关 30%， 这说明这炼狱级别的难度应该也不大。而且我们可是一个团队，只要我们齐心协力，肯定能通关的。会长嘴角微微勾起，脸上满脸的自信。听见他这么说，那名公会中的玩家仔细一想，觉得会长说的有道理。他们皇族公会可是一个很有实力的公会，这次来的玩家
是公会里修为最高的成员，基本上他们都达到了筑基初期。这样的修为，难道还不能通关一个副本吗？会长继续选择，很快就创建了团队模式的炼狱级副本。接着，皇族一行人进入了副本中。那些在副本外看戏的玩家们，此刻也是有些愣了愣。今天刷副本的人胆子还真的挺大啊！皇族居然也选择了炼狱级副本，也能理解炼狱级副本的首通奖励是最丰富的，而且加的经验值也是最多的。难道这副本真的不难？看见炼狱级的副本连着2次被人进入，玩家们甚至都产生了一种炼狱级也不难的错觉。你们觉得皇族能到达第几关？有玩家问道。刚刚那个苏晨都能通过第1关，我觉得皇族应该能通过第2关吧。说不定皇族真的能通过整个炼狱难度副本呢。刚刚那一批人估计是皇族的精英，说不定还真有可能。我们也可以试试，要知道首通可只有1个，如果能够拿到，修为肯定能提升超多。是啊，万一首通了呢？咱们炼狱级别不行，可以挑战普通难度吧。这样议论着，很快便有不少玩家现场组了队，进入了普通难度的副本中。一旁那名清秀女子看到后，又望向了那名气质绝佳的女子。如月，咱们要不要上？要是晚了，就拿不到首通了。柳如月摇摇头，咱们再看看。我觉得不会那么简单的。那行吧，咱再看看。没多久，那些挑战普通难度的玩家便挑战失败，在不远处的复活点复活了。靠，太难了吧！一个普通难度的都这么难，那密密麻麻的活死人简直太恐怖了，被包围住，根本就无法突围啊！一群在普通难度副本中死亡的玩家纷纷吐槽，他们没想到，一个普通难度的副本居然都那么难。这些玩家基本上都只学会了一个垃圾技能，伤害有限。他们可不像苏晨那样，又是剑法，又是武技，又是身法的。这些玩家基本上也就获得了一个普通武技，没有剑法这种能持续使用的，他们进入副本后只能凭 A， 造成的伤害有限。而且他们不知道在石门那里打，都是进入石门里面的空地上打的，很快就被源源不断的活死人包围了，然后就是团灭。很快的，几队刷副本的玩家全部团灭出来了。这次亏大了，死亡后我的修为掉了几十点。我也是，这修为可是好不容易才提上去的啊！我的心好痛，这真的太难了。玩家们一片哀嚎。没多久，复活点处，皇族的一行人也出现了。他们同样没能通过哪怕第1关，直接就死在了活死人的包围下。皇族会长脸色铁青，再也不见之前自信的模样。他又看了看副本通道外面的光幕，结果他发现了一件让他更加无法接受的事情，那就是之前那个单刷炼狱级难度的苏晨居然还没有出来。这怎么可能？那小子一个人居然能撑这么久。其余玩家们也是有些震撼，尤其是那些刚刚进过副本的玩家，他们可是知道这副本究竟有多变态，进去几乎是分分钟就死了。他们还是组队的，可是那个单刷的苏晨居然还没死，光幕上显示的进度条还在，这说明苏晨还在副本中。如果玩家死亡，那进度会直接消失的。在玩家们震撼的时候，此刻的苏晨正站在了墙角一块石头上。此刻在他身前是密密麻麻眼睛泛着红光的僵尸狗。第49章炼狱难度副本进度 70%。 这些僵尸狗是从附近的几个洞里冲出来的，密密麻麻，无穷无尽。如果是其他玩家看到，估计会头皮发麻。一个团队只要配合不好，甚至都会被咬死。单人除了苏晨这种知道通关方法又有实力的外，其余人根本就无法单刷。如果是团队，那么刷这一关就是每2人负责一个洞，将冲出来的僵尸狗全部击杀，避免他们跑出来。因为这些僵尸狗一旦跑出来，玩家就会陷入被包围的境地，被咬一口都要掉不少血。如果被包围，结果可想而知。单人想要通关，只能退到角落，也就是苏晨现在所站的石头上，然后毒面这些僵尸狗。苏晨已经做好了准备，现在的他在第1关时已经刷分提升了自己的攻击力，因此现在他的攻击力是很可怕的。随着10秒倒计时的结束，顿时四面八方响起了狗吠声，汪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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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汪，光是听见这声音就让人有种头皮发麻的感觉。当然了，苏晨不会，前世他不知刷过多少次这个地图了，自然不会再恐惧。他站在石块上严阵以待。不一会儿，
从四面八方冲出来黑压压的一群僵尸狗。这些僵尸狗浑身漆黑，眸子亮着血红色的光芒。如果是胆小的玩家，甚至是那些有密集恐惧症的玩家，看到这一幕，估计能被吓死。苏晨手持蜀山剑，施展落阴剑法，将一批批涌过来的僵尸狗击杀。等到副本中的天赋急速狂热触发后，苏晨当即施展武技，剑扫八方，跟万剑归宗，直接将一大片僵尸狗击杀。苏晨也不着急，就这样在这里刷了10分钟，趁着急速狂热触发时，他杀出一条血路，一只手放在了这一关的手掌印上，另一只手则是依旧在释放着武技。很快，门开启，苏晨走了进去，穿过一条通道，苏晨进入了一处府邸院子里。院子里有一个凉亭，凉亭中摆放着一口血红色的棺材，看起来极为恐怖。很快，棺材从地上升了起来，棺身冒着璀璨红光。紧接着，轰！棺材盖飞了出去，一只身穿官服、浑身鲜红、嘴里有着长长獠牙的僵尸飞了起来。他双脚离地，双手僵硬地平伸着，一双眼睛赤红如血，透着无穷的森寒。苏晨一剑劈了过去，随后苏晨看到了这只 BOSS 的属性，名称：前朝僵尸，境界：元婴期，法力40万，攻击500，防御350，速度90，血量61万。毫无疑问，这僵尸的血量非常厚，而且修为等级也非常之高，远非现在的苏晨能比的。不过，苏晨之前已经有用刷怪的分数提升了攻击，对这只 BOSS 还是能造成不俗的伤害的。否则的话，这只僵尸就算站在原地让他打都不会掉血，毕竟等级相差太多了。所以，想要伤到这只僵尸 BOSS， 就需要在前面关卡的时候刷分，用刷来的分增加攻击，这样才能对这只僵尸 BOSS 造成伤害。苏晨没有磨蹭，上前直接施展落阴剑法，连续不断的劈在僵尸身上。40、30、20、40，一连串的额伤害点数在僵尸身上冒出来。苏晨已经将攻击增加到了900加，可是依旧只能造成这样的伤害，可想而知，这炼狱级别难度的 BOSS 有多么难打。当然了，还有一个原因是，苏晨现在自身修为不高，而且武器也比较低级。蜀山剑只是蜀山人手一把的入门武器，造成的伤害自然没有那么可观。如果他现在能够使用之前打青灵鹰爆出来的水寒剑，那伤害绝对能提升不少。只不过，那把水寒剑需要金丹期玩家才能使用，因此苏晨只能慢慢打了。不过，所幸的是，他知晓这 BOSS 的攻击手段，能够躲避大部分的攻击，不用担心会死亡。现在，苏晨唯一不确定的是，他自己现在的装备跟修为能否在规定时间内将这个 BOSS 击杀。如果无法在规定时间内击杀，那么这次副本还是会挑战失败。这自然是苏晨不愿意看到的，因为他抓紧一切时间，不浪费一丝一毫，手中的剑不断劈在僵尸身上。等到急速狂热被激发，他直接源源不断的释放武技打在僵尸 BOSS 身上。僵尸 BOSS 被苏晨激怒，吼！他仰天咆哮一声，随后召唤出了数十只小僵尸。苏晨脚踩太清步，将这些小僵尸的仇恨都拉了过来。随后他按照逆时针方向周围，小僵尸们都十分有秩序，整齐划一地追着他。苏晨一边走位一边打，期间僵尸 BOSS 双眼还射出红色的光线，不过早已经知道诡计的苏晨轻松地一一躲过。现在的他有身法，又知晓 BOSS 的攻击规律，自然能很轻易地躲过僵尸 BOSS 的技能。僵尸 BOSS 召唤出来的小僵尸被苏晨打得越来越少，没一会儿，小僵尸便被苏晨全部击杀了。接下来没了干扰，苏晨专心打僵尸 BOSS， 虽然造成的伤害不多，但是随着时间过去，这伤害叠加起来还是很可观的。尤其是当急速狂热的天赋被激发后，苏晨手中的武技跟不要钱似的朝着僵尸 BOSS 砸去，这伤害就十分可观了。僵尸 BOSS 头顶上的血条以一个肉眼可见的速度下滑，而就在苏晨刷着活死人城中这个副本的 BOSS 时，副本外面已经是一片哗然，所有玩家脸上都露出了震撼的表情。皇族公会则是既震撼又妒忌。苏晨刷副本的进度条已经来到了 70%， 这也就说明苏晨可能即将通关。我滴个乖乖，这可是炼狱难度啊，居然刷到 70% 的进度了，这未免也太强了吧。这个苏晨不会直接通关炼狱难度吧？要是能通关，那可是10倍经验，而且单刷获得的基础经验本就比团队刷高出10倍，再加上手通的10倍，这相当于是一个团队正常刷副本的100倍啊！
要是他能够通关，修为恐怕直接暴涨。第50章，国民女神柳若雪。是啊，要是能够通关，他修为将遥遥领先众人。太牛了，这就是无尽仙途第一高手的实力吗？玩家们议论着。听到他们的议论，皇族会长脸色铁青。我不相信他能通关，这可是炼狱级难度，最后副本里肯定会有一超级 BOSS。这个苏晨能够通关前面，可绝对打不过最后的 BOSS。要是他能打过最后的 BOSS， 通关炼狱难度的活死人城，那我直播倒立吃屎。他们皇族公会连第一关都过不了，他才不相信一人普通玩家单刷就能通关，那绝无可能。刚刚他们进过炼狱难度的副本，可是知道这炼狱级别副本有多可怕的。这么可怕的副本，他绝不相信一个玩家单人就能通关。周围玩家见到皇族会长这么说，也是不由一阵无语。这明显就是小人姿态。人家苏晨进度达到了 70%， 可是这皇族公会一进去没多久就团灭了，其实力肯定是远远不如苏晨的。现在皇族会长说出这番话，明显就是不服气。如月姐，你觉得这个苏晨能否通关？不远处，张清宁询问柳如月。柳如月沉思了一下，我也不知道，不过他有通关 70% 的实力，这说明至少普通难度的活死人城他是绝对能通关的。说到这里，柳如月停顿了片刻，然后接着开口，咱们可以给他报酬，让他带咱们通关普通难度的活死人城。张清宁恍然大悟般的点点头，对啊，咱们可以找他带，只要给他报酬，想必他不会拒绝。现在的苏晨连炼狱难度都能通关 70%， 那普通难度还不是手到擒来。就在众人在副本通道外面闲聊时，忽然听到一个玩家惊呼道，啊，你们快看，苏晨的进度达到 100% 了。所有玩家全部朝着光幕看去，果然光幕上显示苏晨炼狱难度的活死人城通关进度达到了 100%。 卧槽，牛逼啊，太厉害了，这就是大佬吗？恐不如斯。话说这副本我也进过，特别难啊，这个苏晨究竟是怎么通关的？皇族公会的会长此刻也是犹如吃屎了一般。不可能，这绝对不可能，这人多半是开挂了，不开挂怎么可能通关？炼狱难度的副本他可是一清二楚，他们皇族公会的精英在里面都撑不过几分钟，可现在居然有人直接通关了，这让他怎么能相信？苏晨此刻自然不清楚外面的情况，现在的他刚刚击杀了前朝僵尸这只 BOSS。 副本开始结算，恭喜玩家苏晨首通炼狱难度活死人城，玩家苏晨获得评分 SSS+， 玩家单刷10倍经验，首通10倍经验，总计100倍经验。恭喜玩家苏晨修为提升至金丹期，恭喜玩家获钻石级宝箱一个。苏晨当即大喜，没想到首通炼狱级难度居然直接给他提升了这么多修为，让他从筑基期直接达到了金丹期，并且还获得了一个钻石宝箱。苏晨没有犹豫，当即打开了宝箱。恭喜玩家苏晨获得神兽蛋1枚。苏晨嘴巴大张，神兽蛋，他居然获得了神兽蛋，这可是神兽蛋，只要成功孵化就能诞生一只神兽。在无尽仙途游戏中，宠物分为妖兽、灵兽、圣兽、神兽，等级最高的就是神兽，他这次能够获得神兽蛋简直赚翻了。副本奖励全部结算完毕，凉亭旁边出现了一个空间通道，苏晨迈步走了进去，下一刻他的身影便出现在了副本通道外面。他出来了，有玩家惊呼，然后一群玩家纷纷冲了过去，将苏晨包围在了中间。大佬，加个好友呗，大佬求带啊，大佬咱们一起组个队行不？帅哥带我飞，我可以给你我的微信，咱们可以私下见面哦。帅哥只要你带我通关，你可以对我为所欲为哦。帅哥只要你带妹妹通关，妹妹一定飞去你的城市找你。看着热情的玩家们，苏晨一阵头大，他可不喜欢这种场合，他只想低调发育，等游戏修为反馈到现实，惊艳所有人。抱歉，我没有带别人的打算，他自己就能单刷炼狱难度副本，根本不需要跟人组队，而且单刷的经验可是10倍，这么好的提升修为的机会，他怎么会放过？因此又怎么会愿意大发善心的带别人？听到苏晨这个回答，围观的玩家们顿时一阵遗憾。不过他们也明白，苏晨既然有能单刷副本的实力，又怎么会好心的带别人呢？带别人获得的经验根本比不上单刷。就在这时，一个戴着面纱的女子走上前来，先生，请你带我们通关普通难度的活死人城，我们可以给你报酬。女子声音非常好听，她身材高挑，
气质清冷出尘。见到女子，苏晨微微愣了愣神，因为这个女子他前世认识，柳如月，这是他游戏名，游戏名自然是身份证上的真名。不过在现实中，他用的更多乃是艺名柳若雪。如果提起柳若雪这个名字，恐怕现场很多玩家都知晓。柳若雪乃是国民女神，唱歌非常好听，宛如天籁，也是目前夏国最年轻的天后。除了唱歌，她还演过电视剧、电影，可以说是目前夏国最当红的顶流女神。绝美的容颜，清冷的气质，让万千少男少女痴迷。这也是为什么她脸上会戴面纱的原因。如果直接真面目示人，恐怕会人所有玩家都为之疯狂。不过苏晨并不是说认识柳若雪，而柳若雪不认识他，而是前世他跟柳若雪都是无尽仙途的10大高手之一，并且游戏降临现实后，在一次秘境探险中，柳若雪曾经还救过他的命。第51章出手就是200万，白富美恐怖如斯。没想到柳若雪一个大明星居然这么早就开始玩无尽仙途这个游戏了，怪不得前世能够成为无尽仙途诞生出的10大高手之中唯一的渡劫妻女高手。本来苏晨是不准备带人的，可是面对自己有恩之人，他自然不会拒绝。他这个人一向信奉的是滴水之恩当以涌泉相报，更何况救命之恩。因此面对柳若雪的邀请，他自然不会拒绝。不过吧，该要的报酬还是得要的。苏晨轻轻挑眉，不知你愿意给我什么报酬？周围人看到苏晨这模样，以为他是看上了那个戴着面纱的女人。呸，老色胚！不少玩家在心里怒骂。尽管这个叫做柳如月的女人戴着面纱，可是去光看那双眼睛以及身上那清冷的气质，他们就能够看出来，这女人多半是一个绝世大美女。刚刚明明说不带人的苏晨，面对这个美女，直接就自己打自己脸了。你呀不是说不带人吗？现在怎么不拒绝了？你倒是拒绝啊！男玩家们心里咆哮，女玩家们则是满脸幽怨。苏晨长得帅，游戏玩得又好，哪怕让他们倒贴，他们都愿意。能跟这种帅哥发生点什么，他们10000个乐意。可是苏晨拒绝了他们，然后准备接受另一个女人的邀请。唉，终究是错付了。柳如月愣了愣，听见苏晨的话后沉思了一下，他联系了一下好友马小玲，两人通过游戏商量了一番，随后商量出了一个结果。柳如月看着苏晨，认真的说道：我们一个3个人，如果你愿意带我们通关普通难度跟中能难度的活死人城，那我们愿意付给你200万的报酬。此话一出，顿时周围所有玩家心神皆惧，这尼玛是超级富婆呀！玩手通普通难度跟中等难度的活死人城而已，居然愿意开出200万的报酬，这简直逆天！传说中的白富美恐怖如斯。可以，那就这样说好了。苏晨神情平静的点了点头，直接同意了。虽说柳如月曾经救过他，要这钱实在不应该，可是目前他真的是穷，也确实需要钱。柳如月可不是差这200万的人，作为顶流女星，夏国天后，她光是以前发布的那些歌曲，每个月都能有上千万的收入，手上的代言也是日进斗金。面对这么一个富婆给出的报酬，苏晨丝毫没有心理负担，统统笑纳。除了这个原因外，还有一个原因，那就是让其余玩家死心，别再骚扰他了。其余玩家看到他带队就能收入200万，自然会望而却步。见到苏晨答应，柳如月顿时心里一喜。那先生还请稍等片刻，我那位朋友正在赶来。苏晨点了点头表示同意。不久之后，柳如月口中的那个朋友赶来了。看到来人，苏晨心里也颇为惊讶，全是老客户，首富之女马小玲。如月给我说的那个高手，原来就是你啊！马小玲也是惊讶说道。刚刚柳如月给他说找到个单刷炼狱难度活死人城成功的高手，带他们手通副本，并且两人商量，一人拿出100万作为报酬。只是没想到这个高手竟然是老熟人苏晨。是我，咱们准备进副本吧。几人点点头，也是跟着苏晨来到了副本通道旁。苏晨选择了团队模式的活死人城副本房间创建，随后苏晨邀请了柳如月、张清宁以及马小玲几人加入，接着几人准备进入副本。就在这时，慢着，一道声音传来。苏晨微微皱眉，转身看去，见到是一个嘴唇有些厚的男子。什么事？苏晨问。
男子几步来到苏晨面前：“你小子，老实交代，是不是开挂了？否则，怎么单人就能通关炼狱难度副本？”这人正是皇族会长。自从苏晨通关了炼狱难度副本，他心里本就不爽了。刚刚他看到苏晨更是直接就获得了200万的收入，这让他心里更是妒忌的发狂。凭什么一个乳臭未干的毛头小子能有这样的机遇？他虽然是皇族公会的会长，可是他可不是富二代。200万，这对他来说也都是一个极其有吸引力的数字。这样巨大的好处为什么会落到这个小子身上，而不是落到自己身上？心里的各种不平衡让他在此刻直接上来找苏晨的茬。你哪位？苏晨皱眉，这又是哪里冒出来的阿猫阿狗？我是皇族公会的会长徐华。男子一脸倨傲。哦，不认识。苏晨不咸不淡的开口。苏晨此话一出，徐华顿时神情一滞，心里顿时一阵羞愤。这小子竟然不认识自己，这顿时让他心里难堪。此刻的他感觉周围玩家都似乎在看自己的笑话，顿时心里怒意更甚。我问你话，你没听到吗？你老实交代，是不是开挂了？否则凭你也能单人通关炼狱难度的，活死人城。苏晨冷笑一声，呵呵，我通没通关，你不是看到了吗？别拿你的无知来看待其他人。苏晨转身，我们走。几个妹子连忙跟了上去，接着几人进入了副本通道，只留下皇族公会会长徐华在原地。看见苏晨消失在副本通道，徐华愤怒喊道：“我要举报，我一定要向官方举报你开挂！”苏晨面对他的态度让他感到愤怒，因为苏晨非常平静，甚至是有种无视自己的感觉。周围玩家看到徐华这模样，顿时一阵无语，因为他们能够看出来，徐华这分明就是妒忌。尤其是刚刚徐华看见苏晨眨眼间就赚了200万，眼里妒忌之火都快冒出来了。那个，刚刚我记得某人说过，苏晨要是通关，他直播吃翔，是不是有这么一回事？人群中不知道哪位玩家揶揄道，其余玩家也纷纷附和，确实是有这么一回事。不知道某人会不会兑现诺言？直播吃翔啊，这可太有看点了。徐华愤怒地扫了一下人群，那小子是开挂不算。第52章教导3女刷副本方法。徐华愤怒地大吼道。玩家们揶揄了几句，看徐华吃瘪后也就没再多说什么了。毕竟徐华人品虽然不行，但背后好歹还有整个皇族公会，这是一股不小的势力。要是他们真的将徐华给惹怒了，徐华教公会的人将他们砍了，那就不好了。在这游戏中，死了可是要掉修为的，尤其是被玩家杀死，修为掉的可比死在副本中厉害多了。死在副本中好歹算是死得其所，至少能熟悉一下副本世界。可如果莫名其妙被玩家砍死，那就太悲催了一点，毫无价值啊。玩家们都清楚这一点，因此也不敢太过得罪徐华。不知道他带这几个妹子去刷副本需要消耗多长时间。玩家们开始讨论起苏晨这次带妹刷副本所需要的时间了。普通难度跟中等难度对他来说应该比较快吧？是啊，人家炼狱难度单刷都通过了，他刚刚单刷通过了炼狱难度，估计涨了一大截修为吧？那是当然，炼狱难度单刷可是直接100倍的经验。玩家们议论纷纷。而此刻的苏晨已经带着3个妹子进入了副本中。这次一进去，几人出现在一块被围墙包围起来的空地上。走，咱们到那外面去。苏晨指着一旁的城门说道。为啥要去那儿啊？张清宁跟在后面不解地问道。明明他们出现在了空地上，那应该就在这里打呀，怎么还往外面跑？此刻已经进入了倒计时，因为在这里容易被活死人包围，围殴致死。苏晨一边跑一边回答道。其实现在的他已经完全不用担心这一关了，他的修为已经达到了金丹期，血量跟防御跟筑基期根本不可同日而语。现在的修为，如果不刷分，他都能打得过普通难度跟中等难度的 BOSS。 不过他并不会那么去做，因为如果他那么去做的话，柳如月跟马小玲等人是得不到最后的宝箱的。这游戏副本发放奖励时是会根据玩家的表现来发放的，如果一起刷副本的玩家造成的伤害太低，那就会导致评分也低，这样一来，最后甚至可能连宝箱都得不到，就只能增加点经验。因此，第1关，柳如月等人必须刷够足够的分数才行，只有刷够足够的分数，才能提升在副本中的攻击，这样才能在最后打 BOSS 的时候打出足够的伤害，获得奖励。对了，你们副本中的天赋选择极速狂热，待会儿游戏
正式开始就无法选了。苏晨又连忙提醒道：“极速狂热这个天赋对修为普通的玩家来说是最有用的。”几女闻言连忙照做。终于，倒计时结束，副本第一关正式开始。无数身着古装的活死人从里面的围墙上爬了进来，他们皮肤呈现青紫色，嘴角淌血，甚至有些脸都腐烂了。啊！苏晨站在最前方，此刻从身后传来2道尖叫声。苏晨转身看去，那尖叫声是张清宁跟马小玲发出的，唯一没有发出尖叫声的只有柳如月，不过她身体也在轻轻颤抖，可以看出来她有多恐惧。这也难怪，如果是玩那种电脑游戏，隔着屏幕，可能他们不会感觉到恐惧。可是现在，这可是虚拟现实游戏，他们是真实的在现场，第一视角来感受这些，这自然让他们无比恐惧。尤其那些活死人，就像真正的死人一般，现在密密麻麻的涌过来，他们自然害怕。而且他们又是第一次进副本，面对这种恐怖的生物，害怕也是情理之中。苏晨倒也没觉得有什么，前世他第一次进副本的时候也是被吓住了，这种真实的感受足以让新人恐惧。不要害怕，拿起你们手中的武器，斩杀他们。等天赋极速狂热好了之后，你们在天赋激活期间可以无限使用武技。众女闻言连忙点头。苏晨回头叮嘱时，也看到了身后几女拿出来的武器。马小玲自然是不必多说，她跟苏晨一样是蜀山弟子，用的自然是蜀山的入门武器蜀山剑。柳如月则是手里拿着一把琵琶，张清宁手里拿着的则是一支箫。仅仅看了一眼，苏晨便知晓了，柳如月跟张清宁乃是幻音宗的弟子。幻音宗的弟子都是使用乐器，而且这个宗门只招收女弟子。真正论起来，这个宗门的玩家有些像是法师一类的角色，不过殊途同归，都是修仙体系。转眼间，那密密麻麻的活死人已经来到了石门通道。苏晨率先拿起剑冲了过去，落英剑法施展，凭借他现在的修为，很快就将通道清空了。身后三女看的美眸睁得大大的，他们都被苏晨那潇洒的身姿、帅气的招式给吸引了。这也太厉害了吧！张清宁喃喃开口。看见苏晨如同砍瓜切菜般将这些活死人击杀，他们一下子也觉得不怎么害怕了。很快石门通道又被扑过来的活死人填满，苏晨再次将其清空。你们3个赶快过来打！苏晨喊了一声。张清宁道：我感觉你一个人就可以搞定啊。他可是清楚的记得苏晨一个人就单刷了炼狱难度的副本的，对付这种普通难度的副本还不是手到擒来。这一关是给玩家刷分的，只有刷出足够的分数，待会儿才能提升在副本内的攻击力，攻击力高才能打出伤害。如果你们不打出伤害，就算通关了副本也得不到最后的奖励的。听见苏晨的解释，三女明白了过来，原来是这样的。青宁、小莲，咱们别犹豫了，这活死人也没那么可怕，就把他们想象成其他游戏中的怪就好了。柳如月说了一句，随后率先上前拨动琵琶琴弦，斩杀活死人。苏晨看到暗自点头，不愧是前世10大高手之中唯一的女玩家。第53章论坛轰动，这份心性也算是极为难得了。刷了一会儿之后，苏晨退到了后面，好让三女多刷分。他现在的实力刷怪速度超级快，如果继续加入刷分队伍，恐怕三女很难刷到什么分数。而且以现在三女的实力，堵住这些小怪还是没什么问题的。玩家之所以无法通关，只不过是因为他们都在里面空地上，容易被包围而已。如果他们知道了打这一关的方法，那其实通关这第一关很容易。目前来说，苏晨也只是打的一个时间差而已。现阶段的玩家还没有找到通关方法，而他就是要在这期间将所有副本的首通都拿下。苏晨相信，只要拿下所有副本首通，他的修为绝对可以一骑绝尘。退到后面，苏晨无事可做，他将蜀山剑卸下来，装进了个人仓库，装备上了水寒剑。接着他打开了属性面板。玩家苏晨，天赋风姿卓越，境界金丹中期250,000，法力5万，技能剑扫八方，万剑归宗，身法太清步，剑法落英剑法，武器水寒剑，攻击500，防御400，速度50，血量31万。毫无疑问，修为提升到金丹期后，苏晨各方面的属性都迎来了一个暴涨，远远领先无尽仙途中的所有玩家。不过修为越高，后期想要继续提升也就越困难。不过目前来说，
苏晨对自己的进度已经颇为满意了。此刻，外界早在苏晨通关炼狱难度的活死人城之后，便有消息在论坛里传播开来。震惊！副本活死人城炼狱难度被人单刷通关。这帖子一发出来，那些今天还没进游戏的玩家顿时难以相信，这怕是个假消息吧？普通难度都没团队通关，你告诉我最难的炼狱难度已经被人单刷通关了？不会吧，不会吧，这不会是真的吧？我不相信，炼狱难度还单刷通关，这怎么可能？我反正是不相信，根本不可能，别想骗我！论坛里的网友纷纷直呼不相信。这时候，帖子主人继续更新了帖子：兄弟们，我也知道这很难让人相信，不过这都是真的。之前我就在副本通道外面看着的，不少玩家组队刷普通难度的都失败了。不过后面来了一个叫做苏晨的玩家，他直接选择了单刷炼狱难度副本。当时我们都觉得他疯了，毕竟那可是炼狱难度啊，团队都无法通关，单人怎么可能通关？可是随着时间过去，我们发现他居然通关进度在增加。这时候还来了皇族公会，皇族公会组建了一批精英，本来准备刷普通难度的，不过见到有人单刷炼狱都达到了 30% 进度，就觉得炼狱难度不过如此，皇族公会就组队刷炼狱难度了。结果没几分钟就团灭了。后来皇族会长还放话说，如果苏晨单刷通关，他直播吃翔。结果皇族公会会长被狠狠打脸了，因为1个多小时后，苏晨通关了炼狱难度。谁懂啊，家人们，当时现场的玩家们都傻了。故事编得不错，不过我不信，确实编得可以啊，有理有据的。我也不信，怎么可能单刷炼狱难度通关？除非这人开挂了。这剧本写得好啊，还编出一个皇族公会。皇族公会真的还是假的？苏晨我知道，之前一直传他是无尽仙途第一高手，现在又传他单刷炼狱难度副本，这太吹牛了吧？这个苏晨是在博流量吗？这游戏也能直播？苏晨难道想要成游戏主播？这是有资本在捧这个苏晨吗？虽说帖子主人出来证明了，可是玩家们还是不相信有玩家能够通关炼狱难度的活死人城，因为不少玩家都已经刷过一次了，然后死得很惨，因此自然知道这副本有多难。再加上最近苏晨老是成为热门焦点，这让有些阴谋论的玩家觉得可能是有资本想捧苏晨，让苏晨成为游戏主播。目前直播无尽仙途的还不多，这一块算是个大蛋糕。真的呀，兄弟们，你们如果不相信，可以进游戏去看看啊。苏晨单刷炼狱活死人城通关了，通关记录都还可以查看。好，我就进去看看，亲自揭穿你的谎言。对，我也进游戏去看看，真相面前，看你到时候怎么继续撒谎。有玩家们看见帖子主人这么说，当即也决定进游戏去查看一下。毕竟耳听为虚，眼见为实。很快，一批不相信苏晨能通关炼狱难度活死人城的玩家便进入了游戏中。他们中有些是东周、西周、南周、北周、中周的玩家，不过无论是哪个区域的玩家，都能够通过他们所在的活死人城这个副本通道外的光幕查看通关记录。当一个个怀着揭穿骗局目的的玩家们进入游戏去查看后，纷纷傻眼了，因为在通关记录上十分清楚地记录着首通信息：首通玩家苏晨，难度炼狱级。一时间，退出游戏的玩家回到论坛里沸腾了。我擦，原来楼主说的是真的，苏晨居然真的首通了炼狱难度。楼主说的都是真的，本来以为楼主是哗众取宠，结果小丑竟是我自己。原来苏晨真的单刷了炼狱难度的活死人城，我只能说太牛了。这下我真的相信苏晨就是无尽仙途第一高手了。这实力第一高手没毛病，太强了。在网友们议论的时候，楼主又出来继续爆料，这还不算什么，我给你们说，苏晨首通炼狱难度之后，便被一个被白富美找上了，并且开出200万的高价，让苏晨带他们首通普通难度跟中等淡难度。第54章，这一剑太帅了。这个爆料一出，顿时玩家们都惊了。卧槽，真的还是假的？花200万让苏晨带，也就是说苏晨只需要带他们通关2场副本就能够赚200万，这就是土豪的世界吗？太牛逼了！我妈成天说玩游戏没前途，我这就让她看看究竟有没有前途，简直是无辈楷模呀！论坛里的网友议论纷纷，有那种现实中乃是小编的玩家也在论坛里看到这个爆料，顿时嗅到了流量的味道。
丁禹兮是一名玩家，同时他在现实中也是一名混今日头条的自媒体工作者，平日里都是靠写一些有争议性的文章博取关注度，从而变现。看到贴吧里的爆料，他顿时便嗅到了其中的流量，于是连忙打开头条后台，编写了消息：谁说玩游戏没前途的？某游戏中一名玩家玩游戏日赚200万。标题编写好之后，他又将事情的来龙去脉给写了出来。这篇文章一发出去，很快就引起了网友的热议，并且热度还持续不断发酵，大有成为爆款文章的趋势。而制造出这一切的苏晨，此刻则是带着柳如月等人通关了中等难度的活死人城。评分结算，毫无疑问，苏晨的评分是最高的，尽管他已经有一收敛了，但依旧是 SSS 的评分。苏晨获得了一个黄金宝箱，这次他从中开出来了一张宠物孵化卡。这张卡的作用是加快宠物蛋的孵化。在游戏中，宠物蛋的孵化需要的就是孵化卡，如果你不使用孵化卡，那宠物永远也不能孵化出来，只有使用孵化卡才能提升孵化进度。对此，苏晨也还算是比较满意。在普通级别的活死人城通关时，他获得了一把普通级别的武器，等级较低，没啥作用，他直接分解掉了。这次通关普通难度跟中等难度的活死人城，三女也是收获颇丰，不仅修为提升到了融合期，而且柳如月还获得了一个武技，马小玲则是开出了一把品质还不错的剑，只有张清宁运气稍差，就获得了一双护腕。至此，苏晨也算是完成了他的任务，带三女成功通关。出了副本之后，柳如月添加了苏晨的好友，直接在游戏中给苏晨转过去200万。这200万中，他跟马小玲一人出了100万。虽说这对普通人来说不是个小数字，但对柳如月跟马小玲来说却是根本不算什么。两人都是富婆，100万就跟普通人100块差不多，花起来丝毫不会心疼。相反的，他们还很高兴，因为这次收获颇丰。苏先生，钱已经给你转过去了，希望咱们下次还有机会合作。柳如月再次道谢一番，然后便跟马小玲几人回了各自的宗门，然后下了线。而现场，皇族公会的精英们相互对视了一眼，围了上来，他们将苏晨包围在了其中。早在苏晨带着三女通关普通难度的活死人城后，他们便已经商量好了，要得到苏晨通关的秘密。周围玩家见状，自然明白接下来会爆发一场冲突，连忙离得远了一些，生怕被波及。苏晨站在原地，古井无波。你们想干什么？他淡淡开口。徐华嘴角扬起一抹得意的弧度。小子，将你通关的秘密交出来。在徐华看来，苏晨多半是开了挂。如果是开了挂，那自己拿到这个挂，称霸无尽仙途不是指日可待。如果不是挂，那总有通关的秘诀，自己也必须要知道，否则的话就一直也无法通关这个副本。这个副本试错可是会掉修为的，他可不想那样。苏晨面对一对公会精英也丝毫不惧。我凭什么告诉你？呵呵，小子，你很狂啊！你可是只有一个人，我们这里可是10个，你最好想清楚，再重新好好回答我的问题。徐华话里满含威胁。在徐华看来，苏晨不过是一个人罢了，而且这游戏才开始多久，他不觉得苏晨的修为能比他们高太多。就算苏晨修为高，他们10人也不怕苏晨。我已经说得很清楚了，该想清楚的是你。苏晨眼眸一片冷意，如果你再继续拦着我，别怪我对你们不客气。徐华闻言直接笑了。兄弟们，这小子要对我不客气，你们说咱们该怎么办？给他一点教训。对，这小子嚣张得很。见此，苏晨不再多言，心念一动，水寒剑出现在手中。那冰蓝色的剑神泛着寒光，似乎剑身周围都在往外透着寒气。围观玩家心中一惊，这是什么等级的武器？居然这么酷炫！显然跟他们的入门武器不是一个档次。苏晨手中剑轻轻一挥，连武技都没施展，现在金丹期修为的他已经能够随心所欲地释放剑气。轻轻一挥，一道冰蓝色剑气朝前飞去。徐华一行人还未来得及说话，直接被这一道剑气击中，纷纷化作了冰雕。静！现场死一般的寂静。所有玩家都没想到，这么快剑拔弩张的双方就已经分出了胜负。而且苏晨也太可怕了吧，轻描淡写的一剑挥出，皇族公会众人就变成了一堆冰雕。蓦人再出声。苏晨迈步掠过众人，通过传送阵回了宗门。而就在这时，现场那10尊冰雕碎裂，掉落到地上，化作一地的碎冰块。
很快消失不见。原地出现了一些零食以及装备，不过玩家们都不敢去捡，这可是皇族公会的装备，他们可不敢肖想，因为是在副本外面死亡的，所以皇族众人都在各自宗门复活点复活了。然后众人连忙脸色铁青的回到了天元城外，将掉落的东西捡了起来，脸色无比的难看。苏晨的实力太强了，跟他们压根不是一个级别的，轻轻一挥剑，武技都没用，直接就将他们一行人秒了，这太可怕了。现场的玩家也是纷纷在心里将苏晨定义成了绝对不能招惹的玩家。第55章，准备回家。能够一剑秒杀那么多皇族公会成员，这说明其实力远远高出皇族成员们。不过具体实力，玩家们并不清楚。在游戏中，玩家基本都设置了隐藏修为的，设置了隐藏修为，别人就都看不见。在游戏中，玩家的等级以修为来定的，分为炼气、筑基、开光、融合、心动、金丹、元婴、出窍、分身、合体、洞虚、大成、渡劫、仙人，这是几个大境界。其中每个境界中又分为前中后3个小境界。在游戏中，最高等级是仙人级别，不过这个等级很难达到。不过如果苏晨能够将接下来的副本首通单刷拿下，那巨额的经验值是能让他达到的。活死人城副本通道外，等到皇族公会成员捡了装备离开后，玩家们才讨论了起来。苏晨未免也太强了，一剑将皇族公会冰冻，这是什么神仙手段啊？他能一剑冰冻皇族公会所有人，说明他的修为远远高出皇族众人。恐怕苏晨的修为的有融合期吧，不然不可能做到这一点。这太夸张了吧，这游戏也没公测多久啊，怎么他实力就已经这么强了？我们这些玩家修为高的也才筑基期啊，他这修为是怎么提升上去的？玩家们都在讨论着苏晨，都觉得苏晨的实力恐怕达到了融合期。然而他们不知道的是，尽管他们已经尽量往高了去猜测苏晨的实力了，可他们还是低估了。苏晨现在乃是金丹期，这次单刷炼狱难度副本100倍的经验，让他的修为直接就提升到了金丹期。后面又带领3女首通了普通难度跟中等难度，现在他修为已经达到了金丹中期。回到宗门内，苏晨心里还是有些窃喜的。水寒剑的威力相当不错，之前他一剑冰冻了皇族公会所有人，是属于水寒剑的被动，能有 30% 记录冰冻别人，加上现在他修为高，修为低于他的被冰冻了，那就是一个死。而且水寒剑外形很酷炫，拿在手里堪称装逼利器。回到宗门后，苏晨便退出了游戏，因为在现实中他的手机响了起来，如果手机不响起来的话，他还要继续刷副本，哪怕是刷图也要刷，因为现阶段刷副本是提升修为最快的方式。而且目前副本只开放了活死人城，下一个副本名字叫做死神的沉睡山谷，在活死人城开放室便已经公告了，这个副本将在1星期之后开放，因此目前苏晨倒也不必急于一时。摘下头盔，拿起手机看了看，电话是婶婶打来的。苏晨直接接通了电话。婶婶，你跟叔叔午饭吃了吗？苏晨微微一笑询问道。你叔吃过了，小陈啊，这次给你打电话是马上要放暑假了，想问问你暑假回不回家。以往苏晨放假经常待在京城做假气功，所以他们才有此疑问。毕竟苏晨自己在京城也有房子，不回去也很正常。不过老两口还是希望苏晨能够回去的，毕竟他们也好久没有看见苏晨了。对于这个他们一手带大的孩子，他们完全当成了自己孩子，这么久没见，十分想念。苏晨仔细一想，原主为了打假气功已经1年没有回去过了，想必老两口十分想念，自己现在回去多陪陪老两口也是好的。对老两口他也是非常想念，毕竟已经太久没见他们了。而且还有一件事苏晨需要做，那就是将叔叔跟婶婶带出那个小山村。因为前世叔叔跟婶婶在游戏刚开始反馈修为时便死在了一个泥石流中，他们家本就在山脚下，连续多日的暴雨之后，一场泥石流直接将叔叔跟婶婶的房子埋葬。至此苏晨在世上再也没有一个亲人，这样的情况他肯定不会再让其发生。这也是为什么他喜欢赚钱的原因，只有赚了钱买了大房子，才能将老了两口带出那个山村。想到这些，苏晨目光坚定。婶婶，我过2天放假了就回来。那好啊，小陈，我跟你叔在家养了土鸡，等你回来了杀给你吃。
听见苏晨说要回，婶婶话语都激动了几分。显然，他这个暑假能够回去，叔叔跟婶婶非常开心。好嘞，谢谢婶婶。通话结束，苏晨心里也是十分温暖。虽然他也很想立马见到叔叔跟婶婶，不过现在学校还没放假，如果现在回去，万一引起叔叔婶婶担心，那就不好了。毕竟他退学的事情，老两口还不知道。老两口一直以他能考上京城大学为骄傲，要是让老两口知道自己退学了，那想必会很难接受。1个星期之后，时间来到了7月。这1个星期，苏晨几乎每天都在刷活死人城，他都已经快刷土了。可是为了提升修为，现在也没办法，只能刷。7月的天气着实有些炎热，太阳就像个烤炉似的炙烤着大地。苏晨背着背包出门没多久就热得满头大汗，这让他着实有些期待游戏快点降临现实了。因为游戏降临现实，第一步是反馈玩家修为，在现实中有了修为，就不用惧怕烈日严寒。苏晨早就在手机上订好的了机票，因为知道放暑假这段时间票不好订，早早的就准备充分了。来到机场，苏晨跟胖子2人在机场会合。胖子是山城人，苏晨则是蜀省人。不过苏晨所在的那个地方跟山城接壤，可能也就100公里的距离。苏晨回家，坐飞机也得先飞到山城，然后转动车、大巴车才能回到老家。橙子，你在哪儿呢？就在直机这儿。2人早就商量好了，购买的同一航班。很快，背着大包小包的胖子就看到了只背了小旅行包的苏晨。橙子，胖子叫了苏晨一声，连忙提着行李到苏晨旁边，将东西放地上。胖子伸手擦了擦额头上的汗。第56章，得知苏晨修为，胖子震惊。整个大厅人来人往，其中最多的自然就是学生。京城可不只有京城大学这么一所大学，还有很多大大小小的高校，而且很多学校放假的时间都差不多，因此人流十分庞大。苏晨自己就只背了1个背包，里面是游戏头盔，还有2套换洗衣服。他是个很怕麻烦的人，出远门也讲究一切从简，不像有些人出个远门恨不得将整个家都搬空，那对苏晨来说没必要。胖子，你咋带这么多东西，不嫌累吗？胖子累得够呛，像条哈巴狗似的，张开嘴大口呼吸。这不是放假了吗？我的数码设备比较多，放学校里可不安全，所以东西就多了。苏晨点了点头，他倒是知道胖子是个数码迷，像什么数码相机啊、苹果笔记本电脑啊、耳机啊之类的东西一大堆，这也难怪大包小包的带着了。你这么多东西，先去办个托运吧。胖子点了点头，然后跟苏晨一起去办了托运。由于胖子东西太多，带的行李超过了规定的重量，还加收了不少托运费。苏晨子在一旁看得连连摇头。2人办好之后，又去值机，接着过安检。到了机场里面，已经没有位置坐了，人满为患，2人只能找了个墙靠着。这也是没有办法的，暑假期间人流量就是这么庞大。胖子，你最近有没有好好玩游戏？苏晨问道。他对游戏的事还是很关心的，毕竟现在已经只剩下10个月时间了。10个月后，游戏停服，开始反馈给玩家修为。玩游戏是重中之重。胖子点点头，放心吧，我每天只要一有时间就在玩无尽仙途。这个游戏也太好玩了，体验感简直满分。我现在连撸啊撸跟王者峡谷都不玩了。感受过无尽仙途之后，胖子觉得之前玩的那些游戏就是垃圾。说到这里，胖子脸上露出一抹得意。胖爷现在已经是筑基中期的游戏大佬了，他已经打听过了，在他们道门的玩家中，他这筑基中期的修为已经可以说是数1数2了。当然，这也归功于他的开局天赋强，玩游戏时获得的经验比普通玩家高，升级自然也就快上几分。胖子说完自己修为后，睨了一眼苏晨，问道：橙子，你什么修为了？对于胖子，苏晨倒是没有打算隐瞒。金丹期。苏晨这话一出，原本脸上洋溢着灿烂笑容的胖子，笑容顿时僵在了脸上。他一脸不可置信。啥？橙子你说啥？我说我现在是金丹期修为了。胖子惊讶地张大了嘴巴，片刻后才开口：不是，橙子，你就算退学去玩游戏，也不至于升得这么快吧？这可是金丹期啊！胖子可是知道，他们道门就有玩家几乎整日都在玩游戏，可这么拼命的干，也不过才筑基期而已。可是苏晨居然金丹期了，这比筑基期可是高出了好几个大境界。要知道，这游戏随着修为提升的越高，后面想要升级就越困难。炼气期突破到筑基期还好，可从筑基期到金丹期，
胖子都不敢想象那需要多少的经验值，这简直不科学。橙子，你没骗我？自然没有。胖子忽然一把抱住了苏晨的肩膀，满眼期待地看着苏晨。原来真正的大佬就在我身边啊，大佬，带带我。苏晨笑了笑，带你自然可以，不过先叫声大哥来听听。大哥。胖子没有丝毫犹豫，现在别说叫苏晨大哥了，就是叫爸爸他也愿意啊。他觉得紧抱大佬的大腿，自己也能成为大佬。苏晨顿时满头黑线，他本来只是开个玩笑而已，结果胖子这么上道。说好的节操呢？节操算个屁，别说节操了，就是要胖爷我捡肥皂，胖爷也丝毫不带犹豫。胖子语气义正言辞，正义凛然。滚蛋，我可对肥皂不感兴趣。嘿嘿。胖子笑得一脸谄媚。橙子，大佬，那什么时候带我装杯带我飞？对于这个游戏，显然胖子还是很上心的，而且现在这个游戏越来越火热，俨然有成为第一网游的苗头。如果不是因为价格太贵，估计用户早就突破天际了。可是就算价格贵，也已经有了非常多的玩家。如果能在游戏中成为高手，那光是想想就拉风。胖子觉得成为大佬，说不定还能泡几个妹子。哎，也不用这么着急吧，等回家后咱们就组队一起刷副本吧。胖子犹豫了一下，他可是听说过副本有多难通关，因此他才一直没去试过副本。他怕好不容易干出来的修为刷副本死了掉落。平日里他除了上课，一有空余时间就在干游戏，所以很少去论坛之类的地方，因此也不知道苏晨最近以来的事迹。而且就算知道了，估计他都会认为那只是同名同姓而已。不过他一想到苏晨金丹期的修为，这些担心又荡然无存了。如果金丹期都刷不过，那还有谁能通关？两人聊了一会儿，开始检票了。苏晨跟胖子检票后上了飞机，飞机的速度很快，京城到山城也就2个小时的时间就到了。山城可是出了名的炎热，两人出了机场，只感觉置身于火炉中似的。妈蛋，山城的夏天比京城还热。胖子吐槽道。苏晨也是点了点头，表示同意。山城夏天热是出了名的。胖子打了个电话，接着很快就看到一辆黑色的大奔停在了两人身边。胖子打开后备箱，将东西全放了进去，随后又将苏晨的背后也放了进去，拉着苏晨上了车。刘叔。胖子冲中年司机打了个招呼，随后又冲苏晨说道：橙子，先去我家吃个饭，你明天再回去吧。苏晨犹豫了一下，这样会不会打扰了叔叔阿姨？他是个很怕麻烦别人的人。胖子听见他这么说，则是摆摆手，不用怕，我没跟我爸妈住一起，我是一个人住的。第57章，苏晨在游戏世界的新绰号苏神。这倒是让苏晨有些意外。你家里也就你父母2人而已，你居然不跟他们一起住？哎，我爸妈巴不得我不跟他们一起住呢，说看到我天天打游戏就来气，还不如眼不见为净，于是就给我单独买了套房，将我发配到一边去了。胖子解释道。还能这样？这个理由顿时让苏晨感觉有些哭笑不得。不过仔细想想，这倒也正常。做父母的看到儿子天天在家打游戏，那肯定是一肚子气，怎么看都怎么不顺眼。但是胖子的爸妈居然能因为这个就给他单独买套房子，这也说明了胖子的家境真的是非常殷实。苏晨朝着胖子竖起大拇指，叔叔阿姨霸气。那你回来了，不用去爸妈那边报道一下吗？不用，我明天再过去。胖子大大咧咧地说道，接着他又朝前面开车的司机吩咐一句：刘叔，直接去我的住处。好的，少爷。司机是个很有分寸的人，一路上十分安静，丝毫没有找话题搭话。胖子发话了，他才简短的应一声。胖子听到少爷这个称呼，顿时脸色一黑，他嘟囔道：刘叔，跟你说过多少次了，别叫我少爷，这感觉我像是地主家的傻儿子似的。好的，少爷。刘叔飞快回答。胖子。哈哈哈！苏晨看到胖子这吃瘪的模样，直接十分没义气的笑出声。胖子幽怨的睨了苏晨一眼。橙子，还是不是兄弟了？苏晨止住笑，十分正义凛然的说道：当然是，不过胖子你知道什么是兄弟吗？什么是兄弟？胖子疑惑。苏晨淡淡开口：兄弟就是看到兄弟不开心，自己就开心。啊！胖子无语，这都什么逻辑？车子在魔幻的3D 城市间穿梭，大桥、悠长的隧道、修建在半空中的高架等等元素，使得山城无愧于魔幻3D 城市的美名。苏晨坐在车窗边，看着窗外。对了，胖子，现在山城的房价怎样？橙子，这你可就问对人了。胖子自信地给苏晨介绍道，虽然山城是新1线城市，但是山城城区面积很大，所以房价不算高。
目前均价也就1万左右，就算是那些好位置的小区，价格也就2万多。苏晨点点头，目前他手里有200多万，完全能够在山城全款购买一套房。如果是一套100来平的房子，他甚至可以全款购买一套好位置的。橙子，你忽然问这个干什么？难道你是准备在山城买房？苏晨点点头，确实有这个打算。接着苏晨说出了他的想法。山城本来就离他家很近，开车也就2个小时的时间，而且山城近些年发展的也不错，已然成为了网红城市，每年都有无数的游客到山城旅游，因此买房的话，山城是一个非常不错的选择。离家近，估计叔叔跟婶婶也更容易接受。听到苏晨的话后，胖子直接激动的拍手鼓掌，可以啊，橙子，我住那小区的附近就有刚修好的楼盘，橙子你直接去买那儿好了，直接跟我做。要是跟苏晨成为邻居，那他以后就不会那么无聊了。苏晨点点头，可以去看看你说的那个小区。两人谈话间，车子已经来到了胖子所在小区的地下车库。苏晨帮着胖子将东西给搬进了电梯。胖子住的是32楼次顶楼，这是胖子自己挑选的楼层，他喜欢安静一点楼层，32楼刚好满足，而且他很少出门，32楼还看得比较远，他很喜欢。指纹解锁，打开房门，苏晨看到胖子的房子是北欧风的装修，房间很整洁干净。胖子，你都这么久没回来了，家里居然还这么干净？这是我爸妈让家里的阿姨过来打扫的。苏晨这才恍然，不愧是家里开厂子的，家里居然还请了保姆。将东西放下，胖子带着苏晨下楼出去吃了个山城特色火锅，味道不错，然后便迫不及待地让苏晨带他刷副本。于是两人戴着头盔进了游戏，随后两人在游戏中都来到了天元城外的副本通道前。此刻这里有很多玩家，最近这段时间以来，已经有几个队伍通关了活死人城的普通难度，这大大增加了玩家们的信心。因此这副本通道外每天都有很多玩家围在这里。苏晨跟胖子两人在传送阵处汇合，走吧，去刷副本。好嘞，胖子激动地跟着苏晨朝副本通道走去。不多时，两人来到了副本通道外。此刻看到苏晨到来，顿时被一群玩家认了出来。卧槽，苏神来了！苏神竟然又来了，不愧是第一高手，这么卷，怪不得实力能这么强。快给苏神让路！苏晨这段时间几乎都待在副本通道这里不停刷副本，因此很多玩家都认识了苏晨，甚至玩家还给苏晨取了一个外号苏神。此刻苏晨到来，很多玩家都恭敬地让开道路。苏晨在这个游戏世界那就是他们的偶像，实力强又努力还帅，能以这样的人为榜样，他们都感觉荣幸，也觉得有动力。尤其是那些女玩家，此刻看到苏晨直接化身小迷妹。苏神，我是你的粉丝，苏神能不能带我？你开什么条件都可以哦。苏神，我想给你生猴子。女玩家们看到苏晨主动的简直可怕，这样的一幕看得胖子羡慕不已，这不就是自己梦想中的场景吗？结果在自己好兄弟身上实现了，这四舍五入跟自己实现了也没多大区别。胖子昂首挺胸，十分骄傲地跟在苏晨身边。面对女玩家们的调戏，苏晨也不恼，甚至都没搭理他们，直接来到了副本通道外的光幕前。而他这样的行为不仅没让女玩家们恼怒，相反的让他们更加的激动了。第58章，苏晨摆地摊，生意爆火。一名女玩家痴迷地望着苏晨俊逸的背影，不愧是苏神，好高冷。是啊，好高冷，我好喜欢。救命啊，苏神的高冷太杀我了，又高冷又强大，要是能嫁给苏神就好了，哪怕不能嫁给苏神，就得到苏神一碗就好了。你们说要买苏神一碗需要多少钱？得了吧，人家苏神带人通一次副本就100万，你还想得到苏神一整碗？你在想屁吃？就是，来个人给我咨询他，糖尿病的别来，不能让他尝到了甜头。一群女玩家们议论纷纷，而一旁的男玩家则是满头黑线。是谁说女人都不主动的？瞧瞧，碰到喜欢的女人的主动能让你感到可怕。苏晨没有在意众人，直接开始开房间，准备刷副本。胖子站在一旁看到苏晨居然开的是炼狱难度的活死人城，胖子顿时惊骇。橙子，你是不是难度选错了？不会，可是橙子，你开的是炼狱难度啊。我知道炼狱难度的奖励更好，所以选炼狱，其他难度没必要刷。苏晨淡淡说道，言语间的平静却尽显高手风范。
胖子有些呆滞地看着苏晨，无形装逼最为致命。副本难度以及房间开好之后，苏晨又想起了一件事，那就是他仓库里还有一个金光咒的技能。这金光咒可攻可防。胖子，我给你送了个武技，你接收后立马学习一下，然后我们就进副本。听到苏晨的话，胖子愣了愣，然后立马打开了系统邮件，将苏晨送来的接收了。看清楚这是什么之后，胖子顿时睁大了眼睛。我擦，这样牛逼的武技，橙子你就送给我了？胖子惊呼。如果这武技拿去卖给道门中的其他玩家，恐怕能卖出一个非常不错的价格。牛逼又怎么了？这只能让道门玩家学习，对我没用。苏晨浑不在意。可是，没什么可是的，胖子，你咋像个娘们似的磨磨唧唧的？胖子本来想说这武技能卖很多钱，可是话还未说出口，就被苏晨打断。听见苏晨这话，胖子也不再矫情，立马学习了这个武技。随后两人进入了副本，苏晨叮嘱了一番，从副本天赋到每一关怎么通关等宝贵经验，苏晨都全部告诉了胖子。以后就算他不带胖子，胖子都能够知道该怎么通关。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这个道理苏晨是知道的。在副本中，苏晨不时地指点一番，从走位到意识以及 BOSS 会释放什么技能，该怎么打 BOSS 等等方面都一一点出。这些指点让胖子受益匪浅。第一次副本，苏晨基本没怎么动手，全程指点胖子。有不知死活的小怪敢跑到他这里来，他就一巴掌拍死。现在他的实力，就算是一巴掌都能拍死小怪。第一次刷副本，花费的时间多一点。通关之后，两人很快又开始了第二局、第三局。一晚上，他们两人刷了20局，这将外面的玩家看得头都麻了。苏神这也太卷了。是啊，本来修为就高了，结果还这么努力。这让我想到了一句话，比你强的人都还在努力，你有什么资格躺平？不愧是苏神，又帅又强又努力，爱了爱了。最近这段时间以来，苏晨刷了好几百局炼狱副本，宠物孵化卡也获得了不少。现在他的神兽蛋距离孵化也不久了，孵化进度目前已经达到了 80%。 苏晨有些期待，这神兽蛋能孵化出一只什么神兽。而除了神兽孵化卡，苏晨还刷到了很多零食以及装备武器。很多装备武器，苏晨觉得有些低级，他用不上，于是苏晨决定将那些东西变卖了。停止刷副本之后，苏晨跟胖子站在副本通道外面，他直接将仓库中刷来的那些东西拿了出来，摆了个地摊，准备变卖。虽然这些东西他看不上，但对其余玩家来说，这却是极品的装备。现在能通关副本的玩家都不多，更别提刷到装备了。而且那些玩家可没苏晨那么好的爆率。苏晨摆在地摊上的装备，随便一件都是很多玩家梦寐以求的。因此苏晨的地摊刚一摆出来，顿时就吸引了的一堆玩家围观。我擦，这是烈焰刀，那个是极品护腕，居然是黄级武技。哇，还有能提升玩家修为的丹药。天哪，苏神也太多大宝贝了吧！玩家们看得尖叫连连，每个人眼里都充满了炙热跟渴望。不过他们却不敢抢，因为对面可是苏晨。这个男人绰号苏神，乃是无尽仙途第一高手，人家吹口气都能灭了他们，他们可不敢不长眼。不过不敢抢，但是可以买啊。苏神，你这些东西是卖的吗？苏晨点点头，是的。那不知苏神，你这些东西怎么卖？你随便看，看中了什么你就出价，我觉得合适就卖给你。当然了，如果还有其余人也看上了同一件东西，那就价高者得。那请问需要华夏币还是灵石？华夏币。苏晨答道。这下所有围观的玩家明白了，苏晨这些东西是需要拿现实中的金钱来交易的。不过这正合他们意，要是拿灵石，他们还拿不出多少灵石来。苏神，这个烈焰刀我出50万，这可是黄级的武器，50万太少了，我出100万，我出200万。最终烈焰刀被一名男玩家以200万买走。这个护腕我出10万，这柄剑我出40万，这瓶丹药我出10万。一时间苏晨的地摊生意爆火，很快的苏晨的那堆东西就变卖一空。这些东西他很短时间内就卖出了2300万华夏币。这样的一幕看得胖子目瞪口呆。第59章回老家。苏晨就在这里摆了一会儿地摊，这就赚了几千万，这来钱未免也太快了吧，简直比他们家的工厂来钱还要快。要知道苏晨刚刚可是就摆了10几分钟地摊啊。
那些东西居然就被抢购一空，直接2000多万的收入入账。尼玛，这简直比抢钱还来得快！胖子喃喃开口。苏晨拍了拍胖子肩膀，发什么愣呢？走吧，回宗门，然后下线。啊，哦，好的。两人朝着附近的传送阵走去，不一会儿便各自回了宗门。回去之后，两人便各自下了线。两人一共刷了很多局副本，现实中已经是第2的下午了。苏晨收拾好自己的东西后，便跟胖子告别。对了，橙子，你什么时候去看房？苏晨想了想，过一阵吧，我先回家去，过几天将我叔叔婶婶带来一起看房。现在的他，银行卡里面已经有2000多万，这么大一笔钱，已经可以不用买普通房子了，连山城的别墅都能买得起了。山城不比魔都京城这种1线城市，在山城上千万足以买到一套不错的别墅了。离开胖子家，苏晨前往动车站坐了1个小时的动车，然后转了几个小时的大巴，最后还步行了一段路。最后，苏晨背着背包在山坡下一间石头砌成的小平房前停了下来。这间房子周围没什么人家，只有一座平房孤零零地坐落在这里。经过长时间的跋涉，现在已是傍晚时分。小平房前的坝子中，一个不锈钢打铁盆摆在角落，不锈钢铁盆中躺着一只已经拔了毛的土鸡。不一会儿，一个皮肤有些黝黑的朴素中年女子端着一盆水走了出来。婶婶，苏晨脸上一笑，热情地喊道。中年女人一愣，待看到苏晨之后，脸上顿时涌现出狂喜之色。小陈，中年女人喊了一声后，又朝着屋子里大喊道：当家的，小陈回来了。莫一会儿，屋子里一个皮肤黝黑，手里夹着根香烟的中年男人快速地出现在了大门处，看模样是一个憨厚的庄稼汉子。这人正是将苏晨从养大的叔叔苏大福。待看到已经来到坝子中的苏晨后，脸上顿时喜悦，他连忙准备小跑了过来，结果，哎呦！因为太过着急，苏大福脚碰到了门栏上，一个趔趄，差点摔倒。叔，小心啊！苏晨连忙关切地提醒道。那个，意外。苏建军稳住身形，一只手挠了挠后脑勺，嘿嘿一笑。婶婶张淑华白了他一眼，你这老头子一大把年纪了，还一点也不稳重。苏大福也没反驳，连忙来到了苏晨身边，一只手在苏晨肩膀上拍了拍。小陈，你长高了呀，快回去将包放下。苏晨点了点头，进了屋。他直接进了他自己房间。房间中没多余的摆设，就一张床，一个书桌。床上的被褥虽然质量不好，不过十分干净。显然，这是婶婶知道自己要回来，提前就铺好了。将背包放在书桌上，苏晨在屋里端了根凳子走了出去。此刻婶婶正在清洗杀好的土鸡，这鸡是乡下土生土长，完全吃粮食长大的。这种鸡跟城里面那些肉鸡完全不同，这种鸡鸡肉紧致细嫩，用来熬汤的话，汤都非常好喝。婶婶，我待会儿帮你砍鸡。张淑华笑了笑，然后道：不用了，这种粗活让你叔叔来做就好了。你刚回来，好好休息就行了。苏大福有些幽怨地看了张淑华一眼，合着我就只配干粗活是吧？张淑华直接肯定般的点头，当然了，你不干粗活，你还能干啥？苏大福愣了愣，然后也没法反驳，他好像就真的只会干粗活。苏大福将话题转到苏晨身上，他抽了一口烟，喷吐出一个眼圈。小子，在学校的生活咋样啊？等毕业后有什么打算？苏晨愣了下，心里有些尴尬。他都已经退学了，虽说辅导员还没将手续递上去，但他确确实实退学了。如果让叔叔婶婶知道了，那肯定的生气。因此，苏晨决定善意地隐瞒这件事。那个，在学校挺好的。至于毕业嘛，我准备做游戏方面的工作。专门打游戏的意思。不过，叔叔只是个没什么文化的庄稼汉，自然不会想到这些。苏晨说游戏方面的工作，他们还以为是开发游戏之类的。苏大福点点头，这个倒是不错。你有个远房表哥，好像就是开发游戏的，一个月收入好几万呢。以苏大福他们的认知看来，一个月收入几万，那已经是非常不菲的收入了。毕竟种庄稼，一年的收成卖掉也就1-2万的收入而已。还是读书好啊，像我们这种农村家庭，一年可能还没人家一个月收入高。苏大福又自顾自地感叹了一句，那有什么，咱们小陈是京城大学的学生，毕业后肯定不会比那个远房表哥差的。而且咱家小陈光是长相都比他那个远房表哥帅多了。张淑华显然很以苏晨为骄傲。苏大福点点头，这倒也是，咱家小陈可是咱们家族这些亲戚中唯一一个京城大学的学生。
光是这一点就比其他同辈强多了。苏晨听得有些汗颜，他现在都已经退学了，真正的学历现在相当于就是一个高中生。聊了一会儿，沈沈又聊到了苏晨的感情上。小陈，你跟你学校那个女生怎样了？沈沈问道。分了。这一点苏晨倒是没有隐瞒。沈沈说的是李曼，他曾经在电话里跟叔叔婶婶说过李曼的事。听见分了，叔叔婶婶都愣了愣。苏大福连忙给张淑华使了个眼色，那意思就是说，你哪壶不开提哪壶。婶婶连忙安慰道，分了就分了，小陈不用难过，他跟你分了，那是他的损失。几人闲聊着，张淑华让苏大福将鸡给砍成了小块，炒了炒，放进锅里炖。第60章，叔叔婶婶答应去山城，鸡肉就在外面坝子里面炖的，灶是苏大福自己拿铁皮桶制作的，燃料用的是晒干的玉米棒。40分钟之后，锅里飘出来一阵浓烈醇厚的香味儿，这是土鸡独有的味道，就算用的都是很简单的原料，可是浓香十足。又再炖了2个小时，天已经黑了。张淑华盛了一大碗的鸡肉放到桌上，还炒了几个素菜。这样的菜式对很多妇人来说非常简单，甚至是有些朴素，可是对叔叔婶婶来说已经是非常丰富的晚餐了。苏晨也去帮忙，在厨房里拿了碗筷出来洗好，然后将饭给盛好。张淑华拿起筷子给苏晨夹了一个鸡腿，脸上带着笑，来小陈吃个鸡腿。苏晨心里划过一抹暖意。苏晨没有拒绝婶婶的好意，夹起鸡腿咬了一口。叔叔婶婶，你们也吃。一家人就这样围着方桌吃起了晚饭。期间，张淑华不时地给苏晨夹菜，很快的，苏晨面前的小碗里就冒了尖。好了，淑华，别给小陈夹菜了，你夹的这些说不定小陈都不喜欢吃呢。苏大福提醒道。张淑华瞪了苏大福一眼，就你懂。苏大福被瞪了一眼也不敢再说什么，连忙扒拉碗里的米饭。婶婶家的我都喜欢吃。苏晨打了个圆场。几人又聊了几句，随后苏大福说起了一件事。小陈，过几天咱们得去走亲戚。去哪儿？苏晨问道。你堂哥苏成轩家，过几天是苏成轩的生日，邀请了咱们一家过去参加生日宴。张淑华皱了皱眉，苏成轩过生日请咱们一家干嘛？他记得苏成轩家跟他们家很少来往，平日里过生日根本都没有请过自己家，尤其是之前苏成考上了京大，而苏成轩却只能上京大青鸟。这件事之后，两家更加没了什么来往。就算是过年碰到了，苏成轩父母都是话里酸唧唧的。苏大福摇摇头，我也不知道，估计是有什么值得炫耀的事发生吧，不然怎么可能邀请咱们。苏成轩家在10年前买房去了山城，虽然是买个套2手房，但是却以城里人自居，每次过年碰到了都骄傲的像只孔雀似的，话里话外都是我们城里人怎么的。苏晨眼睛一亮，对了，叔叔婶婶，我们可以提前去山城看看。提前去干嘛？叔叔婶婶，我最近这段时间赚了一笔钱，我觉得咱们可以去山城看看房子，如果碰到好房子了，咱们可以定下来。苏晨解释道。他这番话却让苏大福心里吃惊。小陈啊，山城的房子房价可贵了，我之前听人说那里的房价都上万了，咱们可买不起。苏大福以为苏晨不了解行情，连忙提醒道。上次苏晨给他们打过一笔钱，因此他们知道苏晨有几十万。你给我们打的钱，我跟你婶婶没有动，可是加起来也最多能付个首付。张淑华连忙摇头，以后多赚点钱再考虑买房吧，如果贷款每个月都要还房贷，如果还不上，那房子可是要被银行收走的，这不好，等咱们家存够了全款买房的钱再考虑吧。他不想只给苏晨付个首付，付个首付的话每个月都要还贷款，那活着太累了。在他看来，无债一身轻，要买房最好就是存够了全款的钱再买。这些年他们老两口种地，也给苏晨存了10来万。苏晨笑了笑，叔叔婶婶，你们不用担心的，我这次赚的钱不是上次那笔，这次我又赚了几百万。苏晨这话一出，张淑华跟苏大福都张大了嘴。随后苏大福连忙提醒道，小陈啊，你老实告诉叔叔，你有没有做错事？几百万那简直就是一个天文数字，苏晨一个大学生怎么可能赚那么多钱，而且还是玩游戏赚的。叔叔婶婶，我说的都是真的，我玩的那款游戏里面有钱人特别多，我把游戏装备卖给他们，一件都数10万呢。就算苏晨再三解释了，可是老两口还是有些不相信。最后苏晨又是一通解释跟劝说，将他全部的口才都发挥了出来，最后老两口才勉强相信了。随后
苏晨还给老两口说了说他的想法，他想让老两口搬到城里，并且在城里给老两口开一家小店。晚上，张淑华跟周大福躺在床上，夫妻俩闲聊着。老婆，小陈今天说的事，你怎么看？张淑华想了想，然后说道：我觉得可以考虑一下小陈的建议，毕竟小陈也大了，以后要结婚生子，到时候如果小陈的女朋友看咱们家是村里的，看不上咱们家，不同意跟小陈结婚怎么办？张淑华可谓是想得很多，甚至都考虑到了苏晨以后结婚之类的事情。苏大福也是点点头，那咱们夫妻俩就在城里将生意给做好，免得以后让小陈未来被丈母娘嘲笑。老两口做出了决定。苏晨想不到的是，他以为还要给叔叔婶婶做好几天工作，结果根本不用。因为考虑到了苏晨未来的婚事，所以老两口也是做出了一个艰难的决定。第二天，当苏晨听到叔叔婶婶同意了去山城，也是一阵的惊愕。他本以为会做很多工作，没想到事情却这么顺利。苏晨心里一阵喜悦，因为叔叔婶婶答应了，那叔叔婶婶就能够避免前世的悲剧。于是苏晨当即就风风火火的就给叔叔婶婶都买了车票，三人接着便去了山城。到了山城，因为天已经有些晚了，一家人休息了一晚。第二天一早，苏晨便让胖子带着几人去看房，三人坐上了胖子家的大奔。路上，苏大福摸了摸车子精美的内饰，小王啊，这个车子这么好，得多少钱啊？叔叔，这车是我爸买的，我也不知道多少钱，不过可能就10多万吧。胖子随口说道，他撒了一个善意的谎，这车可不是10多万，而是奔驰的高端款，200多万。第61章，胖子对人。苏大福连忙放下了手，10多万的车子，他们种了一辈子地，也才存了这么些钱，万一碰坏了，那可赔不起。原来这么贵，怪不得这车子里面都这么漂亮。苏晨看着苏大福这小心翼翼的模样，也很能理解，一辈子都几乎没有出去看过外面的世界，在他们的心里，10多万的车恐怕是这辈子都不敢想的。可现实却是，10多万的车在很多人看来只是平民车罢了。叔，等咱们买了房子后，你也去学个驾照吧。苏晨说道，他能够看出来苏大福还是很喜欢车子的。果然，很多男人都爱车，香车美人不愧是大部分男人最大的2大追求跟爱好。苏大福连连摆手，不了不了，我一个农民学那玩意儿干嘛啊？学会了给你买一辆车呀。买车干嘛？叔，你想啊，要是咱们家开个小店，那肯定需要开车拉货之类的呀，这年头有车方便。苏晨解释道。这样啊，那好吧，不过买那种空间大的面包车就行了，那车坐的人多又特能拉。苏晨点点头，行行行。几人闲聊间，已经来到了一处售楼部。原本苏晨是准备就买一套普通住宅的，不过后面在游戏里摆摊赚了2000多万，他也就改变了想法。他准备买一套别墅。别的不说，别墅住起来舒服，叔叔婶婶都住习惯了村里的单独小院，别墅刚好也差不多是独栋小院，而且住别墅还能省去很多糟心事。高层的话，万一碰到个没素质的邻居，那就太糟心了。因此，胖子带着几人来到的是目前山城的别墅项目，叫做临江别墅的售楼部门前。临江别墅项目是已经完工并且豪华装修了的项目，每一栋别墅购买了都能立马搬进去住，完全不用糟心装修等方面的事，可以说是很节省时间。叔，婶儿，咱们到了。胖子连忙下车给苏大福以及张淑华开车门。随后一行人走进了临江别墅售楼部，看见来了客人，售楼部里的销售人员看了苏晨等人一眼，不过待看见一行人穿着普通，尤其是苏大福以及张淑华2位更是穿着老土的乡村中年人服装，所有销售员顿时心中就是一阵鄙夷。这种穿着明显就是来自乡下的乡巴佬。临江别墅可是整个山城最奢侈的楼盘，因为这里售卖的全都是江景别墅，最便宜的一套别墅都要500万的天价，因此几个销售人员都没有要第一时间过来接待的意思。来客人了，张涛，你不去接待一下？一名女销售人员说道。那名身前工牌上有张涛2个字的男销售人员看了苏晨等人一眼，眼神中露出一抹不屑。你看他们穿的什么，浑身上下没一件衣服是牌子，尤其是那对中年夫妻，身上更是农村人下地干活的衣服。这样的人能买得起咱们这的别墅？别开玩笑了，确实可能就是觉得咱们这外面的效果图好看，就想进来看看。能买得起咱们这别墅的客户，那都是最上层的人。一时间没有销售人员愿意过来招待。在他们看来，苏晨一行人根本就不是能买得起这里房子的人，压根儿就不是潜在客户，因此都不愿浪费时间跟唇舌。
在江山别墅售楼部这么久，他们碰到过不少人来这里看房，其中不乏穿着不错的客户过来看房。不过在听到房子价格之后，最终都不了了之。那些人都买不起，更别提这两个明显是乡下来的中年人了。苏晨一行人在这里逛了好一会儿，也没有人过来接待。苏晨带着叔叔婶婶看别墅模型，张淑华看着这精美的别墅，心里有些忐忑。小陈啊，这是别墅吧？好漂亮啊，不过肯定很贵吧？我看咱们还是走吧，去别的地方买。这么漂亮，这么高档的房子，一看就不便宜，这可不是他们这种小老百姓配住的。是啊，小陈，咱们买个普通高层房子就行了，这房子太贵了。苏大福也是附和说道。叔婶儿，你们别担心，橙子前不久赚了可多钱了，买这里的房子没什么问题的。跟在一边的胖子笑呵呵地说着，他可是知道苏晨之前赚了多少钱的，摆个地摊竟赚2000多万。呵呵呵。这时忽然传来一阵讥讽般的笑声，忽然响起的笑声让苏晨等人转头看去。售楼部的大门入口处，一男一女刚走进来。男的是个地中海胖子，脖子上戴着夸张的大金项链，看起来40来岁。女的则是一个戴着墨镜，看起来20多岁的年轻女子。两人的年龄相差很大。女子摘下墨镜，露出一张有些艳丽的脸。看见两人，售楼部的销售人员张涛连忙一脸热情地迎了上来。两位客人好，你们是来看房子的吗？是的，刚刚进来就听到有人说买得起这里的房子，我还以为是什么人物呢，结果一看就几个乡巴佬。女子尖酸刻薄地说，话语中带着浓浓的鄙夷。她刚刚看到这对中年夫妻，两人的穿着，她一眼就认出来是村里那些人穿的衣服。她就是从乡下出来的，所以一眼就认出来了。只不过从乡下出来之后，她反而一直看不起乡下人。你丫说谁乡巴佬呢？胖子狠狠瞪了女子一眼。女子看见胖子身材高大，有些害怕的往中年人身边挪了挪。本来就是乡巴佬，一看就买不起。地中海中年男人将女子搂入怀中，安慰道：好了宝贝儿，咱们看房去吧，别跟这种乡下人一般见识。胖子听见男人这个称呼，眼珠一转，原来这男人是你男朋友啊，我还以为是你爹呢。这话一出，顿时将女人气得不轻。你！他伸手指着胖子，气得胸脯不停起伏。销售人员张涛连忙笑眯眯地打着圆场：两位这边请，让我来为你们介绍临江别墅项目。第62章定下来。女人跟地中海男人这才跟着张涛去往了另一边。看到销售人员带着一男一女离开，苏晨眸子微微一眯。刚刚他们这一行人在这里看了这么久，都没有销售人员过来接待，可是刚刚这对男女一进来，立马就有一个销售人员凑了上去，而自己这边现在都还没人搭理，狗眼看人低的东西。而就在这时，一个年轻女销售提着一大袋外卖走了进来。她看到苏晨等人之后，连忙说道：几位，你们是来看房的吗？苏晨点了点头。年轻女销售连忙道：那稍等片刻。何小丽将外卖给几位同事拿过去，然后立马准备出去接待。小丽，你不吃饭干什么去？同事问道。外面还有客户要看房，我去接待一下。噗嗤，一声轻笑响起，那是何小丽的同事刘文文。小丽啊，你刚来，所以还没啥眼力劲儿。外面那几人，你看看，那中年夫妻明显就是乡下人，这种人你觉得可能买得起别墅吗？我们这里这种人很多，他们这种人基本上就是进来长长见识而已。何小丽沉思了一下，眸光坚定，我觉得不管买不买，咱们做销售的都应该做好自己本分。说完这句话，何小丽转身走了出去。身后的刘文文摇摇头，还是太年轻，他要去就去吧，等这种事情经历的多了，他自然就知道要怎么做了。有同事说道。销售大厅，几位先生，让我来为你们介绍介绍我们项目。何小丽说道，她这副模样看起来颇为正式。行，苏晨点点头。何小丽笑了笑，那么请问几位想要看什么价位的房子呢？张淑华开口道，姑娘，不知你们这里最便宜的房子要多少钱？何小丽看见张淑华的打扮，一下子想到了家里的妈妈。她家是农村的，家里的妈妈也是张淑华这副打扮，因此看见张淑华就觉得有些亲切。阿姨，江山别墅是一个比较高端的项目，这里的房子最便宜的一个档次也要500万。张淑华闻言张大了嘴巴，这也太贵了吧！张淑华感叹道。随后他看了看苏大福，夫妻俩彼此对视一眼，张淑华给苏大福使了使眼色。苏大福立马会意，小陈啊，这最便宜的房子都要500万，未免也太贵了，咱们哪里配住这么好的房子，还是去买别的地方的房子吧。不远处，
被张涛带着看房的一男一女也都听见了两夫妻的话。女子再次嗤笑一声，果然是个乡巴佬，听见500万，估计都快吓傻了吧。我建议啊，你们还是去山城的老城区买吧，那些老破小比较适合你们，而且就算是老破小，估计你们也最多只能凑出个首付。胖子可不会惯着他，立马站出来说道：“不就是500万吗？我们又不是买不起。”他睨了一眼女人：“你有什么资格看不起我们？看你这模样，就是个被包养的小三。”女子再次被气得不行，可是她一时间没法反驳，因为她确实就是小三上位。好了，倩倩，别搭理他们，犯不着因为乡巴佬生气。咱们今天是来挑选咱们的新房的。女人这才点点头，然后继续在张涛的带领下看500万那一档次的别墅。苏晨看着自己叔叔婶婶笑了笑：“放心吧，叔叔婶婶，咱们买得起。”张淑华点了点头：“好吧，那小陈，房子你来挑吧。”他们夫妻俩对住的地方没有要求，只要苏晨喜欢就行。苏晨点了点头，他也知道叔叔跟婶婶对挑选房子方面的事情不擅长，因此便看了看那些玻璃柜中的模型。很快，苏晨看到了一排别墅，这别墅是中式小庭院风格，看起来低调又大气。别墅前面有一个小院子，院子里就假山、水池，苏晨看一眼就喜欢上了。他伸手指着这排别墅，这种类型的别墅要多少钱？何小丽看了一眼苏晨指着的别墅，顿时心里微微一惊：“先生，这别墅是我们这里的高档别墅，售价是1000万一套。别墅城市中式庭院风格，里面有假山、池水，而且是精装修的，里面的家具都搭配好了，只需要买一些简单的电器就能入住。”其实何小丽也觉得苏晨等人不太可能买得起，不过还是十分耐心的为苏晨等人介绍。苏晨挑挑眉看了看何小丽：“何小姐，很感谢你为我们介绍房子，不过你难道就不怕我们根本买不起，白忙活一场吗？”何小丽笑了笑：“这是我应该做的，我的职责就是为每一位客人讲解，无论对方买不买，我都应该做好自己分内的工作。”苏晨闻言点点头：“不错，这才是一个销售的职业素养。”苏晨又看了看，然后挑了中间的一套别墅：“何小姐，这套别墅还没卖吧？”何小丽愣了愣，然后回答：“这套还没卖。”“那好，我们就定这套别墅了。”“何小姐，你去准备合同吧。”苏晨淡淡说道。何小丽瞪大了眼睛：“难道这位先生要买这套别墅吗？”“先生，这套别墅要1000万，你确定要订这套别墅吗？”何小丽有些吃惊地问道。很快，她又觉得这句话有些不妥，又连忙焦急解释：“先生，我不是那个意思，我是说这套别墅实在是太贵了。”看见何小丽这焦急解释的模样，苏晨笑了笑：“何小姐，你放心吧，我有能力购买这套别墅，你去拿合同吧，咱们现在就定下来，我准备早点搬进去。”何小丽有些发愣：“啊，哦，好的，我这就去拿合同。”话落，她连忙去办公室拿合同去了。办公室中，此刻几个同事还在这里玩手机。“小丽，怎样了？他们是不是说要再看看？”同事问。何小丽摇摇头，他们看中了中式风格的别墅，说要定下来。第63章，做人还是要脚踏实地，少装逼。什么？何小丽此话一出，办公室里的同事全部惊住了。这怎么可能？有人惊呼，所有人都是一脸的不可置信。毕竟苏晨一行人，他们一看就知道苏晨跟胖子两人是后辈，那一对中年夫妻才是长辈，才是能当家做主之人。可是这一对中年夫妻的穿着，分明就是乡下地里干活的农民穿着，农民跟高档别墅怎么看都不搭边才对。可是此刻有人告诉他们，就是这样一对农民要买别墅，而且还是他们销售不高档的别墅，一套价值上千万的那种。这怎么看怎么不可思议。有一名销售喉结滚动了一下，他们真的能拿出那么多钱来吗？不会是为了装逼才说要买的吧？刚刚外面的情况，办公室的人都看见了。苏晨一行人被嘲讽，所以恼羞成怒的装逼也是有可能的。不过就算现在装逼了，等付款刷卡的时候依旧会原形毕露，毕竟银行卡里的余额可是做不了价的。何小丽也没理会这些同事，直接拿着合同跟 POS 机就出去了。他带着苏晨等人在大厅一边上的会客座椅处坐下，然后给苏晨等人分别倒了一杯水。此刻张涛也带着方才那名年轻女子跟地中海男人也在这边坐下了。显然他们的房子也基本上看完了。两拨人相距不远。先生，合同我拿来了，你仔细看看吧。何小丽将合同递给了苏晨。经过方才的观察，他发现这一行人都是以这个帅气的男生为首，因为他直接把合同拿给了苏晨看。
苏晨点点头，接过合同后就翻看了起来。不远处的那个女人也注意着这一切，看见苏晨看合同，她再次嗤笑一声：“装什么装，小姑娘，你把合同给他们看也是白费功夫，他们不可能有钱买的。他估计苏晨等人就是装逼罢了，1000万的别墅哪里是乡巴佬能买得起的？待会儿付款的时候，估计就会找各种借口。”何小丽没搭理他，这个女人处处透露出一股高高在上，一股看不起乡下人的态度，让她心里也不舒服。因为她也是乡下的，她的父母也是农民，谁不是靠着劳动吃饭？难道乡下人就低人一等？哪有这个道理？胖子再次瞪了女人一眼：“你家住大海边上的吗？管得这么宽？你管我们买不买得起？”他实在看不惯这女人的姿态，一副高高在上的模样。有啥可高贵的？不就是个情人吗？说不定还是个小三。苏晨则是没有理会女子的叫嚣，他实在懒得理会这智障般的女人。至于张淑华跟苏大福，两人是地地道道、老老实实的农民，自然也不擅长对人，两人只是有些羞愧的没接话，心里面有些愧疚，觉得他们的农民身份让苏晨也受委屈了。见苏晨等人都没理会自己，女人冷哼一声，然后回过头去继续商谈房子的事了。就这套吧，我们定了。对了，首付要多少？地中海男人问道。500万不是个小数字，饶是地中海男人是个小老板，但也没法直接拿出这么多钱来。他之前有个工程的款还没有收到，因此只能先贷款买。张涛说道，贷款的话，首付最少30%，不过如果你们首付款付多一点的话，那后面的月供就会低很多。经过一番商谈过后，最终他们觉得先首付200万，剩下的300万则是去银行贷款。而在他们商量好之后，苏晨也看完了合同。何小姐，合同我已经看完了，咱们现在来谈谈付款方式吧。苏晨将合同合上说道。何小丽点点头，介绍了起来。付款分为首付跟全款2种方式，首付的话最少30%，剩下的去银行办理贷款。全款的话就是付齐1000万，就不用往银行跑了。那就全款吧。苏晨淡淡开口。哦，好。何小丽刚刚回了一句之后，便直接愣住了。她连忙看向苏晨，先生，全款可是需要一次性支付1000万，你确定是要全款吗？苏晨轻轻点了点头，表示肯定。这样的一幕落在不远处的女人眼中，让女人也先是惊讶了。然后她觉得苏晨不可能拿出这么多钱来了，多半是装样子的。亲爱的，他们要全款购买高档别墅呢，他们这些乡巴佬比你这个大老板难道还有钱吗？女人故意说道。地中海男人在女人脸上亲了一口，然后不屑地看了苏晨等人一眼。亲爱的，他们肯定是想在我们面前装逼罢了，待会儿付款，卡里绝对没钱。说到这里，地中海男人摇摇头，哎，现在的年轻人啊，为了装逼再非要打肿脸充胖子，何必呢？老老实实打工挣钱才是王道，说不定将来找到机会还能像我一样成为老板呢。这两人一唱一和的，以为自己掌握住了真相，在这里讥讽。不过这两人在苏晨眼里跟小丑没什么区别，要不是现在游戏中的修为还没反馈，他早将这两人给拍出去了。两只苍蝇一直嗡嗡叫，也是有些烦人。何小丽听到两人的话，心里也是有些担心，待会儿苏晨要是没钱买房，可能会闹出笑话。于是她连忙说道，先生，这别墅很昂贵，你要不要回去再认真考虑一下，咱们后面再联系。何小丽有些怕苏晨闹出笑话，所以连忙找了个借口想为苏晨结尾。苏晨给她的感觉还是很不错的，人长得帅，还彬彬有礼的。不过苏晨却是直接拒绝了他的好意，不用了，何小姐，我已经考虑清楚了，咱们签合同吧。这何小丽有些犹豫，她还是害怕苏晨拿不出钱成为笑话。不用担心，你尽管按流程走就是了。何小丽这才点点头，然后跟苏晨签了合同。随后她拿出 POS 机准备刷卡，她心里此刻已经决定了，如果苏晨卡里没钱，她就说 POS 机坏了，让苏晨改天再过来。第64章灰头土脸离开。不远处的那一男一女脸上都带着得意的笑容，看着苏晨，这小子这卡里绝对刷不出钱来，待会儿肯定会找各种借口，还大言不惭地说要全款，简直可笑。苏晨从口袋里直接掏出钱包，看着钱包里的2张卡，苏晨陷入了疑惑。2张卡都是工商的，自己绑定无尽仙途的是哪张银行卡来着？苏晨记不起来了，因为2张卡都是同一个银行的，而且颜色样式也差不多，因此他一时间不知道哪张卡里有钱了。犹豫了一下，随便抽出了一张递给了何小丽。苏晨也不太确定这张卡里有没有钱。胖子此刻得意洋洋地看了看女人与地中海男人，
你们俩就等着被打脸吧。中年男人笑了笑，我倒是要好好看看，你们有没有实力打我们脸。他虽然在笑，不过心里却有些不安起来，因为这个胖子表现的未免也太自信了吧，那模样就好像十分确定那卡里能刷出来1000万似的。这一行人不会真的卡里有1000万吧？何小丽接过苏晨递过来的卡，往 POS 机里划了一下，滴滴滴 ，POS 机响了几声。何小丽看见屏幕上面出现几个大字余额不足，她顿时脸色一变。果然吗？她就知道苏晨没有那么多钱，毕竟那可是1000万啊，能拿出这么多钱来的，那肯定是富豪。苏晨怎么看都是一个20出头的年轻人，又怎么可能真的有1000万呢？哈哈哈哈！何小丽正准备给苏晨打圆场，便听见不远处的中年男人直接哈哈大笑了起来。地中海中年男人笑着说道：“小子，说了没钱就别装，你非要装。刚刚那 POS 机的声音是卡里余额不足的声音，你说说你，没钱干嘛非常装这一波呢？这不是更丢脸吗？”女人也笑了起来：“乡巴佬怎么可能有钱？没钱就算了，还喜欢装，现在原形毕露了吧？”两人都嘲笑了起来。那些一直在关注这边的销售也是一脸果然如此的表情。他们知气那就猜测苏晨拿不出钱来是在装，现在的情形果然证实了他们的猜测。胖子一脸惊愕，苏晨卡里怎么会没钱？他可是知道苏晨之前在游戏里摆地摊就赚了2000万多万，现在怎么会发生这种情况？苏晨也愣了愣，然后明白了过来，他可能是拿到另外一张卡了。这张卡不是绑定游戏的那张卡，卡里没钱，自然刷卡失败。何小丽一时间愣住了，她本来想找个借口给苏晨解围的，结果没想到那中年男人听出来了 POS 机的余额不足声音，这让他一下子也不知道该怎么办。张淑华拉了拉苏晨衣服：“小陈，如果钱不够就算了吧，咱们不买了。”苏晨摇摇头安慰道：“没事的婶，刚刚拿错银行卡了。”安慰了一句，苏晨从心拿出来一张银行卡给何小丽，脸上歉意一笑：“不好意思啊，何小姐，卡拿错了，你刷这张卡试试。”地中海男人跟尖酸刻薄的女人此刻笑意盈盈：“小子，没钱就别装了吧，你这不是浪费人家销售员的时间吗？”女人也是讥讽一笑：“是啊，这年头年轻人真是太不踏实了，都被揭穿了还不承认，还要在那里装。”苏晨不以为意：“何小姐，刷卡吧。”他再次提醒了一句。何小丽犹豫了一下，手上没有动作，她怕苏晨又被打脸，有些不忍：“小姐，你就刷吧，我倒想看看这小子这次刷卡失败又会找什么借口。”地中海男人催促道，他已经迫不及待的想要看苏晨一行人被打脸了。刚刚胖子的他们两人的讥讽显然已经让他记恨在心。“小丽，你就刷吧，咱们是销售，是卖房子的，可不是配合别人演戏装逼的。”张涛也开口说道，他现在就想这一伙乡巴佬被打完脸赶紧离开，他好完成跟地中海男子的合同。听见大家都这么说，何小丽看了苏晨一眼，然后重新刷卡。POS 机刷卡成功的声音响起，何小丽不可思议地看着 POS 机，居然刷卡成功了。她震惊开口：“刷卡成功 ！POS 机侧面往外冒出交易小票。”这一幕直接将地中海男人跟尖酸刻薄女人震惊住了。这怎么可能？女人尖声道。中年男人心里也满是不可思议：1000万，这小子真的有1000万？销售员张涛以及办公室门口看热闹的其余销售员们也都被这一幕震惊住了。他们怎么也想不到，这一行看起来像是乡下人的人，居然真的能拿出1000万买房，全款1000万买别墅。尼玛，这真的是乡巴佬吗？如果这都是乡巴佬的话，那他们算什么？看着众人震惊的模样，胖子嘿嘿一笑：“某人还自称老板呢，结果买一套500万的房子都要贷款。我们是乡巴佬，1000万的别墅直接全款就买了，真不知道谁才是乡巴佬了。”这话一出，地中海男人跟尖酸刻薄女人脸上皆是一红，然后灰头土脸的就起身往外走。张老板，这房子张涛心里着急，合同还没签呢。然而地中海男人都没理他，连忙离开了。房子卖出去，销售是有分成的，这种别墅卖出去一套，分成更是可观。可现在张涛的分成飞了。苏晨跟何小丽接下来很快的完成了交接手续，因为这房子是精装修的，苏晨又是全款，所以手续不多，一会儿就办好了。等到苏晨拿着钥匙离开，售楼部的销售们才议论了起来：“真是人不可貌相啊，人家乡下人穿着直接全款购买1000万的高档别墅。”“是啊，
那个脖子上挂着大金项链的老板，连500万的别墅都要贷款。真正的有钱人果然都是低调的。销售员们都羡慕地看着何小丽，1000万的别墅，何小丽的分成奖励都很可观。他们全都后悔苏晨等人进来的时候没有第一时间去服务。第65章搬家，结果让一个新来的捡了漏。要知道，他们这可是专门卖别墅的售楼部，别墅本身就不是普通人能买得起的，因此售楼部这里1个月也卖不出几套，而只要卖出去1套，甚至能够抵得上一般人1年的工资。这次的事情也让他们明白了一个道理，那就是人不可貌相，以后就算看起来穿着普通的顾客来了，也要好好接待。苏晨交接了手续后，便拿着钥匙跟叔叔婶婶去看房去了。临江别墅不愧是山城数1数2的别墅，装修奢华，中式风的外观处处彰显低调内涵。苏晨几人在别墅中欣赏，看着别墅里的装修，叔叔跟婶婶满眼都是满意。他们一辈子都没有见过这么漂亮的房子，他们甚至在想，这里是他们这种乡下人配来的地方吗？更别提让他们住这里了。张淑华跟苏大福2人在房子里四处打量观看。老婆子，你看看这房子，太漂亮了。是啊，真是太豪华了，住在这种地方肯定很舒服。张淑华对这个房子十分满意，他甚至在想，以后自己家苏晨住这种房子，那苏晨女朋友一定会很满意。有了这样一栋房子，以后苏晨就好找女朋友了。就算是相亲，这样的房子对方也能看得起。不错呀，这别墅比我爸妈住那套也丝毫不差。胖子也开口赞叹道。不过他这人对住的地方没啥大的追求，舒适就行了。因此他爸妈给他单独买了一套房子，他二话不说就搬出去了住了。挺好的。苏晨对这个房子也很满意，装修风格也是中式风，很有国风味道。这种风格他也喜欢。一行人在房子里四处看看，发现这别墅中的家具基本上已经备齐了，就连电器很多大棚有大件的也都备齐了，比如电视机、洗衣机。不过想要入住还是需要购买很多东西的。婶婶、叔叔，我们去将生活用品买齐吧，然后将家里的卫生做一下，这样咱们今天就能够住进来了。欣赏了一下别墅，苏晨提醒道。张淑华点点头，对，这么大房子做卫生都还要做好久。那好吧，咱们先去买电器跟生活用品。苏大福也是点点头说道。想要搬家还有很多准备工作需要做的，于是一行人便由胖子带着去了最近的苏宁电器，冰箱、洗衣机、电饭锅、微波炉等等都采购了一通。苏晨挑选的是美的这样的大牌子，这些大牌电器都不便宜。苏晨购买的时候看得张淑华一阵的肉痛，他劝说苏晨买便宜一点的，不过却被苏晨以大牌电器质量好、安全为借口给说服了。一番挑选后，家里的电器算是选购齐全了。先生，请给我们一个地址，我们给你送上门安装。因为苏晨购买的电器很多，全是大客户了，所以苏宁电器的店长亲自过来询问地址。这些电器都送到临江别墅108号别墅。苏晨淡淡说道。苏宁电器的店长连忙点头，好的，临江别墅108号。什么？临江别墅？店长忽然睁大了眼睛，他忽然想到了临江别墅是什么地方，才这么吃惊。因为在不久前，他就看到了临江别墅的报道。这里是山城两江区最大的别墅区，最便宜的低配别墅都要500万，而高一个档次的则是需要1000万。因此他明白，能住这里的肯定都是有钱人。可是眼前这几人怎么看都不像是能住得起别墅之人，尤其是这对中年夫妻，那穿着更是明显就是乡下穿着干活的服饰。想到这些，苏宁电器的店长连忙追问了一句：先生，你说的是临江别墅吗？苏晨点点头，看向苏宁店长，怎么，有什么问题吗？苏宁店长神色一僵，连忙解释道，没问题。他总不能说，我看你们不像是能住得起临江别墅的人吧。他觉得也许苏晨等人是替上司买的电器，不一定是苏晨等人自己的别墅。苏晨点点头，拿出手机看了看时间，现在是下午3点了，你们就7点时送过来吧。苏晨叮嘱了一句，他待会儿还要去买其他东西，需要一点时间。如果在他还在外面购物的时间里，电器送过来了，那可没人在家。电器购买完，苏晨等人又去购买了碗筷以及床上用品。等这些东西买齐之后，几人又买了一批清洁用品，然后这才回了别墅做卫生。苏晨本来想请一些专业人员来做卫生，结果被婶婶给说了一顿，于是就变成了他们自己做别墅的卫生。胖子也很是主动的加入了搞卫生大队。开玩笑，
他可是还要抱紧苏晨大腿的。苏晨这种游戏大佬可是可遇不可得的，此刻有一个表现的机会，自然不能错过。于是，胖子拿着拖把在房间里拖着，因为是别墅，所以面积很大。胖子累得像条狗似的直喘气，这一幕自然也落到了苏晨眼里。苏晨拿着块抹布从胖子身边路过，他轻轻拍了拍胖子的肩膀：“胖子，加油！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胖子连忙点头：“好的，大哥。晚上刷本吗？”苏晨想了想，点了点头：“行吧。看在胖子这么勤快的份上，他就带胖子下本吧。”晚上10点，终于将一切都弄好了。苏晨跟叔叔婶婶也都正式搬进了别墅。这一天注定是非常开心的一天，能够靠自己能力让家人过上好日子，这让他心里感到很满足。晚上没有做饭，到外面饭店点了一桌，庆祝了一下，然后便回了家。11半，苏晨戴上头盔，躺在床上，进入了游戏。进入游戏后，苏晨第一时间又前往了天元城，准备跟胖子会合。不多时，苏晨便到了天元城。苏神，晚上好啊！苏神，你来了呀！苏神，什么时候你在摆摊啊？对啊，苏神，什么时候继续摆摊啊？我们也想买点装备啊，苏神。第66章，苏承轩一家的计划。上次，苏晨在这里摆摊，可是卖了不少好东西，其中甚至有入了品级的武器以及武技。上次，趁着苏晨摆地摊时购买了装备的玩家中，可是有一部分玩家直接通关了副本。这其中固然有玩家越来越熟悉副本的原因，但也有武器跟武技的原因。这就是玩普通游戏一个道理，你有好的武器跟武技，伤害梦直接提升好几倍。别人普通武器砍小怪需要好几刀，可一把好的武器则是可以很大的提升效率。武器好，别人砍3刀的伤害也就只相当于逆砍1刀，这其中的差距自然很大。面对玩家们的热情，苏晨倒没有高冷，这些明显就是他的客户，对于这一批客户，他自然是要好好维护的。最近仓库里没有装备，所以摆摊的事等下次一定。苏晨笑着说道。玩家们听见苏晨这话，顿时变得有些遗憾，他们也想从苏晨这里买点装备，好增加自身的实力，更好的通关副本。可惜的是，苏晨暂时没有摆摊的打算。不过玩家们还是很热情，跟苏晨闲聊着。胖子还没过来，苏晨也就陪着玩家们闲聊了几句。等到胖子来了，苏晨便跟胖子下了本，依旧是炼狱难度的活死人城。因为已经刷过很多次这个副本了，再加上现在苏晨的修为已经非常高了，所以增加的经验很难再让他升级。不过蚊子再小也是肉，而且通关了还能得到装备，因此苏晨依旧在刷着。等再刷一阵，就又能摆一次地摊。一次地摊，那对苏晨来说可是代表着大把大把的华夏币。刷了10把之后，苏晨下了线。第二天，苏晨带着叔叔婶婶又去逛了逛超市，将一些必需品采购了一番。接下来的日子，苏晨都带着胖子刷副本。这个副本已经被他刷了无数次，有胖子陪着，比他一个人刷无聊来得好。因为即将跟着叔叔婶婶走亲戚，为此苏晨专门去 4S 店买了一辆宝马，黑色的车身看起来颇为低调。苏晨在京城大学是学过驾照的，所以车子办理好手续之后，苏晨就开了回去。在城面有辆车还是非常方便的，尤其是山城这种爬坡上坎的地方。而且以后叔叔婶婶开店也需要一辆车，他们一家人准备等去参加苏承轩生日宴席后再去选店铺。而且目前他们想要开什么店也还没有选好。几天后，一家人坐上苏晨新买的宝马前往了生日宴。生日宴就办在山城。此刻山城一处老旧小区，这里便是苏承轩家。承轩啊，今年你的生日，为什么非要邀请苏大福一家啊？中年男人问道。是啊，承轩，苏晨那一家子乡八老，咱们家跟他们都很多年没来往过了，这次为什么非要邀请他？一个肥胖的中年女人也是说道。这一对中年男女正是苏承轩的父母，他们一家在很多年前就已经买房到了山城，虽然买的是一套2手房，但也确实算是进了城。从此以后，苏承轩一家便眼高于顶，看不起苏晨一家。在他们看来，苏晨的叔叔婶婶就是一个乡下种地的，那是社会最底层。因此每年过年，他们一家便会在苏晨一家面前各种显摆，处处彰显城里人的优越。直到后来，苏晨考上了京城大学，这才支棱了起来。苏晨跟苏承轩是同龄人，苏晨只比苏承轩小几个月，两人也都是同级的。不过在苏晨考上京城大学时，苏承轩却只考上了京大青鸟，这顿时让苏承轩一家沦为了亲戚口中的笑话。因此
苏承轩一家人就跟苏晨一家没什么来往了。可是现在，自己儿子居然主动让他们邀请苏晨一家，这让苏承轩的父母想不通。他们一直追问，可是苏承轩却一直说等到生日那天再说。而今天，终于就是苏承轩生日这天了。苏承轩父母终于忍不住了，将一直在心里的疑惑问了出来：为什么自己儿子会让他们邀请苏晨一家？看到父母好奇的表情，苏承轩笑了笑：我让你们邀请苏晨一家，同时也邀请了咱们家其他的亲戚过来，是为了报当年之仇。听见儿子这么说，苏承轩父母都愣了愣。当年之仇？什么当年之仇？他们怎么不知道苏承轩说的什么？看到父母还在发愣，曲承轩说道：当年苏晨考上了京城大学，而我只考上了京大青鸟，这让我沦为了亲戚口中的笑柄，让我很长一段时间都抬不起头来。苏承轩父母听见儿子这么一说，也很快明白了过来儿子说的是什么了。当年苏晨考上京城大学，而他们儿子就只考上了京大青鸟，这让他们一家子都丢尽了脸面。那时候的一幕幕，现在他们都还记忆犹新。可是儿子，这跟你让我们邀请苏晨一家来你生日宴有什么关系？苏承轩脸上露出得意畅快的笑容。就在不久前，我在学校得知了一个消息，那就是苏晨退学了。听到这话，夫妻俩都愣了愣。苏晨退学了？这怎么可能？他不是京城大学的吗？京城大学那么好的学校，他怎么会退学？这完全说不通啊。苏承轩道：听说他退学是为了回去专门玩游戏。从京城大学退学就为了玩游戏？夫妻俩直接惊了。不是，苏晨不是一个书呆子吗？怎么会为了玩游戏退学？两人还是不敢相信。主要是这太扯淡了，为了玩游戏从京城大学退学，这是疯了不成？苏承轩笑了笑，不屑地说道：可能就是因为以前一直学习，没接触过游戏吧。上大学了，一接触游戏就上瘾了，因此就退学去玩游戏了。所以我才让你们邀请他们一家来我的生日宴，这样我们就能在亲戚面前狠狠地羞辱他们一家，这样就能报了当年丢脸之仇了。夫妻俩对视一眼，从对方眼里，他们能看到彼此眼中的欣喜。第67章，前往苏承轩的生日宴。儿子，你说的都是真的吗？如果自己儿子说的是真的，那可就真是太好了。这次儿子的生日宴还邀请了家里的一些亲戚，如果苏晨真的从京城大学退学，那他们就能好好的羞辱一番苏晨这一家了。想当年，苏晨考上京城大学何等风光，而自己家儿子考上京大青鸟又是何等耻辱。如果儿子说的是真的，那当初苏晨一家有多风光，今天他们就要让苏晨一家多狼狈。苏承轩十分得意的点点头，当然是真的，这件事已经传到我们学校了。之前我们学校里都在传，有一个叫苏晨的，为了玩游戏从京城大学退学了。我当时听到这个名字还以为是同名同姓，结果一番打听之下，被证实这确实是真的。退学的那个苏晨就是我的那个堂弟。确认了这一点之后，我就明白我的机会来了，所以才让你们宴请苏晨一家。听了苏承轩的话，宣父跟宣母顿时大喜，还是我儿子聪明。宣母笑着夸道：那咱们赶紧去饭店吧，过一会儿亲戚们就要过来了。宣父提醒道：为了羞辱苏晨一家，所以苏承轩让父母邀请了好几个在山城生活的亲戚。他们老家本来就离山城近，因此家里那边的人很多都在山城买了房。这次邀请过来的除了苏晨一家外，都是几家住在山城的亲戚。一家人在家里换上了最好的衣服，容光焕发，精神抖擞地前往了饭店。这次的生日宴定在山城的山城大饭店，这是一家还算不错的饭店，价格是一桌800块，地址则是早就发到了苏晨的叔叔手机里。此刻，苏晨开着车载着叔叔婶婶前往山城大饭店。他倒是有些庆幸在京城大学时学了驾照，否则就算有钱也买不了。虽然以后游戏反馈修为之后，苏晨便不会再需要车子这种交通工具，到时候直接飞行就行了。不过叔叔跟婶婶还是需要车子代步的。大福啊，我总感觉苏大全跟唐芳两人邀请咱们是有啥目的，心里现在忐忑的厉害。车上张淑华有些忧心的说道。苏大全就是苏承轩的父亲，唐芳则是苏承轩的母亲。我跟大全毕竟是堂兄弟，可能这些年他变得重视亲情了呢，所以才邀请咱们一家，想要走动走动。苏大福这般说道，他非常朴实，都是将人往善良方面想。坐在驾驶位上的苏晨心里不禁摇头，叔叔这人还是太老实了。苏晨明白，人性这东西一辈子也改不了。苏承轩一家邀请自己一家人，肯定是有什么事情，不然的话，那家人绝对不会邀请自己一家，因为那家人根本就看不起自己一家，人家
可是高贵的城里人，怎么看得起自己一家乡下人呢？答应过去。苏晨也是想要看看苏承轩一家究竟想要干什么。车子继续行驶在路上，苏承轩一家在老城区，苏晨家新买的别墅在新区。老城区距离新区好几十公里，开车需要1个小时。半小时后，苏晨载着一家人来到了山城大酒店，在附近找了一会儿都没能找到停车位，苏晨只能开着车慢慢转悠。山城人太多了，停车位都不好找。苏大福感叹道：“还是乡下好，想停车随便停就行了，哪里像现在这样麻烦。”苏晨笑了笑：“这边是老城区，所以不好停车，咱们新家那边就比较好停车了。”两人说话间，在前方不远处有一辆车忽然启动，看样子是准备离开了。小陈，那儿有辆车要离开了，快过去把位置占下来。张淑华连忙喊道。他们都在这附近转了好几圈了，能看到个车位可不容易。苏晨也是将车子开了过去，等那辆车一走，他便连忙将车给倒了进去。车位空间不大，要是换个行手来，估计都不敢往里开，容易剐蹭到别的车。不过显然苏晨不在此列，前世的他好歹也算是老司机了，这点难度对他来说没啥问题。几番操作过后，便将车倒入了车位中。接着一行人进入山城大饭店。这饭店虽然取名叫做山城大饭店，但只是一个普通的饭店而已，也就堪堪跟普通的酒店差不多档次。饭店大厅有很多吃饭的客人，因为是夏天，所以人声嘈杂。大厅里因为人多，所以很热，有好几个男人都光着膀子划拳，劝酒声不绝于耳。这几天苏晨已经给叔叔婶婶买了衣服，因此今天叔叔婶婶都是穿着新衣服来的。进到饭店，立马便有服务员阿姨过来询问：“几位？我们过来参加亲戚生日宴的，主人家叫苏承轩。”苏晨回道：“这种场合，叔叔跟婶婶显然是不适应，因此都是苏晨站出来沟通。”服务员阿姨也已经50来岁了，看得出来年纪颇大。如果是换了其他上档次的地方，肯定是不会招聘这么大年纪的阿姨的。那些上档次的酒楼，服务员基本都是年轻漂亮的女生。由此可见，苏承轩一家混的也就那样。也不知道他们一家老显摆城里人身份干嘛。服务员阿姨认真思索了片刻。生日宴，苏承轩今天在饭店办生日宴，订餐的有几家，但他想了半天也没想出来有苏承轩这号人物今天办了生日宴的。他仔细看了看苏晨等人，你们是不是说错订餐人名字了？今天没有一个叫苏承轩的订餐啊。那阿姨有没有一个叫苏大全的订餐了？苏晨又问。他觉得可能订餐留的名字的是苏承轩爸妈的名字。这次服务员阿姨思考片刻后点了点头，有，不过他们就订了2桌，这算哪门子的生日宴？你们跟我来吧。嘀咕完，阿姨便在前面带路。苏晨等人跟在服务员阿姨身后，不多时在一个包间外面停了下来。就是这里了，你们进去吧。苏晨连忙道谢。第68章退学之事曝光。苏晨看了身旁的叔叔婶婶一眼，显然老两口在这种场合有些紧张。推开房门，刷刷刷，一道道视线落到苏晨几人身上。包间里的人正是苏晨家的亲戚。苏晨的大爷爷家生了8个子女，这8个子女家里又有儿子孙子，所以让苏晨家的亲戚一下子就多了起来。而且大爷爷家的子女都在山城发展，因此苏晨一家在山城的亲戚还是很多的。大福，你们一家可算来了。体型臃肿的唐芳从座位上站起来，脸上堆满虚情假意的笑意。他几步来到苏晨等人身边，怎么来这么晚？就等你们一家了呢。其实他们也没来多久，但唐芳这么一说，就好像他们这么多人都在等苏晨一家似的。张淑华笑了笑，脸上有些歉意：“嫂子，这附近不好停车，刚刚小陈在附近找了好几圈才找到一个停车位，所以就来晚了。”张淑华这话一出，唐芳脸色顿时变了变。找停车位？弟妹，你们家买车了？唐芳诧异地问道。刚刚张淑华说找停车位，这不正是说明苏晨等人是开车过来的吗？这一家乡巴佬还能买得起汽车？这怎么可能呢？唐芳不敢相信，所以直接问了出来。听见他的质问，张淑华也没想那么多，回答道：“是小陈前几天买的。”他这话一出，顿时包间里的亲戚目光都齐刷刷地落到了苏晨身上。苏晨买车了？苏晨不还是个学生吗？现场的苏承轩都愣了一下，苏晨一个退学玩游戏的买车了？这怎么可能？退学玩游戏难道还能赚钱不成？这根本不现实。他也看向了苏晨，见到所有人目光都落到自己身上，苏晨丝毫不以为意，一脸的淡然。如果他还是前世的那个苏晨，现在被这么多亲戚盯着，
心里肯定紧张害怕。可他毕竟不再是之前那个怯懦的苏晨了，此刻面对这些目光，依旧十分从容。前一阵赚了些钱，所以就买了辆车。苏晨不咸不淡地说道：“果然不愧是京城大学的高材生啊，厉害啊！京城大学的学生就是厉害，都能够自己赚钱买车了。”是啊，京城大学出来，那必然是人才。苏晨厉害啊！亲戚们都在恭维苏晨。此刻的他们都还不知道苏晨退学的事，如果知道了，恐怕就不会这么热情了。听见这些恭维，苏成轩心里止不住的冷笑。京城大学，呵呵，那都已经是过去的事了。现在的苏晨已经不是那个上名牌大学的天之骄子了，现在的苏晨只是一个退学去玩游戏的废物罢了。待会儿自己就要在所有亲戚面前揭露真相。想到这里，苏成轩连忙开口：“堂弟，过来坐。”苏大全也是连忙开口，让他们这些年轻人坐一起。随后苏晨就被安排坐在了苏成轩身边。至于苏大福跟张淑华两口子也被安排到了同一桌，苏大全跟唐芳两口子也跟几人同一桌。待到位置安排好后，亲戚们便又重新聊了起来。众人聊的话题无外乎是家中晚辈的工作啊、收入啊之类的话题。过了一会儿，苏成轩冲着苏晨开口问道：“堂弟，最近在京城大学还好吧？”“还好。”苏晨眉头微微皱了起来。苏成轩问自己这个干嘛？难道跟自己退学有关？心中升起一丝预感，苏晨觉得他似乎明白了这次苏成轩一家为什么会邀请自己一家人了。果然，下一刻只听苏成轩又说道：“是吗？表弟，说谎可不是好习惯。”“你什么意思啊？”苏成轩笑了笑：“前段时间我听说了一件事，那就是堂弟你们学校有人为了玩游戏退学了，不知道这件事你怎么看？”苏晨没有说话，但周围的亲戚却是被这个话题吸引住了。“不会吧，成轩你说的可是真的？真的有人会为了玩游戏从京城大学退学吗？这人是疯了吧？那可是京城大学啊，为了玩游戏居然从这等高级学府退学，简直太糊涂了。这件事真的有发生吗？”亲戚们议论纷纷，大家基本上都是感觉不可思议，居然会有人为了玩游戏从京城大学退学。苏成轩点点头：“这自然是真的，不信你们问堂弟。”苏成轩看向苏晨：“堂弟，你说说，堂哥说的是不是真的？”众人看向苏晨，就连张淑华跟苏大福也都看着苏晨，想要让苏晨来确认一下这件事究竟是不是真的。毕竟苏晨就是京城大学的学生，他们觉得这种事苏晨肯定很清楚，而苏晨自然确实十分清楚，因为他就是这件事的当事人。他点了点头：“是有这么回事，而且那个为了玩游戏退学的人应该说的是我。”苏晨想了想，还是将这件事说了出来。毕竟苏成轩都已经知道了，那么这件事想瞒也瞒不住了。苏晨这话一出，众人大惊：“什么？苏晨，你说那个为了玩游戏从京城大学退学的人是你？”有一个亲戚惊呼道。所有人都看着苏晨，等着苏晨回答，就连张淑华跟苏大福也都一脸不可置信地看着苏晨。“小陈，你真的为了玩游戏从学校里退学了？”张淑华有些哆嗦地问道。他简直不敢相信这件事。苏晨从小就是一个十分听话的孩子，怎么会做出这么不可思议的事情来？为了玩游戏从京城大学退学？苏大福也一脸震惊地看着苏晨：“小陈，你是在跟我们开玩笑是不是？”他问这话的时候，身体都在颤抖。在众人目光中，苏晨缓缓点了点头：“不会吧，小陈，你咋想的呀？居然为了玩游戏从京城退学，你疯了吗？那可是京城大学啊，你就为了玩游戏就退学了？你莫不是疯了？”亲戚们七嘴八舌地问道。苏成轩愣了愣，他没想到苏晨竟然这么轻易就承认了退学的事。第69章，你玩游戏能赚几个钱？他本来以为苏晨会打死也不承认退学玩游戏，这毕竟不是一件光彩的事。他本来都打算好了，要是苏晨不承认的话，就将那些收集好的证据拿出来，狠狠打苏晨的脸。可是没想到，苏晨居然就这么轻而易举的就承认了，连狡辩一下都没有。这着实有些将他给整不会了。难道从京城大学退学去玩游戏是什么很光彩的事吗？苏成轩想不通。苏晨承认的这么爽快，让他一下子都不知道应该怎么办了。此刻苏晨也总算是明白了，为什么明明好多年两家都没走动过了，可是今年苏成轩的生日宴居然会邀请自己家。原来是在这儿等着来着，这摆明了就是想看自己笑话，所以将自己一家人都邀请了过来。
不仅如此，还邀请了家里很多的亲戚。邀请那些亲戚，想必是来看自己笑话的吧？毕竟，如果要踩自己的话，没个见证，那可就太没意思了。作为一个前世就活了好几十年的老怪物，苏晨很轻易就想通了这些。看见那些亲戚一个个的像是看傻子似的看着自己，苏晨依旧表情淡然。现在的他早已经不是之前的那个毛头小子了，因此在面对这些讥讽嘲笑，他丝毫不以为意。没什么，我只是觉得玩游戏也很有前途，所以就退学了。苏晨淡淡开口。噗呲，苏晨这话一出，除了叔叔婶婶外，其余所有人都笑了。他们那模样就仿佛是听见了天大的笑话一般。然而事实也确实如此，任谁听到有人说玩游戏比上京城大学还有前途，都会耻笑出声，嗤之以鼻。一个正常人都能知道，玩游戏跟读京城大学哪一个更有前途。小陈啊，这玩游戏怎么可能有什么前途啊？一个亲戚开口说道。这人算是苏晨的一个姑姑，其余亲戚也是纷纷附和了起来。玩游戏能有什么前途？这太可笑了，我还是第一次听见有人说玩游戏能比读京城大学有前途。游戏害人啊！就是这年头，游戏可是祸害了不少人。要我说，游戏这东西就不应该存在于这个世界上，好多孩子都是被游戏毁了的。所有亲戚都是笑着在说话，那模样就像是在为苏晨好似的。可是，那只是因为在他们看来，苏晨退学这件事已经无法挽回了，所以才这么马后炮一般的假意劝解的。如果现在苏晨没有退学，正在考虑要退学去玩游戏，恐怕这些亲戚屁都不会放一个。亲戚，有几个会希望你过得好的？现在这年头，尤其是亲戚，最是嫌你穷，怕你富，恨你有，笑你无，甚至很多亲戚连一个普通朋友都比不上，这就是现实。听见这些议论，苏晨不知可否。他静静地端起桌上的茶杯，轻轻抿了一口茶，这无所谓的模样，将一群亲戚都气得冒烟儿。当然了，亲戚们可不是因为苏晨不听他们劝才生气的，而是单纯的因为没有气到苏晨才生气的。他们都这样讽刺了，可苏晨一副死猪不怕开水烫的模样，让他们感觉一拳打在了棉花上，有种无力感，因此这才感觉有些气愤。苏成轩作为这件事的发起人，自然不愿意看到苏晨就这样躲过去。他连忙开口：堂弟，你说这话我可就不认同了。玩游戏那能有什么前途啊？有几个能靠玩游戏吃饭的？大多数有你这种想法的人，最后基本上就废了，啥也不会，最终只能进厂打螺丝。是啊，玩游戏没前途的，相反的还会让人玩物丧志。苏大全也开口说道。唐芳也连忙附和：是啊，抖音上面不是经常有报道吗？那些玩游戏的年轻人最后不仅成了自闭，而且就连住的地方都成了垃圾场似的。有苏成轩一家带头，其余亲戚也纷纷开口炫耀起他们自己家的孩子。你们看我女儿现在已经进入到了一家外企，成为了翻译，每年的工资1万多块呢。你二爷爷的儿子别看只是个专科，可是他凭借自己的努力考了1级工程师证，现在已经成为了一个项目经理，年薪10多万。还有你们刘哥现在是格里空调华中区负责人，年薪20-30万。所以说还是要读书好啊。是啊，不读书你打游戏能赚到钱吗？看到一群亲戚都这么贬低苏晨，苏晨的婶婶有些坐不住了，他连忙开口：其实小陈游戏也玩得挺好的，他靠玩游戏也赚到钱了。张淑华这话直接让一群亲戚哄堂大笑。小陈他婶儿，你这话也太好笑了吧？玩游戏赚钱？笑死，玩游戏能赚几个钱？莫不是赚了几百块？你们就觉得那叫赚钱了吧？乡下人还是眼皮子太浅了点，几百块钱就觉得是多大笔钱似的。恕我直言，想靠玩游戏赚钱，那最后的结果可能是饿死。一群亲戚毫不客气的贬低讥讽，他们其实也跟苏成轩一家差不多。之前苏晨考上京城大学，可以说是整个苏家后辈中考得最好之人，学校也是最好的。京城大学啊，那可是能够光宗耀祖的存在，这样的学校他们几乎无法想象，一个县甚至是一个市都没有几个能考上京城大学之人。能上这所大学，这是无上的荣耀。当初苏晨考上这所大学，让他们也是妒忌的后槽牙都咬碎了。现在好了，当初的妒忌终于能够有机会宣泄了。苏晨退学了，他们终于可以颐指气使，扬眉吐气了。苏晨嘴角勾起一抹玩味的笑意，是吗？可是我玩游戏第一天就赚了50万。他的目光扫过众人，现在你们还觉得玩游戏赚不了几个钱吗？
苏晨此话一出，原本七嘴八舌的亲戚顿时就安静了下来。第70章，一群亲戚们拦搜香菇，现场陷入一阵安静之中，所有人都没有说话。原本高声阔论的现状一下子转变，现场安静如鸡，所有人表情都变了。亲戚们都是一脸震惊，脸上满是不可置信的表情。他们听见了什么？他们不会是听错了吧？刚刚苏晨在说他赚了多少？小陈，你刚刚说你玩游戏赚了多少钱来着？一个亲戚有些震惊地看着苏晨，问出声。此刻，全场目光都聚焦在了苏晨身上。刚刚他们也都听见了苏晨所说，可是他们都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玩游戏一天就赚了50万，这一定不是真的，肯定是他们听错了。在亲戚们的目光中，苏晨面无表情，脸上十分平静。你们不用这么看着我，你们刚刚没有听错，我玩游戏第一天就卖了一件装备，卖出了50万。苏晨轻描淡写的开口说道。此刻听见他这话，全场皆惊。片刻后，苏成轩一脸不可置信的开口，这怎么可能？你怎么可能就玩个游戏就赚50万？苏成轩脸上满是不相信，难道苏晨不仅学习好，就连玩个游戏都能成为站在金字塔顶尖的那少数的一拨人？这不可能。苏成轩不愿意相信。这有什么不可能的？你们金大青鸟每天也没什么课，应该有很多时间上网吧？前一阵的热搜无尽仙途玩家赚50万，你可能也看到过，如果没看到过，那你就上网搜一下就知道了。苏晨看向苏成轩，不急不缓的开口，他就喜欢看这些人那一脸难以置信的模样。换句话说，他喜欢打这些人的脸。听到苏晨这话，苏成轩连忙掏出了手机，其余亲戚也都纷纷拿出手机来，在头条新闻上面搜索这个新闻。很快，众人就搜索出来了苏晨说的这个报道。这个报道的内容就是无尽仙途中一位叫做苏晨的玩家，在游戏第一天就直接靠卖装备赚了50万。看到搜索结果的亲戚们顿时都一个个张大了嘴，那张嘴简直能放下一个榴莲。他们怎么也想不到，玩一个游戏还真的能够赚钱，而且赚钱能力还这么强，直接一天时间就赚了50万，这尼玛也太夸张了吧？怎么样，他说的是真的吗？苏成轩的母亲唐芳冲着身边的一个亲戚问道。那个亲戚有些愕然的点头，是真的，真的有一个叫做苏晨的玩游戏第一天赚了50万。唐芳闻言顿时有些失神，他怎么也想不到，苏晨说的玩游戏有前途居然是真的，居然真的赚了50万。本来想打击苏晨的苏成轩此刻一脸的呆滞，他组织今天这个生日宴就是为了在亲戚面前报当初的怨气，可是却万万没想到，苏晨就算退学了，光靠玩游戏都能赚这么多钱。不，一定不是真的，新闻中的那个苏晨肯定另有其人。苏晨一定是怕被嘲讽，就将在网上看到的新闻中那个同名同姓的人说成自己。对，一定是这样。苏成轩很快找到了一个借口，这样说道。他这话一出，顿时所有亲戚也觉得很有道理。苏晨这个名字大街上多了去了，碰到一个同名同姓的也很正常。苏晨为了脸面，就将那个赚了50万的苏晨说成是他自己，这很合理。顿时一众亲戚看向苏晨，小陈啊，说谎可不是什么好习惯，做人还是应该脚踏实地的好。是啊，你可千万别因为犯了错就故意编造一个谎言出来。能靠玩游戏赚50万的能有几个人？肯定是程轩说的那样，对不对？你犯了错，所以就编造出了赚50万的谎言。苏晨心里不禁觉得好笑，这些亲戚果然都是那种不愿意看见别人一丁点好的人。不是你们说的那样，小陈真的赚了50万，他还买车了，那钱就是他自己赚的。张淑华连忙解释道。苏大福也连忙附和，是啊，小陈真的赚钱了，这是千真万确的事。而且他们家小陈还赚了很多钱，都买了别墅。不过买别墅的事，苏大福两口子不准说出来。50万，很多人能够勉强接受，毕竟在场的亲戚们家底儿也差不多有这个数。可是如果说1000万，那就不一样了。这样巨额的财富，甚至能让人妒忌的发疯。他们虽然朴实，但也深知这个道理。在村里，这些事情听多了，万一谁家赚钱了，那些人就会妒忌、嚼舌根，说人家的钱不是靠正经途径来的，能将你编排得附近好几个村都知道且相信。这下子，亲戚们集体沉默了。苏大福两口子是老实巴交的农民，他们很清楚，这两人基本是不太可能说谎的。而且，买车，就算是一辆10几万的车，他们也不觉得靠着农民两口子能买得起。
那必然就是苏晨赚的钱。亲戚们顿时沉默了，看着苏晨一家好，他们心里都有些难受，尤其是苏成轩一家人，特别是苏成轩，此刻心里犹如吃了翔一般难受。他万万没想到，苏晨玩一个游戏都能赚这么多钱，这老天还真是眷顾苏晨。饭桌下，苏成轩暗暗攥紧了拳头。苏晨心中冷笑，他决定再加一把火，好好打击一下这些人。于是他又开口道：“其实说我退学玩游戏有些太过严重了，我并没有退学，我只是休学状态，试试看玩游戏这条路能不能走得通。如果不行的话，我继续回去上学就是了。”苏晨此话一出，顿时所有亲戚心里那叫一个难受。本来苏晨退学了，让他们心里暗爽，可是现在苏晨不仅没有退学，而且还靠玩游戏赚大钱了，这让他们真的很难以接受。凭什么苏晨就连玩个游戏都能比他们拼命工作赚的钱多？这根本不公平。此刻心里那叫一个难受，尤其是之前夸奖自家后辈的几个亲戚长辈，那更是蓝搜香菇。第71章，自信满满苏成轩。他们的后辈们辛辛苦苦一年才能赚个10多万，可是苏晨玩个游戏就能赚50万，这让他们原先的那一点自豪感顿时烟消云散。此刻所有亲戚心里那叫一个羡慕。那个小陈啊，你那个游戏赚钱容易吗？一个亲戚开口问道。有人开了头，顿时所有人都开始询问了起来。是啊，小陈，那游戏想要赚钱容易吗？咱们可都是亲戚，是一家人，如果有赚钱的门路，你可得拉你的堂哥一把呀。就是啊，你堂妹马上就要毕业了，还没找到什么好工作呢，要不你带她玩玩游戏，让你堂弟也跟着你玩游戏试试，说不定他也有这个天赋呢。这孩子对别的没兴趣，就爱玩游戏。一群亲戚顿时态度来了个180度的大转变，之前是各种贬低苏晨，各种教育的口吻，而且还在苏晨面前炫耀家里后辈多有出息。可是现在在知道苏晨真的靠游戏赚大钱了，就一个个的想让苏晨带他们后辈赚钱，这脸皮不可谓是不厚，有好处就一窝蜂的想要凑上来瓜分。天底下哪有那么便宜的事？苏晨嘴角微微上扬，其实玩游戏这个不需要靠别人带的，打装备这个讲究的是一个运气，运气好可能一下子就打出好装备，然后还要运气更好碰到愿意花钱买你装备的土豪，这样才能赚钱。而且说到这里，苏晨目光在众亲戚身上一一扫过，所有亲戚都认真的盯着苏晨，想要看看苏晨会怎么说。对于赚钱捞好处这些事，他们可谓是十分认真。看着这些认真聆听的脸，片刻后苏晨开口，而且这游戏很贵，光是基础版本的头盔都需要接近5万块，5万块投资，不知道你们愿不愿意投？万一也像我一样运气爆棚赚钱了呢？苏晨这番话顿时让亲戚们面面相觑。什么游戏啊，居然需要5万块？5万块都能买一辆国产的基础代步车了，就算花了5万块买游戏，可也不一定能赚到钱。是啊，赚钱还是要看运气的，万一5万块花了，结果赚不到钱呢？这种可能性太高了，还是算了。本来他们以为玩游戏不需要花什么钱，那他们可以叫自家后辈们去试试，可如果玩个游戏还要花钱，那在他们看来就不值得了。一众亲戚们顿时将之前想要让自己后辈跟着苏晨玩游戏的想法给放弃了。开什么玩笑，花5万块买游戏，这极大可能回不了本，所以还是算了。几乎所有亲戚都放弃了让他们后辈跟着苏晨去玩游戏的想法，只有苏成轩坐在座位上一副若有所思的模样。此刻他的心里在想，苏晨说出这番话的目的多半是想要让他们打消玩游戏的想法。人都是自私的，自己赚了钱都不愿意别人也赚自己这份钱，所以苏晨才说出了这番话。既然苏晨能够靠玩游戏赚钱，那自己为什么不可以？自己难道就要比苏晨差？不可能，论起玩游戏，自己肯定比苏晨强了100倍、1000倍，说不定等自己去玩游戏能比苏晨赚的更多。想到这些，苏成轩便在心里打定了主意，他一定要说服爸妈，给他买《无尽仙途》这款游戏。现场众人没再说玩游戏赚钱的事，而是又说起了一些家常。这个亲戚家的孩子在干什么？那个亲戚家的孩子又在做啥工作之类的。还有就是谁结婚了，谁嫁了个好老公，谁一大把年纪了还没有结婚。说到好的，他们会羡慕一声；说到那些混得差的，他们就会毫不犹豫地讥讽嘲笑一番。苏晨倒是没有被这些人影响心情，
菜上来了之后，直接毫不客气的开吃。他的心大得很，自然不会在乎这些亲戚的冷言冷语。他看得很透彻，所谓亲戚，就是嫌你穷，怕你富，笑你无，恨你有。人活着也不是为了活在他人眼光中的，好好过好自己的生活就行了。苏晨没怎么跟这些亲戚说话，自顾自的吃着。他们一家过来后，叔叔也是随了600块钱礼，不吃白不吃。有亲戚跟他说话，那他就应付几句；没有亲戚找他说话，那他就自顾自的吃就是。他可不会因为被冷落了就心里不舒服。他巴不得这些亲戚别来打扰他。一顿饭吃完，苏晨跟叔叔婶婶一行人便最先向大家告别。那个时候也不早了，我们就先回去了。苏大福说道。唐芳连忙点头，好的大福，你们家在乡下，离得远，是的早些离开，要是走晚了都赶不上回去的车了。是啊，你们还要去山城火车站坐火车，然后还要转几大巴车，这可费时间了，赶紧回吧，走晚了就回不去了。我们都是山城里的，不着急，什么时候都能回。是啊，我们还要在一起玩会儿，待会儿我们还准备出去逛逛呢。苏大福张了张嘴，想要说他们有车，而且已经住城里了，不过最终还是没有说。他心里有种感觉，如果说了可能不好，到时候说不定还要怎么嚼舌根，万一就像村里那些人一样，说他们家的钱来历不正之类的就不好了。因此苏大福什么也没说。至于有车的事，他们刚刚就已经说过了，不过此刻这些亲戚全忘了。人就是这样，不想记住别人好的，对于别人的不幸倒是记得清清楚楚。莫再说什么。苏大福跟张淑华以及苏晨三人离开了饭店。看着他们几人离开，苏成轩眼珠子一转，他连忙跟了出去。他可是记得之前苏晨说靠在游戏里赚的钱买了车的，他倒是要去确认一下这是不是真的。苏成轩隔着一段距离跟在苏晨等人后面，然后他看见苏晨等人拐了个弯，走进了旁边的一条街道。第72章苏家人来到别墅区参观，他立马追了上去。他要看看苏晨等人是不是真的开了车来，万一所谓的苏晨玩游戏赚钱是跟家里人一起串通好吹牛逼的呢？他的身体躲在一棵树后面，目光则是死死地跟随着苏晨等人。很快他看见苏晨来到了路边记得停车位边上，从口袋里面掏出了钥匙，接着按了一下，一辆黑色的小汽车车灯顿时闪了闪。原来苏晨等人还真是开车来的，不过目前车子在车位中，前后都是车挡住了车的标识，因此苏成轩目前没有看出这车的牌子。他倒也不着急，因为他十分清楚，待会儿苏晨等人将车开出来，他就能够看出车子品牌。苏成轩目光灼灼地盯着苏晨等人的车，在他的视线中，车子开了出来，掉了个头，朝着他的方位行驶而来。这时候苏成轩也终于看清了苏晨等人开的车的品牌，在车子前方，车标是白蓝二色，上面的几个英文字母也映入苏成轩眼中。BMW 这个标识他自然认识，这是宝马。苏成轩瞳孔放大，嘴巴大张，满脸都是不可思议。苏晨竟然开的是宝马，那一家子乡八老居然开的宝马，这一幕简直颠覆了他的认知。主要是苏晨一家一直以来就是他们苏家最穷的一个家庭，几乎苏家的人都买房离开了山村，只剩下苏晨一家依旧在乡下山村种地生活。因此在所有苏家人眼中，苏晨一家就是最被看不起的乡巴佬，跟他们这些高贵的城里人没法比。哪怕是他们在城里混得跟狗似的，也觉得要比乡巴佬高贵。可是现在苏家所有人眼中的乡巴佬，那最被看不起的一家人，竟然开上了宝马。虽说宝马在很多人眼中并不算什么太过高端的车，可是在苏晨这一家乡巴佬开宝马，还是很让苏成轩难以接受的。这一幕简直让苏成轩下巴都要惊掉了。看着车子远去，消失在街角，苏成轩失魂落魄地回到了包间。成轩，怎么了？看见自己儿子这副受了打击的模样，唐芳连忙问道。包间中其余的亲戚都还没离开，他们都是山城里人，根本不着急走。听见唐芳这话，顿时很多人都将目光放在苏成轩身上。没事儿，就是我刚刚出去发现了一件事，我看见苏晨他们一家开着车离开的。他这话一出，顿时所有人想起来了。苏晨的婶婶张淑华之前说过，他们家是开着车来的，不过后来等苏晨一家人离开时，他们又将这件事给忘了。此刻听见苏成轩这么说，顿时所有人都好奇了起来。成轩，你看到他们开的是什么车了吗？一个苏家亲戚问道。
旁边立马就有人笑着道：“就算他们说的是真的，苏晨赚了50万，买的车可能最多也就10来万吧。10来万的车，对咱们这种小老百姓也还算是可以了。”苏成轩摇摇头，他们开的是宝马。现场顿时又安静了下来，所有人脸上都是惊愕。宝马？这怎么可能？有个亲戚惊诧道：“真的是宝马，我看得清清楚楚的，车头前面车标是蓝白相间的，并且还有 BMW 几个字母。”苏成轩咬着牙回答道。虽然他也很不想承认苏晨能开这么好的车，可这确确实实是事实。苏晨真的就开的宝马，宝马就宝马吧，这年头宝马也不稀奇，那些二手宝马也就10来万就能买到。有一个苏家男子说道，他这话一出，顿时受到了大家的认可。确实，二手宝马也要不了多少钱。苏晨不是玩游戏赚了50万吗？买辆二手宝马没什么问题。是啊，宝马有啥稀奇的？可能他就是买了一辆二手的来充面子吧。就算苏晨说的是真的，他玩游戏赚了50万，可能也就似乎运气好，碰到了一个有钱人而已。玩游戏终究不是正途。苏成轩张了张嘴，他想说苏晨那辆车开起来特别新，不过话到嘴边又咽了回去。这年头，二手车也能做得很新，无外乎就是车身从新喷漆了而已。至于车子内部的发动机以及其他零件，该老旧仍然老旧。一群人坐在包间里面又聊了一会儿，随后一群苏家人找了个麻将馆打麻将，一直打到了下午。有人提出出去走走，咱们一起找个地方散散步吧。有人提议，苏大全眼睛一亮，道：“要不我们去临江别墅那边去逛逛吧？”临江别墅，就是那个益达集团在山城的别墅项目吗？对对，就是那个项目。我听说临江别墅价格非常高昂，最便宜的都要500万，而且这个项目修建在江边，整个项目周围环境非常优美，就像是一个公园似的。是啊，咱们今天也去见识见识山城的高档别墅区。一群人达成一致，然后开着车纷纷前往了临江别墅项目区。此刻，临江别墅区，苏晨正穿着短袖短裤在步道上面小跑着。现在是傍晚时分，他在锻炼身体，毕竟他也不可能一直躺着玩游戏，这样肯定是不好的。万一游戏还没降临，他就猝死了咋办？所以适当的身体锻炼也是必不可少的。况且现在他少刷几局副本也没有多大问题。苏晨在步行道上奔跑着，而临江别墅区域外面入口处，苏家一行人已经停好了车，一行人进入了里面，开始往项目中心区域走去。看看这环境可真好，还能看到江呢，视野简直绝了，空气也都如此清晰。一群人走着走着就来到了最外面的别墅区域。这里的别墅基本上都是英伦风格，大红色的外墙，弧形的圆顶。这最外围的别墅每一套都价值500万。苏大全为大家介绍道：“太漂亮了，要是这辈子能够买上这样一套房子，那可就太好了。”是啊，这辈子要是还能够买一套这样的房子，这辈子就算不白来了。苏成轩也感叹道。众人走了一会儿，进入了中心区域。第73章，这里可是你自己伸过来的。这里的别墅跟外围区域的别墅又有了很大不同，这里的别墅风格都成了中式风，站在外面的走道上都能够看见别墅中有假山有池水，很是符合国人审美。这边的别墅更加漂亮了，那是当然，这里面的别墅比外围的还要贵，这里的别墅都是1000万一套。1000万，我的天啊，这也太贵了吧！我们这种普通人这一辈子怕是都买不起这样一套别墅，岂止是一辈子啊，可能8辈子都不一定买得起。苏家人都是普通人，虽说在山城定了下来，可是家底儿并不丰厚，甚至大多数都还是打工人，好多人现在都还每个月都在还房贷，因此1000万的别墅对他们来说已然是想也不敢想的存在。这也正常，你让一个月收入几千块的人如何去想价值1000万的别墅？普通人大不了想的就是这辈子能有一套价值100来万的高层房子，然后再有一辆10来万的小汽车罢了。1000万的别墅，那距离他们太遥远了。哪怕是现在这里最有钱的一个苏家人，那是苏晨一个伯伯的女婿，年薪有20来万，可是就算是他也不敢肖想1000万的别墅。苏成轩羡慕地看着风景优美的别墅，心想要是自己能够住在这样的地方，那该有多好。只是他也就只能在心里想想罢了。他一个精大青鸟的学生，如果不出意外，毕业后如果只靠自身，恐怕就连普通高层都买不起，更别提这里的别墅了。这个世界可真是太不公平了。为什么
有的人一生下来就能够拥有这些，为什么自己不能投胎投得好点，成个富二代？就在苏成轩思绪连篇时，迎面却是跑来了一道身影。那道身影由远及近，很快就距离他们只有几十米了。苏成轩本来学习不认真，上学时也没过多使用眼睛，因此他的视力非常好。这个距离，苏成轩很清楚地看到了跑来那人。那是一个年轻人，身上穿着运动装束，在步道上小跑着，显然是在锻炼身体。苏成轩的目光在落到迎面来人的脸上时，顿时瞳孔放大。苏晨，那张脸居然是苏晨，自己绝对不会认错。可是苏晨怎么会在这里？很快，苏晨已经跑到了苏成轩近前，他的脚步缓缓停下。苏晨也有些意外，没想到这才分开没多久，就在自己家附近再次碰到了家里的这堆极品亲戚们。苏晨，你怎么会在这里？苏成轩惊声开口。苏家的其余亲戚之前还没注意，此刻听见苏成轩开口，这才认出了苏晨。这个乡巴佬怎么会出现在这里？这里可是临江别墅区域，而且苏晨这一家子不是回乡下了吗？所有亲戚都看着苏晨，等待苏晨的回答。苏晨微微皱眉，这里是我家，我为什么不能在这里？我还想问问，你们为什么会出现在这里？苏晨这话让所有人都愣了愣。你家？苏成轩听到苏晨这话，顿时诧异地说了一声，然后捧着肚子哈哈大笑了起来。他笑得眼泪都快出来了。周围的其余苏家人同样是捂着嘴笑了起来。这个乡巴佬，莫不是疯了不成？苏大全止住笑声，开口：小陈，你知道这里是哪里吗？这里是临江别墅，这片别墅区就算是最外围的都要500万起步。你居然说这里是你家，你吹牛逼也吹得稍微靠谱一点好不好？是啊，这里可是临江别墅，你居然说这里是你家，你疯了吗？苏晨，你不要太离谱了，这里的房子你一辈子都买不起，太离谱了。苏晨，你能不能靠谱一点？周围亲戚也是纷纷附和着开口，指着苏晨吹牛。显然所有人都没有相信苏晨的话，这也是必然。苏晨一家那就是没见过世面的乡巴佬，就算苏晨有些运气，真的玩游戏碰上个有钱的富二代傻子买了他的装备，赚了50万，可那仅仅如此罢了，这已经算是运气逆天了。可是现在苏晨居然说这里是他家，这是个人都不会相信。面对众人的指责，苏晨倒是丝毫不以为意，他淡淡开口：是吗？可是这里如果不是我家，我在这里跑步干什么？苏晨这话顿时让苏家众人愣了愣。对啊，苏晨傍晚出现在这里干什么？众人沉默，开始思考苏晨因何出现在这里。苏成轩则是笑了笑：你们估计也没有回去吧，肯定是在山城住下了，估计你也是听说了临江别墅，所以你也来这里开开眼界。苏成轩很是肯定地说道，他目前只能想出这个原因，不然苏晨为何会出现在这里？他可不会相信苏晨是真的家在这里，这么一个乡巴佬怎么可能买得起这里的房子？这根本就不现实。苏家其余人听到苏成轩的话后，也是十分赞同的点了点头，显然也是赞同了苏成轩这番话。苏成轩说的很有道理，既然他们一行人能来这里闲逛开开眼界，那苏晨自然也可以来这里。可能也正是因为这一层巧合，让他们在这里又碰到了早就离去的苏晨。至于苏晨说的家在这里，这在他们看来不过就是吹吹牛逼，开个玩笑罢了，根本当不得真。见没人相信，苏晨也不以为意。你们继续逛吧，我还要跑步。说完这话，苏晨便准备继续跑步锻炼。慢着！苏成轩开口叫住了苏晨，他可不想就这么放过了苏晨。苏晨刚刚吹牛逼，对自己来说可是个绝佳的打脸机会。苏晨不是家在这里吗？那自己就要狠狠地打苏晨的脸。还有什么事？苏晨微微蹙眉问道。苏成轩笑了笑，脸上十分得意：堂弟啊，你刚刚不是说你家在这里吗？对，怎么？既然你家在这里，那带我们大家去开开眼界咋样？苏成轩嘴上这样说着，心里却在冷笑：装逼遭雷劈，这脸可是你自己伸过来让我打的。第74章，你跟这保安联合起来装逼的吧？既然你自己要把脸伸过来，那我不打岂不是都说不过去了吗？苏晨盯着苏成轩脸看了一会儿，很快就明白了苏成轩的目的，显然这是根本不相信自己家在这里，想要打自己的脸。这个苏成轩小时候就老是喜欢挤兑自己，无时无刻都想要将自己踩在脚下，这也让苏晨有些无语，自己究竟给这个堂哥留下了多少童年阴影啊？不然
至于这么针对自己吗？不过，既然苏成轩自己将脸伸了过来，那自己不打都对不起苏成轩这份殷切。显然，苏晨跟苏成轩两人内心的想法此刻同步了，两人想到一块儿去了。见到苏晨还在思考，苏成轩心里冷笑，果然如此，他真的猜对了，苏晨果然是在吹牛。此刻，苏晨思考问题时有些发愣的模样落到他眼里，显然就是苏晨装逼被揭露了，再想办法，可能下一刻就要找借口推脱了吧。然而，苏成轩想多了，只听苏晨说道：“行吧，那就到家去喝杯茶吧。”呵呵，堂弟。苏成轩以为苏晨是找借口推脱，所以笑了起来，刚想讥讽，可是却又反应了过来，他微微瞪大了眸子。苏晨居然同意了，还说让他们一行人到家去喝茶，这怎么可能？苏晨这是装逼装疯了吗？居然同意他们去所谓的别墅里喝茶。苏家一行人也是有些愕然，苏晨这一波操作完全让他们没反应过来，这是什么意思啊？苏晨不是在装逼吗？怎会还同意让他们去家里喝茶？装逼装疯了，装到苏晨自己都相信了，所以这才同意他们一行人去所谓的家里喝茶。走吧，还愣着干什么？苏晨提醒了一句，便率先在前面带路。发愣中的苏成轩回过神来，我今天倒是要好好看看，待会儿在现实面前，你丫的还要怎么装？苏成轩连忙跟了上去，剩下的苏家人面面相觑。咱们要跟上去吗？一个苏家人问道。既然刚刚苏晨已经说了，让咱们去他家喝茶，那咱们就过去看看吧。苏大全说道。哼，待会儿苏晨不会说钥匙忘记带出来了吧？过去看看就知道了。我倒是想要看看苏晨待会儿要怎么办。这年头的年轻人未免也太爱吹牛逼了吧？是啊，这牛逼简直都快吹上天了，还说他家在临江别墅。走走走，看看热闹去，万一人家的家真的在临江别墅呢？所有人都笑了起来，都知道苏晨家不可能在临江别墅，而且苏晨还是往里面走去，这里面的别墅可是1000万的别墅。现场有苏家长辈摇摇头，提点自家后辈，吹牛是可以的，但是不能吹得太过了，知道吗？好的，爷爷。一个不满20的年轻人连忙点头说道，他可不会像苏晨这样吹牛直接吹上天，吹牛吹得太过了，那岂不是自己打自己脸吗？因为吹得太厉害了，怎么会有人相信？那无疑是此地无银300两。一行人怀着看好戏的心情跟了上去，他们要好好看看待会儿苏晨会怎么丢脸。一行人都怀着看笑话的心情在临江别墅的步道上走着，所有人都在想待会儿苏晨会找什么借口。苏成轩跟着苏晨来到了一处别墅前，苏成轩冷笑不已，这个苏晨也太能装了，居然还真的将他们一行人带到了别墅前，而且现在脸上都还面不改色的。论脸皮厚这一点，苏成轩不得不承认，这个堂弟是他见过的厚脸皮之最。然而下一刻，不可思议的事情发生了，在别墅大门口处有一个专门为保安准备的小亭子，里面一名看起来十分强壮的中年男子正坐在椅子上。像临江别墅这样的大项目，每一栋别墅前面都有保安守着，而且这些保安一看就跟外面那些半吊子小区物业保安不同，远非那些半吊子保安能比的。有的小区物业保安都是些退休的大爷，而临江别墅的物业保安都是身强力壮的男子，一看就能让人产生畏惧的那种，能够给人威慑力，显然是有职业素养在的。苏先生，你回来了。保安看见苏晨，立马热情地打着招呼。是的，张叔。苏晨一家搬进来之后便已经跟张叔见过了，因此张叔自然认识苏晨。可是这样的一幕落在苏成轩以及苏家人眼里，顿时一脸的震惊。苏晨居然认识这个保安，难道苏晨的家真的就在这里？不可能。思考一阵之后，苏成轩一脸欣喜。对了，苏晨，你肯定是这保安的亲戚。对，这保安是你的亲戚，或者是你同学家的家长，所以你认识，你们串通在一起来装逼的，对吧？一定是这样。苏成轩觉得他知道了事情的真相，一脸蜘蛛在握的模样，仿佛看透了一切。而身后那些苏家人本来还一脸震惊，可是现在听到苏成轩的话，他们恍然大悟，原来是这样。他们就说嘛，苏晨怎么可能住得起这样别墅？原来是找个熟人装逼的。苏晨啊，其实你不用非要硬装的。是啊，住不起别墅也很正常，咱们都是普通人，怎么可能买得起上千万的别墅呢？就是，没必要装找个逼。听到苏家人的话，保安张叔皱了皱眉，这些人都在说些什么？
他跟苏晨串通起来装逼，他有这么闲吗？人家苏晨一家的别墅可是真真实实花了1000万买来的，而且他听售楼部那边的同事说过了，苏晨一直接全款买下的别墅。苏先生，这些人要放进去吗？张叔犹豫问道。他可是看出来了，苏晨跟这些人的关系似乎并不怎么好，这些人对苏晨都是冷嘲热讽的。张叔，将大门打开吧。苏晨开口说道。第75章哑口无言。门口的保安可以开门，而苏晨自己也能开门，不过莫必要自己麻烦。听到苏晨的话，保安张叔便打开了别墅院墙的大门。苏晨看了看身后众人，进来喝杯茶吧。他淡淡开口，说完后便率先走了进去。苏家众人相互对视一眼之后，便也走了进去。他们倒是要看看，等进去了，苏晨还能怎么装？就算能够跟保安串通，能够进别墅外围的大门，可是难道还能进别墅里面去吗？里面的门那肯定只有业主才能开吧。怀揣着这样的想法，众人跟在苏晨身后一路向前。众人也是被别墅内的景观震惊住了，假山、亭台、池水、荷花，满是国风韵味。院子中的一切看得一众人啧啧称奇。很快就来到了别墅内部的大门口。就在众人好整以暇地看着苏晨时，苏晨却直接站在了红魔锁前。红魔识别成功，别墅大门打开了。这怎么可能？苏成轩惊呼，而其余的苏家众人也全部目瞪口呆。在进来别墅外围大门的时候，他们都还是觉得苏晨是跟保安串通好来装逼的，觉得待会儿苏晨就会原形毕露。所有人都觉得苏晨不可能有别墅，可是现在他们的那些猜测在苏晨打开内部大门的时候尽皆烟消云散。还真的有别墅，这别墅居然真的是他的！天哪，这太不可思议了！苏晨这一家怎么可能住这么好的别墅？苏家人还在震惊的开口。而别墅中，听到开门声的苏大福以及张淑华都第一时间来到了门边。叔叔婶婶，我刚刚在外面跑步碰到了他们，他们想来喝杯茶，我就同意了。这样啊，那我去泡茶。小陈，你招呼大家坐。苏大福连忙去泡茶去了。好在搬进来后，苏晨买了些茶叶，不然的话现在都没茶叶泡。苏晨招呼着众人坐了下来。现在苏家人终于相信了，苏晨一家真的住进了别墅，一个个的打量着别墅内部的装修，目光中满满的都是羡慕。所有人都在打量别墅的一切。淑华啊，你们家这别墅可真漂亮啊！是啊，太漂亮了。这别墅装修低调奢华，有内涵，典雅大气，又不失金贵。淑华，你们家的别墅真的太漂亮了。苏家众人一副没有见过世面的模样，现在反倒是这些苏家人成为了他们自己口中的乡巴佬。而且好几个苏家人对张淑华的称呼都变了，俨然一副十分亲热的模样。苏成轩眼里则是满是妒忌，看着别墅内那些低调却金贵的装饰，苏成轩攥紧了拳头。他怎么也没有想到，苏晨居然真的住的别墅，这别墅也真的就是苏晨一家的，这曾经从未被他看得起的一家乡巴佬。苏晨坐在原地没有言语。不一会儿，苏大福给众人泡好了茶，跟苏家人寒暄着。大福啊，这别墅我记得可是要1000万的，我想问问你们哪里的钱买？是啊，大福，就算苏晨玩游戏赚了一点钱，可是也买不起这么贵的别墅吧？能告诉我们你们哪来的钱的吗？苏家人纷纷询问，他们对苏晨一家怎么赚的钱非常感兴趣，要是他们也能分一杯羹，那就最好不过了。苏大福犹豫了一下，在思考着要不要告诉苏家人这是苏晨玩游戏赚来的钱。如果不说实话，他又不知道该怎么解释。思考了片刻，苏大福还是决定实话实说，这是小陈玩游戏赚来的钱。苏家人听到苏大福这个说法都不相信，开什么玩笑，玩游戏能赚上千万，买这样的别墅根本就不可能。大福啊，你就算不想说，也不用找这么一个借口来忽悠我们吧。是啊，这借口未免也太离谱了，骗3岁小孩呢，玩个游戏能赚这么多钱，根本就不可能。就是根本不可能。苏大福一时间也不知道怎么解释了。其实就算是他都有些不是很相信玩个游戏能赚上千万。怎么了？无话可说了吧？就是这么离谱的借口也能说得出来？快告诉我们，你们哪来的钱买别墅？这些人咄咄逼人的嘴脸让苏晨很是厌恶。他直接开口，你们是来做客喝茶的，还是来盘问犯人的？我们怎么赚钱的？为什么要告诉你们？你们脸皮可真是够厚的。苏晨一连几句输出，
苏家人顿时被对得哑口无言。他们也明白，刚刚得询问不占理，不过贪婪让他们脸皮厚了起来。小陈啊，我们可是一家人，一家人难道不应该帮衬一下我们吗？是啊，我们都是苏家人，有钱大家一起赚，这不好吗？就是，做人可不能太小家子气。苏晨也是被这些人的厚脸皮给气笑了，他嘴角勾起一抹玩味的弧度。你们觉得做什么能短时间赚这么多钱？真的有什么生意能一下子赚这么多吗？苏晨这话顿时让所有苏家人都思索了起来。苏晨说得很在理，做什么能一下子赚那么多钱？苏晨看着思索的苏家人，继续开口道：你们也不用处心积虑的想要探知我们家怎么赚钱的了，我实话告诉你们吧，我们是中了彩票，方法我已经告诉你们了，你们也可以去买。苏家人顿时恍然大悟，真相原来是这样，怪不得苏晨这一家乡巴佬能够买得起别墅，居然是中了彩票。他们丝毫没有怀疑苏晨的话，因为他们也不相信苏晨一家能够做什么赚那么多钱。彩票倒是有可能，这家人还真是走了狗屎运。不少苏家人此刻已经在心里思考另外的方法谋好处了。他们想了一会儿，想到的办法就是借钱，问苏大福一家人借钱，借到手里，那什么时候还就是他们说了算了。就在苏家人想开口的时候，苏晨继续道：对了，我们买别墅已经将钱花光了，别想着问我们家借钱。第76章新的副本开启。天空中好像有一群乌鸦飞过，被人说穿心事，现场苏家人顿时一阵尴尬。他们确实就想问苏晨一家人借钱，钱一旦借到了，他们也没有想过要还，只是没想到这样的心思居然被苏晨一下子就看穿了。众人又待了一阵之后，便纷纷告辞离开了苏晨家，因为留在这里也没什么用了，什么好处都捞不到，反而心里还容易不平衡。因此苏家人自然都不愿意待在苏家，看着别人过得好，那比自己过得差还要难受。好多苏家人妒忌的后槽牙都快咬碎了，于是纷纷离开。苏成轩一家人走到别墅外面，苏大全回头看了一眼这座精美的别墅，满眼都是羡慕。这苏大福一家也不知道是走了什么狗屎运，居然能中彩票，住上这么贵的别墅。唐芳也是妒忌的咬牙，确实是走了狗屎运，咱们以后也每天买上几张彩票，万一我们也中了呢？苏大全点头，确实，以后我们也多买彩票，万一中了，咱们就能像苏大福一家一样翻身了。感叹了一会儿，苏成轩一家人便离开了。顿时苏家别墅只剩下了苏晨一家人。所有苏家亲戚走完了，苏大福长舒了一口气，终于都走了。他最是不擅长这种场合，我去做饭去。没有苏家亲戚在，张淑华也是感觉心情一阵舒畅。他觉得以后跟苏家的这些亲戚还是少来往的好。今天他也算是见识到了这些人的嘴脸。走进厨房，张淑华便操作了起来，做了3菜1汤，都是家常菜，但是一家人吃得很开心，其乐融融。张淑华的厨艺很不错，做的菜味道很好。吃过晚饭之后，苏晨洗漱了一番，然后回在了2楼的房间中。今天晚上新的游戏副本《死神的沉睡山谷》开放了，他拿起游戏头盔戴在了头上。接着苏晨从游戏世界的主屋小床上坐起身来，没有犹豫，便直接前往了宗门传送阵。再接着通过传送阵来到了天元城外。此刻在天元城外，原本的活死人城副本通道旁边出现了另外一个漩涡状的时空隧道，这正是死神的沉睡山谷的副本通道。此刻副本通道外面又有很多的玩家，全新副本开启，这自然让一堆玩家有了想法。大家都知道副本刚刚开放的时候，首通获得的经验值相当多，这自然让所有玩家都心动。而且最近玩家们的修为已经提升了上来，再加上玩家们最近这段时间修为已经提升，而且找到了一点刷副本的经验，所以这个新副本一出来，便有不少玩家组队去刷了。然而自然是没有人通关，哪怕是普通难度的副本都没有玩家通关。显然现在玩家们还没有摸清副本 BOSS 的技能攻击方式，因此自然是无法通关。不过只要渐渐摸清规律，他们就能够通关，至少普通难度的副本通关是没有问题的。不过苏晨自然是不会将首通的机会让给这些玩家，不好意思，所有的首通都只能归自己。苏晨刚刚来副本通道外，就被这里的玩家看到了。我擦，是苏神，无尽仙途第一高手苏晨，这就是第一高手吗？第一高手果然高手风范，苏神肯定也是为了首通而来。不知道苏神能不能拿下死神的沉睡山谷首通？如果第一高手都不行了，那还有谁能通关？可是
这个死神的沉睡山谷副本评级是4星，比活死人城评级还要高，咱们还是看看再说吧。一群玩家纷纷议论着，不少玩家还冲着苏晨打招呼。苏晨回了一下，然后便来到了死神的沉睡山谷副本通道外。接着，在通道外面的光幕上，苏晨开始点击，选择副本难度，难度炼狱模式个人。他在选择的时候，所有玩家都盯着。此刻看到苏晨选择了炼狱难度以及个人模式后，顿时纷纷震撼。我的天，苏神居然又选择了单刷炼狱难度。是啊，又要单数炼狱难度，太酷了。炼狱难度的首通要被苏神拿下了吗？苏神的修为究竟到了什么级别了？不知道，个人修为是可以选择隐藏的，隐藏后别的玩家是看不到的。让我们等着看待会儿的结果吧。玩家们的议论，苏晨不以为意。他选择好之后，便直接一脸淡然地进入了副本通道。副本外面的女玩家们看到这一幕，几乎全部露出花痴状。这就是我的偶像，我要嫁的就是这样的男人。你在想屁吃？苏神是我的老公，是我的老公才对。苏晨此刻已经进入了副本中，他出现在了一处荒僻古宅院子中。古宅前方有一处大门，这是这古宅的大门。苏晨直接装备上了水寒剑，接着倒计时开始，10、9、8、7、1，倒计时结束。苏晨手握水寒剑，站在古宅门口2-3米的距离。很快，阴风四起，一阵鬼哭狼嚎的声音传来，并且声音让人感觉无比的阴森恐怖。接着，门口处一只只飘在空中的半透明白衣邪灵从门口飞了进来。这些邪灵披头散发，看得人头皮发麻。不过苏晨自然丝毫不惧，这个副本前世他也不知道刷过多少遍了，因此他直接握剑施展落阴剑法，脚踏太清步，在一群白衣邪灵中劈杀。他身形飘逸，再加上现在的苏晨修为乃是金丹期，劈砍这些筑基期的邪灵，完全如同砍瓜切菜似的。时不时的，这些邪灵还被冰冻在了半空中，这是水寒剑的被动，有30%的几率能冰冻住对手。苏晨的开局天赋能提升他的幸运值，因此这个被动的触发远远高于30%。第77章10几分钟，进度50%。苏晨就只在这里刷了5分钟，然后直接来到大门口处，手中透着淡蓝色光芒的长剑挥舞，很快将门口处的邪祟清理一空。接着苏晨往前冲了出去。现在的他修为已经达到金丹期，而且还有水寒剑这样的装备，因此不需要在这里刷太久来提升攻击。如果是一般玩家，那肯定是要在这里将时间刷满的，否则的话根本就打不动后面的 BOSS。 当然了，苏晨并不在这其中。穿过大门，外面是一条由青石板铺就的道路，就只有一条道路。苏晨直接往前小跑，很快就来到了补给站。每一关通关之后都会有补给站，补给站可以用刷来的分数提升攻击力，还有就是补充消耗掉的法力。苏晨虽然只刷了5分钟的怪，但是攻击力还是提升了不少。现在他的攻击力已经提升到了225，接着便进入了第2关。这个副本是灵异风格，所有的小怪都是邪灵，跟副本名字死神的沉睡山谷非常大。很快苏晨便碰到了第一个小 boss， 这个 boss 是一只8角蜘蛛般的邪祟，他头上长着一个女人头，身体像是蜘蛛，至于他的8条腿则是8只人手，趴在地上看起来极为瘆人。苏晨查看了一下这只 boss 的属性，邪祟人面蜘蛛，境界元婴期，法力8万，技能腐朽毒液，攻击700，防御500，速度40，血量52万。而苏晨又看了一眼自己的属性，玩家苏晨，天赋风姿卓越，境界金丹中期350,000，法力5万，技能剑扫八方，万剑归宗，身法太清步，剑法落阴剑法，武器水寒剑，攻击500，防御400，速度50，血量31万。自己跟这只人面蜘蛛差距最大的是修为，如果是现实中，金丹跟元婴相差一个大境界，自己是很难打过这人面蜘蛛的。不过这毕竟是游戏副本，在游戏副本中，所有的邪祟 BOSS 都被很大的限制住了能力，行为也很机械化，因此玩家才能打得过。如果这些东西出现在了现实中，没了限制，恐怕很轻易就能秒杀玩家们。苏晨提起手中的水寒剑，迎着人面蜘蛛冲了上去，落阴剑法施展，
一剑又一剑的劈砍在人面蜘蛛身体上。100，剑影飞舞，剑气纵横。不多时，副本中的天赋急速狂热激发，在天赋激发期间，可无限制的施展技能。剑扫八方，万剑归宗。剑扫八方，万剑归宗。技能施展，剑气纵横漫天，剑气凝成的剑影不停地冲击人面蜘蛛。500，1000，技能施展期间造成海量伤害，伤害叠加，人面蜘蛛头顶上的血条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减少。吼！人面蜘蛛大怒，嘶吼一声，张嘴就朝苏晨喷出墨绿色的毒液。这个毒液的毒性非常恐怖，如果被喷中，血量绝对会快速掉落，几秒钟，可能玩家的血条就会被清空。当然了，苏晨肯定是不会被人面蜘蛛喷中的，他本身就清楚人面蜘蛛毒液的喷吐轨迹，而且还有一门身法，躲避起来就更加轻松了。苏晨脚下太轻步一踩，闪身便躲过了喷过来的毒液。毒液落到地上，在地面上腐蚀出一阵白烟，青石板地面都被腐蚀出了深深的凹陷，可想而知毒性有多强。不过毒性虽然强，可是如果喷不中人，那也毫无意义。苏晨没有忙着进攻，脚踏太轻步闪避着这些毒液。在人面蜘蛛喷吐毒液的时候，他不会去攻击这人面蜘蛛，因为距离人面蜘蛛越近，前面的毒液面积越大，距离过近，几乎100%会碰到人面蜘蛛喷出来的毒液，所以只能等人面蜘蛛这一波技能攻击结束再上才行。苏晨脚踩太轻步，走出一个特殊的轨迹，将所有的毒液尽数躲避。几分钟后，人面蜘蛛的毒液技能攻击结束，接下来该我了。苏晨嘴角浮现一抹笑容，朝着人面蜘蛛冲了过去。冰蓝色的剑光飞舞，人面蜘蛛的血量再次下降。吼！人面蜘蛛怒吼一声，接着召唤出了无数赤红色的蜘蛛，蜘蛛有碗口般大，那肚子散发着淡红色光芒。苏晨剑光劈出，蜘蛛直接爆裂，留下一地灼热的岩浆。这些蜘蛛的肚子里居然都是灼热的岩浆。一只又一只的小蜘蛛被苏晨斩杀。不多时，小蜘蛛全被斩杀了。苏晨继续跟人面蜘蛛对战。不多时，急速狂热激发，苏晨施展技能，漫天都是剑影跟剑气。人面蜘蛛的血条在连续不停的技能攻击下，很快就被清空。人面蜘蛛足。此刻，距离苏晨进入副本中也不过去了10几分钟。副本通道外，死神的沉睡山谷，副本通道外面的光幕上显示出苏晨的进度 50%。此刻副本通道外面的玩家们皆是一脸震惊。我的天，这未免也太夸张了！苏晨才进去10几分钟啊，居然进度就达到了 50%， 强，太强了！苏神实在是太强了！10几分钟居然通关了 50%， 这个时间不是应该还在开局那一关刷怪吗？是啊，一般第一波怪都要刷20分钟，可是苏神怎么这么快？玩家不解。我知道了，苏神肯定就只在第一关刷了几分钟，所以才10几分钟就通关了 50%。一名玩家道。听到这名玩家的话，所有玩家恍然大悟，怪不得苏晨10几分钟进度就达到了 50%， 原来第一关苏晨只刷了几分钟。第78章最后的 BOSS 死神，所有人都明白了过来，怪不得苏晨10几分钟就通关了 50%， 原来这是因为苏晨在第一关的时候就刷了几分钟。知道这一点的玩家们纷纷感到惊骇，这苏神胆子未免也太大了吧？是啊，他难道就不怕攻击力不够，无法打过最后的博硕士吗？不愧是苏神，胆子就是大，苏神牛逼啊！玩家们纷纷感叹。现场中也有上次苏晨第一次通关活死人城时的玩家在，他们可是知道上次苏晨单刷炼狱难度用了1个多小时的时间，可是今天苏晨刷分的时间显然是极大程度的减少了。此刻他们心中在思考，苏晨只刷这么一会儿，攻击力能够吗？毕竟最后的 BOSS 可是很难击杀的，就算是一个团队将攻击都提升到最高，也很难通关。究竟是什么让苏晨这么大胆的？玩家们不理解，所以很震惊。这次苏神可能有些拖大了吧？就算他能够打到最后的 BOSS， 可是也很有可能无法通关。是啊，攻击力不提升上去，那伤害根本就不够啊！玩家们议论着，他们却想不通，苏晨之所以敢这么做，是因为苏晨有着自己的底气。现在的苏晨，水寒剑在手，而且又已经是金丹期的修为，
这样的神一般配置自然是能够速刷。是的，速刷这个词是苏晨前世时候无尽仙途玩家发明出来的一个词语。速刷顾名思义就是快速刷图，争取在很短的时间内通关，节省大量时间，这就叫做速刷。速刷的要求就是需要玩家的修为高，武器好，而且还要对副本十分了解，这样就能够很快速的通关副本，这就是速刷。现阶段的玩家显然是很不知道这个词的，甚至不知道速刷能通关。毕竟现在的他们慢刷都很难通关，就更加别提速刷了。苏晨自然不知道外面的议论，此刻他又刷了一波小怪。这一波小怪是一群长着翅膀的小体型恶魔，苏晨便往前跑，边施展剑法击杀掉拦路的小恶魔。不多时，这一关通过，苏晨通过一处山谷，沿着道路往前跑，进入一个巨大的石洞中。往下跑，犹如来到了地下世界。地下的道路是漂浮在空中的巨大石块修建的，两侧什么都没有。在道路两侧下方是滚滚的火红色岩浆。苏晨一路往前，很快来到了一处绝大的漂浮的平台上，这里便是死神的沉睡山谷的最后一关，也就是最后的 BOSS。 一群小恶魔出现，苏晨提着水寒剑，按照前世的走位规律拉扯，将一群小恶魔击杀。平台一阵巨颤，一只头生双脚的巨大生物出现在前方，它身高足足有20米，身体呈现黑红相间的颜色，这颜色像是冷却的岩浆跟还未冷却岩浆的颜色组成，手中拿着一把血红色的镰刀，他就是这个副本中的死神。苏晨查看了一下最后这只 BOSS 的属性，名称死神，境界大乘7，法力90万，武器死神镰刀，技能亡魂召唤死神之镰，攻击1000，防御1000，速度65，血量1910000，恐怖如斯。苏晨又跟自己的属性比较了一下，玩家苏晨，天赋风姿卓越，境界金丹中期3500000，法力5万，技能剑扫八方，万剑归宗，身法太清步，剑法落英剑法，武器水寒剑，攻击500，防御400，速度50，血量31万。毫无疑问，苏晨属于被碾压的存在，无论是修为还是防御，亦或者是攻击、血量等等，都碾压他。不过这也正常，这毕竟是副本中的 BOSS。 开始吧。苏晨直接提着剑冲了过去，大战一触即发，剑影飞舞。所幸的是，副本中的 BOSS 动作都是死板的，不然就算是苏晨现在的修为，对上死神这种存在，也只是被秒。这是游戏的限制，要是 BOSS 能有智慧，能随心所欲的攻击玩家，那就凭死神的修为，目前根本没有任何玩家能够抗衡。等以后，这些副本中的 BOSS 也都会一一降临在现实中，到那时，他们将没有任何的限制，那时候修为必须跟其差不多，方能将其击败。所以，苏晨目前的任务便是尽可能的提升修为，好应对将来的乱世。死神冲撞过来，苏晨闪身躲过。这个招式苏晨很熟悉，有不少副本中的 BOSS 都有这个横冲直撞的攻击方式，只要速度快一点，躲过就好了。如果躲不过，被撞一下，玩家就会死亡。在副本中是没有复活的功能的，玩家死了就只能重新开始。如果是一个团队，那团灭后也只能重新进副本，从头开始刷起。所以副本才这么难通关。如果能有个什么复活机制或者道具之类的，那这副本恐怕通关率就会大大增加。不过可惜的是，没有这种机制。躲避过一番横冲直撞的攻击过后，苏晨继续劈砍。20，死神的修为高，防御也高，因此苏晨的剑法攻击过去，一剑也就只能让死神掉落20点血量。就算极速狂热激发期间，苏晨的技能落到死神身上，也就只能让其掉落100点。可想而知，这个 BOSS 多么恐怖。如果换成其余玩家过来，将攻击提升到1000点的满级，打出的普通攻击伤害也就只有苏晨现在这样。苏晨最大的优势在于他对这些副本的了解，对 BOSS 技能轨迹的了解。一会儿后，死神的声音响起，聆听死神的召唤吧。一群来自地狱的幽魂出现，几乎占满了整个平台，只留下几道小小的缝隙，而这些缝隙正是留给玩家的生路。第79章宠物孵化成功。苏晨脚踏太清步，
第一时间便躲到了缝隙中。无尽的墨绿色邪灵从身旁掠过，带起一阵阵的阴冷之气，让人浑身战栗，头皮发麻。苏晨丝毫不以为意，躲过第一波之后，连忙挪动脚步调整位置。又是一波墨绿色透明邪灵冲击而过，然而依旧被苏晨轻松躲过。这些邪灵冲击时留下的生路位置，苏晨早已经一清二楚。死神的这一波攻击结束，苏晨继续提剑劈砍在死神身上。副本天赋激发时，苏晨便连续施展出武技。死神的血量以一个缓慢的速度开始下降。如果是其余玩家，哪怕是一个团队进来将攻击提升到满点，恐怕这一群玩家造成的伤害也就跟现在的苏晨差不多。这就是修为跟装备的领先带来的好处，一步领先，处处领先。现在的苏晨修为跟装备都遥遥领先其余玩家，这次的单刷通过之后，恐怕跟普通玩家之间的差距还将拉大。十几分钟之后，苏晨一个技能将死神血条清空。副本死神的沉睡山谷通关，游戏的提示声响起，恭喜玩家苏晨成功首通炼狱难度死神的沉睡山谷。游戏评价 SSS 加，恭喜玩家获得钻石宝箱加1，恭喜玩家获得经验值100倍。苏晨直接打开了宝箱，恭喜玩家获得装备黄金圣甲，说明装备战甲可极大限度提升玩家防御，小幅度提升玩家攻击。恭喜玩家获得宠物孵化卡5，居然是黄金圣甲。苏晨心里顿时大喜，他也没想到居然开出了这种顶级装备，看来这一世他还真的是欧皇附体了。查看了一下黄金圣甲的属性，物品黄金圣甲，品级天级，防御360，攻击40。苏晨满脸笑意，对黄金圣甲的属性很是满意。不知道我现在修为提升到了什么层次？苏晨这样想着，便又打开了自己的属性面板查看了一番。玩家苏晨，天赋风姿卓越，境界合体前期9100000，法力8万，技能剑扫八方，万剑归宗，身法太清步，剑法落英剑法，武器水寒剑，攻击900，防御700，速度60，血量90万。苏晨微微睁大眼睛，他没想到自己的修为居然提升到了合体期。果然100倍的经验奖励就是恐怖，而且这个副本难度要比活死人城大很多，所以经验值也多很多，让苏晨直接从金丹期直接越过几个大境界，提升到了合体期。合体期之后便是洞虚期、大成期、渡劫期，最后才是仙级。前世直到游戏停服也没有仙级的玩家出现，这个级别属于传说中的级别。不过玩家中虽然没有仙级，但是后来游戏中的反派 BOSS 降临后确实出现了仙级 BOSS， 也正是因此人族始终处在弱势，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战力天花板比不上。对于这一局副本的收获，苏晨很是满意，果然不愧是炼狱难度，开出来的装备果然好。而此刻副本通道外面，所有玩家早已经沸腾了起来。卧槽，太强了吧，果然不愧是苏神，再次单刷炼狱难度通关，我只能说牛逼啊，恐怖如斯啊。我现在都还没通关活死人城普通难度呢，人家都已经通关炼狱难度了，我等还是先将修为提升一些再来刷副本才好。不知道苏神单刷通关获得了多少经验值，反正是很大一笔经验值就是了。现在苏神的修为不知道达到了什么级别，反正比我等高得多。外面的玩家议论纷纷。而此刻副本内，副本通关，平台上面出现了一个漩涡状的时空之门。苏晨收起武器，穿过时空之门，接着出现在了副本通道外。苏晨一出来，外面玩家顿时一阵欢呼。苏神，恭喜通关！苏神，你太厉害了！苏神，我想给你生猴子！苏神，我爱你！面对玩家们的狂热，苏晨早已经习以为常，也就轻轻点点头回应了一下。现在的苏晨在游戏中显然属于明星玩家，粉丝众多。苏晨直接又单刷了普通难度跟中等难度，死神的沉睡山谷3个难度的首通都被苏晨一人拿下，而他的修为也提升到了合体后期，而且苏晨的宠物孵化卡也已经足够。苏晨刷完之后便回到了宗门，接着他便开始使用个人仓库中的宠物孵化卡。宠物孵化进度 30%， 宠物孵化进度 35%， 宠物孵化进度 40%， 宠物孵化进度 45%， 宠物孵化进度 50%。 苏晨刷到的宠物孵化卡已经足够，
因此不停地使用。终于，宠物孵化进度100%，宠物孵化成功！恭喜玩家苏晨获得宠物天双飞马。苏晨微微一愣，随后来到屋外，将天双飞马取了出来，接着便看见眼前空地上一只银白色、头生独角、背生淡蓝色双翅的宠物出现。它4只脚似乎散发着淡蓝色的火焰，双翅散发淡蓝色光泽，看起来极为神异跟炫酷。苏晨十分满意的点点头，这只宠物不错，还能飞，用来当坐骑简直完美。苏晨伸出手，轻轻地抚摸这天双飞马的头，天双飞马十分亲昵地蹭着苏晨的手掌。此刻，在天元城外副本通道处，一群玩家此刻组队来到了此处。这一群玩家正是幻影公会的玩家。新副本开启，他们便上线赶了过来，看看能不能拿下一个普通难度的首通。张健来到副本通道外面，接着便看见新副本的首通居然已经被拿下了。操，又是苏晨！看到那个拿下首通的玩家名字，张健忍不住爆了粗口。第80章，秘境即将开启，张健极为气愤，没想到首通居然这么快就被拿下了。拿下死神沉睡山谷首通的还是跟他们有过节的苏晨，拿下首通也就算了，苏晨还将普通难度、中等难度、炼狱难度等3个难度的首通都给拿下了，简直离了个大谱，这太夸张了！这苏晨怎么会这么强？就好像是早就知道怎么玩似的，不然怎么能这么快通关？要不就是开挂了，不然不可能第一次刷副本就直接通关了。他一直觉得苏晨可能是掌握了某种外挂，不然不可能每次刷副本都能不死，还都能通关。零失误，这可能吗？根本不可能。一行人觉得来到来了，就都还是准备下本。幻影公会众人进入了普通难度的副本。10几分钟之后，幻影公会众人团灭。下一刻，从副本通道外面的复活点复活，修为掉了一部分。所幸的是，刷副本掉落的修为不多，众人又组队刷了几次，修为再次掉落。由此可见，这个副本的难度，尤其是不知道 BOSS 的攻击规律，不知道躲避攻击的路线，是很容易死掉的。想要通关，就要尽可能的多刷副本，掌握 BOSS 的攻击规律。因此，试错是不可避免的。而苏晨，因为早已经知道这些，所以他不需要试错，因此才能遥遥领先众人。这就是先知先觉带来的好处。苏晨在竹屋待了一会儿，正准备下线，没想到这时候外面传来一阵敲门声，与此同时，一阵轻灵的呼唤声响起：“小师弟，小师弟！”苏晨起身走出竹屋，将小院的木门打开，只见穿着一身粉色衣袍的少女待在门外。少女正是苏晨师傅的女儿楚嫣然。原来是师姐啊，有什么事吗？少女笑了笑：“师弟，我爹叫你去他那一趟，说是有事情要跟你说。”苏晨顿时明白了楚嫣然过来找自己的目的，原来是自己师傅找自己。好的，师姐，我待会儿就去。那我就先离开了。好的，师姐慢走，有空过来玩。苏晨礼貌般的说道。这是在邀请自己吗？楚嫣然俏脸一红，好的师弟。说完这话，楚嫣然便连忙御剑飞走了。楚嫣然对玩家苏晨好感度+2，游戏提示音在脑海中响起。苏晨微微一愣，有些奇怪的看了一眼飞走了楚嫣然，有点没搞明白，怎么忽然就增加好感度了？难道是我刚刚说了什么？苏晨仔细回想了一下刚刚自己说过的话，然后想到了有空来找我玩这句话。难道就是这句话？这句话就是他随口礼貌性的说的而已，没想到居然就增加了楚嫣然对自己的好感度。看来以后可以多说说类似的话。苏晨在心中下了决定，他直接御剑来到了师傅楚龙渊的通天大殿。收好剑，苏晨迈步上前，走进了大殿的会客大厅中。此刻，楚龙渊正站在大殿里，背对着苏晨。苏晨迈步走了进去，在楚龙渊身前停下，微微拱手：“徒儿苏晨拜见师傅。”听见苏晨声音，楚龙渊转过身来，上下打量了一番苏晨，随后脸上露出满意的笑容：“不错，已经达到了合体境，不愧是咱们宗门有史以来的第一天才。”楚龙渊很是满意。苏晨现在的修为基本上已经跟中门那些普通长老的修为持平了。师傅过奖了，还是师傅教导的好。苏晨谦虚说道。按理说，苏晨修为这么快就已经达到了合体境，这非常奇怪，也非常震撼。毕竟，这可是修仙哪个不是修炼成百上千年才能有苏晨现在的修为的？可是苏晨却才短短2个月时间就达到了这样的修为。不过显然，因为游戏的存在，让这些游戏世界的 NPC 们对这种事并不在意。呵呵，徒儿你谦虚了，师傅可没教你什么，
都是你自己努力的结果。这次师傅叫你过来，主要是有一件事想要跟你说。师傅请说。苏晨不卑不亢地说道。他也很好奇，师傅会有什么事情要对自己说。是这样的，过些时日，便是10年一次的圆空秘境开启之日。秘境开启，每个宗门都会组织一批弟子前往秘境，而且这不仅仅是秘境探索，还是一次宗门间的比试。哪个宗门的弟子在秘境中的收获最多，哪个宗门便能获得这次比试的魁首。这是有关宗门的荣誉，你明白了吗？苏晨点点头，我明白了，师傅。这就是一个比试，就相当于奥运会一种性质，哪个国家能获得冠军，那自然就能享有最多的荣誉。只不过在这里换成了宗门而已。楚龙渊点点头，你的修为现在已经达到了合体境，所以这次咱们宗门就由你来带队。苏晨连忙拱手，弟子谨遵师命。下去好好准备一下吧，这几天也好好休息一番，3天后带队跟着师傅前往圆空秘境。苏晨点点头，然后退了下去。至于准备，苏晨倒是没觉得有什么好准备的，大不了就是准备些回复类丹药之类的就行了。苏晨召唤出天双飞马，骑着便飞回了住处。天双飞马的速度很快，没多久就到了住处。当然了，苏晨现在的修为很高，御剑飞行的速度也很快，不过舒适性却是赶不上其坐骑的。回去之后，苏晨便下了线。现在已经是午夜时分，苏晨下线后就直接睡了觉。第二天的时候，胖子让苏晨带他刷新副本。胖子倒是一个很有分寸之人，他明白单刷手通获得的经验很多，所以之前副本更新没有让苏晨带。现在苏晨已经拿下了死神沉睡山谷的手通，他便过来找苏晨带他了。苏晨自然没有拒绝，只要手通拿下了，后面的时候带多少人一起刷都行。进入游戏，苏晨还收到了柳若雪的消息，柳若雪也表示让苏晨带他，并且还表示愿意出价50万。苏晨倒是没打算要他的报酬，因为手通他已经拿下了，再加上本来就要带胖子刷本，再多带几个也一个效果。第81章玩家的质疑。众人很快便在副本通道外面汇合。苏大高手，好久不见啊！张清宁冲着打招呼。好久不见，苏晨。马小玲也是礼貌地跟苏晨问好。苏晨冲着二人点点头表示回应。柳若雪真名柳如月，显然这次他依旧带上了马小玲跟张清宁。苏先生，我带上了他们俩，还请你不要介意。老样子，我们一人出50万，请你带我们通关。柳如月笑着说道。苏晨摇摇头拒绝了，不用了，手通我都已经拿下了，所以带你们就不收钱了。准备一下，咱们进副本吧。一旁的胖子看到戴着面纱的柳如月，以及一旁的马小玲跟张清宁三女，眼睛都快直了。马小玲跟张清宁的模样都算是很不错了，至于戴着面纱的柳如月，更是气质超凡脱俗，一举一动间有种出尘的气质，那双丹凤眼也是非常漂亮。尽管没有看见真实面容，可是胖子也知道这个女人绝对非常漂亮。胖子心里不禁惊讶，什么时候苏晨居然认识了几个这么漂亮的妹子了？难道是玩游戏带妹认识的？胖子心里顿时升起一股羡慕，成为游戏中的大佬，带漂亮妹子飞，这不就是自己的理想吗？可是现在自己的理想被自己好兄弟实现了。四舍五入，那就相当于自己也实现了。橙子，这么漂亮的3位妹子，你不给我介绍一下吗？这可就有点不够意思了呀。胖子嘟囔道。苏晨看了胖子一眼，淡淡道，玩家名字头上不是有吗？你自己看看不就知道了。胖子顿时噎住了，他当然能看到3个妹子头顶上的游戏名，可是他是那个意思吗？他那是想要在几个妹子面前混个脸熟。苏晨自然对胖子的想法一清二楚，刚刚也不过是逗逗胖子罢了。他笑了笑，这几位曾经都是我的顾客，我带他们刷本，收过他们钱的。说完，苏晨又冲着几位妹子说道，这位胖子是我兄弟，你们叫他胖子就好。几个妹子也是很给苏晨面子，冲着胖子笑了笑。嗨，胖子冲着几个妹子挥了挥手，脸上的笑容几乎快要成一朵花了，一副猪哥的笑容。嘻嘻，张清宁直接捂嘴笑了起来。苏晨顿觉有些丢人，他好想说他不认识这个猥琐的胖子，不过现在显然已经来不及了。苏晨开口道，好了，咱们准备进副本吧。苏晨说了一声，然后开了个房间，选择了团队模式。接着几人进入了普通难度副本。苏晨决定带几个妹子将普通难度、中等难度以及炼狱难度都刷一遍。他这倒也不是刻意带他们，因为他自己反正也要刷副本的。几人进入副本，副本正式开始。苏晨自然是没怎么刷，都是让同队的几人刷怪。期间
苏晨也跟几人闲聊着。刘小姐，你们宗门有跟你们说圆空秘境的事吗？苏晨也不是很清楚，宗门会不跟他们说这件事，因为这次各大宗门挑选的进入秘境的弟子都是各宗门的精英弟子。柳如月点点头，我师父已经给我说过了，我也是这次被挑选进入秘境的人之一，而且据我所知，我是宗门唯一一个玩家被选中进入宗门的，其余进入秘境的都是宗门的 NPC 弟子。我也被选中了，师父让我也去参加这个秘境。太好了，橙子你也去，到时候你可要罩着我。胖子连忙附和道。至于马小玲跟张清明两人都没有说话，显然他们两人没有被选中。这次参加秘境的玩家很少，都是各个宗门数一数二的玩家才能被挑选中。除玩家外，其余进秘境的几乎清一色的都是这个游戏世界的原住民，也就是精英 NPC 弟子们。苏晨倒是也能理解，玩家们现在的修为在宗门来说其实很低微，跟那些 NPC 弟子们根本没法比。这也就是说，每个宗门能有资格参加秘境的玩家只有一位，这一位就是各宗门中最杰出的一位玩家。明白了挑选规则，苏晨便没有再多问，而是在一边悠闲地看着几人刷怪。他这样的行为，几人显然早已经习惯了。他们都知道，苏晨就算不怎么刷怪，打出来的伤害都比他们拼命刷怪提升攻击打出的伤害高，就是这么的不讲道理。不过几人都知道大致原因，他们也都玩过其他游戏，自然知道在游戏中装备越好，造成的伤害也就越高。而无尽仙途中，决定伤害的除了装备就是修为了，两者直接决定了你能造成什么样的伤害。苏晨的那把冰蓝色的剑一看就是高品级装备，而且苏晨的修为肯定也已经达到了一个很高的程度。没有理会几人心中所想，苏晨依旧跟之前带他们一样，时不时的指点几句，然后便通关了普通难度。接下来的中等难度跟炼狱难度也是如此。当然了，炼狱难度主要还是靠苏晨打伤害，其余人也就打出 1% 到 2% 的伤害，不过这也足够了，能造成这点伤害便能够获得宝箱了。苏晨也有关注过几人，这几人的宝箱开启获得的东西都没有苏晨第一次刷通关开出的装备好，由此苏晨可以猜测他的爆率确实要高于其余玩家。当然了，那也有因为手通的缘故，手通开出的东西要比其余时候通关开出的东西好。接下来的2天，苏晨又带着胖子刷了2天副本，而这几天游戏论坛早有沸腾了。苏神太强了，副本刚刚更新，他直接就去将炼狱难度的手通拿下了，牛逼啊！苏晨怎么会这么强？这强得似乎有些离谱了。副本刚更新，苏晨第一次刷就能单刷通关炼狱难度。论坛中得玩家们在感叹，这时有玩家提出了质疑：苏晨为什么能这么强？副本刚刚刷新，他就能单刷通关炼狱难度了？你们不觉得有些奇怪吗？第82章师姐的爱慕者。这个帖子一出，顿时所有玩家都沉默了，因为这帖子说的是事实。副本刚刚更新，苏晨居然直接就去单刷炼狱，而且还很快就通关了，这需要多么强的意识跟实力啊！这根本就不可能完成吧？至少也应该刷很多次，熟悉了副本之后才能做到吧？可是苏晨居然第一次刷炼狱就通关了，这未免也太夸张了点儿。我也觉得奇怪，为什么苏晨就能这么快通关呢？是啊，他就好像早就熟悉了副本似的。苏晨是不是开挂了？每次副本一更新，手通就被苏晨拿下，这太不科学了。怎么可能有人一次也不死直接通关副本的？苏晨不会是无尽仙途的内部人员吧？论坛中很多玩家发出质疑。一处小区中，房间十分乱，床上被子、衣服、袜子随意的躺在床上面，地面上满是瓜子壳、零食袋，垃圾桶里装满了外卖包装盒跟袋子，整个房间甚至可以说老鼠进来了都得迷路。整个房间里弥漫着一股嘈杂的酸臭味道，这里正是张健的房间，也不知道屋子里这么乱，他是怎么忍受得了的。而之前游戏论坛中那个质疑苏晨的帖子就是张健发布的，显然论坛里的玩家们已经被带了节奏，这也不怪他们不相信苏晨，主要是苏晨的实力跟他们之间完全不是一个档次的，凭借他们的修为完全想象不到苏晨的层次。现在无尽仙途中，大部分玩家的修为还只有筑基期而已，而且苏晨确实也十分熟悉副本，说他开挂其实也没太大问题，毕竟他的重生，他的先知先觉不就是最大的挂吗？此刻
张健看着网上质疑苏晨的声音，嘴角浮现出一抹笑容。他现在也明白，无法在游戏中找苏晨麻烦了。能拿下副本单刷首通，修为肯定已经远远超过其余玩家了。所以，张健就只能在网上恶心苏晨了。退出游戏没多久，胖子就给苏晨打来了电话：“橙子，不好了，游戏论坛里出现了好多你的黑子。论坛中，一个 ID 叫做‘上岸第一剑’的家伙发帖说你能通关很可疑，很多玩家也纷纷回帖质疑你。”“哦，没事儿，不用理会。”苏晨淡淡开口，他这淡淡的语气让胖子都愣住了。“不是，兄弟，你难道就不生气吗？这么多人黑你。”胖子都搞不明白，为什么苏晨现在能这么淡定。“胖子，我问你，我是明星吗？”胖子不知道苏晨为什么这么问，不过还是摇头：“不是。”“这不就得了？我又不是明星，别人黑不黑我，对我又没什么影响，他们喜欢黑，就让他们黑好了。高手注定是要遭受质疑的。”胖子一阵愕然，苏晨这话太 TM 有道理了，看来自己是皇帝不急太监急了。不对，自己才不是太监。两人又闲聊了几句，然后结束了通话。对于网上的质疑，苏晨自然不会在乎。张健想要恶心苏晨的想法注定失败，苏晨甚至都没有想要打开游戏论坛的想法。别人怎么评论，他毫不在意，只有提升实力才是最重要的，其余一切都是浮云。任由网上议论，苏晨都没有出来发声。这天，他吃过饭后，便第一时间戴上头盔进入了游戏。今天，便是各大宗门进入元空秘境的日子。苏晨进入游戏没多久，师姐楚嫣然便来到了苏晨的竹屋外。苏晨连忙出来迎接：“师弟，师父叫我过来带你去宗门前的广场集合，今天咱们就要进元空秘境了。”楚嫣然笑着说道。苏晨点点头，他也听出了楚嫣然话语中的意思：“师姐，你也要去元空秘境？”刚刚楚嫣然的话说的是咱们，这也就是说楚嫣然也要去。楚嫣然一脸傲娇的点头：“这是当然，我可是咱们宗门的天骄呢。师弟，你可不要小看我。”“哪里，师姐当然是天之骄女，绝世天骄。”苏晨连忙说着好听的话。他现在的修为很高，虽然无法查看屏蔽修为的玩家修为，但是这种 NPC 只要修为比他低，他就能看出对方的实力。楚嫣然虽然年纪轻轻，可是却已经达到了元婴期，这修为放在任何一个宗门，只怕也是精英中的精英弟子了。“师弟，我们走。”楚嫣然说了一声，然后便御剑飞上了天空。苏晨也立马施展御剑之术飞上天空，跟在楚嫣然的身后。“师弟，咱们比一比，看谁先到宗门前的广场，怎样？”楚嫣然站在剑上提议道。“好的，师姐。”“那好，开始。”楚嫣然说完这话，顿时化作一道流光飞了出去。苏晨则是御剑跟在楚嫣然身后。不多时，两人一前一后出现在广场上。楚嫣然先落下，苏晨则是后脚跟着落下。楚嫣然得意一笑：“小师弟，你输了哦。”苏晨道：“师姐修为高深，师弟自愧不如。他现在的修为自然不可能还比不上楚嫣然，这不过是苏晨情商高，故意输给楚嫣然的罢了。”广场上已经有一批蜀山精英弟子在这里了。苏晨笑着跟楚嫣然说了两句之后，便感觉到一股愤怒的视线落到了自己身上。他现在的修为自然很容易就觉察到这充满敌意跟愤怒的视线。苏晨不着痕迹地看了看那道目光的来源，那是一个身材魁梧的青年男子。男子身材很是健硕，身上的衣服都被撑起，明显的肌肉线条一览无余。看到那肌肉线条，就能看出其中有多么恐怖的爆炸力量。苏晨微微皱眉，他很确定他并不认识这个青年男子。那么男子目光中的愤怒从何而来？苏晨略微一思考，很快他便明白了过来，问题出在楚嫣然身上。楚嫣然长得俏丽可爱，又是掌门的女儿，想来爱慕者肯定不会少。苏晨觉得这个青年十有八九就是楚嫣然的爱慕者了。第83章前往。嫣然师妹。男子将眼底的愤怒掩饰了下去，脸上露出一抹笑容。楚嫣然原本跟苏晨说话时脸上的笑容，此刻消失不见，俏丽的脸变得十分平静。她看了男子一眼，眸底划过一抹不喜。方师兄。楚嫣然不情不愿地喊了一声，她着实不喜欢这个方师兄。平日里，这个方师兄经常对她献殷勤，而且每次看到他都一副痉挛的姿态。跟他关系的好男弟子，甚至都会被为难、被警告。久而久之，就没有异性师兄弟跟他走得近了。这样的人，可以用讨厌来形容了。而且，楚嫣然一点儿也不喜欢方寒这种肌肉男，他喜欢的是苏晨这种风度翩翩、风姿卓越的美男子。
方寒冷眼看了一眼苏晨，然后道：“师妹，这次进秘境，师兄我会罩着你的。”楚嫣然身子一颤，他可不想跟在方寒身边，他想跟苏晨组队。不过方寒这话，楚嫣然也不好直接拒绝。那就谢谢方师兄了。他随意的道了个谢，在心里下了个决定，等真进秘境了，自己一定要避开方寒。方寒又看了看苏晨，苏晨作为蜀山的风云人物，他当然认识。之前苏晨测试的时候就已经惊动了整个蜀山，可以说整个蜀山就没有哪个弟子能不知道苏晨这个绝世天才的。苏晨测试那天，让几大长老大打出手，只是为了将苏晨收为弟子。不过最后掌门介入，将苏晨收做了关门弟子。要知道，掌门可是从没有收过任何人为弟子的，可想而知苏晨的天资。方寒眸中一寒，天才那也得成长起来才行。这个世界上天才可太多了，可大多数都夭折了，能走到最后的也没有几个。所谓天才，如果成长不起来，那就是个笑话。况且苏晨入门才多久，能有多高的修为？自己可是元婴后期的强者，距离出窍期也只有一步之遥。这次进入秘境可是十分危险的，跟别的门派之间肯定是会有冲突的。而苏晨作为一个进门派不久的新弟子，修为肯定不高，到时候万一跟别人起争斗，说不定就被别人击杀了，这是很有可能的。修仙界可是一个弱肉强食的世界，实力才是一切根本。就算你是天才，没成长起来，也有很大几率夭折。夭折了的天才，那就不叫天才了。方寒在心里面想着，只是他不知道的是，苏晨现在的修为根本就不可能是这个游戏世界的 NPC 弟子们能比拟的。而且苏晨还是玩家，就算在秘境中出了什么事情，那也不过是在宗门复活典里复活罢了，又不会真的死。这位就是掌门的关门弟子了吧？那位蜀山的绝世天才苏晨。方寒这般说道，可是语气中却没有任何尊敬恭维的意思，反而是带着几分讥讽味道。现场的其余弟子们也都看向了苏晨，虽然他们听说过苏晨这个名字，可是很多人并没有见过苏晨。毕竟修行这个东西基本上都是靠个人，在场的所有人又都是宗门的天才弟子，都有自己的傲气，因此也不会对苏晨过多关注。不过苏晨的名头他们都听过，作为天才，他们自然不会觉得自己会弱于苏晨，只觉得苏晨是被吹嘘的太过了。此刻看到苏晨，他们目光中都带着一股审视。可是上下打量了好一会儿，他们都没有看出苏晨的修为。这种情况只有3种可能：一就是苏晨现在还没有修为；二，苏晨的修为远高于他们；三，苏晨身上有什么能遮挡修为的法宝，将修为给隐藏了，让人看不出虚实。现场蜀山的天才弟子们都觉得苏晨这是第3种情况，毕竟苏晨不可能没有修为，更不可能修为比他们还高。联想到苏晨是掌门的弟子，那么一切就能够说得通了。掌门送了苏晨一个能隐藏修为的法器，这样一来，别的门派之人看不透苏晨修为，心里就会有所忌惮。想到这里，众人心里又升起一抹妒忌。苏晨何德何能，能受到掌门这么优厚的待遇？他们不相信他们的天资能比苏晨低多少。苏晨不知道众人所想，面对方寒的话，苏晨微微皱眉。师兄过奖了，所谓天才不过是师兄弟们吹捧起来的罢了，不值一提。哼！方寒冷哼一声，你倒挺有自知之明。苏晨无语，他不过就是谦虚一下罢了，这方寒还真当真了。不过他不喜欢去争这些，没有再说话。安静。前方苏晨的师傅楚龙渊到来，说了一声，原本窃窃私语的众人安静了下来。显然楚龙渊还是很有威慑力的，毕竟在苏晨之前，楚龙渊可是蜀山的第一天才，而且现在的楚龙渊可是公认的当世高手之一，是蜀山弟子们的偶像。好多弟子都是从小听着楚龙渊的故事成长起来的，楚龙渊那就是他们的偶像。你们将手伸出来。众弟子们闻言纷纷将手给伸了出来。楚龙渊轻轻一挥手，众人手中就出现了一个玉牌。苏晨拿起来仔细打量了一下，这玉牌自然是用玉石做的，上面刻画着法阵。就在苏晨好奇这是什么的时候，楚龙渊的声音又传了过来，这是传送阵，你们在秘境中碰到危险了，就捏碎这个玉牌，里面的一次性传送阵就激活了，你们就会被传送出来。当然了，捏碎玉牌也就代表着你们放弃了试炼，不过性命是最重要的，如果遇到危险不能抵挡，那该用就用，不要含糊。毕竟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只有有命在，才有资格说其他的。
楚龙渊扫视了一下众人，听清楚了吗？众人拱手，听清楚了。楚龙渊点点头，伸手一挥，一艘小船模样的法器出现，接着快速的放大，很快就变成了一艘堪比轮船大小的船。这是飞行法器飞舟。第84章众宗门汇聚，弟子们的眼中露出向往的目光。飞舟啊，这种大型飞行法器，也就只有一派的掌门才有资格拥有吧。如果他们能够成为掌门，掌控这种大型的飞行法器，那可就太威风了。跟我上飞舟，前往元空秘境。楚龙渊开口说道。众弟子心里顿时一喜，他们平日里可没机会能乘坐飞舟这种大型飞行法器，连忙飞身一跃，便都降落到了飞舟上面。飞舟上面左右各有2排木质的座椅，众人纷纷找座位坐下来。方寒刚想叫楚嫣然跟他一起坐，便看见楚嫣然冲着苏晨喊道：“小师弟，快过来跟我坐一起。”方寒顿时脸都绿了，不过也无可奈何，只能站在原地，心里叫苏晨给骂个1000八遍。苏晨也没客气，直接同意了，坐在了楚嫣然身边的位置上。接着楚龙渊催动飞舟，飞舟顿时上升了起来，很快就上升到了天空中。接着飞舟朝前飞了出去，这飞舟法器比飞机都还做得爽多了。全天窗，飞舟还被一层透明防护罩给包裹了起来，坐在上面丝毫感觉不到风，但是却能看见周围所有的景色。飞舟的高度不高不低，坐在上面能够看见《无尽仙途》这款游戏中的景色，景色非常优美，好多地方都是原生态的风景，看起来极为舒服。沐浴在这种风景中，让人身心都愉悦了起来。苏晨也是朝着下面看去，身心只觉得一阵舒爽。不远处，一只色彩斑斓巨大飞鸟飞了过来，不过看到飞舟之后就微微侧身偏离轨迹避开了。纵横天地间，这就是修仙。与此同时，另外一架飞舟上，一群身穿道袍的弟子同样乘坐飞舟飞行在天地间。胖子就在这些人中，这正是道门的队伍。胖子坐在飞舟上面，东瞧瞧西望望，好奇无比。乘坐这种飞行法器简直太满足他对修仙的幻想了，而这一切在这个游戏中统统都实现了。另外一处空中，一张巨大的琵琶飞行在空中，巨大琵琶上面，一群身材曼妙的女子抱着各种乐器乘坐在上面，其中就有戴着面纱的柳如月。柳如月看着下方的风景，那双美眸也是微微闪了闪。这些年在娱乐圈中的她兢兢业业，如履薄冰。娱乐圈不好混，只有在无尽仙途中，她的身心才能彻底的放松下来。此刻在路上的自然是不止他们，还有刀宗、枪宗、炼气宗、丹宗等等宗门。这些宗门都是无尽仙途这个世界中数一数二的宗门，这些弟子也都是由宗门掌门带着前往元空秘境。在非洲上的弟子们也都一个个意气风发，都想在这个秘境之行中取得一个好名次，给宗门带来荣耀。很快，众人来到了一处江面上，非洲像是一艘大船停在江面上，这里风景如画，烟云绕峰，江水的四周是许许多多并不高的翠绿山峰，很是漂亮。在上方的空中，空间微微有些扭曲，肉眼都能看得出来，那扭曲的空间就像是生火时的热空气将上方空间微微扭曲了似的。这扭曲的空间正是元空秘境的薄弱处，一个又一个宗门弟子出现在这里。张老头，你来了，你刀宗都能来，我枪宗自然也能来。一名中年男子看向不远处的琵琶形状的法器，法器前方，一名手持古筝的绝色女子傲然挺立。她穿着一袭素绿色的衣裙，衣裙将她曼妙的身材勾了出来，一双浑圆笔直的大长腿白的晃眼。毫无疑问，这是一个容颜绝世的女子。纳兰宗主，好久不见，你可是越来越漂亮了。中年男子出声说道。他乃是炼气宗的宗主冷秋寒，同时也是幻音宗宗主纳兰暮雪的倾慕者。他追求纳兰宗主已经很多年了，可惜对方一直对冷秋寒不冷不热的，显然是不太感冒。冷宗主好。听到冷秋寒打招呼，纳兰暮雪不冷不热的应了一声。苏晨一旁的楚嫣然连忙八卦了起来，他在苏晨耳边小声道：“师弟，你看到那边那个大琵琶上面的女子了吗？”苏晨看了一眼后点点头。楚嫣然继续道：“跟他说话的那个是炼气宗的冷宗主，那个很漂亮的女人是幻音宗的奈兰宗主。这冷宗主是奈兰宗主的追求者，据说追求了很多年了。不过……”说到这里，楚嫣然狡黠一笑。不过这奈兰宗主喜欢的是我爹。苏晨顿时愕然地愣到了原地，然后看了看站在前方的楚龙渊，他没想到师傅跟这几人之间还有这样一段瓜葛。三角恋。不过看到自己师傅那张儒雅的容颜，便又释然了。
自己师傅这容貌，妥妥的中年大帅哥。这种男人对女人还是女孩都有极大的吸引力。要是年轻时，师傅肯定跟自己一样，也是一个美男子。苏晨顿时就了然了起来。这些宗门的宗主，年轻时肯定也是意气风发的少年，那时候肯定也青春热血过。这些瓜葛，估计就是年轻时候就存在的。果然，下一刻便听楚嫣然在耳边说了起来：“1000年前吧，我爹还是一个少年，其余宗门的宗主也是个宗门的天才，一群天才少年曾经一起结伴闯荡修仙界，结下了深厚的情谊，自然也就有了感情纠葛。天才少年，天资少女，互生好感。”楚嫣然正说着的时候，忽然看见前方的楚龙渊转身狠狠瞪了他一眼。楚嫣然顿时吐舌头，没再说这些了。苏晨抬头往幻音宗那边看了看，然后发现了那幻音宗的宗主此刻不时地打量着自己这边，这自然不是在打量自己等人，而是在打量自己师傅。苏晨还看见了幻音宗宗主身后柳如月此刻正站在那里，看见苏晨的目光，柳如月还冲着苏晨点了点头。苏晨同样点了点头回应。另一边，道门众弟子那边，胖子也是冲着苏晨挥了挥手。胖子不敢大喊大叫的跟苏晨打招呼，他的师傅可是个很严厉的老头。第85章沙漠相遇。虽然他是玩家，可是在这种游戏世界中，有宗门 NPC 前辈在的时候，还是要遵循规矩的。胖子之前就以为这里是游戏，所以在宗门前辈面前很随意，没什么尊敬的态度，然后就受罚了，直接被掌门惩罚面壁3天。那3天时间，他都只能面壁，什么也做不了，就相当于是其他游戏中的被封号3天一个性质。从那以后，胖子就学乖了，面对宗门前辈也变得客客气气的了。整个江面上浩浩荡荡的满是人影。片刻之后，这次参与秘境之行的宗门便都到来了。江面上、半空中满是飞行法器，身穿各宗门服饰的弟子们站在自己宗门掌门身后。各位，既然大家都到齐了，那么接下来便准备进秘境吧。对了，这里是蜀山的地盘，注意事项这些就由楚掌门来给大家说说吧。羌宗的掌门提议道，其余宗门的掌门也都点头同意。楚龙渊飞到半空中，准备为大家介绍这次的秘境之行。现场一阵安静，所有人都注视着高中的那道身影。楚龙渊的目光在下方扫视了一番，身上一股威严弥漫，没有人再敢喧哗。各位，这秘境之行可以看作是几大宗门弟子的一个比试，规则很简单，哪个宗门弟子能够在秘境中获得的天才地宝最有价值，那哪个宗门就胜出。除此之外，还有个人试验，我们各大掌门会根据你们带出来的东西评估价值，以此来进行个人排名，排名前10的弟子将会获得我们各大宗门提供的丰厚奖励，其中排名第1的弟子将会获得玄级武器1柄，这武器将由炼气宗掌门亲手根据你所修的体系炼制，剑修就为你炼制1柄剑，刀修就为你炼制1柄刀，枪修就为你炼制1柄枪，以此类推。这话一出，现场所有弟子们都激动了起来，哪怕是玩家们都激动了。玄级武器啊，这可是一个很不错的奖励。现在市面上的玄级武器都没出多少吧？如果售卖成大下币，恐怕能卖出数百万的天价。只有苏晨一脸兴致缺。玄级武器？不好意思，他不缺。他的水寒剑乃是低级武器，比玄级整整高出一个大档次。不过，如果能够获得玄级武器，拿去卖点零花钱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天空中的楚龙渊很满意众弟子眼中的火热，只是当他目光扫到苏晨的时候，直接身形晃了晃。他的这个弟子似乎没多大兴趣的样子，这是连玄级武器都看不上了。很快收回思绪，楚龙渊继续说了起来，想必这次各位弟子的师门都有为你们准备传送一类的法器，这法器是为了保护你们的，一旦觉察到不对，有无法应付的状况，为了生命安全，你们不要犹豫，立即传送出来。誓言没了还有下次，命没了可就只有一条。好了，我就说这些了，其余的想必你们各自师门都有叮嘱，我就不再多说了。楚龙渊望向各大宗门的掌门，请诸位道友助我打开元空秘境。善各大宗门掌门应了一声，接着便见各门派的掌门全部飞上了高空，接着众人一道道灵力朝着那薄弱的空间袭去。开！楚龙渊大喝一声，接着便看见那薄弱的空间被撕开出一道口子。显然，哪怕是这薄弱的空间，想要撕裂也绝非易事。众弟子上！刀宗的掌门喝道。随着他这一声大喝声，各门派的弟子们齐齐御剑飞向了那道被撕扯出来的空间裂缝。这裂缝便是2个空间的通道。咻咻咻！
一道道身影飞了进去。师弟，咱们也上吧。楚嫣然冲着苏晨说道。苏晨点点头，也是一跃而起，御剑飞了进去。其实以他现在的实力，根本无需御剑。不过嘛，他可不想太过显眼了。实力这种东西，还是保留几分才好。太过显眼，容易被人盯上，那样就不太好了。苏晨刚刚飞进去，便出现在了一处沙漠的上空。这里漫天黄沙弥漫，空气中似乎都是沙子，灼热的温度炙烤着大地。附近更是一个人都没有。苏晨微微蹙眉，显然各门派的弟子们通过空间裂缝进来，并飞到了同一个地方。不过还好，在游戏世界中，苏晨的修为很高，这点温度对他的影响几乎可以忽略不计。苏晨当即通过游戏好友给胖子发了消息过去。胖子，你现在在哪儿？很快，胖子就回了消息过来。在一处荒芜的山谷中，周围暂时一个人也没有，而且这山谷四周看不到一个活物。苏晨又给柳如月发消息问了一下，得到的结果是柳如月也在一处荒凉的地方。苏晨可以确定，大家进来后，这是分散在了圆空秘境的各处。他朝着远方看了看，光是这沙漠都一望无际了，更别提胖子口中的荒凉山谷了。显然，这个圆空秘境非常大。不过苏晨也不慌，立马在沙漠中步行了起来。他们的任务是进来找天才地宝的，因此也不能快，得认真寻找。这里虽然是沙漠，可是也并非什么天才地宝都没有。这种地方容易有一些稀有的矿石一类的东西。苏晨随意挑选了一个方向，一边放出神识寻找，一边前进。他倒是也不着急，慢悠悠的找着。找宝贝这种事情急不来的，你越是想找，可能就越是不容易找到。当你不抱希望时，可能天才地宝就出现在了你面前。不知道走了多久，苏晨听见了脚步声。他现在修为和何其恐怖，感知更是敏锐，很多细微的动静都逃不过他的感知。苏晨当即放出神识，通过神识，他清楚地看见了一行三人，两男一女。其中两个男子分别乃是刀宗跟枪宗的弟子，而那个女子则是幻音宗的弟子。显然，这三人是在沙漠中碰到了，就临时组队一起同行了。这三人并非是玩家，这次能进来这秘境的玩家，一个宗门也才一个，因此玩家数量加到一起也不多。第86章，找到胖子等人。能进入秘境的大多还是个宗门的 NPC 弟子们。当然了，所谓 NPC 弟子也不过是一个称呼而已，代表着这个游戏世界的原住民。如果将这个游戏世界当成一个真实的世界，那么其实这些 NPC 弟子便都是真实的人。像是那些游戏中死板没有思想的 NPC， 在这个世界也有，不过很少而已。像是苏晨刚刚进入天元城接任务时，有些提供任务的特定 NPC 便属于那种机械死板的 NPC， 而这些进入圆空秘境的则不是。这些弟子都是有血有肉、有思想的存在。苏晨感觉懒得自己走了，准备试验一下之前的天双飞马，从游戏仓库中直接将天双飞马召唤了出来。苏晨直接骑了上去，不得不说，这有坐骑的感觉就是爽，直接意念沟通就行了。给天双飞马指了一个方向，苏晨便骑着朝那三名弟子的方向去了。他没让天双飞马带着他飞过去，因为飞的话，说不定就会错过天才地宝啥的。而此刻，苏晨之前看见的三名弟子也在朝前行进着。忽然一名男弟子眼睛一亮，大喜道：“那是黄泉花。”剩下两人也是闻声朝前方看去。果然，在大概100米的地方，一处石头缝隙里，一株蓝色花朵绽放。令人诧异的是，这样的天气，这朵花居然依旧开得很好，甚至一点枯萎的迹象都没有。居然还真是黄泉花，这花可以用来炼制必毒丹。几人顿时大喜，纷纷朝着前方小跑了过去。最先发现这朵花的是枪宗的弟子，此刻他最先跑了过去，而在他身后则是刀宗弟子。此刻，刀宗弟子看着那朵黄泉花，目光之中闪过一抹贪婪。他们已经进到这秘境很长时间了，可是现在都还没有走出这个沙漠，而且什么天才地宝都没有发现。这株黄泉花也勉强算是一件十分贵重的天才地宝了，说不定拿下这株黄泉花就能在排名中提升不少名次。刀宗弟子顿时眼中露出贪婪。在枪宗弟子将黄泉花摘下来之后，他来到了枪宗弟子身后，蕴含灵力的一掌猛然拍出，噗！枪宗弟子顿时喷出一大口鲜血，跌倒在地上。他转头看向刀宗弟子，目光中满是不可置信，接着头一歪，倒在了地上，显然是死的不能再死了。跟在后边的幻音宗女弟子顿时脚步顿住：“刘师兄，
你为什么要这样做？他眼中满是不可置信。几人虽然不是同一宗门，可是能在这沙漠中相遇，并且同行了很长一段路，他觉得至少几人间也有一丝情谊的。可是没想到，这刀宗的弟子居然会下死手。刀宗男弟子直接大笑了几声，在这里我们本来就是竞争关系，你不会以为我们之间还能有什么友谊吧？别这么天真了。刀宗弟子将黄泉花收进了怀里，然后头也不回地飞走了。苏晨也通过神识发现了这里的一切，然后他停住了脚步。本来他是准备去找这几人的，不过现在他改变了主意。在这里的众人确实都是竞争关系，跟这些人同行还得防备一下这些人搞偷袭。虽然自己不怕，但是这种事总归是麻烦，还是单独行动好了，最多跟胖子以及柳如月两人一起。苏晨停下脚步，调转了方向。所谓的黄泉花，他并不怎么看在眼里。这秘境中天才地宝很多，黄泉花压根儿就上不得台面。想到这里，苏晨便直接调转了方向，朝另一个方向前行。在沙漠中又搜寻了一阵儿，还是没找到什么好东西。这沙漠中还真是鸟不拉屎的地方，估计也找不到啥好东西。苏晨嘀咕一声后，还是决定换个地方找，于是直接拍了拍天双飞马的头，在心里给他沟通了一番。下一刻，天双飞马双翅膀扇动，直接飞了起来，以一个极快的速度朝着远方飞去。因为不需要找东西了，所以苏晨的速度很快，大约几个时辰之后便离开了沙漠。从上方看下去，苏晨看到了胖子之前说的那个荒芜山谷就在前边，在山谷附近停了下来。苏晨又将天双飞马收进了游戏中的灵宠空间中。灵宠空间是游戏中专门用来存放灵宠坐骑的。将天双飞马收进去之后，苏晨便直接走进了这个荒芜的峡谷中。这峡谷面积同样很大。苏晨释放出神识搜寻胖子，很快的就找到了胖子，并且还找到了柳如月。此刻在苏晨的感知中，胖子跟柳如月还有几个 NPC 弟子正在被一群拿着刀剑的骷髅追赶。苏晨刚想飞过去，结果发现这峡谷中似乎有压制，无法飞行，只能步行过去了。苏晨召唤出了天双飞马，坐了上去，接着超前奔去。天双飞马显然也无法飞行，只能在地上跑，不过他的速度还是不慢的。此刻在胖子这边，一群弟子们纷纷跟手持兵器的骷髅们战斗在一起。金光咒，胖子施展金光咒，将一群骷髅给轰飞了出去。可是这些骷髅的身体却非常的结实，堪比上了品级的法器。虽然将其轰飞出去，可是依旧造不成任何实质性的伤害。柳如月同样也是如此，秦音化作无形的音符攻击在这些骷髅身体上，最多只能将其击退，可是却根本无法击杀掉。其余的宗门弟子同样如此，都无法伤害到这些骷髅。这些骷髅根本就打不坏啊！一个弟子都快哭出来了。他们施展出了各种压箱底的手段，可是却根本无法伤害到骷髅。相反的，被消耗掉体内的法力，显然很多弟子都已经有些吃不消了。再这样下去，我们就要被他们包围了。一旦被包围住，我们很可能会死在这里。我不想死，这秘境试验，我退出。一个弟子当即使用了传送法器。第87章心灵鸡汤。这名弟子本以为使用铭刻了传送法阵的一次性法器后便能够脱离危险，于是便闭上了眼睛，准备传送出去。可是当他使用宗门配置的一次性传送法阵后，却惊骇地发现什么反应也没有，他依旧待在原地。这是怎么回事？这名弟子大惊失色。下一刻，一只骷髅提着铁刀直接砍在了他的手臂上，咔，鲜血迸溅，手臂直接被斩断，掉落在地上。断臂处，鲜血不要钱似的喷涌而出。啊！这名弟子痛苦地哀嚎了一声。然而痛并不是让他窒息的，真正让他窒息的是，他明明已经使用了宗门提供的传送法器，但是却根本没能传送出去。怎么会这样？怎么会这样？为什么会传送失效？身旁一个弟子连忙将他搀扶了起来。众人跟骷髅士兵战斗着，可看到有人使用传送法器失败，也是心生绝望。这里肯定是有什么阵法一类的东西抑制了传送法器的使用，我们恐怕要走出这片山谷才能使用传送法器。有眼力强的弟子出声说道。众人也是联想到了在这山谷中无法飞行的事情，纷纷觉得这名弟子说的有道理。可是现在这处境，如果不能使用传送法器，那无疑是死路一条。这些骷髅虽然无法使用武技，可是那力量堪比金丹期修士，而且我们无法破坏他们的身体，这可怎么办？估计要死在这里了。早知道我就不进这里了，这里太危险了。几乎所有人都面露绝望，心里甚至升起了放弃抵抗的心思。别这样，
加油啊，大家！看到众人颓废的模样，胖子连忙鼓励道：“还怎么加油？就算努力反抗，又能改变什么？结局依旧一样。等咱们所有人的法力都消耗空了，依旧难逃一死，干脆早点放弃算了。”很多弟子们已经面如死灰，脸上看不到丝毫斗志了。修仙本就是逆天行，我辈修士怎可因为一点困境就放弃了？就算死，咱们也应该战斗到最后一刻，站着立即而死。胖子直接一波中2心灵鸡汤浇灌，现场的弟子们闻言顿时浑身一颤，心中的那股颓废意志消失不见，取而代之的是一股热血之情油然而生。这位道门师兄说的是，吾辈修士怎可不战而降？就算死，我也要站着死去！感觉整个人都燃起来了。兄弟们，咱们跟他们拼了！一群各大宗门的弟子们纷纷感觉身体里的热血之魂燃烧了起来，浑身上下似乎充满了力量。胖子心中感叹，果然，无论在哪里，鸡汤的力量都是强大的。兄弟们，干他们！胖子大喝一声，其余弟子纷纷响应，干他！干他！干他！一个个的从心握紧了手中的武器，跟这些骷髅军团战斗在了一起。甚至就连之前那个手臂断了的弟子，在服下一颗止血丹止注血之后，也都一只手拿起刀跟骷髅军团们战斗在了一起。这样的一幕，让骷髅军团都有些懵了。刚刚明明这群人都准备放弃抵抗了，怎么忽然又一个个的跟打了鸡血似的，满血复活了？骷髅军团的首领想不通，他那黑洞洞的眼眶中2团墨绿色的鬼火不停地跳动着。这是一名穿着盔甲的首领，似乎还拥有了一定的灵智。不过，就算这些人忽然激情澎湃了起来，但是他依旧没将这些人放在眼里。这些人终究是会拜倒在自己等人手下，千百年后成为自己这骷髅大军中的一员。刀剑撞击声不绝于耳，所有人都在拼命战斗。可是，他们终究是人，是人就都会有力竭之时。此刻众人的法力跟体力都已经消耗的差不多了，一股绝望之感再次从心底涌现出来。之前体内的那股勇气，随着体力跟法力的耗尽再次消失。看来只能走到这里了。呵呵，死就死吧，20年后又是一条好汉，还是有点不甘心啊！离开家乡，独自走上这条路，到最后依旧还是要独自死去。哼，兄弟，你可不是独自死去，咱们这里这么多人陪着你一起死，黄泉路上不孤独。一名汉子哈哈大笑着，青年点点头，说得对，就算死，有你们大家陪着，我也不孤独了。来时我孤身一人踏上寻仙问道之路，走时有你们陪伴，不虚此生，不虚此生啊！哈哈，他大笑着，声音听起来似乎极为豪迈，可是笑着笑着，眼角一滴热泪还是流淌了下来。如果能够活着，谁又会想赴死呢？这不过是因为没有办法，只能如此罢了。这一刻，所有人都做好了赴死的准备。看到这一幕的胖子跟柳如月都有些不好受。他们是玩家，就算死在这里，依旧能在宗门复活点复活过来。可是这些游戏世界中的 NPC 弟子们，则是死了就死了，再无复活的可能。两人心里都有些不忍，可是他们也没有办法，修为不够，实力不够，根本拯救不了任何人。战场中，一只骷髅忽然举刀砍向一名留着一个高马尾的枪宗女修。师姐小心！一名枪宗男弟子连忙将女子推开，用身体挡在了女子身前。呲！刀捅入肉里的声音响起。师弟！女子满脸呆滞，片刻后大喊出声。骷髅士兵抽出染血的刀，青年顿时朝后倒去。女子连忙接住了他，扶着他蹲了下来。青年嘴角溢出鲜血，看着女子的脸，目光中却全是温柔。师姐，其实我想说，我喜欢你，以后不能做跟在你身后的跟屁虫了。女子满脸泪水，不，你不许死，不许死啊！她脑海中浮现了从前的一幕幕。一个10岁小孩被师傅带回宗门，收为弟子。男孩沉默寡言，很少说话。从师傅那里，他了解到，男孩整个村子的人都被邪修害死了。第88章，那个骑着天马的男人。有一次他看见宗门里有人在欺负他，他便冲了出去，将那些宗门欺负他的师兄弟给赶跑了。他是本小姐罩着的，你们不许欺负他。从那以后，少女的身后便老是跟着一个跟屁虫。这个跟屁虫沉默寡言，可是却在下雨能为他撑伞，艳阳天为他摇扇。一转眼便是这么多年过去了，两人都已经长成了大人，他也早已经习惯了身边有这么个闷葫芦。可是现在，那个一直在身边的闷葫芦，可能就要永远离开自己了。女弟子只觉得仿佛什么重要的东西即将失去了似的。男弟子伸手
为女子拭去眼角的泪。这个动作好像就耗尽了他全部的力气似的，手无力的落下。师姐，如果能够有幸活下去，以后你要幸福。话落，男弟子头微微一偏，彻底的失去了生机。师弟女弟子痛哭的喊了一声，只觉得有什么重要的东西离自己而去了。女弟子将男子的尸体放到地上，拿起刀冲入了骷髅军团中。师弟，师姐很快就要陪你。女子用力地劈砍着骷髅军团，似乎想要将这些骷髅都给身劈碎。可是她的实力根本无法对骷髅造成实质性的伤害，最多只是将这些骷髅劈飞出去而已。可是很快，那些被劈飞出去的骷髅又重新从地上爬了起来，浑身丝毫无损。胖子此刻体内的法力也消耗空了，根本用不出任何技能跟符咒了。他只好拿出一把桃木剑跟骷髅们对阵。橙子啊橙子，你快赶过来啊！再不赶过来，兄弟我就要凉了。虽然不怕死，但是在这种地方死了，修为可是要掉落很大一截的。在这种秘境中死掉，掉落的修为远远高于刷副本死亡掉落的修为，因此胖子自然不想死。这些修为可是他没日没夜干出来的，可不能就这么掉落了。可是众人都渐渐力竭，体力法力也都消耗空了，战斗力也是越来越弱。骷髅似乎也没急着将众人杀死，相反的戏谑的态度更多，似乎是想要众人在绝望中死去。他们将众人包围在了中间，众弟子们再无力战斗，一个个气喘吁吁地站在众骷髅士兵们的包围中，脸上满是绝望之色。完了，咱们这一群人今天都要交代在这里了，终究还是走到这一步了。这些死骷髅没杀咱们，是想看到咱们在恐惧绝望中死去吧？哼，我可不会让这些骷髅头得逞。死啊，就算是死，咱们也要站着死。众人纷纷开口，而那骷髅士兵看到这一幕，眼中鬼火顿时不停跳动。接着，骷髅们就像是得到了什么命令似的，将众人纷纷抓住了。最后众人直接被控制住了，并且还将重压着跪在了地上。两只骷髅一组，一只骷髅控制一名弟子，一只骷髅则是举起手中的刀。这副模样，居然是想要将众人斩首。众弟子们顿时满脸憋屈，脸上尽是苦涩。本来说就算是死也要站着死，可是现在呢，却被骷髅控制住，跪在了地上，并且还要被斩首。这显然是要让自己等人跪着死。操，该死的骷髅怪，我变成鬼也要缠着你们这些骷髅怪，威武不能屈。胖子此刻也是被控制着跪在地上，他一句又一句的怒骂着。其余宗门弟子看到他这英勇的一幕，顿时悲愤之情都少了不少。瞧瞧人家这觉悟，这勇气，哪怕是被抓住即将被斩首，可也依旧这么豪横。道门兄弟，你是条真汉子，我张某人佩服。是啊，死都不怕，真是男子汉大丈夫，吾辈楷模。能与兄弟同时，也算是我等之幸。众人纷纷夸奖道。一般一般。胖子有些没底气的谦虚了一句，他哪里是不怕死啊，他只不过是因为是玩家，不会真的死而已。这次死在这里，他也会在宗门复活，只不过修为会掉落很大一截罢了。可是这些人是不知道的，还以为他是英勇呢。不过能给这些人死之前带来些勇气，也算是不错了。接下来众人等待着骷髅怪斩刀的落下，而就在这时，一阵声音传来，踏踏踏，那像是什么动物的奔跑时蹄子踩踏在地面上的声音。众人闻声看去，只见不远处，一人骑着一匹生有独角的天马飞奔来。天马头生独角，背上有着一对蓝色的翅膀，四只蹄子也是往外冒着幽蓝色火焰，看起来极为神异。所有人愣住了，就连那些骷髅也都愣住了，纷纷看向来人。很快，那人飞奔而来，跟众人距离不断拉近。众人也终于看清了那人的脸。胖子微微张大了嘴巴，那人居然是他的好兄弟苏晨。可是苏晨什么时候有这妖牛逼炫酷的做起宠物了？柳如月同样也是樱桃小嘴微微张大，有些呆滞。宠物？这个游戏原来还能有宠物吗？除了胖子跟柳月如，现场还有2个玩家。他们2人看着苏晨也是一脸懵，同时又是一阵的羡慕。那只马好酷炫啊！一名玩家呢？难道那些 NPC 弟子也是目瞪口呆？那是天双飞马。一名弟子认出了苏晨的宠物。天双飞马？那是什么？这是一种神兽，只要达到成年期，实力堪比渡劫期大佬，哪怕是幼年期都能有元婴期的实力。众人纷纷震惊。尼玛，这人也太豪横了吧！居然有神兽坐骑！苏晨将水寒剑拿在手里，水寒剑的颜色跟天双飞马的颜色很是匹配，都是蓝色。
骷髅头们将已经脱力的众人放下，纷纷提着武器朝着苏晨进攻了过去。这个忽然出现的男人带给他们极大的危险感，因此他们要尽快将其拿下。第89章，这是什么怪物啊？看着迎面来的一群骷髅士兵，苏晨面色十分冷静，丝毫不见慌张。凭他现在的修为，根本不惧这些普通骷髅士兵。苏晨的目光落到骷髅士兵手中的长刀上面，长刀反射着光芒，刀身雪亮，看起来极其精致，精品。苏晨只一眼就明白了，这些骷髅士兵手中的长刀都是精品，能这么久都不生锈，甚至还如此崭新，这说明这些骷髅士兵的武器是非常不错的武器。刀身里面多半掺杂了稀有矿石，这些都是好东西。他们进来这秘境之中，不正是来寻找天才地宝的吗？那么这些武器也算是天才地宝。苏晨的嘴角顿时微微翘起，他这样的模样让现场那些历劫的弟子们懵了。这个赶来的蜀山弟子有病吗？这种时候居然还在笑，这是怎么笑得出来的？而且不害怕吗？虽然有宠物，可是这宠物修为一看就不高，被这么多骷髅士兵围攻也会凉凉吧。现场的 NPC 弟子们都没觉得苏晨过来能解救他们，相反，他们觉得苏晨现在过来反而是不明智的，这典型的是属于送人头。就连现场除了胖子跟柳如月外的那2名玩家也都觉得苏晨这是送人头。虽然他们知道苏晨是无尽仙途的第一高手，可只是作为玩家来说，在面对这些没有束缚的怪物还是很难打得过的。在副本中，那些怪物 BOSS 有游戏的限制，行为很机械化，可是在这个秘境中，这些怪物可没有任何限制。在副本中能够依靠规律来通关，可这秘境就绝对不行了。在秘境中就只能依靠纯粹的实力。苏晨的实力难道还能比这些怪物还高？他们甚至觉得苏晨有些傻，如果是他们肯定会远远的避开，可苏晨倒好，居然还主动往危险里冲，着实是有些飘了。现场就连胖子也不太确定苏晨能不能敌过这些骷髅士兵，不过他觉得苏晨哪怕是不敌，可苏晨至少能够逃跑。就在众人各自思考的时候，骷髅士兵们已经跟苏晨面对面了。接下来他们便惊愕地发现，苏晨轻描淡写地举起手中的水寒剑，一剑劈出，一只最先攻击他的骷髅怪直接被劈成了2截，掉落到地面上，成了一堆散架的骨头。我去，这怎么可能？一群弟子直接惊掉了下巴。这个赶来的剑宗弟子轻轻地挥出一剑，便直接将他们怎么也无法击杀溃的骷髅士兵给砍散架了。这样一对比，他们跟这个刚过来的人相差未免也太大了吧？那这个蜀山弟子会是什么样的修为？就在众人好奇的时候，苏晨眼睛却微微一亮，因为刚刚击杀了骷髅士兵之后，他的脑海中居然出现了游戏提升声。恭喜玩家击杀骷髅士兵，经验值加100。好家伙，一个骷髅士兵就是100点经验，那这么多的骷髅士兵，那将会是多少的经验？苏晨笑了，笑容很是灿烂。这个秘境果然是个好地方，所谓的天才地宝对玩家来说都不算什么。这秘境中最大的好处是经验，玩家击杀这里面的怪便能够获得经验值，经验值足够便能够提升修为，这里对自己来说简直就是一个天堂。苏晨手中的剑再次飞舞，一只又一只的骷髅士兵直接被展开，这些被展开的骷髅掉落到地上便散成了一地骨头，显然是死的不能再死了。恭喜玩家击杀骷髅士兵，经验值加1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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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声又一声的游戏提示声在脑海中响起，苏晨开心坏了，提着剑在骷髅群中穿梭，随意得一剑劈出，便能击杀一只骷髅怪。所有人看到骷髅群中的苏晨这模样，都不禁咽了咽口水。太强了，咱们这些人被围攻，那是无计可施。可是这位，那简直就是在闲庭散步啊！他究竟有多强啊？同样都是弟子，实力差距有这么大吗？一群玩家看着骷髅群中的那道人影，感叹着。之前那名女弟子则是将她师弟的尸体给收进了储物空间中，目前她暂时是死不了了，也就没法去陪自己师弟了。而且刚刚她也想清楚了，师弟为了救她牺牲了生命，她应该珍惜这条命才对。不多时，一群骷髅便直接被苏晨灭掉了，只剩下了最后一只，那便是那只有眼窝中鬼火跳动的骷髅头领。之前的那些骷髅也都是他在指挥。
此刻，苏晨将他的手下全部给解决了，这让他有些慌张了起来，眼窝中的鬼火跳动得更加激烈了。现在只剩下你了。苏晨手中剑指着骷髅头领，骷髅头领看了苏晨一眼，下一刻，毅然决然转身，撒丫子一下子就跑远了，那速度简直超越了极限，眨眼间就消失在了众人眼前。所有人都愣住了，尼玛，这骷髅头领还真是果断，说跑就跑了。苏晨有些遗憾地收起了手中的剑，刚刚他也没反应过来，没想到这骷髅士兵居然还有智慧，还带逃跑的。等他反应过来，这骷髅士兵就已经不见了踪影，因此只好放弃。居然才这么点骷髅怪，这些可都是经验值啊，不过就才这么点，有些太少了。苏晨这话一出，众人皆是一个趔趄，差点没摔倒在地上。尼玛，这可是足足上千只骷髅怪啊，这还少？要不是这个怪物，恐怕他们都要死在这里。变态啊，太变态了！众人感叹。胖子连忙跑到了苏晨身边，冲着苏晨竖起了一个大拇指：“兄弟，牛逼啊！”苏晨露出一个笑容：“还行吧。”说完，他就开始捡起了掉落在地上的刀。第90章，方寒得意，鱼儿上钩了。橙子，你这是做什么？看到苏晨这种行为，胖子有些发愣。这些破铜烂铁有什么可捡的？苏晨将这些捡来的刀放进了储蓄袋。他看向胖子，这些刀能经历这么久不朽，材质肯定不错。咱们这次进来秘境的任务，不就是寻找天才地宝吗？这刀应该也能算是资源，拿出去可以兑换成积分的。胖子一听，眼睛顿时一亮，然后也连忙捡了起来。一旁的柳如月看到两人的行为后，也过来帮忙捡起刀来。这些骷髅士兵用的都是刀，三人一起捡了好一会儿，才终于将这些骷髅留下的刀给收集全了。那些其余宗门的弟子们也纷纷上前来向苏晨道谢，毕竟苏晨刚刚救了他们的命。兄弟，谢谢了，谢谢你的救命之恩，多谢了。一群人纷纷上前来跟苏晨道谢，毕竟如果刚刚没有苏晨，他们可就都要交代在这里了。不必客气，我就是顺手而已。苏晨丝毫不在意地回了一句。众人，所有人一时间有些语塞，不知该说什么才好。哼，师兄你是顺手，可是救了我们的命，这却是事实，还是多谢你了。一群宗门 NPC 弟子跟苏晨打了招呼过后，便跟苏晨告别离开了。虽然苏晨的实力很强，可还是不适合一起同行的。毕竟苏晨这么厉害，他们要是跟苏晨一起行动，那找到的天才地宝怎么分？肯定都是落到苏晨口袋里，这自然是他们不愿意看到的。他们进来这里的目的可是寻找天才地宝的，他们还想要获得一个好的名次，而且跟苏晨之间还属于竞争关系，毕竟不是同一个宗门的，万一他们一起行动找到了什么宝贝，那苏晨说不定还会将他们都灭了。苏晨有那样的实力，所以众人还是觉得分开行动来得好。怀着这样的心思，很快大家便都离开了这里，就连那两个玩家也离开了。跟着苏晨这个第一高手一起，他们能有个屁的收获。因此很快现场众人便都离开了，只剩下了苏晨、胖子以及柳如月三人。苏先生，还请多多关照。柳如月微微拱手说道。显然他是准备跟苏晨同行了。苏晨倒是也没拒绝，前世柳如月本就对他有恩，带柳如月一起也不算什么大事。于是苏晨、胖子、柳如月三人组了队，接着众人继续在这荒凉峡谷中探索了起来。这里面积非常大，光是探索估计都要探索很久。在游戏中的时间跟现实中的时间流逝是一样的。苏晨探索的同时，在现实中也还是需要吃喝拉撒。当需要吃喝拉撒的时候，他们便找一个安全的地方退出游戏。每次退出游戏都留一个人在游戏世界里守着。一行人直接探索了3天时间，都还没有找到任何天才地宝。这个秘境很大很大，找天才地宝显然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第4天的时候，几人碰到了一群人，这一群人都是宗门的 NPC 弟子。用群来形容其实有些不精准，因为也就只有4个人而已。这4个人十分凑巧的是都是蜀山的弟子，为首的那人正是蜀山的方寒。不过方寒此刻十分狼狈，身上沾满了血渍，其余人也是如此，身上的衣服都破破烂烂的，一行人都是狼狈不堪的模样。哟，这是方师兄啊，这是怎么了？这么狼狈？对了，楚嫣然师姐呢？你有看见吗？苏晨问道。我们一名蜀山弟子正要说话，却被方寒伸手制止了。方寒眼珠子一转，就在刚刚苏晨问话的时候，他忽然心生出一个计策，一个足以将苏晨坑死的计策。
之前苏晨跟楚嫣然之间的互动，早就让他将苏晨给恨上了。楚嫣然那是什么人？那可是掌门的女儿。如果能够将楚嫣然搞到手，那自己就有很大可能能够坐上掌门之位。因此，自己一直在追求楚嫣然。可是这个小妮子却是不识趣，对自己都是不咸不淡的。本以为这小妮子对男人就是这态度，可是这个时候苏晨出现了，楚嫣然对苏晨更是亲昵的不行，一口一个小师弟。而且苏晨这小子长得也是一脸小白脸模样，有这小子在，自己就没什么机会了，所以干脆将这小子除掉好了。方寒脸上浮现一抹痛心疾首的模样，师妹他怎么了？苏晨连忙问道。我们之前碰到了噬魂藤，师妹她跟我们走散了。哎，方寒低下头叹息了一声，只是低下头的那一瞬间，他眼底的悲伤消失，取而代之的是一抹狠辣之色。这就是他想出来的计策。之前他们确实碰到了噬魂藤，也正是因此才沦为了现在这么一副狼狈模样，甚至还有好几个蜀山的弟子已经牺牲了。而且这个地方无法使用传送法器，碰到危险只能正面应对。至于楚嫣然，他们自从进入元空秘境就没有看见过，刚刚的一切不过是他的谎话而已。苏晨听到楚嫣然有危险，很可能热血上头，就去噬魂藤所在的区域寻找楚嫣然。这样一来，苏晨就会跟噬魂藤对上，而噬魂藤的实力可是相当之高，至少有着元婴期的实力，而且还很多。苏晨过去碰到了，那就是一个结果，就是死。师姐她在哪儿？师兄，我要去找她。苏晨是什么人？尔虞我诈见多了，自然发现了方寒的意图，这分明是要将他引向噬魂藤的所在。不过苏晨不在意，噬魂藤那是一种植物系的妖兽，实力不错。不过嘛，在这秘境中，那就是自己的经验宝宝。苏晨十分乐意接收方寒赠送的这一波经验。方寒听见苏晨这话，心里顿时得意了起来。鱼儿上钩了。第91章，自信满满的方寒。啊，师弟你真的要去找师妹吗？可是那边有好多噬魂藤，真的很危险。方寒故作惊疑地说道，实则心里早已经乐开了花。事情的一切走向都在按照他所设想的方向走，这让他有种置诸在握的感觉。他觉得自己简直就是一个天才，要是再凡俗界，至少也能当个国师、丞相之类的大官。苏晨一脸的坚定，就算再危险我也要去，师姐待我不薄，我不能眼看他有危险还置之不理。方寒心里早就乐开了花，果然是个蠢货，跟自己心里猜想的没有一点偏差。这个年纪的小年轻就是容易冲动上头。好，既然师弟你有此心，师兄自然要成全你。方寒说到这里，朝着身后的一个方向指了指，就在这个方向，噬魂藤就在这个方向。方寒在心中补充了一句，他之前就是在这个方向遭遇到了大量的噬魂藤。噬魂藤虽说是植物系的妖兽，但是却能离开地面行动，而且噬魂藤本身极为坚硬，是用来炼制某些法宝的材料，普通的修士很难斩断噬魂藤，因此他们一行人才遭受到了这么大的重创。他们一行原本汇集了8个蜀山弟子，可是遭遇到噬魂藤之后，直接死了4个，可以说损失极为惨烈了。而且他们中修为最低的都是元婴期，可想而知噬魂藤有多么恐怖。更重要的是，这些噬魂藤是成群结队行动的，这就使得他们的恐怖程度再度提升了一个档次。像苏晨这样的普通弟子，如果被噬魂藤缠上，结果只有一个，那就是死。这一点丝毫没有悬念。方寒对自己的这个计划充满了信心。然而他不知道的是，苏晨跟他根本就不一样。苏晨根本不是这个游戏世界的存在，而是一名玩家，再怎么样都不可能会死。况且苏晨的修为远远超出有他的想象，达到了方寒根本不敢想的地步。因此现在的苏晨根本就不惧任何的谋划设计，单单是他现在的实力都足以让他在这个秘境之中横着走。那就谢谢师兄了。胖子，如月，咱们走。苏晨到过谢之后，便带着胖子等人前往了方寒给自己指的方向。看着苏晨的背影，方寒脸上露出一个阴谋得逞的笑容。师兄，咱们根本没有见过嫣然师妹，你为何一个蜀山弟子疑惑的开口？他算是方寒的支持者之一。方寒看了看众人，道：你们几个都是我的人，所以告诉你们也无妨。这小子跟嫣然关系很亲密，因此他很有可能成为我争夺掌门之位的绊脚石，所以我准备除掉他。说到这里，方寒那双眸子渐渐冰冷，目光狠狠扫过其余3人，带着浓浓的警告。这件事
你们不许说出去，如果泄露出去，后果想必你们知道。三人闻言顿时身体一寒，他们可是知道方寒的手段的。如果他们真的敢将这件事泄露出去，那方寒必然会以雷霆手段报复。师兄，我等不敢。师兄，我等都是你的支持者，我永远效忠师兄。三人连忙表态，生怕引起方寒的不满。那就好。方寒收回目光，眼睑微微下垂，一抹杀机浮现。最能保守秘籍的是死人。如果这次能够成功除掉苏晨，那现场知道一切的三人也必须除掉才是。毕竟苏晨是掌门的关门弟子，想必掌门也是十分看重苏晨。一旦让掌门知道自己坑害了他最喜爱的弟子，那自己可能会遭受处罚，掌门之位更是会跟自己无缘。所以，如果苏晨真的死在了这里，那这知情的三人也必须死。方寒已经在心中下了决定。三人还不知道方寒的想法，其中一人问道：“那师兄，咱们怎么知道苏晨是不是真的遇难了？咱们远远的跟在苏晨后面，远远的看着就好了。”方寒这般说着，然而心里想的是，如果苏晨死在了那些噬魂藤手中，那自己就出手将这3名蜀山弟子解决掉，并且嫁祸给噬魂藤就行了。苏晨死在噬魂藤手中，这3人也死在噬魂藤手中，这样事情就显得十分合理，自己还不会被宗门众人怀疑，简直就是一箭双雕。方寒都对他自己的机智佩服得五体投地了。残阳当空，此时已经是傍晚时分，很难想象这么一个秘境之中居然也能看见太阳。苏晨3人正在前往方寒之前为他所指的方向。兄弟，这个楚嫣然是……胖子不知道其中的弯弯道道，以为苏晨真的是为了什么楚嫣然才毅然决然的过去的。他以为苏晨这是英雄救美。楚嫣然是我师父的女儿，不过我可不是为了她才过去的。苏晨淡淡开口说道。那你为什么明知那里危险还要过去？柳如月也开口了，满是不解。苏晨嘴角微微上扬，这个秘境中的怪都是经验宝宝，击杀一只就能获得不少的经验，而且这是魂藤，本身也是一种可以用来炼器的天材地宝，所以现在你们明白为什么我们要过去了吧？柳如月跟胖子两人顿时了然般的点头。原来还能增加经验，不过我们修为不够，连之前的骷髅士兵都打不死。柳如月叹息了一声，他本以为自己的实力已经不错了，结果却连一群骷髅都击杀不了，这着实让他有种挫败感。没事儿，那些骷髅士兵骨头非常坚硬，堪比一些上了品级的法器了，你们打不死也正常。苏晨安慰了一句。苏晨用灵力将几人四周的空间包裹着，声音不会传出去。他早就感应到了，身后方寒等人在跟着自己一行人。至于方寒等人的目的，他也是一清二楚。几人一边走一边闲聊着。橙子，我有件事想问问你。什么事？直接说就好了。胖子迟疑了片刻，还是开口道。玩游戏这段时间以来，我一直有种错觉，这个世界就好像是真实的一样，游戏中那些 NPC 也似乎都是有感情、有思维的独立个体。第92章，准备作战。这个想法已经在他心中很久了。刚开始玩这个游戏的时候，他还只当那些 NPC 只是游戏角色，当作是游戏设计出来非常智能化的 NPC。可是随着玩这个游戏的时间越久，他越发觉得那些 NPC 像是真实的活人。这个想法让他自己都感觉不可思议。明明就是游戏中的人物，可是为什么却那么的有血有肉、有思维？如果优秀能够做到这种程度，这未免也太过可怕了一些。如果自己是生活在这个世界的角色，恐怕都不会怀疑这个世界的真实性。可正是因为自己是玩家，才明确的知道这里是一个游戏，自己是在游戏世界中。但是游戏世界中的人又让自己觉得他们仿佛就是真人，这很矛盾。柳如月也是仔细的注意着两人的对话。胖子问出的这个问题，其实他也感觉很疑惑。师门的长辈、师姐们都对他很好，他都有些怀疑他们是不是真人了。那种感觉真的跟真人没什么两样。苏晨微微一笑，他其实也不清楚。不过游戏世界中的宗门将来都是会出现在现实世界中的，他猜测这游戏世界也许真的是一个真实的世界，只不过是被游戏当成了地图罢了。用一个真实的世界来制作出一款游戏，将现实世界跟这个修仙世界联系到一起，这样的手段着实有些可怕。游戏世界背后的那股神秘力量能够做到这一步，简直无比恐怖。想要触及到这个层次的秘密，苏晨很难想象需要什么样的实力，再怎么着也得成仙才有资格去触及吧。但也仅仅是触及，想要真正的了解背后的一切，苏晨猜测甚至仙人级别的实力也远远不够，这是他目前无法去触及的东西。苏晨倒是没有直接回答胖子的问题，而是笑了笑说道：
你如果相信他们都是真人，那么他们在这个世界就是真人，没必要非要搞清楚所谓的真实。胖子跟柳如月听了，都一副若有所思的模样。片刻后，胖子点点头：“橙子，你说的挺有道理的，有那么一丝哲学的韵味在里面。”确实，柳如月也是深以为然。苏晨的这番话蕴含了某种哲学的韵味，没再纠结这件事。众人一路前行，忽然苏晨停了脚步，看着他停下了脚步，胖子跟柳如月也都停止了脚步。怎么了？这里就是噬魂藤的地盘了，你们都小心一点。苏晨提醒。他现在的修为能够觉察得到附近不远处噬魂藤正蛰伏着，而此刻距离苏晨等人不远处的一个山坡上，方寒四人正躲在这里观察着苏晨等人的一举一动。从苏晨出发没多久，他们就已经跟上来了。他们的目的自然是为了看到苏晨等人被噬魂藤杀死的一幕。当然了，他的目的其实就只是苏晨一个人，至于苏晨身边的另外2人，不过是顺带解决掉罢了。虽然他能够看出这2人分别是道门跟幻音宗的核心弟子，但谁叫这2人要跟在苏晨身边呢？他也就只好一并除掉。师兄，我听说这苏晨是咱们宗门有史以来的第一天才，这是魂藤能解决他们吗？是啊，毕竟那也是天才啊，而且他身边还有2个帮手。与方寒一起前来的3名蜀山弟子嘀咕着。说实话，他们的心里还是有些担忧跟害怕的。苏晨毕竟是蜀山的弟子，而且还是蜀山有史以来天赋最高的天才，更是被掌门收为关门弟子。这样的人物对宗门有多重要，可想而知。可现在他们要对付苏晨，并且还要坑杀苏晨，这自然心里忐忑不安，有些怕苏晨不死，然后回到宗门去。他们可就是坑害苏晨的帮凶，如果宗门真的追究起来，他们也是逃脱不了责罚的。坑害宗门天才，这罪名有多大，可想而知。如果是宗门处罚，恐怕远远不只是逐出宗门那么简单，甚至被宗门处死也是极有可能。因此他们自然也是无比希望苏晨死在这里，这样一切麻烦就都将不复存在。方寒斜睨了几人一眼，你们是不是蠢？这苏晨就算再天才，可加入咱们宗门才多久？他的修为能有多高？这是魂藤，修为最低级的恐怕都有金丹期，甚至元婴期的都不少。咱们都是拼了命才逃出来，苏晨这3人修为比咱们还低，有什么逃出来的资本？只要被噬魂藤群缠住，苏晨等人必定死路一条。方寒笃定地说道。连他们一行人被噬魂藤缠住，都死了4个人才逃出来。苏晨这才进入宗门的新一届弟子，能有什么资本活下来？师兄教训的极是，不愧是师兄，早就已经看穿了一切。是啊，师兄果然是运筹帷幄，一切尽在师兄的掌握之中。几人又开始恭维了起来，将方寒都说得有些飘飘然。显然这些话他很是受用，此刻心里都在思考，究竟还要不要将这3人灭口了。不过他也就是犹豫了一下，很快便坚定了下来。只要苏晨死了，这几人还是得死的，只有死人才不会开口。如果活着，那么事情就有暴露的可能，这种可能是自己绝不允许的。3人还不知方寒已经决定将他们灭口，此刻还在认真地盯着苏晨等人的方向，期待着解下来噬魂藤将苏晨等人撕成碎片的画面。方寒理清计划之后，也认真地打量起苏晨等人，他的嘴角微微上扬了起来，似乎心情不错。此刻胖子跟柳如月在听到苏晨的话之后，便都立马取出了武器。胖子手中的是一柄桃木剑，是他跟苏晨一起刷副本的时候爆出来的。别看这只是一柄桃木剑，但这桃木可是用雷击木制成，里面充斥着雷属性，而且还经过了特殊的方法炼制，使得这桃木剑坚硬程度丝毫不弱于一些高级的法器。柳如月则是抱着一把竖琴，这把古琴是苏晨卖给他的。之前苏晨刷了无数局副本，刷出来不少的法器，这竖琴就是其中一件，其品质比起柳如月之前在宗门获得的琵琶高了不少。柳如月很是喜欢。几人准备就绪。橙子，噬魂藤在哪儿呢？胖子问。在地底下，正在接近我们，马上就要到了。我去，这玩意儿还会钻地啊！第93章战场传来的歌声。苏晨无语，胖子这人无论何时都这么逗。很快，噗噗噗，破土声传来，一只深紫色的噬魂藤从地底下钻出，像是一只巨大的怪物触手，上面还有很多凹凸不平的树皮，形状看起来像是蛇鳞似的，一根根藤蔓扭动着，看起来简直令人头皮发麻。我擦，好粗好长的藤！胖子感叹一声。苏晨有些无奈，这话听起来怎么就奇奇怪怪的？
一旁的柳如月听到这话，顿时也是俏脸一红，显然是不知道想到了什么奇奇怪怪的画面。动起来，这些都是咱们的经验宝宝。胖子呵呵一笑，小腾腾，让胖爷来好好疼爱疼爱你们。说着，胖子便挥舞手中的桃木剑冲了上去。下一刻，一只巨大的触手般的藤条直接抽了过来，胖子那硕大的体格都直接被抽飞了出去。胖子，苏晨惊呼一声。然而这一株噬魂藤似乎被胖子刚刚的话给激怒了，直接朝着胖子追了过去。尼玛，这株小藤藤修为怎么这么恐怖？胖子惊呼一声，刚刚是魂藤的一鞭子，直接将他的血量抽掉了1000点，太恐怖了！苏晨连忙过去，一剑将那株噬魂藤给斩断。墨绿色的枝叶喷洒落，散发着一股独特的药香。胖子，噬魂藤的枝叶是一种能恢复生命、治疗伤势的圣药，你可以喝它的枝叶来恢复生命值。苏晨提醒道。胖子闻言顿时大喜，看着地上那一截被苏晨斩断在地上还在不停跳动的藤蔓，便冲了过去，一把抓住一截粗大的藤条，便放进嘴里吸了起来。那画风着实有些美好。很快，那截掉落的噬魂藤中的枝叶便被胖子吸干，停止了挣扎。怎么才这么点儿？胖子嘀咕一声，将噬魂藤扔了出去。很快，胖子发现他掉落的生命值居然被回复了600点。显然，噬魂藤的枝叶效果十分显著。苏晨一边随意的跟围上来的噬魂藤对战着，一边还有余乐力解释：这是魂藤的藤条，也是宝贝，可以用来炼器的，属于天材地宝。咱们进来不正是寻找天材地宝的吗？这些藤蔓就是。不早说，胖子连忙又去将那截藤蔓捡了起来，放进了宗门储物袋中。玩家在这个游戏世界可以将物品放进游戏背包，也可以放进储物袋，很多无用的东西便放进储物袋中就行了。毕竟游戏仓库能放置的东西有限，一般用来存放十分贵重的装备道具等。橙子，我跟如月两人实力不够啊，打不过啊，这些藤蔓一鞭子抽过来就能将我给抽飞了。那边有一株不怎么强的噬魂藤，你去斩杀那一株。苏晨指了指一株比较小的噬魂藤，那株噬魂藤的修为在一群死魂藤中属于垫底的存在。胖子闻言眼睛一亮，连忙冲了过去。小腾腾，胖爷来了。很快，胖子便跟那株噬魂藤缠斗在了一起。可饶是那株噬魂藤修为最低，可胖子对付起来依旧十分吃力。就在这时，现场忽然响起一阵清灵美妙的歌声。锁童心，赊得春光梦一场，柳下人一双，送的短亭长。自此后，月季风光各一方，袅袅琴声，仙音吟唱。原本感觉吃力的胖子，忽然就觉得浑身上下充满了力量。那株噬魂藤居然被他打得节节败退。苏晨微微惊愕，这歌声正是柳如月唱出来的。柳如月本身就是幻音宗的弟子，幻音宗修习的是音律，现在柳如月使用的便是一种独特的武技，通过歌声便能够让玩家达到一种狂暴状态，在他歌声中，玩家的实力将会暴涨，打出的伤害也会更高。这着实是一个非常牛叉的团队性质的辅助性武技。前世，柳如月能够成为无尽仙途跟现实世界中的超人气偶像，便是因为他的歌声。柳如月本身就是歌手，现在又修习了音律方面的武技，自然而然被很多玩家视为女神。只是之前没见柳如月使用过，显然这武技是后来才得到的。感受着体力澎湃的力量，胖子哈哈一笑：如月妹子，在你歌声下，我感觉我简直就跟吃了伟哥似的。还有你这歌唱的太好听了吧，简直就是天籁啊，去当偶像歌手都绰绰有余了。苏晨闻言满头黑线，人家还用去当歌手吗？人家就是现实世界中最年轻的天后啊。柳如月没有回话，因为她施展武技过程中是不能停下来的，除非一首歌唱完，这个武技才结束。如君愿，莫思量，长相望。歌声似乎十分有穿透力，直接在这方空间中飘荡。躲在不远处的几人听得如痴如醉，这歌声未免也太美妙了。那是幻音宗那位女弟子所唱，她的歌声真好听啊，简直是女神啊。是啊，我从未听过如此美妙的歌声，如今能够听到，今生死而无憾了。几人感叹着。给我住嘴，咱们是来看苏晨等人被虐杀的，不是来听歌的。方寒怒斥。不过他也被这歌声打动了，他甚至在想，能够唱出如此动听歌声的那名幻音宗女弟子面纱下会是什么样的容颜。只是可惜了，这女弟子是跟苏晨一起的，因此也要死在这里了。要怪就怪你命不好，谁让你要跟着苏晨这小子一起呢？另外三人被骂也不敢反驳，不过他们还在认真聆听美妙的歌声。此曲只应天生有，人间哪得几回闻？有幸能够听到这样的天籁，
此生不虚。就在众人聆听歌声的时候，很快他们发现不对劲了，因为苏晨几人这么久了，居然都没有挂，反而地面上一地都是噬魂藤的藤条。再看苏晨，轻轻一剑飞出，就将坚硬无比的噬魂藤给斩断了。刚刚他们光顾听歌，没发现这一点，现在发现了，顿时瞪大了眼睛，脸上满是不可思议。第94章，苏晨实力震惊方寒，计划宣告失败。方寒也发现了这一点，脸上满是错愕，这怎么可能？他惊呼出声。噬魂藤有多强，他可是知道的一清二楚。之前他们一行8人碰上噬魂藤，都只逃掉4人，另外4人都死在了死魂藤的手中，被噬魂藤将血肉吸干，沦为了4具干尸。如果他们不是跑得快，修为比那4人高，现在恐怕也是一个下场。可就是这么棘手的噬魂藤，对上苏晨等人却简直不堪一击。另外2人还好，在噬魂藤面前也没表现出太大的杀伤力。可是苏晨手中那柄剑轻轻一挥，粗大坚硬的噬魂藤竟然就被斩断了。看苏晨那模样，更是仿若闲庭信步一般，而且还有心情跟身旁另外2人说笑。对比自己等人，这差距也太大了。师兄，这苏晨修为貌似很厉害啊。一名蜀山弟子喉结滚动了几下说道。是啊，他随意一剑就能将修为特别高的噬魂藤给斩断，枝叶四溅，这太牛叉了。师兄，你能看出他什么修为吗？方寒脸色一黑。我能看出个锤子。锤子？什么锤子？师兄，你是说苏晨身上还藏了锤子吗？方寒，操，一群蠢货。方寒心里怒骂，这个苏晨的修为他根本就看不透。之前他以为苏晨修为很低，因为苏晨进宗门的时间毕竟很短，而自己看不透苏晨的修为，可能是掌门给了苏晨什么屏蔽探知的法器。可现在一看，明显不是那样，苏晨的修为明显不可能低到那里去。师兄，你说苏晨是不是因为手中那把剑，所以才能这么厉害？方寒看傻子似的看了这个蜀山弟子一眼。苏晨这怎么可能只是因为法器？就算武器再厉害，可没有修为，你能发挥出武器的威能来吗？能做到像苏晨这么轻描淡写吗？根本不可能做到。种种迹象都证明苏晨很强，虽然这很不可思议，但这就是事实。方寒阴沉着脸没有回话。那个弟子见状也不敢再问，一行人老老实实的继续关注战场。很快几人发现苏晨真的很强，而且苏晨的行为分明是在磨砺那个胖子跟那个唱歌的女人。如果苏晨自己对战这些噬魂藤，恐怕几下击能将其全部解决。毕竟从头到尾苏晨都没有使用任何武技，都是使用手中的剑随意的劈砍。可是这随意的动作杀伤力却又无比的惊人，一剑劈出，坚硬无比的噬魂藤就被斩断。这恐怖的威能让人胆寒。这样的剑要是落到自己等人身上，那自己等人绝无抵挡得住的可能。想到这里，几名蜀山弟子心中都是一寒。他们真的要跟苏晨作对吗？真的能跟苏晨作对吗？苏晨那边战斗还在继续，苏晨专门挑那些修为高的噬魂藤斩杀。恭喜玩家苏晨斩杀噬魂藤，经验值加100。恭喜玩家苏晨斩杀噬魂藤，经验值加100。恭喜玩家苏晨斩杀噬魂藤，经验值加100。恭喜玩家苏晨斩杀噬魂藤，经验值加200。恭喜玩家苏晨斩杀噬魂藤，经验值加200。恭喜玩家苏晨斩杀噬魂藤，经验值加200。恭喜玩家苏晨斩杀噬魂藤，经验值加100。一旁看到苏晨如同砍瓜切菜一般斩杀高修为噬魂藤的胖子，羡慕的都快哭出来了。人跟人之间差距怎么这么大呢？胖子感叹着。对于胖子的感叹，柳如月深以为然。他现在也才勉强斩杀了5只低级别的噬魂藤，可是苏晨这会儿功夫已经斩杀了上百株高阶噬魂藤了。甚至自己跟胖子2人还是被苏晨保护着，每次有高级的噬魂藤朝自己跟胖子袭来，便都会被苏晨解决。自己跟胖子2人就只用专心对付低级噬魂藤就行了。苏晨简直就是个变态。苏晨，你怎么会这么强？这时候柳如月的歌已经唱完了，忍不住开口询问。苏晨摸了摸鼻子，淡淡道：别迷恋歌，因为歌只是个传说。柳如月，胖子，尼玛，太气人了！来人，赶紧将这个装逼犯给拖出去打了。呵呵，开个玩笑。因为我拿了副本的首通，再加上我是单刷副本，所以获得的经验值相当惊人，因此我现在的修为远远超过你们，自然就比较厉害了。柳如月跟胖子都明白了，
原来真正的差距在这里，怪不得苏晨这牦牛叉。不过这样也挺好，这样就有大腿抱了。橙子，那你以后可得多带我们飞啊。胖子道。苏晨没好气地白了他一眼，现在不就正在带吗？嘿嘿。几人似乎不是在战斗，反而有说有笑的。这一幕将方寒给气得不轻，这小子还真是个很大的竞争对手，这样的实力，又是掌门的弟子，还跟掌门女儿关系那么好，威胁简直太大了。方寒愤愤不平，他此刻已经明白，这个坑杀苏晨的计划泡汤了。所谓的坑杀计划，压根儿就成了一个笑话，对苏晨来说，根本不足为虑。这就是实力强大的优势，一切阴谋诡计，在真正的实力面前，宛如土鸡瓦狗般不堪一击。这次计划显然失败了，只能后面再找机会了。咱们走吧。方寒说道。计划失败，也就没有留在这里的必要了，而且也不用将这3个蠢货灭口了。走，师兄，咱们不等苏晨被噬魂藤杀死了吗？方寒忽然觉得心好累。尼玛，这也太蠢了！他这种实力，你觉得噬魂藤能杀死他吗？方寒狠瞪了这人一眼，这人顿时被吓得不敢多言，乖乖跟着方寒离开。方寒忽然想到了什么，停下脚步。对了，我们骗苏晨的事情，你们不准透露一个字。这种事，如果宗门知道了，不可能绕过你们。方寒再次警告，他实在是不太放心这几个蠢货。第95章，掌门们的疑虑。凭这几个蠢货的智商，完全有可能不经意间将事情给捅出去，因此必须好好敲打敲打，让这几人知道厉害才行。方师兄，你就放心吧，这种事情绝对不会发生的。是啊，方师兄，我们哥几个，难道你还能不放心吗？我们嘴巴严实得很。方寒狠瞪了几人一眼，心想就是因为你们，我才不放心。最好如此，咱们走，这次必须要得到足够多的天才地宝，取得一个好名次才行。方寒目光坚定，只有取得一个好的名次，才能让众人刮目相看，才能让宗门重视。当然了，如果有机会能够坑死苏晨的话，那还是得将苏晨坑死。苏晨这家伙死了，这个威胁才能解除，这是非常好的一个办法。只是以目前苏晨的修为来看，这一点难以实现。几人的离开自然逃不过苏晨的感知，不过他丝毫不以为意，几只蝼蚁罢了，他根本不在乎，甚至连要去报复的想法都没有。这就好比一只蝼蚁在你眼前晃悠，你肯定不会在乎。当然了，如果心情不爽了，这蝼蚁就一脚踩死就行了。现在当务之急还是提升修为，这才是最主要的事情。3人就将秘境当成副本刷怪似的，直接在这里就刷了起来。噬魂藤数量不少，几人大约打了2个小时才将噬魂藤全部消灭。当然了，大多数的噬魂藤是苏晨消灭的。地上堆满了噬魂藤的藤蔓，这些都是天才地宝，可以用来算作积分的，积分越高，咱们的排名就越高，所以咱们将这些噬魂藤收一部分，走吧。苏晨提醒了一句，随后几人就行动了起来，挑选那些修为高的噬魂藤蔓放进储物袋中。其实几人都想将所有噬魂藤给收走，可惜的是现场的噬魂藤实在是太多了，储物袋那点空间根本就装不下，因此只能挑选修为高、材质好的噬魂藤带走。可惜了，还有这么多，没法带走。胖子遗憾地说了一句，他此刻储物袋中已经填满了，再也塞不下任何东西，也就只有苏晨只挑选了几节修为最高的噬魂藤蔓放进储物袋中。这些东西对他来说根本就不算多好的东西，塞太多到储物袋中只会浪费储物袋空间，浪费太多空间，万一再找到其他的东西，那不就装不下了吗？几人收拾完之后才心满意足的离开。斩杀了这么多的怪，苏晨又收获了一大波的经验值。不过目前他的修为已经很高了，想要继续升级，所需要的经验值是一个非常庞大的数字，因此目前他修为等级没怎么动，只是经验那一栏增加了不少。不过蚊子再小也是肉，而且这已经相当于刷好多遍副本获得的经验了。目前我想要继续提升修为，最重要的是将所有新开放的副本手通都拿下，只有做到这一点，才能在游戏降临现实的时候达到游戏的最高等级仙级。几人一路前行，路上苏晨一直思考着提升修为方面的东西。在无尽仙途这款游戏中，接下来的日子便是会1个月开放一个全新副本，只有将这些副本手通全部拿下，苏晨才能最快的达到仙级的实力。仙级在游戏世界中代表着满级，提升到仙级之后便不能再继续提升了。不过这些等级普通玩家很难达到，而且无尽仙途这款游戏总共只运行1年时间，1年时间一到便会停服，然后游戏中的一切
逐渐开始融入现实中。先是在现实世界中反馈给玩家修为，然后便是游戏世界中的妖兽、副本中的 BOSS、秘境中的 BOSS 等等，都会渐渐的逐一出现在现实中。这非常恐怖。要知道，无尽仙途这款游戏覆盖范围非常广。在夏国，这个游戏名字叫做无尽仙途，是跟夏国的文化背景差不多的游戏世界。但是在国外，这个游戏又有其他名字，文化背景自然也就是其他国家能理解的文化背景。比如西方世界能降临现实的游戏中，设定便是玩家的职业，为什么魔法师、女巫、异能者之类的，里面的那些 BOSS 也是跟西方神话中的怪物差不多。而在太阳国，玩家的职业则是什么忍者、阴阳师一类的，总之是五花八门的。不过仔细想想，却又觉得十分合理。毕竟，你总不能让西方国家来理解修仙吧？反之，亦是同样的道理。而此刻，秘境外的江面上，各宗门的掌门都待在这里，百无聊赖之下，竟然还下起了棋。刀宗掌门正跟蜀山掌门楚龙渊一起对峙。刀宗掌门将一枚黑子落下，开口道：“楚兄，你觉得这次秘境试验，哪个宗门能够夺得第一？”楚龙渊轻轻一笑：“张兄，这我怎么知道？这秘境寻宝本就有几分运气的成分在里面，又不是全看实力。”刀宗掌门点点头：“这倒也是。不过已经过去这么些天了，为什么一个弟子都还没出来？这一点我感觉有些不正常。”楚龙渊落下一子之后，也是紧蹙眉头。刀宗宗主说的这一点，他也发现了。现在距离弟子们进入秘境试验已经过去几天了，可竟然没有一人从秘境之中回来，这一点着实有些不正常了。要知道，这可是秘境试验，这秘境里面不可能一点危险都没有。往年也不是没有弟子进去过这圆空秘境，可是往年也就1-2天时间，便有不少弟子放弃试验，从里面传送了出来。可今年，现在已经过去4-5天了，却没有一人从里面出来，这一点太奇怪了。也许大家并没有遇到什么危险吧？楚龙渊紧皱着眉头说出了这句话。其实他也知道，这句话也就是一句宽慰的话罢了，可能性不高。照现在的形势来看，没有一个弟子出来，要么是因为没有碰到危险，弟子们还在继续探索，要么就是弟子们无法传送出来。第96章，你再修炼10年就能赶上我们了。如果是后面一种情况，因为秘境中出了什么变故，所以无法出来的话，那问题就严重了。能出现这种问题的，一般都是十分棘手的事件，有力量干扰了传送法器，导致无法使用一次性传送法器。这种情况的话，那些进入秘境的弟子们将会十分危险。再等2天，如果还是没弟子出来，那咱们就直接冲进去找人。刀宗宗主十分霸气地说道。这些能够进入秘境的弟子，都是各大宗门的天才弟子，而且还是最顶尖的天才。这可是宗门未来的底蕴，是以后的顶梁柱，断然不能葬送在一个秘境中。楚龙渊微微颔首，表示同意。他此刻也有些担心自己宗门的弟子了，尤其是担心苏晨。苏晨可是蜀山有史以来最杰出的天才弟子，这样的弟子千年万年恐怕都难得一遇，自然是不能有任何的闪失。看来以后得给晨儿准备些强有力的保命手段才行。楚龙渊这样想着，甚至他都已经在思考该准备什么保命手段了。自己的一缕分身，还是什么高阶防护型的法器，亦或者是什么威力强大的一次性攻击道具。不过很快楚龙渊又想到了苏晨现在的修为，这修为已经远超同龄人了，甚至比很多老辈都厉害。如果不碰到什么修为高的老怪物之类的，逃命应该问题不大。圆空秘境，一处森林中，这里的环境有些像是亚马逊森林，树林苍翠，高大挺拔，一棵树都直插云霄，从地面上抬头望去，有种看不到树冠的感觉，极其具有原始气息。甚至有许多动物的嘶鸣声不时的响起，给人一种阴森的感觉。母亲啊，爹爹啊，这地方也太可怕了吧！一名模样看起来像是少女的女弟子有些畏惧的看了一眼四周，这般说道。这名少女正是苏晨的师姐楚嫣然，她年纪其实已经不小，不过因为很早就修仙的缘故，导致她虽然已经20多岁了，但外表看起来却还像个少女似的。当然了，她的心态也完全跟少女没什么两样，这在修仙界很正常。20多岁在修仙界本来就是小丫头，而且修仙之人时间观念本来就比凡人淡薄很多，所以20多岁的年纪其实并没有经历多少事，因此心性自然就偏小。在楚嫣然的身后还跟着2名女子以及2名男子，女子自然是幻音宗的弟子，2名男子则是1名蜀山弟子，1名羌宗弟子。师妹说的没错，这里确实让人觉得好阴森。1名幻音宗女弟子附和着说道。3女彼此更加靠近了几分。从进入这个秘境后，
楚嫣然就出现在了这座原始森林里面。本来出现在这样一座森林里，对作为修仙者的他来说也没什么，只要飞出去就行了。可是当他准备御剑飞行的时候，却发现无法飞行。更可怕的是，他还是个方向感很弱的路痴，而且在这森林中，神识似乎都受到压制，只能覆盖方圆50米的范围。因此，楚嫣然直接在这森林里迷路了。他一个人胆颤心惊的在这个森林里转悠了好几天，才终于碰到了几个弟子。其余人也跟他一样，在这原始森林里迷了路。众人结伴行，不过依旧没能找到出去的办法。在这森林里的几天，众人也都碰到过一些恐怖的妖兽。不过目前为止，众人那些妖兽实力不算太高，而且没多少灵智，他们这才没有遭遇太大的危险。几位师妹，你们别怕，我来保护你们。一名羌宗的弟子信誓旦旦地说道，一副有我在就别怕的自信模样。现场三女都是一等一的美人，能跟三女碰到一起，这自然是缘分。此刻自己可要好好表现表现，兴许能抱得美人归呢。张涵这般美滋之得想着。三女打量了一番张涵，然后发现张涵的修为也就才金丹初期而已，三女中的任何一人修为都要高出他许多。不过伸手不打笑脸人，幻音宗的女弟子们觉得，既然人家都这么说了，自然也是要给点面子的。出门在外的，这点情商还是有的，那就多谢羌宗师兄了。两人的年纪都比楚嫣然大不少，而且又不像是楚嫣然这种老是待在宗门里，没怎么出过远门的丫头片子，他们的情商可以说是颇高的。不过楚嫣然就不行了，在他的生命里还不太清楚情商这个词的具体意思。此刻听见羌宗弟子保证要保护他们，他顿时打量起羌宗的张涵，认真打量了一番，他发现对方修为不过是金丹前期，顿时就捂着嘴笑出声来。嘻嘻嘻，师姐，他好好笑哦，一个金丹前期比咱们修为都还弱那么多，居然还说要保护咱们。楚嫣然睨了张涵一眼，傲娇道，这位师兄，我觉得还是让我们几个女子来保护你吧。嘻嘻。众人头顶上仿佛一群乌鸦飞过，所有人都鸦雀无声，现场一时间安静如鸡。尴尬，大写的尴尬。幻音宗的两名女弟子无奈无脸，这蜀山掌门的女儿未免也太额太天真烂漫了一点。这种时候你顺着别人的话说不就好了，非要去说出事实，这未免太让人尴尬了点儿。张涵脸上青一阵紫一阵的，嘴唇张了张，可是一时间又不知道该说什么好。丢脸，本来想在几个美人面前留下个好印象，结果刚刚楚嫣然的一番话让自己也太下不来台了。什么叫修为还不如你们几个女子？虽然这确实是事实，可是这么直说也太让人难堪了喂。张涵简直凌乱了。楚嫣然也觉得似乎自己刚刚说错话了，连忙道，不好意思啊，我不是说你修为低，我是说……楚嫣然一时间没想好词汇，脸憋得通红，半晌才道，我是说你好好修炼，再修炼10年就能赶上我们了。说着还不忘冲着张涵比了一个加油的拳头手势，加油。第97章森林中的大殿。得，还不如不解释呢，这一解释相当于是又一次暴击。那个，咱们还是赶紧走吧，争取早点走出这片森林，我有种不好的感觉，在这森林中待太久了，迟早会出事儿。幻音宗的女弟子出来打着圆场，就是，赶紧走吧，我实在不想在这种阴森德森林里面多待。另一名幻音宗女子也附和道。其余人都觉得有道理，便纷纷继续上路。在这森林中唯一的好处是，时不时的能看到一些珍稀的灵草，这些灵草拿出去也是能够算作积分的。因为不是什么太过珍贵的东西，所以几人倒也没有起争执，灵草谁最先看见的就归谁。目前几人相处还算是比较融洽，当然了，这也就只是因为现在还没有发现真正的宝贝而已。如果真的发现什么了不得的宝贝，那几人会不会抢夺起来，那可就不一定了。这森林比众人想象的还要大，又是2天时间过去了，楚嫣然一行人依旧没能走出去，他们只能在森林中继续往前。我就不行了，这森林难道还能无边无际不成？楚嫣然嘀咕了一声，眼神中充满了斗志。他楚嫣然是要将这片森林征服。此刻的他豪情万丈，目光坚定。不过身旁的人则都无精打采的，连续这么多天的时间，已经让他们有些绝望了。真的还能走出去吗？这片森林也太大了，我看咱们就别想着出去了，直接在这森林中找些珍稀药草之类的就出去吧。张涵提议道。主要是这片森林给人的感觉就是太压抑了，他隐隐有种感觉在这里待太久了可能会出事，所以张涵提出了这样一个建议。什么排名，什么誓言，他此刻统统都不在意了，他只想能回到自己宗门中。这不太好吧，咱们是进来试炼的，
结果连这片森林都没走出去，就退出秘境了。那名蜀山男弟子说道。其实他心里也想直接出去了，可是一想到外面有那么多个大门派的掌门看着，要是没什么收获就出去了，那岂不是让宗门都沦为笑话？此刻几人都还以为能够通过身上的一次性传送法器出去，可殊不知那些传送法器在秘境中已经失去了效果，他们压根儿无法通过身上的一次性传送法器出去。几人都还以为身上至少还有一件最重要的底牌，因此也不算太过慌张，实在碰到什么太过危险的情形就传出去好了。可是这张底牌却注定没有了任何效果。与此同时，苏晨一行人也已经来到了森林外，看着眼前一望无际的原始森林，苏晨倒是有些欣喜，能感受一下原始森林的风景，那也挺不错的。无尽仙途这款游戏最大的好处就是有各种各样的风景，几乎什么都能看到，沙漠、戈壁、森林、湖泊等应有尽有。看着这一大片森林，胖子喉结滚动了几下。橙子，咱们要进去吗？苏晨是众人中修为最高的，是他们的大腿，因此一切都依照苏晨的意思来。进啊，怕什么？就算咱们死在这里，也会在宗门里复活。咱们是玩家，又不是游戏世界里的人。苏晨一副无所谓的口吻，以他现在的修为，已经鲜少有太过危险的地方了。对于这个秘境的信息，苏晨并不知道。前世他玩这个游戏时，并没有在游戏世界中碰到这个秘境。这个游戏世界的秘境太多了，就算是后来降临到现实中的秘境，也多如牛毛，所以他自然不可能知道每个秘境的信息。不过这种未知的感觉倒是还挺吸引人的。在刷副本的时候，副本的每个信息他都知道，因此倒是少了很多新鲜感。更多的时候，他刷副本都只是单纯的为了提升在游戏世界中的修为罢了。所谓的游戏体验感几乎可以忽略不计，毕竟再怎么有意思好玩的副本，你刷了个上百遍也就没有丝毫乐趣可言。不过在这秘境中，苏晨倒是体会到了那种久违的感觉，未知的东西往往最是迷人。听到苏晨这话，胖子恍然道：“说的也是，最近在这个秘境中待太久了，我一时间都忘了这是个游戏了。”胖子感觉有些汗颜，因为他刚刚居然内心产生了一种害怕的情绪，所以才询问苏晨要不要进去。咱们走吧，这种森林里面应该至少也有一些珍稀灵药。苏晨迈步朝着森林走了进去，胖子跟柳如月两人连忙跟了上去。接下来的2天，苏晨等人在森林里找到了一些灵药，也碰到过一些修为不低的妖兽，不过都被几人给轻松解决掉了。不错，这森林里也是个打怪的好地方。胖子一脸喜悦地说道。这原始森林中实力低的妖兽也很多，这2天胖子跟柳如月两人都斩杀了不少，获得了不少的经验值，两人的实力都提升了一个小级别。至于苏晨，经验值也提升了不少，不过修为却是没有提升。现在的他就连提升一个小境界都需要海量的经验值，因此修为想要提升就显得满了很多。然而事实上他修为提升并不慢，在秘境中他斩杀的怪是最多的，不过因为提升需要的经验值庞大，所以才没有提升境界而已。与此同时，楚嫣然等人停下了脚步，他们一行人来到了森林中的一处空旷的地方。在这里，一座大殿伫立，这座大殿的样式很古朴，通体都是岩石铸成的，上面雕刻着很多花纹。这里怎么会有一座大殿？楚嫣然等人看到这座大殿都震惊了。一望无际，很难走出去的原始森林中间，居然隐藏着一座石头砌成的大殿。整座大殿没有别的材质，通体都是石头砌成的，就连大门都是一扇石门。惊愕片刻后，众人中那名叫做张涵的羌宗弟子大喜，这是遗址，是以前大能留下来的宫殿，里面说不定有那位以前大能留下来的传承。第98章石殿的开启方法。张涵满脸的激动，脸都因为激动而变得通红。其余人听他这么一说，也是震撼了起来。仔细打量了一番大殿，心中也越发觉得张涵说的有道理。这种秘境一般都是某些大能居住所在，而这种地方则是非常有可能存在着大能们留下来的传承。毕竟没有哪个大能会希望自己的传承断绝的，这是一种观念，跟人类渴望传宗接代一个道理。这里有这么一座大殿，那极大的可能就是如张涵所说的那样，是一位大能的住所。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大能肯定会在这里留下传承。除了楚嫣然外，所有人眼中都炙热了起来。楚嫣然对这些所谓的传承不太感兴趣，她只对美食感兴趣。这里真的是大能的住所吗？楚嫣然问。很有可能的。那里面有好吃的吗？楚嫣然有些期待了起来。大能的住所里面是不是会有很多美食呢？他这话让其余人有些发懵。
这位蜀山掌门千金思维怎么这么跳脱？大能住所一世存在传承，难道这位千金都不感兴趣吗？现在居然还问里面有没有美食？师妹，你是想说里面有没有灵丹或者其他天材地宝之类的吧？幻音宗的一位女弟子有些不确定地问道。主要是这种时候也就这些天材地宝、功法传承之类的让人激动了，所以她才有此疑问。然而她注定失望，楚嫣然直接摇头，眨巴着一双漂亮的大眼睛。不是啊，我就是说美食，就是好吃的，大能吃的东西肯定要比咱们吃的东西好吃吧？众人看见楚嫣然说到吃的，那双眼睛雪亮雪亮的，这让众人一阵无语。这妹子脑回路果然有点问题。众人仿佛发现了妹子的美貌是怎么来的了，脑子换的。几人也没心情管楚嫣然这神奇的脑回路了，现在他们满脑子想的都是大殿里的传承。几人都快步走了过去，先是在周围确定了一下有没有危险，毕竟像是这种大能的住所周围，极大的可能会存在某些禁制或者阵法之类的，这是为了保护安全，就像是宗门中都会有护宗大阵一样。在石殿周围摸索了一阵，似乎周围没有危险，咱们靠近瞧瞧。几人走近仔细观察，张涵用力推了推大殿的石门，发现根本没法推动。这石门想必不能直接推开，需要用某种特殊的方法才能打开。大能的传承自然不是那么容易就能拿到的。咱们仔细看看四周，既然这里存在一扇石门，那应该就有开启的方法。议论完，众人便行动了起来，在四周寻找线索。你们看，这石柱上似乎画着一幅符画。蜀山那名男弟子惊喜道。众人连忙围了过来查看，在大殿外面的石柱上果然有着一幅幅凿刻的图。这些图很简单，像是简笔画。第一幅图上面画着的是几个人，他们斩杀了很多妖兽。第二幅图则是这些人将妖兽的血肉放在了大殿前面的石台上。第三幅图则是整个石殿周围冒起了一阵光芒。第四幅图则是看不清楚画的是什么，依稀感觉有些像什么野兽。这第四幅图看不清楚啊，这些图是什么意思啊？张涵轻轻捏着下巴，沉思了片刻。我觉得这肯定就是开启石殿的办法。所有人闻言都看向了张涵。这话怎么说？张涵得意一笑。你们看这些图啊，第一幅是人们在抓妖兽，第二幅则是将妖兽尸体放在石台上，第三幅则是整个石殿周围迸射出光芒。你们知道这代表着什么吗？张涵嘴角噙着一抹自信的笑容，仿佛他已经看穿了一切。代表着什么？楚嫣然问。其余人目光也都落到张涵身上，显然都在等待着张涵的答案。张涵心中不禁摇头叹息，这些弟子见识还是太少了，虽然修为高，可一个个的见识却十分短浅，就像是养在温室里的花朵，虽然好看，但精力却太少了。我也是在异宗门的一本古书上看到的，这种方法叫做血祭，就是靠祭祀的妖兽血肉能量来激活阵法禁制。所以你们现在懂了吧？这个大殿的开启方法就是需要足够的妖兽血肉能量。众人闻言皆是恍然，原来是这样。可是不是还有一幅图吗？蜀山的那名男弟子疑惑道。张涵睨了他一眼，还有一幅，虽然看不清楚了，但肯定就是大殿被开启了呗，这还用疑惑吗？众人思索了一番，也觉得张涵说的有道理。最后一幅图应该就是如同张涵所说的那样，画的是大殿被开启，只不过因为时间太过久远，亦或则别的什么原因，那幅图被风化摧毁了。那咱们现在怎么做？当然是去抓妖兽了，抓足够多的妖兽，开启血祭。张涵看了众人一眼，继续道，接下来咱们先合伙一起斩杀足够多的妖兽，开启石殿。至于谁能够获得传承，那就看大家各自的造化了。行，我同意。我也同意。众人都同意了张涵的这个提议。大家先一起斩杀足够多的妖兽，开启石殿。能否获得传承，各凭机缘。事不宜迟，咱们赶紧行动起来吧。万一别人也找到这个地方就不好了，多了发现这里的人，咱们获得传承的几率就少上几分。一行人立马行动了起来，组队在附近寻找能够对付的妖兽。只是在他们刚刚离开之后，石殿地下深处，一双猩红如同铜铃般巨大眸子轻轻闪烁了几下。这么多年了，本大爷谋划了这么久，这一天终于要来了。清虚老儿，你困不住本王了。沉闷的呢喃声在地底下响起。这地底下竟然有一处空间，一条头生双脚的金色生物被巨大的锁链束缚，它像是一条龙，不过仔细看，它只有双爪，因此不是龙，而是一条蛟龙。第99章宝贝传承现世。不过就算如此，
他的道行也已经非常接近龙了，身躯已经完全化作了龙躯，身上一片片的精灵，头上也生出了双脚。精灵起势池中物，一遇风云便化龙。地底下发生的这一切，无人知晓。章邯一行人还在奋力地抓捕森林中的妖兽，准备开启石殿。为了能够获得石殿中的好处，一行人可谓是格外的卖力。转眼间便过去了2天时间。外界江面上，众多门派的掌门已经觉察到了事情的不妙，开始围在楚龙渊的非洲上面商谈了起来。进入秘境的弟子们都是各宗门的天才弟子，是宗门未来底蕴所在。此刻一个弟子也没有出来，已经明显不正常了，甚至很有可能弟子们有危险。因此各大宗门掌门开始围在一起商谈了起来。现在咱们要怎么办？这还是这么多年以来第一次出现这种情况，这么些天了，竟然一个弟子都没出来。会不会是传送法器在里面失效了，被压制住了，所以他们无法出来？不行，这些弟子可都是我们这些宗门的天才弟子，绝对不能全部出事。是啊，咱们将秘境打开进去寻人吧。众人七嘴八舌的，很快确定了下来。打开秘境，亲自到秘境里面去寻人。几位掌门合力，如同之前开启秘境缺口那样，动用灵力准备撕开一个缺口。本来以为能像之前打开缺口那样很快就打开，可是渐渐的几位掌门便察觉到事情不对，他们已经使出全力了，额头上甚至都在冒汗。可是那处原本薄弱的空间屏障，这次却坚固无比。几大宗门的掌门全力以赴，居然都没能打开，最终开启失败。掌门们的脸色全部倏然变色，这是怎么一回事啊？为什么忽然无法打开了？这还是第一次出现这样的情况，莫非秘境之中发生了什么变故？一番商谈之后，各大宗门的掌门们决定让宗门里其他实力强劲的长老都过来帮忙开启秘境，他们是要将这些弟子全部解救出来。就在外界各大门派行动的时候，圆空秘境之中，章邯等人已经击杀了足够多的妖兽。一行人回到石殿前，从储物空间中将猎杀的妖兽全部取出来，放在了石门前的石台之上，并且将收集的妖兽血也淋在了上面。血液在石台上流淌，很快便沿着石台上面的刻痕流淌了起来，组成了一个太极八卦图案。接着异变突起，血光大盛，石台上那一批妖兽血肉很快便化作了一堆白骨，血肉都被吸干。成了，这石殿要开启了。章邯满脸笑意，他的内心也是无比的激动。在他看来，这样的一幕肯定是石殿即将开启的征兆。石殿开启，自己说不定就能获得里面的传承，到时候就能在修为上远远超过楚嫣然等人。他定要洗刷之前所受到的屈辱。显然楚嫣然之前的话给他留下了极深的心理阴影，所以他才想要获得传承，在修为上超过楚嫣然等人，然后扬眉吐气。吸收完妖兽的血肉之后，红光更盛了，整座石殿都散发出红光，这血红色的光芒几乎染红了半边天，天空中的云朵都被染成了火烧云的颜色。这样奇异的一幕，自然被秘境中的众人发现了。所有人都是修士，都是个大宗门的天才，感知力自然不凡。这一刻，秘境中的所有人都从各个位置看向了石殿的方向。你们看那边是什么？红芒大盛，这是有顶尖宝物出世，或者顶尖传承现世。走，咱们赶紧过去，要是去晚了，可能连汤都喝不到了。跟苏晨等人分开的方寒等人，此刻也已经看到了这样的一幕。他看着天空中的火烧云，眸光炙热了起来。这很有可能是传承或者秘宝出世，因此才能闹出如此大的动静。如果自己能够得到，那说不定自己便能够超越苏晨。到时候宗门的第一天才就是自己，未来的掌门也会是自己。咱们走。方寒连忙赶去。此刻正在森林中的苏晨一行人也看到了这样的一幕。看到这等异象，胖子目瞪口呆。我的个乖乖，这是发生啥事儿了？柳如月一双美眸也是望向苏晨，一路上她的话都比较少，她是属于那种比较安静的女子，一般不会怎么插话，都是静静聆听。此刻她问道：苏晨，你知道这是怎么回事吗？他对苏晨的称呼已经从苏先生变成了苏晨。显然这几天的相处，他已经将苏晨当成了朋友，因此才会直呼其名。不然的话，他对别人的称呼一向是有礼貌却又带着淡淡疏离的。在娱乐圈中，柳如月一名叫做柳若雪，性子也是出了名的与世无争。他圈子里的朋友很少，甚至不会出现在综艺节目上。平日里喜欢看书，喜欢古风一类的东西，性格也是有些清冷，不争不抢，从来不会因为资源什么的就跟人争得头破血流的。甚至别人对他的评价，他自己也不怎么在意。平日里的绯闻
更是根本就不可能发生在他身上。也有过狗仔跟拍他，最离谱的是有一次，狗仔拍到他跟男人一起见面，然后狗仔拍了一下午，结果这位当红天后居然跟那个男的什么事也没有发生，甚至就连亲密的举动都没有过。两人就真的只是聊了一下午的书，而且那本书还是本禅意味十足的书籍。因为跟拍他根本拍不到什么大瓜，所以最后狗仔都放弃他了。不过他虽然与世无争，但不代表他人气不高，恰恰相反，他在现实中人气非常高。可能是某种宝贝现世了，也可能是某种阵法被开启了。柳如月轻轻颔首，至于胖子则是眼睛都亮了。宝贝，是不是什么逆天的装备出事了？橙子，如月，咱们也赶紧过去吧。既然他们能看到这红光，想必其余人也能看到。要是去得晚了，恐怕喝汤都没他们的份儿。第100章，众人齐聚石殿，秘境中的所有弟子纷纷往散发红光的方向赶去。而此刻，在张涵等人面前，那些冒出来的红光缓缓地往地下渗透了下去，在地下汇聚成了一股红色的能量，最后流向了蛟龙。蛟龙张开阔口，贪婪地将一缕缕的红色能量吸入，那模样就像是在吃着什么绝世美味。红色能量中蕴含着大量的血肉精华，对现在的他来说，自然算得上是美味，而且还是大补的美味。这些能量能够补充他缺失的能量，缓缓提升他的倒退的实力。他被镇压在这地底下已经有数千年了，如果不是因为他是实力强横的妖兽，恐怕早就死在了岁月长河中了。就连当初镇压他的清虚道人，也在渡成仙劫的时候身死道消了。可是他还依然活着。不过被镇压在这里数千年，对他的实力消耗也十分巨大。他从当初的大成期跌落到了合体期，实力直接倒退了好几个大境界。不过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好在清虚死了，禁锢他的法阵威能一年比一年弱，因此才让他有了逃脱的可能。这些年来，他一直在研究阵法。终于，在几百年前，这个秘境力量薄弱了起来，外界进入了许多弟子。那些弟子修为低微，再加上禁制力量的减弱，他便控制住了一些弟子，让那些弟子在石殿外面柱子上刻下了3幅画，并且还制造了一个血祭的阵法。那3幅画自然就是血祭的方法，而那柱子上原本留下的画，则是他控制人抹去了，因此才看不清楚。那幅画如果还很清晰的话，外人便能够知晓，石殿之下镇压了一头蛟龙。至于所谓的大能住所，确实也是真实的。这石殿原本是清虚的住所，里面确实有清虚的传承，不过不需要血祭来开启。这血祭只不过是为蛟龙提供能量，供他冲击禁止封印罢了。很快，蛟龙便将血色能量吸收完了。吸收完之后，他舔了舔嘴角，有些意犹未尽。不够，还不够，本王还需要更多的血肉能量。他能够感受到距离破开禁止封印已经不远了，只要再吸收更多的血肉能量，就能够冲开这封印了自己数千年的禁制。由于血肉能量全部被蛟龙吸收，所以原本的红光渐渐的便全部消失不见了。而石殿的大门却还没有打开，这是怎么回事啊？为什么石门还没有打开？张涵略微沉思了片刻，开口道：也许是因为血祭的血肉能量还不够，还需要更多的能量才行。那就是说，咱们还要继续去虐杀妖兽。楚嫣然不知道什么时候掏出来一根古代版的棒棒糖，在那吃着。张涵一时间有些无语了，这妹子看来还真的是个吃货啊！吃货本性暴露无遗，心里这样吐槽着，却还是点了点头，恐怕是这样的。那咱们快点去吧，刚刚这里的动静，只怕是已经被秘境中的其他人看到了。张涵催促道，他显然有些焦急了。他不傻，这里的动静这么大，其他秘境中的弟子肯定也会注意到这里。只要稍微有点脑子的人，都能猜到有秘宝或则遗址开启。所有进来圆空秘境的弟子，都是来寻找天才地宝的，这样的机会肯定任何人都不会错过。因此，过不了多久，那些人便都会来到这里。多了人来争夺，那他能够获得传承的几率就更小了。因此，只有尽快行动起来，争取在其余人到来之前将这石殿打开。楚嫣然举了举手，张涵看见后便问：嫣然师妹，你有什么要说的吗？楚嫣然舔了一口棒棒糖，其余人到来不是更好吗？大家齐心协力，也能更快收集其妖兽血肉，打开石殿。楚嫣然这话刚一落下，便感觉众人都目光奇异地盯着自己。他有些忐忑，有什么问题吗？人多力量大，这些人干嘛这么盯着自己？自己难道说错什么了？众人无言以对。傻姑娘，人多了，那你能分到的好处就少了呀。幻音宗的女弟子给楚嫣然分析了一下其中的利害关系。楚嫣然
这才了然了过来，道：“原来是这样啊，你们好聪明啊！”众人心里翻了个白眼，明明是你太笨了好吧？果然，你的漂亮是用脑子换来的。几人没再耽搁，再次组队猎杀起妖兽来，期望在其余人到来之前打开石殿，得到里面的东西，尤其是传承。能住在秘境这种地方的大能，其修为肯定是要远远超过各大宗门最尖端长老的修为的。这样的人物，其珍藏的东西肯定也不一般。如果能够获得这种人物的传承，那这一辈子他们也有希望能够成为一方赫赫有名的大人物。然而几天之后，当张涵一行人收集了许多妖兽血迹之后，结果石殿依旧没能打开。而这时候也终于有了其余人到来，最先到来的自然便是苏晨3名玩家。当碰到楚嫣然之后，楚嫣然几下就将事情的来龙去脉透露给了苏晨等人，这让张涵等人无语。不过他们也明白这件事应该藏不住了，而且这么久了，这石殿都没有打开，说明血迹的血肉还不够。这时候人多起来，反而像楚嫣然说的那样，人多力量大。苏晨听清楚这些之后，顿时明悟了过来。在这秘境中，为什么打死的那些妖兽尸体没有消失，也没有爆出装备来？所有的游戏特质似乎都消失了一般。毕竟在外面或者是在副本中打死妖兽，妖兽的尸体很快就会消失的，原地还能爆出来装备。而在这秘境中却不能。原来这秘境中的妖兽血肉是有作用的，其最大的作用就是血迹。苏晨猜测血迹这一步肯定是必须的，而且血迹完成后才能像故事一般继续推进进程。苏晨等人也加入了收集妖兽血肉的大军中。接着方寒一行人也到来了，现场顿时两寒并立，一个张寒，一个方寒。第101章蛟龙破土。众人都加入了收集妖兽血肉行动中。可是饶是有这么多人收集血肉，可是石殿的石门依旧未曾开启，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为什么这么多妖兽血肉还没开启石殿？也许是还不够，还需要继续收集。众人继续行动起来。随着时间一点一点过去，没几天时间，秘境中的所有弟子几乎都赶来了。当然了，除了一些在秘境中发生意外的弟子外，秘境中并不绝对安全，而且整个秘境之中都无法使用宗门专门炼制的一次性传送法器。在碰到危险时，弟子们无法退出秘境，只能有硬扛，这也就导致各大宗门弟子的损失颇为惨重。而进来的玩家更是只剩下了苏晨、柳如月、胖子3人，其余玩家全部死在了秘境中。玩家的实力普遍比各大宗门的精英 NPC 弟子弱很多，因此死在这里并不奇怪。不过作为玩家的优势就是死在这里了也会在宗门的复活点里面复活，只不过修为会降低1节罢了。而因为游戏的存在，游戏世界中的 NPC 对玩家表现出的不同怪异并不会在意。就好比明明这秘境无法出来，那些玩家死了却又出现在了宗门中，这种怪异的事情，游戏世界的原住民都是自动忽略的。显然游戏有种神秘力量影响着一切。随着所有人的到来，收集妖兽血肉的部队就越发壮大了，而且因为人多，所碰到的危险也小了很多。源源不断的血肉精华被石殿下方的蛟龙吸收进了体内，蛟龙原本枯竭的灵力也逐渐恢复了过来。他贪婪地吸食着各大宗门弟子们贡献的血肉精华，将其炼化成自己的灵力。原本萎靡的他，精神也愈发的好转了起来，恐怖的气息也逐渐提升。哈哈，快了，本王能感觉得到实力在逐渐恢复，虽然无法恢复到巅峰时期，但一定可以冲破禁止封印。这么多年过去，这禁止封印的力量早已经渐渐溃散，无定能将其摧毁。血肉精华源源不断的流入蛟龙口中，终于他仰天咆哮一声，吼，发出一阵龙吟声，声音直接通过地底传入外界，巨大的声波直接将所现场的弟子们都震得心神不稳，更有甚者更是一屁股跌坐在地。胖子跟柳如月则是被苏晨运转灵力保护了起来，所以没有受到冲击。苏晨微微拧眉，这石殿下方难道还有一只 BOSS 级的高等级妖兽？其余弟子此刻一脸骇然，显然是被刚刚的那声龙吟声给震惊到了。什么情况？刚刚那是什么声音？好像是龙吟声。龙吟声？莫非这地下有一条龙？开什么玩笑，龙那种传说中的生物不是早就已经灭绝了吗？莫非是地下的阵法震动的声音，听起来像是龙吟，实则并不是。莫非血祭完成，石殿将要开启了？一阵慌乱过后，所有人又都期待了起来，一个个的都面露激动之色。此刻所有人都认为这是血祭完成了，石殿即将开启。他们目光炙热地盯着石殿，眼睛一眨不眨的，并且还做好了充足的准备，
只要石殿一开启，他们便要以最快的速度冲进去，获得里面的传承，甚至是宝物。谁要是阻拦他们，挡了他们的路，他们也不惜除掉对方。此刻，除了楚嫣然外，所有 NPC 弟子们都握紧了书中的武器，心思昭然若揭。他们都要争抢到这里的一切，都是个宗门的天才，他们请清楚这里的一切意味着什么。只有楚嫣然还在那里舔着棒棒糖。师弟，他们怎么了？一副如临大敌的模样。可能是他们怕里面有什么怪物吧。苏晨随意说道。其实这些人哪里是防备什么怪物，分明是防备这些弟子。之前血祭需要大家合作的时候，为了打开石殿，众人自然会竭力合作。可现在只要石殿打开，彼此就成为了竞争对手。为了传承，就算是要除掉其余人，他们也依旧会去做。这时石殿颤动了起来，甚至就连众人脚下的地面也跟着颤动。妈呀，这啥情况？难道游戏世界还会地震不成？胖子惊骇道。只有苏晨目露凝重之色，他之前就感觉这石殿下方似乎有股气息。这股气息刚开始比较微弱，可是随着血祭的进行，这股气息却在攀升。这也是因为他现在修为比较高的原因，才能感知到。像其余弟子们根本就感知不到这股气息。也就在刚刚，这股气息攀上到了一个非常可怕的地步，接着便发生了地面颤动的情况。这不是地震，而是地下有东西，而且那东西快要脱困了。苏晨轻声说道。地底下蛟龙疯狂挣扎，那巨大的铁链发出哗哗声响。咔嚓，终于一声脆响响起。铁链乃是一种禁锢类的法器，不过此刻也终于经受不住，直接寸寸断裂。接着蛟龙朝上冲击，上方出现一道金光汇聚成的八卦图，蛟龙龙头一下又一下的撞击在上面，八卦图渐渐暗淡下去，最后在蛟龙的撞击下完全消散。哈哈，上千年了，本王终于出来了。清虚老儿，你知道本王这千年来是怎么过的吗？庞大的蛟龙身躯冲天而起，直接冲破地表的土层。在众人惊骇的目光下，泥土塌陷，一头金色生物冲天而起，众弟子连连后退。吼！龙吟声嘹亮无比，响彻在天地间。所有人都目瞪口呆地盯着那金色的庞大生物。龙，真的是龙！有人声音颤抖地开口：这个世界上居然真的有龙！天哪！不对，它只有2爪，龙应该有5爪才对。它是一条即将化龙的蛟龙，快逃！有人开口提醒。然而众人发现，在蛟龙的巨大威压下，他们的脚连动弹一下都做不到，犹如被施了定身咒似的，一动也动不了。第102章，绝望的众天才弟子。所有人脸上俱是恐惧之色，他们只能站在原地，一动也不能动，看着那金色的巨大身躯。他通体金黄，浑身皆是细密的鳞片，这些鳞片泛着森寒之光。那如铜铃般偌大的猩红眼珠子中有着一对金色的树瞳，神圣中却又带着几分血煞之气。很难想象，这样2种截然不同的气质居然能在同一种生物身上出现。修士，好多修士，本王已经好久没有吃过修士了，真是怀念啊。蛟龙眸中满是贪婪之色，他伸出舌头，甚至舔了舔嘴唇，仿佛在他眼中，这些修士就只是人间最美味的食物，而且吃下这些修士，他的修为还能恢复一些。这些修士简直就是补品。在那双偌大眸子扫视之下，所有人面露死灰之色。蛟龙的话他们都听到了，他们顿时明白了，他们所有人在这蛟龙眼中就只不过是食物罢了。这条浑身充斥血煞之气的蛟龙要将他们当作食物吃掉。所有人心中绝望，他们都是个宗门的天才，未来可能甚至能成为宗门底蕴，成为威震修仙界的大人物。可是此刻却只能沦为食物，何其可悲！不，我不想死，我还有好多事情没有做完。方寒心中满是不甘，他还没能成为蜀山掌门，怎么能够就这样死在这里？而且死也就算了，居然还是沦为食物，以后还会被消化成为粪便，这让骄傲的他简直无法接受。张涵也是脸如死灰，他本来以为收集妖兽血肉，完成血祭能够开启石殿，他觉得说不定开启石殿之后，他还能获得传承，一举超越其他宗门的天才们，成为万千女弟子的偶像。可是没想到，所谓的血祭根本不是打开石殿的方法，反而释放出了一条残暴蛟龙。张涵此刻悔的肠子都青了，怎么会这样？怎么会变成这样？他喃喃道，已然有些癫狂，显然是承受不了这么大的打击，心神受到震荡了。现场估计也就苏晨不怎么害怕了，他能够通过蛟龙的气势感知到这蛟龙比他要强，不过强的并不算特别多，因此苏晨觉得
他还是能跟着蛟龙 PK 一番的。而且在蛟龙的威压下，他其实是可以动的。不过大家所有人都没动，他也就装作不能动的样子，跟大家保持一致，免得被蛟龙盯上。蛟龙此刻十分享受地看着众人绝望的模样，他开口道：“谢谢你们，献祭给本王妖兽血肉，这才让本王实力恢复了些许，冲破了禁止封印。为了感谢尔等，本王会给尔等一个痛快的。”结。所有人听到这话，顿时明白了一切究竟是怎么回事了。尼玛，感情他们忙活了半天寻找妖兽血肉，结果并不是打开石殿，反而是给这蛟龙恢复了元气，让他冲破禁止逃了出来。这就相当于是他们自己让自己陷入了危险境地。草，是谁 TM 说的献祭血肉能够打开石殿的？他喵的，太坑了！是羌宗弟子张涵。有人说道。这话一出，众人目光齐刷刷落到了张涵身上。方涵大怒：“你个傻叉，凭你也配跟我同一个涵字为名？去你妈的！”张涵这个傻叉，坑货呀！如果不是他，咱们也不至于沦为食物。傻叉呀！这些弟子都是个宗门的天才弟子，平日里行为举止都十分得体有度，风度翩翩。可是此刻，一个个的全部化身为泼妇般在这里骂街。至于被骂的张涵，此刻还在发疯，口中一直念叨着：“这不是真的，这不是真的。”哈哈，沦为本王的食物吧，这是尔等荣幸。蛟龙非常骄傲，他是最接近传说中的五爪金龙的存在，自然觉得自己尊贵。这些人能成为自己的食物，供自己恢复修为，这是这些人的荣幸。他张开大口，正准备将众人吞噬。这时石殿忽然发出一阵光芒，光芒将众人笼罩。下一刻，所有修士消失在了原地。蛟龙一愣，然后勃然大怒：“该死的清虚，死了都还安分！今日本王就毁了你的石殿！”他巨大的身躯朝着石殿撞去，砰砰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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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巨大的撞击声在秘境这方天地中响起。然而石殿似乎十分坚固，竟然将蛟龙的撞击都给暂时挡住了。此刻众人出现在了石殿内部。我们这是在哪儿？这里是什么地方？怎么像是大殿中？众人好奇地打量着四周的环境。此刻他们的身体已经能够动弹了，而且还能感受到房子在剧烈的震颤，像是在被什么东西撞击。莫非这里是在石殿中？有人这般说道。众人同时心中一怔，也觉得这恐怕就是事实。这时一道声音响了起来：“小友们莫要惊慌。”众人循声看去，只见一位有些虚幻的人影出现在前方，那是要给慈眉善目、满头白发、手持拂尘、仙风道骨的老人。老道，你是何人？老道是笑呵呵的捋了捋胡须，贫道清虚。是你将我们弄到这里的？清虚点点头，正是，这里是石殿内部，不过这石殿也撑不了多久，就会被那妖龙给攻破。众人闻言顿时心中又是一紧。老道，你想必是石殿的主人，那你能对付他吗？众人期待地看着清虚，想要抓住最后一根救命稻草。清虚摇摇头，贫道目前只是一道即将消散的化身罢了，不是那孽畜的对手。众人闻言又是一阵绝望，本来以为有救了，结果只是死缓罢了。等到蛟龙攻破石殿，他们还是难逃一死。无力，绝望像是一张巨网将众人笼罩。此刻早已经没人去关心所谓的宝贝传承了，命都要没了，那些自然没任何意义，甚至他们都后悔进到这秘境来了。谁又能想到以往都没出过事的圆空秘境，今年会发生这样的变故，连传送法器都无法使用，他们被困在这里，根本出不去了。第103章，清虚道长的请求。等待他们的就只有一个结果，那就是死。所有人此刻都沉默了，一时间都不知道做什么。石殿内一阵安静，所有人都不想死，可是却又无能为力。那种无力感让所有人都感觉到绝望。道长，你有办法救救我们吗？有人还是不死心，求救般的看向清虚。现在他们什么办法都没有了，只希望清虚能够想出一个办法救救他们。听见有人这么问，所有人再次看向了清虚道长。清虚道长捋了捋胡须，这个动作貌似他很喜欢做。很抱歉，我救不了你们。清虚道长坦然说道。所有人绝望，连清虚道长都没办法了，那就真的没有任何活命的希望了。众人都面露悲切之情，甚至有人准备用玉简记录遗言，期待将来有人能发现自己的遗言，将其带出去，让自己的家人朋友看见。一种悲伤的氛围在众人中间弥漫。然而就在这时，清虚道长却笑眯眯地再次开口了：“我虽然救不了你们，但是有人能救你们。”清虚道长一脸的高深莫测，他眸光瞥向苏晨。众人顺着他的目光看去，清虚道长目光所指方向，
除了一个苏晨外，根本就没有别人。莫非清虚道长所说的有人能救他们？那个人就是苏晨？这怎么可能？开什么玩笑？那不过就是一个蜀山的弟子而已。方寒此刻看到清虚道长眸光所看向的苏晨，也是根本不相信清虚道长说的那个人会是苏晨。苏晨修为比自己高，这一点他很清楚。早在苏晨对战是魂藤的时候，他就看出来了。可是这就已经很逆天了，现在要面对的可是蛟龙，是最接近五爪金龙的存在，差一步就能成为传说的五爪金龙。这样的存在，不知道修行了多少岁月，其修为更是高深莫测。一个苏晨怎么可能对坑得了黄金蛟龙？道长，你说的那个能救我们的人是？虽然众人都看见了清虚道长看向的是苏晨，可是显然众人没有一个相信的，觉得苏晨最多就是凑巧站在了清虚道长目光所指方向罢了。清虚道长所说的那个能救他们的人，肯定另有其人，不会是在场中的任何一个。清虚道长脸上带着和煦的笑，那人远在天边，近在眼前。清虚冲着苏晨道：“小友，现在这个时候了，还要藏拙吗？”听见清虚道长这话，苏晨也清楚，这清虚道长是看出了自己的实力。不过想想也正常，清虚道长都是不知道活了多少年的老怪物了，能看出自己的实力也在情理之中。道长好眼力。苏晨知道自己实力已经被清虚看穿了，因此也没有矫情，索性就承认了。本来他是想要扮猪吃老虎的，不过现在已经到了最后时刻了，想必这蛟龙就是这秘境中最大的一个 BOSS， 因此暴露了也没什么大不了的。反正现场的玩家也就只有柳如月跟胖子，这是自己人，其余人都是游戏世界中的 NPC， 还要很久这些游戏世界中人才会降临到现实中，因此实力曝光就曝光吧。苏晨心里这样想着，其余 NPC 弟子们却满脸震惊，不可思议，难以置信。因为苏晨怎么看都不过是一个普通的弟子而已，一个跟他们同辈分的弟子，能有什么实力抗衡黄金蛟龙？黄金蛟龙就算被困数千年，修为倒退了，可依旧一看就跟宗门中那些实力强大的长老们一个实力等级。这种层次的存在，可清虚道长却说一个蜀山的弟子能够与之抗衡，这不是扯淡吗？清虚道长，你是不是看错了？这是我宗门入门没多久的新弟子，虽然掌门说他天赋是有史以来最高的，可是他进门时间很短啊，怎么可能对抗得了蛟龙？方寒狐疑道。作为蜀山弟子，他可是清楚知道苏晨进门时间的。苏晨进门根本不久，怎么可能在这么短时间内能成长对抗蛟龙的地步？现场中也有其余蜀山弟子，他们也是清楚苏晨进宗门的时间的，因此一个个的都不相信。苏晨是天才没错，可是他入宗门才很短的时间啊。是啊，天才也没有这么夸张吧？他能抗衡蛟龙？清虚道长莫不是在闹我们寻开心吗？难道清虚道长想让我们在死之前心中有个希望，免得绝望死去？清虚道长可真是个好人。其余宗门弟子在询问蜀山弟子后，也知道了苏晨入门很短，因此也都不相信清虚道长的话，觉得很可能就像众人说的那样，清虚道长这是在安慰他们，免得他们在绝望中死去。他们理解了清虚道长的良苦用心，死于希望中总比死在绝望中来得好。见到众人不相信，清虚道长也一时间无言了。他直接来到苏晨面前，将几块玉简交给了苏晨。小友还请收下这些，这是贫道一生收藏的东西，里面有炼丹术，还有各种实用术法。苏晨伸手接过，然后查看了一番，顿时心中大喜。清虚道长给自己的东西正是自己所需要的。目前自己攻击手段太单一了，只能用剑，没有其他的术法。毕竟作为一个修仙者，肯定不可能只用剑吧。比如其余的火球术、引雷术、搜魂术等等，也是一个修仙者必不可少的。将来游戏降临现实，这些术法就会显得非常实用。苏晨直接收下，多谢道长。请问道长，有什么需要我帮忙的吗？苏晨的想法很简单，他不想白拿别人的东西，既然拿了，那就是一个人情，这个人情就要还。苏晨的态度让清虚道长很满意，贫道确实有求于小友，道长但说无妨。是这样的，这孽龙虽说邪恶，但它总归是最接近五爪金龙的存在，如果能够继续修行，假以时日，未必不能化作真正的五爪金龙。神龙本就稀少，所以当年贫道才只是镇压他，想要磨掉他身上的戾气，只是没想到后来贫道渡城仙劫失败，身死道消，所以无法再调教这条孽龙，所以请小友将其收服，好生调教。第104章，绝望中的众弟子纷纷写遗书。听到清虚道长的话，苏晨算是明白了过来，原来这清虚道长
是想要自己收服这条蛟龙，留着蛟龙一命。不过，自己这实力，就算能抗衡蛟龙，可也做不到收服吧？道长，你是不是太高看我了？我的修为不如这蛟龙，如何收服？这些妖兽都是十分骄傲的存在，很多甚至宁死也不愿意屈服。自己的修为又比对方低，就算凭借法器等打败对方，恐怕也难以收服。清虚道长淡淡一笑：“我传你一门契约法门，你只需打败他，将契约种在他的灵魂中就行了。以后但凡他有一丝一毫的反抗想法，小有一个念头便能灭掉他。而且如果小有死，他也会死。只要种下契约，他便不会背叛小友。”苏晨颔首表示同意。小友，放开心神。清虚道长开口，接着一指点出：“恭喜玩家苏晨习得术法灵魂契约。”游戏提示音响起，苏晨直接学会了灵魂契约这门术法。清虚道长又来到了胖子身边，说道：“这位小友，我观你乃我道门中人，天赋也颇高，贫道的道门传承便传给你了。”胖子闻言顿时大喜，他难道这是要起飞了？多谢道长，哦不，多谢师傅。胖子也没节操的喊起了师傅。呵呵，小友不必如此，这不过就是传承罢了，贫道传给你，也是免得贫道一脉的传承断绝罢了。我时间快到了。清虚道长此刻身影越发的暗淡了起来，他微微冲胖子跟苏晨拱手：“小友再见。”胖子学着清虚道长拱手道：“师傅，你就安心的去吧，我一定会将你的传承发扬光大的。”清虚道长暗淡透明的身影一阵晃动，然后消散在了天地间。也不知道是不是胖子给气的，还是本身就真的一刻也撑不住了。总之，清虚道长无了。胖子跟苏晨两人都获得了清虚道长的传承，可现在也没人妒忌，因为众人都认为接下来就要被蛟龙吃了，获得了传承又怎样呢？还不是带不出去。因此没人羡慕，甚至有些人看着胖子跟苏晨二人目光中还带着怜悯。他们觉得这两人在死前获得了传承，这传承根本带不出去，依旧要死在这里。这根本不是好运，这反而是一种悲哀。这会儿得到传承又如何呢？还不是一样要化作妖兽肚子里的粪便。是啊，这种时候还有心情获得传承，倒不如多写一些遗言好。10年后再一次进入这里的弟子们，说不定能发现咱们的遗言，将其带出去呢。我要给我爸妈写封遗书，我给我妹妹写，我没有家人，给我师傅留一封遗书吧。一群人开始讨论起写遗书的事情来了，显然在他们心中认为这次一定是死定了，绝无逃生的可能。至于之前清虚道长说的苏晨能够抗衡蛟龙，他们只觉得是安慰他们而已，压根儿就没有相信过这件事。尤其是当知道苏晨进蜀山还没多久之后，更是觉得清虚道长是骗他们的。不过他们也不怪清虚道长，他们觉得清虚道长这是善意的谎言。咚咚咚，石殿摇晃得更加厉害了。众人明白，这石殿只怕是坚持不了多久了，一个个的便更加奋笔疾书了起来。他们觉得想说的话实在太多了，千言万语竟然不知从何说起，只能在御简中叮嘱自己的亲人要好好照顾身体，不要因自己的死悲伤之类的。楚嫣然此刻也拿出了一枚玉简，准备学其余人给自己父亲留一封遗书。可是他却看到苏晨以及胖子还有柳如月这3人没有动，便好奇问道：“师弟，你不准备留封遗书吗？”苏晨笑了笑：“师姐，咱们不会死的，所以不用留遗书。”“不用死？师弟，难道你真的能对付蛟龙吗？”楚嫣然狐疑问道。他虽然神经大条，现在快死了也没觉得有多可怕，但他并不是弱智，因此他也不太相信清虚道长之前说的话。自己师弟还是自己去给送的弟子入门礼包，因此他比所有人都清楚苏晨入门的具体时间。这么短的时间，难道师弟就能抗衡蛟龙了？这不太现实。可看苏晨的模样，却又真的一点不慌，似乎胸有成竹。难道师弟真的有什么依仗？自己爹爹给苏晨准备了什么保命的手段？楚嫣然这样想着。反正他不觉得苏晨真的有实力抗衡蛟龙。现在苏晨这么淡定，只怕是父亲给了苏晨保命的东西。毕竟苏晨是蜀山有史以来最杰出的天才，这样的天才，自己爹爹给些保命手段也正常。可是，就算有保命手段，楚嫣然依旧觉得够呛。毕竟保命手段只是手段而已，又不是父亲亲自在这里，哪有绝对活命的可能？楚嫣然甚至觉得苏晨甚至是不清楚这蛟龙的实力。像苏晨，如果不清楚蛟龙有多恐怖也正常，毕竟是才接触修仙界没多久，没有什么见识。轰隆隆，就在他这样想着的时候，轰隆声响起，石殿顶部的石头开始下坠。
掉落到地面上，留下一地烟尘。石殿塌了，咱们要死了！有人惊呼：“叫什么叫？死就死吧，老子18年后又是一条好汉。”是啊，死就死吧，能跟这么多天才死在一起，也算不枉此生了。有些弟子此刻似乎接受了即将死亡的事实，现在变得十分坦然，语气中甚至还带着一股豪迈。很快，石殿彻底坍塌。石殿坍塌下来，对他们无法造成什么伤害。真正让他们觉得必死的是那条实力强大的蛟龙。尘埃散尽，石殿化作一片废墟。众人站在废墟之中，于尘埃中显现身形。巨大的黄金蛟龙正在他们头顶上方。呵呵，你们依旧要死！黄金蛟龙雄浑的声音响彻在天地间。周围的妖兽在他的威压下早已经消失不见，显然已经是远远的躲了起来。第105章，身披圣甲的男人。虽然之前在石殿中已经做好了死亡的心理准备，甚至就连遗书都已经写好了，可此刻真正即将面对死亡的时候，还是有些恐惧。毕竟人又有谁真正不惧死亡的呢？可是在蛟龙的面前，他们的那点实力宛如一只蝼蚁。蝼蚁面对高大的巨人，自然生不起丝毫反抗之心。光是那巨大的威压，都让他们无法动弹了，还拿什么反抗？哪怕是想要战死都做不到，动都动不了，怎么战？蛟龙张开血盆大口，一股吸力作用在每个人身上。所有人都知道，他们这是要死了。爹娘，孩儿来找你们了。爷爷，你走了已经好多年了，我好想你。妹妹，那年冬天你将唯一的食物给了哥哥，你却死在了那个冬天。现在哥哥来了。在即将死亡的这一刻，他们想到了自己的家人们。所有人等待着死亡的降临。而就在这时，咻！一道身影冲天而起，一剑斩出。破空声响起，一道气势雄浑的剑气鱼贯而出。剑气带着一往无前的气势朝着黄金蛟龙斩去。这一瞬间，黄金蛟龙顿时感觉到了危险。到了他这个境界，对危险的感知力非常敏锐。他直接放弃了稀释技能，转而张嘴喷出一道水剑，抵挡苏晨挥出的这一道剑气。砰！爆炸声响起，惊醒了原本闭眼等死的众人。所有人都有些惊疑不定，这爆炸声是怎么回事？刚刚他们不是都要被蛟龙吞入腹中了吗？为什么现在却没事？莫非刚刚有人阻止了蛟龙？刚刚的爆炸声就是那人跟蛟龙交手的结果。众弟子抬头望去，只见上方一人一龙相对而立。蛟龙身躯庞大，那人的体积在蛟龙面前显得如此的渺小，宛如大象与蚂蚁之间的额差距。可所有人都不会轻视。只见那人身披黄金战甲，宛如天神一般，在蛟龙面前显得渺小的身躯中，此刻散发出的气势竟然跟蛟龙也不相上下。而那人竟然就是苏晨。这一刻，所有人都瞠目结舌，满脸的不可置信。苏晨是什么人？那是一个拜入宗门不久的新一代弟子，修炼时间远远少于在场的任何一个宗门弟子。这样的人在宗门中来说，甚至只能算是一只菜鸟。可是就是这样一个新人，一只菜鸟，此刻浑身爆发出滔天气势，跟黄金蛟龙对峙，并且还并没有落入下风。这一幕简直跟天方夜谭似的。楚嫣然张大了嘴巴，小嘴张得大大的，里面甚至能塞下一根黄瓜。他怎么也没有想到，自己父亲新收入门没多久的这个小师弟，竟然有这样惊天的气势。那一袭黄金战甲加身，将原本就英俊非凡的苏晨衬托得更加气势非凡，堪比天神下凡。我没看错吧？那个气势不凡，宛如天神般的人，竟然是那个蜀山弟子。有人感觉不可思议，他连忙伸手狠狠掐了一下旁边的弟子。哎呦！旁边那人发出一声惨叫。你 TM 干什么？惨叫之人怒道。我就是看他痛不痛，这一幕是不是幻觉？擦，你看疼不疼？你丫的，掐你自己啊！你掐我干什么？因为我怕疼。真是没有想到，咱们得救了，救了咱们的人，竟然真的是清虚道长说的那个蜀山弟子。他竟然有这么恐怖的实力，那身黄金战甲太帅了。是啊，那起码是地级的防御法器吧？他怎么会这么强？弟子们在议论，在震惊。毕竟现在发生的一幕太不符合常理了。蜀山一个新入门的弟子，竟然能这么强。只有胖子跟柳如月对苏晨的强大并没有感觉到多意外。苏晨作为一个拿下好几个副本单刷手通的玩家，其等级早就超过了普通玩家，修为比游戏世界中的那些 NPC 也是不遑多让。胖子震撼的是，苏晨尼玛居然有黄金圣甲这样的装备。橙子这小子居然还有神装，靠！他什么时候获得的？我都不知道。这神装也太 TM 帅了。
要是穿在我身上，凸显我的英姿该多好。胖子嘴角流出羡慕的口水，这样的神装如果穿在自己身上，那该多好，自己也能这么英武非凡，受万千妹子崇拜。胖子脑海中想到了美好画面，在那些画面中，他身披黄金战甲，左拥右抱，各个漂亮妹子包好葡萄往自己嘴里送，简直美滋滋。想到这些，胖子脸上露出了猪哥般的笑容。一旁的柳如月自然听到了胖子这话，他脑海中出现了胖子身穿黄金圣甲，大腹便便的样子，那也还是个胖子啊。他实在不理解，为什么胖子觉得穿上苏晨身上的黄金圣甲就能英俊不凡了。虽说人靠衣装马靠鞍，但是更多的时候，衣服只有穿在适合的人身上，才能凸显衣服的华美吧。像苏晨这样的人，就算披个麻袋也不会太差，身披战甲啥的就更帅了，这叫锦上添花。现场那些女弟子们都痴痴地看着天空那道俊朗神武的身影，眼中满是痴迷。所有女子都曾幻想过一个英俊不凡的男子，宛如天神下凡，踏着气色云彩来迎娶自己的画面。此刻的苏晨就十分符合脑海中幻想的那个人，英俊强大，睥睨一切，甚至有2个男弟子眼眸中都产生了羞怯。而此刻天空上的黄金蛟龙却一脸凝重，那双宛如铜铃般硕大的眸子认真地端详着苏晨。他从苏晨的身上感受到了威胁，而且还是非常强烈的威胁感。眼前这个身披战甲的男人，他能够感受到真实的修为比自己差一点，可是这人身上的黄金战甲却给他带来了很大的增幅。在黄金圣甲的增幅下，此人的实力不比自己弱。小子，没想到人群中还藏着你这样1号高手。第106章恼怒的蛟龙。苏晨的实力与他目前相差不大，不特意去感知，根本不容易觉察其真实修为。而且他本质上也大意了，从来没有想过这些进秘境来试炼的弟子能有多高的修为，因此就没有仔细的去查看过这些弟子的修为，所以才没有发现苏晨这个隐藏在弟子中的高手。比起你还是差了一点。苏晨淡淡说道，他现在的修为比黄金蛟龙确实差了些，不过凭借黄金圣甲的加持，再加上武技的威能，他也有自信能够击败这蛟龙。蛟龙这种生物一般依靠自己强大的肉身战斗，这黄金蛟龙就算领悟了一些技能，但也不会是太厉害的技能，这是妖修的通病。黄金蛟龙想要领悟强大的神通，除非他化作真正的神龙，那时候领悟出的天赋神通才厉害。小子，你很有自知之明啊，这样我让你离开，你就别趟这趟浑水了。黄金蛟龙这般说道。对上苏晨，他没有把握必胜，所以才提出了这样的条件，看似宽宏大量的放苏晨一马，实则只不过是有些心虚罢了。如果苏晨同意了他的提议，那他就能高枕无忧了，毕竟剩余的人还不被他放在眼中，只是他的食物罢了。现场的其余弟子听到这话，顿时心里是又惊又怕。这个实力强横的蜀山弟子不会真的不管他们了，直接遵从蛟龙的建议离开吧？如果是他们面对蛟龙的这个条件，就算有苏晨的实力，恐怕也极有可能会答应。如果不是因为形势所迫，谁又会愿意与这么强大的蛟龙为敌呢？在所有弟子的忐忑中，苏晨面带笑容，盯着黄金蛟龙道：“我也提一个提议，你看看怎样？”说：“这样，你臣服于我，将来若有机会，我让你拥有化作真龙的可能，怎样？”苏晨笑嘻嘻地说出这话。画大饼吗？很简单，你看这饼，它又大又圆。听到他这话，蛟龙直接怒了。他堂堂一代妖王，曾经大成期的存在，怎么可能臣服于区区一个人类？小子，你找死！他咆哮一声，原本准备跟这小子好好谈谈，让这小子离开的，可是现在这小子既然这么不识时务，那就别怪他不客气了。黄金蛟龙一个神龙摆尾，巨大的尾巴直接朝着苏晨抽了过来。刷刷，破空声不绝地响起，光是凭借肉身的力量就能发出这般空气炸裂的声音，由此可见蛟龙肉身何其强大。这种肉身攻击也是他最主要的攻击方式之一。他领悟的术法威力比起肉身来说，不知差了多少个档次。在面前身披战甲的小子实力很强，因此蛟龙直接一上来就使出了他最强横的攻击，想要开局就压制住苏晨。然而苏晨又岂是这么好压制的？他直接脚踩太清步，一下子就将蛟龙这一击给躲开了。蛟龙这一击落空，朝着下方落去，咔咔咔，树木断裂声响起，山石随之崩裂。这也幸亏这一击没有落到那些宗门弟子身上，否则这一尾直接落下，能将他们砸得形神俱灭。
苏晨连忙飞离了这里。蛟龙见状，以为苏晨见识到自己一尾之威后怂了，想要逃跑，顿时心中得意。小子，休想逃！蛟龙直接追了上去。然而苏晨可不是怂了，而是为了将蛟龙引开罢了。如果继续在这里交战，战斗的余波恐怕迟早将现场的宗门弟子波及。凭这些弟子的修为，一旦被战斗波及，那必死无疑，没有任何的悬念。这种层次的战斗不是这些宗门 NPC 弟子所能触及的。苏晨飞得远远的，最终在一处山谷上方停了下来。之前蛟龙所在的森林无法飞行，想来是因为阵法的作用，甚至是众人无法传送出去，都是因为阵法的作用。此刻蛟龙脱困，阵法消失，苏晨的飞行自然也不再受束缚。至于原地，众弟子见苏晨跟蛟龙飞走，还有些发愣。咱们现在该怎么办？有人问道。还能怎么办？跑呗。对了，我再看看这传送法器能不能使用。如果不能使用，蜀山那人败了的话，蛟龙还是会回来杀死我们的。躲是没有用的。对，赶紧试试看。我的传送法器已经用过了，没有了。有人苦笑。我的也是。现场不少弟子已经将传送法器使用了，这传送法器极为珍贵，每人也就只准备了一个。使用了的弟子自然就没有了。不过也还是有几个弟子没有使用的。此刻那几个弟子将传送法器拿了出来，这是用玉石制作的法器，里面铭刻了传送阵，不过仅能供一人使用。一个弟子捏碎法器，接着身形便消失在了原地，他传送出去了。这传送法器能使用了。有人激动，因为他的传送法器还在，这代表着他能逃出去了。于是那些还有传送法器的弟子没有犹豫，直接捏碎法器，纷纷消失在了秘境之中。然而这些人只是少部分，大部分人的法器早就使用过了，他们现在出不去。这传送法器怎么忽然能使用了？难道是因为之前压制蛟龙的阵法压制了我们的传送法器？坑爹啊，咱们没法出去，只能希望那个蜀山弟子击败蛟龙了。他们无比羡慕方才成功传送出去的人，他们没法出去，只能在心里祈祷苏晨能够打败蛟龙，这样他们才能活下来。不然的话，他们在这秘境中无论逃到哪里，恐怕都很轻易的就会被蛟龙找到。苏晨俨然成为了所有人最后的希望。此刻苏晨跟蛟龙战斗在一起，蛟龙使出了各种抽撞的肉身搏杀手段，然而都被苏晨运转身法给躲避了过去。小子，你难道就只知道躲吗？蛟龙大怒，刚刚他一番攻击，结果全做了无用功，根本就没有打在苏晨身上，这让他很恼怒。第107章试验术法。苏晨笑笑，伸手轻轻摸了摸鼻子，怎么？难道我只能站在那儿让你攻击，还不能躲避？哪有这样的道理？要不你站在那儿别躲，让我打。黄金蛟龙眸子转了转，可以，我不躲，你也不能躲。是个男人，咱们就硬碰硬。谁要跟你硬碰硬？怪恶心的。苏晨厌恶的在鼻子前面挥了挥，做出了一个扇风的动作，仿佛是要扇走什么恶心的臭气。这顿时将黄金蛟龙气得不轻，伶牙俐齿，让本王看看你的实力是不是像你那张嘴一样厉害。黄金蛟龙张口吐出一道水箭，朝着苏晨激射而出。这水箭就是他这些年唯一领悟的术法，论起杀伤力来说还是有的，不过有限。苏晨直接施展落阴剑法，一剑劈出，就将黄金蛟龙这一击给击溃了。怎么，打架就打架，怎的还吐起口水来了？你这样跟那些吵架的大妈有什么区别？苏晨讥讽道。黄金蛟龙龙脸扭曲，显然是被苏晨这番话给气得够呛。他堂堂蛟龙王，这世间最顶级的一批妖兽，何时受到过这样的气？数字狂妄！蛟龙怒斥一声，直接朝着苏晨飞来，要以强横的肉身跟苏晨近身搏杀。这肉身才是他最强横的攻击手段，肉身强度堪比神兵利器。苏晨身披战甲，又手持水寒剑，在这二者的加持下，他跟蛟龙的实力也不相上下。这蛟龙虽说跟游戏副本中的 BOSS 不一样，能充分发挥出他此刻拥有实力的全部，但是苏晨的战斗经验同样丰富。前世的他不知经过多少次血的洗礼，再加上修为本就不比蛟龙弱多少，在黄金圣甲跟水寒剑的加持下，硬抗黄金蛟龙的攻击而不落下风。最主要的是，目前苏晨还没有施展武技，仅仅只是凭借落阴剑法招式的灵活变换来应对黄金蛟龙，这也是因为他想要检验一下自己的真实实力罢了。二者战斗了一会儿后，谁也没有奈何得了谁。苏晨觉得这黄金蛟龙是个很不错的陪练对象，因此也不着急施展威力强大的武技，
反而是将之前清虚道长给他的术法拿了出来。玩家苏晨是否学习清虚道长一生所收集的术法？学习。苏晨直接在脑海中选择了学习。下一刻，苏晨就掌握了许多的术法。这些术法并非武技，只要法力值足够，便能够一直施展。每一个术法的冷却时间也非常短暂。苏晨一次一个术法，轮着来，就不用担心冷却时间问题。爽歪歪！苏晨躲过黄金蛟龙的一爪，目光炙热地盯着黄金蛟龙。他要在黄金蛟龙身上将从清虚道长这里学到的术法都施展一遍，拿着黄金蛟龙练手。看着苏晨忽然灼热的目光，黄金蛟龙顿时不寒而栗，头皮发麻。小子，本王警告你，本王乃是公的，休要对本王有非分之想。黄金蛟龙凶巴巴地警告着苏晨。显然，苏晨刚刚的目光让他产生了某些不好的想象。他以为苏晨是看上了他那雄武矫健的龙躯。小龙龙，辛苦了。苏晨没理会黄金蛟龙那奇奇怪怪的思想，他只是感激黄金蛟龙陪练而已。话落，苏晨立即施展刚刚学到的术法。因为有游戏机制的存在，所以苏晨学习术法不需要像这个游戏世界的 NPC 们那样努力修行数十年，而是一瞬间就学会了。他要拿黄金蛟龙来实验新学到的术法。苏晨直接收起了水寒剑，火球术。他单手做出一个枪毙的手势，朝着上方一指，在他身前顿时出现了3团巨大炙热的火焰。去！他朝着黄金蛟龙一指，3团火焰顿时犹如收到了什么指令似的，直接朝着黄金蛟龙飞去。黄金蛟龙连忙闪避，然而这火焰却受到苏晨的控制。黄金蛟龙逃到哪儿，火焰就追到哪儿。他逃，他追，他插翅难飞。最终黄金蛟龙施展出水剑术，吐出一滩水，才破了苏晨这火球术。引雷术，五雷轰顶。苏晨轻轻念出这个名字，伸手朝着虚空一抓，顿时雷霆大作，5道雷霆被他抓到手中，然后朝着黄金蛟龙轰去。黄金蛟龙就会个遇水术，面对雷霆根本无法克制，只能凭借肉身力量来硬抗苏晨照出的雷霆。最终雷霆落到黄金蛟龙身上，将他娇躯电得一颤，嘴角的2根胡须都被电得倒竖了起来。苏晨召唤出的这雷霆伤害性不大，但侮辱性极强。臭小子，本王跟你拼了！黄金蛟龙朝着苏晨冲过来。苏晨一脸淡然，上苍之手，一道由灵力组成的大手直接将冲到一半距离的黄金蛟龙给抓住，握在了手中。黄金蛟龙拼命挣扎了好几下，才将这灵力组成的手爪震得粉碎。然而还不待他高兴，苏晨下一个术法又接踵而至，灵犀一指，一道灵力组成的攻击直接攻击了过去。黄金蛟龙躲过一指，还不待他高兴，苏晨的其余指力又接踵而至。这灵犀一指可以连续射出5次，然后才会陷入冷却，冷却时间也极短，几指过去就像是几颗子弹射了过去。黄金蛟龙躲过2指指力，3记灵犀一指落到了他身上，疼得他嗷嗷叫了2声。虽然给造成什么太严重的伤害，但是疼啊！黄金蛟龙疼得龇牙咧嘴。该死，你这人类哪来的这么多术法？黄金蛟龙咆哮，他简直要被苏晨给折磨疯了。苏晨各种术法往他身上招呼，虽然没什么实质性伤害吧，但是真 TM 疼啊。这是清虚道常教我的。苏晨随口回了一句，他这话却也是事实，这些术法确实是清虚道长传授的。该死，这清虚老儿死了也不安分。黄金蛟龙异常气愤，当年他就是败在清虚道长手里，被囚禁了上千年之久，修为都从大成期倒退了好几个档次。如果不是被囚禁这么久，导致修为倒退，他可以轻松将面前这个可恶的小子给撕成碎片。第108章收服蛟龙，秘境通道开启。当年他就被清虚压着，现在好不容易逃出来了，还要被获得清虚术法传承之人压制，这简直不要太悲催。这一刻，黄金蛟龙对清虚道长的恨意上升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接着他继续跟苏晨战斗在一起。苏晨在他身上实验了很多术法，不得不说，这些术法杀伤力虽然比不上剑技，但是挺酷炫的。呼火引雷让他看起来更像个修仙的了，至少不是整天拿着一柄剑跟人战斗了。这些术法在将来游戏降临现实之后，他依然可以使用，这就很奈斯。试验了一波术法之后，苏晨对新获得的术法很满意，连带着看这条蛟龙都瞬间了许多。好了，术法试验结束，咱们真正开始战斗吧。苏晨冲着状态萎靡的黄金蛟龙说道。黄金蛟龙顿时身子一颤，此刻的他已经被苏晨之前的一波术法攻击打得只剩下半管血了，状态都下滑了很多。
可是现在苏晨居然说战斗正式开始，那岂不是说之前都是在玩脸？黄金蛟龙这一刻道心崩溃了。其实苏晨的法力值也不剩多少了，因此准备结束这场战斗了。有黄金圣甲的加持，他修为不弱于黄金蛟龙，再加上他本身丰富的经验跟战斗意识，黄金蛟龙完全不是他的对手。2个剑技过后，我认输，别杀我，别杀我！黄金蛟龙直接败了，败得很彻底。他之前就被苏晨的术法打掉了一半的血量，气势有些萎靡。现在面对苏晨威力更加强大的剑技，自然是无法阻挡。他直接选择了认输。如果是在之前没被清虚到长关在地下上千年时间的话，以他的性子肯定是不会认输的，甚至是宁死不从。可是被关了上千年之后，他本身的那股傲气早已经被磨砺掉了。好不容易从地下逃出来，能够重新感受自由，他自然不愿意就这么死去。苏晨冰蓝色的水寒剑指着黄金蛟龙，语气冰冷：2个选择，要么死，要么臣服，你选哪个？黄金蛟龙巨大的龙躯一颤，他那偌大的眸子中满是不甘。可是再不甘也没法，体会过被囚禁的他，重新获得自由后，自然不愿意死。思考一会儿后，他下了那高傲的头颅：我选择臣服。此刻的黄金蛟龙自称都已经变了，之前他自称本王，现在则是变成了我。面对黄金蛟龙的低头，苏晨很是满意。放开心神，我要在你的灵魂中种下烙印。黄金蛟龙内心挣扎了一会儿，他明白种下灵魂烙印代表着什么，这代表着他从此以后将听从苏晨驱使，并且不能违背半分。可是很快他又释然了，相比起死亡，还是臣服比较好。蝼蚁尚且偷生，自己臣服只是为了活命，不丢人。好，黄金蛟龙答应了。苏晨一指点出，直接施展契约术法，在黄金蛟龙灵魂中种下了契约。他缓缓收回手，我已经在你灵魂中种下契约，从此以后，你若是违背我的意思，或者试图反抗我，我一个念头就能让你死。如果你好好替我打工，500年后我就还你自由。黄金蛟龙虽然不太理解苏晨口中的打工是什么意思，但他猜测应该是奴仆之类的意思，给苏晨做奴仆500年就能够重新获得自由，这算是意外之喜了。他本来以为要一辈子都给苏晨做奴仆，供苏晨驱使，结果苏晨说500年就给自己自由。多谢主人，我一定努力为主人做事。黄金蛟龙很兴奋，话语中都带着几分激动。500年对普通人来说或许很漫长，可是对他这种修为高的妖修来说，这根本不算什么。500年也不过是很快就能过去的一个时间。看着无比激动、干劲儿满满的黄金蛟龙，苏晨很是满意。看来画大饼这东西用在修仙界也是十分是实用。瞧这小龙高兴地，仿佛真的看到了重获自由的那一天。至于500年后要不要给这蛟龙自由，那就看这蛟龙表现了。表现得好，那自己不会吝啬给他自由；如果表现不好，偷奸耍滑，不好好工作，那么不好意思，期限再加500年。而就在苏晨收服黄金蛟龙同时，外界的援兵到了，各大宗门实力强劲的长老都已经来到了这里。而之前那些通过传送法器已经出去的弟子，也将里面的消息告诉了各大宗门，因此各大宗门都知晓了，现在秘境里面有一条修为强横的蛟龙，很有可能会屠杀所有弟子。这些弟子可是各大宗门中的天才，是未来的底蕴，宗门自然不会放弃这些弟子。此刻各宗门的长老们都有些焦急，生怕自己宗门的弟子出事。主掌门，咱们快行动起来吧，晚一分，咱们的弟子就多一分危险。尤其是你的弟子，据说他引开了蛟龙，这可是非常危险的。这位掌门虽然嘴上这么说，其实内心则是认为苏晨多半无了。他只是希望苏晨能够多拖延些时间，争取拖到让自己等人进入秘境救援。楚龙渊知道苏晨的实力，不过也还是有些担心的，因为不知道这黄金蛟龙的具体实力，所以就不清楚苏晨是否能够抗衡。苏晨可是蜀山有史以来的第一天才，可不能折损到这秘境中。咱们行动，诸位，再次尝试打开秘境。楚龙渊将众人召集到了一起，这次各宗门有实力的长老也都来了，他们要再次尝试撕开秘境空间。众人发力，这一次终于打开了通道，通道直接出现在圆空秘境上方的天空中，在整个秘境中人都能够看到这通道。楚龙渊施展传音术，直接朝着秘境通道中喊：里面的弟子快通过通道出来，这通道我们维持不了太久。此刻在秘境中的弟子们看到这通道出现，又听见这道声音，顿时大喜。通道打开了，咱们快出去，别待在这儿了。走。第109章，苏晨的装备让人羡慕的流口水。一群弟子瞬间激动了起来。
最近这段时间，他们遭受的心理折磨是巨大的，说是大起大落也不为过。一会儿面临死境，一会儿又绝处逢生，接着再次落入险境，这心理压力可想而知。就在他们忐忑苏晨能够对付蛟龙的时候，秘境打开了，这绝处逢生的巨大喜悦一瞬间将他们包裹。至于引开蛟龙的苏晨，不好意思，他们表示无能为力。一群弟子顿时冲天而起，他们发现所有的禁制都消失了，也能飞行了。咻咻咻，一个个很快就冲出了通道。秘境中，楚嫣然还有些犹豫。那名蜀山弟子连忙说道：“师姐，咱们快走吧。可是苏晨师弟还没有回来，我们就先离开会不会不太好？”他觉得苏晨为了大家引开了蛟龙，自己怎么能不等对方就率先离开呢？师姐，咱们等在这里也帮不了苏晨什么忙，还不如赶紧离开秘境，脱离危险，这样也免得辜负了他的一番好意。这名弟子劝道。楚嫣然仔细一思考，也觉得这名弟子说的有道理。凭自己的修为，待在这里根本帮不了苏晨。苏晨为了自己等人引开蛟龙，这是拿生命在冒险啊！自己怎能辜负苏晨的良苦用心？想到这里，楚嫣然不禁泪目。多么伟大的师弟啊！你说的对，咱们赶紧离开吧。为了避免辜负苏晨的良苦用心，楚嫣然怀着不舍离开了秘境。与此同时，苏晨此刻收复了黄金蛟龙，脑海中忽然响起游戏提示音。恭喜玩家苏晨获得楚嫣然好感度加10。苏晨微微一愣，这楚嫣然的好感度怎么莫名其妙增加了？他想了想，觉得可能是自己救了楚嫣然的原因。如果他知道他在楚嫣然心中俨然成为了一个不惜牺牲自己生命也要保护其他人的高尚之人，一定会嗤之以鼻。他可不是为了救人，救人只是顺手而为之罢了。主要原因是答应了清虚道长，而且不击败黄金蛟龙，这个秘境就不会结束，所以他才上的。对了，你可有名字？苏晨询问道。黄金蛟龙硕大的头颅摇晃了几下，不曾有。他是兽类，从有灵智开始都是独自修炼，也没给自己取过名字，而且取名字这种事他也不擅长。再加上他没什么机会跟其他人接触相处，自然也就不需要名字。苏晨思考一下，道：“以后你就叫阿龙。”黄金蛟龙顿时一喜，初次拥有名字这种事情让他心情很是愉悦。多谢主人赐名。从此以后，他也是有名字的人了。哦不，有名字的龙了。尽管只是蛟龙而已，但他觉得他总有一天会龙翔9天，化作真正的神龙。我们走。苏晨直接站在了黄金蛟龙的身上，一人一蛟龙飞回了原地。此刻，原地只有胖子跟柳如月两人还等在这里，其余人的宗门弟子们已经全部离开了。胖子不小心抬头一看，一下子看到了远处天际飞来的黄金蛟龙，他顿时吓了一跳，因为距离比较远，他并没有看见黄金蛟龙背上站着的苏晨，因此胖子大惊：“我擦，黄金蛟龙回来了！橙子不会已经凉了吧？”柳如月闻声看去，也是吓了一跳。如果苏晨凉了，那等黄金蛟龙过来，他们也得死，死了可是会掉修为的。两人正准备赶紧逃离，结果却听见遥遥的传来一个声音：“不用害怕，我回来了。”这声音自然是苏晨发出的，他现在的修为目力自然也非常好，因此发现了胖子脸上的惊恐之色，所以连忙出声示意两人不用害怕。胖子跟柳如月都有些发懵，他们怎么听到了苏晨的声音？苏晨的声音是从哪儿传出来的？就在两人惊疑不定的时候，黄金蛟龙以一个极快的速度接近他们。随着距离的拉近，两人也终于看到了黄金蛟龙背上站着一个男人。男人衣袂飘飘，有种潇洒飘逸之感，不是苏晨还能是谁？很快黄金蛟龙便来到了胖子两人面前。苏晨站在黄金蛟龙背上，脸上含笑，而胖子跟柳如月两人则是已经吃惊的说不出话来。这胖子结巴住了，有很多想问的，但脑子一时间有些打结，导致说话都结巴住了。苏晨自然看出了胖子想问什么，便直接解释道：“这黄金蛟龙现在已经被我收服了，你们可以将它当成我的宠物。”胖子闻言张大了嘴巴，柳如月一双漂亮的桃花眸子同样睁得大大的，显然两人心里都极为不平静。他们怎么也没有想到，苏晨居然将黄金蛟龙给收服了，这未免太不可思议了。黄金蛟龙啊，只是没有5只爪而已，外形已经跟真龙没有任何区别了。如此霸气神异的生物，居然被苏晨给收为了宠物。半晌，胖子才长吸了一口气，冲着苏晨竖起大拇指：“橙子，你牛逼呀！”胖子眼中满满都是羡慕。苏晨现在妥妥的一身神装啊，宠物、装备、武器等等全部无比的酷炫，甚至都带着牛逼轰轰的特效，这怎能不让人羡慕？柳如月心里同样羡慕不已，
苏晨未免也太幸运了吧，居然这么快就获得了这么多的极品装备，而且还是特效拉满的那种。要是其余玩家知道了，恐怕得妒忌的发疯。这游戏才开始多久，甚至好多玩家都才筑基期呢，身上都是些入门装备。可是苏晨倒好，直接一身酷炫神装，这人跟人之间差距怎么就那么大呢？与此同时，外界各位宗门的 NPC 弟子都已经出去了，里面只剩下苏晨3人了。很多宗门长舒了一口气，只有幻音宗、道门还有蜀山的掌门长老们此刻脸色有些不好看，因为其余弟子都出来了，可他们3个宗门最种子的弟子没能出来。嫣然，你师弟呢？楚龙渊问道。第110章清点秘境试炼成绩。楚嫣然眼眶通红，师弟他一个人引走黄金蛟龙了，现在生死不知。什么？楚龙渊大惊。苏晨可是他最得意的弟子，虽然没怎么教导过，但那是因为苏晨这样的天才不需要去教导，让其自己修炼才是最正确的。他也一直以苏晨为傲，如果没什么意外的话，苏晨将来的成就不可想象。现在修为就这么高了，这足以说明苏晨的天赋。正常发展下去，他甚至觉得苏晨能成仙，成为那种传说中的存在。可是现在苏晨一事有危险，这顿时让楚龙渊坐不住了。不行，我得进秘境去将晨带出来。与此同时，幻音宗以及道门的掌门都决定进秘境去将柳如月跟胖子救出来。这2人也同样是他们宗门的超级天才。就在几人准备进去之时，吼！一声龙吟声从秘境通道中传了出来，所有人面色一变，接着便看见一条蛟龙从通道中飞了出来。这条蛟龙通体金黄，威风凛凛。更让众人吃惊的是，蛟龙身上居然站着3人。这3人正是苏晨、柳如月、胖子。所有人都懵逼了。各宗门的高层在听门下弟子说蜀山的那个天才弟子引开了蛟龙之后，他们都觉得那个弟子多半无了，同时心里还有些庆幸。他们也曾经听说过蜀山出了一个有史以来最杰出的天才，不少宗门的高层觉得这天才反正不是自己门派的，夭折了更好。可是万万没想到，那个引开蛟龙的蜀山弟子不仅没死，居然还骑着蛟龙出来了。这简直离谱！离谱他妈给离谱开门，简直离谱到家了。苏晨落到蜀山的飞舟上，至于胖子跟柳如月则是各自回到了道门跟幻音宗所在的飞行法器上面。黄金蛟龙则是跟着苏晨，就悬浮在苏晨所在飞行法器的上方。师傅，我回来了。苏晨微微抱拳给楚龙渊行了一礼。楚龙渊大喜，好，回来了就好。楚嫣然也是立马扑了上来，甚至一把抱住了苏晨。师弟，太好了，你没事真是太好了，我还以为你已经……多谢师姐关心，我这不是没事吗？至于一旁方寒的眼神简直要杀人似的，狠狠盯着苏晨跟楚嫣然，双手死死攥着，指甲都几乎快要掐进肉里。可是他却又无可奈何，苏晨的实力实在是太强了，连蛟龙都能够对付，远非他能够抗衡的。现在的他已经生不起任何跟苏晨作对的想法。苏晨就好比是那天上的皎月，自己跟苏晨一比，简直就是萤火。萤火怎可跟皓月争辉？方寒心中大受打击。他本身就是天才，甚至在苏晨来到蜀山之前是蜀山最杰出的天才。可是现在跟苏晨一比，自己那所谓的天才压根儿不值一提，这怎不令他无力？楚嫣然很快意识到了什么，连忙推开苏晨，小脸通红。这样的一幕看得楚龙渊哈哈大笑，他这一笑让楚嫣然更加尴尬了，连忙低下头，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对了，晨儿，这蛟龙是怎么回事？楚龙渊问道。回师傅，他已经被我收服了，并且已经签订了契约，他就是我的灵宠了。楚龙渊眼睛一亮，原来如此，不错。他没想到苏晨竟然能收服蛟龙当灵宠。要知道，这种修为强大的妖兽一般都是很有傲气的，很多都是宁死不从。因此，修士想要灵宠，基本上只能从小培养，或者是那种任人为驯化的才行。很少有人能收服那些野外的妖兽。没想到苏晨居然做到了这一点，还真是让他有些意外。不过转念一想，苏晨这样的天才，那就是天子骄子，是上天的宠儿。这样的人理应有大气运傍身，收服一条蛟龙也就不算多么了不起的事了。秘境中还存活的人全部都出来了。至此，圆空秘境试验算是结束了，也有很多宗门弟子在试验中牺牲了。这很正常，修仙，这条路本就险峻艰难，一路上充满了危险。失去各宗门高手维持的秘境通道再次彻底关闭。接下来就该对这次秘境试验进行排名了。跟苏晨聊完之后，
楚龙渊继续主持了起来。这次的秘境试验，他担任的是主持人的角色。各位，这次试验已经结束，接下来就该统计各宗门参加试验弟子的收获了，以收获进行这次的试验排名。各位弟子的收获，接下来将由刀宗掌门来判定积分，价值越大，积分就越高。现在，众弟子可以开始了。刀宗掌门是一个肌肉大汉，国字脸，络腮胡，浑身肌肉虬结，看起有种不怒自威的感觉。在楚龙渊说完之后，刀宗掌门便坐在了楚龙渊的飞行法器上，并且还摆出了一张桌子，桌子上是笔墨纸砚，用来记录弟子们的收获。很快便有弟子来到了刀宗掌门面前。张掌门，这是弟子的收获。这名弟子将这次在秘境中获得的东西全给拿了出来。张掌门点点头，不错，这株彼岸花可值200积分，这陨星石可值100积分。最终，这名弟子的积分为600点。接着又有弟子上前拿出收获进行判定。不过这些弟子的收获都不算太大，基本上都在1000点积分以下。直到一名枪宗的弟子拿出收获，引起了一阵小轰动，因为这名弟子竟然积分超过了1000，达到了1300积分。这顿时让众多围观者们羡慕不已。这个成绩要是放在往年，起码可以排进前3了吧？是啊，往年前3也不过1000多积分罢了。不知道今年大家的收获咋样？枪宗的那名弟子冲着张掌门道谢后离开，脸上洋溢着笑意。他的修为在进秘境中的弟子中不算太高，但是他的运气不错，找到了一个山洞，山洞里面获得了几块紫晶石，因此才有了这么多的积分。第111章，蜀山排名倒数第1，这把应该稳了。刘自成心里这样想着，他之前就已经了解过了，往年的秘境试炼1000积分的弟子已经能够排前3甲了。今年因为十殿的事情，不少弟子都耽搁了寻宝，因此今年这些弟子的收获要比往年的试炼收获少很多的。枪宗的掌门看到刘自成这成绩，也是面带笑意。王掌门，恭喜啊！今年你们枪宗的弟子成绩不错呀，很有可能能够进入前3，甚至是第1，那也是有机会的。道门的掌门吴道子恭维道：“他们这些宗门虽说彼此之间攀比之风很严重，但表面上的和谐还是要维持的。”王掌门嘴上谦虚道：“哪里，吴掌门的那位道门弟子可是最后出来的3人之一，说不定收获也大呢。那小子也就天赋还行罢了，寻宝这方面就不行了。”跟道门掌门寒暄了几句之后，其余掌门也纷纷过来道贺，这让王掌门简直有种扬眉吐气的感觉。往年他们枪宗的成绩一直都是垫底的存在，那时候没少被其他宗门的掌门笑话讥讽。还好风水轮流转，今年到我家，枪宗今年逆袭了，1000多积分，肯定能取得一个好成绩，甚至就连第1的名次也是有机会争一争的。王掌门很是高兴，接下来的情况也确实是越来越好，因为这些弟子们的积分就没一个比自己宗门的刘自成高的。看来这前3甲的位置，枪宗拿定了，说不定还能拿到第1呢。王掌门美滋滋的在心里想着。很快，各大宗门的弟子们的积分便都定出来了。目前，枪宗刘自成的积分为1300，目前直接排在第1。随着各个宗门弟子的积分出来，剩下的没去判定积分的弟子越来越少了。王掌门，恭喜了！看来这次试炼，你们枪宗要夺下魁首了。是啊，王掌门，你们枪宗可以啊，不声不响的就获得了这么好的成绩。王掌门，等结果出来了，你可要请客啊，我们要吃零食。是啊，王掌门，你们这么大的喜事，是得请客。面对众掌门的调侃，王掌门也不矫情，直接大方的道：“如果我枪宗能进入前3，一定宴请众位掌门。”一行人聊得火热，蜀山这边却是有些阴郁，因为蜀山弟子的收获太少了。方寒这个蜀山的天才弟子，积分最终也才700分，而楚嫣然更是只有200积分，其余还活着的蜀山弟子也差不多，这让蜀山的众位高层脸色极为不好看。照目前的情况下去，蜀山妥妥的在众宗门中排名垫底，不出意外，倒数第1的名次没跑了。你们在搞什么？怎么才这么点收获？蜀山的大长老看着蜀山弟子们骂道。蜀山的弟子们一个个的都惭愧的低下了头。这次蜀山弟子在秘境中本就损失惨重，收获就更少了。其余蜀山高层也都一个个的脸色不好看。这次看来咱们蜀山排名要垫底了。三长老叹息一声，宗门的排名是将所有弟子的积分加一起来进行排名的。这次蜀山弟子在秘境中牺牲了不少，这样一来积分综合就不可能占优势。再加上剩下的这些蜀山弟子们一个个的积分都低得可怕，连任何一个宗门都比不过，这不妥妥的垫底吗？此刻的各位掌门都站在一起，观看着弟子们的积分评定。枪宗的王掌门此刻吹风得意，
他们羌宗的刘自成是目前所有评定了积分的弟子中积分最高之人，而且羌宗的积分总和目前也是排名第一，可以说是风光无限了。呵呵，楚掌门，贵宗今年的排名不太行啊，不过也不用气馁，毕竟谁也不可能一直保持良好成绩的。王掌门含笑说着，但明眼人一听就能听出他话语中的得意。往年蜀山的成绩一直很好，甚至从未跌出过前3，而且蜀山的综合实力也一直隐隐地排在第一。现在看到这样强大的蜀山，这次居然可能会倒数第一，王掌门顿时就高兴。人就是这种心理，喜欢看到别人跌落凡尘，喜欢看到别人吃瘪。虽然别人吃瘪对他们并没有任何好处，但人就是会有这种心理。这就跟现实中的亲戚一个道理，嫌弃穷怕你富，笑你无怕你有。其余宗门的人听到这话也是议论了起来。蜀山可是号称第一的宗门，没想到这次成绩居然这么差。蜀山的弟子在秘境中牺牲了很多，而剩余活下来的弟子收获也少，评分排名倒数并不意外。蜀山这次可要遭遇滑铁卢了，从排名前几一下子到倒数第一，这落差未免也太大了。蜀山恐怕要沦为笑柄了。这些人的议论让蜀山的长老跟弟子们都攥紧了拳头。屈辱，简直太屈辱了！堂堂蜀山，实力被誉为第一的宗门，现在的成绩居然排在倒数第一，这简直就是奇耻大辱。楚龙渊神色也不太好看，这次蜀山成绩确实有些差了。不过他还是说道：“王掌门这什么急？我们蜀山还有一名弟子还没评定积分呢。”楚龙渊说的正是苏晨，目前蜀山只剩下苏晨还没有过去评定积分了。你们蜀山的苏晨实力是强，可是这积分评定可不是比拼实力，运气也是非常重要的。王掌门不以为意，他并不觉得苏晨一个人能对蜀山排名倒数第一的事实起到什么作用。苏晨实力是强，可是如果运气不好，那收获也不会多。而且目前蜀山的总积分落后太多了，就算是苏晨能够获得1000积分，蜀山的总积分依旧是倒数第一。这是人数决定的，蜀山的弟子牺牲惨烈，是所有宗门中死的最多的，因此总积分也就自然而然地沦为了倒数。想要靠苏晨逆袭，这根本就不现实。其实楚龙渊也只是嘴硬而已，他也清楚苏晨就一个人起到的作用不会太大。第112章，羌宗排名沦为老2。这种排名比拼的是团队，个人的力量总归是有限的。王掌门也知道楚龙渊这是嘴硬，所以就笑笑不说话，心中却在想：我看你能嘴硬到几时？很快弟子们就要评定结束了，到时候蜀山的苏晨就不得不去评定了，那时就将尘埃落定。到那时，倒数第一的成绩血淋淋地摆在大家面前，看楚龙渊还怎么嘴硬。王掌门满含期待，在他想来，苏晨就是拖延时间，不过这拖延时间总归是徒劳的，总不能你拖了时间，最终的结果就改变了吧？这不现实。然而他不知道的是，苏晨之所以选择在后面去，主要是因为他储物袋中的东西太多了，光是评定估计都要花费很长一段时间。作为一个有着良好品质的五好青年，他自然不愿意浪费大家的时间，十分贴心的将自己评分的时间放在了最后。此刻所有弟子中已经只剩下了3人没去评分，这3人正是苏晨、柳如月以及胖子。柳如月跟胖子都看向了苏晨，苏晨用传音的秘法通知胖子跟柳如月，让他们2人先评分。这传音秘术也是从秘境中清虚道长的传承里得来的。可以说这次秘境之行除了增加了不少经验外，苏晨最大的收获就是清虚道长传给自己的术法，这些术法中有很多都非常实用。胖子跟柳如月2人得到苏晨的传音后，便也来到苏晨等人所在的非洲上找刀宗张掌门评定积分。最先过来的是柳如月，他直接拿出了这次在秘境中的收获。这次秘境之行，他除了修为增长了外，还收集了不少的噬魂藤。这些噬魂藤是很高等的材料，越是等级高的噬魂藤，价值也就越高。柳如月直接将储物袋中的噬魂藤给取了出来，现场直接堆积起了一堆小山般的噬魂藤。原本谈笑风生的众人顿时安静了下来，现场一片死寂。怎么了？怎么忽然这么安静？一名弟子本来正在跟同宗门的师兄说话，却感觉现场忽然就安静了下来。他也连忙止住了话语，看向师兄看着的方向，然后便看见了此刻在刀宗的张掌门面前小山般的一堆噬魂藤。他嘴巴顿时张大，满脸骇然。死寂般的现场安静了好一会儿。这是噬魂藤，而且居然还是修为很高的噬魂藤藤蔓。一名长老说道。他这话一出，顿时其余人也开口谈论了起来。噬魂藤，天啊，居然这么多的噬魂藤！
噬魂藤是什么东西？有人不解。很快便有人回答了这名弟子的疑惑：噬魂藤乃是一种天材地宝，其藤身十分坚硬，可以用来炼制一些法宝。而且噬魂藤的枝叶也是能够恢复伤势的灵药，修为越高的噬魂藤就越坚硬，恢复伤势的效果也越好。听到解释，这名弟子顿时恍然大悟，怪不得现场的掌门以及长老等都瞠目结舌，原来这噬魂藤竟然这么珍贵，不仅能够炼制法宝，而且还能作为灵药来恢复伤势。可是这么珍贵的东西，此刻居然跟大白菜似的，直接摆了这么一大堆在这里，这怎能不让人吃惊？现场众人安静过后，也都沸腾了起来。天啊，怎么这么多噬魂藤？这是幻音宗的女弟子，她虽然戴着面纱，但是一定很美。她居然能够获得这么多噬魂藤，真是太不可思议了。这些噬魂藤中似乎还有元婴以上的噬魂藤，这对咱们修士来说是难得的灵药啊。是啊，这些噬魂藤中的枝叶估计都能提出数十斤。幻音宗厉害啊，这些噬魂藤能够获得很多的积分吧？所有人都羡慕了，一个个目光中甚至都冒着贪婪的红光，那叫一个羡慕妒忌恨。如果不是现场这么多的宗门前辈，估计这噬魂藤就能够引起不少人的贪婪了，甚至还会被人抢夺。不过现场各大宗门的掌门跟底蕴都在，这种想法也就只能在众人心中萦绕罢了，压根儿不敢付诸实践。前辈，还请评定一下这些噬魂藤所值的积分。柳如月天籁般悦耳的清冷声音响起，她的声音有种御姐女王般的冰冷感，很御。如果是那些声控听到她的声音，甚至会为之疯狂。刀宗的张掌门刚开始也被震撼住了，此刻听见柳如月清冷的声音，也是立马回过神来。一番判定过后，张掌门道：这些噬魂藤价值5000积分。他这话一出，顿时全场哗然，所有人都被震撼住了。我擦，我没听错吧？这居然价值5000积分，太牛逼了吧！5000积分啊，有些宗门所有人加起来都没有5000积分吧？他一个人居然都抵得上别人一个宗门了，恐怖如斯啊！我更好奇他的噬魂藤是怎么得到的。是啊，这些噬魂藤修为可不低，感觉他的修为不可能斩杀这么多噬魂藤吧？此刻就连幻音宗的掌门都有些懵了，他怎么也没想到柳如月在秘境中的收获这么大。本来这次他们幻音宗的排名排在倒数第3，可这次柳如月一出马，立马将排名给拉了回来，现在直接成为第1，将羌宗都给超越了。薛掌门，恭喜了！是啊，恭喜了，多谢大家了。幻音宗的掌门微微颔首，回应了众人几句。此刻羌宗的掌门有些难受，本来他们宗门是第1的，结果一个柳如月一出，他们宗门的排名就被爆了局，现在直接从第1的位置沦为第2。第2就第2吧，好歹也是前3。羌宗掌门这样想着。接下来前去评分的是胖子，胖子同样将储物袋中的噬魂藤给取了出来，又是一堆小山出现在所有人眼前。各大宗门的人都傻眼了，怎么又来？这道门的弟子居然也这么多噬魂藤，莫非他们是组队的，所以获得的都是噬魂藤？我想起来了，这胖子跟刚刚幻音宗的女子以及蜀山那名弟子是一起的，他们肯定是组队碰到了噬魂藤群。第113章秘境试炼结束，苏尘事迹传遍蜀山。可是噬魂藤群多可怕啊，他们碰到了噬魂藤群居然还能活下来，这未免也太牛了吧！你是不是傻呀？那个蜀山的弟子都能把蛟龙都给收服了，对付个噬魂藤还不是手到擒来？这倒是。话说那黄剑蛟龙真的有那么厉害吗？还有就是蜀山的那个弟子真的有那么强吗？会不会是那些进秘境中的弟子太夸张了？人群中一阵议论，羌宗长老面色则是很不好看。凭这个胖子拿出来的这些噬魂藤，积分绝对超过了自己宗门的那个弟子。如此一来，原本排名第1的羌宗，现在多半就要沦为第3了。果然，他刚这样想着的时候，刀宗的掌门开始评分了。道门弟子王磊，积分4500。这评分一出，道门直接冲入前3，超越了刚刚沦为第2的羌宗积分，排名第2。目前的情况就是幻音宗第1，道门第2，羌宗第3。这第2其实也是胖子有意为之，他拿出的噬魂藤故意比柳如月价值低一些，这是因为这次的秘境之行他已经获得了足够多的好处，其中最重要的自然便是清虚道长身上的道门传承，这对他来说是天大的好处，能够极大的增加他自身的实力。他们3人同行，苏晨跟胖子都获得了好处，只有柳如月收获最少，因此胖子故意没有超越柳如月的积分。接着下来，最后一位评分的便是苏晨了。苏晨跟胖子的想法是一样的，这个积分第1的奖励对他来说没啥作用，毕竟他现在的武器水寒剑可是品级10分不错的武器，
自然就犯不着再去争一把品质更低的武器了，倒不如将机会留给柳如月，毕竟柳如月的收获在他们三人中是最低的，这第一名的奖励就当成是给柳如月的补偿了。因此苏晨也就大致的拿出了一些比柳如月价值低的噬魂藤根从骷髅士兵那儿夺过来的兵器，最终他评分为4800。至此前3名确定了，个人排名前3的分别为柳如月、苏晨、王磊，而宗门排名前3的则是幻音宗、道门、蜀山。至于枪宗则是直接被挤出了前3。楚龙渊笑呵呵的，哼，之前是谁说靠苏晨无法逆袭来着？这不，我蜀山靠苏晨就进入前3了，这不是逆袭是什么？王掌门顿时脸色青一阵红一阵的，之前那番话就是他说的，甚至他以为枪宗能获得第1就有些飘了，开始显摆。结果最后关头，幻音宗、道门、蜀山纷纷将枪宗爆局，枪宗直接跌出前3。最可恨的是，蜀山刚好第3名的位置将枪宗给挤了下去。周围各大门派的掌门跟长老们听见楚龙渊这话都没有接话。楚龙渊这明显是在挤兑枪宗的王掌门，回应之前王掌门的嘲讽，他们自然不会低情商的在这时候搭话，只是不少人微微低下头，掩饰了脸上的笑意。如果不低头，可能表情管理就失控了，那可是得罪人的事。王掌门无话可说，无法反驳，只是脸上一阵火辣辣的，这脸被打得生疼。哼！最终王掌门冷哼一声，十分傲娇的将头给转向了一边。至于蜀山这边，众人的心情都好了不少，这次能够排名第3已经算是一个十分不错的成绩了，连带着这些弟子对苏晨的感官都变了。之前的苏晨在宗门中都被传天赋异禀，是绝世天才，甚至被从未收过弟子的掌门收为弟子，这些都让蜀山的很多弟子妒忌。可是此刻苏晨却让他们产生了一种认同，是苏晨维护住了宗门的荣誉。然而他们不知道的是，如果苏晨将在秘境中的收获全部拿出来评分，蜀山的成绩可能会打破历史记录。只不过苏晨没那么做而已。所有参与秘境试炼并且活着出来的弟子们都评了分。在作为主持人的楚龙渊将名次宣布之后，又颁发了奖品。这次各大宗门联合举办的秘境试炼彻底宣告结束。楚龙渊带着蜀山众人再次上了飞舟，准备回去。你就跟在我们后面，跟我一起回蜀山去。苏晨冲着黄金蛟龙说道。黄金蛟龙跟天双飞马不同，天双飞马是游戏爆出的宠物蛋孵化的，可以直接收回个人在游戏中专门的灵兽空间中。但是黄金蛟龙不是，它是属于这个游戏世界的原住民，而且只是被苏晨以术法控制住，强行让其臣服了而已，所以无法收到宠物空间，只能让其在外面。好的主人。黄金蛟龙听从苏晨的命令，直接引入了天空中的云层中，遥遥地跟在众人的飞舟后面。蜀山的众人看着这一幕，全部都露出了羡慕的神色。那可是黄金蛟龙啊，而且还是十分接近真龙的存在。可就是这样强大的生物，居然被苏晨给收服了，这简直太令人羡慕了。这么强大的黄金蛟龙都能被苏晨收服，苏晨简直太厉害了。有这么一头蛟龙作为手下，简直太拉风了。苏晨还有一头天双飞马，也是一只高等级的存在。几个蜀山的弟子议论纷纷，话语中满是对苏晨的羡慕。当然了，还有尊敬。修仙界毕竟是以实力为尊，实力强大的人才配得到别人的尊敬，而苏晨恰好就有了这样的资本。方寒听见这些人的议论，暗自攥紧了拳头，同时内心生出一股无力感。如果苏晨只是普通的天才，那他还能豪气地说30年河东，30年河西，还能发誓超越苏晨。可是苏晨这哪里还是天才，分明是超越了天才这个档次了。这么年轻，这么强大的实力，自己拿什么去追赶？拍马也赶不上吧。一行人心思各异地回到了蜀山，而这次秘境试炼也在弟子中传播开来，尤其是苏晨的事迹更是魔幻的跟神话故事似的。你们确定没吹牛吧？苏晨才进宗门多久就能有这样的实力了？一个蜀山弟子不大相信地说道。第114章，苏晨事迹传遍蜀山。整个蜀山很大，内门外门弟子加起来足足数千人，这么多的弟子自然不可能每个都进元空秘境，能进去秘境的都是宗门的天才。因此苏晨的这些事迹，很多弟子由于没有见过，自然就不相信这些传出来的故事是真的。苏晨虽然是咱们宗门的第一天才，这测试的时候咱们也知道，可他进宗门时间太短了，怎么可能那么强？就是啊，苏晨天赋高我承认，可是什么一人单挑骷髅士兵，对抗蛟龙不败，并且还成功收服蛟龙之类的事迹，也太玄幻了吧。就是啊，元空秘境中那么多天才，
那么多的高手，苏晨能排进前10吗？很多弟子根本不相信，觉得苏晨这是被神化了，甚至认为这是宗门在故意给苏晨造势，好让苏晨增加影响力。不是，这是真的，我哥就是那门弟子，他跟一名进入密元空秘境活着回来的天才关系不错。苏晨的事迹是那名天才亲自告诉他的。苏晨可不是一般人，那可是妖孽，是咱们蜀山有史以来最杰出的天骄。天骄的妖孽之处，岂是我等能揣度的？我听我哥说，在秘境中，好几个宗门的天才被一群骷髅蛾围攻，这些骷髅精刚不坏，弟子们的武器斩在他们身上一点伤害都没有。就在众人绝望之时，苏晨出现了，他手持冰蓝色的宝剑一剑斩出，那些坚不可摧的骷髅就散架了。还有就是，苏晨还对战修为高深、被元空秘境主人清虚道长封印起来的黄金蛟龙。当时啊，那蛟龙一出，天地色变，所有天才弟子全部被他的威压震慑，无法动弹。最后是苏晨击败了蛟龙。还有就是，咱们蜀山这次本来排名应该是倒数第一的，因为死的弟子太多了，总积分上不去。最后是苏晨拿出了噬魂藤，扭转了局势，硬生生让咱们蜀山冲进了前3。这名弟子侃侃而谈，仿佛他说的这一切都不是从别人那里听来的，而是他亲眼看见的似的。张三，你这说的好像你亲自在场看见了似的。苏晨真的有那么厉害吗？这样的讨论在整个蜀山很多地方都在发生。一处练武场，场中一棵巨大榕树下，一名弟子手持折扇在虚空中指点着，那模样颇有几分书生气质。本来各大宗门的弟子都觉得血祭能够打开石殿，从而获得里面的传承。可是当血祭完成之后，一头黄金蛟龙猛地从地底窜出。说到这里，这名弟子打开折扇，扇了几下，摇头叹息。原来啊，这血祭并非打开石殿的方法，而是为黄金蛟龙提供血肉精华的方法。吸食了足够多的血肉精华，黄金蛟龙恢复了几成实力，再加上清虚道长准备的禁止封印年代久远，威能减弱，所以黄金蛟龙便冲破了封印，出现在了众人面前。这一刻，庞大的威压袭来，众人动弹不得，而且众人也终于明白了过来，原来之前的血祭根本不是打开石殿的方法，而是为蛟龙提供了血肉精华，反而助其脱困了。说到这里，这名极有天赋的说书弟子停顿了下来，端起了一杯茶，吹了一下之后，轻抿了一口。而在他身边，那些弟子听得正起劲呢。而这故事还是正处在精彩时刻，在这种时刻断了，让众人的心里跟猫抓一般难受。万三千，你快说啊，后来又发生什么了呀？就是啊，你快别喝了，继续往下讲啊！快点讲故事，我还要听下面的故事呢。快说后来发生了什么？我给你打赏零食，你快继续往下讲。我也给你打赏，催更催更。一时间，这名姓万的弟子面前便积攒起了一小堆的零食。看到这些零食，万三千心里顿时大喜，眼里都冒着激动的光芒。发达了，发达了！万三千在蜀山号称万事通，他消息很灵通，知晓很多宗门事迹。他也是在世俗界游历的时候，路过一家客栈，看到了里面的说书人，这才将这种模式借鉴了过来。今天也是第一次尝试讲故事的方式来说宗门的大事，没想到今天第一次尝试这种讲故事的模式，效果就这么好。平日里他卖一个消息也才赚几块零食，可是今天将元空秘境中的事以讲故事的方式说出来，却收获这么多的打赏，简直不要太爽！来钱这么快，以后狗才去卖消息。万三千决定了，以后就讲故事了。嘿嘿，万三千笑眯眯的，他的眼睛很小，笑起来的时候眼睛都眯成了一条缝，几乎看不到眼睛。将众人的打赏收入储物袋中后，他打开蛇扇摇了摇。大家别急啊，且听我满满说来。黄金蛟龙刚刚冲破封印，看见这么多修士，顿时大喜，吃了这些修士后便能再次恢复部分实力，因此他张开了血盆大口，准备将众人吞噬。听到这里的众人情不自禁地打了个寒战。不得不说，万三千的声音不错，讲故事也很有天赋，三言两语就将人带入了故事中。众人此刻感觉他们仿佛就在现场似的。此刻一条蛟龙正要将他们吞噬，顿时一个个的都恐惧了起来。就在这时，众人身形一闪，消失在了原地。原来众人进入了石殿中，是清虚道长将他们转移到了石殿中。众人皆以为得救了，然而清虚道长说他只是一道即将消散的分身，救不了众人。众人顿时绝望，可是清虚道长却说现场有一个人能救大家，那人就是咱们蜀山的绝世天才苏晨。可大家不信，苏晨进蜀山才多久，怎么可能敌得了修行无数岁月的黄金蛟龙？所有人都不看好。然而最后咱们蜀山的天才却击败了蛟龙，这一战打得山崩地裂，海枯石烂，最终苏晨胜出，
收服了蛟龙。听完这个故事，所有人都沸腾了。我去，苏晨这么强大吗？苏晨进蜀山才多久啊，居然就有这样的实力了，厉害啊，恐怖如斯。苏晨简直是我的偶像，我想嫁给苏晨。苏晨的事情在整个蜀山发酵，他的事情不仅在蜀山的 NPC 中传开了，就连蜀山的那些玩家也都很快知晓了。所有玩家都倒吸一口冷气，苏晨竟然这么强，他们好多人还在筑基期呢，结果苏晨都能打蛟龙了。那么苏晨现在又是什么境界？第115章，橙子，有没有一种可能你被人夺舍了？苏晨的事迹很快流传开来，先是在蜀山的 NPC 中流传开，然后是玩家，接着便是在整个无尽仙途中流传。如果说之前的苏晨被很多玩家誉为第一高手，还有很多人不服的话，现在的这些事迹则是已经让那些人闭了嘴。要知道，这次的元空秘境试炼，可没几个玩家有资格进去，人家基本上都是当地的土著，是游戏世界中原著名，能进去的玩家无一不是天赋出众，并且修为高的。而这些进去的玩家则是更加清楚苏晨那恐怖的修为，不愧是苏神，简直牛逼！无尽仙途第一高手，实至名归啊！之前还有人说苏晨的第一高手之名是吹出来的，我想看看那些人现在脸红不？苏晨牛逼，苏神就是我的偶像。当然了，也不是所有人都崇拜苏晨的，也有不少玩家看不惯他。能够玩这个游戏的玩家，基本上家里都不是差钱的主，甚至不乏有那种家里小有资产的富二代玩。这些富二代平日里受尽追捧，走到哪儿都是众星拱月般的存在。可是在无尽仙途这个不能氪金的游戏中，他们只能边缘化，比普通路人甲也强不了多少。不能氪金，他们又不会整日泡在游戏中刷副本，所以这一类人的修为有很多都很低，甚至在游戏世界中是垫底的存在。看见苏晨被这样追捧，心里自然就不平衡。在现实世界中被这么追捧的人乃是他们，可是在这个游戏世界中，他们却平平无奇，这怎么可能让骄傲的他们受得了？没必要吧，一个玩游戏厉害的屌丝而已，有什么可值得追捧的？我也想说这个，一个屌丝而已，不就是游戏玩得厉害点吗？现实中说不定就是个肥宅。把说不定这3个字去掉，我笃定这个苏晨多半就是个肥宅。很多人都开始喷了起来。无尽仙途的世界很大，分为东周、南周、西周、北周、中周5个板块。苏晨所在的是东周，基本上跟其他几周没什么交集，因此那些玩家没见过苏晨也很正常。不过东周这边见过苏晨的玩家，并且还是苏晨粉丝的玩家，尤其是女玩家，可就不乐意苏晨被人这么黑了，当即就跟这些网络键盘侠们对喷了起来。什么叫肥宅？苏神乃是一名大帅哥好吧？苏神简直貌比潘安，怎么可能是肥宅？你们这群没见过苏晨的人就别在这乱黑了吧，多么可笑，见到没见过苏晨就攻击苏晨的外貌，你们这些键盘侠们才是最下头的。两拨人在网上对喷着，而看到网上这些的胖子不禁摸了摸鼻子，肥宅，这不正是说的自己吗？肥宅怎么了？肥宅难道就该被骂？于是胖子立马怒气冲冲的拿起了手机回复了起来。肥宅怎么了？听你口气，肥宅就要被歧视？肥宅吃你家大米了吗？没吃你在这逼逼了屁！我是肥宅，我自豪，我为肥宅代言。喷了那些说苏晨是肥宅的人一顿后，胖子拿起手机给苏晨打去了电话。最近的苏晨在他心里已经变得越发的可靠，有种自己大哥的错觉。苏晨一身运动装正在夜跑，口袋里的手机响了起来。索同心赊的春光梦一场，柳下人一双送的短亭长。手机铃声正是柳如月的歌，上次在秘境中听见柳如月唱这首歌后，他就觉得挺喜欢的，就从网上下载了下来，作为了自己手机的来电铃声。听见来电铃声，苏晨停了下来，从口袋中将手机掏了出来，看见来电显示上是胖子，便直接接听了电话。胖子，怎么了？苏晨伸手擦了擦额头上的汗，这段时间的夜跑加上每天做俯卧撑，让苏晨的身材都变得好了很多，手臂肌肉跟胸肌都成型了，而且人也变得更加阳光精神了。橙子，你之前在秘境中的事传开了，很多玩家都知道了，现在游戏论坛里我看到好多人黑你，说你是个死肥宅。苏晨滋了一声，死肥宅，不是你吗？胖子一时语塞，片刻后道，橙子，你这是往人伤口上撒盐。啥伤口撒盐？这不是客观的事实吗？做人要敢于正视自己。鲁迅先生不说过吗？要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胖子无语，神他妈惨淡的人生，淋漓的鲜血，自己不过就是胖了点而已，又不是啥大问题，咋就惨淡人生，淋漓鲜血了？好了，我给你打电话是想问你，
看见这些黑子的发言，你不生气吗？苏晨笑了，为啥要生气？人就是这样，不管怎样，都会有人不喜欢你，甚至会有键盘侠喷你，这不是很正常吗？不要在意就行了，人嘛，不要因为不相关的人生气，不值得。卧槽，好他妈有道理。胖子只觉得现在的苏晨随时说句话都蕴含了人生哲理，简直牛逼拉丝。难道说玩游戏成为游戏世界中的大佬还能修身养性？否则怎么解释现在苏晨的变化？要知道以前的苏晨可是非常在意别人看法的，而且以前的苏晨可是说不出这样一番有道理的话来的。以前苏晨话少的不行，就连跟女生说句话都会结巴，跟班上同学也很少说话，大部分时间就是沉默不语，静静聆听，存在感低的一批。可现在苏晨跟李曼结束了，也不见丝毫难过，反而还不以为意，闷声不响的就在游戏中赚了大钱，还成为了游戏中人人羡慕的大佬。橙子，你说有没有一种可能，你被人给夺舍了？这种事情我也是听宗门中的人说的，说是有些老怪物可以靠夺舍众生。滚蛋！苏晨没好气的骂了一句。好了，网上的事情不用在乎，被喷几句无关痛痒，反正我又不关注这些，我继续跑步了。你有时间也可以运动运动。第116章，柳如月跟苏晨在同一个小区。挂掉电话，苏晨摸了摸鼻子，心里不禁有些感慨，没想到胖子这么敏锐。不过这倒也不稀奇，胖子跟自己是好朋友，自己的性格有些变化，胖子肯定能觉察。而且苏晨明白，胖子这只是开玩笑而已。夺舍重生，这倒是让胖子说对了大部分。按照常理来说，苏晨觉得自己这算是重生，如果真要说夺舍，其实也能勉强说得过去。所以我夺舍了我自己。苏晨笑了笑，不以为意。他将脖子上挂着的蓝牙耳机戴到耳朵上，听着这个时代的音乐，继续小跑了起来。前方树林里有一个拐弯，树林里有些黑，苏晨跑过去，一时间没注意，对面拐过来一个人影，砰的一下，两人撞到了一起。哎呦！苏晨呼了一声，看见一个人影被他撞得跌倒在了地上。美女，你没事吧？苏晨连忙询问道。柳如月只感觉自己刚刚仿佛是被一辆卡车撞到了身上，而摔倒的时候好死不死的还扭到了脚，痛得他直抽泣，脚腕处火辣辣的。柳如月觉得他一时半会儿是没法靠自己爬起来的。苏晨连忙去扶跌倒在地上的女子，因为这里属于灯光死角，没法直接照射到，所以有些昏暗，再加上柳如月戴了帽子，所以一时间没有认出来。柳如月犹豫了一下，本来想要拒绝的，毕竟他好歹也算是一个大明星，跟普通人最好还是保持距离。可是脚腕处实在疼痛，没办法靠自己起来，因此犹豫了一下，还是没有拒绝，让这个撞倒自己的男子搀扶着站了起来。她是个坚强的女孩，紧咬着贝齿，没有发出声来。她还是第一次跟男人这么近距离的接触，身边的男人身上传来一股淡淡的古龙香水混合汗水的味道，味道并不难闻。小姐，抱歉啊，我没看到你过来，我先扶你到那边的座椅上休息一下吧。苏晨这般说道。回应他的是一声轻轻的嗯声。听见彼此的声音，两人都有些发愣，因为两人都觉得这声音熟悉。苏晨扶着柳如月往路边的座椅上走的时候，柳如月也终于在有光的地方看清了苏晨的脸。苏晨在座椅上坐下后，他轻唤了一声。苏晨一怔，然后这才仔细打量着这个被自己撞倒的女子的脸，睫毛浓密，眉如远山，琼鼻翘挺，冷白色的皮肤白得发光，像是自带了一层磨皮，五官完美无瑕，鹅蛋脸让她的脸型跟市面上那些网红脸区别开来，身上似乎有种淡然的气质。柳如月，苏晨这话让柳如月直接愣了好一会儿。自己在游戏中从掌门那里得来了一个面纱的，那是一件可以遮挡容貌、隔绝探查的法器，在游戏中自己一直带着，哪怕是跟苏晨在一起刷副本闯秘境，也从未摘下来过。那么苏晨是怎么认出自己的？心中疑惑不已，但柳如月还是大方的承认，是我。他声音很好听，话语很简洁，一个多余的字儿都不带有的。苏晨自然明白他的性格，笑着道：你怎么在这里？莫非你也是这别墅区的业主？柳如月强忍着脚腕处传来的疼痛点了点头，我本身就是山城人，最近这段时间我准备休息，没什么工作，而这里风景不错，所以就买了这里的房子。柳如月拧着好看的黛眉解释道。苏晨看到他这模样，也是立马知道了，柳如月应该是扭到脚了，脚疼。毕竟刚刚他搀扶柳如月过来的时候，柳如月都是用一只脚使力的。你的脚扭伤了吗？要不我带你回家去吧，你这样子自己应该没法回去了。柳如月听到这话犹豫了一下，
他还从来没有邀请过男人到自己家里做客。不过他对苏晨还算了解，两人也算是朋友了，因此犹豫了一下后便点头同意了。好，依旧是简短的一个字，言简意赅。苏晨在柳如月身前蹲下，上来。柳如月直接愣住了，他以为苏晨说的送自己回去应该是搀扶自己走回去，却没想到苏晨直接在自己身前蹲下来，将后背留给了自己。这意思再明白不过了，苏晨这是要背自己回去。柳如月脸微微泛红，这不太好吧？没啥不好的，咱们不是朋友吗？而且你这样子不适合走动，走动你受伤的脚难免会加重伤势，我都不怕吃亏了，你还怕呀？苏晨开了个玩笑。柳如月本就不是个矫情的人，直接上了苏晨的背，让苏晨背着他。苏晨能感觉到柳月如柔软身躯接触后背传来的触感，鼻尖也闻到一股好闻的淡淡香味儿。给我指路。沿着这前面直走。在柳如月的指引下，苏晨背着他在月下前行着，路边的灯光将两人的影子映照在地面上，影子被拉得很长。柳如月不愧是做艺人的，对身材的管理十分严苛。苏晨背着他觉得很轻，当然了，这也跟最近苏晨一直锻炼有关系。要是他还是之前那样，哪怕柳如月再轻，他背着也会吃力。毕竟他自己之前就是一个手无缚鸡之力的书生，妥妥的弱鸡一枚。柳如月也就是给苏晨指路，两人没多说什么。苏晨背着柳如月走了1公里的路程，到了柳如月的别墅，将柳如月背进别墅中，放到了沙发上。你家里有跌打损伤的药吗？苏晨问。有，在2楼的书房，书桌上面有一个药箱，里面有跌打药。柳如月是个很自立的人，而且很会生活，因此家里都会准备常规的药物，像是感冒药、止咳药、消炎药这些都有。你在这里等我，我去拿。苏晨直接上了楼，很快就找到了书房。书房中有很多书籍，苏晨看了看，都是些什么庄子、大师禅法、哲学、心理学之类的书籍。柳如月老是看这些书籍，怪不得气质那么人淡如菊，无欲无求的。第117章，你那是想陪我吗？一联想到柳如月那清淡的气质，苏晨不禁感叹，果然书是个好东西。都说读书能提升气质，果然世人诚不欺我。随意看了一眼书房中的书后，苏晨找到了药箱，从里面拿出一瓶跌打药后便下了楼。这个给你，你在脚腕上多揉一下，实在是抱歉了，刚刚那里是个拐弯的死角，光线有些昏暗，所以我就没注意。苏晨再次歉意地说到刚才的事故，这确实是他的错，害得柳如月脚腕受伤了。没事儿，应该就是扭了一下，过2天就好了。对了，你是怎么认出我的？我在游戏中一直有佩戴了面纱的，而且那面纱还是一件法器，能够隔绝探知。柳如月对这件事倒是挺好奇的，一直都佩戴了面纱，别人无法探查到自己真面目，可是苏晨为何一下就将自己给认出来了？虽然自己是一个艺人，但是艺名是柳若雪才对，苏晨就算认出自己艺人的身份，也应该叫自己柳若雪才对。可刚刚苏晨叫的是柳如月，这也就是说苏晨认出的是游戏中自己的身份。哼，你不是天后吗？我手机里都有好几首你的歌，因此看到你的脸自然就认出了。想必整个大夏国大部分的年轻人都认识你吧？苏晨随意的找了个借口，然而柳如月已经觉察出其中的不对，自然不会相信。你说的不对，我艺名叫柳若雪，你如果认出的艺人的身份，应该叫我这个名字才对，可是你叫的是柳如月，这说明你已经知道我就是游戏中的柳如月了。柳如月语气十分笃定的说道。苏晨听到他这语气都愣了下，没想到柳如月居然这么聪慧，一下子就觉察出来称呼上的小细节。苏晨无奈苦笑一下，摆摆手，没想到你竟然这么聪明，一下就觉察到这点细节了，我都没注意。柳如月这时已经将跌打药倒在了白皙的掌心中，她脱下白色的袜子，轻轻撩起了运动裤的裤腿，露出雪白的小腿跟白嫩的玉足。以前苏晨总觉得玉足这个词有几分尴尬，脚丫子就脚丫子呗，一个人的脚再白怎么配叫做玉足呢？不过今天看到柳如月的脚，他才明白了，这个词真的没有夸张，有人的脚真的就这么精致。苏晨不是什么猥琐男，只是不小心看到了一眼而已，很快就不着痕迹地收回了视线。柳如月纤细的手掌轻揉着脚踝的位置，你还没回答我，是怎么认出我来的？苏晨捏了捏光洁的下巴，我是听见你声音才确定的是你，毕竟你的声音很有特色，很容易就辨认出来。也是听见了你的声音，我才确定你就是柳如月，而游戏中的柳如月就是当红天后柳若雪。柳如月眨巴了一下悠长的结语，恍然大悟，原来是这样。他以为苏晨说的就是事实，其实苏晨早就知道了柳如月就是柳若雪。在前世时，柳如月在游戏中身份就曝光了，
毕竟他的声音很有特点，粉丝很容易就能够听出来，因此这种事也不太可能隐瞒得了太久。对了，你家里就你自己一个人吗？苏晨忽然想到一件事，那就是柳如月脚受伤了，起码得休息好几天，在这期间恐怕得需要人照顾才行。是啊，怎么了？我就是觉得你脚受伤了，吃饭啥的都不方便。哦，没什么的，就是脚扭伤了而已，不是啥大事，我没那么矫情，可以自己照顾好自己的。苏晨点点头，放心下来。那就好，他就是担心像柳如月这种大天后会不会比较娇气，脚受伤了需要专门的人照顾啥的。不过看来完全是他想多了，柳如月这一点倒是比现在市面上很多小鲜肉都要强了。毕竟之前他在网上看到几篇娱乐圈的报道，有一个小鲜肉手划破了一道小口子，流了点血，就叫唤个不停，甚至还连忙让自己助理带着去了医院。结果医生一看，神色复杂的说了句，要是再来晚点，伤口都要结痂了。还有一个女明星，人倒是不怎么红，是个糊咖，结果拍戏的时候在沙漠中，这女明星非要用珍贵的矿泉水来洗澡。由此可见，现在这些娱乐圈中的艺人一个个的多娇气。不过显然柳如月跟那些人不一样，活该柳如月这么红。柳如月揉完脚腕，看向苏晨，就是我脚腕受伤了，接下来可能的多静养了，太无聊了，只能玩游戏了。要不咱们组个队，你带我多刷刷副本。苏晨自然不可能拒绝，毕竟是他害柳如月受伤的，而且就算没有受伤这回事，前世柳如月帮了他，他也不会拒绝。刷刷副本而已，小事而已。因此苏晨直接就答应了下来。行，今天你先休息一下，明天咱们组队。见到苏晨答应，柳如月脸上顿时开心的笑了起来。他这人如果是跟他熟悉的人，便都知道他挺开朗的，可是如果跟他不熟的人，可能就会觉得他很高冷。毕竟他的脸就属于那种冷艳型的，脸上没表情的时候就会显得很清冷。一言为定，待会儿咱们就组队下本。对了，你将王磊也叫上，我将青宁还有小林都叫上，人多热闹。好，苏晨点点头，然后就跟柳如月告了别。他一个大男人总不至于大晚上的在一个女孩子家里待太久，而且这个女孩还是个大明星。回到家后，苏晨洗了个热水澡，换了身衣服，随后给胖子发了个消息，待会儿下本刷副本。胖子的消息很快就回了过来，今天不行，胖爷准备去洗脚城洗洗脚，好好照顾一下小姐姐的生意。你那是正儿八经的洗脚吗？当然正经了，洗脚城不洗脚还能干吗？你开心就好。对了，我今晚要跟柳如月还有张清宁、马小玲等几个妹子组队，游戏中等我，我马上上线。不洗脚了？洗啥脚啊？还是跟着我成哥干游戏好，不然成哥一个人玩游戏太寂寞了。苏晨都不好意思揭穿他，你那是想陪我玩游戏吗？第118章，炖个鸡汤去慰问一下。与此同时，苏晨在游戏中的事迹已经传遍了整个游戏论坛。李曼的床搭子张成冲浪的时候也刚好看见了苏晨的事迹。无尽仙途这个游戏很好玩，但是由于他在里面太垃圾了，刷个普通难度副本都刷不过，所以玩的时间就少了。而且他选择的是中州，跟苏晨不是一个区域的，因此跟苏晨在游戏中不会有碰到的机会。他其实已经很少关注这个游戏相关的东西了，之所以关注，也是因为网上的这篇报道说，一个叫苏晨的玩家靠着这个游戏赚了上千万，并且这个叫做苏晨的还被很多玩家公认为游戏中的第一高手。小曼，你看，无尽仙途中有个人居然靠这个游戏赚了数千万呢，并且这个玩家还叫苏晨。张成连忙将手机递给李曼，让李曼看他刚刚看到的文章。李曼伸手接过来，手指向上滑动，看着报道。看着看着，他也感觉到心惊，没想到居然能有玩家玩这个游戏就能赚上千万。小曼，你说这是真的还是假的？应该是真的，这报道上说是赚了数千万，就算夸张了点儿，可是1000万应该有的。这年头吃到了游戏的红利，赚了这些钱也正常，这种人毕竟是少数。李曼十分有道理地分析着，这个游戏的潜力，他作为一名玩家是知道的，确实非常真实，只是里面升级太难了，让他很没有游戏体验。而且游戏中的那些天天在线的玩家，一个个的都是游戏狂，对女人似乎兴趣不大。他在里面勾搭了好几个玩家，不过要么就是家里没多少积家底儿，要么就是游戏狂魔对他兴致不大。而且他在游戏中缺少了那种被众星拱月般追捧的感觉，这就导致他对这游戏的兴趣渐渐消失了。修为才筑基初期就没怎么玩了，没啥意思。游戏中那些人没啥眼光，不知道追捧他，他玩着自然就没啥爽感。小曼，这游戏是实名制的，
这个赚了几千万的玩家也叫苏晨，你说会不会是你的那个前男友？张成疑惑地询问。他心里总有种荒诞的感觉，觉得这人似乎跟自己认识的那个苏晨脱不了干系。李曼十分笃定地摇头，不可能是他。苏晨这个名字就是个大众化的名字，同名同姓的很多。而且我很了解苏晨，他就算玩游戏，可是他那性格，那木讷的蠢样子，像是能玩好游戏的吗？正是因为对苏晨足够了解，所以李曼很坚定地认为，这个赚了钱的第一高手绝不可能是苏晨。苏晨就算玩游戏，也是属于那种垫底的存在。毕竟苏晨他喵的连植物大战僵尸都玩不好，还玩得好无尽仙途，编故事都不敢这么编。听了李曼的话，张成也觉得有道理。你说的对，苏晨那呆样，怎么可能玩得好无尽仙途？连我这个常年玩游戏的游戏达人都不行，别说是他了。张成觉得之前自己就是想太多了。苏晨那个调样，怎么可能玩个游戏成为第一高手，还赚几千万呢？说不定苏晨在游戏世界中同样遭受打击，已经退游了都很有可能。苏晨自然不知道他又在前女友口中被狠狠鄙夷嘲讽了一番。10多分钟后，苏晨戴上头盔，进入了无尽仙途。一群人在天元城外集合。大佬，咱们刷哪个副本？张清宁笑眯眯地问道。有个大腿的感觉简直太棒了，他身边好多玩无尽仙途的，他可是知道现在修为比他都低了很大一截。因为那些人没人带，刷副本都很难通关，因此自然修为就上不去了。可是他跟着苏晨刷本，修为却提升得很快。毕竟苏晨可是连炼狱难度都没有失败过一次，每次刷都是必过的。跟着这种大腿，修为提升可想而知。正所谓是一人得道，鸡犬升天，差不多就是这个道理。每个副本都刷一遍。苏晨淡淡回道，如果不是带他们，苏晨自己刷一个炼狱难度的副本很快，可能半小时就解决一局。可是要带张清宁等人，就快不起来了。如果张清宁等人不多刷分提升攻击的话，就打不出伤害，打不出伤害就不能获得宝箱，刷本也就没啥意义了。因此为了照顾大家，苏晨只能慢刷。一晚上的时间，苏晨带着几人将现有的副本炼狱难度都刷了一遍，然后众人才退出游戏睡觉去了。新副本还有几天才会发布，现在只能刷刷旧副本。第二天的时候，苏晨睡到10点多才起来。昨晚刷副本，几人一直刷到了凌晨3点才睡。起床清洗了一番后，苏晨开着一辆劳斯莱斯出去买菜去了。这辆车花了他1000万，不过苏晨倒是没有多心疼，主要是他没体验过这种开豪车的生活，所以才买了这样一辆车。前世的时候他一直没怎么赚钱，等到游戏降临现实，他的实力起来了之后，现实早已经是一片狼藉。尤其是山城，在前期没有实力强大的修士坐镇，城市中很多设施都被游戏中的怪物们摧毁了，很多公路甚至都出现了巨大的裂缝，根本就无法开车。后来他有了修为，也不需要开车了，到哪儿去都直接御空飞行就行了。苏晨开着黑色的劳斯莱斯停到了附近最近的超市底下车库里。在超市里面，苏晨买了一只乌鸡，又买了些沙参、当归之类的东西用来炖汤，接着还买了些空心菜、瘦肉之类的。他准备亲自做饭给柳如月送过去。柳如月脚受伤了，做饭啥的想来是不太方便，所以苏晨准备这2天给他送饭。毕竟柳如月是他害其受伤的，他觉得做了这些才能心里没有愧疚。苏晨很快买好菜回去炖了鸡汤，又做了些家常菜，拿一次性的盒子打包好。看到他这样的举动，婶婶好奇地问，小陈怎么还打包上了？这是准备给谁送饭吗？是给小磊送吗？苏晨无语，不是的，我昨天夜跑将一个邻居给撞了，我就做点吃的过去慰问一下。再说了，胖子配自己做饭给他送吗？给他点个外卖就差不多了，这才是好兄弟嘛。第119章，苏晨做的菜，原来是将邻居给撞了啊，那是得好好给人家道歉，就算人家需要些误工费什么的，也得给人家。婶婶连忙说道，他是个朴实的人，也是个善良的人。再听到苏晨说将人给撞了，想到就是别人因此误工什么的。要不我跟你叔叔去看看他吧，如果需要人照顾，我们可以照顾，反正我跟你叔叔现在也没什么事。婶婶又这样补充了一句，不用了婶婶，这个邻居跟我是朋友，他就是脚扭伤了，你不用担心。婶婶听了这才松了一口气，哦，这就好。不过人家脚扭伤了，如果不方便做饭，你就每顿给人带过去吧。苏晨轻轻颔首表示知道了。刚刚婶婶的话也让他想起了，叔叔婶婶最近没什么事儿做，多半很无聊。老两口跟城里的那些老头老太太不一样，城里的老头老太太可以去打麻将、打牌、下象棋，可以去跳广场舞，可是叔叔婶婶对这些显然都是没兴趣的。
看来是时候得去将店面开起来了。苏晨心里这样想着，跟婶婶说了一声之后，便提着东西出门了。苏晨看了看时间，刚好中午11点40，快要到午饭饭点了。苏晨提着鸡汤跟做好的几道家常菜去了柳如月家。柳如月此刻正坐在阳台的吊椅上，手中拿着一本《庄子》在研读。微微垂下的睫语浓密悠长，一头大波浪卷发披散在肩头，身上穿了一件纱织的雪纺裙，衣袖的边缘还翘起白色的波纹卷边，搭配上她那精致知性的五官，美得不可方物。她的颜值以及歌声正是她能长红不衰的原因。哪怕她很少出现在公众视野中，从来不上任何真人秀，她的热度在圈子里依旧让一众当红的流量女星望尘莫及。正沉浸在《庄子》这本书的世界中时，门铃却响了起来。这里的别墅每一栋都配有一个保安，24小时轮流交替值班的，能够不让保安通报就直接放进来的，基本上也是熟面孔。柳如月拿出手机点开看了一下门口摄像头里的画面，只见一名穿着简单白色 T 恤十分清爽帅气的男生正站在门口，手中还提着东西。苏晨，柳如月呢喃了一声，很快他便明白了苏晨为什么会过来了，想必是昨晚自己脚腕受伤的事才会让苏晨今天再次过来。小美，主人我在。电子般机械的女音响起，开启房门。柳如月吩咐了一句：好的主人。柳如月家安装了智能系统，很多功能都能够通过语音来使用，比如开关门、开关窗帘、家里的空调，这些都能通过语音指令来实现。在柳如月的命令下达之后，智能管家便自动将房门打开了。苏晨直接走了进去，门口就有鞋套机，他将脚放上去套上了鞋套。这是作为客人的觉悟，没有哪个家里地板干净整洁的人喜欢别人穿着鞋进来将自己家里踩得脏兮兮的。苏晨的手机响了起来，他拿起来看了看，是柳如月打来的微信电话，之前他们就已经添加了微信。苏晨拿起手机点击了接听，柳如月好听的御姐声从里面传了出来：苏晨，我在2楼书房外面的阳台上，我这脚下楼麻烦就不下来了，你自己上来吧。好。苏晨回了一句之后便上了2楼，因为昨天就已经进过柳如月的书房了，所以很清楚书房的位置。一上楼便直奔书房而去。书房的门开着，苏晨走进去便看见了坐在阳台上低头看书的柳如月。柳如月穿着一件雪白的纱织雪纺衫，波浪大卷发披散在身后，给她平添了一份知性魅力。柳如月毫无疑问是她见过最有气质的女子，无论前世今生都是如此。饶是前世，在后面游戏降临现实，很多现实中的女子都宛如美了颜似的，但柳如月依旧是最拔尖的颜值。这最主要的是柳如月身上的那股子空灵气质。苏晨觉得这多半跟柳如月常年看书有关系。经常看书的人身上会有一股子的书卷气质，这种气质无法描述，很飘渺，可是却能让人很直观地感受到它的不同。拥有这种气质的人，给人的感觉是那种不具备攻击性，非常亲和舒服的气质。苏晨扫了一眼，也是被柳如月给惊艳到了。不过他可不是那种见到美女就走不动道的男人，对于柳如月的美，他也就是抱着欣赏的心态来看待罢了。我觉得你脚受伤了，可能不方便做饭，外面的外卖又不太干净，吃多了不好，所以我给你带了饭过来，还熬了鸡汤，让你好好补补，争取早日恢复。说着，苏晨提了提手中的袋子，示意自己带的吃的就在袋子中。他走到柳如月身边，将袋子里的吃的都拿出来，一一摆放在柳如月面前的小茶几上。这个阳台上的小茶几可能是柳如月用来喝茶的，上面还摆放着一套碧绿色的精美茶具。谢谢，喜欢喝茶吗？柳如月问。还可以，不过我对茶没什么太深入的研究，喝不出好坏。苏晨摆摆手说道。他一个乡下长大的农村娃，自然是品不来茶，不过对茶这种东西也不讨厌，也挺喜欢喝的。对苏晨来说，10块钱一包的茶叶跟上万块的茶叶，他也感受不出太大的差距来。没事儿，茶嘛，都是用来喝的而已。柳如月倒是不介意苏晨不懂茶，很快他就将茶给泡好了，给苏晨倒了一杯。喝喝看。苏晨端起茶杯，轻轻抿了一口，点点头，不错，清香甘甜，回味无穷，没想到你还有这手艺。柳如月莞尔一笑，我平日里喜欢喝，泡得多了就有了点泡茶经验而已。快吃饭吧，凉了就不好吃了。苏晨将带来的那些一次性盒子打开，露出里面色泽鲜亮的菜。土豆肉丝，那土豆透亮透亮的，带着淡淡的金黄色，肉丝鲜嫩，红色的辣椒点缀在上面。空心菜，碧绿色的，看起来就令人身心愉悦。番茄炒鸡蛋，同样色泽艳丽。最后，苏晨打开鸡汤盒子的盖子，一股浓浓的鸡汤香味瞬间弥漫开来。简单的几道菜，但看起来就很有食欲。第120章，给叔叔婶婶找店铺。柳如月顿时眼睛雪亮，这是在哪家饭店买的？他问道。在他心里，这么色香味俱全的菜，
多半是出自那些比较高级的饭店，普通的饭店是做不出这么有食欲的家常菜的。这很像是饭店买来的吗？苏晨抿了一口茶问。难道不是吗？这色泽自己很难做出来吧？说话间，柳如月拿起一次性筷子，夹了一块土豆肉丝放进嘴里，鲜美的滋味顿时在舌尖绽放。好吃，真的特别好吃。他从来没想到这种家常菜居然也能做得这么好吃。看到柳如月那模样，苏晨不禁摸了摸鼻子，自己的厨艺能被一个大美女夸奖，这让他心里还是有点小窃喜的。这是我自己做的，苏晨淡淡说道。柳如月的手微微一滞，她满脸惊诧。你自己做的？苏晨点头。没想到你厨艺竟然这么好，如果以后哪个女孩子嫁给你，就有口福了，非得被你养胖了不可。柳如月感叹了一下，然后继续吃了起来。她倒是一点儿也不矫情，没有因为饭菜是苏晨做的就扭扭捏捏的，相反的吃得很是自在。两人又闲聊了一会儿，彼此之间就像是认识许久的老朋友一般，相处得很自然。有些人就是这样，可能认识的时间不长，但是却感觉认识了很久。可有些人哪怕认识了一辈子，可却依旧像是从来没有真正认识过一般，后者尤为可怕。苏晨记得他的爷爷跟奶奶就是后者，两个人明明结为夫妻陪伴了一辈子，可是双方却从来都没有懂过彼此。苏晨还记得那是他还在上小学的时候，奶奶在生命最后的时候躺在病床上，他说我感觉这一辈子他从来没有对我好过。奶奶为爷爷生儿育女，种地养猪，生火做饭，操劳了一辈子，可是在奶奶生病住院的时候，爷爷都没去医院照顾过她，甚至爷爷经常因为一点小事跟奶奶吵架，还会摔碗。这样不懂彼此的两人相伴一生，未免太过可怕。不知不觉间，苏晨的思绪飘远。苏晨，你在想什么呢？柳月如的声音让苏晨回过神来。没，就是不知怎的，忽然想起我爷爷奶奶了。你爷爷奶奶，你能跟我说说他们的故事吗？柳如月很期待地盯着苏晨。他没有爷爷奶奶，甚至从小都是在孤儿院里长大的，他的亲人就是院长妈妈，因此他很是喜欢听别人说起长辈们的故事。苏晨笑了笑，你是想听他们恩爱一生，携手白头的故事吗？柳如月点点头。那可能要让你失望了，我爷爷奶奶之间并不恩爱。接着苏晨就讲起了爷爷奶奶的故事。奶奶是个没上过学的人，可是性格很好，待人热情真诚。爷爷就不行了，爷爷初中学历，在乡下算是那个时代的知识分子了，可是性格却不好，家里面的很多重活累活都是奶奶干的，爷爷一辈子都没做过几顿饭，脾气也大，稍微有点不如意就找奶奶吵架，甚至摔碗。苏晨讲得很认真，柳如月也听得很认真。听到后来，奶奶在病床上感叹出那句我感觉她这辈子从来没有对我好过，她不禁潸然泪下。柳如月擦了擦眼角的泪，声音有几分哽咽。我觉得他们那个年代太执着了，一旦结婚就是一辈子，哪怕是婚姻并不美好，他们依旧坚守着对婚姻的承诺。可能是吧，以前听人用那时候车马慢，一生只能爱一人来形容老一辈的爱情时，我并不怎么感动，因为我知道并不是那个时代所有的爱情都是美好的。两人坐在一起闲聊了几句，等柳如月吃完了之后，苏晨将垃圾都收在了袋子里。我给你将这些垃圾拿出去扔了吧，你脚还没好，不太方便。好，谢谢你苏晨。没事儿，那我就先走了。跟柳如月告别之后，苏晨提着垃圾离开了。看了看时间，刚刚2点过几分。扔了垃圾后，苏晨便回去开着车，准备去看看附近的商铺。经过一番思考，苏晨觉得给叔叔婶婶开一家专门卖辅导书的店铺。这种店铺如果开在学校门口，那根本就不会愁销量问题。辅导书是刚需，学生每年都会买。叔叔是初中毕业，婶婶是小学毕业，两人卖个书，苏晨还是相信没什么问题的。这种卖辅导书的店铺比小卖部之类的店铺好多了，还很轻松。一般来说，学生想买什么辅导书，自己挑选就行了，老两口只管收钱就是了。苏晨找店铺的标准就是离家近的，这样叔叔婶婶回家也方便。而且最好店铺是售卖的，而不是租的。将店铺买过来，这样是最好的。在手机上搜索了一番，这附近有一个位置很符合苏晨的要求。这个地方距离临江别墅很近，而且有一所高中，一所初中，甚至还有一所大学。这不是刚好吗？书店到时候可以卖高中跟初中的课外辅导资料，再卖一些文具用品，想来生意绝对不会差到哪里去。将车停到附近，苏晨先是到了山城大学门口的一条街寻找店铺。就在他走在街上找寻合适店铺时，前方忽然传来一阵嘈杂声，并且有很多人聚集。苏晨离得不远，便走了过去。山城大学门口，一群人包围中，一名男子赤着脚站在一辆豪车面前。此刻豪车旁，一男一女站在那里，
男的看起来像是个富二代，女的则是画着精致妆容，勉强算得上是漂亮，能打个7分。而那名赤着脚的男子则是穿着有些土气，皮肤黝黑。几人在对峙，可是此刻却没人说话，只是那名赤脚男子一脸死灰，看起来相当绝望，像是经受了什么重大打击。苏晨看了一下，没看明白，拍了拍身前一个男子的肩膀：“哥们儿，这是发生什么事了？”第121章，为爱冲锋。被苏晨拍肩的大哥显然也是一位十分八卦的男人，听见苏晨的询问，连忙兴奋且义愤填膺地说了起来。这名赤脚的男子叫做陈冲锋，站在豪车旁边的女人是他老婆，豪车旁边的那个男人是他老婆找到情人。在八卦大哥的讲述下，苏晨很快就明白了事情的经过。原来这赤脚男子也就是陈冲锋跟这名画着精致妆容的女子是夫妻，两人今年结婚了，不过这名妻子考上了研究生，就在山城大学上学。至于陈冲锋则是整天辛苦工作赚钱供养女子，为两人的以后奋斗着。陈冲锋每个月的工资自己只留下200元，剩下的全部交给了妻子保管。每个月只有200元，所以陈冲锋戒了烟，也不喝酒。因为是工地上工作，包午饭跟晚饭，为了省钱，陈冲锋也从来不吃早饭。毕竟现在这年头，早上买一笼包子都得10块，一个月下来就得300块，陈冲锋留的200根本不够。再说了，他还要购买一些日用品之类的。这次过来山城，是因为有个亲戚在山城大学有个门市不干了，准备转出去，所以陈冲锋就来看看。他也不想一直打工，也想自己创个业什么的，这些年的积蓄也足够他开个小铺子了。因此陈冲锋没给妻子打电话，直接来了山城，本意是给妻子一个惊喜。如果成功开店，那以后就能跟妻子在一起了。毕竟妻子读研究生需要4年时间，于是他故意给妻子点了一个外卖，让妻子到校门口来拿。然而令陈冲锋没想到的是，妻子居然跟一个男人一起走了出来，并且妻子跟这个男子还表现得十分亲密，甚至还亲吻了脸颊。这顿时让陈冲锋惊怒交加，他想要进学校去，结果因为他不是学校的学生，保安不让进。陈冲锋就爬围墙进学校，结果还被妻子找的男人带着室友威胁，然后又经历了被保安追赶，脚上原本穿的拖鞋都跑掉了。最后妻子约了他在校门口见上一面，跟陈冲锋说清楚这件事。然后妻子就跟陈冲锋摊牌了，说已经有人了，希望陈冲锋给他自由，别阻挡他追求泼天富贵的机会。八卦大哥讲得绘声绘色的，他的描述让人觉得他好像就在现场看见了一切似的。听完故事，苏晨点点头，原来是这样啊，谁说不是呢？这哥们儿太惨了，这头顶上被绿的都快成春天了。苏晨摸了摸下巴，他注意到了这个八卦大哥故事中的一个重点，那就是陈冲锋有个亲戚的铺子准备转租，陈冲锋是过来看铺子的，他准备在山城大学外面创业，好跟自己妻子一直厮守在一起。苏晨那双漆黑深邃的眸子微微一亮，自己不就正在找铺子吗？这个陈冲锋出了这事儿，估计是不会有开店的想法了，就算有那想法，估计也没那个资金了。陈冲锋的妻子一看就不是那种会省钱过日子的女人，这种女人一旦出轨，决定抛弃男的，那又怎么可能会给男的省钱？估计陈冲锋这些年积攒下来的积蓄全被这女人给花光了。陈冲锋一脸绝望地看着女人，我对你那么好，你为什么要这么对我？女人脸上露出轻蔑的笑容，她的话语冰冷至极，对我好？哼，最一无是处的便是穷人的好，我不想再跟你过那种苦日子了。而且我现在考上了研究生，你一个大专生，你觉得你配得上我吗？咱们好聚好散吧，你不要那么自私，阻挡我奔向更好的人。陈冲锋听到这些话浑身一颤，显然是遭受了巨大的打击，整个人面如死灰。那句你不要那么自私，阻挡我奔向更好的人，就像是魔音一般在脑海中回荡，他整个人都呆愣在了原地，就连妻子跟那个男人上了豪车都没有一丝一毫的反应。最后豪车一个转弯扬长而去，现场的男同胞们无不愤慨，这女人也太不是东西了，陈冲锋对她那么好，可是她却不知道珍惜。是啊，人家一个月的工资自己只留200，剩下的全给他了，这么好的男人都不知道珍惜，这种女人简直没有心。男同胞们在愤慨，有些小仙女则是在站在了妻子的一边。人家是研究生，这个男人只是个大专生，两个人就是不般配啊。是啊，根本就不是同一个层次的人。上岸第一件，先斩意中人。更何况这男人根本不是他的意中人，要是有富二代追我，我也愿意啊。就是，谁愿意跟一个又穷又 low 的屌丝在一起？想到要跟这种普男在一起一辈子，我都会感觉不寒而栗。听见这些小仙女们的议论，男同胞们不乐意了。既然不愿意，那一开始为什么要在一起？
人家屌丝怎么了？难道人家是现在才屌丝的？刚开始为什么要选择人家？花招人家的钱上学，现在转身将人家给踢了，咋了？人家是冤大头吗？况且两人还不是情侣，而是领了结婚证的夫妻。现场，男同胞跟女同胞们争吵在了一起，除了苏晨都没人注意到，陈冲锋一脸死灰的默默离开了。苏晨感觉陈冲锋的背影有种风萧萧兮易水寒的感觉，而且随着妻子的离去，陈冲锋的眼睛里一片死寂，仿佛那个女人的离去带走了他一切生机。苏晨连忙跟了上去，苏晨倒是没有第一时间上前打扰，就只是远远的跟着。在陈冲锋的身上，他看到了自己的影子，不过他觉得陈冲锋比自己还惨，自己以前那只能叫舔狗，可是陈冲锋这都已经结婚领证了，这都不能用舔狗来形容了，这是被老婆光明正大的戴绿帽。如果不是陈冲锋想要给妻子一个惊喜，来到了这里，恐怕他还会被蒙在鼓里，傻傻的每个月将工资交给对方。第122章开导冲锋的勇士。他的妻子拿着他辛苦赚来的钱装扮自己，取悦的却是别的男人。苏晨跟在陈冲锋身后，随着陈冲锋走到了江边。山城是一座江畔城市，滔滔江水穿城而过，这里的夜景也很出名，有着魔幻3D 城市的美誉。每当节假日的时候，就有全国各地的游客前来旅游。陈冲锋就静静地坐在太阳底下的江边。苏晨没有立即上前打扰，心结这种东西不是那么容易就解开的，最主要还是得当事人自己想通，念头通达了，就啥事儿也没有了。如果念头不通达，那就危险了。他在阴凉的地方坐着，时刻关注着陈冲锋的一举一动。不过陈冲锋啥动作也没有，就那么静静地坐在江畔的石墩上，面无表情，双眼无神地注视着江面。日落月升，今晚的月亮似乎格外皎洁，哪怕是在灯光辉煌的城市夜景之上，都能看见那玉盘般的月亮。陈冲锋依旧没动，江畔的人渐渐稀少。终于，苏晨看见陈冲锋动了，他动作僵硬地走向了围栏，围栏下面便是滚滚长江。因为雨季的原因，江水的水位上升了很多，波涛也比平日汹涌。这家伙不会想不开吧？苏晨连忙小跑了过去。这段时间的锻炼让他身体素质增强了很多，跑起来都不带喘气儿的。因为本就离陈冲锋不远，所以很快苏晨便接近了陈冲锋。陈冲锋走到围栏边上，双手扣着围栏边缘，准备往上爬。苏晨瞳孔微微放大，他明白了，这陈冲锋一下午的时间居然还是没有想通，现在居然准备跳江寻死。慢着！他连忙跑了过去，将陈冲锋给拉到了一边。兄弟，有啥想不开的？要寻死啊？苏晨连忙找个话题交流沟通了起来。陈冲锋像是委屈，终于找到了发泄口，一个大男人一下子捂着脸蹲在地上哭了起来。在被学校保安追脚上的鞋都跑掉了时他没哭，在被妻子的情人找来室友威胁时他也没哭，可是此刻他却哭得像个孩子。苏晨能明白他的委屈，拍了拍他的后背，从口袋里掏出一包烟，抽出一根递给陈冲锋。兄弟，抽烟不？苏晨自己自然是不抽烟的，这烟是在他跟着陈冲锋到江边时路过一个小卖部买的。陈冲锋嚎啕大哭了一会儿，擦了擦眼泪，伸手接过苏晨递过来的烟。苏晨为他点燃。陈冲锋吸了一口，吐出一个烟圈。香烟的滋味他已经很久没有尝过了。为了妻子，他将烟都给戒了，就为了每个月多省出几百块钱来。以前他觉得抽烟很爽，很放松，可是今天陈冲锋却觉得这香烟是这么的苦，烟入肺腑，化作一缕缕的惆怅。陈冲锋抽了几口后，给苏晨说起了他的事。等他说完，苏晨才说道：我都知道，我今天就在校门口，从你离开学校的时候我就跟着你了。你知道我为什么要跟着你吗？听见苏晨这话，陈冲锋有些茫然地摇了摇头。我跟着你是因为我在你身上看到了曾经的自己。曾经的自己？难道你也有类似的经历吗？苏晨点点头，然后将自己跟李曼的事情说了出来。当然了，他被李曼害死重生的这一段自然是被他隐瞒了下来，这是他的一个秘密，一个人的秘密。苏晨说完又拍了拍陈冲锋，所以兄弟，你没必要为了那种女人寻死觅活的，相反的，你应该庆幸。陈冲锋手指一僵，有些茫然。我 TM 被戴了绿帽还得庆幸，我要不要再买童眼烟花点燃庆祝一下？他目光茫然地瞥向苏晨，是值得庆幸的事情吗？苏晨十分肯定地点头，当然，咱们不能用普通的眼光来看这件事。你想啊，这种女人，你今天来看清了她的真面目，是不是一件好事？如果你今天不过来发现她的这些事，那你就会被蒙在鼓里。将来
你老婆怀了那个野男人的孩子，你还会被蒙在鼓里，然后还会拼命挣钱去养育这个孩子，直到这个孩子长大成人，大学毕业，你以为你苦尽甘来了，结果这时候孩子的亲爹找上门来，你得知你养了一辈子的儿子居然是别人的种，这多恐怖！听着苏晨的话，想象着苏晨描述的场景，陈冲锋浑身止不住的站立。苏晨说的场景太过骇然了，辛苦养了一辈子的儿子居然不是自己的，而是野男人的种，自己一辈子给别人养儿子，这简直就是一种大恐怖。陈冲锋此刻已经有些庆幸自己今天发现了老婆的事情，现在的他后怕不已。苏晨继续循循善诱，你想想看，比起这种后果，你今天发现他是不是一件天大的好事？陈冲锋沉默了一下，继续吐出一口烟圈后缓缓点了点头，表示赞同苏晨这番话。所以啊，这样的好事为什么要想不开呢？你要是死了，这女人刚好拿着你的钱跟野男人潇洒，她还会为了你的死而高兴庆祝，难道你想让她得逞吗？陈冲锋的情绪直接被苏晨给调动了起来，双眼含怒，他才不要让那个女人得逞。而且你想想，你还有父母要照顾，你就为了一个当父死了，值得吗？陈冲锋摇头，这当然不值得。所以啊，你应该好好活着，将钱给要回来，就算要不回来全部，也要回来一半。然后你还要过得比谁都好，让这个渣女后悔。你是为爱冲锋的勇士，不能被渣女轻易击败。陈冲锋倏然间宛如醍醐灌顶，苏晨的一番话直接令他念头通达。是啊，自己为什么要死呢？自己应该活得比谁都好，让那个女人后悔。陈冲锋站起身，直接朝着苏晨鞠躬，行了一个大礼。苏晨也是坦然受之，多谢恩公了，如果不是你开导，可能我一辈子都走不出来，甚至可能命都已经没了。第123章，看中了陈冲锋堂叔的铺子。陈冲锋发自内心的感谢苏晨，如果没有苏晨，自己现在可能已经跳江沉入江底了，过几天可能就会变成一具被水泡的发胀的臃肿尸体漂浮上来，死得默默无闻，甚至媒体都只会用江中男尸来称呼自己。幸好碰到了苏晨，这一切都没有发生，有了挽回的余地。苏晨之恩如同再造，多谢恩公了，如果不是你开导，可能我一辈子都走不出来，甚至可能命都已经没了。陈冲锋一阵后怕，现在经过苏晨的开导，他的心结已解，甚至想起方才准备自杀的傻缺行为，一阵的无语。他刚刚怎么就会那么想不开，为了那么一个渣女，甚至会想到投江呢？这不纯粹是傻帽吗？那个渣女恐怕巴不得自己死了才好，这样他就能拿着自己的钱跟情人成双成对。自己之前怎么就这么傻帽呢？简直傻帽他妈给傻帽开门，傻帽到家了。陈冲锋怎么想也想不明白，之前怎么那么钻牛角尖，为了那么一个女人要死要活的。3条腿的蛤蟆不好找，2条腿的女人有的是。看到陈冲锋能够想通，苏晨也是面带欣慰，能想通就对了，为了那种渣女不值得。对了，我听说你原先是准备在大学城外面开个店铺，准备创业，现在还有这打算吗？苏晨终于步入了正题，他这次过来这边的主要目的就是找铺子，当然了，顺便开导这个跟自己有相同经历的被渣女伤害的舔狗。至于陈冲锋亲戚的铺子，自己绝对只是顺便问问。听到苏晨的问话，陈冲锋脸上露出一个苦笑，我的钱都给那渣女了，身上根本没钱，而且给他那些钱估计很难找他要回来，甚至我怀疑他都花的差不多了，现在根本没钱创业开店了，还是回工地吧。那你那个亲戚的铺子是怎么回事？苏晨问，他现在对这个铺子比较感兴趣。听到苏晨对铺子感兴趣，陈冲锋也没藏着掖着，老实跟苏晨交代，这铺子是我家里一个亲戚的，这个亲戚算是我堂叔，他儿子成了一家大公司的高管，不让他们2口子做生意了，准备将他们接到魔都去，所以这铺子我堂叔就准备关闭了，铺子则是准备卖出去。不过这年头经济效应不好，铺子挂了半年都没卖出去，他们就问我要不要租下来做个小生意，这不正是自己想要的铺子吗？苏晨顿时大喜，那你堂叔这个铺子有多大，准备卖多少钱？好像有70平，我听他说准备卖230万。这个价格虽然在市场上来说不高，但这2年经济效应不那么好，很多人拿不出这么多钱来，因此只是问的人多，但真正想买的人却没有。苏晨眼睛顿时亮了，居然才230万，居然这么便宜。这个念头刚一升起，苏晨就觉得有些无语，自己貌似有些飘了，居然连230万都觉得便宜了。看来是游戏世界中那些土大款们的钱太好赚了，这才让自己产生了这种错觉。苏晨在心中告诫自己，这种想法要不得。这样吧，老陈，我准备开一家专卖类似3年高考5年模拟这类课外辅导资料的书店，你带我去看看这铺子，如果位置可以，这个铺子我要了，到时候你就做店长，我给你5%股份怎样？
苏晨这话让陈冲锋有些忐忑。店长，我不行，我做不好这个的。自己就是一个普通大专毕业生，学的还是建筑专业，也就能在工地上做些一线工作罢了。说的好听点叫做施工员，说的难听点那就是搬砖。没事儿，又不是什么大店，就一个小书店而已，很简单的。说实话，这书店我是为我叔叔婶婶开的，他们年纪大，店铺书籍进货什么的，他们肯定也不太懂，所以我需要个人协助他们。说话间，苏晨认真盯着陈冲锋的眼睛，伸手在他肩膀上拍了拍。所以老陈，你一定要帮我这个忙啊！陈冲锋犹豫了片刻，最后终于下定了决心。那好，如果书店开起来了，我就帮你看着书店。不过咱们还是先去看看店铺吧，万一你看不上呢？眼前这个年轻的男生是自己的恩人，这是救命之恩，点化之恩。自己不过是帮着经营一下书店，这点小忙一定要为恩公办成。那咱们走。陈冲锋在前面带路，苏晨跟在后面。路上，陈冲锋询问了一下苏晨的名字之类的，还有对书店的一些大致想法。两人很快便来到了陈冲锋堂叔的那个铺子前。不过目前铺子的玻璃大门是上锁状态，里面一片狼藉，显然原先经营的生意已经没有继续做了，铺子已经空了下来，正在找人接手。苏晨考察了一下附近的环境后，感到十分满意。这铺子就在一所中学外面，这所中学是初高中一体的学校，而且几百米的距离外便是山城大学。如果书店开在这里，那就能售卖初中跟高中的课外资料，绝对不愁没生意。总之，苏晨对这里十分满意。老陈，你约你那个堂叔出来谈谈，就说我对他这个铺子有购买意向。苏晨心情不错地说道，能够这么顺利地找到铺子，他还是很满意的。他这人本来就不喜欢做这些事，觉得麻烦，因此事情能够轻松解决，对苏晨来说再好不过了。行，我现在就给我堂叔打电话，他现在还没搬走，应该还在山城。说完这话后，陈冲锋立马就给堂叔打了电话，在电话里说了有人对铺子有意向购买后，堂叔高兴坏了。他这个堂叔也是个怕麻烦的人，觉得铺子哪怕是租出去，收租金这些都麻烦，因此最好是直接卖出去，一了百了，无牵无挂。因此直接答应了，第二天就跟苏晨碰面。苏晨回到家里，将自己准备购买铺子的事情告诉了叔叔婶婶，这顿时将叔叔婶婶给开心坏了。第124章全新副本。他老两口这一辈子从来没有这么闲过，这让他们极其不适应。在乡下，每个季节都有农活要做，几乎很少有闲下来的时候。可是到山城后，夫妻俩除了出门去买菜做饭外，没啥事儿可做，像是什么象棋啊、广场舞啊之类的，他们都没有丝毫兴趣，早就想找个事儿做了。现在听说苏晨看好了铺子，准备买下来给自己做生意，他们别提多高兴了。最近没事儿做，我闲得可难受了。苏大福嘴角都快咧到耳根了。婶婶张淑华白了叔叔一眼，瞧你这老头子开心的。那是，老婆子你难道不开心？这段时间咱俩都闲成啥样了，再这样下去可受不了。苏晨笑笑，等铺子谈妥下来就好了，到时候有的你们忙的。苏晨回到房间，又上了游戏，跟柳如月等人组队刷了几把副本。而陈冲锋的事情被人上传到了网络上面，现在网络可是相当的发达，很快的为爱冲锋的勇士就直接火爆了全网。显然这件事引起了无数男同胞们的共情，许多男同胞纷纷为陈冲锋说话，甚至不少女同胞们都看不惯陈冲锋老婆的做法了。当然了，有一些小仙女还是在心里觉得这件事陈冲锋的老婆做得对，觉得陈冲锋跟妻子不是同一个世界的人，一个大专生，一个研究生，根本不合适。甚至有人觉得陈冲锋的妻子做得没错，不过这种小仙女很快就被愤怒的男同胞们喷得删除评论了。第二天，苏晨跟陈冲锋的堂叔约在了一个火锅店见面。山城的火锅是非常出名的，而且还没有季节的限制，就算是火热的夏天，依旧有一堆人吃着又烫又辣的火锅。苏晨到了火锅店后，见到了陈冲锋的堂叔，那是一个地中海中年大叔。这个中年大叔也是个爽快人，苏晨同样是个爽快人，两人都怕麻烦，一顿饭下来，铺子的事情便直接谈妥了，以230万的价格直接买下这个铺子。两人吃了饭之后，就去在专门的房产交易中心签订了合同，办理了过户手续。铺子到手，双方都皆大欢喜。接下来的日子便是装修，因为只是开一个书店而已，也不需要多豪华的装修，将铺子里面刷了一层腻子，重新换了灯，定制了几个书架。装修很简单，也很方便。在装修过程中，苏大福是整天都在现场。这是他们老两口的店铺，他直接在现场监工。本来根本是不需要他监工的，不过苏大福怕没有主人家在工人会偷懒或者是偷工减料，所以基本上从早到晚都守在现场。工人们都笑话他，说他防他们就跟防贼似的。苏大福笑着给工人师傅递烟，笑呵呵的让他们做好一点。
苏大福喜欢去盯着，苏晨也就由他去。几天时间，铺子便装好了。苏晨跟陈冲锋两人去进了一批课外辅导资料，还有文具、学习用品一类的东西。很快，店铺便风风火火的开张了。叔叔跟婶婶两人也正式成为了书店老板。虽然只是小老板，但是老两口还是笑得合不拢嘴。至于陈冲锋，则是成为了书店的店长，进货呀、管理仓库啊之类的都是他来做。苏晨还让苏大福去学驾照，准备给他买辆代步车，让老两口开车去店里，而且有时候进货不多时，还能直接开车去进货。这书店能一直开下去，等以后游戏全部融合进现实，学校还会开设这方面的课程，到那时书店还能卖一些跟游戏世界有关的书籍。将叔叔婶婶开店的事情搞定之后，无尽仙途也终于迎来了全新副本。这次的副本是一个悬疑类的剧情探索副本，副本名叫《他》。这个副本要求玩家只能一个人进入副本，无法组队。苏晨前世也刷过这个副本，在最开始的时候，这个副本根本没人通过，也是在后面玩家的修为提升上来之后，才有人通关了。不过玩家评分普遍并不高，因为在这个副本中，不同的选择往往会引发不同的支线，在这些支线中拥有一条最重要的主线，只有完成了主线任务，评分才会高。而这种副本通关度高的话，获得的经验值也就越高。前世就有一个玩家最先完美通关了这个副本，最后这个玩家成为了无尽仙途排名前3的高手之一，后面更是进入了军部，成为了大夏守护神。当然了，不可能是这一个副本的功劳，但这个副本首通给玩家带来的好处也是显而易见，它能提供比普通副本还要庞大的经验值，让玩家修为提升。只不过这个副本很难，这个副本一出，顿时就有大量玩家第一时间进去。苏晨倒是没有着急，因为他知道现在玩家的修为实力根本不足以通关这个副本，因此他丝毫不用担心首通会被别人抢走。这个副本光是剧情探索解密都很难，更别提最终 BOSS 了。很多人甚至根本无法引出最终 BOSS， 因为根本无法触发主线任务，而且就算触发了，现在玩家的实力一个照面估计就会被最终的那个 BOSS 秒杀。此刻天元城外的复活点，不少第一时间进入副本的玩家们在复活点复活。这些玩家们满脸恐惧之色，嘴唇都在哆嗦，像是经历了什么大恐怖似的。怎么了？这个副本是个什么情况？恐怖，这个副本太过恐怖了，太吓人了。如果不是在游戏中，现实中的我要是经历这些，恐怕直接能被吓晕过去。这简直不是人玩的。不少玩家对这个副本进行评论，但意思都是这个副本相当恐怖，甚至能成为心理阴影。不少玩家听到这些进入过这个名为他的玩家评论，都纷纷感到狐疑。一个游戏副本而已，有那么恐怖吗？至于被吓成这样，有不信邪的玩家当即就进了副本，结果出来后真的心理阴影了。第125章现代背景的剧情副本。尼玛，这副本太恐怖了，整个副本都透露着一股诡异。还是那种单纯的刷怪副本好，这种剧情探索类的处处透露着一股荒诞怪异。这名之前一副天不怕地不怕的玩家，现在一脸骇然的说出了这样的一番话。所有玩家都无比的好奇，这个副本究竟有多么离奇，竟然能将这些进去的玩家吓成这样。所谓的剧情探索类副本跟普通的刷怪副本又有何不同？玩家们纷纷追问进过副本玩家的具体情况，然而所有玩家说出来的竟然都不一样，似乎他们经历的剧情都是不同的。这顿时让玩家们都摸不着头脑了。这个副本究竟是怎样的？很多玩家好奇，但却又不敢进去。敢进去的最后都有了心理阴影。恐怕这个副本也只能看苏神能不能通关了。是啊，这个副本难度太大了，这种剧情类的明显要比普通打怪类副本难度大得多。如果苏神都无法通关这个副本，那咱们就更没希望了。希望苏神能通关，给我们带来点信心。游戏世界中的玩家们议论着，而苏晨也在众人的议论中进入了游戏。接着他直接来到了副本通道外。苏神，你来了。苏神，新副本太难了，就看你了。苏神，希望你能通关新副本，给我们带来点信心，让我们知道这副本也不是无法通关的。苏神，加油！见到苏晨的到来，一群玩家依旧恭恭敬敬地跟苏晨打着招呼。苏晨也微微向这些人点头示意。现在的苏晨在东周这边的玩家中俨然就是明星玩家，很多人都认识他，甚至是他的粉丝。当然了，就算是明星玩家，也不可能是人民币，不可能让所有人都喜欢。有些玩家对苏晨那就是妒忌、仇视，这一部分玩家则是在心里希望看到苏晨通关失败，最好是被这个新副本给吓得半死不活的最好。苏晨从来没有通关失败过，俨然成为了玩家们眼中的神话。对于黑粉来说，他们十分乐意见到苏晨通关失败，
从而跌下神坛。苏晨自然不会在意这些人的想法，现在他其实心里也并没有100%的底气。这个副本他也是知道的，这个副本乃是一个剧情探索类的副本，悬疑性质很重。最特别的是，这个副本中有很多段离奇荒诞的剧情，玩家每次进入其中，副本的剧情甚至是要求都不一样。不过唯一相同的是，玩家需要扮演一个角色，在副本中探索这段剧情的真相。在探明剧情真相之后，将会出现最终 BOSS， 击败这个 BOSS 才能通关这个副本。苏晨习惯性的打开属性面板看了看，他已经有一段时间没有查看自己属性面板了。现在又过了这么久，苏晨又刷了很多次副本，而且还有之前秘境之中也获得了不少经验值。打开属性面板，苏晨一声吩咐，面前顿时掉出来一块蓝色光幕。这种个人属性是属于隐私的，这光幕也只有玩家自己能看见。玩家苏晨，天赋风姿卓越，境界合体中期100，1000000，法力85000，技能剑扫八方，万剑归宗，术法控火术、引雷术、搜魂术，身法太清步，剑法落英剑法，武器水寒剑，攻击950，防御750，速度75，血量95万。对这个属性，苏晨还是很满意的。这段时间的刷本跟秘境的收获，让他从合体前期突破到了合体中期。虽然提升不大，但是现在的他修为可是已经到了一个很高的层次，现在哪怕是一次小突破，也需要海量的经验值。因此，苏晨对自己的这点提升也很是满意。即将进入新副本，苏晨也有了几分底气。苏晨关掉面板，来到副本，他入口处直接在上方屏幕上点击了几下，然后进入了蓝色的漩涡通道中。而外面的玩家则是怀着各种不同期待，在这里等待最终结果。咱们还是先刷刷其他副本吧，苏晨肯定不可能短时间就出来。是啊，这剧情类的副本需要的时间往往是很长的，如果很快出来，那只能说明他通关很快就失败了而已。就凭苏晨的实力，就算不能通关，应该也不可能很快就被淘汰。显然，这副本不可能短时间内就通关，这些玩家就顺便刷起了其他副本，等待苏晨刷这个副本的最终结果。此刻的苏晨已经进入了副本中，他出现在了一辆豪车上，此刻正坐在副驾驶位，身上原本在游戏中穿着的蜀山长袍，此刻居然变成了西装。在主驾驶位上是一名同样西装革履的中年男人。这段剧情副本竟然是一段以现代化为背景的剧情副本。张叔，咱们现在要去哪儿？苏晨不由自主地说出了这句话，他的身体现在竟然不受他自己的控制。去死人用品店找一个叫做刘源的丧葬用品店老板。丧葬用品店老板？我们找他是因为还有什么丧葬用品还没买齐吗？不是，张家的用品都买齐了，几天之后就得下葬了，在下葬前还需要一个入殓师来为逝者整理仪容，安抚逝者灵魂，只有这样才能让逝者安息。原来是这样。副本任务要求玩家需要探明张天明死亡真相。游戏的提示音在脑海中响起，苏晨这才恢复了身体的控制权。苏晨微微沉思了起来，看来这个副本的主线就是探查张天明的死亡真相了。而真正的危机显然就是探查这个叫做张天明的人死亡真相时引来的危险。苏晨伸手捏了捏眉心，有些头疼。他虽然智商不低，但是还是不喜欢这种要动用脑子的副本，他更喜欢简单粗暴的，就是不带脑子的那种，直接以强大的实力横推过去。第126章张家白事儿。不过没办法，为了早日成仙，这个副本他也不可能放弃。我记得前世我刷这个副本时，剧情是在古代。苏晨坐在副驾驶位上沉思着，上一世自己刷这个副本，背景乃是古代，副本给自己安排了一个身份，让自己去调查一名大小姐的死因。后来随着调查渐渐深入，自己终于得知了那名大小姐的死因。那名大小姐居然是自杀而死，而且还成为了强大实力的邪灵，并且这个邪灵还无法战胜，必须找到特定的方法才能消除邪灵。到了，就在苏晨沉思时，身旁的中年男人开口说道。这个时候游戏也对苏晨现在扮演的身份以及副本背景等做出了介绍。苏晨看了一眼便明白了，他在这个副本剧情中身份乃是张家的一名保安，负责张家的安保。而张家乃是大户人家，家里有一家上市公司。张家的家主叫做张天明，张天明有个儿子叫做张凌鹤，有个弟弟叫张浩。这个副本中的死者就是张天明。稍微理了一下张家的关系后，苏晨跟着管家张叔来到了一家丧葬店铺前。明明是大白天，但是这丧葬店铺里面却是很昏暗，透露出一股子阴森的气氛。苏晨跟着走近，还感觉到一股阴冷。请问刘元老先生在吗？张叔问道。
从屋里面走出来一个微胖男人，男人浓眉大眼，脸圆圆的，看起来有几分憨厚。先生不好意思，刘源是我父亲，不过他2个月前就已经去世了。刘军回答道。原来刘老先生已经不在了，抱歉。张叔连忙道歉，脸上有些失落。他这次过来就是为了找刘源老先生的。刘源老先生乃是方圆几十里最出名的白事儿先生，其特别擅长为逝者处理身后事，尤其是入殓这方面非常专业。他不仅能为死者画出安详的仪容，据说还能安抚逝者灵魂。总之就是2个字，专业。不过可惜，刘源老先生已经去世了。忽然，管家张叔想到了一件事，刘源老先生既然已经去世了，那想必他的衣钵应该有被儿子继承，不然的话，这家丧事店就该关闭了。张叔连忙掏出一根华子递给刘军，小兄弟怎么称呼？见到香烟，刘军连忙摆了摆手，谢谢，我不抽烟，我叫刘军。小兄弟想必继承了刘老先生的衣钵，对入殓一道应该擅长。刘军谦虚道，我是跟父亲学过，不过目前还没有独自挑大梁进行过入殓仪式，因此擅长这个词实在是不敢当。张叔顿时眼睛都亮了，这一行干的人着实没多少，因此很难找到人。刘军继承了刘源的衣钵，这倒是为他解决了找入殓先生的难题。于是张叔连忙说明了来意，并且邀请了刘军为张家主持入殓仪式。本来一开始刘军还在拒绝，不过经不住张叔的再三恳求，最终决定接下这个活儿。2位，等我一下，我准备些工具。刘军说了一句，然后便转身走进了漆黑的屋里。这屋子黑漆漆的，就连光线射进去都似乎被吞噬了。屋里灯也没开，也不知道刘军怎么看得见的，也许是习惯了这种昏暗的环境了吧。苏晨这样想着。很快，刘军提着一个铝合金的银色箱子走了出来。他将店铺关了之后，来到了张管家以及苏晨面前。我东西准备好了，咱们走吧。张管家点点头，然后走在前面带路，很快就来到了车子边上，接着打开车门上了车。苏晨没有坐在副驾驶，而是跟刘军一起坐在后座位上。刘先生，你从事这个行业多久了？苏晨随意地问了问。应该有几年了，不过一直是跟着父亲，给他做助手。虽然父亲一直有教我入殓的各种步骤，但是却没单独主持过入殓仪式。苏晨能够看得出，刘军说话时脸上一闪而过的紧张，显然第一次挑大梁，主持这种仪式，他还是很忐忑的。苏晨倒是能够理解，这就跟那些学徒第一次上手时一个道理，不紧张是不可能的。刘先生，你不用紧张，就跟着平日里学的步骤一步步来就行了。谢谢。刘军似乎有些社恐，不擅长跟人交谈。苏晨不主动找话题的话，刘军不会主动挑起话题。他转头看着车窗外的风景。苏晨没再说话，他也转头看着窗外的风景。没多久，车子便到了目的地，那是一栋别墅。苏晨跟在张管家以及刘军身后，3人进了别墅。别墅的院子面积很大，几人走进别墅里面。灵堂就设在别墅1楼，就连别墅大门2边都贴上了白对子，上联泪雨滴沉喜天路，下联悲声惊世动人间。苏晨跟着走进了别墅，灵堂就设在里面。大厅里面停放着一口冰棺，不过死者目前还没进棺，而是停在棺材旁边，被一块白布盖着身体。在死者头顶上方，则是拜访着一个黑白相框，那正是死者张天明的遗像。相框中是一个戴着眼镜的中年男人，男人梳着大背头，两侧头发剃掉，看起来一副社会精英人士的模样。他的嘴角微微上扬，脸上带着笑容。周围是密密麻麻的鲜花，将死者包围在中间。苏晨只是看了一下灵堂布置，便清楚这丧事跟自己家乡的丧事有些相似。在死者前方摆放着一个火盆，此刻一个头上戴着孝布的女人正在低声啜泣着，将黄纸钱一张张的撕开，放进火盆里燃烧。空气中弥漫着一股香火味道。见到张管家等人进来，屋里守灵的张家人立马发现了，连忙迎了上来。张叔，一个头戴孝布的年轻男子迎了过来，这人正是张天明的儿子张凌鹤。少爷，这位是刘军先生，他是刘元老先生的儿子。刘元老先生2个月前已经去世了。管家很简明地介绍了刘军，以及说明了为什么没请刘元，而是请的刘元儿子刘军。第127章，悄悄观察灵堂。原来是刘老先生的儿子，这次家父的身后事就有劳了。张凌鹤这般说道。他是单眼皮小眼睛，脸型也有些方，跟其父亲张天明的长相相比，差了不止1星半点，甚至可以说是毫无关系，看起来压根儿就不像。不过苏晨也没过多在意，毕竟这年头孩子长得像母亲的也不少。然而很快苏晨这个想法就打消了，因为张凌鹤的母亲烧完纸之后也过来跟刘军打招呼。张母也是双眼皮，大眼睛，瓜子脸，虽然人到中年，却依旧风韵犹存，而且保养得很好，看起来就像是30多岁的女人。父母容貌都如此出众，可张凌鹤容貌却普通至极，
属于是那种扔在人群中都毫不起眼的存在。苏晨不禁内心怪异，莫非这张母其实是个人造美女，也就是那种整过容的女人，虽然外貌改变了，但是基因却改变不了，生出来的孩子该丑还是丑。在现实中就有不少这样的女人，而且这些整容过的女人都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整容了很多都喜欢不承认，尤其是娱乐圈中那些女明星。有些女明星明明整得跟刚出道相比都面目全非了，可却依旧嘴硬说自己没整过容，甚至有方脸女明星削了脸，将方脸变成了瓜子脸，可却依旧嘴硬说没整容，说是拔了牙。拔牙方脸变瓜子脸，下颚线都变了，完全将网友当傻子。甚至有些整容女明星生出来的孩子却长得普通至极，这都是因为这女明星乃是整容脸，基因改变不了，因此自然生出来的孩子该丑还是丑。二叔，入殓先生来了，你快过来跟刘先生打个招呼。苏晨脑海中浮想联翩，而就在这时，张凌赫冲着身后的一个中年男人说了一声。他注意到大厅中一个头戴孝布的男子在听到这话后，身子轻轻颤抖了几下，那似乎是在恐惧。恐惧？苏晨一下子疑惑了起来，这个中年男人为什么会恐惧？苏晨认真打量这个中年男人，单眼皮，大方脸，这五官看起来似曾相识。他连忙又看看一旁的张凌赫，苏晨顿时明白了为何这个中年男人的五官熟悉了，因为这中年男人的五官跟张凌赫很相似，尤其是都是单眼皮、眯眯眼，还有大方脸。刘军笑了笑，我跟浩哥认识的。哦，你们居然认识？张凌赫诧异问道。刘军点点头，说起了他跟张浩一起在火葬场上班的事情。听了刘军的讲述，苏晨明白了，原来刘军跟张浩乃是火葬场的同事。之前刘军的父亲还在世的时候，刘军在火葬场工作，平日里帮父亲打下手，而张浩也是火葬场的工作人员，两人是同事。直到刘军父亲去世，刘军这才离开了火葬场，准备专门经营父亲留下的丧葬店铺，还有就是继承父亲的衣钵。浩哥，最近咋样？刘军倒是很亲切地跟张浩问候了一声，而他的这声问候直接让张浩的脸白了几分。还行。张浩脸色苍白，声音也隐隐有些发颤。苏晨顿时更诧异了，这张浩为什么会恐惧？而且似乎还是对刘军的恐惧。难道是这个张天明的弟弟有什么把柄在刘军身上，所以才会有如此反应？苏晨将这个疑问放在心里，准备继续观望接下来剧情的发展。他清楚的知道，刚开始的时候，这种剧情探索类的副本给出的线索不会太多，要随着剧情的进展，给出的线索才会越来越多。因此苏晨一时间倒也不着急，他现在的身份是张家的一个保安，负责守在灵堂现场，维护一下秩序，还有就是随时听从张家人差遣。本来他只是一个保安，不过现在他的任务是临时充当一个张家下人的角色，张家有什么需要好吩咐他。因此苏晨能够一直待在灵堂附近，只要保证能够保证随叫随到就行了。刘军跟张家人在一起商量了一下，接着看了下日子，确定了明天进行入殓仪式。入殓仪式就是给逝者清理身体，穿好衣服，整理好仪容，尽量还原逝者生前的样子。一切准备完之后，让逝者家属在最后看一眼逝者，然后便将逝者放入棺材中，这就是入殓。而这种仪式往往也是需要挑选一个好日子进行。刘军挑选好的日子就是明天。时间很快就到了晚上，张家让苏晨跟着刘军给刘军打下手。晚上张家为刘军准备了一餐颇为丰盛的午餐，不过刘军没吃。刘哥，你不吃点晚饭吗？我不饿，你要是饿了可以多吃一点，毕竟明天还有的忙的。苏晨摇摇头，我也不饿。苏晨没有吃，毕竟这里是副本中，自然不敢乱吃东西。而且现实中的苏晨需要吃东西，但在游戏世界中可不需要吃东西。晚上灵堂中依旧有张家人在守灵，不过随着时间过去，张家人便开始去休息了。灵堂中只需要留下一个人来守着。苏晨自动请缨，说是晚上他来守着，让张家人都去休息。不过张家的张浩则是拒绝了，说他留下来守灵。不过张凌赫则是安排苏晨跟张浩一起，免得张浩一个人守灵太寂寞。凌晨2点，张家其余人都去休息了，只留下苏晨跟张浩在灵堂。张浩跟苏晨说，如果困了就眯着睡会儿，让苏晨不用担心灵堂，有他看着。苏晨有些奇怪，为何这张浩要对一个保安这么关切？他本能的觉得可能有些问题，不过他没表现出来，只是答应了张浩，准备看看张浩是不是想做什么。在灵堂待了一会儿，张浩让苏晨先去休息，他自己一个人在这里守着就行了。因为张浩已经明里暗里表示过好几次让苏晨去休息了，因此苏晨就顺应了张浩的意思，离开了灵堂。当然了，他并不是真的离开了，而是装作离开，
然后施展了一个隐身术，悄悄在附近关注这一切。第128章，冰棺中竟然还有一具尸体。苏晨本来想用神识直接留意这里的，但是没想到在这个副本中，神识居然不能使用。想来是游戏为了增加难度，不然的话，修为高深的玩家用神识留意这里的一切，很容易就能完成副本要求。毕竟修仙者的手段跟凡人可不能同日而语。当然了，主要是苏晨的手段多，继承了清风道长的术法，他的手段可谓是千奇百怪。刚刚苏晨还准备直接使用搜魂术对张浩进行收魂，然而却被禁止。搜魂术这种作弊一般的术法也无法在这个副本中使用。不过苏晨也能理解，毕竟如果能够使用的话，他直接就能靠搜魂术对张家的所有人进行搜魂，那样可能一下就能查出张天明的死因。显然这种作弊一般的方法根本不允许。苏晨悄悄观察着这里的一切，然而张浩却没什么动静，只是在灵堂中守着，还拿出手机玩了起来。难道这个张浩并没有问题？苏晨疑惑了起来，如果这个张浩没有问题的话，那为什么一个劲儿的要让自己去休息？苏晨也不着急，默默观察着灵堂里的张浩。凌晨4点，整个张家的人几乎都已经睡着了。一阵阴风拂过，让苏晨都打了个哆嗦。接着苏晨发现灵堂中的那黑白遗像中，那个中年男人眼珠子似乎转了转，接着遗像啪的一声倒了下去。灵堂中正在玩手机的张浩微微皱眉，然后起身走到了遗像旁，伸手将遗像给扶了起来。他盯着遗像，以只有他自己能听到的声音小声开口：“大哥呀大哥，你就安心的死吧，你老婆跟孩子我会好好照顾的。”处在隐身状态的苏晨微微张大了嘴巴，他刚刚听到了啥？太劲爆了吧！好吃不过饺子，好玩不过嫂子。然而还不等苏晨从震惊中反应过来，下一刻他更加震惊了。只听张浩继续开口：“哦不对，大哥，儿子不是你的，而是我的，你想不到吧？”哈哈。隐藏起来的苏晨嘴巴直接张成了一个 O 型，显然是受到了极大的震撼。也就是张天明的儿子其实不是张天明的，反而是张浩的。小叔子跟嫂子。苏晨站在原地有些凌乱，此刻的他只想感叹一句：城里人真会玩。他总算是明白了，为什么张凌赫长得一点儿也不像张天明，相反的还长得有些像张浩。原来张凌赫竟然是张浩的亲儿子，两人是父子，因此那眯眯眼跟大方脸仿佛一个模子刻出来似的。张浩的表现也有些奇怪，大晚上的一个人在灵堂碰到遗像倒地的恐怖现象，张浩竟然一点儿也不恐惧似的，居然还过去将遗像扶起来，然后还对着一个死人的遗像说出了惊天秘密。这张浩的胆子未免也太大了，亦或者是张浩心里有问题。可如果张浩胆子这么大，那白天的时候又为什么会露出胆怯恐惧的姿态？这不应该啊。苏晨思考白天在场的几人，张凌赫、张夫人、张管家，还有一个就是刘军。难道是刘军？可是刘军跟张浩不是同事吗？而且还有一点也很奇怪，那就是张天明作为一个富豪，可他的弟弟却在火葬场上班。苏晨一边思考着，一边继续暗自观察。他看见张浩又来到了那个冰棺前。明天就是最后一天了。苏晨皱眉，有些不太明白这是什么意思。明天就是最后一天了？这难道说的是明天张天明就要入殓，然后送到火葬场去火化？苏晨很快又觉得张浩这句话恐怕不会是这个意思，还有什么别的含义？苏晨捏了捏下巴思考了起来。不过显然目前没有任何有用的线索，苏晨也想不通这些问题。不过这个张浩很有问题，很大可能张天明的死就跟张浩有关。苏晨揉了揉太阳穴，感觉有些头疼。他真的是不喜欢动脑子去想这些东西，如果不是为了经验值，他还真不想刷这种剧情探索类的副本，太 TM 费脑子了。第二天，苏晨在张家找人打听了一下张浩明明有个大老板哥哥，但却在火葬场上班的原因。这种事情张家下人都知道，不算什么大秘密，因此苏晨很简单的就打听到了。张浩虽然是张天明的弟弟，但张浩却是张天明的父母捡来的，而且张天明的公司乃是张天明一手创建的，所以没张浩的份儿。苏晨又找管家询问了一下张浩跟张天明两兄弟的事儿。张管家在张家的时间最久，因此知道的也比其他人多。经过打听，苏晨算是弄清楚了这两兄弟的关系。简单来说，这两兄弟张天明从小就聪慧，上学成绩也好，而张浩则是成绩一般，各方面表现也都一般。张天明就是天之骄子，而张浩就是那从小到大仰望天子骄子的存在，因此张浩很有自尊心。张天明本来想让张浩去公司里工作，不过张浩自尊心强，直接就拒绝了，因此才会在火葬场上班，并且跟刘军成为了同事。
苏晨脑海中大致设想了一种可能，那就是张浩从小生活在大哥的光环下，心理逐渐扭曲，于是为了报复自己的大哥，便跟自己嫂子搞在了一起，然后还让嫂子怀了孩子。这样还不解气，甚至为了得到自己大哥的一切，设计害死大哥，好得到自己大哥的一切财产。这样大哥的一切就被张浩得到。苏晨觉得这个设想很合理，如果再找到证据证实了这一切，那就能够完成这个副本的主线任务了。苏晨继续默默观察张浩，很快他看见张浩居然将冰棺插上电，然后将冰棺的盖子给掀开了。接着张浩拿出了手机，打开了一个程序，接着苏晨看见张浩在小程序里点击了一下，接着便看见那冰棺里面竟然打开了，冰棺竟然还有夹层，一股尸臭味顿时弥漫开来。苏晨保持隐身的状态来到冰棺边上，朝里面看了过去。下一刻他睁大了眼睛，冰棺居然有夹层，在这夹层中竟然铭刻着密密麻麻的符文，一具糜烂的尸体躺在里面，这具尸体头顶以及双手双脚都被铁钉钉入。第129章发现线索，这些铁钉呈现猩红色，仿佛被鲜血浇灌。锁魂钉、聚阴阵。苏晨愕然，他也是因为继承了清虚道长的术法知识才能看出来的。聚阴阵跟聚灵阵差不多的效果，不过聚集的不是灵气，而是阴气。而这锁魂钉则是能将人的灵魂禁锢在肉体中，并且时时刻刻折磨灵魂，使其遭受无尽的痛苦。而令苏晨惊诧的是，这夹层中的尸体竟然是刘军。虽然尸体已经有了些许腐烂，但是苏晨依旧能够看出来，这正是那个有些憨厚的青年刘军。刘军的尸体居然在这里，这也就是刘军已经死了。苏晨脑海中闪过一幕幕的画面，他想起来刚开始跟刘军来到张家灵堂的时候，张浩看见刘军之后，脸上就露出了恐惧。那会儿他就好奇，为什么张浩会恐惧。现在他明白了，因为张浩知道刘军已经死了，所以再次见到刘军才会露出了恐惧的表情。不过这个张浩胆子很大，就连这么诡异的事情发生在他身边，他居然都能很快镇定下来。果然是个狠人，明明你已经死了，为什么还会再次出现？张浩看着刘军的尸体呢，难道确认了刘军的尸体还在，他拿出手机遥控开关，将夹层再次关闭了起来。很显然，这冰棺是特制的，能够靠遥控来控制夹层的开启。冰棺夹层关闭，尸体再次被封存到了棺底。张浩拔掉插头，重新坐回到了灵堂的座椅上。苏晨走出灵堂，开始在脑海中沉思了起来。刘军明明已经死了，那么自己跟管家去接过来的刘军又是一个什么样的存在？还有就是怎么找到张天明的死因？这里是游戏副本，苏晨觉得线索游戏一定会给出来，就跟玩密室逃脱一个类型，线索一定就存在场景之中。现在他找到了刘军的尸体，这算是一个线索，不过还不足够。我应该去张浩的住所找找看，说不定能有所收获。苏晨觉得也许游戏会在张浩住所里留下线索，这样想着，苏晨便准备去张浩的住处找找线索。不过目前基本上所有人都休息了，只能等天亮的时候找张家的下人询问张浩的住所。几个小时之后，天便已经亮了。苏晨找到张管家闲聊了一会儿张浩，很快就将话题引到了张浩住所上。果然张管家是知道张浩住哪儿的。张浩并没有住张家别墅，而是一个人住在离这里几公里外的一个小区里。苏晨以今天身体有点不舒服为由，向张管家请了假。张管家倒是很和气，也没有丝毫的价值。当然了，这可能跟苏晨给张管家买了一包华子有关，或许是拿人手短，苏晨请假很顺利。作为修仙者，他的速度自然很快，眨眼间就来到了张管家告诉他的张浩住所。苏晨将手放在门把手上，灵力涌入锁眼中，跟开锁差不多，没有对门造成任何损坏，就将防盗门给打开了。苏晨刚一走进去，就看见有一个摄像头对着房门方向。苏晨手指一点，灵力涌入摄像头，从里面将摄像头破坏掉，然后打量起房间。没想到张浩作为一个单身汉，这房间竟然还挺干净，能够看得出来是经常有收拾。苏晨从鞋柜开始查找，他发现鞋柜中竟然还有一双鞋码明显偏小的红色拖鞋。这自然不可能是张浩变态喜欢穿女人拖鞋，因为拖鞋鞋码很小，男人是穿不进去的。因此这双拖鞋是给女人准备的，这拖鞋是为张浩嫂子准备的。苏晨稍微一思考，便明白这双拖鞋是为谁准备的了。除了张夫人还能有谁？苏晨嘴角一阵的抽搐，看来这张夫人平日里没少来这里，怪不得张浩要一个人住在几公里外的地方。要是住在张家的别墅里，那跟张夫人偷情自然是不方便的，住在这里那就方便多了。张夫人随时都能过来，
毕竟张天明作为一家上市公司老板，平日里在家里的时间肯定少，那张夫人过来这边的频率就高了。就在多次的偷情中，张夫人怀上了张凌赫，然后生了下来。苏晨不禁为张天明感到同情。张天明就这么一个儿子，为了这个儿子，想必也是付出了很多心力来培养。结果，这个一手带大的唯一的儿子，居然不是自己的。都说人生有3大悲剧：少年丧父、中年丧偶、老年丧子。可是苏晨觉得这3大悲剧都没有张天明身上的遭遇悲惨。关掉鞋柜，苏晨在屋子里继续翻找。很快他在卧室里面看见了一个保险箱，而在卧室里面居然也有一个摄像头对着床以及保险箱的方向。看到这个摄像头，苏晨神色有些怪异。有这个摄像头在，张浩跟张夫人在这里偷情，那些视频片段肯定都被录下来了，也不知道这张夫人咋接受得了的。还有就是不知道张浩会不会私下里将这些视频拿出来回味。想到张浩一脸猥琐的回味跟自己嫂子的视频，苏晨不禁一阵恶寒。苏晨如法炮制，手指向着摄像头一点，灵力涌入，将摄像头破坏掉。接着苏晨走向了保险箱。保险箱这种东西还是比较安全的，一般的开锁人都打不开。不过对苏晨这种修仙者来说，自然不成问题。苏晨将手放在保险箱的开关上，灵力涌入，接着轻轻一拧，保险箱直接打开了。一般人家里的保险箱基本上都是用来存放现金以及一些值钱的贵重物品，不过张浩家的这个保险箱放的却不是这些。苏晨手伸进去，将里面的东西拿出来看了看，一本泛黄的羊皮书，苏晨翻着看了看，里面记载的是一些邪恶的南洋巫术，其中就有锁魂鼎的炼制、聚阴阵的布置方法等。原来刘军就是张浩害死的。苏晨翻看了一下便明白了过来。书上记载，被锁魂鼎定住的人，灵魂将被禁锢在尸体中，并且时时刻刻遭受折磨，成为被怨恨、仇视、暴虐聚合在一切的邪灵。而聚阴阵能将周围阴气聚集过来，使得邪灵变得更加强大。第130章，知晓前因后果。本就是邪恶残忍术法造就的邪灵，再配上聚阴阵阴气的灌注，这样的邪灵有多强大，可想而知。苏晨继续观看另外一件物品，保险箱中一共只放了2件物品，另外一件物品是一本笔记本，笔记本上还上了锁。苏晨依旧用灵力打开，然后先简单的快速翻看了一下。这笔记本中是一篇篇的日记，最早的一篇甚至是几十年前了。苏晨翻了一下后，将笔记本翻到了第1页。1985年2月5日，星期三，我爸妈出车祸死了，我被爸爸的朋友收养了。不过张家有一个孩子，养父养母让我叫他哥哥，我被养父母取名为张浩。1985年6月13日，星期二，在张家生活了几个月了，养父母很爱哥哥，看得我真的很羡慕。有时候我在想，如果没有哥哥，是不是养父母就只爱我了？1990年8月15日，星期一，在张家生活了好几年了，越来越讨厌哥哥了。哥哥成绩好，长得也好看，深受老师同学们的喜爱，而我成绩差，长相普通，老师同学们都不喜欢我。1998年9月1日，星期四，哥哥太优秀了，跟他比起来，我简直就像是个废物。我不想这样，凭什么优秀的是哥哥？所有的赞美跟夸奖都是哥哥的，什么好的东西都是哥哥的，我为什么什么都没有？苏晨继续翻看，他发现随着时间往后，张浩的文字越来越扭曲，越来越用力，就像是用尽全力在纸张上写下来的似的。接下来的日子都是张浩在表达对哥哥的不满，对自己现状的不满，对哥哥的各种妒忌。他继续往后翻，2000年3月15日，星期五，哥哥成为了高考状元，金榜题名，而我却只考上了一个专科。我不甘心，凭什么？凭什么我这么努力了，天天晚上熬夜做题，可是却只能上个专科，而哥哥晚上都没怎么学习，可却成了高考状元，这不公平，不公平。2006年11月30日，星期三，天气阴。今天哥哥结婚了，嫂子很漂亮，这是我见过的这世界上最漂亮的女人。可是为什么这么漂亮的女人也是哥哥的，而不是我的？我不甘心。2007年3月22日，星期六，哥哥最近在创业，他越来越忙了，回家的日子也少。我在想，我的机会是不是来了？也许可以跟嫂子多接触接触。2007年3月26日，星期三，今年嫂子的生日，哥哥似乎忘记了，我花了在火葬场上班的2个月工资，给嫂子买了项链，嫂子很开心，开心的都流泪了。今天嫂子喝多了，我觉得机会来了，于是我扶着嫂子进了房间。2007年3月27日，星期四，清晨，他从我怀中醒过来，他一脸娇羞，对我说，我很厉害，比哥哥资本强多了。我很开心，没想到这次我终于胜过哥哥了，并且还抢走了他的女人。2008年1月3日，
星期五。今天我很高兴，因为她说她怀孕了。我知道，那是我的孩子。我有孩子了。2008年1月6日，星期四。哥哥回来了，他听说了嫂子怀孕的消息，他很开心，开心的像那孩子。可是我心里却更开心，因为那孩子是我的。他想不到吧？哈哈哈哈哈。苏晨继续翻看日记，他发现后面张浩的日记甚至有些连具体年份都没有写了，只简单的记载了一个月份跟星期，显然是随意记载上去的。2月18日，星期二。林鹤长大了，他长得跟我越来越像了。不过哥哥似乎并没有怀疑。哼，看来他并不是多聪明嘛，也不知道他这个高考状元是怎么来的。4月5日，星期四。林鹤大学毕业了，哥哥今天居然还请客了，真是好笑。他还不知道他养大的孩子其实是我的孩子，他这一辈子都在给我养孩子，哈哈哈。8月9日，星期五。哥哥的生意越做越好了，他的公司上市了，资产翻了好几倍，他成为了富豪，而我还只是一个火葬场的员工。我跟亲爱的决定将这一切抢过来。3月13日，星期二。我拜了一个师傅，他是南洋的邪术师，我学会了这些邪术，并且用邪术对张天明施展了。张天明快死了，他还发现了我跟他的事。为了争夺财产，我决定除掉张家所有能继承遗产之人。8月11日，星期三。我找到了一种邪术，能够制造出最强大的邪灵。不过这个邪术需要将活人用锁魂定禁锢，让其在恐惧绝望中死去，搭配聚阴阵。头七那天，这些邪恶强大的邪灵将被释放，张家所有人都会死。8月18日，星期二。我找到了这个用来制造邪灵的人选，他就是我的同事刘军。刘军唯一的父亲都已经死了，他没有任何亲人，再加上他又是社恐，也没有朋友，所以他即使死亡了也不会引起别人在意，他是最合适的人选。苏晨翻看完日记，顿时明白了前因后果。果然，这个副本的剧情就是一个妒忌自己哥哥的养子心灵逐渐扭曲，最后害死哥哥的剧情。而且为了夺得财产，张浩还准备利用邪术将所有张家人都杀死，这样就独占张天明的财产。恭喜玩家苏晨完成主线任务，查明张天明死亡原因。游戏提示声响起，苏晨深吸了一口气，还好过程比较顺利，他运气也比较好，到张浩这里来一下就发现了线索，他也没死多少脑细胞。第131章，张浩住所育婴灵。苏晨将笔记本合上放到了口袋中，接着将保险箱关上。他准备离开张浩的住所，然而就在这时，他忽然感觉到一种危险袭来，接着他连忙闪身避开。阴冷的感觉擦身而过，一个黑影从身边飞了过去，贴到了墙壁上。苏晨定睛看去，一只浑身漆黑的婴儿浑身散发着无尽的阴冷气息，正目光凶狠地看着苏晨。这竟然是一只婴灵。这只婴灵浑身漆黑，嘴里的牙齿透着森寒光芒，看起来就像是一只小恶魔的形象。养小鬼！苏晨一眼就看出了这只婴灵的来历，显然这是张浩养的玩意儿。张浩学习了很多邪术，弄出这样一只婴灵显然也不是什么难事。而且这只婴灵的修为竟然非常之高，比苏晨的修为也不差。难道是因为我的实力太强？游戏副本为了平衡难度，增强了这里面怪的实力。苏晨警惕地盯着婴灵，心念一动，水寒剑出现在手上。婴灵很快又对苏晨发动了攻击，他伸着漆黑的手爪朝着苏晨飞来。苏晨一剑劈出，斩在了婴灵身上。砰！金属撞击声在房间中响起。20，伤害点在婴灵身上出现，苏晨不禁蹙眉。他刚刚虽然只是随意的劈出了一剑，可却不应该只造成这么一点伤害。很显然，在这个副本中，苏晨的实力被限制了很大一部分。苏晨倒是也能理解，如果游戏不将自己的实力限制住，那么自己在副本中简直就是嘎嘎乱杀。这个副本毕竟是剧情类的，游戏显然是希望玩家能通过剧情找到线索来通关，而不是直接莽。房间里的空间有些狭小，不好施展剑法。苏晨将婴灵引到室外，落阴剑法，剑扫八荒，万剑归宗，40、30、40。苏晨哪怕施展出技能，对婴灵造成的伤害依旧不高，做不到很快解决的地步。花费一番功夫之后，婴灵终于被苏晨斩杀。苏晨目光望向张家别墅方向，思绪转动起来。光是一只婴灵就这么难对付，显然自己实力已经受到了极大的限制。那最后那只由刘军化成的邪灵 BOSS 又该如何难对付？而且这种剧情类型的副本，最终的 BOSS 显然是不鼓励玩家硬刚的，而是希望玩家从剧情中找出线索来解决最终 BOSS。那么解决最终 BOSS 的方法是什么？苏晨沉思着，
他在脑海中复盘着从进入副本中发生的一切。很快他的注意力落到了刘军身上。这个副本中最不合理的就是刘军，明明刘军已经死了，就连灵魂都被锁在了肉身中，可是外面为什么又出现了一个刘军？如果说刘军就是通关这个副本的关键，那又该怎么做才能通关呢？苏晨在脑海中思索着，不过还是没思考出什么所以然来。想不出个所以然来，苏晨也就没有继续钻牛角尖。他准备再去接触刘军看看，说不定就会有意外收获。这样想着，苏晨回到了张家别墅。还好副本给他安排的身份是张家的保安，因此进出张家倒是容易。天已经亮了，刚回到张家，苏晨便看到了忙碌的张管家。苏晨立即向张管家打了个招呼：“你小子身体没事吧？”张管家问。苏晨连忙摇头：“谢谢张叔关心，我已经没事了。”“那就好，今年你就跟着刘先生吧，今天就要举行入殓仪式了，刘先生需要一个打下手的。”苏晨正好要去接触刘军，此刻听见张管家的安排，自然是求之不得。苏晨爽快地答应了下来：“好的，我现在就到刘先生身边去。对了，刘先生起床了吗？”“起来了，他到别墅外面去了，说是随便走走。”“那我现在去找刘先生。”苏晨也没想到刘军居然这么早就起床了。现在太阳都还没有升起，天也没有大亮，正常人一般也不太可能这么早就起床吧。不过别墅里面这么嘈杂，醒得早到也正常。苏晨走出别墅，在附近走了走，寻找刘军。没多久，便在附近的一块巨石上面找到了刘军。张家别墅的位置挺高，在坡度很大的坡上。刘军所在的那块巨石位置很不错，在上面能够看见下方的城市。苏晨也爬了上去，坐在了刘军身边。此刻这个有些憨厚的青年正望着前方。苏晨上来时，刘军转头看了他一眼，很快又回过头去看着前方的天空。苏晨在刘军身边坐了下来。太阳快出来了。刘军看着前方天空淡淡说道：“刘先生，你是在这里看日出？”刘军点点头：“是啊，不知怎的，我隐隐中总有种感觉，说不定这就会是我最后一次看日出了。”他说这话时脸上很平静，语气也十分平淡，就像是在跟一个老朋友交谈。“怎么会呢？想看随时都可以。”刘军摇摇头：“我很小的时候就跟着我父亲到各种客户家里，见识了太多的死亡。后来在火葬场工作，也是接触的这些。死亡对我来说已经不可怕了，毕竟我已经见了太多了。有的人因为意外死亡，有的人因为生病死亡，有的明明上午还是好好的，可是晚上在睡梦中便去了，有的明明才通过电话不久，就心脏病发作去了。人生无常，也许什么时候生命就走向了终点。”刘军默默地陈述着，他今天的话似乎格外的多，这让他自己都感觉奇怪。“你有梦想吗？”刘军又问道。“梦想吗？”苏晨微微沉默。他不知道，他现在只有目标，那就是在乱世到来之前成为仙级强者，好有实力保护自己朋友家人。他要让那些害他之人失去一切。可是这些似乎都不算是梦想。前世的他梦想是成为宇航员，遨游太空，为国献力。可是后来随着经历的越多，这些东西也离他愈发遥远。变强算梦想吗？似乎不算，只是一种渴望跟需求罢了。现在来问他有梦想吗？他真说不出来。第132章邪灵出现。我不知道，小时候的梦想可能是当宇航员、科学家，可是后来就不是了。苏晨如实说道。对于苏晨的回答，刘军没有发表看法，他只是继续开口：“我小时候跟着父亲一起，看见他为逝者入殓，那些动作是那般轻柔，那般的神圣。后来听父亲说，一个好的入殓师不仅能够为逝者整理仪容，甚至还能安抚逝者的灵魂。所以我一直也想成为一个像父亲那样高尚的入殓师，整理逝者仪容，尽最大力量还原他们生前的容貌，安抚他们的灵魂。这个梦想从小到大从未变过。如果这辈子能够成为一个真正的入殓师，那么我想，我就算是死，应该也不会有遗憾了。”刘军觉得苏晨的身上似乎有种莫名的吸引力，让人心生好感，这才让社恐的他生平第一次跟一个不熟的人说了这么多话。他不知道的是，这乃是苏晨游戏开局的半生天赋，这项天赋让苏晨更容易获得他人的好感跟信任。苏晨听到刘军的话后，顿时佩服不已。人这一辈子变化太多了，计划远远赶不上变化。小时候的梦想可能稍微长大一点的时候就变了。小时候也许想成为科学家、医生，初高中或许梦想就变成了要拥有一个好成绩，考上一个好学校。长大成人之后，也许梦想就变成了要做一个大老板，要暴富，要财务自由。总之，人越大也就越发现实。
可是像刘军这样始终如一的人，真的很少见。正是这种坚持太难，苏晨对这样的人自然佩服。同时，苏晨也明白了刘军是一种怎样的存在。苏晨望着刘军认真道：“刘先生，你一定会成为一个伟大的入殓师。”刘军笑了笑，看起来很憨厚。“是吗？我也希望自己能成为一个合格的入殓师。”苏晨一时间有些感慨。通过跟刘军的接触，苏晨觉得刘军是一个老实、忠厚、拥有赤子之心的善良人。可是这样的人却要遭遇那种残忍的对待。虽然这只是一个副本剧情，可还是让苏晨心绪有了些许波动。人生有执念，亡则不散，化而为灵。刘军的执念就是要成为一个合格的入殓师，因此他死后执念化作了灵。自己身边的刘军就是一道执念化作的灵。执念越强，灵越不容易消散。只有完成执念，执念才会消失，才会真正的进入轮回。天边朝阳初升，洒下万千光辉，光辉映照在刘军的脸上。这个憨厚善良的青年此刻脸上露出一抹憨实笑容。上午，张家有资格获得遗产的亲戚几乎都到齐了。今天的入殓吉时是在晚上11点。晚上11点，刘军为张天明完成了入殓仪式，张天明的尸体也放入了冰棺中，等到第二天天明时分送到火葬场火化。张家所有人都待在灵堂以及外面的院子里面。今夜所有人都不睡觉，送张天明最后一程。别墅外面摆放了几张麻将桌，除了张天明的父母、妻子、儿子在灵堂中，其余张家人都在外面打麻将。显然张天明的死并不会让他们有多难过，只不过是为他们提供了一个聚在一起的热闹场合罢了。8万。一个中年男子打出一张牌，一个女人连忙笑着道：“胡了。”他脸上洋溢着灿烂的笑容，他将麻将推倒，伸手将中年男人打出的牌拿了过来，放到自己牌中。中年男人笑了笑：“三妹，厉害啊，这么快就胡了。”“嘿嘿，运气运气太好了，三妹，你这是要将二哥口袋里的零花钱都赢光啊？”女人嗔怪地瞄了中年男人一眼：“二哥别开玩笑了，你那么有钱，哪会缺这点啊？”一群人有说有笑。而就在这时，灵堂中的张浩看了看时间，马上就要到12点了。他微微垂下的脸上露出一个邪恶残忍的笑容。“12点了，你们所有人都要死，财产是属于我一个人的。”“是的，都要死，无论是大嫂还是自己的儿子，都要死。”从一开始，张浩就没打算放过任何一个人，哪怕是他自己的儿子。所有张家人都死了，张天明的财产才能属于自己一个人。终于，午夜12点到了。呼，一阵阴风袭来，所有人都打了个哆嗦。这天气的风怎么会这么冷？有人诧异地说了一句。然而他这句话刚说完，别墅中的所有灯闪烁了起来，看起来格外诡异。这是怎么回事啊？有人声音打着颤，惊疑道。灯光闪烁了几下，接着轰然熄灭。啊，怎么了？灯怎么熄灭了？停电了吗？众人惊呼。苏晨第一时间警惕了起来，他知道副本要进入尾声了，剧情中的 BOSS 那只人为制造的邪灵即将出现。天空中一轮明月高挂，今夜的月光极为不正常，因为哪怕没有灯光，依旧显得很明亮，有些像是黎明时分的亮度。张家连忙派人去查看电源，院子中比较明亮，众人都来到了别墅的院子中。此时阴风大作，树叶被吹得哗哗作响。你们看那是什么？有人睁大了眼睛，手指着别墅上方的天空。只见明月下，别墅房顶发上空，一团血红色的雾气不停汇聚，雾气越聚越大。这雾气是红色的，不会是出现怪事了吧？我要离开，我要离开这里。人群中有些混乱，如此诡异的一幕让所有人都慌了神。很多人连忙朝着别墅大门跑去，然而却发现别墅外面漆黑如墨，什么都看不见，就连手机的光芒都照射不出去，尽数被黑暗吞噬。别墅外的门也无法打开，这是怎么回事啊？为什么天空中明明那么明亮的月亮，但是别墅外面却漆黑无比？别墅大门也打不开，所有人都慌了。啊，你们看别墅上方！有人更加惊恐地喊道。所有人抬头朝别墅上方看去，明月之下，一道巨大的身影出现。他高约几十米，一颗硕大的头颅腐烂了1/3。更令人惊惧的是，他居然没有身体，脖子下是密密麻麻猩红的巨大血管。第133章，你们所有人都要死！这是什么鬼东西？红雾中怎么会出现这样一个怪物？该死，这怪物是什么玩意儿？为什么会出现这种东西？不要，我不想死，我不想死！别墅中的所有人在看到这个怪物之后，全部失去了冷静，满脸都是惊惧。今天碰到的一切颠覆了他们以往所有认知。头颅腐烂，身高几十米的怪物，脖子下方是密密麻麻蠕动着的巨大红色血管，模样看起来骇人至极。
苏晨站在刘军身边，此刻一个张家人看看刘军，又看看别墅上方的那颗巨大头颅，他眼睛睁得大大的，心里发毛。这个张家人满脸不可思议地指着刘军，他的声音颤抖跟惊恐：那个别墅上方那颗头颅是你没错，就是你。他在说完这句话之后，浑身抖如筛糠，甚至因为太过恐惧，下身都一片潮湿。其余人听到这话之后，也连忙看向别墅上方的那颗巨大头颅，然后又看看刘军，在确认刘军真的跟别墅上方那颗巨大头颅长相一样后，都惊恐不已，有种头皮发麻的感觉。诡异，这实在是太过诡异了。你究竟是个什么怪物？有人指着刘军惊惧的大喊：为什么入殓先生跟别墅上方的怪物一模一样？难道刘军其实压根儿不是人？张家别墅院子里的所有人都在这一刻拉开了跟刘军之间的距离，原本站在刘军身边的几人也全部跑到了一边去。现在刘军身边就只剩下了苏晨一个人。刘军听到众人的话后，也仔细观察了别墅上方的那颗腐烂头颅，然后他茫然了。他可以很确定，那颗腐烂的头颅就是自己的模样，只不过是有些许腐烂而已。可为什么会发生这种事啊？看着惊恐盯着自己的众人，刘军一头雾水。他很快察觉到身边还有个人没有离开，那人就是苏晨。刘军看向苏晨：你不害怕我吗？苏晨轻轻摇头。众人再次跑到了别墅院子大门处，拼命地拍打拉扯，想要离开这个诡异而恐怖的别墅。快开啊，快开啊！为什么这个大门根本就没有锁，但却怎么也打不开？该死啊！我要出去，我要出去！所有人内心无比恐惧跟害怕，都不想留在这里。虽然这里的诡异现象暂时没危害众人，但是他们都清楚，那颗巨大的腐烂人头绝对不会是无害的，继续待在这里很有可能会付出生命的代价。就在众人呐喊着想要逃出去时，一个不合时宜的大笑声响起，所有人都在恐慌，在惊惧。这个时候突兀出现的笑声自然是与别墅内的场景格格不入。张凌赫有些小心翼翼地看向身边的张浩：二叔，你怎么了？怎么现场这么诡异的情况？二叔居然还能笑得起来，难道是受到刺激了？丈夫人也是惊疑不定地看着张浩：二弟，你笑什么？张夫人只知道张浩害死张天明的事情，却并不知道张浩在宾馆中准备了一具尸体，酝养了一只邪灵，因此现在现场的情况她也很恐惧。张浩忽然发出的癫狂笑声让他的这种恐惧加深了几分。原本在疯狂拍打别墅外墙大门的人也都看向了张浩，这一刻张浩可以用万众瞩目来形容也不为过。张浩没有回张凌赫以及张夫人的话，反而是桀桀笑了几声，他目光中透露着疯狂。没用的，你们谁也逃不掉，都要死，所有人都要死。张家财产是我的，是我一个人的。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张浩双目赤红，里面满是疯狂，疯狂的大笑着，宛如一个癫狂的疯子。张夫人猜测出了什么，问道：这里的一切是你弄出来的？没错，是我。你刚刚说所有人都要死，是什么意思？难道我跟林赫也要死吗？张夫人不太确定地问道。她以为张浩是说错了，刚刚张浩说的所有人不应该包含自己跟儿子，毕竟儿子可是张浩的亲儿子。张浩盯了张夫人一眼：没错，你们也要死，除了我外，所有人都要死。张夫人后退两步，被一旁的张凌赫扶住。张夫人不可思议地质问：凌赫可是你亲儿子，为什么你连他都要害死？你怎么能这么狠毒？张凌赫听到丈夫人的话后呆若木鸡。妈，你说什么？我是二叔的儿子。张凌赫难以相信自己听到的话，他母亲居然说他是二叔的儿子。这一刻张凌赫只感觉整个人都凌乱了，一时间都没心情关心现场的诡异场景了。张家别墅的所有人都不可思议地盯着张浩跟张夫人，他们刚刚没听错吧？张凌赫居然是张浩的儿子，这也就是说张天明的弟弟跟嫂子，这简直就是惊天大瓜。张浩轻蔑地睨了张夫人一眼：只有你们都死了，张天明的财产才能完全属于我一个人。张浩，你不是人，是恶魔，你是恶魔！张夫人怒骂道，她整个人宛如遭受了巨大打击。她怎么也没想到张浩竟然如此丧心病狂，居然连亲儿子都要害死。然而面对他的咒骂，张浩不以为意。他看了一眼别墅上方愈发凝实的邪灵，惊喜地开口：时间快到了。所有人都有些茫然，不知道张浩这话是什么意思。什么时间快到了？只有苏晨知道，张浩指的是邪灵快要完全成型了。头七之日，饱受折磨的灵魂将化作被无穷怨恨凝聚成的强大邪灵。此刻苏晨身边的刘军还是一脸的茫然，正愣在原地。苏晨，你知道
为什么那颗头颅有着一张跟我一模一样的脸吗？第134章给自己入殓。刘军憨厚的脸上满是不解之色，他想不通，为什么这个怪物的脸会跟自己一模一样？看着老实的刘军，苏晨脸上划过一抹不忍。这个憨厚的社恐青年，这个一心只想成为出色入殓师的青年，还不知道他自己早已经死了。苏晨不太忍心说出事实，可是他知道这件事不得不说出来。自己实力被游戏副本压制，肯定不会是这个邪灵的对手。游戏这明显就是想要自己用剧情线索来通关这个副本，而不是硬刚。苏晨尽管不是很喜欢动脑子，可是掌握了这些线索，他已经明白了这个副本通关的方法。通关关键就在刘军身上，或者说在这个执念化作的刘军身上。刘军的执念就是成为一个优秀的入殓师。一个优秀的入殓师不仅能够整理逝者的遗容，还能安抚逝者灵魂。只有安抚了灵魂，这只被怨恨笼罩的邪灵才能消除怨气。而这一切其余任何人都做不到，只有刘军自己才能做到。刘哥，你想成为一个优秀的入殓师吗？苏晨没立即回答刘军的问题，反而这般问道。刘军微微一愣，显然也是不太明白为什么苏晨会问出这样的一句话，但他还是一脸坚定的点头，当然想。如果能够成为一个优秀的入殓师，那他就算死也没有任何遗憾了。看着刘军这坚定的模样，苏晨心中微微叹息一声，随即他向刘军说道：刘哥，其实你已经死了。刘军微微睁大了眸子，眼里满是不可置信，旋即又像是想到了什么，眸中情绪不停变化，变得恍然。苏晨，我真的已经死了吗？苏晨轻轻点头。刘军得到苏晨回答，脸上浮现一抹苦笑。怪不得我最近老是觉得怪怪的。我明明好几天都没吃饭睡觉了，可是一点事也没有。我之前就已经觉得有些奇怪了，不过倒是没有多去思考这些。原来我早已经死了，可是我怎么记不得我是怎么死的？苏晨看向张浩，这个问题你应该问张浩，是他杀了你。刘军身子一怔，有些疑惑地看向张浩，张浩，是你杀了我？张浩不以为意，反正你们所有人都要死了，我就好心解答一下你们的疑惑吧。他看着刘军，态度轻蔑，没错，就是我杀了你。可是我们是同事啊，我也没有得罪过你，你为什么要杀我？刘军想不通，他虽然是社恐，但是一向与人为善，不会得罪别人。张浩让他帮忙值班，他也一向没有拒绝过，甚至从来没有向张浩所要过任何好处，甚至说在火葬场工作时，他还帮过张浩很多忙。张浩毫不在意的回答：因为你曾经告诉过我，你父亲死了，你没有了家人，而且你还社恐，也没有任何朋友。你说过，哪怕是你某天死了，也不会有任何人发觉，不会有任何人在意，所以你就杀了我。没错，我刚好需要一个灵魂来施展我的计划，你就是最好的人选。我将你用锁魂鼎钉在了特制的冰棺中，折磨你的灵魂，让你饱含怨气死去，再用聚阴阵聚集阴气输入你那被禁锢在肉身中的灵魂里，这样你就能化作最恐怖的邪灵，为我所用，替我除掉张家所有人。能够为我所用，你这种没家人没朋友的人应该绝荣荣幸，因为你死得有价值。哈哈哈哈哈哈！张浩放肆的大笑着，他的精神明显已经不正常了。苏晨查看他的日记，就已经觉察到他的心理早就一点一点扭曲了。刘军身子不禁晃了晃，他看向苏晨说道：我想看看我的尸体。苏晨点点头，带着刘军走进了别墅中的灵堂里。张家其余人没有跟上去，因为他们已经听明白了，刘军已经死了。那现在的刘军很可能是那种东西。苏晨跟刘军两人进入灵堂，苏晨将冰棺中张天明的尸体给抬了出来，重新放到了外面，接着手指轻轻一取，一道灵力弹进冰棺中，冰棺夹层顿时开启，夹层中已经腐烂的尸体出现在两人面前。苏晨乃是修仙者，自然不惧黑暗，而刘军也非人类，同样不惧黑暗，两人都能在漆黑的房间中看见一切。刘军仔细端详着冰棺中已经有些腐烂的尸体，那正是他自己的尸体。尸体脸都有些扭曲，像是死前遭受了什么巨大折磨。头顶、双手、双脚各被一根红色铁钉固定在棺材底部，死的还真是惨呐。刘军感叹了一句：刘哥，我之前听你说，一个优秀的入殓师能够安抚逝者灵魂，那么你能安抚你自己的灵魂吗？你的意思是让我给我自己入殓？刘军问。苏晨轻轻点头。刘军一下子笑了起来，甚至有些激动地搓了搓手。给自己入殓，我还从来没经历过这种事呢，好像还有些期待。如果我能给自己完美入殓，那就算是死也值得欣慰了。那我们立即行动起来吧。刘军有些期待地说道。好。
苏晨，你给我打下手。两人行动了起来。刘军将他的工具箱拿给了苏晨。第一步，先整理逝者遗容。刘军说道。随后，他将尸体中的几根锁魂钉给一根一根的拔了出来，扔到了一边。苏兄，你去打一盆热水来，将我箱子里的新毛巾拿一条出来，用水沾湿给我。苏晨依言照做，他打来一盆热水，取出一根新毛巾放进盆中，沾湿，然后拧干递给了刘军。刘军拿起毛巾，在他自己尸体的脸上轻轻擦拭，将脸上的污血都一一擦掉，直到整张脸都干净了，刘军脸上才终于露出一抹笑容。接着他又擦拭双手、双脚，整个过程明明非常诡异跟恐怖，但是却又显得十分的神圣祥和。第135章无法对抗。张家别墅灵堂中，刘军正在给逝者入殓，而这个逝者正是他自己。刘军动作非常认真，表情也庄严肃穆，他确实是一个优秀的入殓师。刘军将逝者身体上的血污全部擦拭干净，随后又开始整理遗容，尤其是逝者的脸需要好好整理，争取还原逝者生前样貌。逝者的额头上被锁魂钉钉出来一个洞，刘军就用特殊材料将这个洞给堵住了，随后用箱子中的化妆工具认真的修复逝者的遗容。而此刻，别墅上方的邪灵终于完成了最后的蜕变，那双原本死灰无神眸子骤然间散发红色光彩。张浩面色癫狂，激动大喊：哈哈，我命令你给我杀了他们，杀了他们所有人，杀了他们所有人！别墅中的其余人在别墅院子里四处逃窜，呐喊：不要杀我，不要杀我，我不想死！然而他们怎么逃窜，也根本无法逃出别墅的院子大门。下一刻，那颗巨大头颅动了，一根粗大猩红血管倏然伸出，直接贯穿正在疯狂大笑的张浩。笑声戛然而止，张浩不敢置信地低下头看了看洞穿肚子的巨大血管，那双眸子满是不可思议跟疑惑。他怎么也想不通，为什么他明明是创造这个邪灵的主人，可却被这个邪灵第一个袭杀。他再抬头看了看别墅上方的邪灵头颅，眸子慢慢变得死灰，生机消散。张浩，足！巨大猩红血管猛地一甩，张浩的尸体顿时宛如垃圾一般被扔了出去，摔到了别墅院墙上，然后滚落到地上。这样恐怖的一幕吓得院子里的众人惊叫连连，哭声喊声不绝于耳，甚至有几个人直接跪在了院子里，朝着别墅上方那巨大的邪灵身影跪拜叩头。不是我杀的你，是张浩，他已经死了，他已经死了，求求你放过我，求求你放过我们，我们跟你并没有仇，我们是无辜的。然而几条粗大的血管直接将他们身体贯穿，血管透体而出，接着血管抽出，鲜红的鲜血顿时从血洞中飙射出来。这几个身体被血管般触手贯穿的人，身体也是无力的倒在了地上。别墅院子地面鲜血流了一地，浓烈的血腥味儿让众人崩溃。有不少人往别墅里面跑，想要躲在别墅里面。现在正是逃命时候，也没人管灵堂中的苏晨跟刘军。张夫人跟张凌鹤两人也跑进了别墅里。尽管别墅里面一片漆黑，但是作为张家主人的他们对别墅十分熟悉，哪怕是没有光，都能找到别墅内的各个房间。两人跑到了2楼，各自冲进了房间。张夫人也不敢用手机照明，她打开房间的衣柜门，躲了进去，将衣柜门关闭。密闭的空间让她慌乱的心安定了不少。此刻像这种密闭的空间反而能给人带来安全感，哪怕是有密闭恐惧症的人躲到这里恐怕都能感觉安全。毕竟比起外面的恐怖，这种空间反而能让人感觉踏实。毕竟比起密闭恐惧症来说，小命显然更为重要。张夫人躲在衣柜中，胸膛剧烈起伏着。这个密闭的狭小空间虽然能给她带来些许的安全感，但恐惧依旧存在。那颗巨大的腐烂头颅太过恐怖了。深呼吸了几口气之后，张夫人心绪平稳了些。然而很快她发现了不对，她感觉呼吸越来越困难了，甚至有了一种喘不过气来的感觉，似乎这衣柜中的空气被消耗光了。张夫人张大嘴想要呼吸，然而根本没有空气给她呼吸。她明白此刻必须打开衣柜门，不然自己会被憋死。她伸手放到了衣柜门上，用力朝外推。然而衣柜门纹丝不动，就相似被焊死的铁门一般。明明只是一扇衣柜门，但却无法打开。张夫人双手放在衣柜上，手指上的指甲在衣柜内壁留下一道道爪痕，她的指甲都渗出了鲜血。然而无论怎样都是徒劳，最终张夫人双手停止了动作，整个人也没有了呼吸。衣柜外面，一只粗大血管般的触手正抵在门上。随着张夫人停止了呼吸，血管般的触手这才收了回去。而在张凌鹤房间中，张凌鹤此刻躲进了床底下，他趴在床底下，浑身都还在抖，显然是那巨大的头颅邪灵让他吓破了胆。
此刻的张凌赫身体颤抖着，心里不停默念：不要发现我，不要发现我，不要发现我。一支猩红血管从窗户外伸进来，径直探入床底。噗嗤，触手直接将张凌赫贯穿在，触手从嘴中刺出。张凌赫像是被穿串似的被触手洞穿，随后触手收回。这样的一幕在别墅的各个角落发生。那些张家人即使躲得再怎么隐蔽，依旧被触手找到并且击杀。邪灵似乎并不准备一下子将所有人杀死，相反，他是慢慢的一个个的袭杀，仿佛他很享受众人的恐惧，依旧很享受这种猎杀的快感。灵堂中的苏晨也已经遭受过2次袭击，不过他毕竟不是普通人，尽管实力被压制，但还是勉强抵挡住了邪灵的随意一击。苏晨的脸色很不好看在，他已经能够确定他在实力压制下不能靠实力来解决掉这只邪灵，因此只能用副本中给玩家留下的通关方法，那就是刘军。只有刘军安抚了他自己的灵魂，这才能解决掉这只邪灵，然后通关副本。此刻，别墅内部的各个角落以及外面的院子中到处都是鲜血，尤其是院子里，尸体更是躺了一地，地面的土壤似乎都被染红了。张家众人此刻全部死了，整栋别墅就只有苏晨这一个活人。至于旁边正在认真进行入殓仪式的刘军，他本来就不是人。苏晨认真思考了一番，决定给刘军拖延一下时间，否则入殓仪式被打断，这个副本必定通关失败。想到这里，苏晨提着剑走出了灵堂，接着他一跃而起，站在了别墅顶部，跟巨大的邪灵头颅对峙。巨大的红色血管袭来，苏晨连忙提剑抵挡，他的剑斩在邪灵的血管上。苏晨眸子微微一缩，果然他对这邪灵根本造成不了多少伤害。第136章通关。接下来让苏晨更为惊惧的一幕发生了。原本苏晨一剑斩掉了这只邪灵10点血量，但是1秒钟过后，这邪灵的血量居然又满了。我去，还带恢复效果。苏晨不禁怀疑，这邪灵莫非还穿了狂徒铠甲？不然怎么带了恢复效果？这压根儿就没得打。苏晨查看了一下这只邪灵的修为，然后他微微张大了嘴巴。BOSS 邪灵，境界大成期1500000，法力198000，技能猩红触手，攻击1050，防御1750，速度175，血量1720000。说明不可立敌形 BOSS， 玩家只能在副本中寻找线索解决此邪灵。这只邪灵的修为竟然比自己还高出2个境界，而且在这个剧情中不支持玩家用实力来对抗，只能用副本提供的线索来通关。苏晨又调出来自己的属性对比了一下，玩家苏晨，天赋风姿卓越，境界合体中期1100000，法力85000，技能剑扫八方，万剑归宗，术法控火术、引雷术、搜魂术，身法太清步，剑法落英剑法，武器水寒剑，攻击950，防御750，速度75，血量95万。显然差距是巨大的，再加上游戏限制，苏晨根本不可能力敌这只邪灵 BOSS。 希望我能多拖住这只 BOSS 一会儿。现在刘军正在给逝者入殓，只要刘军完成了入殓仪式，安抚了逝者灵魂，那么这只邪灵身上的怨气就能消散。苏晨提着剑跟 BOSS 对战在了一起，结果他根本没能拖住多久，因为很快他的身体就被粗大的猩红血管缠绕住了，血管在他身体上一圈又一圈的缠绕。苏晨被缠成了一个巨大的血红大茧，只留下脑袋跟2只脚在外面。苏晨还是第一次感觉到这么无力，这个副本中的 BOSS 设定太坑了。老刘啊老刘，接下来只有靠你了。邪灵的触手收紧，狠狠用力，想要将苏晨直接勒死。苏晨自然是拼命反抗，将灵力凝聚在身体表面，形成一层护体灵罩。不过他显然无法抵抗这只 BOSS， 这并不是他弱，而是这个副本中的设定就是如此，这只 BOSS 不可用蛮力战胜。此刻苏晨的血量在快速的下掉，100、200、300、100。显然这邪灵是有实力直接将苏晨杀死的，不过他就喜欢这样慢慢的折磨。而此刻在灵堂中，刘军依旧专心致志地做着自己的事，他在认真地进行着入殓仪式。专心投身在仪式中的他似乎都没有注意到外面发生的事。很快逝者的仪容整理好了，原本有些腐烂的地方都被他用化妆工具给修补遮盖了。此刻棺材中的刘军虽然因为化妆的原料用的太多显得脸色苍白，但比之前好了太多。
那些微微腐烂的地方都被遮盖住，看不见了，整个身体显得也舒服多了。看到自己的成果，刘军脸上露出一抹笑容，随后他双手将逝者的双手交叉放在身前，使得逝者看起来极为安详。接着，刘军的手掌轻轻放在了他自己尸体的额头上，静静感受着灵魂传来的情绪。父亲曾经说过，一个优秀的入殓师是能够感受灵魂情绪，并且安抚灵魂的。很快，刘军便感受到了灵魂的情绪，灵魂在向他诉说。他说他很疼，在棺材里面很害怕，里面很黑。不怕不怕呀，一切都过去了，一切都过去了。此刻苏晨的血量已经下降到了只剩下2000点，按照触手1秒掉100点到300点的速度来看，最多只有10秒时间，他的血量就会清空，到时候就 game over。 而就在这时，苏晨感觉身体传来的束缚感消失，接着身体就掉落到了地面，这又让他掉了几百点血。现在苏晨的血量只剩下1000多点，他从地上爬起来，抬头看向天空中的那颗巨大头颅。那巨大头颅模样的邪灵身上溢出大量红色雾气，那是他的怨气。怨气消散的速度很快，随着红色雾气的消散，这只巨大头颅模样的邪灵身影渐渐虚淡，最终消失在了别墅上空。刘军成功了！苏晨连忙走进了灵堂中。此刻，那个有些憨厚的青年转过头来看向苏晨，他的脸上满是泪水。看到苏晨，他又露出了一抹笑容，明明在哭，可是却又在笑，这表情显得有些怪异。苏晨，我做到了，我真的做到了。我感受到了灵魂的情绪，那是父亲给我说过的，一个优秀入殓师才能做到的。我的灵魂告诉我，说死的时候很难受，很疼，还有很害怕。他说他还没死的时候就被封闭在了棺材底部，他是在痛苦跟恐惧中死去的，并且死后他依旧能感受到疼痛。刘军擦了擦眼泪，脸上露出一抹骄傲。我告诉他，一切都过去了，一切都结束了，让他好好睡一觉。我成功了，苏晨，我真的安抚了灵魂。苏晨点头，你做到了，你是一个合格并且优秀的入殓师，你是你父亲的骄傲。听到苏晨夸奖，刘军笑了起来，他的笑容很灿烂，宛如一个得到小红花奖励的孩童。苏晨，谢谢你。声音落下，刘军的身影也消失在了原地，就仿佛从来没有出现过一般。那个憨厚、老实、有些社恐，但对梦想无比执着的青年消散在了天地间。执念完成，执念形成的灵自然就消散了。现场只剩下苏晨一人。游戏提示音也在这一刻响起。恭喜玩家苏晨通关剧情类副本，玩家苏晨表现优异，获得 SSS 加评分。恭喜玩家苏晨获得海量经验值奖励，玩家距离满级更进一步。第137章女玩家们的主动。副本结算完毕，苏晨还获得了一个宝箱，不过他目前没有打开。副本结算完毕，苏晨身上的衣服变回了原本游戏中的蜀山弟子长袍。一道漩涡一般的通道在别墅中出现，这是副本通道。苏晨再次看了看这个副本世界，然后迈步走出了副本通道。天元城外，副本通道外面围着许多玩家，这些玩家都是在等待苏晨这个副本结果的玩家。因为是全新类型的副本，所以很多人好奇苏晨是不是还能第一个通关这个副本。不少进入过这个副本的玩家觉得，这种剧情类的苏晨就算修为高也不一定能通关，而有些玩家则是苏晨的狂热崇拜者，觉得苏晨哪怕是进入这种剧情类的副本依旧能够通关。两拨人各抒己见，甚至发生了争执。有玩家趁机开了个盘，打赌苏晨是否能够通关，甚至还吸引了不少玩家来下注。下注的自然是灵石，灵石是游戏中的货币。虽然这游戏没有商城一类的东西，但是在游戏世界中能够从 NPC 那里购买东西，因此灵石对玩家来说也是极为珍贵。通关进步100%了，苏晨通关这个副本了。有玩家惊呼的道，现在等候在这里的玩家基本上或多或少都下了注，因此对苏晨能否通关自然十分关心。玩家们闻言连忙齐刷刷看向副本通道外面的光幕，光幕上显示出了苏晨的通关进度。玩家苏晨，副本通关进度100%。所有玩家都有些吃惊地看着这光幕，苏晨居然真的又一次通关了。神话终究没能被打破，那些苏晨的崇拜者们满脸笑意，而那些希望看到苏晨滑铁卢的则是有些失望。更重要的是，他们好多人都下注了。嘿嘿，苏神果然不愧是苏神，就是牛逼。是啊，苏神再次首通副本，苏神 YYDS。嘿嘿，我刚刚可是下注了不少，这次能赢不少灵石。我也是，我也下注了，信苏神就是爽啊。这些下注苏晨通关的玩家脸上都弥漫上了笑意，嘴角都是止不住的上扬。而那些没有下注苏晨通关的玩家则是脸色有些难看。
没想到苏晨居然这么厉害，不仅实力强，就连这种需要解密的副本都能一次通关。难道苏晨的游戏意识就这么强？尤其是进入过这个副本的玩家，脸色尤为难看。他们不禁怀疑，他们跟苏晨之间的差距，难道真的有那么大？这个苏晨就没有软肋？这就奇了怪了。这个苏晨不会是开了挂吧？确实，简直厉害的不科学。普通刷怪的副本厉害也就罢了，这还可以说是游戏意识强，走位好。可这剧情类的副本怎么也这么厉害？难道苏晨的脑子也厉害？我总觉得有问题。是啊，如果苏晨是开了挂，那一切就能够说得通了。不一定，还有一种可能，那就是苏晨就是这个游戏公司内部人员。当一个玩家说出苏晨可能是游戏公司内部员工时，所有玩家眼睛都亮了起来。这个玩家提出的观点真的极有可能。这种游戏开挂难度应该很大，可如果是游戏内部员工，那苏晨这么强的原因就能找得到了。说得对，这个苏晨一定是游戏公司的员工，说不定还是程序员，因此才知道副本通关的方法。操，这不公平！游戏公司员工来玩游戏，这对咱们来说就是降维打击。我抗议，我也抗议！一群不满苏晨每次都拿下副本首通的玩家，此刻纷纷议论着。这些发生在短瞬之间，很快副本通道中一人走了出来。玩家通关副本之后是需要自己走出来的，如果没有通关，那玩家在副本中死亡就会直接在复活点复活。见到苏晨出来，那些原本议论的玩家顿时住了嘴。他们也就属于那种嘴强王者，背着苏晨喷喷还行，可一旦当着苏晨的面，那根本就不敢开喷。毕竟苏晨的实力摆在这里，万一惹得苏晨不高兴，直接将他们杀了，他们也是一点办法都没有。要知道，被玩家杀了，修为倒退可是非常厉害，远不是在副本中死亡可比的。因此玩家们纷纷住了嘴，所有人目光敬畏地看着苏晨。有苏晨的崇拜者走上前，苏神，恭喜通关最新副本。苏晨轻轻点头，谢谢。伸手不打笑脸人，别人给自己道喜，苏晨自然也不可能给别人冷脸。很快又有玩家走上前来，苏神，恭喜通关，恭喜通关，恭喜通关。这些玩家们的想法很简单，那就是在苏晨面前刷个脸，混个脸熟。一次不行，就多在苏晨面前刷几次脸，结识这样一位大佬，说不定就有什么好处。万一这位大佬要卖装备，说不定还能优先考虑自己等人。苏晨通关了这些副本不知多少次了，而且每次的首通也都被苏晨拿下。有着这些战绩，苏晨的手里不知道有多少装备。这些装备他们只要买到一件，那实力就能获得极大的提升。有女玩家也连忙走了上来，苏神，我的电话号码是139，如果苏神你想解决需求，可以联系我，无论多远，人家都能送货上门哦。这名女玩家说完，还朝着苏晨抛去了一个你懂得的眼神。其余女玩家也是不甘示弱，苏神，我的电话号码是147，我是专业的哦，客户都评价说我腰又软又灵活。苏神，还有我的微信号是178900415。苏神，还有我。一群女玩家们十分主动的上来，她们已经看出来苏晨的潜在价值。现在无尽仙途这款游戏已经越来越火爆，涌入游戏中的玩家不知凡几，游戏中的装备也是越发的值钱，任何一件上了品级的法器都能价值数十万大夏币。第138章巨大收获。这也就是说，眼前的这个苏晨尼玛妥妥的就是个土豪啊，而且还是那种能够源源不断吸金的土豪。而且苏晨还长得这么帅，简直就是女玩家心中的梦中情人。面对这样优秀的男人，他们自然主动了起来。毕竟不主动的话就没有任何机会，万一苏晨被别人拿下怎么办？主动虽然不一定有机会，但是不主动则是一定没有机会。万一苏晨某天寂寞了，想要吃个快餐呢？他们不就有机会了，说不定还能得到件装备，而装备就代表着金钱。男玩家们看到这一幕，纷纷目瞪口呆。尼玛，这些小姐姐还带送外卖的！有男玩家感叹道。另一名男玩家附和道，这就是游戏大佬的魅力吗？吾等玩家向往的就是这等场景啊。是啊，妹子主动送上门，这简直就是人生巅峰。面对这些女玩家们的殷勤，苏晨微微皱眉，不好意思，我对女人不感兴趣。苏晨随意说道，他也就是随意找了一个借口，免得这些女玩家来烦自己。然而他这话一出，所有玩家都愣了愣。女玩家们一脸震惊，她们不可置信地看着苏晨，对女人不感兴趣，难怪苏晨对男人。现场有男玩家也呆滞住了，有些心思活络的男玩家则是忽然惊喜了起来，对女人不感兴趣，那他们的机会不就来了？立马有男玩家小跑到了苏晨身边，苏晨，我的微信号是6668888888，
我也可以送货上门哦。说到这里，这名男玩家还学着之前那个女玩家一样的朝着苏晨抛了个媚眼。周围玩家震惊了，这哥们有格局啊！苏神，还有我虽然是直男，但是我也可以外卖上门。还有我，苏神，为了你，我愿意献身。几名男玩家围着苏晨推销着自己，这将周围的女玩家们看得一怔一怔的。尼玛，他们的活儿被这些男玩家抢了！哥们儿，醒醒，你是个男人，抢我们饭碗作甚？一名女玩家愣愣道。一名男玩家不屑地看了他一眼，你们女人能做的，我们男人同样能做，而且我们还不会怀孕。女玩家愣了愣，然后冲着这名男玩家竖起了大拇指，哥们儿，牛逼！而被男玩家们围着的苏晨浑身打了个寒战，尼玛，自己不过就是故意找的个借口拒绝而已，你们这都看不出来是不是傻？苏晨脸都黑了，浑身起了一层鸡皮疙瘩。滚蛋，老子不喜欢男人！一向素质良好的苏晨第一次爆了粗口，尼玛，被一群男人包围抛媚眼儿，这换谁来不崩溃？苏晨忽然想到了，有些群体不会崩溃，可能还会很享受。苏神，考虑考虑呗。是啊，苏神，咱们男人才是真爱啊！一向素质良好的苏晨脸都黑了，尼玛，哥们儿你是真变态啊！苏晨身上荡起一股灵力，咻！围着他的那些男玩家们全部如同离弦之箭般飞了出去。这样的一幕看得周围那些原本想要放弃节操过去的男玩家们一阵后怕，还好他们没有过去，如果过去，现在他们也都飞出去跌个狗吃屎了。苏晨连忙召唤出了天双飞马，在众玩家羡慕妒忌恨的目光中飞走了。天元城距离蜀山不算太远，有天双飞马在，要不了多久就能飞回去，就当兜风了。看着那脚踩蓝色火焰的坐骑，玩家们眼睛都红了。苏神做的那是啥？你丫是不是傻？没吃过猪肉？难道还没见过猪跑？这是坐骑，坐骑，很多游戏中都有的坐骑。原来是坐骑，太酷了！不知道什么时候我才能拥有一头坐骑。苏晨自然不知道他照出坐骑一不小心，在众人面前就装了个逼。此刻的他骑在马背上，十分悠闲地看着游戏世界的风景。忽然他想到了通关这次副本时，游戏提示他获得了大量游戏经验。不知道我现在的境界有没有得到提升？苏晨这样一想，便调换出了属性面板。玩家苏晨，天赋风姿卓越，境界洞虚前期1150000，法力9万，技能剑扫八方，万剑归宗，术法控火术、引雷术、搜魂术，身法太清步，剑法落英剑法，武器水寒剑，攻击1000，防御850，速度95，血量100万。苏晨只是重点看了修为等级，没太关注其余的属性，比如攻击、防御、速度、血量这些点数。这些点数在游戏中挺有用的，但是等游戏反馈现实后，这些属性就没啥参考价值了。那时候最重要的就只要修为，修为越高，反馈得到的修为也就越多，在现实世界中也就越强。修为居然提升了一个大境界，果然手通副本获得的经验值就是丰富。看到修为得到提升之后，苏晨有些惊喜。现在的他已经达到了洞虚境，距离成仙也就只有3个大境界了。虽然只有3个大境界，这样看似距离并不遥远，可是苏晨知道，越是到后面需要的经验值也就越多，提示修为境界也就越困难。希望在游戏停服反馈修为前能够达到仙级吧。苏晨在心中感慨了一番，随后他想起了自己仓库里还有个宝箱没有开启，不知道这个宝箱中能开出什么来。苏晨也没有墨迹，当即将仓库中的宝箱打开了。恭喜玩家苏晨获得物品龙珠。物品龙珠蕴含神龙法则，对龙系妖兽有极强作用，消化参悟龙珠的力量，有机会使跟龙类有关的妖兽化为神龙。苏晨眼睛微微睁大，没想到这宝箱中开出来的东西竟然是龙珠。这玩意儿要是给蛟龙使用，那蛟龙就有很大可能化龙了。要是蛟龙化龙，那实力能达到仙级，以后自己在现实中就有可能有一条神龙打手。我这天赋牛啊，居然能使运气变得这么好，开出这些好东西。第139章获得黄金蛟龙的忠心。苏晨心情不错，今天不仅境界提升了，还获得了龙珠这种好东西。龙珠这东西他虽然用不着，但是黄金蛟龙却能用得上，而且这东西对黄金蛟龙作用还非常之大。将东西收起来后，苏晨骑着坐骑来到了蜀山附近的一座小山。这里有一个山洞，之前苏晨还在这里得到过水寒剑以及一个叫做冰天雪地的武技。苏晨此刻落到山洞前面的平台上，如果不是要到山洞这里来，
我差点忘了还有个武技没学习。想到这里，苏晨便打开了游戏仓库，找到了之前捡到的那个武技冰天雪地。这个武技要求玩家需要元婴境界才能学习。苏晨捡到这个技能的时候还没有到达元婴境，因为他获得的东西实在太多了，所以即使后来他到了元婴境能够学习这个武技，却忘记了武技冰天雪地可学习。苏晨立马就选择了学习，身上一阵幽蓝色光芒闪过，这个技能便被他成功学习。苏晨又抬头看了看面前的山洞，那会儿他修为不够，连飞都做不到，还是用树藤编了一条绳子系在腰上爬下来的。主人，你来了。就在苏晨唏嘘回忆以前时，黄金蛟龙的声音传了出来，接着一颗硕大的头颅便从山洞里伸了出来。在秘境收服黄金蛟龙之后，苏晨便带着黄金蛟龙回了蜀山，并让他住在了这个山洞里。当然了，山洞此刻已经被黄金蛟龙扩大了一些，好更方便容纳它硕大的体型。我找你有点事。苏晨淡淡开口。黄金蛟龙有些疑惑，不过没有多问，等待苏晨接下来说过来找自己的目的。在黄金蛟龙的目光中，苏晨从仓库中取出来一颗黄金色的圆球。在苏晨取出来这颗圆球时，一股龙威顿时弥漫开来。黄金蛟龙顿时瞪大了铜铃般的眸子。主人，这是龙珠。黄金蛟龙无比激动，作为蛟龙一族，而且还是最为接近神龙的存在，他对龙威自然十分敏感。在苏晨将这个东西取出来的瞬间，他就知晓了这是什么东西。这是龙珠，龙珠对身为蛟龙的它有极大的好处，如果能够吸收了这颗龙珠，那它就有了极大的可能化作真正的神龙，因此他怎能不激动？苏晨轻轻点头，没错，这正是龙珠，这东西对我没作用，所以就赐给你了，想必对你的作用应该挺大。话落，苏晨直接将龙珠朝着黄金蛟龙扔了过去。黄金蛟龙目露金光，嘴巴一张，直接将龙珠含在了嘴里，接着一口咽进了肚子。接着他朝着苏晨感激道：多谢主人。其实之前对苏晨他还是有些不服的，因为他以前的实力很强，境界很高，因为被关押太久才导致了境界下滑，一出世就被苏晨击败，并且签订了灵魂契约。他自然不甘心，只是为了活命没办法而为之罢了。可是此刻，在苏晨赐给他龙珠后，他对苏晨的感官完全变了，现在他对苏晨乃是感激涕零，真正的从心里将苏晨当成了主人，真正的认可了苏晨。苏晨十分满意黄金蛟龙的态度，伸手拍了拍黄金蛟龙的龙头。阿龙啊，我说过你跟着我，我会让你成为真正的神龙的，这不是开玩笑，而是真的。多谢主人。苏晨摆摆手，好好修炼，争取早日化身为真正的神龙。我会好好修炼的，主人。行，你回去修炼吧，我也该回去了。跟黄金蛟龙告别后，苏晨便离开了这里，回了蜀山的住处。回到小院，苏晨推开自己的小竹屋，回到了屋里的竹床上盘膝坐下，接着他便下了线。房间中，苏晨摘下游戏头盔，走出了房间。他看了看手机上的时间，下午6点了，差不多该吃晚饭了。因为柳如月脚受伤的原因，这2天苏晨都会给柳如月带一份饭过去。苏晨的房间在2楼，他刚走出房门，便闻到了一股浓郁的香味儿。婶婶，你在做什么？怎么这么香？苏晨笑着问道。炖个鸡汤，给你还有你叔叔补补身子。对了，这鸡汤你待会儿多给那位被你弄伤了脚的邻居盛些过去。婶婶温柔的声音从厨房里传了出来。至于叔叔，则是没在家里，在书店中。最近2口子都在书店里面忙活，到了饭点儿，婶婶就会回来做饭，然后给叔叔送过去。书店要晚上9点才关门，因此午饭跟晚饭都是婶婶做了给叔叔送去的。而婶婶给叔叔带饭，也都会给陈冲锋带一份过去。好的，婶婶。对了，婶婶，你叫叔叔回来吃吧，没必要一直待在书店的，书店有陈哥在，不会有事的。最近这几天，叔叔都没有回来吃饭，午饭跟晚饭都是婶婶做了送去的。苏晨有些心疼婶婶来回跑，这太麻烦了。婶婶将鸡汤盛乐了出来，脸上带着笑。你叔叔脑子比较笨，他说要在书店多待会儿，记一下书籍位置这些，免得客人来买书还找不到书在哪儿。不是有陈哥在吗？没啥问题的。婶婶一边盛米饭，一边嗔怪地看了苏晨一眼。万一小陈休假呢？那咋办？该会的基本东西还是得学的。苏晨也觉得婶婶这话有道理，因此不再多说什么。他跟婶婶将要带走的饭打包好之后，端起米饭，拿起筷子，跟婶婶一起吃饭。大理石饭桌上此刻摆放着一些家常菜，土豆牛肉、麻婆豆腐、青椒肉丝，还有就是鸡汤。婶婶将一只鸡腿盛出来，放进了苏晨碗里。谢谢婶婶。苏晨吃了起来，婶婶的厨艺也挺不错的，做出来的菜很美味。吃完之后，苏晨便将要给柳如月带的饭装起来，提着离开了别墅。
没一会儿便到了柳如月家。柳如月吃着饭，然后开口：“苏晨，你明天不用给我带饭了，我脚已经好了，这几天谢谢你了。”脚真的没问题了？苏晨问。柳如月连忙点头：“没问题了，都好了。还有，我明天要离开了。是有什么事吗？”“最近我在创作新歌，这2天新歌创作完成了，我得回公司去录制，后面还有宣传歌曲、打榜之类的事。”苏晨轻轻颔首：“这挺好的。柳如月是个大明星，自然不可能一直在家躺平。而且柳如月已经是苏晨所知最闲的明星了，别的明星哪个不是整天赶通告的，也就柳如月一休息就整月的休。”第140章找师傅帮忙。哎，我也想像你这样，就在家玩玩游戏就能赚钱，多好。可惜我没那个实力。苏晨无语：“我哪有你这个大明星能赚钱？你可是小富婆，我就是个吃软饭的。”柳如月都忍不住翻了个白眼：“美的你，一天天的想啥呢？”苏晨摸了摸鼻子：“难道不是吗？我的第一桶金可还是从你还有马小玲那儿赚来的。我可算是知道为什么有的人那么爱吃软饭了。”“为什么？”柳如月一双漂亮的桃花眸子望着苏晨，满是好奇。因为软饭实在是太香了。”苏晨十分认真地说道。柳如月。苏晨跟柳如月闲聊了一会儿后，便告辞离去。两人约好了，就算他离开了山城，也要在游戏里一起组队下本。接下来的日子，苏晨便跟柳如月还有胖子等人刷本，几人的修为也有了不小的提升。在新副本到来的时候，苏晨也是立马单刷了新副本，副本的每次单刷首通都被他拿下。接下来苏晨在心里计算了一下游戏反馈修为到现实的时间，现在距离游戏反馈修为到现实中也就只有半年时间了。现在我修为已经不错，只要将后面的几个副本首通单刷拿下，那海量的经验值奖励应该差不多能将我修为推到满级。修仙者的手段还有一项比较重要，那就是炼丹。之前从清虚道长那里学来的术法中虽然也有炼丹，但清虚道长不擅长炼丹，因此从清虚道长那里学来的只有一些基础的炼丹术。这还不够，我还需要学会更高深一些的炼丹术，也就是再精修一番。学会炼丹以后在现实世界中也非常有用，到那时能给叔叔婶婶炼制一些强身健体，甚至是改变根骨的丹药。所有的技能都只有在游戏中才是最好学的，很容易就学会。而如果是在现实中，想要学会任何一项技能，任何一项术法都非常困难。比如炼丹，如果是等以后游戏反馈了修为，甚至游戏降临到现实，跟现实融合，那时候在现实世界中也可以继续修炼，也可以学习炼丹，学习武技术法。不过没有了游戏规则存在，在现实中想要学习任何一项技能以及职业都非常难。就算是那些对某方面天赋异禀之人，也要花费大量时间才能融会贯通。尤其是炼丹这种职业，除了天赋外，还需要时间以及大量药材来练手，这样才能成为炼丹师。而想要成为高级的炼丹师，炼制出品质高的丹药，需要的时间就更多了。很多人一生投入炼丹中，可能都只能堪堪入门。因此最好的办法就是在游戏中学会这些东西。只要在游戏中学会了这些东西，以后等游戏反馈修为后，这些都能带到现实中。在游戏中炼丹等级高，那么以后在现实中也能自然而然地拥有那样的能力。想到这些，苏晨进入游戏后便去了自己师傅所在的大殿。推门进入屋内，苏晨站在大殿中。师傅，苏晨呼唤了一声。他能确定凭借师傅的实力，自己站在这里喊一声，师傅只要在蜀山就一定能听到。果然在苏晨这一声过后，大殿里顿时一道身影出现在了这里。他是一个中年男人，容貌儒雅，身穿一袭白色长袍，双手背负在身后。他的身上有股特别的气质，有种缥缈高深的感觉。这人正是苏晨在游戏世界里的师傅楚龙渊。楚龙渊脸上带着儒雅的笑：“乖徒儿，找为师有什么事？”咦，他的话说到这里，忽然轻咦了一声，随后他仔细的上下打量了一下苏晨，然后他发现苏晨的修为又提升了一大截。要知道，上次苏晨从秘境中出来时还没有现在的修为，可是现在再次见到这个徒弟，这个徒弟又给了他一个惊喜。不愧是咱们蜀山有史以来最杰出的天才，短短这么段时间过去，你境界又提升了。楚龙渊只是有些感慨，却并没有觉得多不正常。他毕竟只是游戏世界中的 NPC， 游戏自动将玩家修为方面跟其他弟子的差别给模糊掉了。在游戏世界中的 NPC 最多只会觉得玩家的修为提升快而已，而不会去思考这其中的不正常。就像苏晨，他进入游戏才没多久，可是已经达到了比宗门长老还高的修为，可他师傅依旧不会觉得不对劲，只会觉得自己弟子天赋高，是天才。苏晨冲着楚龙渊微微拱手，
是的，师傅，最近又有所突破。哈哈哈，好好好。楚龙渊大笑了几声后，连说了3个好。他看着这个徒弟，也是越发的满意了起来。恭喜玩家苏晨获得楚龙渊好感度加20，当前好感度 75%。苏晨微微挑眉，没想到自己师傅对自己好感度已经提升到了 75%， 看来师傅对自己这个做弟子的相当满意。别小看好感度这个东西，这东西在游戏中也是很重要的。好感度高，那么玩家对好感度高的 NPC 提出请求就不容易被拒绝。师傅，我这次来找你是想让你帮我个忙。乖徒儿，你说。是这样的，师傅，我想学习炼丹术，您能向长老说一声，让他教我炼丹术吗？想学炼丹啊，这没问题。师傅这就去跟长老说一声。乖徒儿，你在这儿等为师一会儿。楚龙渊想到没想就直接答应了，这就是好感度高带来的好处。他说完这话后，立马就消失在了原地。蜀山大长老的朝阳峰，楚龙渊身影出现在了大殿中。第141章，跟大长老学炼丹。楚龙渊没有刻意收敛自身气机，所以当他一出现在大殿中时，大长老就已经感应到了。接着这座屋内一道须发半白胡须悠长的老者出现，他朝着楚龙渊微微拱手，见过掌门。楚龙渊轻轻颔首，大长老，我这次过来是有件事想找你帮忙。掌门但说无妨，我那个徒儿最近跟我说想要学习炼丹，我想到大长老乃是本门炼丹技巧最为高深之人，所以便想着让大长老教导他炼丹。楚龙渊说明了来意。大长老闻言略微沉默片刻。掌门，炼丹一事需要花费大量精力方能有所成就。苏晨是咱们宗门的天才，更是咱们宗门未来的希望，他更应将精力放在修炼上才对。学得太多会不会反而不太好？大长老说出了自己的疑虑。他觉得苏晨虽然是天才，可是再怎么天才，精力也是有限的，而且在修炼上非常有天赋，并不代表着在炼丹一途也有天赋，这两者是完全不同的领域，不可同日而语。万一花费时间在其他领域，耽误了修炼，这也是个大问题。楚龙渊摇摇头，不用担心他，如果他真的没有这方面的天赋，知道炼丹需要长年累月的练习，估计就会知难而退了。也许他现在就是一时新鲜，就满足他吧。大长老点点头，那好吧，掌门你让他明日过来我朝阳峰到炼丹房找我。善。楚龙渊身上淡金色光芒流转，下一刻他人影变已经消失在了原地。苏晨所在的大殿中，楚龙渊身形显现而出。师傅，怎样了？放心，大长老已经同意了，让你明天就过去朝阳峰炼丹房找他。苏晨闻言，嘴角微微上扬，多谢师傅。你我师徒之间不必客气，明日你便去大长老那儿报道吧。如果觉得炼丹不好学，随时和我说一声，随时都能退出。苏晨微微躬身，谢谢师傅。翌日，苏晨进入游戏后，便直接前往了朝阳峰炼丹房外，守着一名蜀山弟子，年纪看起来很小，也就12、13岁。我是苏晨，小师弟请转告大长老，就说苏晨来了。少年点点头，师兄稍等，我这就是去禀告大长老。说完后，少年便进了炼丹房，他朝里面走去。在这个房间非常大，在房间中间，一名须发半白的老者正闭目端坐于丹炉前，此人正是蜀山最擅长炼丹的大长老。少年上前几步，师傅，一位叫做苏晨的弟子求见，让他进来。少年微微拱手，重新退回到炼丹房外。师兄，师傅让你进去。好的，多谢小师弟。苏晨进入炼丹房后，将房门重新关好。他仔细瞧了瞧这房间，房间里面有铭刻保护型的阵法，想来是为了防止炼丹时损毁炼丹房。弟子苏晨见过大长老。大长老应了一声，随后神识扫视了一下苏晨，接着轻昵出声。大长老此刻已经睁开了眼睛，站起身来看着苏晨，目光中满是震惊。你竟然已经达到了这等境界，果然不愧是我蜀山有史以来第一天才。在大长老的感知中，苏晨现在的修为竟然已经跟自己齐平了。要知道自己可是蜀山除了掌门外修为最高之人，可是现在一个蜀山的新弟子居然就有这等修为，这简直太妖孽了。苏晨十分谦虚的拱拱手，大长老过奖了，弟子只是侥幸得了些机缘，有多突破罢了。大长老对苏晨这态度倒是十分满意，此子不仅实力强横，就连为人处事都如此谦卑，是个难得的好苗子。恭喜玩家苏晨获得大长老好感度加10，当前大长老好感度 10%。虽然你在修行方面十分有天赋，可这并不代表你在炼丹方面也同样有天赋。要知道，炼丹跟修行可是完全不同的领域，贪多嚼不烂的道理，想必你也应该知道。那么你想要了，还要继续学习炼丹吗？苏晨点头，眸光十分肯定，请大长老指点。
大长老点点头，没有再多说什么。炼丹跟修炼不是同一个领域，修炼厉害也并不代表炼丹就厉害。这年头很难有人在2个方面都有很大成就的。在他看来，苏晨接下来最多坚持几天就会受不了炼丹的枯燥，从而主动退出。接下来我先给你讲讲炼丹。丹药的炼制首先需要丹方，丹方是老祖宗们智慧的结晶，是他们无数次试验最后研制出来的成果。咱们炼丹师可以说是站在了前任的肩膀上。丹方上每样药材的分量都有详细记载，药材所占配比等也都有详细说明。虽然说有些丹方上的药材分量有些许差异，问题也不大，但最好还是严格按照丹方来炼制。大长老侃侃而谈，给苏晨讲解了很多炼丹方面的注意事项。接着他拿出来一个丹方递给苏晨，这是培元丹式，是最基础的丹药，咱们炼丹师要将这些丹方牢记于心。你先看看，将这丹方记住，稍后我亲自为你演示一遍培元丹的炼制过程。苏晨伸手接过，低头看了一眼丹方，这丹方上面详细记载了各类药材的占比。苏晨现在的修为很高，因此只是看过一遍后，便将这张丹方的内容给记在了心里。随后大长老便为苏晨亲自演示了起来。他将一份配置好的药材倒入炼丹炉中，炼丹也不一定需要丹炉的，厉害的炼丹师甚至能够直接在手掌中炼丹。当然了，我也就是给你说说，那种炼丹师起码也是天阶炼丹师，连我现在都做不到的，这个你听听就好。在炼制丹药时，还要控制好炉火的温度以及炼制的时间，只有在最佳的时间，丹药的品质才最好。大长老讲的头头是道，他一边给苏晨讲着，一边使用控火术法操控着丹炉中的火焰。第142章8条丹文，震惊大长老。炼丹资质+5，炼丹资质+5，炼丹资质+5，炼丹资质+5。苏晨在观看大长老炼丹的过程中，一连串的游戏提示音没过一阵便会响起来。苏晨顿时大喜，他也没想到观看大长老炼丹居然就能提升炼丹资质。一段时间之后，大长老盯着丹炉，脸上浮现出一抹喜色，培元丹快成了。然后苏晨便听见砰的一声，丹炉顶上的丹炉盖直接被震得飞了起来。啪！一声金属接触地面的声音响起，丹炉盖子直接被掀飞，摔落到地上，还弹跳了几下。大长老原本的笑容僵在了脸上。苏晨有些疑惑地开口：“大长老，这是炼丹成功时的表现吗？炼丹成功时还会发生爆炸，将炉子盖都给掀飞？”大长老闻言嘴角一阵抽搐，神他妈炼丹成功时的表现，自己这炉丹要炼制失败了才对，刚刚就是炼丹失败时的爆炸将炉盖掀飞了。嗨，大长老假装咳嗽2声，这丹药确实没有炼制成功，这并非老夫技术不行，而是刚刚快炼制成功时，老夫一时欣喜，有些没掌握好火候，所以药材在丹炉里发生了爆炸，炼丹失败了。这也是老夫接下来要提醒你的，炼丹成功率并非100%，甚至就连50%都没有。如果能够达到50%，那就至少是中阶以上的炼丹师了。越是高等级的丹药就越难炼制，失败率也就越高，所以高等级的丹药才弥足珍贵。苏晨犹豫了一下，问道：“大长老，可是你刚刚说培元丹只是最低级的丹药啊？”他满是不解，难道最低级的丹药成功率也这么低？苏晨这扎心的询问，差点让大长老呛住。老铁，要不要这么扎心？大长老有些幽怨地睨了苏晨一眼，刚刚老夫说了，刚才的失败只是个意外，接下来你来亲自试验一下丹药炼制，老夫在旁边看着。小样，让你扎老夫的少女心，待会儿失败了你就会明白，炼丹不是那么容易的。大长老心里悠悠地想着。苏晨微微颔首，好的，大长老。接着苏晨便去一旁取药材，为了方便炼丹，这炼丹房里就准备了一些常见的药材。当然了，珍贵的药材不会放在此处，而是在其他地方保存。丹炉中虽然说有阵法保护，但珍贵药材还是有可能损坏的。苏晨按照丹方上的配比准备了一份药材，因为是第一次炼制，所以他准备的药材不多，只能够炼制出1颗。这是培元丹炼制1颗的最少用量。大长老在一旁看的倒是很满意，这孩子居然还知道节俭。勤俭节约可是十分难得的美德，尤其是对炼丹师来说，如果太贪多，一次性想要炼制多枚丹药，那就有可能导致整炉丹药炼制失败，那损失的药材量就大了。除非有极大的把握，不然最好像苏晨这样少使用药材。苏晨将丹炉中的药材渣给清理干净，然后开始控火，将准备好的药材放入丹炉中。在苏晨火焰的操控下，丹炉中开始弥漫出一股药香味儿，那是药材被炼化时产生的香味儿。大长老不知从哪儿拿出了一杯茶喝了起来，他并不觉得苏晨能炼制成功，开什么玩笑，炼丹哪里是那么容易入门的。想当年他第一次炼丹时，
炼废了10几炉丹药才成功。就这样，他都已经算是炼丹方面的天才了。而苏晨想必失败个10次8次之后，就会知道炼丹多不容易了。让这小子敢嘲笑自己。大长老一边喝着茶，一边美滋滋地想着。而就在这时，苏晨大喝了一声：“开！”丹炉内一颗丹药顿时在他凌厉的操控下，从丹炉里面飞了出来。浓郁的丹香顿时在炼丹房中弥漫开来。大长老对这种味道并不陌生，鼻子抽动了几下就闻了出来。这是丹香？他有些疑惑地抬头朝着丹炉看去，便看见一颗圆润的丹药在丹炉上方悬浮。大长老瞪大了眼睛，嘴巴也张成了 O 型，手中的茶杯都忘记了拿，直接从手里滑落到地上，摔成了一地瓷片。苏晨便将丹药收在了手中，朝着大长老递过去：“长老，弟子幸不辱命。”大长老回过神来，连忙一把夺过苏晨手中的丹药，拿在手里查看了起来。只见在丹药上几条纹路浮现在丹药表面，1、2、3、4、8。大长老数了数丹药上面的纹路条数，足足8条。我擦，开什么玩笑，8纹培元丹！他惊讶地爆了粗口。苏晨见到大长老吃惊的表情，便疑惑地问道：“大长老，8纹丹药是什么意思？”其实他是知道的，在清虚道长那儿获得的术法知识中就有丹药方面的知识，其中就有关于丹药品质的划分，因此他自然知道8纹代表了什么。不过毕竟是第一天跟大长老学炼丹，还是表现的小白一点比较好。大长老神色复杂地看了苏晨一眼，开口解释道：“丹药的品质也是分等级的，其划分便是以丹药表面凝聚的丹纹来划分。没有丹纹的丹药为普通品质，1条跟2条丹纹为黄级品质，3条跟4条为玄级品质，5条跟6条为地级品质，7条跟8条为天级品质，9条丹纹则被称为神品丹药。”大长老看着苏晨，神色复杂，没想到你小子第一次炼丹，居然就炼制出了8条丹纹的天品丹药，自己这么多年了，都从未炼制出过8纹的丹药，这人比人简直气死人啊！这苏晨在炼丹方面居然也这么有天赋。苏晨，你以前是不是学过炼丹？大长老问。苏晨连忙摇头，弟子不曾。第143章，半年后游戏达到满级。闻言，大长老的身形肉眼可见的晃了晃。不曾学过炼丹？开什么玩笑，不曾学过炼丹就能够炼制出8纹丹药，这未免也太离谱了点。这小子看来还是个炼丹方面的天才。大长老觉得自己有些被打击到了，但又有些激动。他虽然是整个蜀山最会炼丹的，但实际上他的炼丹天赋并不强，哪怕是在这个领域这么久，也才成为一名高阶炼丹师罢了。可是现在他从苏晨身上看到了希望，凭借苏晨的天赋，他觉得他再好好教导一番，那丹药一途又将多出来一位顶级大师。大长老满意极了，当即就决定要好好培养苏晨。1天时间过去，苏晨给大长老带来了更多的惊喜。大长老发现苏晨对炼丹方面东西简直就是一点就会，教导一个天才根本不需要费太多心神，随便说一下对方就能领会，这种感觉简直不要太爽。1天时间很快就结束，苏晨，明天你也早点过来，我教你其他丹药的炼制方法。苏晨连忙微微拱手，谢大长老。今天的授课结束之后，苏晨离开朝阳峰，回了自己的小竹屋。而就在苏晨前脚刚刚离开，楚龙渊便出现在了大长老身边。大长老，这小子有没有被炼丹打击到？楚龙渊问道。他答应苏晨学炼丹，其实只是单纯的喜欢这个弟子罢了，因此弟子的想要学炼丹，他就找了大长老来教导。可在楚龙渊心里，其实根本就不觉得苏晨能耐下性子学习炼丹，因为他曾经也接触过炼丹，可是最后不了了之了。主要是炼丹实在太过枯燥乏味了，需要炼丹师在丹炉面前枯坐很久，比修炼还麻烦。炼丹一途知识点还特别多，各种各样的理论配比等等，让人头大。他觉得苏晨估计最多几天就会受不了退出。大长老神色激动，掌门，谢谢你带苏晨过来学习炼丹。楚龙渊有些懵了，大长老好好的，谢谢自己干嘛？明明是自己求大长老来教导弟子的，这理应自己谢大长老才对。就在楚龙渊有些懵的时候，大长老继续激动的开口：“苏晨这小子就是个天才啊！”楚龙渊有些茫然，他是天才，整个蜀山上下不都知道吗？毕竟苏晨可是蜀山有史以来最杰出的天才了，哪怕不说后无来者，但至少做到了前无古人的地步。大长老知道楚龙渊说的是苏晨在修行方面是天才，因此他连忙摇头道：“掌门，你误会我的意思了，我是说这小子在炼丹一途也是天才，比老夫天赋可强太多了。”楚龙渊愕然：“大长老，你说说我这徒儿
在炼丹方面也很有天分。他不可置信地问道。一个人在某个领域是天才，这正常。可是如果在其他领域也是天才，这就太离谱了。看到楚龙渊吃惊的眼神，大长老肯定的点头。没错，这小子炼丹的天赋也堪称妖孽，第一次炼丹就炼制出了8文培元丹。什么8文？楚龙渊呆在原地，震撼莫名。大长老看到自家掌门这吃惊的模样，心中也是暗自得意。不久之前，他可被苏晨给震撼得不轻，现在终于轮到别人被震惊了，这种感觉还挺爽。接下来的日子，苏晨每天就前往大长老那里学习炼丹，这期间他也看了很多炼丹方面的书籍，掌握了很多丹药的炼制方法。直到某一天，大长老叹息着说：“我也没什么可教你的了。”这样，苏晨才结束了学炼丹的生涯。接下来的游戏中，每个月依旧会出现一个全新副本，无一例外。这些副本的首通都被苏晨给拿下，并且苏晨都是单刷的，只有单刷对经验值的加成才是最大的。半年的时间很快就又过去了。这天，苏晨一剑将一个副本中的 BOSS 击杀，随后复结算。恭喜玩家苏晨已达到满级。这道游戏提示音响起的这一刻，苏晨的脸上终于露出一抹笑容。1年时间了，距离游戏公测即将满1年时间。这1年中，他几乎都在干游戏，除了每个月的副本首通，还有上千局的副本通关次数，这才将修为提升到了满级。现在总算是有了一丝自保之力。对目前自己的等级，苏晨是很满意的。满级，这是这个游戏中目前的最高等级。修为境界在游戏中被称为仙级，达到这个境界，在游戏中就无法再提升修为了，因为仙级已经封顶。苏晨退出游戏，接下来的日子罕见的休息了起来。1年时间，苏晨明白这个游戏即将体服，接下来第1阶段游戏将反馈给玩家修为，因此苏晨只需要等待修为反馈就行了。这几天苏晨都没进游戏，在家里跟叔叔婶婶吃饭，偶尔还去书店帮忙看看店。他难得的享受了一下这清闲日子。叔叔，我想要买一本3年高考5年模拟，你这儿有吗？一个戴着眼镜的女生冲着正坐在书店中玩手机的苏晨怯生生地问道。她一看就是那种只知道学习的女孩，有些腼腆，就买个书问话都红了脸。女孩的称呼让苏晨愣了愣，不过很快回过神来。请问是要谁编撰的？这种书有好几个版本啊，我要李厚雄版的。好，稍等一下。苏晨转身就去找出了一本3年高考5年模拟出来，书的封面上还写着主编李厚雄。小女生很快付了钱，然后便红着脸离开了。看着她的背影，苏晨有些无奈地摸了摸鼻子。我现在都是做叔叔的人了，自己现阶段明明也才19岁好吧？当然了，心理年纪确实能是做叔叔的年纪了。苏晨刚坐下，手机就响了起来，拿出来看了看，苏晨发现是胖子给自己发来的信息。胖子是在问他为什么这几天都没上游戏了。苏晨直接回了个消息过去，因为我满级了。很快胖子的消息回了过来，那是几个震惊的表情包，并且还附带了一句话：我擦，苏神牛逼。第144章辅导员野玩无尽仙途。很快的，胖子又拨过来一个语音电话。胖子，怎么了？橙子，你是不是忘了什么事儿？苏晨疑惑，啥事儿？胖子的声音从电话里面传来，还有几天就是这学期的毕业考试了，考完只要不挂科，咱们就彻底毕业了。你不是没有退学吗？要不还是参加一个这个考试吧，只要考过了，你也能毕业，拿到毕业证，这是辅导员好不容易找学校给你争取来的机会。苏晨沉思了片刻，好，我去。他想的是现在他已经满级了，也不用再像之前那样拼命干游戏了。辅导员为他争取了一个机会，只要他考试能够及格，就能顺利从学校毕业，还是不能辜负了辅导员的一片心意。而且叔叔婶婶这段时间虽然没说什么，但是苏晨知道叔叔婶婶对自己退学这件事还是很在意。叔叔婶婶一直将自己当成骄傲，觉得自己能够上京城大学，这是光宗耀祖的事情。想必在叔叔婶婶心中，能从京城大学毕业，这远比自己赚到了钱还要开心。想通了这些之后，苏晨便决定了要去学校参加这最后一次考试，至少也要将毕业证拿到才是。不过目前考试可不是那么容易的，不仅要考试好合格不能挂科，后面还要弄毕业论文之类的。目前摆在苏晨面前的难题就是考试，毕竟苏晨已经休学1年了，1年都没有学习，就算前世学过，可是那些早就还给老师了。为了不挂科，苏晨只好重新拿起了书本。不过不知道是不是重生的原因，苏晨发现自己的记忆力跟理解力强了很多，再加上前世本来就学过这些知识，
因此苏晨花了几天时间就将所有知识掌握的差不多了。大学跟升学考试不同，大学的考试都是书本上的内容，比起高考来说简单了不知多少倍。只要稍微认真学一下，就基本上不会有挂科的情况。当然了，那些啥也不学，天天旷课在宿舍玩游戏的学生除外。前世的时候，苏晨同班的一个学生就是经常旷课。那人还是高考状元，可能是以前再过压抑了，上大学了接触了网游，所以就痴迷上了。只要一有空就玩游戏，就连很多正课也逃课躲在宿舍玩游戏。几乎每个学期这名同学都挂科，后来也是没能拿到毕业证，并且玩游戏也就罢了，要是他能玩《无尽仙途》这款游戏的话，这在以后反而能成为他的优势。可惜的是，这名同学玩的是推塔游戏，还有一款枪战游戏。至于《无尽仙途》这款游戏，这名同学压根儿就没碰。后来这名同学彻底废了，要文凭没文凭，要修为没修为。至于这名同学的名字，苏晨都想不起来了。跟叔叔婶婶说了一下要去学校参加考试，准备毕业的事儿，将老两口给高兴坏了。苏大福脸上的笑容非常灿烂。好，小陈，这件事你做得对。虽说你赚钱了，可是叔觉得学历还是很重要的。婶婶也是满脸笑容。对，有个京城大学的毕业证，将来找工作也好找。看着老两口高兴的模样，苏晨也从心里感到开心。他重活一世，就是为了家人，为了朋友。这个回去考试的决定，看来还是非常正确的。尽管将来学历并没有什么作用，但能让叔叔婶婶开心，这便是最令人振奋的事。苏晨回到学校，先去了辅导员老张那里报道。为了感谢辅导员为自己争取的机会，苏晨还买了些水果。要是没有辅导员，就凭他这么久不去学校，学校都早将他给开了。辅导员在学校还是有点关系的，貌似校长是辅导员的表哥，因此苏晨才能有机会继续顺利毕业。为了避免被别的老师看得不好，所以苏晨买了一篮子水果后，就直接去了辅导员在学校里的教职工宿舍楼。在16楼的一扇防盗门前，苏晨按响了门铃。在过来之前，苏晨就已经给辅导员打过电话说过会儿要登门了，所以辅导员现在在家里。没一会儿，防盗门便打开了，戴着金丝边框眼镜的何老师出现在苏晨面前。他就是苏晨他们的督导员。何老师年纪不算太大，也就30来岁，留着一个平头，看起来非常干练精神。看到苏晨，他笑了笑，一巴掌拍在苏晨肩膀上：“你小子总算知道回来了。”苏晨脸上挤出一个笑容：“再不回来，那不就毕不了业了？快进来坐，不用换鞋。”辅导员连忙招呼苏晨进屋，态度倒是十分亲切。苏晨进去后，将手中的果篮放在了屋里的茶几上。何老师笑了笑：“你这家伙来就来吧，还带啥水果？嘿嘿，礼节还是得注意一下的。在我们那儿，登别人门一定不能两手空空。”何老师的这间教职工宿舍不算大，2室1厅，不过家里收拾的倒是挺干净。很快，苏晨目光落到了沙发上的一个头盔上，眸光顿时微微一凝。这头盔不是什么电瓶车头盔，而是《无尽仙途》的游戏头盔。苏晨稍微惊讶了一下：“何老师，你也玩《无尽仙途》？”何老师点点头：“是啊，这个游戏挺火的，学校已经好几个老师在玩了。那老师你在游戏中的修为到什么层次了？”何老师脸上浮现一抹苦笑：“菜鸟一个，现在也才筑基期。”苏晨一时间不知道说啥好了。现在游戏都快停服了，结果何老师才筑基期，这典型是属于《无尽仙途》玩家中垫底的存在了。可能何老师都没怎么玩，不过想想也正常。除了富二代，谁不需要上班？大部分玩家空闲时间本就不多，一天能保持刷1次副本就不错了，而且还不一定能确保通关。因此，现在游戏世界中的玩家，大多数其实都是修为低的玩家。苏晨这种的，那就是个例外。何老师，晚上一起吃个晚饭，谢谢你为我争取的机会。苏晨邀请了何老师，算是对他那些帮助的感谢。第145章，善意的提醒。随后又叫上了胖子这个气氛组，3人一起在学校门口一家川菜馆子搓了一顿。作为京城大学的学生，苏晨对这里并不陌生。作为这里的学子，学校外面哪家饭馆好吃，都是一清二楚。第2天学校期末考试，也是他们最后一次考试时，苏晨出现在了考场中。作为一个曾经退学还轰动过全校的风云人物，现在出现在考场，自然还是引起了不小的轰动。考场的学生都是苏晨班上的，因此整个考场就没有不认识苏晨的。咦，那人不是苏晨吗？他怎么来了？来参加考试的吧，毕竟要毕业了，如果不参加考试挂了科，那可就拿不到毕业证了。可是他上学期也没来参加考试啊，他都1年没出现在学校了，大家不都认为他退学了吗？这样也能拿到毕业证吗？
估计是在学校找了关系吧。咱们的考试结束还会有一次补考的机会，他如果将上学期挂科的科目通过了，理论上来说也是能拿到毕业证的。他之前退学不是为了去玩游戏吗？在学校还引起过不小的轰动，甚至连隔壁的金大青鸟都知道他的事迹。玩了1年的游戏，人都玩废了吧？考试还能通过？我看悬了。班上的很多同学对苏晨出现在考上都很诧异，在知道苏晨是为了毕业证来的后，也都不怎么看好。这也正常，一个退学玩了1年游戏的人，谁会觉得这种人能及格？大学的考试虽然不算难，可那是对认真学习过的人来说，苏晨显然是不在此列。考场的同学看着苏晨的目光都带上了几分戏谑。苏晨不以为意，现在的他心理素质无比强大，根本就不会在意这些议论。别人要议论就议论呗，反正又不痛不痒。就在苏晨等待考试的时候，后背被人拍了几下。苏晨侧身看去，那是班上一个干瘦的同学，叫做李顺。李顺是隔壁寝室的，因为跟胖子关系还行，所以苏晨跟李顺也还算熟悉。后来游戏反馈修为后，李顺死在了一个米国的一个变异人手中。那个变异人是米国来到大夏打探情报的间谍，后来被大夏官方发现，爆发了战斗。这个米国变异人能够变成巨大的绿巨人，在跟官方人员战斗时，李顺正好在这附近，被绿色巨人一脚踩死，可谓是死得相当悲催了。苏晨收回思绪，看向李顺，怎么了？没事，我就是想问问你，1年没有学习过了，听说你是去玩游戏去了，那你考试能通过吗？李顺的那双狭小眼睛里闪烁着看好戏般的光芒。应该没问题吧，在前几天我已经自学了这些课程。见到苏晨的回答跟自己想要得到的答案不一样，李顺顿时僵了片刻。你确定是前几天才学的？李顺问道，话语中满是不确定。从苏晨的回答透露出来的意思就是苏晨前几天才开始自学的。尼玛，就学了几天就能这么自信的说没问题？你丫的当你是天才啊？吹牛逼也不是这样吹的吧？这都将牛给吹到天上去了。没错，就是前几天才开始自学的。怎么了？有什么问题吗？李顺脸色僵硬的笑了笑，没问题，心里有些不以为意。自学了几天就能通过考试？他才不会相信这些鬼话。苏晨估计就是太久没学习了，怕被人看不起，才故意这么说的。想了想，苏晨看着李顺认真道，对了，不要看热闹，这年头世道乱得很，看热闹容易被波及，说不定就被人一脚给踩死了都有可能。苏晨好心的提醒了一下，前世李顺就是看热闹，结果被波及到的，被一脚踩成了肉饼，死得老惨了。李顺直接僵住了，脸色有些难看。他自然不会知道苏晨这是在好心提醒他，还以为苏晨是在讽刺他。见他不再说话，苏晨便将身体转了回去。李顺坐在后面，看着苏晨的背影，眸中闪过一抹恼怒。装你马丫装，等考试结束挂科了，老子嘲笑死你。苏晨并不知道他的一个提醒，结果还被人误会并且嫉恨上了。不过就算知道了，他也不会太在意。李顺于他不过就是个关系一般的同学罢了，谈不上多好的关系，能提醒一句，这已经是看在同学一场的面子上。没多久，老师便走进了教室。大学的监考并不像高考那么严格，也不会专门的派老师来监考，基本上考试的科目就由教这科的老师来监考，而且题目也是这科的老师出的。走进教室的是老张，他将试卷分发下来，讲了一注意事项跟答题要求。很快，他的目光便落到了苏晨身上。对苏晨，他并不陌生，因为苏晨长得很帅，是属于那种让人很容易记住的人。再加上苏晨之前的成绩一直很好，所以即使1年过去了，老张依旧还记得苏晨。他记得这小子退学了，没想到期末考试时又来学校了，能够1年没来上课，还能有机会参加考试，估计家里有点关系。他也就是诧异了片刻，便没过多在意了。毕竟他就是个大学老师而已，班上甚至很多学生的名字他都不知道，更不会去在意一个苏晨了。试卷发下来，苏晨将名字写好，然后看了看题目。果然，这些题目都不难，他自学的水平足够及格了。很快，苏晨就答起了题。考试一直持续了2天时间，第3天则是补考。苏晨将上个学期的那些科目都补考了一遍，题目在他看来也很简单，顺利毕业对他来说没什么问题。接着便是毕业论文，苏晨直接让胖子帮忙弄一份，这玩意儿也就意思意思，不要被查重查到了就行。接下来就是毕业相关的事，办毕业晚会，拍毕业照。所有人都很珍惜在学修的最后几天，这所待了4年的学校，他们终究还是要离开了。第146章，毕业了。等再次回来，他们的身份就将变成客人。学校操场，
毕业班的学生都在拍班级合照，苏晨等人也在操场等待摄像师的到来。班长，这摄像师怎么还没来？有学生问道。班长叫陈浩南，是个戴着黑框眼镜的男生，1米8的大高个儿，留着个子弹头，外貌算不上多帅，不过倒是挺阳光，在学校还是有不少女生对他有好感。曾经班上有过一个女生向他表白过，但是被拒绝了，后来才爆出来，人家老班早就有女朋友了。陈浩南扶了扶黑色镜框眼镜，快了，路上堵车，所以迟到了，大家再等一等，尽量往树荫下面站，别中暑了。众人闻言也没再说什么，纷纷往树荫下站。京城大学是100年老校了，学校的树木郁郁葱葱的，找个树荫还是非常容易的。摄像师没来，班上的一群人便3、5成群的在树荫下聊天。苏晨之前在班上就是个闷葫芦，话很少，因此存在感也低，所以班上跟他关系好的没几个，就算跟同寝室的人都不算太铁。这也正常，不仅是因为性格，还有就是苏晨之前住寝室时，周末寝室聚餐他从来都不在场，因为周末他便去做兼职赚钱，给李曼花。如果没有胖子，可能他整个大学生涯中一个朋友也没有。苏晨跟胖子还有之前住一个寝室的2个室友站在一起，另外2个室友分别叫做萧良、谢世杰。萧良是个黑皮肤圆脸的小胖子，外号就叫小胖，他个儿不高，只有1米6几。谢世杰则是瘦得跟竹竿似的，1米7、8，能反手抹肚脐的存在。几人站在一起闲聊了起来。马上就要离校了，咱们毕业了，你们毕业以后有什么打算？萧良问道。当然是找工作上班啊，我已经联系好了一家公司，等毕业了就会进入这家公司实习。谢世杰回答道。可以啊，这就找好工作了，我毕业后在家躺半年吧，然后再去找工作。胖子，苏晨你们呢？萧良目光落到苏晨跟胖子2人身上。胖子嘿嘿一笑，胖爷我毕业后先在家躺几年再说。另外2位舍友惊了，他们还不知道胖子的家境。我去，胖子，你什么家庭啊？居然还躺几年？萧良震惊了。胖子摸摸后脑勺，就普通人家的孩子。谢世杰无语，我信你个邪。随后几人目光落到苏晨身上。苏晨摆摆手，你们应该知道了，我还是继续玩游戏。萧良有些诧异，玩游戏能赚到钱吗？当然能了，你们别小看橙子，他现在可是个小土豪了。那苏晨玩的什么游戏？无尽仙途。萧良跟谢世杰沉默了。这款游戏他们当然听说过，这游戏这1年来特别火爆。不过光是基础版的游戏头盔都要5万，他们的家庭一般，压根就买不起。几人在这里闲聊着，不远处不少女生都在看着苏晨这边，确切的说，他们是在看苏晨。苏晨本身就长得帅，现在站在这里气质更是绝佳，女生们早就注意到他了。哎，我现在才发现苏晨真的好帅啊。是啊，1年时间他身上气质都变了，以前经常低着头，像是有些自卑的样子，现在却几倍笔直，气质不凡。我以前都没怎么在意过他的模样，他畏畏缩缩的，就算脸好看也不会有女生注意他。现在苏晨好像变了，现在的他站在那里就让人很难忽视。是啊，苏晨现在真的好帅啊。女生们不少人都在议论着苏晨，班上的男生们见到苏晨就站在树荫下，都成为了焦点，顿时一个个的妒忌的不行，不屑得看了苏晨轮廓分明的侧脸一眼。切，不就是个小白脸吗？有什么好看的？现在这年头，女生们的审美都畸形了。就在众人闲聊的时候，摄影师终于姗姗来迟。是个男生，穿着个黑色短袖、白色短裤，伸手将额头密密麻麻的汗珠给擦掉。不好意思啊，阿陈班长，今天市里面太堵车了，貌似今天有个明星在开演唱会，城里面多了好多外地人。陈浩南道，你说的明星是柳若雪吧？人家可是天后，而且很少开演唱会，所以每场演唱会都很多人的。好了，这天气太热了，咱们赶紧拍完好，各回个家。是，咱们拍吧。陈浩南将众人组织到了一起，然后还叫来了辅导员以及一些老师。众人来到学校门口，站在京城大学几个大字下面。胖子、苏晨、萧良、谢世杰几人站在一起。摄像师看到众人已经站好，开口道：来，我数1、2、3，大家一起喊茄子。1、2、3，茄子。接着一阵白色闪光闪了一下，拍照结束。摄影师看了看摄像机中的照片，确定没什么问题后，又叫班长看了看。陈浩南点点头，拍得挺好的，就这样吧。随后众人散场，各自回寝室。在喊了解散后，还有2个女生上前想要加苏晨的微信，引得萧良等人好一阵羡慕。不过苏晨自然是委婉拒绝了，他的原则就是对人没想法就不会去招惹。晚上，京城大学举办了一场毕业晚会，
晚会结束后，苏晨一个寝室的一起聚了个餐。萧良举着酒杯要灌苏晨酒，老苏，今天你必须跟我们喝点，大学几年来，咱们一共就没一起聚过几次餐。谢世杰也是点点头，是啊，苏晨，每次咱们寝室聚餐，你都不在，今天一定要多喝点。苏晨笑了笑，行啊，今天咱们不醉不归。最后萧良跟谢世杰两人都被喝趴下，苏晨却好好的，一点醉意都没有。胖子酒量也不错，不过还是红了脸。第二天，大家都收拾东西离开了学校，该寄回去的寄回去，该扔掉的扔掉。萧良红着跟大家说，以后就算毕业了也要经常联系。这样的一幕在每间寝室里都在发生着。可是谁都明白，毕业了联系肯定就会慢慢变少，最后可能好几年都不一定会联系一次。就跟小学、初中、高中毕业时一样，各自接触了不同的圈子，都会有新的朋友。人生就是这样，一站有一站的风景。他们毕业了。第147章，你脸上擦了多少层粉？等到萧良跟谢世杰离开后，寝室里就只剩下苏晨跟胖子两人。苏晨的东西早就拿到小房子了，至于胖子，则是将一些重要东西寄回去了，只留下了夏天的一套换洗衣服，还有游戏头盔。他们两人并不着急，苏晨本来在京城郊区地带有一套老房子，胖子也可以过去借宿，两人并没有着急回山城。橙子，咱俩什么时候回山城？胖子问。苏晨想了想，在山城待1年了，就在京城待一阵吧，过一阵不是还要到学校拿毕业证吗？苏晨的想法是直接在这里等到拿毕业证，等到拿毕业证，游戏也差不多该反馈休位了。到那时，苏晨闪瞬之间就能回到山城，根本就不用麻烦坐高铁之类的。胖子闻言顿时眼睛一亮，一把搂住苏晨脖子，橙子，收留一下小爷呗，小爷跟你作伴，也等拿了毕业证再回去。苏晨不由感到好笑，行，不过可不能白吃白住，打扫家务啥的就交给你了。胖子顿时眉开眼笑，不就是做家务吗？没问题。准备吃个午饭，直接到老小区的房子。两人下了楼，刚走到通往学校大门的通道上，一个女声忽然响了起来。苏晨。听见有人在叫自己，苏晨跟胖子都转身看去，只见一名穿着白裙宛如白莲花般的女子快步走来。这名白莲花正是苏晨的前女友李曼。胖子自然知道苏晨跟李曼之间的关系，见到这名白莲花后，他连忙有些担忧地看着苏晨，却见后者神色如常，脸上古井无波。看到苏晨这样的表现，胖子这才松了一口气。李曼的身后正跟着一个身材颇为壮硕的男生，那人正是李曼现男友张成。这一世因为苏晨的改变，导致他这一世跟张成并不熟悉，前世跟张成熟悉还是因为李曼介绍的。张成也是个会装的，在李曼介绍认识过后，跟苏晨称兄道弟的，很快就将没什么阅历的苏晨给笼络住了。苏晨将这张成当成了能推心置腹的好兄弟，却不想这人却是李曼的姘头。想到前世种种，苏晨心里不由觉得好笑，他居然被两个这种档次的人耍得团团转。有事？苏晨淡淡开口。李曼也没想到苏晨对自己现在竟然是这样的态度，不过他暂时忍耐住了。最近这段时间他没傍上什么金主，没了苏晨这个拼命赚钱的 ATM 机，他有些想念。当然了，想的不是苏晨，而是苏晨辛辛苦苦打工赚来的血汗钱。在李曼想来，只要他稍微搭理一下苏晨，苏晨就会像条哈巴狗似的摇着尾巴过来摇尾乞怜。至于现在这冷淡的态度，苏晨一定是装出来的。想到这里，李曼连忙道：苏晨，我之前只是说气话而已，你已经快1年没有搭理我了，你这气也应该消了吧。他这话一出，不仅苏晨愣住了，就连胖子也都愣住了。胖子目瞪口呆，他从来没想到李曼竟然这么厚脸皮，能说出这样的话。好一朵冰清玉洁的白莲花，果然名副其实。苏晨都要被这女人气笑了。李曼，你这脸上是抹了多少层粉？李曼微微一愣，我就涂了1层。不对，你这话是什么意思？这时候胖子笑了起来，他鄙夷地看着李曼，意思就是你脸皮怎么这么厚？胖子说完后直接笑了起来，那笑声十分之大，回荡在这个毕业季的校园，引得学校的学生瞩目。咦，那不是咱们学校的校花吗？对，那就是咱们的学姐李曼。李曼啊，是无数男生心中冰清玉洁的女神。她是在跟一个男生道歉吗？那个男生居然羞咱们学校的校花。不少低年级的男生眼中都露出了愤怒的目光，在他们心中冰清玉洁的女神，此刻竟然在被一个男生羞辱。李曼不化妆的时候长相清纯，被许多男生誉为冰清玉洁的女神。然而他们不知道的是，这位女神实则可是相当的冰清玉洁，只不过冰清玉洁这几个字得打上引号。
甚至经常跟在李曼身边的张成，他们都以为是李曼身边的保镖。然而实则，只能说李曼的人设确实演得不错。李曼脸色难看，一双眸子盯着苏晨。苏晨，你什么意思？我都低头了，你还在这里摆什么谱？苏晨轻蔑地睨了李曼一眼，淡淡道：不需要。你这位冰清玉洁的女神，最近是不是行情不好？李曼顿时气急，他很想对着苏晨破口大骂，不过看到周围很多人在围观，如果破口大骂，人设就会崩塌，因此李曼硬生生地忍住了。苏晨跟胖子两人直接就淡淡离开了，没有理会愣在原地气急败坏的李曼。李曼看着苏晨的背影，咬牙切齿，这个苏晨怎么忽然变得这么难缠了，而且还如此毒舌？以前那个唯唯诺诺的舔狗到哪儿去了？死了不成？李曼不知道的是，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他还真的是猜对了。苏晨暂时没有搭理李曼跟张成这两人，他要慢慢让这两人失去一切。李曼不是拜金吗？不是对他自己容貌引以为傲吗？那他以后就让李曼所引以为傲的一切都失去。没有在意这一切，苏晨跟胖子两人吃了个午饭，然后回了苏晨父母给苏晨留下的老小区房子。1年没有回来，房间里面已经满是灰尘。胖子，交给你了。苏晨挑挑眉说道。好嘞。胖子应了一声，随后不知道从哪儿找来一条围裙，然后就打扫了起来。苏晨一时间有些愕然，没想到胖子这种富裕家庭出来的孩子，居然还会做家务，丝毫不像某些富二代那样，只知道吃喝玩乐，啥也不会做。苏晨倒也没让胖子一个人干活，他也开始整理屋里的东西。几个小时过后，房间整理干净了，两人坐在沙发上休息。就在这时，苏晨的手机微信有了新的消息。第148章，看柳如月演唱会。苏晨从口袋里将手机掏了出来，低头一看，是柳如月发来的微信。柳如月，最近这几天怎么没上线？苏晨打字回复，这2天我到京城参加毕业考试了。柳如月，咦，你也在京城吗？我昨天也到了京城，今天在体育馆有一场演唱会。苏晨，我昨天听人说起过，你来京城开演会了。柳如月，那你考试考完了没？苏晨，考完了。柳如月，胖子好像是你同学，他跟你在一起吗？苏晨，对的。柳如月，笑脸表情，笑脸表情，笑脸表情。那今晚来体育馆看我演唱会吧，小林跟青宁也在，咱们这个刷本小队到齐了。演唱会结束，咱们一起吃个宵夜吧，在现实中咱们还从没聚过。抱着手机的柳如月脸上满是笑意，这段时间以来，他们都是组队跟着苏晨刷本，这么长时间的相处，大家早已经成为了朋友。他倒是跟苏晨见过了，不过小队里的其余人，马小玲跟张青宁目前可还没在现实中见过苏晨，还有个胖子也没在现实中聚过。苏晨想了想，也就同意了。好，我待会儿就带胖子过来。苏晨将消息回了过去，就没有再跟柳如月继续聊。苏晨看了看瘫坐在沙发上的胖子，将柳如月邀请他们去演唱会的事给胖子说了说。现在的胖子还不知道，柳如月现实中的身份就是天后柳若雪，只以为柳如月是有渠道能弄到天后演唱会的票。不过这也非常牛逼了，要知道那可是天后柳若雪呀，她本来就极少开演唱会，每次开演唱会必然1秒售空。可是没想到柳如月居然能搞到天后演唱会的门票，牛逼啊！胖子一脸的兴奋，啥？如月邀请咱们去看演唱会，看完演唱会咱们刷本小队还要聚餐。在胖子兴奋且期待的目光下，苏晨十分肯定的点头，没错。胖子顿时高兴的跳了起来，哦耶！不仅能看天后演唱会，还能跟张青宁等人面基，这简直太棒了。刷本小队中，胖子跟张青宁两人可谓是兴趣相投，性格也相似，这两人很能聊到一块儿去。不过他们之前都是在游戏中碰面的，还没在现实中碰面过。虽然说游戏世界也很真实，但再怎么真实，跟现实还是不一样的。要跟青宁如月他们面基了，小爷必须好好打扮一下。胖子连忙跑去了浴室洗澡，很快浴室就传来了水流声。没多久，胖子便洗干净了，换了身干净衣服走了出来。洗干净了？苏晨挑挑眉问道。胖子点点头，洗干净了。他刚回答完这句话，忽然就感觉到什么地方有些不对。不对啊，橙子，咱俩这对话怎么这么奇怪？有吗？可能你想太多了吧。苏晨淡淡说道。随后他也去洗了个澡，毕竟刚刚打扫房间，身上都是灰尘，还有汗水。要是有修为在，一个除尘术就完事儿了。可惜现在的他还只是个普通人，只能老老实实洗澡。换了身衣服出来之后，看见胖子还在镜子面前摆弄那一头头发，并且胖子还拿着个吹风机在吹那湿漉漉的头发。苏晨不禁有些好笑，
胖子，你用得着这么郑重吗？胖子嘴角翘起，这是当然，跟美女们面接，这能不真郑重一点吗？话说橙子，今天可是第一次见如月，你难道不觉得咱俩应该隆重一点吗？胖子觉得苏晨跟柳如月这两人性格倒是有些相像，这两人性格都是淡淡的，如同一汪清澈平静的潭水。他觉得这两人也应该臭味相投。苏晨沉默，随后缓缓道：“胖子，其实我有件事想跟你说。其实我跟如月已经在现实中见过了。”哦，我知道胖子的话戛然而止，他此刻反应了过来，连忙震惊道：“啥玩意儿？你什么时候跟如月面基了？”这两人闷声不吭的就面基了？难道这两人之间有一腿？不对啊，相处了这么久，他也没看出来苏晨跟柳如月之间有啥暧昧的苗头。两人的相处很平淡啊，就像是老朋友一般。看着胖子眼中那八卦的目光，苏晨摸了摸鼻子：“我在别墅外面跑步碰到如月的，他正好也买了临江别墅。”胖子震撼，然后宛如磕 CP 般兴奋：“我擦，橙子，这就是缘分啊！果然缘分妙不可言。得了吧，别在这装高深了，你又不是和尚，快收拾下，去演唱会吧。”苏晨挑选了一套干净的衣服，他的穿着并不华丽，就是简单的白色短袖，一条7分宽松牛仔裤，看起来很休闲。胖子则是穿了一件黑色短袖，一条短裤，虽然体积有些大，但也显得颇为阳光。两人直接赶去了体育馆。在体育馆外面，张清宁跟马小玲两人等到了苏晨跟胖子，几人打了个招呼。胖子笑着跟张清宁说话：“清宁妹子，咱们终于在现实中见到了。”张清宁也是满脸狡黠笑容，伸手捏了胖子胳膊一下：“胖胖，你现实中果然跟游戏中一样胖啊，不过怪可爱的。”胖子挠挠头，难得的娇羞了起来：“真的吗？”众人，对了，如月怎么没来？胖子疑惑地问道。明明是柳如月邀请他们过来的，怎么马小玲跟张清宁都到了，可柳如月却没有过来？张清宁狡黠一笑：“嘿嘿，如月姐还有事儿，等演唱会看完，她就会过来跟咱们会合。”哦，胖子虽然还是有些疑惑，但还是应了一声。张清宁将演唱会的门票递给苏晨跟胖子两人，一人一张。胖子低头看了看票上的座位号，惊喜道：“如月姐牛叉呀，这演唱会的票居然是在第一排。”苏晨脸上露出一个淡淡的笑容。柳如月就是这场演唱会的主角，自然留几张前排的票不算难事。第149章，我咋感觉天后有些熟悉？现场中的几人心里都门清，也就只有胖子一个人还不知道柳如月就是当红天后柳若雪。胖子见苏晨没啥太大的反应，连忙出声：“橙子，如月能够弄到前排的演唱会门票，你就不觉得奇怪吗？可能人家有什么内部关系吧。”苏晨随口说道：“好了，咱们别再议论如月了，演唱会快要开始了，咱们先进去吧。”苏晨跟胖子两人本就是下午才过来的，又坐了不断时间的地铁。两人到的时候，演唱会都已经快要开始了。周围不停的有天后柳若雪的粉丝往体育馆中走去，依稀间还能听到周围这些观众们的议论声。演唱会快开始了，咱们走快点。柳天后的演唱会可是很难遇到的。是啊，柳天后也就只有发布了新专辑才会举办几场巡回演唱会。我可是专门从国外赶回来看天后演唱会的。苏晨跟胖子等人连忙往体育馆里走去。按照门票上面的座位号，苏晨跟胖子两人在最前排找到了自己的位置。这个位置看演唱会可是相当舒服的，视野一览无余，音响效果也是整个场馆内最好的。这最前排的演唱会门票早就被炒到了10多万的天价。当然了，这只是被黄牛炒到了这个价格而已，而就算这个天价也有人买单。不过柳如月自己倒是没有定价这么贵，她虽然是当红天后，可是却极为粉丝考虑。演唱会的门票她的定价也就288至1888，也就是说第一排的门票柳如月也才定价1888而已。这个价格可以说很便宜了，甚至比一些啥代表作都没有的流量歌手还低。因此那些抢到前排门票的黄牛可谓是大赚特赚的。因为是在最前排，所以苏晨跟胖子几人走了很长一阵才找到了他们的座位。几人在最前排的位置坐下，胖子满脸笑意，他虽然有钱，可是天后的演唱会门票这前排可不是有钱就能买得到的。这等天后的演唱会门票往往都是一开售就售空的。虽说他家里有钱，能够从黄牛那里买，但他并不傻，也不会为了一张前排的门票就花大价钱去买。所以这次能够坐在第一排，还是自己偶像的演唱会，胖子别提有多开心了。苏晨、胖子、马小玲、张清宁4人坐在一起，胖子满脸兴奋，继续冲着2名女孩开口：“清宁、小玲，这么好的看演唱会机会，如月怎么没来呢？这票不就是他弄到的吗？要知道，这可是天后柳若雪的演唱会啊！
这都不来看，这不是亏大了吗？张清宁跟马小玲二女相互对视一眼，随后张清宁开口：“如月姐今天本来也是想过来的，不过临时有事耽搁了。不过等演唱会结束，咱们的聚餐他会过来的。”胖子点点头，原来是这样。接下来几人闲聊着，其中几乎都是胖子跟张清宁还有马小玲在聊天，尤其以胖子跟张清宁两人更是喋喋不休的聊个不停。苏晨坐在那里倒是没怎么说话，只是时不时的附和一声，毕竟他就不是个话多之人。场馆现场人满为患，许多观众都举着用彩灯制成的应援牌，牌子上面写着若雪2个字，他们的脸上都表现出期待，期待见到他们的偶像，他们的女神。没多久，演唱会开始，天后柳若雪出现了，她身穿一袭粉色纱裙，大波浪卷发披散在身后，一张脸显得清冷而精致，整个人显得极有女神气质。哇，天后，天后，女神，女神我爱你，女神，女神，女神。柳如月一出场，无数粉丝便呐喊了起来，天后真的太美了。胖子由衷的感叹着，不过他很快又疑惑的开口，奇怪了。一旁的苏晨看了胖子一眼，奇怪什么？这我忽然觉得天后好像特别熟悉。熟悉？是啊，就好像在哪儿见过似的，尤其是天后那双眼睛，感觉总有些像熟人。胖子疑惑不已，舞台上的柳若雪，柳天后给他的感觉太熟悉了，可是他一时间又想不起具体像谁。他是你的偶像，经常在网上看见，自然就熟悉了。听到苏晨的话，胖子微微颔首，可能就是你说的这样吧。演唱会正式开始，众人就不再说话，动听的歌声在场馆中响起，观众们都融入了这热闹的氛围中，他们高举着手中的荧光棒，轻轻摇晃着。柳如月在舞台上演唱着，她的歌很多粉丝喜欢，并且会唱，现场几乎是大合唱一般，这也让苏晨见识到了柳如月那恐怖的人气。天后之人气，恐怖如斯。演唱会期间，柳如月还随即将话筒递给了最前边的一个男观众，这哥们儿看到递过来的话筒，也是毫不含糊，直接扯开嗓子就开唱。我们爱下去会是怎样？这哥们儿一开口，柳如月顿时眉都拧在了一起，难听，太尼玛难听了，简直堪称五音不全，杀伤力惊人。现场的观众听到那又跑音又鬼哭狼嚎的歌声，顿时爆发出哈哈大笑声，笑死了，这哥们儿是真敢啊！这五音不全的歌声，要是我根本就不敢开口唱。确实啊，别的不说，这哥们儿勇气绝对杠杠低，没想到居然还能看到这么搞笑的场面，录下来发网上去，绝对会火。不少观众议论着，这哥们儿一共唱了4句，柳如月才将话筒收回去。这搞笑的一幕被不少观众直接用手机拍摄了下来，并且为了抢夺第一手流量，这些观众立马就将刚刚录制的视频给上传到了短视频平台上。柳如月的音乐颇为全面，除了主打的古风歌曲外，还有少量的流行歌曲。虽然说他唱古风歌曲最出圈，但其实流行歌曲他演唱的依旧很好，毕竟天籁般的音色在那儿摆着。第150章第1阶段，游戏反馈修为即将开始。柳如月的嗓音简直就是天生为音乐而生，说他是天生歌姬也不为过。2个小时的演唱会在众人不知不觉间就结束了。直到演唱会结束，胖子都还有些意犹未尽，柳天后的新歌真是太好听了。张清宁点头，这是当然，我跟小玲姐准备先去接如月姐。对了，咱们相互加个微信吧，位置已经定好了。大佬，胖胖我将位置先发给你们，待会儿咱们直接在那儿集合。演唱会结束，他这个做助理的还有一些善后工作要做。苏晨也明白，就直接点头同意了。几人加了微信之后便分开了。随后苏晨跟胖子的微信里都收到了一个地址，李氏私房菜馆。苏晨在地图里面搜索了一下目的地，发现距离这个体育场馆也7、8公里。2人连忙出去准备打车，不过因为看演唱会的观众实在是有些多，打车非常难打到。好在因为这里有演唱会，很多的出租车过来这里拉客。苏晨跟胖子2人在40分钟后终于打到了出租车，路上也有些堵车，1个小时后苏晨跟胖子2人才到达目的地。胖子给张清宁发去了消息，询问他们什么时候到。张清宁说还要半个小时，于是苏晨跟胖子2人就在附近的20小时咖啡馆点了杯水。苏晨不喜欢咖啡，就点了一杯橙汁儿。30多分钟后，张清宁等人到了，其中柳如月戴着口罩跟帽子，这倒是让胖子啧啧称奇。直到几人进到李氏私房菜馆的包间，柳如月这才摘下了口罩跟头上的帽子，露出那张清冷绝美的容颜。看到柳如月的脸，胖子瞪大了眼睛，你是柳天后？游戏中那个柳如月就是现实世界中的柳若雪柳天后，
天后竟在我身边。今天发生的一切让胖子感觉不真实，一个自己喜欢的偶像歌手，竟然就是自己在游戏中一起刷本的游戏队友，这尼玛也太虚幻了点儿。难道自己最近干游戏干得太厉害了，所以出现了幻觉？看着那张清冷绝美的脸，胖子揉了揉眼睛，这才明白他没有出现幻觉。那个在游戏中遮着面不苟言笑，话也比较少的清冷女子，就是当红天后。胖子又看了看苏晨，却发现苏晨一脸淡然。橙子，你不吃惊吗？苏晨摸了摸鼻子，我之前就跟如月在现实中见过了，她的身份我也早知道了，有什么可吃惊的？胖子又看向张清宁，张清宁见胖子看着自己，便开口解释，我是如月姐的助理，她的身份我自然知道。小玲是如月的闺蜜，自然也知道。胖子欲哭无泪，合着在场所有人就我一个人不知道啊。不过很快胖子便又开心了起来，哈哈，柳天后给我签个名呗，我们一家人都很喜欢你的歌。这个自然可以。众人有说有笑，当然了，话最多的还是胖子跟张清宁，这两人就像是气氛活跃组，活跃着现场的气氛。苏晨跟柳如月两人话最少，马小玲其次。众人闲聊了一会儿后，菜便上来了，大家尝尝这家菜馆，这老板是我的一个远房表哥，他祖上曾经是皇宫御膳房主管，他也继承了祖上的厨艺。柳如月为众人介绍着，当然了，主要是介绍给苏晨跟胖子听的。张清宁跟马小玲两人都已经来过这家菜馆好多次了，自然知道这菜馆的来历。苏晨听到柳如月的介绍，心里微微有些惊讶，没想到这家私房菜馆老板的厨艺居然还是传承自宫廷，这菜馆果然有些东西。胖子竖起大拇指，眼睛雪亮雪亮的，厉害啊！这种菜馆平日里应该很火爆吧？他对吃的一向比较感兴趣，听到这菜馆这么有来头，顿时期待了起来。张清宁笑道，那是当然，平日里这家菜馆都是需要预约的，可不是随便过来吃都能吃到的，而且来这里的人多是些大人物，咱们也就是沾了如月姐的光，才能吃到古代皇帝才能吃的东西。牛逼！胖子赞了一声，拿起了筷子，我就先动筷了，今天我可要好好尝尝这皇帝才能吃到的好东西。柳如月微微一笑，大家都快吃吧。苏晨，你也快吃，别客气。苏晨将筷子拿起，放心，我可不是那种装矜持的人。话落，他夹了一块紫面前的菜放进嘴里，美妙的味道顿时在舌尖上绽放，就仿佛置身在了春天百花盛开的田野间。怎样？柳如月见苏晨吃了一口，便询问了一声。苏晨轻轻颔首，确实好吃，不愧是御膳房传下来的厨艺。你这远房表哥确实是完美继承了祖上的厨艺。胖子也是快速的吃着，这里的东西对他来说真的是太美味了。几个女生也认真吃了起来，毕竟他们都没有吃晚饭，等演唱会结束都已经10点了，来到这里都11点多了。很快菜还没有上计，是陆续端上来的。这大晚上的也没员工，就只有老板一个人，所以上菜的速度就慢了些。一顿饭众人吃得十分开心，这等人间美味有钱都不一定能吃到，今天算是大饱口福了。吃完饭，柳如月几人便去了酒店，至于苏晨跟胖子则是回了苏晨父母给他留下的房子。接下来苏晨带着刷本小队刷了几天副本，接着游戏官方便发出了一则通告，亲爱的无尽仙途玩家，为了给大家带来更好的游戏体验，接下来游戏将停服一段时间进行维护升级，具体开服时间等待后通知。所有上线的游戏玩家都能第一时间收到这一则通知。在游戏的官网论坛中，很多玩家都讨论了起来，这游戏搞啥飞机，停服就算了，开服还不确定。是啊，都没个具体的开服日期，差评，好歹给个具体日期啊。无语了都。只有苏晨在收到这个通知后明白，游戏第一阶段在现实中反馈玩家修为即将开始。第151章，等待12点到来。胖子用晾衣杆将窗外挂在防盗窗上的衣服收了下来，嘴里嘟囔着，这无尽仙途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开服。小吴不在的第3天，想他。无尽仙途宣布停服已经3天了，这3天里胖子不时的便会进入游戏看看有没有开服，结果发现都没有，甚至也没有一个具体开服时间通知，这不禁让胖子有些怨念，毕竟他已经习惯了每天都刷几把副本，这忽然空闲下来没游戏玩，自然是有些不习惯。苏晨则是轻轻捏了捏眉心，今天已经第3天，快要开始了。他轻声呢喃，他清楚地记得第一阶段游戏开始反馈修为到现实中的玩家身上，就是在游戏停服的第3天晚上12点。12点开始，整个世界都将改变。无尽仙途
并不只是单纯的唯一一款反馈到现实的游戏，在国外其他国家也都存在这种虚拟现实游戏，只不过这些游戏文化背景设定不同罢了。而这些游戏都将在今夜12点开始反馈修为到现实中的玩家身上。刚把衣服都收在手中的胖子听见苏晨的话，疑惑道：“快要开始了？什么快要开始了？”他感觉苏晨说的话怎么有些没头没尾的，让他都理解不了。苏晨没有回答胖子的问题，反而岔开了话题：“胖子，如果你拥有了游戏中的修为，会怎样？”胖子眸子雪亮：“如果拥有了游戏中的修为，那自然爽歪歪啊！在游戏中，咱们可是能够飞啊，光是这一点，想想就觉得自在逍遥。”苏晨不置可否，能够获得游戏中的修为固然好，但很多人忽然获得了强大的力量，心境等等都会改变，整个社会也会陷入混乱。前世就是如此，那些玩家获得游戏中的修为之后，不少人就开始目无法纪起来，这也是正常的。玩家中并不是都是有钱人，也有些是将全部身家拿来买头盔的玩家。这种玩家现实中地位低，忽然获得了修为，自然就以为自己逆袭了，觉得自己是修仙者了，就无法无天。前世，整个世界都陷入了一段时间的混乱。不过后来，各个国家为了应对这种场面，便纷纷组织高手，成立特殊小队，维护世界的安定。国家的力量自然强大，很快就组织了高手，维护好了治安。这2天，网上除了无尽仙途上热搜外，就是柳如月演唱会的热搜了。尤其是之前那个在柳如月演唱会上唱歌跑调的哥们儿的视频，点赞数直接数百万，可以说是相当出圈。胖子将衣服放回房间后又走了出来，好无聊，橙子，咱们打几把王者峡谷吧。胖子这般建议，虽然玩了无尽仙途后，其他网游对他来说已经没了任何吸引力，但现在无尽仙途玩不了，也就只能勉强玩玩早已经被抛弃的王者峡谷，打发时间。苏晨拿出手机看了看手机上的时间，晚上10点，距离第一阶段还有2个小时。这2个小时总不能这么干等着，所以苏晨同意了胖子的建议。行吧，那就玩2个小时。胖子不解，为啥是2个小时？因为我要12点睡觉，早睡早起身体好。苏晨随口回答了一句。胖子没答话，只是一脸狐疑地看着苏晨。苏晨这话，他怎么就那么不信呢？之前玩无尽仙途的时候，苏晨可是经常干到早上3、4点的，可以说是干弟一般的存在。现在这样一个干弟说他要早睡早起，这谁信？苏晨拿出手机，打开游戏，替米，熟悉且有些久违的游戏声音响起。苏晨跟胖子2人更新了游戏，然后2人才进入了王者峡谷。虽说这1年来无尽仙途已经越来越火爆，甚至有人为了买游戏头盔，一天打好几份工。可毕竟这游戏门槛较高，5万块的门槛也不是什么人都能进的。那些小学生之类的玩家还是留在王者峡谷。当然了，也有那些家里不缺钱的小学生，也是购买了无尽仙途头盔的。不过这游戏对小学生并不怎么友好，小学生就算买了头盔，也没时间干游戏，在游戏中是处于最底层的存在，他们还不如玩峡谷。这样一来，峡谷的玩家小学生体量更大了。2人进入游戏，第一把就碰到了小学生。胖子本来选择了射手，他是4楼，结果5楼在最后1秒也选了个百里。胖子看的眼睛都瞪大了，尼玛，这不能忍啊！5楼，你要玩射手，不知道早点选啊！胖子直接打开麦就开喷。很快5楼的那位玩家也开了麦，我想玩什么就玩什么，你管得着吗？你个大 SB！ 一个稚嫩的声音传出，并且一开口就是国粹。可想而知，现在这年头小学生战斗力也不可小觑。当然了，这战斗力指的是骂人的能力。靠，哪来的小学生，赶紧做作业去，玩毛线的游戏啊！胖子吐槽了一句。随后游戏正式开始，2名射手在发育路都不愿意出辅助装，这导致胖子发育的很慢，而小学生百里则是在后面瞄来瞄去的，结果5、6分钟就打中了1枪，其余全部落空，并且对面辅助还是钟馗，每次百里在那儿瞄的时候，钟馗便会冲上来，直接一个钩子将蹲那儿瞄的百里给勾走，然后配合射手几下就带走。对面的射手没多久就起来了，10多分钟的时候就已经13个人头。苏晨玩的对抗路，可是面对对面超神般的射手也无力回天，然后他们这边的高地就被推了。一局游戏结束，将胖子气得够呛。我擦，橙子你说这王者峡谷怎么这么多小学生？正常，现在很多成年人都去玩无尽仙途了，王者峡谷就剩下了很多低龄玩家，咱们就是随便玩玩，打发时间罢了，不用生气。第152章游戏反馈修为通知。
胖子还是瘪嘴，在那儿骂骂咧咧的。显然刚刚的那一局游戏将他给气得不轻，好不容易回来玩2局游戏打发时间，结果却被坑成翔，这换谁都平静不下来。并不是每个人都能像苏晨这么佛系淡定的。两人很快又开始了第2局游戏。这一局苏晨满满的找回了些感觉，玩了打野，帮胖子抓了几波，让胖子射手起来了。他们这边也属于顺风，结果对抗路的玩家从来不参团，光知道带线，还不停被抓。苏晨这边在打大龙的时候被对面抓住机会团灭了，后面又被团了几波。本来顺风的，结果慢慢没了优势，苏晨3杀依旧没用，自己这方团灭，对方还剩2个。因为有大龙的存在，所以很快就被对方推了高地。我去，这局本来顺风的，结果最后都输了，都怪对抗路那货乱带节奏。胖子骂了一声，低端局就是这样，很多玩家都不怎么会玩，没有意识，自然不好打。苏晨评论了一句。接下来2人又开了几局，结果都是输多赢少。苏晨看了看时间，已经11点58分了，还差2分钟就12点。不玩了胖子，等2分钟。胖子不解，一双眸子疑惑地看着苏晨，等2分钟干嘛？到时候你就知道了。苏晨平静开口。胖子挠了挠后脑勺，神神秘秘的。胖子也拿起手机看时间，11点59分，距离12点还差1分钟。胖子虽然不清楚12点会发生什么，但此刻心里却有几分期待，有几分紧张。他也不知道自己在紧张个什么劲儿。终于，午夜12点到了，众人脑海中直接响起了一道声音：各位尊敬的无尽仙途玩家，感谢各位对无尽仙途的喜爱跟支持。这机械般的声音直接响彻在所有无尽仙途玩家的脑海中，所有人此刻都睁大了眼睛。胖子难以置信的开口，脸上闪过几分惊恐：橙子，这声音怎么回事？我明明没有戴游戏头盔啊，这声音怎么直接在我脑子里面响起来了？这么莫名其妙的一幕让他有些不安，毕竟这太匪夷所思了。这个机械的游戏声他听再熟悉不过了，这正是无尽仙途中的游戏提示声。可关键是现在他压根儿就没戴游戏头盔啊，这声音竟然直接在脑子里面响了起来。不用大惊小怪的，仔细听。苏晨淡淡开口，他前世就已经经历过了这些，自然不会对现在发生的一切感到大惊小怪。与此同时，这样的情况在整个大夏国都在上演。一处宾馆，一男一女2道身影正相互纠缠在一起。这时候，男人脑海中忽然响起了游戏提示音，男人顿时大惊：什么声音？游戏提示音？我现在头盔都没戴，哪儿来的游戏提示音？女人见男人忽然停下，立即疑惑地问道：亲爱的，怎么了？你有听到什么声音吗？女人连忙摇头：声音？没有啊，没有什么声音。男人疑惑：难道是自己幻听了？一处酒吧，五彩的霓虹灯闪烁，动次打次的音乐在响起，男男女女们随着音乐摇摆扭动着身体。酒吧中很是嘈杂，可这时候酒吧中不少人脑海中都响起了游戏提示音。这一刻，不少人停止了身体摆动。这声音是怎么回事？难道是喝酒喝太多出现幻听了？一处基地，一名穿着军装的方脸男子本来正在查看文件，这时候脑海中却忽然响起了一个熟悉的声音。他将手中的文件放下，我怎么感觉听到了游戏提示音？难道是太疲累了？整个大夏国无尽仙途的玩家脑海中都出现了这一道声音，这声音他们很熟悉，因为这是无尽仙途中的游戏提示音。可令他们诧异的是，游戏提示音居然直接出现在他们脑海中。可诡异的是，他们根本没有戴游戏头盔，这未免太过匪夷所思了。就在他们怀疑幻听时，游戏的提示音却在继续响起。游戏为了感谢各位玩家的支持，接下来将反馈给全体玩家修为，玩家在现实中将继承游戏中的所有修为、术法、技能。恭喜大家成为了真正的修仙者。修为反馈将在10分钟后正式开始，请各位玩家做好准备，无需恐慌。游戏通知结束。这一刻，在整个大夏国的各个角落，玩家们都目瞪口呆，不敢相信游戏反馈修为到现实中，这开什么玩笑？很多玩家都不相信，纷纷上了官方的游戏论坛。这游戏论坛是玩家在线下时的汇集地点，每天都有大量玩家在这里水论坛，讨论攻略，议论游戏的各种八卦。大量玩家涌入这里。刚刚的游戏提示音你们听到了吗？明明没戴头盔，为何游戏提示音会直接出现在脑海中？我刚刚都以为我幻听了。刚刚游戏的通知是真实的吗？修为反馈到现实中的玩家身上，那我们岂不是要成为现实中的修仙者了？这不会是官方的恶作剧吧？如果修为反馈到现实中，凭我在游戏中的修为，
那我岂不是能在现实中飞天遁地了？一定是假的，一定是假的！游戏中的修为怎么可能反馈到现实中？我好奇的是，直接在脑海中响起来的声音是怎么回事？这是如何做到的？所有的游戏玩家在今夜都沸腾了起来。苏晨家的沙发上，胖子满脸震撼，游戏反馈到现实中，这怎么可能啊？那只是一个游戏啊！胖子看向苏晨，却发现苏晨一脸淡定，一点惊诧都没有。橙子，你不吃惊吗？苏晨神情平淡，脸上镇定自若，是否是真的？等10分钟后就知道了。胖子看了看手机上的时间，期待了起来。他都觉得他是不是疯了？这么荒诞离奇的事情，他为什么会期待？这明明就一眼假啊！第153章，修为反馈开始了。可是，光想想修为反馈到现实中，那就让人激动啊！在现实中能有游戏世界中的修为，那基本上相当于是超人了。有哪个男生没做过类似的幻想呢？尽管知道很假，但胖子心里还是怀着那么一丝丝的期待，等待10分钟的倒计时。他的心里不知为何升起了一丝紧张，有些害怕。刚刚游戏的通知就是一场闹剧，可刚刚忽然在脑海中响起的游戏提示音是那么不同寻常，这又让他有那么一丝的期待。苏晨很淡定，直接拿了2条速溶咖啡，用温水冲泡了2杯。他将其中1杯递给了胖子，喝杯咖啡，提提神。胖子有些犹豫的接过，看着一脸淡定的苏晨，感觉似乎有一丝的陌生。其实早在之前他就有这种感觉了。苏晨的性格改变真的太大了，以前胆小怯懦，现在却自信从容，淡定自若在。身上的那股感觉能让周边人都觉得安心，给人一种特别有安全感的错觉。干嘛这样看着我？我脸上有东西？看见胖子的目光，苏晨疑惑问道。胖子摇头，没，就是感觉橙子你性格变了好多，现在的你好从容。苏晨端起冲泡好的速溶咖啡杯子，放到唇边喝了一口。他脸上的表情依旧冷静，人嘛，总会成长的，只是有些人成长的比较快，有些人成长的稍微慢一点罢了。胖子喝了一口咖啡，仔细回味苏晨这句富含哲理的话。10分钟的时间对于胖子以及其他那些等待的玩家来说似乎有些漫长，但对于苏晨来说却只是喝杯咖啡的功夫。苏晨忽然转头看向窗外的夜空，喃喃开口，时间到了。这一刻，苏晨只感觉到天地间有某种神秘的力量灌入到了身体中，那股力量游走在他全身的7经8脉，改善着他的体质。顺着这股力量的游走，苏晨只感觉到他的身体暖洋洋的。胖子惊讶地睁大了嘴巴，片刻后回过神来，激动地道：橙子，我感觉我身体中有股能量在游走，全身说不出的舒坦。难道这就是修为吗？苏晨点头，想来没错了，这就是游戏通知中说的反馈修为，等修为反馈结束，咱们将彻底成为一个现实世界中的修仙者。卧槽，小爷在游戏中可是融合期的强者，等游戏反馈结束，那小爷岂不是要成为超人了？是这样的没错，在游戏中拥有的一切能力都将在现实中拥有。一处酒店之中，柳如月感受着游走在身体中的能量，精致绝美的脸上罕见地露出一抹震惊。这就是反馈修为吗？没想到居然是真的。之前虽然脑子里莫名其妙响起了游戏提示音，但他还是没有相信。像提示中说的反馈修为的话，那岂不是玩家都成为现实中的修仙者了吗？脑海中莫名出现的机械音虽然奇怪，但他觉得可能是某种新的科技，能够直接作用在脑神经中，所以让他直接脑海中出现了提示音。至于所谓的反馈修为，可能就是一个恶作剧罢了。但是此刻感受着身体中那越来越强的灵力，他才终于明白，那不是恶作剧，而是真实发生的事实。一处基地中，那名穿着军装的中年男子此刻也是十分吃惊于身体的变化。无尽仙途这个游戏，他也是为了当做放松玩的。他之前对于脑海中响起的提示也是不屑一顾，可是此刻他才明白，他错得很离谱。他清楚地感受到了身体中的强大力量，还有正在增加的修为，这些都是在游戏中才能感受到的，现在居然在现实中也能感受到了。他神情郑重，一下子考虑到了很多。游戏反馈修为居然是真的，这下子大夏国恐怕要乱了。想到这里，中年男人连忙拿起了手机，给总部打去了电话。司令，我有要事禀报。电话那边，一个头发银白相间、身材魁梧、不怒自威的老者，在听到自己下属的电话后顿时大惊。这个老者名叫叶修，是大夏国军方总司令，曾为整个大夏立下过汗马功劳，在军队中德高望重，是无数人的偶像。他连忙通知了各个高层，大夏国高层连夜通过网络，针对这次游戏反馈修为到现实召开了临时会议。这一切普通人自然不知道，
修为反馈一共持续了半个小时才结束。胖子浑身黑乎乎的，感觉像是掉进了臭水沟似的，浑身上下散发着一股恶臭。他对气味比较敏感，连忙捂着鼻子，这什么呀？怎么这么难闻？小爷先去洗个澡，橙子，你过会儿再洗啊。胖子说完，连忙跑向了卫生间。苏晨身上同样也是黏糊糊的，那是修为进入身体之后，自动为身体洗净法水，将杂质排出了体外。苏晨拿了一套衣服，身形一闪，直接飞了出去。老小区内，一个喝得酩酊大醉的男子被搀扶着走在小区里。他刚刚从外面喝了酒回来，他恰好抬头看了一眼上方，然后伸手指着之前苏晨所在的窗户，飞，老刘，刚刚有个人飞了起来。那个搀扶他回家的青年看了看自己兄弟手指的窗户，那什么也没有。王哥，你喝醉了？没有，我没醉，真的有个人从窗户咻的一下就飞出去了。你说的对，天上有人在飞行了吧？咱们赶紧回去吧。刘姓男子无奈说道。这都看见有人在飞上天了，还说没醉，这尼玛都醉得眼花缭乱了吧？他不以为意，赶紧搀扶着兄弟回去。苏晨很快降落到一处山顶水池边上，将身上衣服一脱，接着便跳入了水池中。这山顶水池水十分清澈，丝毫没有遭受污染。苏晨进去之后就开始清洗了起来。本来他可以直接施展一个除尘术清理身体，不过他还是更喜欢这种在水里清洗的感觉，很舒服。第154章，各国都开始反馈。苏晨所在的这个地方很是安静，天空中群星闪烁，一轮明月高挂。现在又是夏季，周围蝉鸣蛙声一片。苏晨清洗了一下后，皱了皱眉，身上的黏腻杂质很难清洗。苏晨手朝着虚空凌空一握，原本在老房子中的沐浴露直接消失不见。胖子刚将手伸过去，想要挤沐浴露，结果原本放沐浴露的地方，沐浴露凭空消失不见。胖子瞪大了眼睛，卧槽，我的沐浴露呢？而原本从卫生间消失的沐浴露，此刻出现在了水池中泡澡的苏晨手中。修为反馈结束之后，在游戏中的仙级修为全部反馈到了苏晨身上。现在的苏晨就是仙人，隔空取物这种小术法，自然轻易就能施展。苏晨站起身，身体直接站在水面上，挤出沐浴露就在身上搓了起来。他身上的肌肉非常匀称，属于那种线条非常优美，但又不会过度突兀的肌肉。这种肌肉穿衣显瘦，脱衣却身材非常完美。很快，苏晨身上就被泡沫覆盖。接着他手一挥，沐浴露又出现在了卫生间。沐浴露又回来了。胖子瞪大了眼睛，我刚刚难道是出现幻觉了？他并不会这种术法，所以并不知道这是苏晨取走了又还了回来。苏晨洗完之后，又在池子里泡了一会儿，然后离开水池，身体中灵力涌现，直接将身上的水蒸发干净。穿上衣服后，他直接飞上了天空，朝着京城方向飞去。等到了京城后，他放缓了速度，好好欣赏一下京城的夜景。从他的位置往下看去，整个璀璨京城尽收眼底。不过在他看来，京城的夜景还是不如魔都山城这些地方的。但从他现在这个视角看下去，倒也别有一番滋味。甚至苏晨还看到了不少的修仙者在天空中飞行。不过这些人多数脚下都踩着东西，毕竟只要筑基期就能够御剑飞起来。御剑是一种术法，并不是非得御剑，其他物品也行。比如现在天空中飞着，满脸兴奋的那些人，有人脚下踩着扫把，有人脚下踩着锅铲，有人踩着晾衣杆。很显然，他们修为不高，做不到凭空飞行，只能用御物飞行。能够凭空飞行的，修为则是要比这些人高出很大一截。这一夜注定是不平静的一夜。整个大夏境内出现了很多在天空上飞行之人，有人骑着扫把，有人站在锅铲上，有人踩在晾衣杆上。无尽仙途这款游戏本就非常火爆，因此玩家众多。这些飞行之人也被很多人拍了下来，上传上到了网络上面。震惊！有人骑着扫把飞在天空中。震惊！有人踩在晾衣杆上飞上了天。这难道就是传说的中御剑飞行？这个世界怎么了？很多报道第一时间就出现在了网络上面。苏晨回到屋里，胖子则是不在房间里了。苏晨直接放出神识搜寻了一番，凭他现在仙级的修为，神识甚至能够覆盖整个大夏。在神识探查中，他很快找到了胖子。胖子此刻满脸兴奋的在天空中飞来飞去的，看样子似乎十分兴奋。其他飞在天空中的人跟他的状态也差不多。苏晨甚至通过神识还探查到了柳如月。柳如月跟张清明这两个妹子此刻也在天空中飞来飞去的。因为整个大夏出现了很多飞来飞去的人，所以在网上很快就有各种各样这方面的报道。因为这种事本就新奇，所以有大量网友关注，很快就传遍了整个网络。我擦，
怎么这么多关于飞人的报道？这是真的还是假的？人能在天上飞？这个世界怎么了？这些照片不是 P 的吧？本人作证，这不是假的，而是真实的。因为本人也是这些飞行大军中的一员。我们能飞，完全是因为《无尽仙途》这款游戏，这款修仙游戏将游戏世界中的修为反馈到了现实中的玩家身上。因此，只要在游戏中达到了筑基期，就能够御物飞行。当时我听到这个通知时，都以为是啥恶作剧，没想到居然是真的，我真的成为了修仙者。这样的事情，除了在大夏发生外，其余国家也同样发生了。米国，一个巨无霸般的国家，号称自由的国度。一个男子跑到外面，身躯猛然变大数倍，直接变成了一个绿色的巨人。一个金发美女，她身材宛如魔鬼，在城市大厦间跳跃，动作宛如猫一般。一个壮汉，身躯上被一层钢铁盔甲覆盖，直接飞上天空。毛熊国，一名男子口中默念咒语，虚空中一个魔法阵出现，空间被打开，一只巨大的老鹰从中钻出，他站在老鹰身上飞上了天空。樱花国，一名男子手中手势变换，直接消失在了原地。一名身穿和服的男子拿起一把钢刀，一刀劈出，破空声响起，一道刀芒飞去，将他身前的巨石直接劈成两半。整个世界都在差不多的时间内出现了反馈修为实力的游戏，一个个只存在电影或者小说中的能力出现在了现实中。大夏国，夜晚，一个烧烤摊，漳州正在卖烧烤，这时候忽然一伙人出现，这伙人有的染着黄毛，有的胳膊上纹着青龙白虎。原本在吃烧烤的人看着这伙人过来，连忙解了账，匆匆离开。漳州看到这伙人，脸上挤出一个笑容：“黄哥，想吃点什么？我这就给你们烤。”那个染着黄毛的混混吸了一口烟，然后直接将烟吐在漳州脸上。“张胖子，我们兄弟最近缺钱花，找你借点钱花花。”黄毛嚣张地说道，说是借，其实他们根本就不会还。漳州脸色一变，连忙开口：“黄哥，保护费不是上个星期才收了吗？”黄毛不屑道：“我不是收保护费，是找你借钱，怎么，你不愿意借？”漳州脸色不太好，连忙哀求：“黄哥，我才交了保护费，最近生意也不好，我爸妈还在医院住院，真的没钱啊。”黄毛脸色一变，直接将烟头扔在了漳州脸上：“没钱？你以为我会信？快点给钱，如果不给，我将你这烧烤摊砸了！”漳州怒火中烧：“我没钱！”这批混混越来越得寸进尺了，以前半年收一次保护费，后来1个月就收一次，现在才收了几天，居然又来了。黄毛脸色阴沉了下来：“没钱？好啊，那就别怪我们不客气了。兄弟们，给我砸！”第155章混乱开始。黄哥，别啊，别啊！漳州还想求饶，但是没有一丁点作用。一群混混直接动起了手，他们将摆放的小桌子全部砸在地上。桌子本就不那么结实，被砸在地上，顿时4分5裂。漳州双眼有些无神，怔怔地看着。很快，他的那双眸子中燃起愤怒的火光。该死，这些人都该死！漳州攥紧了拳头，他一把将烧烤车上的菜刀拿在手里，愤怒地冲向了混混。你们都该死啊！混混们见他举起手中的菜刀，顿时眼中升起一抹轻蔑。经过这段时间的了解，他们早已经判断出了漳州就是个战五渣，这也是为什么他们逮着漳州烧烤摊要钱的原因。柿子自然要挑软的捏，这个废物就算拿了菜刀又怎样，依旧是个废物而已。作为混混，他们也有武器。再说了，他们这么多人，难道还会怕一个战五渣？开什么玩笑！混混们直接从口袋中掏出了伸缩钢棍，就准备给漳州一个永生难忘的教训，让漳州知道跟他们作对的下场。他们举着手中的钢棍就朝着漳州身上挥了过去。然而漳州身形却是异常灵活，身体各种闪转腾挪，将攻击全部躲避。前2天，《无尽仙途》这款游戏反馈修为之后，漳州就已经不再是一个普通人。在《无尽仙途》中，他是刀宗的一名弟子。不过由于晚上要出摊，所以他玩的时间并不多，在游戏中也就才练气7而已。但就算如此，也不再是普通人所能比拟的。漳州拿着一把菜刀，将学到的刀法给使用了出来。混混们很快就被他砍翻一地。剩下的混混看到这一切，顿时胆怯。这个战五渣怎么会忽然这么厉害？一个人就砍翻他们这么多人？现场只剩下2名混混还站着，那就是那个为首的黄毛以及黄毛的一个小弟。看着满脸鲜血朝着他们狰狞走来的漳州，两人吓得目眦欲裂。别过来，别过来！名为黄哥的混混头目猛地推了身边那个小弟一把，将之朝漳州推去。漳州一刀将被推过来的混混砍死，接着直接朝着逃跑的黄毛追了上去。
黄毛哪里跑得过他，不一会儿就被追上，并且一菜刀给解决了。最终跑来的混混无一例外全被解决，地上躺满了尸体。一对情侣路过，看到这满地血迹以及躺了一地的人，顿时满脸骇然。那里是发生什么血拼了吗？咱们赶紧走，免得被波及。这对情侣立马匆忙离开了原地，并且还拨打了110。喂，110吗？我报案，这里一个烧烤摊发生了打架斗殴事件，好像死了不少人。与此同时，一家银行外，一辆遮住了牌照的面包车停到了银行外面。砰！面包车的车门打开，从车上下来几个头戴丝袜的男人。这几个男人来到自助提款机前，一把将提款机给暴力毁坏，将其拽出来，将里面的现金给一扫而空。到现在为止，他们已经抢了几十台自助取款机中的现金。魔都，一栋价值几亿的豪华别墅前，一个男人手中拿着一柄铁制的长枪，一个闪身直接跃进了别墅。接着他看了看别墅的窗户，2楼其中一扇窗户打开着，这个高度并不高，他直接一跃而起，进了别墅房间。房间中，一个美妇跟一个中年男人正在云雨。咚的一声，房间中多出来一个陌生男人，这个男人手中还拿着一杆铁制的长枪。啊！女人尖叫一声，忽然受到惊吓，男人也是蔫了下去，原本的欲望跟狂热宛如被泼了一盆凉水。你是什么人？你要干什么？男主人稍微冷静许多，不过此刻依旧能够看见他身体微微有些颤抖。这里可是2楼，眼前这个人居然从2楼进来了，难道是偷偷爬进来的？可为什么外面的保安也没有任何反应？男主人心中满是疑惑。这里可是高档别墅，这里的安保系统是非常好的，可居然也还是进了一个贼人。更重要的是，这个贼人竟然连脸都没有蒙，直接就这么堂而皇之地展现在自己等人面前。闯进来的男子将长枪指着别墅男主人：钱，我要钱，给我现金，不然我就杀了你们。美妇害怕地躲在男人身后。好说好说，好汉，别动手，我这就给你拿钱。这就拿？男人连忙说道。他现在的想法是先将这个匪徒给稳住，待会儿再想办法拿到武器，争取将这个匪徒给制服。闯进来的男子冷声道：那就赶紧去拿钱，别想着耍花样。不敢不敢，我这就去。匪徒男子看了女人一眼：你也跟他一起去。女人浑身颤抖，连忙穿了一件睡衣在身上，跟中年男人一起去取钱。现金这玩意儿，作为富豪的他来说还真有，家里就放了100万现金在保险柜里。中年男人打开一个抽屉，抽屉中有一个电击枪，这电击枪可瞬间放射出强电压，将人给电晕过去。这是他放在家里用来防身用的。他没有立马去拿电击枪，而是拿了钥匙，先将保险柜给打开了，里面厚厚的一摞钞票放着。好汉，我家里的现金都在这里了。歹徒连忙兴奋地跑了过去，将里面一叠叠的钞票往外拿。这时候，中年男人小心翼翼地掏出了电击枪，接着按下开关，直接将电击枪对到了歹徒身上。给我倒下！中年男人满脸兴奋，他成了。他相信这电击枪一定能将这歹徒放倒，毕竟之前他可是实验过这电击枪的威力的。然而他想象中歹徒倒下的一幕并没有发生，只见歹徒脸色阴沉的转头，冷冷地看着他，接着一拳打在了中年男人肚子上。作为一名修仙者，就算这拳头只是普通的拳头，没有招式武技，可依旧不是普通人能承受的。第156章，混乱的局面。中年男人被打得倒飞出去，撞到墙壁上，接着又狠狠落到地上，连哀嚎都没来得及发生出，就已经晕了过去，生死不知。啊！救命！女人被吓傻了，回过神来后大叫：聒噪！男子拿起长枪直接掷出，这长枪是他专门找铁匠打造的，因为他在游戏中学的就是枪，有枪能最好发挥出他的实力。虽然这长枪只是普通的铁质长枪，但也勉强够他使用。长枪宛如一道闪电般飞出，跟空气摩擦发出破空声。女人直接被长枪顶死在了墙壁上。男子找了个箱子，将现金全部装了进去。看到昏迷在地上生死不知的中年男人，直接补了一枪，这一枪直接将中年男人心脏洞穿。死的不能再死！男子将摄像头全部摧毁，提着箱子直接离开。整个世界都陷入了一片混乱，各种违法犯罪层出不穷。山城临江别墅区，苏晨此刻已经回到了家中，因为最近几天全世界都混乱了起来。苏晨早就经历过这一切，因此自然知道这混乱会持续一段时间。他也在第一时间回了山城别墅。现在他们家住的乃是山城的高端别墅，这种别墅区自然很容易成为别人的目标。为了保护家里人，
苏晨也是第一时间就回到了山城的家中。夜晚，凉风习习，三人将别墅区的保安打晕，进入到了苏晨家别墅院子中。老大，这户人家不知道有没有钱？能住得起别墅，怎么可能没钱？那不一定，我听说这世界上有些人住豪宅，开豪车，可却负债累累。所谓的光鲜亮丽，都是他们装出来的。哼，如果没钱，杀了便是。他们是这2天才开始做这些勾当的，这来钱太快了，一晚上就能抢到别人一辈子也赚不到的财富。刚开始几天，他们还有些胆小，但是经过这2天的磨练，他们胆子已经今非昔比，甚至还杀了不少人。2楼房间中的苏晨自然是第一时间就觉察到了这伙人的到来。他知晓游戏反馈修为后会有一段时间的混乱期，这是在所难免的。毕竟游戏玩家很多，形形色色的人，尤其是一些普通人，在忽然拥有了强大实力过后，自然就容易迷失自己，误入歧途，做出一些疯狂的事。房间中的苏晨一个闪身，身影便出现在了3人面前，伸手一挥，一道屏障直接将院子笼罩。叔叔婶婶现在已经睡着了，他自然不会让这些人打扰了叔叔婶婶睡眠。在这道屏障中，无论发出什么动静，都不会惊动到外面的人。晚上好啊，3位。苏晨淡淡开口。院子中的3人顿时吓了一跳。卧槽，这小子什么时候出现的？刚刚这院子里还没人的，莫非这小子也是修仙者？几人议论了几句，其中一人站出来，冲着苏晨开口：小子，我不管你是什么人，但你最好别碍我们事儿。苏晨一脸淡定地看着3人。哦，是吗？如果我非要碍事儿呢？3人脸色阴沉，其中为首之人冷声威胁：如果你要碍事儿，我们就让你见不到明天的太阳。苏晨闻言莞尔一笑，我倒是想看看你们怎么让我见不到明天的太阳。苏晨这淡定从容模样，直接将几人惹怒。哼，不知死活的小子，天堂有路你不走，地狱无门你闯进来。男人抬了抬手，动手灭了这狂妄小子。几人顿时拿出了长刀，朝着苏晨就冲了过来。苏晨站在原地纹丝不动，在游戏反馈完修为之后，他就已经成为了仙级强者。现在的他就算是站在这里，光凭肉身让这几人砍，这几人都不会伤到他分毫。当然了，如果不动用灵力，光凭肉身抗，他身上的衣服还是会被损坏的。身上的衣服是苏晨花了10几块钱从拼夕夕上买来的，如果坏了还得重新买，这太麻烦了。因此几人砍过来时，苏晨身上一道透明的灵气覆盖在衣服跟身体表面，至于他则是纹丝不动。而他这样的一幕，在3人看来，觉得苏晨这是被吓傻了，站在原地等死。长刀挥出，直接劈在苏晨头上。在男人看来，他这一刀定能直接将苏晨给劈成2半。他甚至还舔了舔嘴唇。咔嚓，男人的长刀砍在苏晨身上，直接断为2截，掉落在地面，发出哐当的金属落地声。其余2人的长刀转眼也到了，一人长刀砍在苏晨肩膀上，一人长刀横向劈在苏晨腰上。咔嚓咔嚓，2声断裂声响起，接着长刀再度掉落到地面上，发出哐当声。3个抢劫犯看着这一幕，呆若木鸡。这怎么可能？你怎么会这么强？苏晨没回话，而是看着几人开口道：你们几人身上都有一股血腥气，杀了不少无辜的普通人吧，你们该死。苏晨声音冷漠平淡开口，直接宣判几人死刑。他食指跟中指并拢，2根手指轻轻一划，一股浩瀚的剑意将几人锁定。在这道剑意之下，几人只感觉自己渺小如蝼蚁一般，那刀剑意则像是天罚一般，恐怖而无法阻挡。一道透明剑气如闪电般飞去，3人都来不及反抗，身体上出现一道血痕，接着身体直接滑落，分成了2截。切口处光滑平整。苏晨手掌轻握，一道幽蓝色火焰在掌心跳跃，他伸手一挥，火焰顿时落到几人尸体上，瞬间将几人覆盖，接着燃烧成了灰烬。就连地上洒落的鲜血也在这火焰的灼烧下再无半点痕迹。这几人就好像从来没有来过似的，消失得干干净净。做完这一切后，苏晨回了房间。京城一处会议室中，夏国高层再次召开了会议。这次会议针对的就是最近修仙者的违法犯罪。关于最近发生的这些犯罪事件，你们有什么办法？坐在最上方，一个头发梳得一丝不苟的老者问道。他正是大夏总司令叶修。第157章，大夏的对策。自从游戏反馈修为以来，整个大夏的犯罪率那是不断的上升。原本普普通通的普通人，在获得了强大力量之后，变得不再普通。当一个人不再普通之后，自然就容易做出些以前不敢之事。
尤其是这些原本的普通人，还是成为修仙者。这突然的转变，人的心理出现问题也就不足为奇了。这段时间，抢劫、杀人等等事件那是层出不穷，街边的 ATM 提款机都被毁了不知多少，那些犯罪分子直接将机器砸了，把里面的现金都取走了，还有金店也被砸了，里面的金饰也都被人给抢走不少。除了这些外，还有很多类似的事件，整个社会都在往不可控方面发展。因此，大夏高层召开了这个会议，商讨对策，应对最近整个社会发生的混乱。叶修，整个大夏权力最高者。他说完这些话后，看向了现场参加会议的大夏国高层，一双目光十分凌厉，不怒自威。现场其余人闻言都议论了起来。最近这些犯罪分子都是无尽仙途的玩家，游戏反馈修为后，玩家都成为了修仙者。犯罪分子是修仙者，这有什么好办法？修仙者呀，普通警察甚至是军队都无法对抗。是啊，那些厉害的修仙者，就连子弹恐怕都无法对抗。一群高层一时间都想不到好办法，毕竟普通人跟修仙者是无法对抗的。叶修看着议论中的众人，抬了抬手：“你们先想办法，10分钟后再说你们的办法。”说到这里，叶修又看向了现场的一个中年男人：“魏国，我之前让你调查的事情怎样了？”之前游戏开始反馈修为时，叶修就让魏国调查无尽仙途背后的公司。名为魏国的中年男子想到调查的结果，脸色不太好看。现场其余的高层也纷纷看向魏国。魏国站起身，深吸了一口气，恭敬地看了看叶修，接着目光在众位高层身上一一扫过，一脸凝重。就在无尽仙途反馈修为那天，叶司令就已经叫我去调查这款游戏的背景。结果我发现，这款游戏背后根本没有任何公司，甚至这游戏的官网也是一个不存在的 IP。这个游戏就像是凭空出现的一般。叶修轻轻颔首，示意魏国坐下。魏国调查的这个结果虽然令人震惊，却又在情理之中。一款能够将修为反馈到现实玩家身上的游戏，自然是不能以常理看待。反馈修为，让玩家成为真正的修仙者，这简直就是神迹。这种事都能做到了，其他的也就不奇怪了。会议现场的高层又开始商讨应对混乱的对策。10分钟很快结束了。关于应对社会混乱的计划，你们想好了吗？叶修再次问道。众人面面相觑，皆是没有任何办法。这时候，一个身穿军绿色军装的中年男子站起身来：“我倒是有一个想法。”这名中年男子乃是一位将军，名叫钟建国。建国有什么想法就说。叶修看了他一眼，开口说道。钟建国点点头，将心中的想法说了出来。既然最近这些混乱都是所谓的修仙者带来的，那想来常规的手段自然不行。而且这个世界肯定出现了很多修仙者，想要对这些修仙者执法，自然也需要修仙者来。咱们可以专门成立一个特殊部门，这个部门招收那些修仙者，而且必须是实力强大的修仙者，以修仙者来对抗修仙者。像那些杀人抢劫的犯人，就让修仙者来追捕他们。而且有了这个特殊部门，那些修仙者也能被震慑住，他们就会知道在他们头上悬着一柄剑。这样一来，很多修仙者就能被震慑住。当钟建国将这个想法说出来之后，现场所有人都眼睛亮了起来。叶修紧皱的眉头也舒展开来。建国这个提议很不错呀，既然如此，组建特殊部门这件事就交给建国你来办。会议到此为止，其余人也多去搜罗人才。会议解散。这场会议最重要的就是确定了组建特殊部门，一个能够镇压修仙者的特殊部门。会议散去之后，钟建国就开始搜集关于无尽仙途的情报，尤其是无尽仙途中那些高手的情报。无尽仙途要说最出名的人物，那自然是被誉为第一高手的苏晨了。因此，钟建国在无尽仙途的论坛里逛了一圈后，便知晓了苏晨这号人物。将手中的手机放下，钟建国喃喃开口：“无尽仙途第一高手苏晨。”这个苏晨的修为虽然没有人知道，但是能被称作第一高手，那修为自然不会低到哪儿去。钟建国立马就有了心思，那就是将这个叫做苏晨的招揽进军部，进特殊部门。如果有这样一尊高手坐镇，那无疑这特殊部门的威慑力能够提升很多。坐在办公室的钟建国立马拨打了一个电话，叫来了自己的机要员。所谓的机要员就是部队首长的秘书。没多久，办公室的房门被敲响。进。钟建国说了一声。吃了。房门被推开，一个浓眉大眼、身材高大的青年走了进来。将军。钟建国点点头。阿东，你给我去查一个叫做苏晨的人，这个苏晨被称作无尽仙途第一高手。青年点头。好的将军，
我现在就去查。对于国家来说，想要找一个人并不是什么难事，更何况现在连名字都知道了，这自然就好找了。与此同时，夏国官方直接发布了一个招聘信息，并且是动用了所有媒体资源，手机各种软件的弹窗，只要一打开手机就能看到夏国的招聘。无尽仙途官网论坛，这里是所有玩家线下汇聚点。论坛里很快就被夏国招聘相关的帖子刷屏了。大家应该都听说了吧？大夏国官方要招聘修仙者，这我当然知道了，是个人都知道吧？手机上各种软件上都有弹窗广告。第158章，官方招聘修仙者。话说，我看了大夏官方的招聘，给出的条件非常不错呀。是啊，要是能进这个所谓的特殊部门，咱们就是公务员了吧？公务员算啥？这个特殊部门在大夏非常特殊，不受任何部门管辖，只属于大夏高层，年薪1000万，还享有尊崇地位，不错不错。我已经报名了，希望能被选上。我也要去报名。很多玩家议论着大夏的招聘，毫无疑问的，他们都心动了。年薪1000万的公务员，而且地位还高，这多牛逼！如果是在以前，他们那是想都不敢想，甚至就是一个小小的公务员，他们甚至都没有资格去考。这年头，一个小镇上的公务员都需要本科学历，市里面更是需要985211，甚至是研究生、博士生。可是现在能不能被选中倒是一说，但他们至少有了能够报名参加面试的资格。这些天来，修仙者的事情也是很快传遍了整个大夏。无尽仙途这款游戏虽然有门槛，但门槛也不算特别高，5万块钱的头盔还是有不少人能买得起的。而且这个游戏很出名，很多人甚至为了买头盔玩这个游戏都是含泪拿出积蓄来购买。因此无尽仙途的玩家数量至少也有几千万。几千万的修仙者，这么庞大的数字，普通人自然也知道了他们的存在。像是苏晨的那个表哥一家都得知了修仙者的存在，知道了无尽仙途反馈给了玩家修为后，顿时捶胸顿足。当初苏晨的表哥苏成轩就曾经向家里人要过钱，想要购买游戏头盔，结果家里不同意。他们家毕竟只是小康家庭，拿5万块来买一个游戏玩，那不是傻吗？可是现在苏成轩一家却是后悔不迭，要是之前能给自己儿子买个游戏头盔，那自家儿子现在就是修仙者了。修仙者呀，那可是国家都要招聘的人，找工作完全不在话下。可是这样的机会却错过了。如果不是你们，我现在就是修仙者了，这都怪你们。苏成轩红着眼睛冲父母歇斯底里的喊道，随后就跑回房间，将房门砰的一声关上。苏成轩的父母相互对视一眼，也无话可说，因为儿子说的是事实，确实就是他们拦着没让儿子玩那个游戏，这才导致儿子错失了机会。自从游戏停服后，游戏头盔在无尽仙途官网中都没有再售卖，现在就算是想买都买不到，这个一飞冲天的机会已然错过。军区中建国办公室，一个青年推开房门走了进来。将军，苏晨的资料已经查到了，他是京大的学生，前一阵刚刚毕业，天王发现他现在正在山城的别墅区。青年将调查到的资料放到了中建国办公桌上。中建国拿起看了看，苏晨的各种资料都在上面，包括他的父母、叔叔婶婶在哪上的幼儿园，哪上的初中高中，甚至是前女友李曼，这些都在资料上面。可以说苏晨的生平经历基本上都被调查了出来，在桌上的资料中。钟建国仔细翻看，从资料中能够看出苏晨是一个品性不错之人，曾经在高中时还救过一个过马路差点被撞的小孩子，甚至会搀扶盲人过马路。唯一的缺点就是性格有些太懦弱自卑了些，从小到大基本上都是属于内向自卑的。只是不知道这样的人忽然获了修为，成为了修仙者，心态会不会发生改变。将资料看完之后，钟建国便立马决定了要亲自去见一见这个苏晨，最好是能将苏晨给拉拢到军部。特殊部门毕竟也需要一个领军人，而苏晨这个被游戏玩家称为第一高手的人便很有资格。当然了，前提是苏晨的品性没什么问题的前提下。阿东，跟我去山城，咱们亲自去见见这个苏晨。钟建国冲着一直等候在办公室的姬左东说道。好的，将军。左东连忙去安排飞机去了，作为军部的将军是有权调用军部的飞机的。两人很快就上了小型飞机，飞往了山城。下午6点，山城临江别墅，苏晨正在跟叔叔婶婶一起吃晚饭。他们家的晚饭向来比较早，婶婶端起饭碗正在吃饭，这时他开口道：这世道真是越来越乱了，前2天我还看见有个学生骑着个扫把在天上飞呢，据说这类人是修仙者，那是仙人般的人物。苏大福也是喃喃开口。
一家人一边吃着饭，一边闲聊着。这世道是越来越乱了。婶婶感叹了一句，继续吃饭。苏晨想到了最近的事，各种违法犯纪事件不绝，就连他们家也都出现了几个修仙者。如果不是他第一时间就回到了家中，那叔叔婶婶估计就危险了。想到那三人，苏晨脸色就不太好。那三人身上背负了不少人命，而且是普通人的人命。现在游戏反馈修为，这世上的修仙者也是一大堆，叔叔婶婶出个门，估计都不安全。苏晨觉得他应该给叔叔婶婶炼制一件护身法器。在清虚道长的术法中，他学会了护身法器的炼制。凭他现在的修为炼制出的护身法器，目前这个世界上估计没有任何人能打破。毕竟目前这个世界上只有他一个仙级强者。叔叔婶婶，你们这2天先别出去，就待在别墅中。苏晨想的是，等他的护身法器炼制完成后，再让叔叔婶婶出门，这样才最为安全。苏大福疑惑了一下，看向苏晨，小陈，这是为什么啊？虽然这世道变了，但我跟你婶婶也不能不出门啊。在他看来，就算现在很多修仙者，但生活还是要继续的。他们不去招惹那些修仙者，那些修仙者也不能对他们这种普通人造成威胁吧？不是还有警察、有军队吗？叔叔婶婶，你们不知道，现在出现了很多修仙者违法犯纪的事。那些修仙者抢劫、杀人，可凶残了。第159章，官方邀请苏晨加入特殊部门。果然，苏晨这话一出，叔叔婶婶立即被吓到了。那最近还在家里避避吧，反正现在学校也放假了，书店的生意也很一般，就暂时关店休息一阵好了，等开学了再开店。老两口这样说道。书店的门市是自己家的，也不用担心房租问题，关2个月也没多大影响。见到老两口听劝，苏晨倒是十分满意。听人劝，吃饱饭。叔叔婶婶给陈店长也说一声吧，给他也放个假，等开学再让他上班。苏大福点头，好，我待会儿就给小陈打个电话，给他放个假。他倒是很有老板架势。事情说完之后，一家人继续吃饭，谁都没有继续说话，只有叔叔婶婶的脸上满是凝重，可以看得出二老是心思重重。过了一会儿，苏大福打破沉默，你们说国家能管得了这些修仙者吗？苏大福觉得有些难，毕竟作乱的可是修仙者，修仙者对普通人来说那就是仙人一般的存在。仙人，凡人怎么管理得了？放心吧叔叔，国家肯定有对策的，能管理修仙者的自然也都是修仙者。国家不是已经在招聘修仙者了吗？那就是要组建一个特殊部门，这个特殊部门组建起来就是为了管理修仙者的。苏晨安慰了一句。国家组建这个特殊部门，刚开始确实是管理修仙者，后来游戏中的怪物入侵现实后，这个特殊部门的职责就多了一项，那就是对抗这些怪物，维持社会的安定。前世，大夏国能拥有一段时间安定，就是因为这个特殊部门的存在。苏晨前世虽然没有加入这个特殊部门，但是对这个特殊部门还是很有好感的。如果不是这个特殊部门存在，恐怕整个社会将会更加混乱。听到苏晨这话，叔叔婶婶这才心安了些。而就在这时，苏晨的手机响了起来，他拿出手机看了看，是物业打来的电话。当初苏晨买别墅的时候留的是他的号码，甚至物业那边也是留的他自己的电话，所以物业有什么事都会打电话到他这儿。你好，请问有什么事？苏先生晚上好，是这样的，有2人前来拜访你，你看要放他们进来吗？让他们进来吧。电话结束，苏晨心里有些好奇，究竟是什么人会上门来？难道是家里的亲戚？应该不至于这会儿来吧。况且自己家跟那些亲戚关系并不怎么好，根本达不到平日里都能走动的地步。很快来人就按响了门铃。苏晨下去开的门，房门打开，2个身材健壮的男子正站在门口。其中一个是方脸中年男人，穿着件白色的短衬，衬衣领口有3颗扣子没扣，显然是肌肉太大，想扣也扣不了。男人的手臂也非常粗壮，充满了爆炸性的力量，整个人给人一股威慑力。另一个是一名青年，同样身材十分壮硕，浓眉大眼的。2位是？苏晨打量了2人一眼，平静开口询问。中年男人听见苏晨的话，笑了笑，你就是苏晨先生吧？我们是军部的，这次过来拜访也是有事相商。苏晨点点头，进来说吧。叔叔婶婶这时候也下了楼。小陈，谁啊？哦，我的2个朋友过来找我。这样啊，你邀请一下朋友吃晚饭啊，我给你们做。这时候左东开口了，阿姨，不用麻烦了，我们已经吃过了，过来就是找苏晨聊点事。这样啊，那好吧，小陈，你好好招待朋友们。叔叔婶婶，你们就放心吧。苏晨回了一句，带着军部来的2人进了书房。
苏晨家的书房很大，里面有专门的茶具，还有桌椅。苏晨给两人泡了茶，坐在了两人面前。两位，说吧，找我有什么事？钟建国见到苏晨的表现，倒是感觉有些许诧异。左东调查的资料里显示，苏晨就是个性格内向、有些自卑的年轻人，可是现在看却并非如此。苏晨的表现从见到他们开始就显得十分从容淡定，这样的一个人可不是内向自卑，难道是成为修仙者，心性改变了？苏先生，最近大夏国有些混乱，所以国家准备成立一个特殊部门，这个特殊部门专门用来管理修仙者，维持社会安定。苏晨挑挑眉，所以呢？其实苏晨已经猜到了几分，钟建国找自己的目的。自己在游戏中还挺有名的，游戏论坛里貌似也有不少话题，可以说是无尽仙途中的风云人物也不为过。军部要成立特殊部门来找到自己也就不奇怪了。苏先生，我们经过调查，发现你被很多玩家称作第一高手，所以我们才找到的你。特殊部门就是为了威慑修仙者的，因此我们必须要有一个能够镇得住修仙者们的高手，而苏先生，你就是一个很好的选择。几人继续聊了一会儿，钟建国已经探知的差不多了。他觉得苏晨德精神状态不错，并没有因为获得了强大力量就变了心性，相反的还很沉稳，是特殊部门领军人的不二人选。当然了，这只是初步评判，具体的还要继续考察。不过目前特殊部门需要尽快成立，尽快将混乱给镇压下来。于是钟建国便向苏晨抛出了橄榄枝。苏先生，我们真诚地邀请您加入特殊部门。苏晨犹豫了一下，行，我考虑一下，今天晚上12点前给你答复。钟建国点点头，好，咱们先留个联系方式。交换了电话号码之后，钟建国跟左东便跟苏晨告别，接着离开了别墅。而苏晨则是沉思了片刻，他在思考要不要答应钟建国。前世无尽仙途的第一高手便加入了这个特殊部门，成为了大夏守护神。可是今生由于苏晨的介入，无尽仙途的高手排名也发生了改变，第一高手更是被苏晨给拿走了。可以说苏晨吃了无尽仙途很多资源，那些副本的首通都被他给拿下了，因此他的实力跟其余玩家之间出现了一个断层，他的修为远远高于其他玩家。如果我不加入特殊部门，估计以后大夏很难抵抗住游戏中的那些怪物。第160章加入特殊部门。毕竟现在无尽仙途第一高手的位置已经被我占据了，就算是前世的第一高手，估计这一世修为比起前世来说也是远远不如。苏晨不禁无奈地摇了摇头，身在其位就该谋其职，尤其是自己抢夺了原本应该属于大夏守护神的第一名头，那只有自己来守护。苏晨又想到了叔叔婶婶那凝重不安的模样，如果这个国家都乱了，那些妖魔鬼怪进出，那叔叔婶婶也不安全。想要叔叔婶婶继续像以前那样生活，想要守护好自己这个小家，那也必然要守护好整个国家。苏晨眸中闪过一抹坚毅的光芒，心中下定了决心。另一边，钟建国跟左东离开苏晨别墅后，便去了酒店。酒店中，将军，你说苏晨会答应加入特殊部门吗？左东疑惑问道。他今天跟将军一起找了苏晨，发现这个年轻人太淡定了，脸上无悲无喜的，都看不到一丝一毫的情绪波动。要是一个普通年轻人能被邀请进入国家特殊部门，估计早就兴奋的难以自已了。可苏晨听到将军的邀请，却不见一丝的激动，甚至他还从苏晨脸上看出了一丝不太情愿，因此他对苏晨能够加入军部特殊部门有一丝的怀疑。钟建国叹了口气，苦笑着摇摇头，我也不清楚，这个年轻人情绪控制太好了，说话也是打太极，我也看不懂他。想到之前见到的那个年轻人，他都有些感慨，明明只是一个刚刚从学校毕业的年轻人，可给他一种卡不透的感觉，甚至他都有种对方乃是一个跟他同龄中年人的错觉。这种感觉让他感觉好笑，明明只是一个初出茅庐的年轻人，怎么会这么老成呢？就在他这样想着的时候，手机响了起来。看到来电之人，钟建国脸上浮现一抹喜悦，粗糙的手指在手机屏幕上一划拉，电话便被接通了。喂，苏先生。电话那边，苏晨的声音通过听筒传了过来。钟先生，我同意了，同意加入特殊部门。钟建国爽朗一笑，哈哈哈，好，欢迎苏先生加入。两人随后又聊了一会儿，商量了一下去特殊部门报道的时间。钟建国想要苏晨明天就跟他们回京城，但被苏晨拒绝了。苏晨说是还要安排一下家里，过2天再去京城报道。期间，钟建国还跟苏晨说了一下有关特殊部门的事情。这特殊部门隶属于军部，
不过是属于军部的特殊部门，这个部门不受其他部门管辖，地位崇高，有权调动各地的警方力量。苏晨有前世的经历，自然知道这个部门的职责跟权力。不过他还是要表现出什么都不知道的模样，乖乖的听钟建国再讲一遍。第二天，苏晨去买了2块上好的玉石，随后便开始炼制护身法器，用灵力在玉石中刻画出阵法，并且输入了他的灵力储存其中。以苏晨的实力，炼制这种简单的护身玉牌自然是十分简单。很快，2枚刻画好阵法并且储存了苏晨力量的玉牌便被制作好了，悬浮在苏晨面前。他伸手将2块玉牌抓到手中，脸上露出一抹笑意。护身法器制作成了。吃饭的时候，苏晨将2枚护身法器送给了叔叔婶婶，还特意买了2根绳子系上2块护身法器，宛如羊脂玉般洁白光滑。苏晨还特别细心的将给婶婶的制成了圆形，给叔叔的则是方形。叔叔婶婶，这2块玉牌是修仙者炼制的，可以保护你们，你们要时刻带在身上，就算是洗澡都不要取下来。苏晨望着叔叔婶婶，一脸郑重的说道。叔叔婶婶看着苏晨拿出来的玉牌都有些惊讶，尤其是婶婶看着这玉牌脸上有些开心，这个玉牌好漂亮。她虽然不懂玉石，可是也能看得出来这玉质地上的。婶婶将玉牌拿到手中，十分喜欢的看着。叔叔虽然是个男人，但看到这么好的玉也是比较开心。小陈，这个玉很贵吧？苏大福问。看着叔叔婶婶开心的模样，苏晨脸上浮现淡淡的笑意。不怎么贵的，主要是它能保护你们，有了这个玉，你们出门我就不用担心了，就算我离开了也能安心。婶婶一下子听出了苏晨话里的意思，她的脸上有些担心。小陈，你刚刚那话的意思是要离开家里吗？苏晨点点头，叔叔婶婶，我找了个工作，明天就准备去报到了。婶婶闻言这才放心下来。那小陈，你找的是什么样的工作？叔叔也好奇地看着苏晨。苏晨笑了笑，是国家的工作，铁饭碗，有编制的。苏大福拍了拍手，一脸笑意。这太好了，公务员啊，这可是好工作。在叔叔婶婶眼里，公务员这种为国家打工的工作是最好的工作，哪怕是月薪好几万，都比不上一个月薪几千的公务员。这就是乡下老人心中的看法。那小陈，你什么时候去啊？明天。婶婶闻言脸上有些不舍。明天啊，这么快？苏大福拍了拍他肩膀，这是好事啊，老婆子，年轻人啊，在外面闯闯也是好的。婶婶点了点头，不过显然情绪有些低落。放心了，婶婶，我一有空就会回来的。苏晨安慰了一声，他现在可是仙级强者，一有空随时都能回来。婶婶则是晚上吃了饭就给苏晨收拾东西去了，这倒是让苏晨有些无奈，他并不想带太多东西。最后在苏大福的劝说下，才捡了一大部分。1天之后，苏晨拖着行李箱离开了家。苏晨没让叔叔婶婶送自己，再走到外面找了一个没监控的地方，一跃而起，他的身形飞上了高空。现在倒是不用太担心别人看见，现在有人在天上飞已经不算啥特别新奇的事。因为有个行李箱，所以苏晨直接用了御剑术，不过御的是行李箱，这样就懒得提箱子了。他站在行李箱上朝京城飞去，他也不着急，速度保持在了飞机的速度。第161章针对修仙者的训练。这个速度不算太快，但也绝对不慢，而且还能看看沿途风景。现在的他颇有一种大鹏一日乘风起，扶摇直上9万里的感觉。他就跟古人口中的大鹏没什么区别，只要他愿意，别说9万里了，就算是90万里，也不过是一念之间。钟建国给苏晨的地址是京城的一处军事基地，苏晨慢悠悠的几个小时才到京城，接着沿着军事基地飞去。这处军事基地位置在京城郊区。苏晨在天上直接给钟建国打了个电话，我马上到基地了。我立马安排人出来迎接。钟建国回了一句，随后安排了左东出去迎接。最近他的主要任务就是组建特殊部门，因此没有别的事，所以也在基地里。好，大将军。左东应了一声，等走出去，来到外面训练场的时候，朝外面看了看，结果却根本没发现苏晨。不是说要到了吗？左东疑惑，哪儿来的人？而就在他疑惑的时候，一个声音却传进了耳朵。左兄弟。根据声音判断，应该是从上方传来的。左东抬头望去，便看见一个俊美青年正站在行李箱上，从天而来。这时他才想起，苏晨乃是一名修仙者，修仙者过来自然不会是普通的坐车走路，人家都是用飞的。想到这里，左东的眼眸中浮现出一抹羡慕。乘风而行，逍遥天地间，这谁能不羡慕啊？
苏晨来到左东面前，从行李箱上跳了下来，随后伸手将行李箱放到了地面上，拉出拉杆。苏晨打量了一下这里的环境，这里有一个很大的空地，像是学校的操场。他觉得这可能就是士兵训练室的场所。整个操场上面零星的能看到几个军人经过。苏晨收回目光，随后望向左东：“左哥，咱们特殊部门就在这里。”左东笑着摇头：“这当然不是，这里只是训练基地罢了。行李箱我给你拿吧，我先带你去见将军。”左东的声音是那种低沉雄浑的声音，说话时有股军人的字正腔圆味道。“不用，我自己来就好。”苏晨直接拒绝了左东的好意，一个行李箱罢了，在他手里跟个塑料袋也没什么区别。两人很快来到了基地的办公室，左东敲敲门后，二人便进了办公室。钟建国今天穿着一身军装，当然了，因为是夏天的缘故，他的军装是短袖的。军绿色的军装穿在他身上，脊背笔直，整个人显得很有气势，看起来比之前到苏晨家里时还要威严几分。“小苏，你到了。”两人的对话似乎有些尬，钟建国率先转移话题，给苏晨介绍了一下这里的情况。在钟建国的介绍下，苏晨算是明白了为什么会来到这里了。原来钟建国是觉得招聘来的修仙者多是些普通人，可能会没什么纪律，所以需要训练磨砺一番，因此便决定将招聘来的修仙者们都聚集在这里磨砺一番。等操练的差不多了，再分配到各个区域，先争取能达到每个省有一个特殊部门分布，然后再慢慢扩大，以后争取能达到每个城市都能有几个修仙者维持秩序。苏晨听完后点了点头，这个想法倒是不错，不过实施起来应该有些困难。首先就是薪资问题，现在开出的薪资是年薪1000万，每个省养几个这种年薪1000万的倒不难。以后要是每个城市都有特殊部门存在，那光是财政支出就是一笔庞大的数字。前世大夏也就只是在每个省的省会设立了一个特殊部门分部罢了，因为有前世第一高手龙战天坐镇特殊部门，并且以雷霆手段镇压违法乱纪的修仙者，修仙者们造成的混乱很快便平息了。当然了，不可能存在绝对的平息，至少修仙者目无法纪，随意烧杀抢劫之类的事情减少了很多，维持在了一个合理数量。将军，我觉得有一点不太合理。听完钟建国的叙述，左东犹豫了一下，开口说道。他想到了苏晨这种修仙者的实力，像苏晨这等强大的修仙者参加训练能起到作用。你说咱们现在就是要想出一个完善一点的训练模式，你不用顾忌太多，有什么问题直接提出来就是了。左东点点头，将军，修仙者们实力强大，身体素质也根本不是正常人所能比拟的，普通的训练恐怕起不到什么作用。钟建国点点头，你说的对，不过咱们训练修仙者就是为了训练他们的纪律还有意志力等等，他们的身体素质级肯定是不用训练的了，不过因为他们很强大，身上有修为在，咱们的训练对他们的意志力磨练作用确实效果可能也不大。钟建国也思考了起来，他在想，要是这些修仙者身体里能短暂的没有修为，像个普通人一样就好了，这样训练的效果才能达到最大。见到钟建国沉思，苏晨倒是开口了，将军，我可以施展术法，将修仙者体内的修为封印住，在封印期间他们就完全沦为普通人，这样就能正常训练了。钟建国正愁找不到好办法呢，听到苏晨这么说，顿时脸上就是一喜。太好了，小苏，你可真是帮了我大忙，就照你的办法来，等招聘的修仙者来到这里，到时候将他们体内的修为一一封印，然后通过各种高强度的训练来磨练他们。说到这里，钟建国又不怀好意地看向了苏晨，不过小苏，你的修为也应该封印住，不然可不公平。看着钟建国那狡黠的笑，苏晨心里暗骂了一声老狐狸，不过他也没拒绝，直接同意了。这是自然，我会将我自己的修为也封印住，不就是一个训练吗？苏晨并不怎么放在眼里，经历过生死的他，难道还会怕部队的训练？就是苦一点罢了，他相信他能够坚持住。第162章，苏晨的除尘术。最大的问题解决了，钟建国明显心情好了许多。阿东，带小苏去宿舍楼。吩咐完，钟建国又冲苏晨道：小苏，你先去宿舍休息吧，基地外面有超市，缺什么生活用品，直接在大门口对面就能买到。好，我知道了。苏晨跟着左东前往了宿舍楼。苏晨站在楼下看了看，这里的宿舍楼跟学校里的差不多，一共6层，不梯。据左东介绍，每一层都有好几十个宿舍。左东跟钟建国都暂时住在这里，而苏晨因为是第一个到来的修仙者，可以挑选任意的房间。思考一番过后，苏晨挑选了2楼靠近楼梯的房间。挑选这一层靠步梯的挡箭，苏晨也是有着自己考量的。
他接下来就要在这里接受一段时间的训练，这训练应该跟军训差不多。军训很多时候都对集合时间有要求，只要口哨吹响，就必须得在规定时间内赶到外面训练场地集合，而这个时间通常规定为几分钟。房间靠近步梯，他就能最快的赶到外面的训练场地去。这就是他选择这个2楼靠近步梯房间的原因。看到苏晨的选择后，左东诧异的看了他一眼，他甚至有些怀疑苏晨是不是知道些什么，不然怎么会选择一个这么具有优势的房间。左东将苏晨送进房间后，又约了苏晨晚上一起吃晚饭，然后才离开。苏晨将行李箱放下，接着仔细打量了一下这个房间。房间的格局跟学校宿舍是一样的，大门进去就是房间，房间的两边各摆放着一张上下铺的铁床，再往里面是一扇通往阳台的小玻璃门，玻璃门外面就是一个小小的阳台，有2个自来水龙头，水龙头下方是一个洗漱台，住在这里的人能在这里洗漱以及洗衣服。后面就是一个小卫生间，跟学校的宿舍差不多。苏晨嘀咕了一声，随后看了看房间的卫生，房间里很多灰尘，显然是已经有一阵子没住过人了。苏晨举起右手，中指跟食指并拢，默念了一个口诀：除尘术。这个术法很实用，不仅能够给自身清洁，也能给别的东西清洁。苏晨现在的清洁对象乃是整栋宿舍楼，本来他是只准备清洁这个房间的，不过转念一想，清洁一个房间也是使用一个除尘术，清洁整栋宿舍楼依旧是使用一个除尘术，那他干脆就将整栋宿舍楼都给清洁了好了，就当是学习雷锋叔叔做好事不留名了。口诀的默念也是转瞬间就完成了，一股透明灵力以苏晨为中心扩散开来，最终灵力的范围作用在整栋宿舍楼中。下一刻，整栋宿舍楼都变得干干净净，没有一丝一毫的灰尘，就仿佛是刚刚请了保洁公司为整个宿舍楼做了个大保洁似的。完事儿。苏晨放下手臂，这个天气是夏天，不需要铺床，拿一床单人席子铺在床上就行了。牙刷、牙膏、洗发水、沐浴露什么的，婶婶都给我准备了，所以我还需要脸盆、卫生纸、衣架、一张席子、一个枕头以及一个空调被就行了。在心中记好需要的东西后，苏晨便去了大门口对面的超市买东西。日用品买齐之后，苏晨便躺在了宿舍的床上。对他来说，住什么地方其实并没有什么不习惯的，别墅能住好，现在住宿舍也不会不习惯。将席子铺在床上后，苏晨换了条大裤衩子跟拖鞋，将枕头往床上一扔，舒舒服服地躺了下去，熟练地掏出手机，准备上网冲冲浪，了解一下时事。手机刚掏出来，苏晨便看到了一条未读消息，胖子发来的：橙子，我下午去你家找你玩，阿姨说你找到工作，已经离开学校了，你找啥工作了？苏晨编辑短信回了过去：哦，就是大夏招聘修仙者，我去了。胖子很快回复：靠，橙子你不够意思啊，都不跟小爷说一声，偷偷摸摸的就去了。苏晨回复：怎么，你这个富二代也有兴趣？你一直以来的打算不就是要在家躺平吗？所以我就没叫你。胖子，可是我在山城又没啥朋友，一个人太无聊了，要不我还是跟你一起应聘吧，那个报名截止没有？对了，应聘成功率高吗？苏晨，不知道，如果你要过来，我直接跟领导说一声，让你免试录取，咋样？胖子，嘿嘿，好啊好啊。聊天结束，苏晨打电话给钟建国，说了一下胖子想要加入的事，并且还着重提了胖子修为在游戏中算是靠前的。果然钟建国一听，顿时喜笑颜开的就答应了。现在非常时期，对于有实力的人自然是多多益善，因此没多久，胖子便也来了基地。对于实力强大的修仙者来说，速度也就愈快。胖子来了以后，直接跟苏晨住了同一间宿舍。这基地的宿舍，左东已经给他说了，2人一间。接下来，苏晨他们需要在基地里待2天。2天后，所有应聘者都会到来，到时候便会正式展开训练。修仙者的身体素质自然是不用多说，没什么可训练的，主要是训练心理素质、纪律这些精神方面的东西。2天之后，一个个修仙者们便来到了基地。签到之后，钟建国让他们好好打扫一下寝室，说是寝室已经几个月没住过人了，很多灰尘之类的需要好好清理。可是当他们来到寝室之后，一个个的都傻眼了。一个修仙者用手指在铁床上抹了几下，手指非常干净，一点灰尘都没有。这名修仙者当即傻眼了，这寝室这么干净，哪里需要我们打扫？难道是军方已经打扫过了，只是钟将军还不知道？虽然有些奇怪，但他们也乐得如此。不用打扫房间，他们可是省去了很大的麻烦。要知道，他们虽然是修仙者，可却并不像苏晨这样会许多使用术法。
他们在游戏中也就学了些武技，跟基本的刀法、剑法之类的东西。要打扫房间，还是得亲力亲为。第163章下马威。本来以为要打扫好久才能将房间打扫干净，没想到这房间居然已经打扫好了，这算是一个小小的惊喜。他们自然不会知道，这房间是苏晨一个除尘术打扫干净的，还以为是军方找人清理的。吾等修仙者就应受到如此尊重。有人这般感叹着，显然他以为这是军方给他们修仙者面子才打扫的房间。第二天，众人在训练场上集合，苏晨看见黑压压一群人头，没想到居然这么多修仙者参加应聘。胖子感叹了一句。苏晨扫视了现场一圈，心中粗略地估算了一下，现场大概有接近300人。这是自然，毕竟是官方的招聘，而且给出的条件也很不错，自然很多人愿意加入。苏晨回应着胖子的话，这些人说是修仙者，不过毕竟跟那些书中的修仙者不同，他们不过就是获得游戏馈赠的玩家罢了，不可能真的隐士修行。能加入特殊部门，能有个好的工作，这自然是梦寐以求的。实际上，大夏招聘发出之后，报名的人远远多于现在这个数量，只不过很多修为低的都被刷掉了而已。而且官方还对这些应聘者进行了调查，那些品行不佳、有偷东西、犯罪、欺负同学、欺负老人、虐待动物之类的人都统统被刷掉。能做出那些事情，自然不可能是多好的人。能来到基地的人，至少曾经没有犯过什么事。根据调查来看，品性至少还不错。很快，钟建国出现，身旁跟着左东，除此之外还跟着一个30来岁的国字脸军人。看到钟建国出现，众修仙者则是在训练场上悠闲地站在那里，显得有些吊儿郎当。他们是修仙者，实力强大的存在，因此丝毫没有将钟建国放在眼中。修仙者有修仙者们的自傲，在他们看来，他们乃是高高在上的修仙者，而这几个军人不过是普通人罢了，与他们如同蝼蚁，因此他们自然不会给这些军人面子。然而只有苏晨知道，这些人只怕是要惨了。那个跟在钟建国身边的方脸军人乃是一名金丹期强者，而现场的几百修仙者除了苏晨外，最高修为仅仅只是心动期，也就是胖子。在无尽仙途这个游戏的设定中，修为分为炼气、筑基、开光、融合、心动、金丹、元婴、出窍、分神、合体、洞虚、大成、渡劫、仙。现场的修仙者们最多的就是筑基期，然后有几个开光期，胖子则是心动期。就连胖子的修为在训练场上都是排在第3的存在，第1自然便是苏晨，第2则是那个方脸军人，第3则是胖子。这些人的反应都在钟建国的预料之中。想要管理这些修仙者，自然也需要一个实力超过他们的修仙者。因此这次训练，他请来了军中的方寒。方寒本就是军中之人，并且还是无尽仙途中的高手。之前游戏反馈就是方寒最先给国家报告的，而在游戏反馈修为之后，方寒也继承了游戏中的实力。最近这一阵，他抓了不少作乱的修仙者，震慑了不少人，这2天的犯罪率都下降了不少。方寒，钟建国喊了一声，方寒应声站出来。哼，他一声冷哼，这哼声可不是普通的冷哼，而是直接蕴含了灵力，一股威慑力直接随着这道充斥威严的声音震荡开来。然而他明明只是轻哼了一声，可是那声音却直接响彻在众修仙者的脑海中。这声音宛如亘古钟声，宏伟威严，震撼人心。下一刻，训练场中除了苏晨跟胖子2人，其余人面色发白，直接一口鲜血喷了出来。在方寒出现时，苏晨就明白他一定会给在场的修仙者们一个下马威。结果果不其然，因此在方寒冷哼的时候，他就用一道灵力隔绝了这道音波攻击。这攻击对他来说，他就算不反抗就都是。不过胖子的修为恐怕也会小小的受伤，所以苏晨出手替胖子挡了下来。至于其余人，就没那么好运了，全部吐出一口血之后，脸色发白。不过苏晨能够看出，这些人受的伤并不算什么大事。修仙者体质本就超越常人，这道攻击方寒下手也很有分寸，不会伤到众人根本。在吐出一口血之后，所有修仙者们原本那自傲的心态顿时如烟般散去，他们脸色发白，看着方寒，心中满是恐惧。强大，太强大了！仅仅只是冷哼一声，顿时让他们感觉仿佛面对洪荒猛兽似的。如果不是这个男人手下留情，恐怕他们所有修仙者此刻都已经变成了一具尸体。他们跟这个男人之间差距太大了。方寒则是有些意外地看了苏晨跟胖子一眼，他能够看出胖子的修为很不错，心动期
比起自己也只差一个大境界，可他却看不清胖子身边那个俊美青年的深浅。这只有两个可能，第一种就是这个青年身上有某种隐藏修为的法器，可是这不是游戏世界，而是现实。现实中目前应该还没有这些法器存在，那么便只有第二种可能了，那就是这个俊美的不像话的青年修为远比自己要高。方寒倒没有觉得不可置信，毕竟人外有人，天外有天。他不认识苏晨，在游戏中分为几个大洲，他跟苏晨并不在同一洲，所以不认识苏晨也是正常。再说了，游戏中的玩家就那么几种服饰跟发型，千篇一律，不熟悉的人就算见过苏晨，也不太容易在现实中认出来。见到方寒的目光，苏晨轻轻点头回应了一下。这是苏晨，被很多玩家认为那是无尽仙途第一高手。左东看见方寒在看苏晨，便这般提醒了一句。方寒瞳孔微微一缩，虽然他不认识苏晨，但是苏晨的名字他却听说过。游戏论坛里经常能看见玩家讨论苏晨，因为每个副本的首通基本上都被苏晨拿下，所以引起过很多玩家的讨论。第164章，训练即将开始。原来是他，方寒低语了一句。而此刻现场中的修仙者们也看见了苏晨跟胖子二人，这一看之下，他们所有人都有些惊诧。现场也有这两个应聘者没有吐血，甚至是丝毫没有受到刚刚那道声音的影响。他们俩怎么没事？难道他们俩跟军方的人认识？一定是跟军方的人认识，所以那个强大的军人才对他们手下留情了吧？关系户，他们清楚的知道，能够在刚刚那声轻哼声下丝毫没有受伤，要么就是修为够高，那声音伤不到他，要么就是关系户，那军人没有对其下手。而且这两人站在一起，明显是认识，怎么可能这要巧？两个认识的人能修为高到能抵挡住那军人的攻击？更大的可能就是这二人都是关系户，所以军人的攻击避开了这二人。这种靠关系进好部门的情况时有发生。很多时候，那些想要进好部门的人，即使是笔试成绩好，可最后也不一定能竞争过其余人，因为这些笔试好的人没有关系，而那些家里有关系的便能够轻易进入那些万人竞争的部门岗位。这种人被誉为关系户，而关系户是最让人厌恶跟唾弃的。现场的很多修仙者都是普通家庭，以前他们或多或少都见识或者听说过关系户走后门的事情。作为普通家庭的他们，对这种事情自然是深恶痛绝，所以几乎所有人都下意识的在心里排斥起了苏晨跟胖子两人。看着这些人的目光，苏晨倒也不在意。这时候方寒开口，集合。他声音威严洪亮，响彻在所有人的耳中。众人闻言顿时连忙汇聚在了一起。之前他们都是散乱的站在一起，而此刻则是整整齐齐的列队站在一起。苏晨跟胖子两人也站到了队伍中。方寒站在前方开口，我就是你们的教官，接下来的日子你们的训练将由我来负责。20分钟后军训服将会运过来，你们每人去领取一套军训服。对了，领军训服时，每一位领取到军训服的，我们这边有人会专门封印住你们身体里的修为。训练期间，你们所有人都将以一个普通人的身份进行专业的训练。现在解散。方寒说完便离开了。钟建国则是找到了苏晨，两人走到一边谈话。训练场中的其余人此刻见到苏晨跟一身穿军装的中年男人走到了一边，心中更是确定了几分，这人果然是个关系户。他们顿时想要窃听一下苏晨跟着军人的谈话。不过苏晨是何等修为，一下子就发现了这些人的目的，直接一个灵力罩将他跟钟建国包裹，两人顿时跟外界隔绝开来。就算是外面的人会什么窃听的术法，也不会听到他跟钟建国两人的对话。小苏，待会儿就麻烦你了。苏晨轻轻点头，将军，待会儿还请给我一个墨镜以及一个口罩。你是不想让大家知道是你封印了他们修为？苏晨颔首，是的，我既然也是他们中的一员，总不能表现得太特殊了吧。对了，我的名字也用一个化名吧，你们将我的名字改成苏木。苏晨的名字在无尽仙途中可谓是大名鼎鼎，作为游戏中的风云人物，别人听到他的名字恐怕就会知道他是谁。苏晨自然是不想这么高调，所以决定用一个化名。钟建国点点头，这样也好，免得显得太过突出。两人商量结束，钟建国离开，给苏晨找了一副墨镜跟一个口罩，并且还找来了一套军装。苏晨换上军装，戴上军帽，顿时一个军人形象浮现钟建国眼前。钟建国笑着拍了拍苏晨肩膀，可以可以，哈哈。苏晨用传音术将自己化名的事情
以及待会儿要封印大家修为的事情告诉了胖子。胖子连忙保证不会让苏晨露馅。20分钟之后，一辆小货车拖着军训服进入了训练场。方寒跟左东叫来了几个军人，将军训服搬到了训练场。这几个军人是钟建国带来，为这个训练基地办事的，一共也就几百套衣服，众人几下就卸完了。集合！方寒大喝了一声，众人不敢再吊儿郎当，连忙整齐地站成了一个方队。接下来我会开始念名字，念到一个便过来领取军训服，然后还有封印修为。就在他这话落下，苏晨也走了出来。他身穿军装，戴着墨镜跟口罩，站在了方寒身边。众人看见苏晨这副模样，顿时诧异了。这货谁啊？居然还戴个墨镜跟口罩，难道有什么见不得人的？就是啊，难道见不得人？方寒瞪了众人一眼，厉声呵斥：安静！众人敬畏方寒，顿时不敢多言，只能在心里猜测跟揣度。张四海，左东念道：到！一个清瘦男子应了一声，走上前领取了一套军训服。苏晨手指点在张四海身上，这名叫做张四海的青年顿时便感受不到身体里的修为了。虽然之前方寒便说过会封印他们修为，可真实的感受到修为被封印，张四海还是大为震惊。这个军人也是一个强者，有些敬畏的看了戴着墨镜跟口罩的军人一眼，张四海连忙退下。龙傲天到，李晴雪到，一个个的修仙者们如同刚刚加入军队的新兵一般，领取着他们的军训服，然后接受苏晨的修为封印。约莫有1个多小时后，所有人都领取了军训服。苏晨离开，随后再换上了一套军训服，重新回到了训练场。此刻现场的所有人也都回宿舍，换上了军训服，回到了训练场。因为还没有集合开始训练，所以众人都分散在训练场四周闲聊，欢声笑语在训练场上响起。胖子看到这一幕，感叹道：这好像咱们刚进大学时的场景啊，不过眨眼间咱们就已经毕业进入社会了，现在更是要开始工作了。第165章，谁要退出？苏晨点点头。时间这东西宛如白驹过隙，回首过往，一切仿若还在昨天。菜鸟们集合！方寒威严的声音响起。现场众人听到这个称呼，心中不由升起无尽的愤怒。菜鸟？他们可是高高在上的修仙者，可不是什么菜鸟。集合很快完毕，但几乎每个人的脸上都能看见明显的不服气。方寒站在前方，看到众人不服气的神色，满脸讥讽。怎么，是不是不服气？觉得我口中的菜鸟根本不应该用来形容你们？你们是高高在上的修仙者，是超越凡人，如坐云端的存在。众人没人说话，但方寒是何人？他本来就是军中专门负责新兵训练的教官，此刻看见众人的表情，自然明白众人心中所想。这些修仙者一个个桀骜不驯，之前若不是自己给了这些人一个下马威，用实力震慑住了这些人，恐怕这些人都不会这么整齐地站在这里。可笑的自傲！呵！方寒冷笑一声，修仙者又有什么了不起的？你们觉得这个世界上会缺修仙者吗？这话一出，众人顿时神色微变。方寒继续开口：我来告诉你们吧，无尽仙途的玩家预计有2000万，2000万的修仙者，如此庞大的数字，你们觉得你有什么可自傲的？这话落到众人耳中，原本自傲的心态渐渐跌落。2000万的修仙者，如此庞大的数字，他们在这里自傲个什么事儿？见到众人微微转变的神色，方寒心中很是满意。他要的就是这样的一个效果，先狠狠打击一下这些菜鸟那可笑的自信心。不过这还不够，还得再加上一把火。不止如此，再给你们这些菜鸟透露一点吧。目前全世界不只是咱们大夏的游戏给玩家反馈了修为。所有人顿时大惊。目前游戏反馈修为还不久，现在国外那些消息还处在被封锁的状态，还没有传递到普通人这里，所以修仙者们并不知道国外的情况。他们本来还以为只有大夏国才有游戏反馈修为的情况，以为他们就是独一无二的，可是没想到国外居然也有。不对啊，国外也有游戏反馈修为，我怎么没在游戏中看见外国人？是啊，游戏中我也从来没看见过外国人。这个游戏有外国玩家？方寒看了众人一眼，安静。众人闻言顿时安静了下来，方寒这才满意的解释起来：我知道你们心里的想法，你们一定在想，你们在游戏中就没看见外国人，对吧？众人闻言都是轻轻点头。只听方寒继续说道：我们跟国家玩的游戏不是同一个款，国外反馈实力给玩家的游戏是以他们文化背景构建的游戏。我可以肯定的告诉你们，目前各个国家都有玩家获得游戏反馈，比如米国
已经出现了绿巨人、猫女、超人、闪电侠等。再比如雄鹰国，也出现了不少的魔法师、女巫等。再比如樱花国，他们国家出现了忍者、武士、阴阳师等。方寒盯了众人一眼，声音宏大：现在你们觉得你们有什么可骄傲的？有哪一点值得骄傲的？如果对上了这些国家的人，你们能赢吗？方寒的三连问将众人给问得发懵。此刻的他们感觉自己就像是那坐在井底的青蛙，坐井观天，不知天地之广阔。原来这个世界上不只是大夏国有游戏反馈实力给玩家，就连其他国家也都有。而如果对上那些绿巨人、魔法师这些存在，他们能赢吗？很多人都持怀疑态度，他们毕竟只是忽然之间获得了游戏反馈修为，成为了修仙者罢了，而不是真正的一步一个脚印厮杀修炼上去的。对上国外那些传说中的职业，他们还真的没有太大的信心。见到众人的自傲被打击的差不多了，方寒很是满意。大夏国组建这个特殊部门，不是一个悠闲部门，这个部门隶属于军部，同样是属于军人。军人保家卫国，无论什么时候，只要有危险跟灾难，军人都必须冲在最前面。等你们正式成为特殊部门的一员，你们首先面对的就是同为修仙者的犯罪分子，以后甚至有可能会直面国外的那些异能者、魔法师等等。你们的职责是很重大的，你们的职业也是很危险的，甚至不可避免的会有牺牲。如果你们有什么人不愿意直面这些危险，现在就可以退出，现在退出还来得及。现在如果不退出，以后想退出可就不行了。以后想要退出，那就是逃兵，这是最不耻的存在。好了，现在你们可以做出决定了。想要退出者出列，站在左边。方寒前方的众人顿时你看看我，我看看你。随后有人开口，我爸妈就只有我一个孩子，我死了他们没人照顾，我不要加入特殊部门了。这人找了个借口，不过众人都明白，此人不过就是怕死罢了。我不想死，我还年轻，才18岁，还有大好的年华，我也退出。我只是一个女孩子，我最怕打打杀杀的了，我也退出。我爷爷奶奶还在家里等着我赚钱，让他们过好日子，我不能死。一时间几百人的队伍中站出来20来个人，这20来个人中大多数都是20来岁的年轻人。方寒看了看队伍，还有想要退出的吗？其余人都没有站出来，这是准备留下来。可能他们没那么大的抱负，什么保家卫国、抵抗外敌之类的他们都没想过，他们仅仅只是觉得加入这个部门很不错，年薪1000万，可没几个人能有这个收入的。有些小公司一年恐怕才能有1000万的收入。不管什么原因，他们留下来了。很好，那些退出的，你们将身上的衣服留下便可以走了。第166章，庞大的训练强度。很快，那些准备离开的便换下了军训服，离开了基地。方寒看着剩下的众人，嘴角微微勾起，剩下的就不再有选择退出的机会。那么，恭喜你们，接下来迎接你们的将是地狱。听到方寒这话，剩下的人不知为什么齐齐打了一个哆嗦。当然了，苏晨除外。现在你们每个人绕着训练场的跑道先来个80圈。方寒淡淡开口，在场众人不以为意。80圈，他们可是修仙者，还会怕跑80圈？然而很快，他们就知道他们错了。他们之前小看80圈，是因为他们觉得他们是修仙者，身体素质要远高于普通人。可是很快，他们发现他们错了。他们虽然是修仙者，但他们的修为已经被封印住了。他们修为本来就不高，没有了修为就没有灵力加持身体，他们现在也就是一个比常人身体强一些的普通人罢了，比普通人稍强一点。面对这50圈，自然就难了。跑道上的众人在第35圈的时候就已经有不少的露出疲惫之态，在第45圈的时候，一半的人都已经跑不动了，他们只感觉双脚就像是灌了铅般的沉重。第55圈，所有人都跑不动了，尤其是苏晨身边的胖子，此刻满头大汗，上气不接下气。程橙子，我不行，你继续跑吧，我得休息一下。加油！苏晨说了一声，然后继续跑。他往日里本就每天跑步锻炼身体，再加上修为达到仙级，身体内就算没有灵力，也不是常人可比的。现在的苏晨身体堪比一些炼体大师的身体，光凭肉身就无比强悍。不过他也没有显得太过突出，而是慢悠悠地跑着，跟很多咬牙坚持的人保持一致。第65圈，有不少人就算咬牙坚持都坚持不住了，甚至有7、8个原本修为就低的，直接双腿一软摔在了地上。最终到了第80圈，只有苏晨以及另外一个人坚持一口气跑满了这80圈。那人是一个皮肤偏黄，看起来颇为骄傲的青年，不过他跟苏晨没法比，
他大口大口的喘气，可是苏晨的呼吸却颇为均匀。不过为了避免显得自己跟其他人不同，苏晨故意张大嘴，深吸了几口气。歇了一会儿，黄皮肤青年看向苏晨，冷声道：“兄弟，你有几分本事？快要赶上我了，很厉害啊！我叫龙傲天，你叫什么？”苏晨淡淡开口。龙傲天有些惊讶地看着苏晨，这哥们儿很拽啊，快赶上我龙傲天了。方寒看见苏晨跟龙傲天，心中倒是颇为满意。80圈可不是个小数目，可这两人居然都完成了，而且还是一口气都没有停下来休息过。第3个完成80圈的是一个女子，叫做李暮雪。接下来其余人陆陆续续的完成了80圈，很多人一完成便一屁股坐在了地上，也顾不上地上脏不脏了，他们现在只想好好休息一下。坐在地上的不少人还伸手揉着自己的腿，妈的，老子感觉腿都不是我自己的了。一个身材壮硕的青年坐在地上爆了一句粗口，其余人也是深以为然，一个个的全部没有丝毫形象的坐在了地上。这时候方寒宛如魔鬼般的声音传入他们耳中：现在休息20分钟，20分钟后继续其他训练。他这话一出，现场顿时一阵怨声载道。教官这位太狠了吧，才刚刚跑了80圈，腿都软了，居然只休息20分钟又要开始训练。是啊，太狠了。我现在总算是明白教官为什么会说欢迎来到地狱了，这就是地狱般的训练啊。方寒可不会管众人的抱怨，反而是打开一瓶水，坐在了树荫下喝了起来。看到方寒喝水，所有人都感觉口干舌燥，他们也好想喝。20分钟够他们去买了。不过众人都累得不行，坐在地上感觉腿酸痛得很，更别说跑出去买水了。他们眼巴巴得看着方寒喝水。不过好在人性化还是有的，因为左东这时候跟几个军人搬出来一件件的矿泉水。苏晨过去拿了2瓶，走到胖子身边扔了1瓶给胖子，其余人也纷纷强忍着腿部不适去拿水。一群人就这样在训练场的地上打开矿泉水瓶，咕噜咕噜地喝了起来。所有喝水的人脸上都露出了满足的表情，他们从来没有觉得矿泉水居然也能如此好喝，简直比世界上最好喝的饮料美酒都要好喝。时间过得很快，尤其是在这种休息的时候。集合！方寒大喝了一声，吹起了口哨。啊，怎么会这么快？20分钟，我咋感觉就像是20秒？我太难了，真的有20分钟吗？教官不会看错时间了吧？没有，我看了看手表，确实是20分钟。众人连忙相互搀扶着，艰难地从地上爬起来。接着便是列队。现在站军姿2个小时。方寒声音宏大如钟，而众人脸上全部面露苦涩。2个小时，天啊，在烈日下站2个小时，他们简直要疯了。不过还是乖乖照做。方寒从一棵树上折下一根树枝，有人坚持不住，身体站得不直。方寒顿时一树枝抽在了那人身上，冷声道：“给老子站直了！软趴趴的，是得了软骨病吗？”看见有人被抽，其余人连忙站直身体。炽烈的阳光照在众人脸上，阳光下，众人脸上不停地流下汗珠。有人没忍住，感觉脸有些痒痒，伸手快速地去擦了一把。他以为方寒不会发现，结果方寒很快走到了他身边，一树枝抽了过去。站军姿是不允许乱动的，知道吗？知道了。第167章，疲倦的众人。这名修仙者乃是一名女子，并且还是一名长得颇为漂亮的小美女。她听见方寒的话，畏畏缩缩的回应。现场其余众人看到这一幕，都不禁震撼教官的恐怖。教官那是一点儿也不怜香惜玉啊，这么娇滴滴的美人儿，他们估计连对其说句重话都不忍。可是教官却是用树枝直接抽在他身上，不忍的同时，现场的某些男士却又感觉有些莫名的兴奋。他们不禁在心里想，他们这种情绪正常吗？一些女修仙者看到这一幕，则是瞳孔狠狠缩了缩，对这位方教官的敬畏更深了几分，拼尽全力将身体站得笔直。尽管他们的身体十分疲惫，尽管他们脸上满是汗水，身体尽数被汗水浸湿。看到众人站得笔直的身体，方寒脸上露出满意之色。很好，现在这样子才像个军人。1个半小时的时候，有一名女修仙者两眼一黑，晕死了过去。有人晕倒了，有人惊呼：“都给我好好站好！”方寒呵斥了一声，随后拨打了一个电话。随后2名军人跟1名军医来到现场，2名军人将晕倒的女生放到担架上，抬到医务室去了。其余人则是在烈日下咬牙坚持。终于2个小时到了，方寒吹响了口哨，众人顿时一阵欢呼，
不过这欢呼却有些有气无力，他们并没有立马散去，而是站在原地抖抖肩膀，拉伸腿。方寒看了看手腕上专门用来计时的手表，手表上面显示现在已经下午6点了。他明白今天的训练该结束了。方寒看向这群因为训练结束而欢呼雀跃的菜鸟们，仿佛看到了自己曾经刚加入军队的时候。他抬了抬手，菜鸟们，他声音洪亮如钟，声音回荡在整个训练场。现场的所有人都将目光落到了方寒身上，等待方寒发言。看到所有目光都落到自己身上，方寒继续开口，今天的训练就到此为止。方寒伸手指了指左手边的2层建筑，这儿是食堂，能为你们提供免费的食物，不过只是普通的快餐，不是什么山珍海味。你们如果想吃大餐，可以出去吃。好了，回去好好休息一下，咱们明天见。记得听见口哨声，3分钟内集合，如果迟到会遭受惩罚。现在解散。哦耶！方寒这话落下，几百人齐齐发出欢呼声。几百人的欢呼声在这个训练场上响起，倒是颇有一番热烈。解散后，众人便连忙回了宿舍，准备回去洗漱一番，然后去食堂吃饭。经过1天高强度的训练，他们早就已经饿得不行了。现在众人只感觉他们能吃得下一头牛。当然了，这是夸张的说话。总之一个字，那就是所有人都想立马去食堂吃饭，不过身上实在是太黏腻了，必须要先洗洗。胖子也想快些吃饭，本想步伐快些，可是那沉重酸痛的双腿却不能支持他加快步伐，累死胖爷了。橙子，这训练比咱们大学军训那会儿还要严重多了。这是自然，这可是专门针对咱们的训练。苏晨回应道，咱们还是快点吧，早点去食堂吃点新鲜的，去晚了可能就只能吃剩菜。苏晨又催促了一句。胖子脸上露出苦笑，橙子，我也想快啊，可这腿不听使唤啊。胖子又指了指路上其他人，其余人也是步伐缓慢，显然今天的训练让众人的腿都酸痛不已。你看他们不也跟我差不多吗？倒是橙子，你未免也太变态了吧，这么重的训练你居然一点事也没有。倒也不是一点事都没有，腿还是稍微有那么一点点酸的。胖子闻言冲着苏晨竖起一个大拇指，牛逼。为了吃到新鲜的饭菜，胖子还是稍微加快了一点脚步。在上楼的时候，那酸爽让胖子只觉得都快这么去了。后面有几个修仙者站在楼梯口哭丧着脸，一个青年都快哭出来了，我 TM 的当时简直脑子瓦特了，为什么我要选6楼啊？青年感觉他都疯了。本来选择6楼，他是觉得6楼楼层最高，视野最好，站得高看得远，可是现在他才知道那6楼简直就是遥不可及的距离。经过1天的训练，再加上又是第一次训练，腿酸痛的不行。青年慢慢挪动脚步，可是每往上移动一步，他都感觉腿被针扎了一般疼痛。所以本来并不算太高的6楼，此刻却让他觉得高不可攀。此刻胖子跟苏晨已经回到了宿舍，还好咱们的宿舍在2楼。胖子感叹后又再次夸起了苏晨，还好橙子你有远见，咱们在2楼。橙子你先去洗澡吧，我坐着休息会儿。苏晨点点头，然后就拿着换洗衣服进了卫生间。宿舍的卫生间跟浴室是一起的，苏晨将换洗衣服挂在卫生间里专门挂衣服的挂钩上，脱掉身上的军训服，从卫生间扔了出去，直接落到外面的洗衣台上。接着他将门关上，拧开开关，过了一会儿，水才热了。苏晨任由热水从头顶顺着身体流下，热水冲刷着身体，似乎冲刷掉了身上的疲惫。苏晨虽然没有动用灵力，但他的身体还是比普通修仙者强太多。1天的训练也只是让苏晨稍微有一点疲惫罢了，偶尔感受一下这种疲惫的感觉，让苏晨觉得还是不错的。洗漱完毕之后，苏晨换好了衣服走了出来，趁着胖子去洗澡的功夫，苏晨直接在洗衣台上将军训服洗了。既然是要如同普通人一般，那苏晨自然也是用普通人的手段清洗衣服，他的修为被他自己封印住了。当然了，他要是想随时一个年头就能解封，而其他人就必须要他来解封才行。那些回到宿舍的修仙者，不少都尝试过冲开苏晨的封印，可是无论他们怎么用尽全力，都一点效果也没有。他们现在就像是一个普通人，而不是一个修仙者。这就是苏晨的手段。仙级强者的封印，只有同为仙级的强者才能解开。可这个世上，只有苏晨这一个仙级强者罢了。如果苏晨不给大家解封，那众人甚至一辈子都只能做一个普通人。第168章，你有资格做我的对手。等胖子洗完澡出来，苏晨刚好洗完衣服，晾在阳台上方的晾衣杆上。橙子，你咋把衣服洗了？汗兮兮的，不洗了，
明天难道还穿这个军训服训练？那不都发馊了？胖子闻言点头，还真是。咱们赶紧去食堂吃饭，我的军训服等吃了晚饭再回来洗。显然，在目前的胖子看来，最为重要的就是吃。两人的宿舍就在步梯边上，胖子跟苏晨两人出门就是步梯，倒是比其他人速度快了不少。只是在下楼时，胖子腿一软，差点摔倒。还好胖子下楼时扶着扶梯，这才避免了摔倒的结局。胖子露出一脸便秘的表情，也不知道以后的训练会是个什么样子。苏晨倒是明白，今天的训练只是一个开胃菜罢了，专门针对修仙者的训练哪能那么简单。经过艰难跋涉，两人来到了食堂。当然了，这个艰难跋涉只是对胖子来说而已。苏晨看了看食堂的饭菜，因为一共也才几百人，所以饭菜并不像学校里那样开了众多堂口，反而是摆了很多方形不锈钢盘子，盘子中有很多菜：肉末茄子、凉拌鸡、土豆丝、莲白、凉拌粉丝、豇豆、木耳肉片，菜居然还挺不错，起码好几十种，就像是路边快餐摊儿。苏晨跟胖子到来时的时候，食堂里还没几个人。快餐前边有个老头穿着围裙站在那里，看到苏晨跟胖子到来，便指了指旁边摆放不锈钢饭盘的地方，自己拿餐盘，想吃什么自己打，不过不许浪费，能吃多少就打多少，如果不知道自己能吃多少，就少打点，吃完了再来打。胖子连忙打了米饭，接着激动地打起了菜。他每个菜都打一点，可架不住菜的品类多，每个菜打半勺子，很快餐盘就堆成了小山。管饭菜的老头看得眼皮直跳，本来想呵斥胖子一下，可是看到胖子那身材，老头又觉得胖子应该是能吃完的，于是便忍住了，没多言。至于苏晨，则是打的不多，他打了个凉拌鸡、凉拌粉丝、一个木耳肉片以及一个土豆丝。两人随便找了个空桌坐下，便吃了起来。胖子的吃相不太好看，可以用狼吞虎咽来形容，能够看出他是真的饿了。苏晨则是正常的速度吃饭，还别说，这菜虽然是快餐，但居然还很好吃，能将这样的快餐做出这种味道，可以看出这主厨之人手艺相当不错。胖子狼吞虎咽了一阵后，嘀咕道：“这菜做的还挺不错。”苏晨赞同的点点头。两人吃饭的功夫，食堂中的人也越来越多，一个人影在苏晨这桌坐了下来。苏晨看了那人一眼，正是白天跟苏晨同样一口气跑了80圈的黄皮肤青年，叫龙傲天。青年直接坐下，也不说话，自顾自地吃起了饭，看起来颇为高冷。过了一会儿，龙傲天才看向苏晨开口道：“明天的训练我会超过你。”苏晨他有些无语，一个训练而已，这也值得攀比？那个你开心就好。胖子则是在这时候接话：“兄弟，你想超过我们橙子，那是不可能的。”橙子？为什么叫这个称呼？龙傲天有些好奇。绰号这东西一般来说会根据名字来取，胖子这才想起苏晨用了化名苏木。胖子干笑两声，这个以前苏木上学的时候很喜欢吃橙子，所以就有了橙子这个绰号。龙傲天脸上的表情不咸不淡，只是点了点头，就不再多言。不过他却是在心里决定要超过苏晨。这个训练等到结束时，还会根据大家的表现给众人进行排名。龙傲天名如其人，他心中本就傲气，早在知晓训练会根据众人表现进行排名的时候，他就发誓要取得好成绩，并且还要拿下第1名的名次。在龙傲天看来，所有人中也就只有苏晨对他有威胁，也只有苏晨有资格做他的对手。龙傲天饭吃得很快，明明他比苏晨跟胖子两人要后来，可是却最先吃完饭。走之前，龙傲天看着苏晨，认真道：“你很不错，有资格做我的对手。”苏晨，这人咋这么中二？中二青年，中二病犯了。苏晨无奈地摇摇头：“放心吧，橙子，我觉得他可没资格做你的对手。”胖子认真地说道。他十分相信苏晨的能力。再说了，苏晨的修为，他现在虽然不清楚具体多高，但肯定是高的离谱的。这个龙傲天又如何会是橙子的对手？哪怕是训练成绩，胖子也觉得他兄弟是最牛的。过了几分钟，两人才吃完了饭，将饭盘放到回收处，两人准备离开，回宿舍好好休息。这时候，胖子看见了饭堂中一个绑着高马尾的女孩。胖子连忙用手肘碰了碰苏晨，在苏晨耳边小声说道：“橙子，你看，那是今天第3个跑到终点的李慕雪，别说，还挺漂亮的。”苏晨朝着李慕雪看了看，此刻的李慕雪绑着个高马尾，露出一张精致的脸，脸上没有丝毫化妆的痕迹，可却青春飞扬，看起来有种英姿飒爽之感。只是看了一眼，苏晨便收回了视线，点点头，是挺漂亮的，算是咱们这个训练营中最漂亮的了。怎么，
胖子你喜欢？苏晨挑挑眉问道。他可是知道，胖子最近可是跟柳如月身边的张清宁关系密切，两人大有往男女朋友方面发展的趋势。胖子连忙摇头，嘿嘿，美女嘛，男人都喜欢，多看看养眼。他说到这里，顿了顿，又道：不过嘛，那只是欣赏，又不是非要得到，就跟喜欢路边的一朵花一样，多看两眼，但不会去摘下。哟，胖子，今天说话高深起来了。胖子不好意思的挠挠头，嘿嘿，这话是前2天在手机上看到的，就拿来用用，活学活用。第169章，苏晨给柳如月推荐的小说，活学活用，不错不错。嘿嘿，橙子你别这么夸我，这么夸我，我会骄傲的饿。胖子贱兮兮的说道。宝气！苏晨笑骂了一句，两人又往宿舍走去。路上的其余人也是如此，疲倦了一天，他们早已经没有任何精力去做别的事，现在都只想如死狗一般躺在床上睡他个天昏地暗。几乎所有的修仙者都陆陆续续的吃完了饭，回到了宿舍中，然后仰头就躺在了床上，一动也不动，就是连手机都不愿意去碰一下。罕见的短暂戒掉了手机，当然了，苏晨除外。此刻的苏晨倒是没感觉太累，他甚至还十分悠闲的拿出了手机，刷了刷短视频。宿舍中的胖子一回来就如同死猪一般躺在了床上。胖子，你不是说回来要洗军训服吗？苏晨问。胖子躺在床上一动不动，眼睛都没眨一下，不过嘴皮倒是动了动，好累好困，胖爷先睡会儿，睡醒了再洗吧。话音刚刚落下，便响起了鼾声，这会儿显然是已经睡着了，甚至发出的鼾声还很有节奏，只是这鼾声有点大，不过对苏晨影响倒是不大，他早就练就了一手静心的本事。就当是打雷好了，耳朵自动将胖子的鼾声给过滤掉，只听手机中的声音。刷了会儿短视频后，苏晨便觉得有些腻了，于是便又找了一本小说来看。这本小说名字叫做《歪嘴龙王》，开头讲了一个女儿给作为战神的主角打电话的故事。主角原本不知道自己有个女儿，可接到这个电话就知道了，而且女儿还被人绑架，现在正在向他求救。看到这里，苏晨微微蹙眉。苏晨不知道为什么一个被绑架的小女孩能记得一个素未谋面的老爸的电话，甚至一开口就叫爸爸。沉思片刻，苏晨便是然了。看小说嘛，别带脑子就行了，不合理的地方无视就好了。果然不带脑子之后，小说看起来有意思多了。主角直接回归，坐直升飞机直接飞到了绑匪据点，一辆辆坦克开到了现场，加特林、机关枪、狙击枪都瞄准了绑匪，绑匪被吓得亡魂皆冒。苏晨看得起劲儿。晚上8点，手机上方划过一条消息，我的巡回演唱会结束了，准备回山城，到时候一起出来吃个饭，咱们刷本小队再聚聚。苏晨看见发消息的人是柳如月，苏晨立马回复，最近这阵子恐怕不行，我跟胖子一起应聘大夏特殊部门了，今天刚刚开始训练来着。消息发过去，柳如月很快便回了过来，这样啊，挺不错的。训练辛苦吗？苏晨，我觉得还行。如果在这里的其余人知道苏晨这样评价训练，估计能郁闷死，他们可是累都要累死了。柳如月，那好，加油，等你回来再聚。苏晨，好，对了，我刚看了一本小说，还挺好看的。柳如月，什么小说？介绍给我也看看。苏晨，歪嘴龙王。两人对话到此结束。一辆商务车上，柳如月正坐在后驾驶位置上看着手机。歪嘴龙王，他呢喃了一声，便直接用手机在网上搜索起来了这本小说。听见他的那男生，一旁坐着的张青宁连忙凑了过来，什么歪嘴龙王？哦，就是苏晨刚刚给我推荐的一本小说。可是如月姐，我记得你不看小说的呀，你平日里都是看禅学、哲学方面的书籍，连言情小说都不看。柳如月沉默了片刻，道：这是苏晨推荐的，他都觉得好看，而且人家都推荐了，我还是看看好了。哦，张清宁盯着柳如月的脸，若有所思。片刻后，他开口：如月姐，你该不会看上苏晨了吧？柳如月正在找小说的手抖了抖，瞎说啥呢？我对苏晨不过是朋友间的友好罢了。张清宁伸手捧住柳如月的脸，跟柳如月对视。如月姐真的只是把苏晨当朋友？看着张清宁晶亮仿佛洞穿一切的眸子，柳如月忽然有些不敢对视，声音也带着几分不确定，应该是吧。张清宁松开柳如月的脸，脸上满是狡黠的笑容。如月姐，你看你刚刚的回答都心虚了。有吗？当然有。柳如月那双美眸闪烁了一下，不知道
在想些什么。他没再跟张清宁嬉闹，认真的找起了小说。点开小说页面，看了看简介，然后就看了起来。主角在接到女儿的求救电话之后，以强横姿态营救了女儿，然后回归了都市，成为了上门女婿。接着就是被丈母娘看不起，被老婆嫌弃，被丈母娘一家侮辱。对于从没看过小说的他来说，这小说确实让他感觉还挺有意思的。不过就是小说中的主角老是喜欢歪嘴一笑，这让他有些奇怪，主角为啥要歪嘴一笑？都是做龙王的人了，情绪不应该淡定一点吗？当然了，这也就是他心中的一点小小疑惑罢了。可能这龙王先天性唇部缺陷，笑起来容易歪嘴。柳如月看得津津有味，也不知道这是苏晨推荐的，还是他自己本身就喜欢看。对了，清宁，你跟胖子怎样了？柳如月看小说的间隙，还不忘打趣张清宁一番。谁让这小妮子刚刚取笑他来着？现在就抱报仇好了。张清宁嘟囔着嘴巴，那就是个呆子。无尽仙途不是停服了吗？前2天我就约他一起玩王者峡谷，结果打了2局，他说我太菜了，带不动。柳如月闻言，难得的捂嘴，轻笑了起来。这小胖子也挺有意思的，以后你们要是结婚了，估计不会无趣。一向厚脸皮的张清宁脸居然红了。谁要跟他结婚了？他就是个钢铁直男，是个又胖又呆的家伙。你之前不是说胖子也挺可爱的吗？第170章，你看不起我龙某人？一向厚脸皮的张清宁红了脸。讨厌，如月姐，我不理你了。跟柳如月聊了几句之后，苏晨继续看起了歪嘴龙王，一直看到了晚上11点。苏晨这才放下手机，准备休息。毕竟明天可能还有强度更高的训练，他还是好好休息一下为好。不知道是不是太累，胖子自从回到寝室睡着之后，就一直没醒过来，睡得堪比死猪一般。苏晨都在想，如果现在用一盆开水浇在胖子身上，胖子都可能不会醒来。毕竟有句俗话叫做死猪不怕开水烫。苏晨洗漱一番后，关掉房间的电灯，躺在了冰凉的竹席上。可能是修为反馈将身体变好的原因，苏晨之前很不容易睡着的毛病直接被治好了。以前他躺在床上可能辗转反侧好几个小时都睡不着。苏晨觉得可能是之前经常熬夜为前女友挣钱，作息不规律，导致身体出了小毛病。最严重的时候3、4个小时都睡不着。可是现在苏晨只要放空思想，很容易就睡着了。哪怕是房间中还有个打呼噜的胖子，都影响不了他睡眠。10分钟后，苏晨便进入梦乡。不过对整个特殊部门预备成员来说，苏晨毫无疑问是熬夜第一人。别人早就精力耗尽，早就睡着了，也就苏晨熬到了这个点才躺下。这个训练基地远离城市中心，夜十分寂静，甚至能够听到虫鸣声。各个宿舍的房间中，不是均匀的呼吸声，就是均匀的鼾声。众人的宿舍楼下，此刻方寒跟左东2人已经站在这里。方寒是众人的总教官，左东则是在训练期间协助方寒。左东看了看时间，微微蹙眉。方教官，现在就叫他们起来训练，会不会太早了点？昨天第1天开始训练就是高强度的，现在又要这么早被叫起来，左东都有些心疼这些家伙了。不早了，咱们就是要训练出他们的纪律性，不然以后怎让上面这么管理他们？而且他们可是一群修仙者，这点强度不算什么。闻言，左东只好点点头。方寒则是拿起了脖子上挂着的口哨，放到嘴边，用力地吹了起来。嘘，嘘，嘘，一连3声口哨声响了起来。这口哨也不知道是用什么制作的，吹出来的声音异常的洪亮。再加上这个点儿本就寂静，口哨声从宿舍楼下往上传遍了每一个宿舍。修仙者身体本就跟普通人不一样，哪怕是被封印了修为，听觉也比普通人灵敏。当然了，这么大的口哨音，哪怕他们是普通人都能被惊醒。每间宿舍的人在3声口哨音之后，顿时就被惊醒了。谁啊？大晚上的吹什么口哨啊？让胖爷带到，非得修理他不可。胖子揉着惺忪的睡眼嘟囔道。苏晨此刻则是已经取下了阳台上晾着的衣服。这个天气比较炎热，军训服这会儿已经干透了，他迅速地穿到了身上。听见胖子的嘟囔声，苏晨没好气的道：快点起来了，这口哨是教官吹的，咱们得赶紧下去集合了。胖子听见这话，睡意顿时清醒了大半。他艰难地从床上爬了起来，准备穿军训服的时候，才想起来他回到宿舍倒头就睡了，说是晚点洗，结果一直没洗。完蛋了，军训服没洗。胖子哭丧着脸，谁叫你懒的，没洗也得穿，快点吧，教官可是说过3分钟集合的，要是3分钟还没到，肯定是要被惩罚的。这毕竟是第1次口哨集合，肯定是要杀鸡儆猴。
我就不等你了，先走了。你赶紧跟上。靠，橙子，你这么狠心将兄弟抛下了。听到苏晨的话，胖子也知道事情的紧急性，吐槽了一句就行动起来，连忙将没洗的军训服穿在了身上。而苏晨则是连忙下了楼。此刻外面的天都还没亮，灰蒙蒙的。所幸宿舍距离训练场并不远，苏晨下了楼就小跑了起来。等他跑到方寒面前时，整个训练场其余人都还没到，也就是说苏晨是第一个到的。训练场有灯，所以不用摸黑。方寒看到苏晨到来，冲着苏晨点点头，不错，才2分钟就到了。显然对于苏晨的速度，方寒还是满意的。而此刻宿舍楼又有一个人下了楼，这人正是龙傲天。看到训练场上站着的苏晨，龙傲天脸都黑了。这一次他居然又输给苏晨了，晦气！骂了一句，龙傲天也连忙跑了过去。方寒手中看着手机计时器上跳动的时间，2分半，还不错。因为输给了苏晨，龙傲天听见方寒的赞赏，脸上也喜悦不起来。教官，苏木用了多长时间？苏晨在这里用了化名，所以龙傲天只知道他叫苏木。方寒尽管不知道龙傲天为什么要问苏晨，但还是如实回答：2分钟，比自己早了半分钟吗？龙傲天闻言脸色不太好看，他盯着苏晨，我承认，你的确有资格做我龙傲天的对手，这次就算你赢了，下次我一定会赢回来的。面对一个中二青年放狠话，苏晨有些无奈，不过还是回应，行，希望你下次能赢。然而他这回应却让龙傲天觉得苏晨这是看不起他。啥意思？你敢小瞧我龙某人？苏晨，算了，不跟中二青年计较。苏晨心中这样想着，不再说话。看着这一切的方寒倒是挺感兴趣。竞争？这倒是不错，有竞争才有压力，有压力才有动力。他乐得看见竞争。第3个过来的是个男生，在3分钟的时候，现场大约到齐了50个人，他们已经在方寒的安排下站成了一个方队。至于没赶过来的，方寒让他们在一边站着。没在3分钟内赶到的共有200多人。直到众人都到了训练场，方寒露出严厉的表情，将迟到的人吓得一颤一颤的。第171章，恐怖的高度。方寒看了看计时器，脸色阴沉，厉声开口：你们这些家伙，最晚的居然迟到了5分钟。你们要知道，你们是军方组建的特殊部门，你们是军人，军人就应该守纪律。说好的3分钟，居然能8分钟才到，这简直太不像话。众人连忙看向方寒口中说的那个青年，那是一个20多岁的青年，年纪不大。见到众人目光看着自己，那个被方寒点名到的青年顿时尴尬的不行。他羞愧的低下头，昨天实在是太累了，他一回去就睡着了，而且睡得还特别死，因此口哨声他都没有听见。还是教官亲自打电话，听见电话铃声他才醒了过来，然后才赶紧往训练场上赶。尽管用最快速度赶到训练场，但还是迟到5分钟。你们也别看着他，你们也差不多，能在3分钟赶到的居然才50个人，剩下200多个居然都迟到了，这简直难以想象。你们这还算是修仙者，比普通军人还不如。方寒声音低沉且冷冽，仿佛让周围温度都降低了不少。现在迟到的200多人，每个人绕着跑道跑20圈，准时赶到的50多人暂时原地休息。这话一出，迟到的200多人全都哭丧着脸。20圈啊，他们现在腿都还没有好利索，结果又来20圈，要死要死。没迟到的50多人则是幸灾乐祸的表情，没迟到还能有这福利，这简直不要太爽。胖子一屁股坐在了地上，直接就地而坐，他的脸上满是笑意，看着操场上已经开始跑步的人，心中爽歪歪。虽然只是休息一会儿，这不算多大福利，但凡是经不住对比。他能坐在地上休息，可那些迟到的却只能在操场上跑圈圈，这优越感不就一下子上来了？有了胖子带头，其余人也是直接就地坐了下来。在众人中顿时弥漫开一股酸臭味，这是衣服上汗水发酵的酸臭。刚刚众人在方寒的淫威下没注意这些，此刻一阵清风拂过，酸臭味顿时弥漫在每个人鼻尖。卧槽，好臭！这是衣服没洗散发的酸臭味。这衣服看来以后每天都要清洗一次。夏天衣服干得也快，不少人此刻甚至捂住了鼻子，因为这味道着实不好闻。闲聊了一会儿，众人又聊起来，今天会有什么训练项目？我觉得今天咱们肯定还有跑步，还有站军姿。胖子则是冲着站在那里的教官方寒道：方教官，今天咱们的训练项目有些什么？方寒睨了胖子一眼，这个先保密。众人无言以对，一个训练项目还保密，又不是什么惊喜，充其量只能算是惊吓。等那些被惩罚跑20圈的人跑完后，
训练基地出现了好几辆大车，是那种大卡车。现在都给我上车，咱们出发去今天的训练基地。方寒站在那里说道。他这话一出，众人都是不解。出发？去哪儿？教官，咱们今天不在训练基地训练吗？就是啊，去哪儿啊？还要坐车？有什么训练是不能在训练基地训练的吗？方寒脸色严厉。你们只管跟着去就行了，问那么多干嘛？又不是10万个为什么。此话一出，众人的声音顿时小了不少。好了，别墨迹了，菜鸟们，上车。方寒吩咐了一声，率先爬上了一辆卡车。接着众人也纷纷爬上了卡车，在卡车上站着。每辆车上都挤了很多人在，车子缓缓启动，载着众人驶出了训练基地。卡车上的众人此刻就宛如货物一般，被拉向远方。2个小时后，一处山脚下，卡车停了下来。众人顿时东瞧瞧，西看看，他们不明白为什么教官会将他们带到这里来。这不是荒郊野地吗？咱们来这儿干嘛？不会是来这儿训练吧？听到有人说来这儿训练，众人不禁打了个冷战。方寒带着众人沿着一条小道前行，走了半个小时，众人到达目的地。在他们面前是一个山坡，并且还是塌了一半的山坡，露出里面洁白的石壁。在石壁前面垂下数条特制绳子，顺着绳子朝上看去，好家伙，一眼看不到尽头，只看到绳子隐没在云端，这些绳子就像是从天际垂落而下。众人眼中尽皆露出惊骇。好家伙，这些绳子究竟有多长？直接隐没云端了。这是特制的绳子，尤其结实，完全不用担心断裂。这么多的绳子，难道咱们今天的训练就是徒手攀岩？这可不是攀岩比得了的，这石壁垂直的，而且没什么落脚点。天哪，这究竟有多高？不会吧，咱们难道真要爬这个？看着众人的反应，方寒很是满意。他轻轻抬手，没有发话，众人就非常识趣的安静下来。可见他现在在众人眼中的威慑力何其可怕。众人都将目光落到方寒身上，等待方寒的讲解。方寒脸色平静，带着一威严。我刚刚也听到了大家的议论，很多人也猜到了今天的训练。方寒目光在众人身上扫过。没错，今天咱们的训练就是攀岩，哦不对，应该叫攀山。攀山没有任何的保护措施，你们只能靠着这根绳子往上攀登。当然了，如果你们中途没有力气掉了下来，我会用灵力接住你们。不过，你们掉下来了，就需要从头开始往上爬。我建议你们能一次性爬上去，如果掉下来，那体力肯定跟不上，掉下来的次数多了，爬上去的可能就越小。好了，现在开始吧，菜鸟们。方寒话音刚刚落下，众人顿时热议了起来。没有保护措施，开什么玩笑？而且这个这么高，就算好几个小时都不一定能攀上去，体力根本就支撑不了咱们爬上去啊。苏晨也是挑挑眉看了看眼前石壁裸露的山，根本就看不到顶端，至少得有2000米。2000米听起来不算什么，可是这是垂直的2000米，往上爬2000米，还没什么设备，就这么一根绳子，这难度不低。第172章，这家伙难道是怪物吗？教官，我们如果掉下来，你真的能顺利接住我们？有人还是不放心，这般问道。毕竟现场可是足足300名训练成员，万一同时有多人掉落下来，那教官还能接得住？他们修为被封，如果没被接住，掉下来摔死都有可能。这是性命攸关的大事，容不得马虎。放心，我说能接住就能接住。方寒神色从容，语气相当笃定。不过问话这人很惜命，就算有方寒这样保证，还是不放心。他继续追问，那教官，万一同时有好几十人掉落下来呢？你能接住？他这么一问，其余人也都有些慌了。这人的疑问很有道理。是啊，一人掉下来，以教官的实力肯定能接住，5人、10人，可能教官也能接住。但要是几十人同时掉落下来呢？这不是没可能。这么高的山，光凭借体力来攀登，几乎没几个人能攀上去。同时几十人掉落下来，教官要是接不住，那他们的小命可就要交代在这里。性命攸关的事情不是儿戏。所有人都望向方寒，等待方寒一个肯定的答复。方寒脸上依旧从容且自信，他目光在众人身上扫视了一圈，莫说是几十人，就算你们所有人同时掉落，我依旧能接住你们。你们本身就是修仙者，应该明白，这对修为高的修士而言不难做到。众人得到方寒如此肯定的答复，窃窃私语了一阵，便不再言语。他们明白，方寒既然敢这么做，那么必当是有依仗，不可能放任他们登个山摔死在这里。而且方寒的实力他们也是见识过的，那可是一道呵斥声就能让几乎所有人气血震荡，口吐鲜血的存在。
刚刚的询问不过是为了更加心安一些，同时也是为了缓解一下内心的恐惧。有修为在，他们倒是不怕摔死，可没修为在，那心里自然少了几分底气。还有什么疑问吗？方寒问。众人不再说话。很好，既然没人有疑问了，那就准备开始攀登吧。最先登上去的人，今天就可以休息。听到方寒说到休息二字，顿时所有人眼睛都发亮了。在如此高强度的训练中，能够休息，那是何等珍贵。操，干他娘的，早晚都是要爬的，早点爬上去，也好早点休息。人群中一个青年这般说道。他率先走上前，抓住一根绳子就朝上爬了起来。众人见到有人带头，也纷纷开始找绳子往上爬。胖子站在苏晨身边哭丧着脸，这项训练对他太不友好，以他的体重爬这个难度恐怕比普通体重的高出一大截。苏晨拍了拍胖子肩膀，胖子加油，你行的。说完，苏晨便走上前抓住了一根绳子。而就在这时，苏晨的身边龙傲天同样抓住了一根绳子。他桀骜地看着苏晨，这次我一定要超过你。苏晨无语。这中二病青年，他没回话，抓住一根绳子，脚掌在石壁上着力，开始攀登起来。龙傲天见状，也连忙朝上爬了起来。至于胖子，选的苏晨同一根绳子就在苏晨下方。现场只有几十根绳子，做不到一人一根绳子，几百人攀爬，那平均下来就是一根绳子好几人。胖子往下面看了一眼，有一名女子在他下方。橙子，你说如果上面的人掉下来，咱们岂不是会被砸到？胖子一边爬一边问出了心里的疑惑。一根绳子可是好几个人攀爬，而且还靠得很近，要是上面的人没力气了，掉下来岂不是会砸到其他人？这就是个明显的 bug。 他觉得他不一定能坚持多久，凭他的体重估计很快就没力气了。万一掉下去，他这体重砸到下面的妹子咋办？放心吧，方教官肯定用神石覆盖住了这片山壁，如果有人掉落，立马就会被他用灵力转移到下方去，不会砸到人的。胖子听到苏晨这回复，这才放心下来，脸上罕见的松了口气。一行人朝上攀登着，如果是普通人，可能爬几分钟就没力气了，但他们是修仙者，游戏反馈修为过后，他们的身体也得到了洗礼，已经跟普通人大不相同。可以说，就算是特种兵的身体素质，也跟他们不可同日而语。尤其是体力方面，就算修为被封印，可体力方面强过普通人太多。不过饶是如此，想要爬到最顶上去，依旧十分艰难。1个小时之后，岩壁上出现几百个小黑点，朝上攀爬着。而这时候开始，也终于有人没了力气。不行了，我不行了，没力气了。一个青年哀嚎了一声，手再也抓不住绳子，朝下掉落。而就在他的手离开绳子的同时，一股无形的力量将他身体拖着降落到了地面。一名女子立即松开了双手，她害怕地闭上了眼睛。一股力量拖着她回到下方，仿佛是开了头一般，很多人都开始力竭松开了绳子，而这些人无一例外都被安全地转移到了最下方。1个半小时，已经有几十人落了下去。2个小时，很多人都已是强弩之末，但他们还在咬牙坚持。胖子咬着牙，手都在发颤。橙子，胖爷不行了。苏晨此刻也都感觉有些吃力了，胖子能坚持到这里已经很不错了。不过苏晨还是鼓励道，胖子，男人可不能说不行。他这话仿佛刺激了胖子，让胖子又坚持了1分钟。胖爷去也。胖子掉了下去。而苏晨右边的龙傲天此刻双手也都已经有些发颤，自尊心强的他自然不想输给苏晨，一直在咬牙坚持，否则他早就掉下去了。崖壁上的人影一道接一道的掉落，掉落之人方寒都会让其休息半小时，再继续朝上爬。3个小时，几乎所有人都已经掉落下去一遍了，只有苏晨跟龙傲天2人还一次都没掉落。此刻龙傲天感觉双手都不是他自己的了，他又看了看一旁的苏晨，见苏晨似乎依旧游刃有余的模样，心里有些震撼。这家伙难道是怪物？这么久了，状态还这么好。第173章，龙傲天绝望。不行，我不能输给这个家伙，我一定要赢一次。龙傲天咬着牙，在心里这样想着。这几天，无论是跑步还是集合，他都已经输了。今天无论怎么说，他也要赢一次。而且，这个叫做苏木的家伙一直跟自己的速度差不多，自己都要坚持不住了。这个家伙肯定也是如此。只要自己再多坚持一会儿，这个家伙估计就不行了。等这个家伙不行了，掉下去了，自己再放弃也不迟。龙傲天怀着这样的心理，狠狠地咬牙坚持着。如果不是因为苏晨的存在，恐怕他早已经放弃了。一向自负的心理让他愿意输给苏晨，
所以才死死坚持。已经疲惫的脚艰难地抬起，放在石壁上，双手也死死地攥着绳子，艰难地朝上攀爬。费了好大的劲儿，龙傲天才终于向上爬了2步。他大喘着粗气，明显的感觉已经快到极限。哦不，说他早已经到了极限，更合贴切。此刻，龙傲天的双手在发颤，小腿肚子也在不停地抽搐。苏晨转身看了龙傲天一眼，嘴角微微勾起，脸上带着几分戏谑：“子傲哥，怎么这就不行了？如果不行了，那我可就不等你了。”苏晨十分得瑟地说了一句。龙傲天不屑地看了苏晨一眼：“什么叫不等我了？明明是你，多半也不行了吧？”苏晨一脸淡定地摇摇头：“你这样想，可就大错特错了。我一直不加速，只是因为在等你罢了。我想看看你能坚持多久。现在看来，这会儿你已经再也坚持不住了。不过已经不错了，我就不等你了。等我爬上去，我就能休息了。我在山顶等你哈。”爱说大话的家伙，龙傲天心里吐槽了一句，不以为然。这个家伙肯定是在嘴硬，自己都已经到极限了，这个家伙怎么可能还没到极限？吹牛罢了。然而就在他这样想着的时候，苏晨动了，他加快了速度。龙傲天只看见苏晨双腿在石壁上借力，双手抓着绳子，很轻松就往上移动了起来。那速度还很快，几个呼吸间就将龙傲天给遥遥甩在了后面，只留下龙傲天一脸的呆滞，满脸不可置信。这个叫苏木的家伙怎么还有余力？这不可能，我不相信。龙傲天心中的信念在这一刻轰然崩塌，已经无力的双手再也无法抓住绳子，整个人直接朝下掉落。他之前一直认为苏晨快到极限了，他再坚持一会儿就能超越苏晨，因为有着这个信念，他才能死死咬牙支撑。可看见苏晨明显还有余力，他的道心自然崩碎。遭受巨大打击，道心崩碎，自然就再也无力握住绳子。一股力量在龙傲天落下的时候将其拖住，慢慢的落回了地面。不错，在所有人的耐力跟坚持度中，你能排第2。方寒看着龙傲天十分欣慰。然而他这一番夸奖的话语，龙傲天听见却怎么也开心不起来。胖子这时候走了过来，他已经是第2次掉落了，现在正处在休息期间。胖子拍了拍龙傲天肩膀：“不错了，自负哥，又是老2呢。”龙傲天原本就有些阴沉的脸，此刻更黑了。不过他无法反驳胖子的话，因为这就是事实。这几次的排序，他都是老2，简直堪称万年老2。哼！龙傲天不爽地甩开胖子搭在他肩膀上的手，一脸郁闷地到一边坐着休息去了。看着龙傲天这吃瘪的模样，胖子心中暗爽，这自负哥还想跟橙子比，简直痴心妄想。收回看向龙傲天的目光，胖子笑嘻嘻地来到方寒面前：“那个方教官，咱商量个事儿呗。你看我能不能多休息一会儿？休息的时间太短，没法恢复体力啊。恢复不了体力，那就更加爬不上去了。”方寒瞪了胖子一眼：“不行，现在立刻去爬。你看看你兄弟，这会儿都快登顶了。橙子那就是个妖孽，我能跟他比吗？”胖子骂骂咧咧地跑到了石壁前，抓住一根绳子爬了起来。不过经过好几次的攀爬，他的体力已经不行了，一次比一次时间短。他感觉再这么下去，他都要萎了。苏晨此刻则是踏出了最后一步，成功登顶。他一登顶，方寒的神识就已经查探到了，脸上露出一抹笑容。不愧是无尽仙途的大神玩家，就算是现实中，这意志力也如此强。苏晨登顶之后，便找了块树荫下的大石头坐了上去。石头很大，苏晨直接躺了下去。透过头顶斑驳的树叶，能够看见细碎的阳光。这里风景很好，天空蔚蓝。一只金丝小猴子从树上跳了下来，小心翼翼地接近苏晨，站在距离苏晨2米远的地方停了下来。就这样站在那儿静静地看着苏晨，似乎是在思考眼前这个人类口袋里究竟有没有吃的。苏晨微微侧头过去，便看见这猴子站在那儿望着自己，眼中微微露出一抹惊喜，居然是一只金丝猴。金丝猴是一种十分珍贵的稀有品种，这种猴子比普通猴子漂亮，全身的鹅毛发为金色，性格也颇为温顺，比那些喜欢抢人零食的普通猴子性格好了不知多少倍。苏晨心念一动，将修为解开，一把花生出现在他手中。与此同时，那辆运送他们过来的货车司机座位前面少了一包花生。苏晨将花生拆开，抓了一把出来，花生带壳，可白生生的，个头挺大。小家伙，过来。苏晨将手摊开，示意小猴子过来。小猴子挠了挠头，那双灵动的大眼睛中闪过一抹疑惑，似乎是在思考，眼前这个人类
手中怎么忽然凭空多出来一包吃的？明明之前他就已经仔细看过了，这人类似乎身上没有吃的，就连口袋中都瘪瘪的，不像放了东西的样子。刚刚这个人类手就那么凭空一伸，就出现了一包吃的，太神奇了！过来啊，给你吃花生。苏晨笑着说了一句。小猴子犹豫了一下，似乎是觉得眼前这个人类很友好，所以还是走上前。第174章，人比人气死人。滋滋，小猴子走了过来，直接来到了苏晨身边，用他的小爪子指着苏晨放在旁边的花生，那神情十分人性化，就仿佛是在询问苏晨，这个花生是不是给自己的。看着小猴子有些疑惑的表情，苏晨好笑的点头，这小家伙还怪可爱的，吃吧，就是给你的。金丝猴犹豫了一下，又向着苏晨靠近了一些，直接坐在了苏晨身边，一人一猴并排而坐。金丝猴抓起花生放进嘴里嚼了起来，他确实很聪明，还知道将花生壳咬破，用手扒开。吃了几颗之后，他似乎想到了什么，伸手戳了戳苏晨。苏晨转头看他，怎么了？金丝猴抓起几颗花生，伸手递给苏晨，给我。苏晨伸手指了指自己。金丝猴理解了苏晨的意思，肯定的点头。等到苏晨伸手接过了他递过来的花生，金丝猴直接满意的笑了起来，发出咯咯的笑音。苏晨这边正在悠闲的跟猴子吃着花生，而山壁上众人还在苦哈哈的攀岩。经过一次又一次掉落，他们的体力都没有第一次好，几乎所有人都是一次不如一次，其中第一次反而是攀得最高的，越往后体力也就越发不支持，自然也就攀得更不高。龙傲天在掉落几次之后，心中十分不理解，这么难的攀岩，苏晨究竟是怎么爬上去的？难道自己跟这个家伙差距真有那么大？他不甘心，掉落下去休息一会儿，又立马去攀。1天2天，众人的耐力愈发的强大起来，他们的身体素质并没有多大问题，主要缺乏的就是意志力，这训练也是训练他们的意志。众人每天都会来这里攀岩，苏晨因为第1天就爬上去了，有特权能休息，每次跟着这些人一同来到这里，苏晨便会直接到山顶上去，躺在那块石头上。而那只金丝猴也是每天都会过来找苏晨，苏晨便天天给他带些吃的。一来二去，一人一猴的关系急速进展。这天，苏晨刚刚走上来，便听见身后传来了动静，滋滋，转头一看，一只金丝猴正站在不远处冲着他打招呼。苏晨露出一个微笑，小家伙，你来了，快过来，我今天给你带了好多吃的。苏晨将猕猴桃干还有香蕉、苹果拿了出来，金丝猴一看，立马就移不开视线了，目光牢牢落到那些吃的上面。苏晨又拿出了一瓶肥宅快乐水，2个一次性纸杯，往2个纸杯里倒了快乐水。小猴子这时候也已经来到了苏晨身边，正拿着一根香蕉在吃。看到苏晨倒可乐，他有些疑惑，伸手指了指纸杯，像是在询问苏晨，这是什么？这是快乐水，喝的。说完，苏晨端起纸杯喝了一口，算是为小猴子掩饰。这小猴子虽然通人性，可是并不能理解人类的语言，不过动作倒是能理解一些。此刻看见苏晨的掩饰，他顿时明白，这黑色的水是喝的，只是这黑漆漆的水真的能喝吗？他平时喝的水都是山里的山泉水，那水可是清澈透明的。苏晨看着小猴子，看着可乐出神，也猜出了他估计是在思考这可乐能不能喝。喝吧，很好喝的。说话间，苏晨将纸杯放到嘴边，又喝了一口。小金丝猴此刻终于像是下定了决心，学着苏晨的样子，端起纸杯喝了一口，顿时龇牙咧嘴了起来。他只感觉口中的水将舌头都给弄麻了。不过很快，他又一脸惊喜，眨巴了下他的大眼，仿佛是在回味可乐的味道。接着他又喝了一口，仔细地感受了一下这味道，顿时咧嘴笑了起来。好喝，他还从来没喝过这么好喝的东西。这一刻，金丝猴的眼睛里仿佛住着星星一般，可见人类世界的肥宅快乐水同样也受到动物世界的喜爱。就在苏晨正如此悠闲地享受时光时，龙傲天终于快要接近终点，他现在已经快要攀上来，距离山顶也就只有5-6米的距离。此刻的他双手在打着颤，小腿肚子因为长时间的攀岩酸痛无比，可他依旧在咬牙坚持。他看了看仅有几米距离的山顶，眸中满是坚定。快了，终于快攀登上来了。在那个叫做苏木的家伙攀上来的1个星期后，他也终于快要接近终点。经过这1个星期的洗礼，他的意志力也得到了极大的增强。要是放在以往，这几米的距离他压根儿没办法坚持。
可是现在，他觉得他行了，就快到终点了，就快接近那个家伙了，我一定行的。龙傲天在心里给自己打气一番，咬紧了牙齿，继续缓缓朝上攀去。5米、4米、3米、2米、1米，终于，他成功登顶。刚一爬上去，龙傲天心里咬着的那股劲儿就释放了出来。成了，终于成了。龙傲天直接仰面躺在地上，望着天空中的白云，大口的呼吸。休息了10分钟，龙傲天才从地上爬起来。主要是现在他躺的地方刚好被太阳直射，如果这里是阴凉地方，他可能还会躺上1个小时。可惜这地方没个阴凉的地界，直接被太阳暴晒，晒得人难受。从地上爬起来，龙傲天便连忙往前方不远处的树林走去。刚一进入树林，他的视线就被一道身影吸引住了。只见前方有一块大石，在石头上躺着一个穿军训服的家伙。此刻那个家伙正在炫薯片，躺在石头上面翘着个2郎腿，悠闲极了。青年身边还坐着一只全身金黄的猴子，猴子手里也拿着一包薯片，正在悠哉悠哉地吃着。靠，离谱！龙傲天爆了一句粗口。他这1个星期天天拼命的攀岩，每天浑身被汗水湿透，整个人都几乎虚脱。可是这个一直被他视为对手的家伙却悠闲的炫薯片。龙傲天甚至能够想象得到，这1个星期这个家伙躺在这块大石上，跟一只猴子一起吃零食的画面。靠，人比人简直气死人。第175章荒岛求生。自己辛辛苦苦攀了1星期的岩，这才终于攀了上来。可是这个家伙呢，却在这里躺了1个星期。这1个星期每天都如此悠闲地吃着零食，喝着可乐，简直就是神仙般的日子。想到苏晨最近的生活，龙傲天就感觉自己血压飙升，妒忌的后槽牙都快咬碎了，太气人了。他攥紧拳头，看着苏晨的目光中满是不忿。此刻正坐在石头上的苏晨转过头看向了龙傲天，四目相对。龙傲天脸上的不甘尽数落到苏晨眼中，不过苏晨丝毫不以为意，反而脸上露出一抹笑意。哟，龙兄上来了，不错不错。苏晨的语气就像是长辈在点评后辈一般，直接让龙傲天破防。龙傲天原本就有些铁青的脸，此刻更加是由青转黑，满满都是愤怒。这个家伙算是什么东西？不过就是攀岩厉害一点而已，也配对自己评头论足？去他喵的！龙傲天心里是越想越气，他脑海中开始思考要怎么发作。将鞋脱下来，直接扔这家伙脸上，还是冲上去给这个可恶的家伙一个大笔兜。可是想想后，他又克制住了，愤怒的情绪渐渐的也开始冷静下来。看着那张俊美的脸，龙傲天觉得他就算是冲上去，也不一定能打得过苏晨。从之前的几次训练排名来看，苏晨的身体素质明显是要比自己强的，所以自己冲上去可能不是给对方一个大笔兜，相反的会被对方往脸上招呼几个大笔兜。思及此处，龙傲天不得不将自己的愤怒不甘统统给收回去。龙兄，大热天的，快过来喝杯可乐，刚好可乐现在还又是冰的。苏晨催促了一句。说话间，他拿出一个新的一次性纸杯，提起可乐瓶子往里面倒了一杯，白色的气泡在纸杯中浮现，很快又消失不见，杯中只余深黑色液体。龙傲天眸光微微一凝，可乐，冰冰凉凉，喝了让人快乐的可乐。想到那快乐的味道，龙傲天喉结不由自主地上下滚动了一下。他攀了几个小时岩，到现在还一口水都没有喝过，嗓子早已经快要冒烟儿。对可乐的渴望很快攀上巅峰。龙傲天连忙摇摇头，不行，不行，自己堂堂一个修仙者大能，怎么能被一杯笑笑的可乐给诱惑住呢？这绝对不可以，自己绝对不是那种没节操之人。1分钟后，龙傲天将纸杯中的可乐倒入嘴中，狠狠地喝了一大口。真香！节操是什么？自己都没听过。一杯肥宅快乐水，喝下赛过活神仙。龙傲天微微眯起眼睛，感受着微风的吹拂，这才是人过的日子。他感叹了一声，这段时间以来的训练可是将他给累坏了。小猴子见到陌生人似乎有些害怕，站到了苏晨肩膀上，仿佛这样能给他带来安全感。龙傲天也不客气，杯中可乐喝完之后，自己又重新满上。一旁的薯片，他也是直接就拿过来吃。有了这样一番吃零食的情谊，龙傲天对苏晨的敌意也已经消失不见。不过嘛，该竞争的还是要竞争的。等下次训练项目，他还是要争取超过苏晨的。第2天的时候，石头上多出来一个人，这人自然就是龙傲天了。他今天直接带来了一大包麻辣小龙虾，还有各种卤味儿，这是他特意从外面买来的，背着这些东西上的山顶。
他倒是没觉得背着这些东西上山麻烦，毕竟他的攀岩训练已经结束了，可以休息。背这些东西上山，全当是锻炼了。毕竟不锻炼不行，本身就跟苏晨有差距了，他可要努力点儿。两人一猴就坐在这里吃虾。来来来，苏木，咱俩走一个。龙傲天拿起一罐啤酒要敬苏晨。苏晨用的化名，他苏晨这个名字没几个人知道，龙傲天也只以为他叫苏木。苏晨也不含糊，开了一罐啤酒，跟龙傲天手中的啤酒碰了碰，两人就喝了起来。小猴子很聪明，看见两人喝，也拿了一罐，学着苏晨开罐的模样，将啤酒给打开了。他觉得这两人喝得这么高兴，这玩意儿一定也是好喝的，双手捧着啤酒罐就喝了一大口。噗！下一秒他直接喷了出来。苏晨看得直接哈哈大笑，蠢猴子，哈哈！龙傲天笑骂了一声。小猴子似乎知道龙傲天这是不好的话，冲着龙傲天龇牙。而就在这个时候，胖子也已经爬了上来，接着气喘吁吁的走了过来，然后他就跟昨天的龙傲天一样，羡慕的快哭了。靠，橙子、自傲哥，你们两人也太潇洒了吧！啤酒、可乐、小龙虾，这简直就是神仙日子。胖子倒是不需要人请，直接就爬上了大石头，自顾自的吃喝了起来。接下来的几天，其余人陆续爬了上来，直到最后一人也成功登顶，苏晨他们的悠闲日子便结束了。众人开始下一项训练。方寒教官带着他们来到了一处海中岛屿，岛屿面积颇大，上面生长着上了年份的树木，有些树木甚至几个人都环抱不住，起码也是上百年的老树。接下来，你们的任务就是在这岛屿上生存1个月。这期间，你们不会有任何水源、食物，你们只能靠这座岛屿上这片森林中现有的物质生存。方寒脸上露出一抹微笑，草鸟们，咱们1个月后见。说完这话，方寒身子直接冲天而起，朝着远方飞去，很快消失在了众人的视野中。现场的人顿似乎热议起来。卧槽，这是野外求生，就跟我之前在抖音上面看的直播那样。啥野外求生？准确来说，咱们这应该叫荒岛求生。荒岛求生，咱们接下来1个月时间，只能依靠这岛屿中的物质生存了。有女生脸色发白，难道咱们要吃虫啊、蛇呀什么的吗？他们可是看过一些野外生存的节目，尤其是某个叫贝爷的男人，直接各种恶心的、难以想象的生物都难逃他的大口，沦为他的食物。第176章，你真敢吃虫子？胖子此刻眼睛雪亮，一双大眼珠子滴溜溜的转动，仿佛对这个训练项目十分感兴趣。片刻后，他猛地一拍手掌：荒岛求生，太好了，刺激！胖子惊喜了起来。然而他这话一出，顿时让所有人都目光怪异的盯着他，尤其一些妹子更是看着胖子目露嫌弃。这胖子什么人啊？荒岛求生，吃虫子、吃蛇等动物，还觉得有意思？难道这胖子是贝爷的粉丝？还真是有够重口味的。就连一向自傲的龙傲天都有些惊讶，冲着胖子竖起大拇指：哥们儿，牛逼！胖子嘿嘿一笑，很是自信的摸了一把头发：基操，物六。苏晨也很是无奈的摇摇头。胖子这位富二代，这是从小没有经历过生活的苦难，居然对荒岛求生这种事情这么兴奋，这也着实有些奇葩。不过，这才是胖子的作风，这才是他认识的那个胖子。好了，咱们先去找食物，然后再找一个落脚的地方。苏晨开口提醒，他们毕竟要在这个地方生存1个月时间，现在修为被封印，需要食物维持生命。还有就是找落脚地，总不能就在野外睡觉，那未免太不舒服。好啊，咱们找什么吃？毒虫吗？胖子激动地说道。他最喜欢看的野外生存节目就是贝爷的，贝爷就是他的偶像。这个男人号称这个世界就没什么他不敢吃的，无论是虫子还是蛇这些常人谈之色变的生物，这个男人都敢吃，那可是真吃啊，而且还是生吃。苏晨无语地看了胖子一眼，胖子，你是被那些野外生存节目洗脑了吗？如果真给你找一条毛茸茸的虫子，你敢吃？啊，这……胖子打了个哆嗦。之前他也是一时间想到了节目中那个男人无物不吃的潇洒之态，随心生向往。可是真一想到那魂长满无数角的虫子，他就头皮发麻，简直可怕。更别提要吃那些可怕的虫子了。真要他吃，估计他能将隔夜饭都给吐出来。胖子连忙摇摇头，胖爷可不想吃这些玩意儿，口嗨一下就算了，真要吃，那还是算了吧。龙傲天露出一个鄙夷眼神，心里有些不屑，亏他之前还对这个胖子有了那么一抹佩服，合着这家伙就是个爱吹牛逼的玩意儿，牛都给吹到天上飞。接下来众人开始各自跟熟悉的人组队。这段时间以来，
很多人之间都已经开始渐渐熟悉了起来，甚至是有了自己的小团体。不过苏晨、还有龙傲天、还有胖子三人是个例外。苏晨是因为之前攀山第一天就登顶了，跟其余人没什么接触，自然也谈不上熟悉。龙傲天则是因为性格颇为高傲自负，不屑跟那些人相交，平日里话也不怎么说，因此自然没人找他组队。胖子倒是认识了几个人，不过也叫闲聊，算不上熟悉。很快众人组队完毕，就只剩下苏晨、胖子、龙傲天三人。倒是有人来邀请胖子，显然胖子的人缘不错，不过都被胖子给拒绝了。他自然是要跟苏晨组队的，牢牢抱紧大佬的粗腿，这是他从游戏里就养成的习惯。就剩咱仨了，自傲哥，咱们组个队。胖子看向了龙傲天问道。龙傲天抄着双手，十分高傲的模样。既然你这么热情的邀请我，我也就勉为其难的答应你吧，给你一个面子，这是你的荣幸。胖子知道龙傲天这个傲娇性格，这几天两人已经熟悉了，因此现在听到龙傲天这话也不生气。他搓了搓手，那咱们就行动起来。几人远离了其余队伍，免得争抢资源。这个荒岛很大，倒也不用担心地盘太小引起争抢。三人走向了一个小山坡，在山坡上寻找起资源来。苏晨本身就是农村长大的，认识很多野果。他走了没多久，就在一片斜坡上看到了地瓜藤。这种地瓜藤不是种植的那种白色地瓜，而是一种只生长在地面上的藤蔓植物。其根部在这个季节会生长出一种红色的野果，这种野果叫做地瓜。其味道非常香甜美味，比起那些名贵水果来说都要好吃不知多少倍，而且营养还很丰富。不过这种地瓜藤又分很多种，有些长出的地瓜是不能吃的，有些则能吃，这就要仔细分辨一番了。苏晨蹲下来将地瓜藤刨开，寻找了起来，很快就发现了几颗红色的果子。苏晨摘下一颗，将其掰开，里面是红色的果肉，清香的野地瓜味道顿时扑面而来。有过经验的苏晨明白，这种地瓜就是能吃的那种野地瓜，脸上露出一抹笑意。看来今天运气不错，这么快就找到了能吃的东西。他看了看地瓜藤，面积很大，他一个人找地瓜倒是有些麻烦，于是就将附近的胖子跟龙傲天叫了过来。苏晨将红色的地瓜拿在手里给两人展示，看见了吗？这种果子叫做地瓜，是可以吃的一种野果，就在这些藤下面。不过这种果子没成熟时偏深色，只有成熟了的才呈现红色，红色的就是能吃的，你们知道了吗？胖子连忙从苏晨手中接过地瓜，仔细看了看后扔进了嘴里，接着他眼睛亮了起来。我去，这种野果居然这么好吃！他是城里面长大的，从来没有吃过这种野果，此刻一吃犹如发现了新大陆一般。龙傲天看见胖子的表现也是很好奇，究竟这地瓜是什么味道。不过他倒是抹不开面子找苏晨要，因此连忙蹲下身子在地瓜藤下面找了起来。很快他发现了几颗，连忙伸手去挖，摘到一颗后将上面的泥土擦了擦，便放进了嘴里。果然这地瓜味道真的很绝，因为从来没吃过，所以他甚至感觉这地瓜比他吃过的所有名贵水果都还要好吃，于是连忙快速地抛动藤蔓寻找了起来。三人就这样在地面上寻找起来。第177章荒岛生活。三人找得火热，野生地瓜很快就装满一兜。随着时间的过去，胖子跟龙傲天两人身上已经开始冒汗。苏晨因为修为高，体质跟凡人不可同日而语的原因，此刻依旧十分清爽。胖子擦了一把额头的汗，看着苏晨露出羡慕的目光。龙傲天看到苏晨那丝毫没被影响的身体，也是眸底尽是羡慕。此刻他更加肯定苏晨是一个超级大高手，很强，甚至是强到了一个他无法想象的地步。不然怎么会在修为被封印的情况下竟然一滴汗珠都没有？看了一眼苏晨之后，龙傲天咬紧牙关，后槽牙都快要咬碎。不甘、妒忌、羡慕等等复杂情绪最终掩于眼底，乖乖继续低下头在地里扒拉野地瓜。他要多找点吃的东西，将所有的不甘悲愤都化作食欲。野地瓜长势很好，几乎每扒拉几下藤蔓就能看到好几颗地瓜，运气好的时候甚至能直接发现一大团生长在一起。等地瓜挖的差不多了，三人开始进入树林寻找其他食物。几人又惊喜地发现了好几种野果，当然了，准确一点来说是苏晨发现的。三人中毕竟只有苏晨有农村生活经验，苏晨认识一部分的野果。龙傲天跟胖子两人是城里长大的孩子，自然是不可能认识任何野果。众人登岛的时候便已经是中午了，再加上寻找食物是个费时的活儿，因此一下午时间很快就过去了。太阳西落，天色逐渐暗淡。苏晨三人找到了一个山洞落脚。胖子、自傲哥，你们俩去找点干枯的树枝过来，咱们晚上得生个火。
苏晨说道。龙傲天点点头，可以，不过我们俩捡柴火，你干什么？他是一个比较喜欢追根究底之人，想要知道苏晨不跟自己两人一起过捡柴火，那苏晨做什么？总不能就待在这里休息吧？如果苏晨要待在这里休息，那他绝对是不会答应的。我负责弄生火的装备。苏晨直接回道。现在他们的修为都是被封印的状态，每个人身上也就只配了一把军用小刀。想要将火升起来，那就只有用些原始办法。听见苏晨这么说，龙傲天点了点头，这才跟胖子两人心甘情愿地去外面捡干树枝。因为天已经快要完全黑下来了，两人就没有离开找到的山洞太远，而是就在附近寻找。还好这岛上最不缺的就是树木，干枯的树枝很多，在地上都能捡到断裂的树枝。龙傲天跟胖子两人没花多长时间便寻找到了很大几捆柴火，其中甚至有不少直径大的干树枝。啪！咱们没有打火机，又没有修为，要怎么生火？龙傲天将干树枝扔在地上，看着苏晨问。胖子也向苏晨投去好奇的目光。苏晨淡淡一笑，没有现代化的手段，那就只能用原始的办法了。什么办法？苏晨淡淡的看了龙傲天一眼，道：还能有什么办法？自然是用原始人的生活手段了。钻木取火。苏晨从地上的柴火中找出一根比较粗的原木，用军用小刀在原木上划拉起来。苏晨手上的力道很大，很快就将原木钻出一个深坑。接着他又找出一根小的树枝，在圆孔处比划了一下，接着削了起来。很快，生火设备制作完成。苏晨在山洞外面扯了几把干草，回到山洞，将一小撮放进完挖好的圆坑中，接着将削好的树枝放好，双手搓动起来。这就是钻木取火。这种原始办法其实是很落后的，因此也很难生出火来，尤其是根本没有经历过一切的现代人。对现代人来说，想要用这种方式在野外生出火，那简直难如登天。不过对苏晨来说却并不算太过困难，这也是得益于他的体质强悍，能一直搓动原木跟干草之间产生摩擦力，生出热量。普通人搓几下估计手就没劲儿，而苏晨则是没这方面的弱点，自然就能一鼓作气地生出火来。只见原木在他手中快速地转动着。胖子看了龙傲天一眼，自傲哥，你觉得橙子真的能用这么原始的办法生火？龙傲天目光一直盯圆坑处，也没回头看胖子，回道：理论上来说，只要手上动作一直不停就可以。人家原始人能做到的事情，咱们现代人多半也能做到，只是要看手上的劲儿够不够了。只要够持久，终能成功。持久？自傲哥，你说的这个持久，他正经吗？龙傲天红了。龙傲天激动地喊了一声。胖子连忙看去，只见苏晨挖的那根木头上的圆坑中，枯草已经有了些许猩红之色，一股烟雾升腾而起。苏晨手上动作不停，一边搓动一边吹着猩红的枯草。很快，一缕明黄色火苗升腾了起来，燃起来了。苏晨连忙将枯草放在火苗上面，火苗一下子燃烧得愈发旺盛。苏晨又将一些小树枝放上去。不久之后，山洞中便升起一股温暖的火堆。火焰对以前的原始人来说，能够恐吓野兽，就算是野狼在看到这火焰也会感觉到害怕，不敢轻易进攻。几人往里面添着柴火，火焰也越烧越旺。三人将就着就这么度过了一晚上。第二天的时候，除了找食物，苏晨还用树藤编制了3张简易藤席，这样晚上休息就能直接躺上去，人也会舒服很多。接下来的日子，他们还找到了一头野猪。野猪被3人合力击杀，用军用小刀分割成了小块。苏晨用树藤将其绑起来，挂在了山洞外面风干。岛上的日子自然是比不上家里的日子，最明显的就是没有调味料，就算能打到猎物，可也做不出太好吃的食物来。不过岛上物产丰富，至少不会被饿死，就是在吃的上面没那么精致，有些糟蹋食材而已。第178章炒腊肉馋哭小姐姐。苏晨一行人可以说是生活的十分滋润，可是其余人可就没他们这么舒服了。半个月的时候，岛屿上的很多人已经狼狈得不成样子，不少人衣衫褴褛，脸上也满是灰尘。在这岛屿上生活，连续多日在树林间穿行寻找食物，自然是无法保持干净整洁。树林中的一支4人小队此刻围坐在一起，他们的手里捧着树皮。咱们真的要吃这个树皮吗？一个男生艰难开口。此刻他的肚子正在咕咕直叫，可尽管如此，他看着手中这块水煮的树皮，还是没有任何胃口。这也正常，谁能对一块树皮产生食欲呢？同行的一个男生脸上露出一抹苦笑，这也是没办法的事，咱们要在这岛上坚持1个月时间，现在又没找到食物，只能吃树皮了。这种树皮是能吃的，
我之前在一档野外生存节目上看到过，只不过味道不怎么好罢了。能有吃的就行了，至少饿不死。又一个男生附和道：“哎，也只有这样了，吃吧。”几人最终还是吃了起来。之前最先问话的男生将树皮放进嘴里咬了一口，狠狠扯下一块在嘴里咀嚼起来，又干又柴又涩，简直难以下咽。他觉得就算是猪食都要比这树皮好吃100倍。最终他只能施展心理暗示，不停地在心里暗示自己，这是肉，是煮得老了些的鸡胸肉。经过这样一番暗示，他才终于将这一口树皮给咽了下去。同队伍的另一个男生咬了一口树皮后直接哭了起来，呜，这也太难吃了，我不想进特殊部门了，我要回家。同伴连忙安慰，再坚持坚持，这个项目就是最后一个训练项目了，咱们之前那些训练都坚持下来了，如果在这最后一个项目中倒下，未免也太不划算了。是啊，这特殊部门薪资可不是普通人能比得了的，咱们都坚持半个月时间了，只剩最后半个月了，可千万别放弃。想想以后年薪1000万，想想咱们走上人生巅峰的日子。以前学习不好，找不到好工作也就罢了，现在这可是咱们又一次逆天改命，成为人上人的机会。难道要放弃，继续做一个一无是处的废物吗？几人相互鼓励打气了一番。那个哭着说要放弃的男生，在众人的鸡汤下也放弃了想要退却的想法。他觉得大家说的很对，他在家里就是一个废材，家里的亲戚朋友都看不起他，觉得他就是一个碌碌无为的废物。每次逢年过节，亲戚们齐聚一堂的时候，他总会被拿来跟亲戚们的孩子比较，在那些比较下，衬托的他就像一个废物。每次相亲，女孩听说他的工作之后，都会露出鄙夷的眼神，然后说一声不合适。他忘不掉那些，因此他觉得大家说的对，不能这么放弃，要坚持下去，要让那些曾经看不起自己的人啪啪打脸，要让自己父母在亲戚面前也能抬起头来。想到这些，男生伸手擦干了眼泪，目光中露出坚毅之色，狠狠地咬了一大口树皮咀嚼起来。而另一支小队中，4个女孩正围在一起，站在一簇野草旁，正在采摘。清雪，这草真的能吃吗？一个女孩弱弱地问。此刻几人浑身也是十分狼狈，女孩都爱干净，可此刻她们几人的状态跟干净这个词丝毫不沾边。为了寻找食物，她们各种爬坡上砍，在树林中各种穿梭，身上的军训服都已经满是口子。一个目光澄澈的女孩正在采摘，虽然脸上有一道灰色痕迹，头上也有几片树叶，但女孩依旧看起来很漂亮，就像是落难了的公主一般。你不得不承认，这世上有些人，哪怕是头上有片菜叶子，也像是戴了翡翠簪子似的。她正是李清雪，各项训练中，她在女生中来说成绩都是第一，此刻俨然也是这支小队的主心骨。当然可以吃，我小时候在外婆家就见外婆摘过这个吃，那时候她问外婆这个草好吃吗？外婆回答她说好吃。后来她满心欢喜的等外婆做好了，吃了一口，确实味道还不错，跟一般的青菜没多大区别。当然了，这是因为外婆的手艺很好，现在他们没有任何调料，就只能生个火，然后白水煮就吃，味道估计不会好到哪里去。不过现在是非常时刻，能找到能吃的东西，填饱肚子就已经很不容易了。听到李清雪肯定的语气，女生才放心了。接着又是一番采摘，然后几个女生准备去找个地方生火煮野菜。很快几人找到了一块大石头，接着生起了火。他们还算是运气不错，身上能有打火机，这是之前碰到的一个男生送他们的。将火升起来，将采好的野菜洗好放进了石锅中。石锅是他们自己用石头做的，将一块石头中间挖了个空心，勉强当做一口锅来使用。很快就煮好了，几个女生吃了起来。没有调料，味道并不好。几个女生吃着眼眶红红的。加油，咱们再坚持2个星期就好了。李清雪安慰道。几个女生点点头，红着眼眶吃着野菜。就在这时，忽然飘来一股浓烈的香味儿，那味道是炒肉时散发的油香味儿跟肉香味儿混合在一起的味道。几个女生狠狠地吸了吸鼻子，这是什么味道？怎么这么香？好像是有人在用猪油炒肉。对，猪油就是这个味道。这里不是荒岛吗？怎么会有猪油炒肉的味道？难道有人在炒肉？咱们看看去。几个女生相互对视一眼，然后循着香味飘来的方向寻了过去。此刻的她们那鼻子就跟狗鼻子似的，无比的灵敏。走了一会儿后，几个女生发现了3个男生。3个男生在山洞前，此刻正在做菜。那香味儿就是从他们做菜的那口石锅里发出的。仔细一看，石锅中满是色泽艳丽的腊肉片，经过爆炒，散发浓烈香味儿。第179章，
荒岛生活结束。他们这是在炒腊肉吗？一个女孩颤声说道。这也不怪她如此表现，实在是现在看到的这一幕，着实太扎心了点儿。他们在这荒岛上都是挖野菜、吃草根，可是这三人居然还在炒腊肉，这就很离谱，简直是离谱妈妈给离谱开门，离谱到家了。好像确实是腊肉，我们要不要过去看看？那就过去看看。李清婉回答道。他是几人中的领头人，此刻他发话，其余几个女孩都情不自禁地走了过去。几人靠近，自然是被苏晨等人发现。胖子看了一眼，道：咦，是李清婉他们。对李清婉，他自然是不陌生。作为整个训练队伍中颜值最高的女生，他早就注意到了。龙傲天脸色平静，依旧十分冷傲，他的语气十分笃定：他们是奔着咱们的腊肉来的，他们想吃咱们的腊肉。苏晨也是深以为然的点点头。很快几女就来到了几人身边，眼睛直勾勾地盯着石锅里的腊肉。苏木先生，你们这是在炒腊肉吗？一个女生问道。苏晨的大名在训练队伍中在已经如雷贯耳，尽管没什么交集，但他们都是知道苏晨，这就跟校园风云人物一般，整个学校的人都知道并且熟悉。当然了，苏晨用的是化名，更准确一点来说，应该是知道苏木。苏晨听到女生的话，不禁有些无语，这妮子，这不是明知故问吗？对方打的什么主意？苏晨心里也是门清，那表情就跟狼盯上了肉一个模样，妥妥的想吃自己这方的腊肉。尽管心里清楚，但苏晨还是回道：炒的腊肉，这岛上还有腊肉呢。这是我们在岛上打到的一头野猪，然后我们将其熏制成了腊肉。苏晨如实回答。李清婉瞳孔微微放大，有些惊讶的开口：你们修为都被封印住了，还能猎杀野猪？胖子回道：瞧您这话说的，修为被封印了，又不是成残废了，普通猎户都能打到野猪，我们为什么就不能了？龙傲天也开口：你们说那么多，不就是想吃我们的腊肉吗？他直接开口，一下子将几女的目的毫不保留地点出。苏晨跟胖子一阵沉默，几个女孩也是脸色通红。虽然他们心里确实是这么想的，毕竟在这荒岛上，他们已经好久没沾过油水了，可现在被直接到出没的，还是有些挂不住。胖子微微张了张嘴，一时间也不知道说什么。这个自傲哥未免也太没情商了，这情商低到令人发指，这样能交到女朋友？胖子对此表示强烈怀疑。苏晨一时间也不知道说什么，现场陷入诡异的安静氛围中，一种名为尴尬的气氛在蔓延开来。过了片刻，苏晨率先开口：要不大家一起吃点儿。他这话一出，几个女生顿时心中大喜，她们厚着脸皮舔着个大脸过来，甚至被龙傲天直接点出目的，也没离开为的是什么，还不就是为了沾点荤腥吗？苏晨现在的邀请正中下怀，这不太好吧？腊肉也是苏木你们好不容易弄到的，没什么不好的，我们腊肉还有不少，在岛上度过1个月时间足够了。几女也只是稍微客套一番，并非是真的不想吃，因此很快就围着石锅坐了下来。苏晨又再次炒了一些，才够吃。几女分刀腊肉之后，那吃相宛如许久没进食的饿狼，丝毫没有淑女形象。这也正常，在荒岛上半个月，他们几乎饿成灾民了，吃东西哪里还能顾得上淑女形象？吃完后，苏晨还给了李清婉等人一块腊肉，几女这才心满意足的离开。龙傲天有些不高兴的道：都请他们吃了腊肉了，干嘛还给一块让他们带走？苏晨笑笑：只有半个月了，咱们这些腊肉完全够吃了，而且咱们总不能顿顿都吃腊肉吧？那咱们还能在岛上找到什么吃的？这里不是海岛吗？咱们可以去边缘地方抓海鲜。苏晨这话一出，顿时让龙傲天跟胖子两人眼睛亮了，同时喉结滚动了几下。海鲜？他们想吃，最近吃腊肉都吃得快吐了，早就想换换食物。苏晨在森林中用植物皮搓了一根绳子，然后带上一块肉，跟胖子等人来到海边。苏晨将肉用做好的绳子捆好，放进了水中。橙子，这样就行了？胖子疑惑地问。苏晨点头：螃蟹喜欢吃肉，过一天咱们过来将它提起来就行。1天后，三人再次来到放绳子的地方，在胖子跟龙傲天期待的目光下，苏晨缓缓提起绳子，沉入水中的肉破水而出。只见上面密密麻麻的爬满了螃蟹，这些螃蟹紧紧地抓着腊肉，就算被提起来也舍不得放手。我去，这么多！胖子惊呼。龙傲天也是冷冷道：这些螃蟹为了点吃的，命都不要了。嘿嘿，正是他们不要命，咱们才有海鲜吃。胖子去找了一片芭蕉叶过来，折成了一个容器。等苏晨将腊肉提起来放到地上后，便连忙将螃蟹往芭蕉叶做成的容器里面扔。此刻，
在上方的空中悄悄观察众人的方寒，嘴角微微抽搐了几下。最近他其实都没有离开，很多时候都在观察着岛上的众人，尤其是苏晨等人在岛屿上简直是混得风生水起，吃的都是野果、腊肉、螃蟹这些美食。可其他人呢？人家吃的是树皮、草根、野菜。有时候，即使同样的环境下，人跟人之间的差距也是无比巨大。其余人在岛上半个月，足足瘦了一大圈儿，可苏晨三人不仅没瘦，相反的居然还胖了点儿，足以说明三人的岛屿生活多么多姿多彩。接下来的时间，不时的有人放弃，放弃的人方寒都会第一时间将其送走。他也没感觉遗憾，这特殊部门需要的是心智坚定之辈，一点小困难就放弃的人根本不配加入特殊部门。最终1个月的时间结束，整个训练的部队只剩下了100人，这100人都是心智坚定、远超常人之人。第180章，老板大气。毫无疑问，这100多人都是筛选出来的精英。此刻，训练基地，方寒看着筛选出来的这100多人，脸上罕见的柔和下来，挂着浅浅的微笑。这顿时让一众队员们诧异，教官今天这是怎么了？脸上居然带着微笑。方冷面这是吃错药了？因为方寒平时一直冷着脸的缘故，获得了方冷面这个绰号。训练队伍中的队员私底下基本上都这么称呼他。是啊，脸上居然还带着微笑，太阳这是从西边出来了吗？的确啊，我还是喜欢看他冷着脸桀骜不驯的模样。众人议论纷纷，方寒看了一眼众人，开口道：我已经听到你们的议论了，你们是不是好奇我今天是不是吃错药了？怎么脸上还挂上微笑了？众人听见方寒这话，顿时全部齐刷刷的点头。显然大家都十分好奇，方寒今天怎么会这么一反常态？小兔崽子！方寒笑骂了一句，因为今天是个高兴的日子，你们今天能够依旧站在这里，我很开心。这代表着你们的所有训练都全部结束了，你们坚持下来了，所以请给你们自己掌声鼓励。方寒说到这里，率先做出表态，鼓起掌来。别看大家私下里给方寒取绰号，叫方寒、方冷面，但众人心里却很敬畏这个教官，因此也很给方寒面子，纷纷用力的鼓起掌来，可以说是极为捧场。方寒朝着众人伸了伸手，示意大家安静。众人也顿时停止手上的动作，安静下来。从这也可以看出，方寒在众人心中还是有些分量的。这场子一个简单的手势就能控住。今天你们训练就彻底结束了，能够熬过这些训练项目的，心智都比常人坚定，并且以后你们就是特殊部门的一员，我们就是同事了，所以我自然不能，也没必要对你们冷脸了。众人闻言都会心一笑。接下来有请叶司令来宣布你们训练期间的成绩。我们会挑选一部分训练期间成绩排名靠前的成员，成为各个驻地小队队长跟副队长。掌声欢迎！众人再次鼓掌。与此同时，一股名为紧张的气氛在众人中间蔓延。成绩好的能成为驻地的队长跟副队长，这可相当于是一个小官了，相当于是公务员中有点级别的存在。如果自己能够成为队长，那薪资奖金啥的肯定也会更高。一瞬间，众人心情都有些激动，大家站在环形跑道上，都期待地看向前方步梯。此刻叶司令已经拿着麦克风站在了前面的梯子上面，准备给这次训练成绩排名靠前的成员颁奖。苏晨站在人群中看着这场景，忽然觉得有些熟悉，就好像跟学生时代开学典礼时校长在月台上面给上学期表现优秀的同学颁发奖品时差不多，不过只是颁奖的人变了，台下的人身份也变了，但毫无疑问，二者有着异曲同工之妙。叶司令也跟上学时的校长一个模式，在上面讲了一些鸡汤，大致是让大家以后要尽职尽责，保护好人民群众之类的。大约讲了半个小时，讲的众人都有些昏昏欲睡。众人有些无语，没想到我都离开学校好些年了，还要听这种讲座。有人小声吐槽，是啊，这跟小时候听校长讲话有啥区别？叶清回啊，让我一下子回到了上小学的时光，那段时光好美好，真的好有感觉哎。此刻我们真的就像是当年台下的站着的学生。不少人在议论，觉得模式仿佛回到了学生时代。叶司令在石梯上继续讲了10几分钟，才终于结束。大部分人都感觉快睡着了，实在是这些鸡汤啥的太过催眠了，简直令人昏昏欲睡。接下来我将宣布这次你们训练成绩排名前20的成员成绩，排名前10的可以自愿选择是否成为队长，第11到20名的可以自愿选择是否成为副队长。好了，接下来成绩宣布正式开始。第1名，他就是各项训练都成绩第1的成员，他的总成绩是，他就是苏木。有请苏木上台发表获奖感言。苏晨，
他有些无奈，这还要发表获奖感言，还真有小时候的感觉，就是太尬了。苏晨很想问问叶司令能不能不上台说感言，快去啊，橙子，你第1名，上台领奖，发表获奖感言啊！胖子激动的催促，仿佛苏晨得奖了比他自己得奖还开心，一副与有荣焉的模样。台上的叶司令也再次喊了一遍苏晨上台，最终苏晨只能无奈的往上走去。嘿嘿，这是我兄弟，这是我兄弟，我兄弟厉害吧，我兄弟牛逼吧。苏晨往石梯上走去的时候，听见胖子喋喋不休的跟周围人炫耀。苏晨有些社死般的上了台，叶司令十分满意的看着他，随后让从助手手里拿过一个金光闪闪的奖杯，颁给了苏晨。苏晨伸手接过，奖杯沉甸甸的，还挺有分量。今天能拿到这个奖，我要感谢我的叔叔婶婶，感谢领导，感谢教官。苏晨巴拉巴拉的讲了一堆肺腑之言，这些话还是他从电视里的颁奖典礼看来的。那些个明星领奖一般都会装作激动的挨个感谢。说完之后，苏晨低头又看了一眼，他总感觉这奖杯有些不对劲，这么闪，怎么看起来有些像黄金？叶司令，这奖杯是用什么材料做的？苏晨犹豫了一下，还是看向叶修，将心中的疑惑问了出来。叶修爽朗一笑，这个第1名的奖杯乃是用纯金打造的。苏晨眼睛顿时雪亮，手里这玩意儿是纯金打造的，这分量恐怕值不少钱吧？老板大气。苏晨将手中的奖杯握得更紧了几分，下面的众人都懵了，不少人都愣了好一会儿。他们没听错吧？这奖杯是用黄金做的。第181章，为啥奖杯区别这么大？这也太离谱了！那么大一个奖杯，再加上底座，那起码好几斤。尼玛，好几斤黄金，这就很离谱，价值不菲啊！龙傲天也期待了起来，他的成绩他自己知道，基本可以确定就是第2名。既然苏晨第1名是一座黄金奖杯，那自己是不是也能拿到一个黄金奖杯？想到这些，龙傲天双眸火热了起来。在苏晨领完奖杯之后，叶司令又继续宣布第2名。接下来第2名龙傲天。听到叶修念到自己名字，龙傲天傲然地挺了挺胸膛，伸手抹了一把头发，接着走了上去，然后便见有人给叶修拿了一尊奖杯过来。只是看到那尊奖杯之后，龙傲天的脸顿时就绿了。叶修手中的奖杯竟然是一尊水晶奖杯。叶修说了好几句鼓励安慰的话，不过龙傲天那是一句也没听进去。他现在脑子里只想着，为什么自己的奖杯就是一个水晶奖杯？水晶奖杯，尼玛最不值钱的玩意儿！哎，这第1名是黄金奖杯，为什么第2名就成了水晶奖杯了？是啊，这差距未免太大了点。照这样下去，第3名是不是就只剩个铜奖杯了？你看龙傲天脸都已经绿了。是啊，龙傲天也太惨了，所有光芒都被苏木这个家伙给压下去了。在台下众人议论纷纷之下，龙傲天黑着脸回到了队伍中。接下来叶修又宣布了第3名，依旧没有什么意外，第3名乃是李清雪。不过看到李清雪的奖杯后，龙傲天的脸更黑了。李清雪的奖杯跟他一样都是水晶奖杯，可李清雪那是第3名，自己这个第2名跟苏晨这个第1名奖杯差距那么大，这本来就已经够糟心的了。可李清雪这个第3名居然跟自己这个第2名奖杯材质一样，这就更难受了。前3名颁发了奖杯后，后面名次的就没有奖杯了。叶修只是念了一遍大家的排名，现场的人都是经过千挑万选的，都能成为特殊部门的第1批精英。名次宣布完后，叶修又说了些鼓励的话，接着便让大家等待，让苏晨为大家将封印解除。封印解除之后，众人都相当高兴。这段时间以来，修为被封印，尤其是在岛上生活的1个月，那可真是太难了。在岛上时，他们无不在想着赶紧解封修为，有了修为才有底气，毕竟做过修仙者，没有谁还愿意再回到普通人的生活。接着众人放假，各自回家等待通知。在这期间，上面会给众人分配到全国的各个省份。训练结束之后，众人没有第一时间离开训练基地，大家都商量好，晚上一起聚个餐，再各自离开。毕竟大家在一起已经有一阵子了，有一股战友般的情谊。之前大家一直想着能早点结束训练，可是现在真结束了，众人心里反而有一丝不舍。离别总是容易让人产生愁绪。晚上众人一起吃了一顿火锅，接着去了 KTV。 胖子拿着麦克风嚎叫着，那一夜你没有拒绝我，那一夜我伤害了你，那一夜你满脸泪水，那一夜。胖子的歌声着实不怎么好听，嚎叫着五音乱飞。包厢里的众人也有不少的皱着眉，不过还好大家素质不错，尽管都觉得胖子唱歌难听，但却都没人说什么。等到胖子放下麦克风，龙傲天瞥了一眼胖子，胖子，你这歌唱的也太难听了。
胖子白了龙傲天一眼，难听。自傲哥，你这是什么欣赏水平？小爷绰号小歌神，歌神你懂吗？众人闻言不由一阵无语。就你丫的那鬼哭狼嚎的声音，还小歌神？小哥吃还差不多吧。龙傲天也是很无语，不过也没有跟胖子争辩。他本来话就少，论嘴皮子功夫根本不可能争得过胖子。这在之前就有很多例子，他跟胖子两人争论过不少次，每次都被胖子说得无言以对。所以慢慢地龙傲天也就学乖了，不多跟胖子争论，只是时不时的讽刺一句。次日，基地的人员一个个冲天而起，飞着离开了这个挥洒不少汗水的地方。苏晨跟胖子则是坐飞机回了山城。两人本来可以直接飞回去，不过胖子这家伙却说想要再跟个凡人一样，最后再坐一次飞机跟地铁。苏晨也就答应了。到达机场之后，苏晨跟胖子两人乘坐地铁回家。地铁上，苏晨问了一下柳如月是否在家，然后跟他说自己训练结束了。不过柳如月不在，但是过几天却要回山城，因为要在山城开演唱会。苏晨就跟柳如月约好过几天聚餐。很快，苏晨回到家，因为提前跟叔叔婶婶打了电话，所以婶婶早早的就在家里做好了满满一桌饭菜，什么酸菜鱼、小鸡炖蘑菇、红烧肉之类的都是拿大碗装。婶婶一直对苏晨嘘寒问暖。小陈，在部队里面肯定吃得不好，多吃点。小陈，你的工作决定下来了吗？苏晨吃了一块红烧肉，点了点头。这次训练结束，就算是正式确认加入特殊部门了，接下来就在家等着上面的分配通知下来。叔叔苏大福闻言满意的点头，好，这可是铁饭碗，以后好找媳妇儿。苏大福这话让苏晨有些无语，修仙者还能跟普通人一样，还相亲？只要是修仙者这个身份报出去，那就不愁找不到对象。这年头，世道已经变了，叔叔婶婶却还在以老眼光来看待这个世界。苏晨心里这样想，嘴上却没说什么。叔叔婶婶高兴就好。随后苏晨问了问叔叔婶婶最近的情况，家里一切都好，家里的书店最近生意也是越来越好。小陈你不用担心我们俩身体好，各方面都好。苏晨闻言满意的点点头，只要家里一切都好就行。接下来苏晨在家待了几天，上面的通知便下来了。苏晨跟胖子两人家住在山城，山城虽然只是一个城市，但是下面管辖的区县很多，几乎跟一整个省相差不多。第182章，来自太阳国的忍者。苏晨跟胖子两人都被安排在了山城，上面会在山城设置了一个特殊部门据点。这个据点一共安排了3名修仙者以及2名普通人。普通人是文职人员，专门负责跟整个地盘上警方对接，如果他们发现修仙者犯罪，那就联系特殊部门。简单一点来说，文职人员就是负责一些后勤跟对接工作。有他们在，特殊部门据点的修仙者们不必操心那些小事，只需要有任务时直接出任务就行，没有任务就自由活动就好。可以说，上面给特殊部门修仙者们的工作十分人性化。苏晨跟胖子两人去特殊部门报道了一次，见到了另外一名叫做莫青青的成员。莫青青是一名20多岁的女孩，实力中规中矩，比起胖子来说都差了不少。当然了，论实力，其实整个无尽仙途的玩家也没有多少能超过胖子的。这名女孩之前他们在训练基地也见过，不过不怎么熟就是了。队长好，副队长好，我是莫青青，以后还请多多指教。莫青青十分客气地说道。任命下来后，苏晨直接成为了队长。本来胖子的实力也是能成为队长的，不过被他拒绝了，上面就任命胖子为副队长。考虑到他们这支队伍实力强大，就只安排了3名修仙者。他们3人要处理整个山城以及下面区县那些普通人处理不了的事件。苏晨点点头，合作愉快。莫青青长得还不错，算是小美女一枚。胖子这家伙十分热情地拍着胸膛，放心好了，以后你胖哥哥罩着你。那就多谢2位队长了。莫青青道了谢，这2位以后都是他的上司，他自然十分恭敬。特殊部门里的另外2名文职人员，一名叫做杨雪，另一名叫做王玲。2名文职人员都是女孩，女孩总的来说比较细心，因此很多文职工作都是女孩担任。签到结束，作为特殊部门山城分部的最高长官，苏晨自然是十分大方的请大家一起吃了顿饭，然后还带众人感受了一番山城夜景。杨雪跟王玲2人是第一次来山城，他们是京城那边的人，还没有到山城来过，见到山城的夜景也是大为赞赏了一番。山城号称8地魔幻城市，整座城市的景点不少。作为修仙者，苏晨带他们游玩时，直接施展修仙者的手段，比乘坐交通工具之类的快了不知多少倍。1晚上时间就将整个城市的著名景点游览个遍，这让2名普通人心里不禁惊叹，修仙者的手段果然恐怖如斯。
他们当初怎么就没玩无尽仙途这个游戏呢？要是早知道玩了这个游戏就能成为飞天遁地的修仙者，他们哪怕是倾家荡产也要去买个游戏设备来玩啊！只是现在悔之晚矣。无尽仙途已经停服了，就连官网的游戏设备也停止销售。很多人甚至调查过这游戏背后的公司，然而却根本没查出头绪。这款游戏背后的资本都是不存在的，仿佛是某种神秘力量在掌控。凌晨3点，一名穿着性感长裙、画着艳丽妆容的女子手中提着一个包包走在寂静的街道上。这个点儿几乎已经没什么人了，路上的车辆都已经十分稀少，行人更是几乎看不到。女人在夜场上班，这个点下班是常态。因为喝了不少酒的原因，她的脸颊有些红。做他们这一行的，每天少不了喝酒。尽管常年累月的喝酒已经将她的酒量锻炼了出来，但还是经常会感觉吃不消，喝到吐更是常态。毕竟酒量好，并不代表就不会喝醉。她经常会碰到难缠的客人，那些客人便会疯狂劝她喝酒。她干这一行的，靠的就是酒水赚钱，自然不可能不喝。今天，她就碰到一个客人，一个劲儿的灌她酒。那个客人想要做什么，她心知肚明。不过幸好，等那客人都醉了，她都还没倒下。老娘还是有几分本事的。臭男人还想占老娘的便宜，长得帅点老娘也就冲了，肥头大耳那么丑，老娘才不愿意。嘀咕了一声，女人转身进入一条更加偏僻的道路，穿过这条道路，她就能到她的住处。就在她刚刚进入这条道路两旁长满参天大树街道时，前方昏暗灯光下忽然出现一个人，一个身穿黑袍、面戴黑巾的男子。这男子穿的衣服有些像是古装剧中刺客的衣服，背上背着2把长刀，刀柄分裂在肩膀两侧后方。如果苏晨等人看到此人，一定能够一眼看出这副打扮乃是岛国忍者。我这是喝酒喝得太多，出现幻觉了。女人揉了揉眼睛，然而黑衣男人依旧还在原地。这不是幻觉。女人瞳孔猛然放大，本能的觉察到危险，转身想要逃跑。花姑娘，我要。黑袍男子用蹩脚的中文说了一句，身形顿时消失在原地，再次出现，又出现在女人面前，手掌落到女人后颈，女人直接身子一软倒了下去。男人抱住女人，身形很快消失在了原地。城郊一处废弃地下室中，黑衣男子将女人捆绑之后扔进了一个房间中。地下室里又走出2名男子。山本君，你又抓了一个小可爱回来。是的，武田君，这个女人身材很有料。尤西，那我要好好玩玩。玩可以，不过你们俩可别忘了咱们来大夏的目的。3人中的一名男子提醒道。放心，不就是查探大夏游戏玩家实力吗？不会忘记的。岛田君，你这么一本正经的干嘛？这些女人你可没少玩。岛田顿时语塞。来大夏的这段日子，他确实没少玩抓来的这些女人，因此也不好多说什么。此刻房间中除了刚抓来的女人外，还有10几个女人。此刻她们一个个蓬头垢面，眼里满是恐惧。这段时间以来，她们被关在这里，时不时的还要遭受太阳国男人的凌辱。第183章特殊小队的第一次行动。刚被抓进来的女人叫做王云霞，在夜店工作，平日里在夜店负责订台、陪酒一类工作。当然了，如果顾客给的够多，她也会提供一些别的服务。王云霞有些恐惧，看着房间中其余女人。这里是什么地方？你们知道这里是什么地方吗？王云霞焦急地询问。然而房间中衣衫不整的其余女人多数都一脸茫然，眼神空洞且麻木，对她的问话置若罔闻。显然这些女人已经被折磨得麻木了。你问她们没用的，你看她们那模样，根本就连神智都有些不清了。房间中一个脸色苍白、嘴皮干裂的女人声音沙哑地开口。王云霞见有人说话，连忙继续追问。那你知道吗？女人摇摇头，这里应该还是山城地界，我懂一些樱花国语，之前我听见那几个男人的对话，知道这里还是山城。樱花国？那些男人是樱花国的？王云霞愈发恐惧。樱花国那可不是一个友好国家，在历史上就跟大夏国有很多渊源。曾经樱花国还进行过惨无人道的屠杀，所以王云霞听见抓自己的人是樱花国人，顿时心中恐惧更甚。女人点头，是的，他们是樱花国的。那他们抓咱们做什么？女人看了王云霞一眼，他们是男人，咱们是女人，他们抓咱们，你说还能干什么？王云霞瞬间了然，男人抓女人还关在这里，其目的自然是昭然若揭。她的身体瑟瑟发抖，作为一个夜店女，她倒是不怕那些男人对她干那种事，可是她怕死，她怕那些樱花国男人玩腻了后将她杀了灭口。刚刚想到这里，咔嚓，房间门口传来咔嚓声，那是钥匙插进钥匙孔里拧动的声音。王云霞顿时吓得瑟瑟发抖，
之前那个跟他说话的女人同样眼里有恐惧，不过她的恐惧倒是比王云霞少些许。很快，房门打开，一个头上戴着狼头面具的男人出现了门口，面具将男人的头整个包住，只露出眼睛跟嘴巴。男人往房间里看了一眼，像是在找人。很快他便发现了王云霞，然后直接走过去，像是拎小鸡似的，一把将王云霞拎了起来。不要，不要，求求你放过我，求求你放过我！王云霞呐喊着，嘶喊着想要让男人放过她。然而任凭他怎么喊，都只是徒劳。对男人来说，他就像是一只猎物，而男人就是猎人。一个猎人怎么会在乎猎物的嚎叫？任凭猎物怎么叫，猎人都不会理会。男人拎着王云霞出了门，房间门重新被关上。之前跟王云霞说话的女人眼里露出一抹同情，同时又露出了一抹庆幸。同情自然是因为她知道被男人带出去会遭遇什么，那些男人根本就不会将他们这些女人当成人。庆幸则是因为她不用去遭遇那些。山城别墅中，苏晨手机响了起来，手机铃声是柳如月最新发布的古风歌曲。队长，出事儿了！手机中小队的文职员工杨雪声音传了出来。出什么事儿了？队长，咱们山城最近失踪了10几个女人，有一处监控拍到了作案人。咱们的第一个任务是要调查这件事，对吧？你先将视频发到我手机上。通话结束，很快苏晨微信上就发过来一个视频，伸手点开，将视频播放。视频画面顿时出现在苏晨眼前。视频画面很远，有些模糊，拍摄的不是很清楚。通过画面能明白这是夜晚。画面中忽然出现一个全身穿着黑衣的人，此人背后背着2把刀。下一刻，黑衣人消失，直接出现在一个女人面前。接着女人跟黑衣人一同消失。这是忍术，樱花国的人来大夏了吗？有意思。苏晨小声呢喃。他前世好歹是经历过大风大浪之人，各个国家降临现实的游戏他都有所了解。以他的见识，一眼就看出视频中人的职业就是樱花国的忍者。苏晨盘腿端坐在柔软的大床上，庞大的神识以别墅为中心，向着周围360度散发而出。1公里、5公里、10公里、20公里、50公里。当神识扩散出去50公里后，苏晨嘴角微微勾起一抹弧度。他找到了。郊外某处别墅中，正在商议的3人中，一名男子忽然有些心悸地看了一眼天空。岛田君，怎么了？刚刚我忽然产生了一种心悸感，仿佛被什么恐怖的东西窥视。这怎么可能？难道大夏拥有什么恐怖存在吗？这不现实，我觉得岛田君你产生错觉。岛田犹豫一番，随后点头，也许是吧，现在又没有那种感觉了。而苏晨这边，方才在他的神识中感知到了一处地方，这处地方在山城郊区，乃是一处别墅。别墅还建有地下室，在一处房间中关押着10几个女人。苏晨脸色有些淡漠，眸中闪过一抹厉色。那些女人的状态，他已经用神识感知到了，麻木、空洞、呆滞，仿佛已经成为了一根木头般，看不出任何情绪。显然是被那些樱花国人折磨的麻木了。苏晨直接叫上了胖子，还有莫青青前往几个樱花国忍者所在地。他御空而行，带着胖子跟莫青青以一个极快的速度消失在天际。郊区别墅地下室，山本又从地下室里抓出一个女人，回到了上面房间中。女人正是才被抓来的王云霞。她刚刚被抓来，还没变得麻木，比之前抓来的那些女人好了不知多少倍。之前那些被抓来的女人早已经变得麻木，跟一根木头似的，没有任何滋味。王云霞被扔到床上，她眼睛里都是恐惧。她还记得上一次她被折磨得有多惨。这些樱花国人不知道哪儿来的那么多精力，好几个小时都不知疲倦。而且其中一个樱花国人还有些变态般的嗜好，他的身体被折磨得伤痕累累。第184章岛田族。那种折磨简直让人太难以忍受了。就在昨天，他们房间中的一个姐妹出去后就再也没回来过，想必是已经遇害了。也许不久之后自己也将跟那个姐妹一样。想到这些，王云霞那双眸中愈发恐惧，身体止不住地颤抖着，看着逐渐逼近戴着狗头面具的男人，她没有丝毫办法，内心甚至生不起一丝反抗念头，因为她明白，一旦她反抗，那么迎接她的必将是更为变态的惩罚，更甚者，她还会因此丢掉小命。可是哪怕经历了各种凌辱，她依旧不想死，她想活。她本身就是外围女，做的工作就是那方面的，对那方面她的接受能力要比房间中的其他姐妹强得多。因此整个房间中的女子中，她也是求生意志最强的几个人之一。
他渴望着能够有官方人员过来营救，只是他内心有时候又在想，自己真的还能坚持等到营救的那一天吗？此刻，头戴狗头面具的男人已经来到王云霞身边，他一把扯掉了王云霞身上所剩不多的布料。啊！王云霞惊呼出声，男人嘴角勾起一抹邪笑，他就喜欢听见这些女人惊恐的尖叫，越是叫得大声，他就越发兴奋。这个女人很不错，比那些木头人强多了。蒲扇般的大巴掌一下又一下拍在女人身上，房间中满是男人哈哈大笑声以及女人的痛呼声。下一刻，房间的窗户外3道身影出现，这3人正是山城特殊小队成员，也就是苏晨、胖子以及莫青青。苏晨用神念探查到这里之后，便立马跟小队的其他2人赶到了这里。此刻3人在玻璃窗外看到了房间内发生的事。作为女生的莫青青攥紧拳头，队长，这樱花国人真是混蛋。胖子也是满脸愤怒，苏晨沉默，眸中也浮现一抹怒意。樱花国的这些人居然在大夏做出这种事，真以为大夏还是过去那个大夏吗？苏晨等人并没有刻意收敛气息，很快房间中的山本已就觉察到了玻璃窗户外的异样，他转头看去，目光落到苏晨3人身上，眸中满是阴翳。支那人，你们是来找死的吗？他用着蹩脚的大夏国语说着，脸上满是平静，即使出现了3个人，他也丝毫不惊慌。作为樱花国的高手，他的内心极为自信。他们樱花国降临现实的游戏中拥有各种职业，其中忍者最多，而他正是忍者中的高手，能够过来大夏执行任务，他也是万里挑一般的存在，属于高手中的高手。房间中的王云霞也注意到了异常，看到窗外悬浮的3人，王云霞顿时兴奋起来。修仙者，竟然是修仙者，这是他们大夏的修仙者，这些修仙者一定是过来拯救他们的。救我，救救我！王云霞顿时激动大喊出来。八嘎！山本听见女人的呼喊声，一巴掌抽过去。下一秒，玻璃窗破碎，胖子直接出现在山本身前，一只手挡住了山本落下的大巴掌。响起的玻璃破碎声也吸引了别墅中另外2名樱花国人注意力。下一刻，2名身穿黑衣的忍者出现在房间中，站在山本身边。胖子将王云霞用床单包裹，扔给了莫青青。几个樱花国人并未阻止。此刻那个女人接住王云霞，刚好腾不出手，这样他们还能少面对一个对手。3v2，很不错。几个樱花国忍者心里都在冷笑，这些支那人还真是蠢，这个剑拔弩张的时刻，居然还有闲心去照顾那个女人，简直愚蠢至极。山本目光冷厉地盯着苏晨等人，敢找来这里，简直找死。八嘎，小白脸还敢浮在空中，老子将你给打下来！岛田冷哼一声，这个家伙居然敢长这么帅，他定要将这个混蛋打下来，然后打断双腿，折磨致死，就像曾经樱花国入侵大夏时那样对待战俘那般。而且经过这次游戏降临现实，他们樱花国实力大增，这次来探查大夏国实力，如果大夏实力不如他们樱花国，那么他们就将灭掉大夏，占领这片地理位置优越的土地。岛田拔出身后双刀，一跃而起，朝着窗外漂浮着的苏晨而去。双刀带着一往无前的气势，刀锋朝着苏晨劈下，刀身寒光凛凛，2抹巨大刀芒浮现，这是他在游戏中学习到的刀法。刀身劈砍而出，能催发凛冽刀气，就算是游戏中的一些妖兽，在这样的刀气下，很多都能直接被劈成2半，更别提这个小白脸了。队长小心！莫青青惊呼一声。胖子倒是不以为意，他可是知道苏晨的实力的，那实力可是天花板级别，他相信几个樱花国人不可能是苏晨的对手。然而苏晨却是伏在原地一动没动，他这模样就仿佛是被吓傻了，连躲避都忘记了。几个樱花国人脸上露出讥讽之色，果然是个垃圾，居然被吓得躲都不知道躲了。然而很快他们脸上那讥讽的笑意便消失了，只见苏晨周身浮现一抹透明的罩子，宛如一个水球将苏晨笼罩其中。岛田的刀身落下，劈砍在透明罩子上，罩子纹丝不动，就连波动都没有波动一下。岛田顿时瞪大了眼睛，惊呼：这怎么可能？山本跟武田也是张大了嘴巴，一脸不可置信。岛田的实力他们是知道的，在他们3人中可以说实力仅次于山本，可是岛田使出全力的一刀，竟然连对方的防御都没破开。这个支那人这么强的吗？莫青青见苏晨没事，心里松了口气，队长竟然如此厉害。胖子则是一脸早知道如此的表情。几个小日子过得不错的樱花国人，怎么可能是苏晨的对手？要知道他兄弟苏晨在游戏里可是有着苏神的称呼的。岛田见一击没有劈开苏晨防御，立马又再次出刀。这次苏晨动了，
他屈指一弹，一道灵力顿时从指间弹射而出。岛田大惊，他挥刀抵挡，然而徒劳。这一指仿佛带着毁灭性的力量，直接贯穿刀身，刀身破碎，接着继续朝前洞穿岛田的头颅。岛田带着不甘倒在地上，额头上一个子弹大的血洞，往外冒着累累鲜血。第185章仲夏禁止。岛田君！山本跟武田两人惊呼，看着岛田额头上的血洞，他们内心涌起一股无法言喻的恐惧。强！这个家伙未免也太强了，怎么会这么强？仅仅一指随意点出，就崩碎了岛田特制的高强度刀身，并且还仿佛没有受到丝毫影响一般，将岛田额头洞穿。这是怎样的实力？要知道，他们的实力也就跟岛田相差不大，岛田都能如此轻易被杀死，他们岂能抵挡？两人心中都是一惊。如果跟苏晨对上，他们恐怕下场也不会好太多，必须从其他地方突破。山本重新拿上了武器，他跟武田两人对视一眼，仿佛看懂了彼此内心的想法，两人朝着胖子攻去。这个胖子看起来就比较弱，如果将胖子拿下作为人质，也许他们还能有逃脱的可能。两人持刀朝着胖子手臂劈去，想要先卸掉这个胖子的手臂。下一秒，砰！金属撞击声传出，只见胖子身上浮现出一层淡淡金光，这层金光笼罩在身体表面，刀身劈在上面，就仿佛劈砍在了坚不可摧的盾牌上。山本跟武田只感觉虎口一阵发麻，差一点手中的刀都拿不稳。这层金光是什么玩意儿？两人眸中再次闪过惊恐之色。他们本以为胖子是个软柿子，可没想到这个胖子居然也这么厉害，真是日了狗了。难道他们今天真的要交代在这里？胖子嘿嘿一笑，以为小爷我是软柿子是吧？如果是，那你可就大错特错了。他虽然实力是远远比不上苏晨，可跟着苏晨刷本这么久，实力在游戏中也算是拔尖那一批。区区几个樱花国人还奈何不了他。刚刚他施展的正是在游戏中学到的金光咒。游戏反馈玩家修为到现实中后，这些在游戏中学到的技能他都能在现实中使用。两个樱花国人脸上无比难看。你们究竟是什么人？这么强大的实力还跑来管他们的事儿，这明显不是普通人。毕竟普通人谁吃多了会去管闲事儿。对于两个樱花国人的反应，胖子很满意。你们听好了，我们乃是大夏守护者，敢来我大夏闹事，那就要做好领盒饭的觉悟。大夏守护者也就是他们这个特殊部门人物称号，所有加入特殊部门维护国家秩序安全的修仙者都是大夏守护者。大夏守护者，官方的人。山本跟武田都明白过来，原来出现在这里的三人是大夏官方的人，看来是他们抓大夏的女人引起了官方注意。此刻两人都有些后悔，早知道他们就悄悄地调查大夏情况好了，可他们却精虫上脑，非要玩什么女人，引起大夏官方关注，并且追查到这里来。两人悔的肠子都青了，可世界上没有后悔药，他们知道他们完了。这时候苏晨开口了，说出你们到大夏来的目的，或许我可以考虑放你们一马。队长，臣子。莫青青跟胖子同时开口，一脸不解地看着苏晨。他们不明白队长为什么要这么做。这两个可是樱花国人，而且还是做出那种天理难容之事的樱花国人，这种人死100次都不为过。队长为何还说要放过他们？苏晨轻轻伸出手制止两人还想说出的话。莫青青跟胖子见此也不再多说，也许队长有他自己的打算。山本跟武田两人闻言顿时宛如看见了希望一般。真的？我们只要说出来大夏的目的，你们真的能放过我们？苏晨淡淡点头，我从不骗人，而且你们不是也没有别的选择了，不是吗？两人沉默。这个大夏男子说的没错，他们确实已经没有别的选择。这三个大夏国人太强大了，他们根本无法对抗，那是实力上的碾压，上方压根就不在一个层次，反抗只会死得更快。好，我们说。犹豫了片刻后，两人交换一个眼神后，便决定如实说出真相。他们不想死，在生死面前说出来大夏的目的又算得了什么？况且他们一定要将消息带回去。大夏很强，是不可招惹的存在，里面的守护者实力也是无比强大。他们要回去禀告天皇陛下，万万不可单独招惹大夏。想要针对大夏，或许只有联合米国、英将这些西方国家。毕竟这些国家对如今冉冉崛起的大夏也十分忌惮，他们同样不希望大夏崛起。敌人的敌人，那就是朋友。霎时间，两名樱花国人已经在脑海中思考了很多。那就快说。苏晨已经没了耐心，其实他完全可以通过搜魂来知晓这些樱花国的目的。
可是如果搜魂，这两个樱花国人就会变成白痴，这样可不好。他还需要这两人回去给樱花国一个震慑。好，我们这就说，我们来大夏的目的是探查大夏的实力。每个国家都有游戏反馈玩家实力到现实中的情况，我们就是过来探查大夏那些玩家实力的。苏晨其实已经大致猜到了他们的目的。樱花国这是对大夏贼心不死。多年前，樱花国就曾进攻过大夏，在大夏的国土上烧杀抢掠，无恶不作。后来大夏的先辈们用多年时间以无上意志跟樱花对抗，才最终赢得战争胜利。那一场长达多年的抗战，大夏死了无数先辈，可以说是那些先辈用自己的热血跟无上意志击败了樱花国。现在各国游戏降临现实，樱花国便以为他们又行了，所以过来打探大夏实力。如果大夏实力弱，那么毫无疑问，大夏又将遭受樱花的进攻。打仗是为了什么？当然是为了掠夺资源。那个大人，该说的我们已经说了，我们可以走了吗？山本弱弱地问道。苏晨淡漠地看了他们一眼，你们滚吧。这一眼，他便已经用强大的神识在两人体内种下了禁制。他只需一个念头，便能让两个樱花国人爆体而亡。作为仙级强者，他的手段自不是这两个垃圾樱花国忍者能察觉的。是，我们这就滚。两人连忙施展忍术消失在原地，生怕慢了一步，苏晨就会要了他们的小命。等到两人消失，胖子跟莫青青立马问道：队长，你就这么放过他们了？第186章，他们究竟是什么人？两人都觉得苏晨不可能就这么放过那两个樱花国忍者，毕竟那两人可是做出了那种天怒人怨之事。可是他们看见的却是苏晨确实放那两个忍者离开了，这让他们感觉有些不可思议。队长，怎么能就这么放过那两个樱花国忍者呢？放心，犯下如此罪行，他们俩必死。说到这里，苏晨嘴角勾起一抹笑。刚刚我已经给他们下了禁制，等他们回到樱花国传完话，他们就会立即死去。胖子跟莫青青闻言，心中俱是一惊。队长什么时候给那两人下禁制了？他们怎么什么都没看见？就看见有个樱花国忍者攻击队长，连队长的灵力护罩都打不破，然后就被队长秒了。可队长明明没有对另外两人动手啊，那又是什么时候下的禁制？难道是他们不知不觉间就给那二人下禁制了？他们什么都没发现，就给那二人下了能操控生死的禁制，队长未免也太强了。莫青青看向苏晨的目光里愈发敬畏，胖子则只是惊叹了一下，没有太过在意。兄弟这么强，他早就见怪不怪，已经免疫了。好了，咱们去将那些被抓来的女人救出来。苏晨吩咐一声。好的，队长。莫青青跟胖子两人连忙在别墅里找了起来。队长，这里有个通道口。将一块木板掀起来后，他们发现了通往地下的入口。这别墅也不知道是什么人修建的，居然还专门修建了地下室。三人没有过多犹豫，直接就沿着通道进入了地下。至于之前救出来的王云霞，则是在上面等着他们出来。胖子一脚将一个房间的房门踹开，顿时就发现了里面关着的女人。陈子，他们在这儿。几人朝房间看去，仿佛是因为踹门发出的巨大声响，将房间里的女人给吓到了。此刻有几个蜷缩着身子，瑟瑟发抖。这几个是才被抓来这里没多久的女人，其他更多的女人则是一点反应也没有。就算有人踹门发出巨大声响，他们的表情依旧麻木漠然，就像是一根没有感情的木头。这些该死的樱花国混蛋！胖子愤怒地攥紧拳头。莫青青看着这些女人，一脸同情。作为女人，显然她对这些女人的遭遇更能感同身受。苏晨之前就已经通过神识知晓了这里的情况，所以此刻比较平静。被关的女人中有一个女人状态比其他人好很多，她就是之前主动跟王云霞搭话的女人。看着忽然将门踹开站在门口的三人，她感觉这些人是好人，因为她刚刚听见了这些人说的是夏国语。是同胞。女人连忙怯生生开口，请问你们是来救我们的吗？莫青青点头，是的，我们是来救你们的。可是那几个樱花国人，放心，那几个樱花国人已经被我们解决了，你们不用怕了。啊，太好了，太好了！女人直接流出眼泪来。就连那些麻木的女人听见那几个畜生被解决了，眼里也都重新有了神采，眼角默默流下2行清泪。好了，先将他们带出去，然后通知当地警方过来处理后续事情。好的，队长。莫青青过去搀扶几人，接着将这些女人带了出去。陈子，报警电话我已经打了，最近的派出所正在往这里赶来。好。苏晨点点头，
随后在别墅里等待。山城，距离苏晨所在别墅最近的警局，此刻警员们十分迅速地上车出警。王队，这是什么紧急任务吗？咱们出警这么着急？警员小刘好奇问。他甚至在想，是不是发生什么大的案件了？平时他们就没过出警这么赶的，从接到电话到警车出动，全程也就不到10分钟，这是多么快的速度！要不是什么大案子，都说不过去。问那么多干什么？咱们先过去就行了。小刘撇撇嘴，不再多说。很快，车子来到郊区的一栋别墅前停下，王队连忙带着队员走了进去。接着，他们就看到了别墅门口3名穿着黑色风衣的人，2男1女，夜风吹得他们的风衣微微晃动，看起来极为飒爽。黑色风衣就是特殊小队成员的服装，这是上面统一定制，象征特殊成员身份的服装。王队连忙来到几人面前，恭敬道：“山城区第5大队队长王聪，见过几位大人。这些人可是能飞天遁地的修仙者，而且权力惊人。在这个特殊时代，特殊小队管辖的区域，他们就是最大的存在，就连所谓的省长都不能与之相比。在这个混乱的时代，上面赋予了特殊小队极大的权力，根本不是他这个警察队长能相比的。”王队身后，警员小刘一脸愕然，其余警员同样如此。眼前这几个身穿风衣的人，虽然气质不凡，可看起来都很年轻，但队长居然对这几个年轻人如此恭敬，还称呼其为大人。这个称呼在这个现代化社会未免太过怪异。他们都好奇，这3人究竟是什么人？苏晨轻轻点头，别墅中有10几个女人，你们负责将他们带回去，将他们的心理问题治好后，挨个送回家。好的，大人。胖子，青青，咱们走。在众警员的目光中，夜风吹起风衣的衣摆，3抹身穿黑色风衣的身影逐渐跟夜色融为一体，直到再也看不见之后，众人才去将别墅中的女人带上车。王队，他们究竟是什么人？小刘再次询问。其他警员也是一脸好奇地等待王队的回答。王队这次回答了他的问题，他的脸上带着一抹尊敬。他们是特殊部门，我们称他们为大夏守护者，他们每一个都是能飞天遁的仙人。修仙者频频作案，秩序崩坏，需要他们来维护。咱们整个山城都归他们管辖，在山城，市长都要听他们的。众人闻言，顿时倒吸一口凉气。第187章，这是大夏的威胁。随后纷纷敬佩地望着苏晨等人离开的方向。尽管3名守护者已经离开了，他们也根本看不见守护者的身影。可是，他们依旧盯着几人离去的方向，目光中满是崇敬。那些人可是大夏守护者，当大夏遭遇危机，这些人就是冲在最前线之人，是大夏那批负重前行之人。这些人都值得他们敬重。与此同时，2道身影已经站在海边，2人脸上俱是惊恐之色。他们2人正是那2名应樱花国人。亚麻爹，太可怕了，太可怕了！那几个大夏国人究竟是什么人？他们太强大了。是啊，太强了。难道说大夏的实力竟然如此强大，随随便便几个人都能轻易斩杀我等？还好咱们没直接跟大夏起冲突，大夏简直强得离谱。是啊，咱们一定要回去将大夏的真实实力告诉天皇陛下。山本从怀里拿出一只折叠扁平的千纸鹤，轻轻拉了拉千纸鹤翅膀，将千纸鹤拉成了立体造型，随后往天空一抛，立！一声清脆的鹤唳声响起，只见原本被山本抛向天空的纸鹤竟然迎风而长，瞬间化作数丈大小的真实形态仙鹤。再次看见它，还是让我感觉惊奇。安培先生的阴阳术着实千变万化，让人震惊。武田看着仙鹤感叹，山本十分赞同的点头。阴阳师的手段自然是我等无法想象的，他们本就以术法闻名。咱们赶紧回去。好，2人一跃而起，直接坐在千纸鹤化作的仙鹤背上，朝着海平面飞去。仙鹤速度很快，几人的身影没多久就消失在海平线上。几小时之后，樱花国东城，一只巨大仙鹤从天空落下，降落在四合院中。山本跟武田2人从仙鹤身上跳下，随后仙鹤再次发作普通千纸鹤，被山本收进怀中。2人连忙朝着大厅走去。很快，2人来到一名身穿白色和服、头戴高帽的男子身前。男子五官深邃立体，剑眉星目，非常有气质。拜见安培大人。山本跟武田2人2名冲和服男子行礼。安培晴川，一名十分强大的阴阳师，他是樱花国最强大之人，同时也是樱花国天皇的贴身护卫。其身份在樱花国地位崇高，类似大夏古代的国师，可谓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和服男子淡淡点头，你2人行色匆匆，可是有要事禀报？山本跟武田点头，我2人有大夏国的重要情报，要禀报天皇陛下，还请安培先生通报。
安培晴川淡淡点头，只见他嘴唇轻动，在身旁的山本跟武田两人根本没听见任何声音。而房间中，一名模样威武的中年男子却听见了安培晴川的声音：“天皇陛下，山本跟武田二人有事禀告。”房间中的中年男人开口，让他们到客厅见我。中年男人没有传音的本事，不过他说的话却被安培晴川完整的听见了。天皇陛下叫你二人去客厅等他，你二人跟我来。好的，安培大人。在安培晴川带领下，山本跟武田两人来到客厅。天皇还未过来，二人等了一会儿。屋外传来脚步声，很快一个威严的中年男人走进客厅。山本跟武田连忙冲着门口躬身行礼，拜见天皇陛下。中年男人应了一声，走进客厅，在椅子上坐了下来。他看向山本跟武田，见到只有这二人，他眉头轻蹙：“怎么只有你们两人？”天皇陛下，岛田君已经牺牲了。中年男人闻言，脸上没有过多表情，依旧很平静。怎么回事？他淡淡开口：“回禀陛下，是大夏官方的人，是那些可恶的大夏人杀了岛田君。”此刻他们似乎已经全然忘记了之前他们在大夏干的事，或者说他们没有忘记。他们心里觉得他们在大夏的所作所为就是应该的，而大夏杀了他们的人就是罪大恶极，一手双标，可谓是玩得贼溜。天皇淡漠地睨了一眼二人，他对岛田的死根本就不在意。废物而已，死了也就死了。我让你们打探大夏实力，你们打探到了吗？二人连忙如小鸡啄米般点头。哦，天皇陛下，我们已经打探到了。大夏实力非常强，他们随便出来的几个人都有强大实力，一击就将岛田击杀。山本恭敬诉说：“是的，他们还能飞天遁地，跟阴阳师大人差不多。大夏咱们不可力敌，必须联合其他国家一起方能图之。”武田也补充道。天皇平静的表情终于出现波动，眉头紧凝，他没想到大夏实力居然这么强，当然也不排除这二人有夸大的嫌疑。既然大夏实力这么强，你二人又是如何逃走的？天皇望向山本跟武田，目光带着审视。很快他便知道了这二人为何能逃走。只见两人连忙开口：“我们……”话还没说完，砰砰两声巨响。陛下小心！安培晴川瞬间施展阴阳术，弄出一个护罩，将他跟天皇两人笼罩。山本跟武田则是已经炸成了两团血雾，所幸安培晴川施展阴阳术，才没让血雾污染两人衣服。八嘎！天皇怒喝一声，他现在总算是明白为什么大夏会放这两个废物回来。这是威慑，赤裸裸的威慑，是大夏在警告他们，大夏不是好惹的。天皇陛下，接下来咱们怎么做？天皇脸色阴晴不定，先联系米国、大英国，咱们跟他们一起商量对抗大夏。好的，天皇陛下。当天，樱花国、米国、大英国等几个国家联合召开了网络会议，而会议内容则是商讨如何对待大夏。经过一番讨论过后，各国还是表示先试探，至少要弄明白大夏的实力。如果大夏实力弱，那就将大夏打掉，瓜分大夏的资源；若是大夏实力强大，不可招惹，那就暂时维持表面平静。第188章回老家过年。当天，世界各国都派出了自己的情报员前往大夏打探情报，他们要知道大夏现在的真实实力。接下来的日子，大夏出现了很多神神秘秘专门打探大夏修仙者事情的外国人。接下来的日子，大夏的新闻媒体也开始发布有关国外游戏玩家的消息。京都、人民东路、金县一绿巨人变身时踩死我国一名看热闹民众。魔都出现一名吸血鬼。杭城、金县一名狼人。月城，一名内裤外穿的超人从天空飞过，被卫星拍下。申城，一名外国男子化身闪电，速度极快。苏晨闲来无事，点开那篇经都绿巨人百变身踩死看热闹群众的新闻，仔细看了看死者名字，正是他大学同学，之前那位他曾警告过的同学。没想到我都已经警告过他了，他还是不了前世后尘。苏晨摇头，微微一叹，那个同学跟他关系并不怎么好，他能开口提醒已经是仁至义尽，毕竟不是他的重要人，提醒一下已经够意思了。对方不听劝，还非要去看热闹，死了也怨不了他。学会尊重他人命运，少背他人因果。苏晨又看了看其他有关报道，最近这段时间明显国外的游戏玩家增多了，什么超人、绿巨人、狼人、闪电人之类的，都是国外那些游戏诞生出来的职业。那些玩家玩游戏时选择了这些方面的超能力，当游戏反馈现实后，他们在现实中也就成为了超能力者。苏晨心念一动，将神识扩散出去，笼罩整个夏国。很快便明白了，
最近大夏来了不少国外能力者，其中很多人还是为了打探大夏实力而来。苏晨也没去关注这些，那些在大夏作乱的超能力者很快就被大夏的特殊部门给收拾了。至于那些没作乱，只是打探大夏实力的，那就让他们打探好了。知晓大夏的实力后，那些人才不敢嚣张。要知道，大夏国的人口可谓是众多，玩游戏的也多，所以基本上综合实力是要高出其他国家的。知晓了大夏实力，那其他国家想要动大夏，那就得掂量掂了。苏晨很是悠闲的当着他得队长，碰到有什么修仙者呀、超能力者、作乱之类的，就去将那些人打掉。很快的，山城就安定了下来。无论是本国的修仙者，还是国外的超能力者们，都知道山城有高手坐镇，都不敢再明目张胆的作乱。整个山城又恢复了和平。苏晨一边工作，一边等待游戏后面阶段的到来。接下来，游戏会反馈给玩家装备，也就是玩家在游戏里拥有的武器、服装，甚至是收服或者购买的灵宠，都将反馈到现实。再然后，现实跟游戏世界将出现空间节点，就是游戏内的各种妖兽、各种副本 BOSS 也都将一一通过空间节点出现在现实中。届时，整个世界都会大乱。夏国游戏中的妖魔出现到现实，其他国家同样如此。他们玩的游戏中那些怪兽亦会通过空间节点降临现实。到那时，人类将会面临最大的威胁。那些副本中的有些怪物没有丝毫理智可言，他们跟人类仿佛是天生的天敌一般，而且拥有最原始的野性，无法沟通。人类面对他们，唯一能做的就是对抗，不是你死，就是我亡。前世，妖魔 BOSS 一方强势，人类方处于劣势，有很多城市都沦陷了。最后官方在各个城市成立了避难所，并派修仙者保护避难所，这才让人类有了喘息之地。最后，游戏世界中的地图也将通过空间节点连接，人类可以通过那些空间节点进入到游戏世界地图中，从游戏世界中带出里面的灵药、矿石等等宝贝。在安稳平和中，时间很快过去了2个月，春节快到了。苏晨看了看时间，他明白这将是最后一个平和的春节了。下一个春节到来前，整个世界就会一片混乱，各种游戏世界的妖魔 BOSS 入侵现实，大地一片狼藉，大批城市支离破碎，被妖魔 BOSS 攻陷。苏晨的工作很闲，最近又比较太平，所以还没到除夕，苏晨就已经给部门所有人放了假。当然了，如果有什么事情发生，还是会将随时出任务的。苏晨家别墅，叔叔婶婶，咱们家今年在哪儿过年？苏晨笑着问。婶婶一脸笑意，过年啊，当然还是回咱们老家过比较好，城里过年都没什么年味儿。是啊，虽然城里是方便吧，可我还是想念我的老房子。那老房子可是你爷爷还在的时候修建的了，那石头都是我跟你爷爷去一块一块背回来的。叔叔也是笑着感慨了起来，老家那房子那可是他跟老爷子慢慢修起来的，承载了太多记忆跟感情。好，那咱们今年过年就回老家去过。苏晨笑着回道，他也是在那个地方长大的，直到在山城买了房子才搬出来的。那栋石墙瓦片房承载了他整个青春，更承载了叔叔婶婶大半辈子，是有很深感情的。那咱们得赶紧订车票啊，过年车票可紧张了，不提前订票根本就订不到的。叔叔连忙说道，提起回老家过年，他就显得十分有激情。婶婶也连忙点头，哎呦，确实，橙子，你赶紧订票，晚了可就买不到票了。苏晨无奈地笑了笑，叔叔婶婶，你们忘记了，咱们都买车了，又不远，开车回去就行了。而且你们忘记你们侄子是修仙者了吗？直接飞回去就行了。想回去办法多了去了，不用考虑票的事儿。叔叔婶婶这明显是忙糊涂了，还是以前的思想，觉得过年了得提前买票啥的。叔叔婶婶听见苏晨这话，俱是一愣，旋即两人都笑了起来，还真是都忘记这些了。叔叔婶婶，今年咱们换个回去的方式，我带你们飞回去。第189章，回到老家。啊，飞回去？苏大福有些懵，小陈可是修仙者，飞回去也不算什么。婶婶想起苏晨的身份，这般说道。苏大福闻言恍然，对啊，咱家就有一个能飞天遁地的修仙者，还买啥火车票？走走走，赶紧去收拾东西，让小陈带我们回去。二老连忙去收拾东西。这段时间他们的书店生意也不错，赚了些钱，也就使得他们有了些底气。要是以往过年，他们可不喜欢。过年的时候，家里那些亲戚基本上都会回去上坟，这也是当地的一种习俗。很多人清明节可以不上坟，但春节期间再怎么也要回去烧烧纸。往些年，他们家还在村里老家，过年的时候
家里那些亲戚就会回来，开着车之类的，衣着光鲜亮丽，可以用衣锦还乡来形容。这些亲戚过来一回到老家，就喜欢找寻存在感。整个苏家也就自己一家人最穷，在家里种地赚不到什么钱，也就成了亲戚们嘲讽的对象。那些亲戚仿佛高高在上的领导一般，对他们家训话，处处想摆他们的车、房、孩子的工作之类的。不过今年那就不一样了，家里住上了大别墅，家里的书店也挺赚钱，小陈的工作也好，特殊部门铁饭碗那是有编制的工作。今年总算轮到自己家扬眉吐气了。很快夫妻俩就收拾好了东西，咱们要不要在城里买些年货回去？老家的小镇上可没城里物品丰富。婶婶提议道。苏晨点点头，行，叔叔婶婶，你们开车去采买吧，多买些，走亲戚的时候需要带礼品。苏大福点点头，说的是，对了，小陈，过年回家没车会不会不太方便啊？那将车一起带回去。苏大福愣住了，车咋带回去？放心，我有办法就是了。那好吧。苏大福跟张淑华夫妻俩去了车库开车。这段时间苏大福学会了驾照，不过因为他文化程度不高，学驾照学了3个多月才学会，后面又经过很长一段时间才敢开车上路。老两口兜里有钱了，进入超市就是各种买。当然了，平时他们还是很节俭的，现在过年嘛，也就大方一点，而且还要走亲戚，那肯定的多买点。一番采购花了2个小时，车子后备箱以及后排空间都被塞得满满的。小陈啊，这能带走吗？张淑华有些尴尬地问。他们想着今年过年要好好风光一下，所以买的东西很齐全。放心，没问题。东西都买齐了吗？苏大福摇摇头，还有烟花没买，城里面不准放烟花，所以没有烟花卖。在乡下，过年放烟花那是一件很奢侈的事，毕竟烟花一箱就要好几百，在乡下很多人看来，这放的不是烟花，放的是钱。不过心里对那些放烟花的人家还是非常羡慕的，谁家放烟花，那就意味着家里有钱，后人赚钱了。那回到镇上再买烟花就是了，又不是什么大事。苏晨不以为然地说道。如果没别的事情，那咱们就准备回去了。张淑华摇摇头，没别的事了，咱们回吧。苏晨点点头，单手朝着路虎车子一挥，便看见车子瞬间变小，然后钻入了苏晨衣袖中。这是袖中乾坤，苏晨之前从清虚道长那里学来的一个小法术，他会的法术非常多，可以说很多都很实用。叔叔跟婶婶看见这一幕，惊讶地张大了嘴巴，半天合不上。这也太神奇了。苏大福赞叹一句，张淑华也十分赞同的点头，这世道真是越来越神奇了。咱们走。苏晨再次挥手，3人脚下顿时升起一股灵力，像是一层无形的透明墙壁出现在几人脚下，接着灵力还将几人包裹，朝着天际飞去。苏晨很是贴心的，没有立即加速，而是用一个非常慢的速度飞，好让叔叔婶婶好好感受一下飞翔的感觉。如果飞得太快，凭叔叔婶婶的凡人眼力根本什么都看不清。夫妻俩脸上满是欣喜的表情，他们怔怔地看着下面的世界。没想到有一天我还能在天上飞。苏大福感叹一句。是啊，这种感觉也太奇妙了。张淑华也是感叹，平凡了一辈子，种了大半辈子的地，谁能想到有一天还能飞上天？他们可是连飞机都没坐过。叔叔婶婶，我准备加速了。好。苏晨的速度快速增加，很快苏大福跟张淑华夫妻俩就发现他们无法看清下面以及周围景象，周围都是模糊一片，就仿佛在一条时空隧道中穿梭。等到了镇上，苏晨找了个偏僻公路上将车子放了出来，几人开着车进了小镇。接着又是一通采买，这次买了好几箱烟花，苏晨也挑选了很多过年玩的那种烟花小玩具。接着一行人开着车往老家方向开去。过年回家的人很多，路上车辆密密麻麻，乡间公路又窄，很快就堵了车。苏晨再次将车子收了起来，然后带着叔叔婶婶飞了回去。苏晨自然知道叔叔婶婶想开车回去，想好好嘚瑟一下，让以前那些看不起他们家的人好好看看他们家现在也好起来了。因此在快进村的时候，苏晨才将车子放了出来。一行人开着车回去，车子开到老家房前的水泥坝子上停下，旁边的一栋2层小楼里，一名老太太探头探脑地走了出来，一直打量着苏晨他们的车子，接着便看见苏晨一家从车上走了下来。老太太眸光缩了缩，本来想赶紧回屋里去，结果张淑华却看到了她。老太太也不好意思走开，脸上挤出一个笑容。那个张大妹子，你们回来了。老太太仔细看了看坝子里停着的车，虽然她不认识这是什么牌子，
但这车看着很大气，比他家那些后辈的车要好。第190章，邻居老太羡慕不已。想到这些，老太太心里就升起一丝不舒服，因为苏家的车比他们家的好，这让她有种被对方比了下去的感觉。再加上张淑华经过这段时间的休养，看起来越发年轻，身上原本那些村妇气质也完全消失不见了。如果不说她是村里出来的，恐怕都不会有人会认为她大半辈子都在田地里面朝黄土背朝天。这顿时让老太太心里更加不舒服了。看见张淑华一家过得这么好，这简直比她丢了钱还难受。呵呵，大妹子，你在城里面过得咋样啊？要我说，城里待着没意思，还不如咱们这乡下呢。城里的房子就跟钢筋笼子似的，住在里面憋得慌，哪里像咱们乡下这么自由自在，想出去转转就出去转转。城里出去转走远了，都找不到路回家吧。老太太这般说着，她也曾去过城里儿子家，那可别提多憋屈了，她连出门都不敢，就怕走丢了。城里那些房子都一个像，根本就找不到方向。张淑华跟着老太太做了那么多年的邻居，对方想的什么，她自然是一清二楚。不会的，我们家是住的那种2、3层的房子，不是那种几10层高楼的房子。附近也有很大的公园在，想出去逛随时都可以的。闻言，老太太一脸不信，城里还有2、3层的房子？你可别骗我，我也是去过城里的，城里的房子全是高层，跟一个个笼子似的。张淑华只是笑笑，也没再多说房子的事。婶子，我先去搬东西去了，空了再聊。老太太点头，去吧去吧。话落，她也没离开，而是就这么站在原地，静静地看着张淑华一家搬东西。紧接着，她就看见张淑华一家搬出了一箱又一箱的东西，什么汤啊、牛奶啊、牛肉干啊之类的。甚至最后，她还看见苏大福跟苏晨2人从车里搬出一箱又一箱的烟花，她看得眼睛都直了。我滴个乖乖，这么多箱烟花，那得多少钱啊？要知道，这年头的烟花可是很贵的，一箱都是好几百。苏大福一家这起码搬出了10箱，这未免也太豪了吧！老太太看得眼睛都直了。直到苏大福一家将车上的东西搬完，老太太才瘪着嘴巴离开了。傍晚时分，老太太的儿子还有女儿等人回来了，她连忙出去迎接，想看看儿子女儿们带了什么东西回来。结果就看见儿子女儿们就带了些水果，还有些零食。等一家人吃饭的时候，老太太才问道：“儿子，城里面有那种2、3层的房子吗？”儿子点头：“当然有了。”“那种房子值钱吗？”这时候他女儿开口了：“当然值钱了，城里那种2、3层的房子叫做别墅，那可贵了，就山城房价还算便宜的，那样一套房都要7、800万，好一点的上千万。”老太太闻言瞪大了眼睛：“这么贵啊？”“当然了，别墅肯定贵。”老太太陷入沉默。就在这时，咻！砰！外面响起烟花冲天爆炸的声音，有人在放烟花，我们也出去看看吧。一家人走到外面，便看到那是隔壁家在放烟花。此刻只见苏大福、张淑华还有苏晨3人正站在坝子中，望着一箱点燃的烟花。一颗又一颗烟花弹飞到空中，紧接着炸开，分散成圆球形状。烟花炸开有黄、绿、红3种颜色，看起来漂亮极了。妈，隔壁苏哥一家是赚钱了，这都能放烟花了。老太太点点头，谁知道呢？不过确实应该赚钱了，他们一家都搬去城里住了。那车好像是一辆路虎。路虎是什么？那车多少钱？老太太问。可能2、300万吧。老太太瞪大眼睛，什么？这么贵？老太太在震惊，老太太的儿子李鹏则是在想着要过去交个好。对了妈，你知道苏家在城里做什么吗？老太太想了想，好像听说是苏晨那小子赚钱了，所以一家人就在城里买了房，搬去城里。苏晨不是今年还大4吗？就算毕业，也应该是才毕业不到1年，怎么可能赚那么多钱？又是豪车，又是房子的，那可不是一笔小数目。李鹏想着，就朝着苏大福一家走了过去。大福哥，抽烟。李鹏将烟拿出，递给苏大福一根。苏大福连忙摆手，戒了，戒了。李鹏笑笑，又递一根给苏晨。小陈，来抽一根。不了，我不会抽烟，谢谢了。苏晨态度很冷淡，他跟李鹏并不熟，因为在他很小的时候，李鹏就已经搬去城里了，并没有见过几面。李鹏有些尴尬的收回烟。那个大福哥，听说你们一家搬去城里住了？是的。那你们是在哪个区呢？我也在山城，以后说不定还能走动走动，毕竟咱们也是一个村的。我们在中区，我在南区，离得不远，以后可以走动走动，远亲不如近邻嘛。打探完苏家人所在区域后，李鹏又问起了别的。
大福哥，你们在城里做什么活计？苏晨给我跟你嫂子开了一家书店，现在我们两口子在经营书店。李鹏脑子思索起来，书店能赚多少钱？根本就不可能买豪车买房子吧。这也就是说，苏家的钱是苏晨赚来的。想到这里，他又连忙问，那小陈在做什么工作？哦，我家小陈啊，是铁饭碗，不过他们部门我就不能告诉你了，得保密。理解。谈话间，一箱烟花已经放完了，苏晨又回屋里搬来一箱，再次点燃，烟花再次在夜空中绽放。李鹏又旁敲侧击地询问了些问题，可却依旧没问出什么有用的东西，便有些意兴阑珊地回自己屋里去了。饭好了，这箱烟花放完，咱们就吃饭吧，剩下的明天再放，别一次放完了。第191章，邀请柳如月一起吃年夜饭。好。烟花放完之后，一家人坐在老屋客厅围成一桌。苏晨忽然想到柳若雪，他记得柳若雪是孤儿，从小在孤儿院长大的，过年对柳如月来说并不算一件多开心的事吧。想到这里，苏晨开口道，叔叔婶婶，我叫一下柳如月，问问她要不要到咱们家吃饭。婶婶顿时眼睛一亮，好啊，把柳姑娘叫上。对了，这么晚了，现在叫她大晚上的，她怎么过来？婶婶，她也是修仙者，不用担心的，真要来，一会儿就能到。苏晨拿出手机，直接给柳若雪拨了语音电话过去。山城别墅区，柳如约回到这里，她没有回孤儿院，毕竟已经长大了，大过年的就不要回去让院长妈妈忙活了。她基本上都是过了大年30才回去，给孤儿院的孩子带些礼物，看看他们。所以平时大年30她都是一个人过的，一个人有些冷清。她饭也不想做，就直接煮了碗鸡蛋面，反正一个人过年也不用吃得太复杂。柳如月刚想动筷子，忽然电话就响起来，她掏出手机一看来电人，顿时一双桃花眸子弯成月牙，竟然是苏晨给我打的电话。柳如月没有犹豫，快速接通。喂，苏晨。是我，你吃饭了吗？还没，做了碗面条，正准备吃。苏晨微微皱眉，大过年的就吃面条吗？方便吗？反正就我一个人吃，到我老家来一起过年吧，我婶婶叫你来吃年夜饭。柳如月犹豫了一下，这真的可以吗？大过年的去苏晨老家吃饭，这算什么？她又不是苏晨女朋友。想到苏晨女朋友这个身份，柳如月绝美容颜顿时染上绯红。这有什么不可以的？我婶婶都当你是自己人，快来吧，我把定位给你。通话结束，柳如月手机上收到一个定位，她连忙去换了衣服，穿上一件粉红色毛呢大衣，里面搭配一件黑色高领毛衣。她本就身高不错，175，穿上毛呢大衣更显身材修长。对着镜子照了照，柳如月十分满意。大过年的穿红色，喜庆，长辈应该喜欢这个颜色。将房门关上，走到别墅院子里，柳如月凭空飞起，很快消失在天际。她现在的修为完全不用依靠玉物来飞行，可以直接凌空虚度。几分钟后，苏晨收到消息，我到了。苏晨走出院子，接着便看见天空中一道红色倩影急速落下，他齐肩的长发披散，柔顺而笔直。你剪头发了？苏晨诧异。柳如月点点头，之前头发太长了，就剪短了点。你觉得怎样？很不错，你不管长发还是短发都好看。柳如月闻言，顿时俏脸一红。咱们进屋去吧。苏晨带着柳如月进了屋里。叔叔，婶婶。柳如月甜甜的喊人。哎，若雪来了，快赶紧坐下吃饭。叔叔婶婶都很热情，邀请柳若雪坐下。如月来了刚好，一人一个方向，这叫四方来财。婶婶笑着说道。桌子是农村的八仙桌，正方形的。柳如月来了，刚好一人坐一个方位。来，若雪吃菜。婶婶将一个鸡腿夹到柳如月碗里。谢谢婶婶。屋内老房子很简朴，灯光也并不明亮，地面都还是土地面，连水泥也没敷。可此刻柳如月却觉得心里异常温暖，她从来没有感受过这种氛围。苏晨的叔叔婶婶对她很好，让她感觉有一种家的温暖。吃过饭，婶婶将桌上的菜收拾之后，一家人继续坐在一起，打开电视看春晚。对了，如月，我听小陈说你是一个歌手对吧？是的，婶婶。柳如月点头。那会唱老歌吗？咱们一起合唱几首老歌吧。苏晨拍手，这个好，这春晚都没啥看头，还不如看你们表演个节目。婶婶，那咱们唱什么歌？柳如月问道。作为一个歌手，他会唱的歌很多很多，主要是为了陪长辈乐呵乐呵，让长辈选歌，就唱那个一条大河咋样？婶婶提议道。好啊，这首歌我会，
婶婶你起个头。好，老婆子我就献丑了。嗨嗨，婶婶轻咳2声，唱了起来。一条大河波浪宽，柳如月也跟着合唱起来。风吹到花香两岸，我家就在岸上住。听惯了艄公的号子，看惯了船上的白帆。唱着唱着，苏大富跟苏晨也加入其中，一家人一起大合唱起来。这是美丽的祖国，是我生长的地方。在这片温暖的土地上，到处都有明媚的风光。这是英雄的祖国，是我生长的地方。在这片古老的土地上，到处都有青春的力量。好山好水好地方，条条大路都宽敞。朋友来了有好救，若是那豺狼来了，迎接他的有猎枪。一家人唱着唱着都笑了起来，每个人脸上都是开心。这是强大的祖国，是我生长的地方。在这片辽阔的土地上，到处都有和平的阳光。一首歌唱完，叔叔率先鼓起掌，接着婶婶、柳如月以及苏晨也都鼓起掌来。哟呵，大家都唱得不错呀。苏晨笑着道。柳如月也满是笑容。他唱过很多歌，也上过很多舞台，可今晚跟苏晨一家人一起唱歌，是他唱得最开心的一次。接着一家人又唱了几首其他歌，不过统一都是怀旧老歌，毕竟叔叔婶婶年纪大了，新歌也不会唱，只会些老歌。咱们一起出去放烟花？苏晨问。柳如月顿时点头，好啊，不过我不会，他从小到大都没玩过烟花，我教你。苏晨带着柳如月去了外面，拿了很多那种过年小孩玩的烟花玩具。他点燃柳如月手中的一根烟花，上面顿时不停地喷出火星子，非常漂亮。柳如月一脸惊奇。第192章，热闹的过年。哇，这好漂亮啊！柳如月满脸惊喜，脸上满是笑容。她长这么大还从未玩过这种烟花，毕竟从小在孤儿院长大，院里是没条件玩这个的，而且城里也不允许放烟花，因此长这么大她还是头一次在现实中如此近距离看到这玩意儿。一根放完之后，苏晨笑着道，我给你再点上一根，这个不会烫到手吗？苏晨直接笑起来，放心吧，不会的，而且你都是修仙者了，平常的火焰都伤不到你的。柳如月这才恍然，对哦，我已经是修仙者了来着，一时间居然忘记了。苏晨无奈的一笑，拿一根烟花让柳如月拿着，随后直接施展一个术法，手指头上燃起一股火苗，将烟花点燃。打火机都省了，火花顿时喷散开来。柳如月手里拿着烟花，开心的挥舞着。大门口，苏大福跟张淑华两口子静静的看着这一切。年轻真好啊，苏大福感叹道。张淑华也是点点头，是啊，我以前小时候家里没条件，看见邻居玩这个可羡慕了，后来长大了年纪却不合适了。他想起小时候邻居家小伙伴玩那种1毛钱好几根的烟花，羡慕不已。那时候家里没条件，买不了那个，后来长大了嫁给苏大福，勤勤恳恳种地，也过了玩这种烟花的年纪。不过她这辈子也还是幸福的，虽然没生孩子，但老公对她不错，很照顾她。苏晨虽然不是亲生的孩子，但却比亲生的还要孝顺，将她跟大富都接到城里享福，还给他们开店。光是这些都没几个后辈能做到。隔壁婶子就是个很好的例子，虽然儿女都在外面混得不错，甚至也在城里买了房，可没一个愿意将她接到城里去的。苏晨比起隔壁婶子的儿女好了太多太多，孝顺还有出息，现在都是吃国家饭碗的人，给他们长脸。老婆子，跟着我，辛苦你了。苏大福感慨着说。说啥辛苦不辛苦的，这辈子能碰到你也是我的福分。张淑华说道。她嫁给苏大福那个年代还是大男子主义当道的年代，可苏大福却对她很是疼爱，也很关心，这些就足够了。老婆子，要不你不是想玩烟花吗？咱们也去放一个。小陈买了好多。苏大福提议。张淑华心中一动，不过却觉得很难为情，这都多大年纪了，还玩这个会被别人笑话的，自己开心就行了，管别人作甚。而且这里就咱们家跟隔壁婶子家，他们都在家看春晚，没出来不会有人看到的。苏大福拉着张淑华的手就走去了外面坝子。小陈，你婶婶也想玩这个烟花，我拿2根啊。苏大福笑呵呵地冲着苏晨说。哈哈，叔叔婶婶，你们那随便拿，还有好多呢。苏晨笑着说道，他没想到叔叔婶婶居然也有这样一面。很快苏大福就给张淑华点燃一根，然后他自己也点燃一根。一开张淑华还有些紧张，大富啊，这个不会烫到手吧？看起来好危险啊。放心，不会的，那么多小孩都玩，我们大人还怕啥？过了一会儿，张淑华见果然没什么危险，开心的舞了起来。一家人都在坝子里，
玩着小孩过年才会玩的烟花，其乐融融，笑声一片。玩了一会儿，苏大福看了看时间，快12点了，便开口道：“小陈，12点的时候记得准时放鞭炮。过年农村很是热闹，12点一到，家家户户几乎都会燃放鞭炮，这叫做爆竹声，生辞旧岁。”好嘞，叔，交给我就行。11点50几分，苏晨将鞭炮拿出来，拆开，围着把子边缘摊开。今年他们家买的是那种大圈的鞭炮，能燃放很久。将鞭炮拆开放好后，苏晨开口冲柳如月道：“如月，帮我看着时间，12点一到，咱们准时放鞭炮。”好。柳如月连忙拿出手机，仔细看着时间。这是苏晨交给他的事，他可一定要做好了。看着柳如月这认真的模样，苏晨都笑了起来。隔壁的王大妈一家也出来拆了鞭炮，准备燃放。12点了，苏晨可以放了。柳如月看到手机上的时间显示0点后，立马说道。苏晨手指上燃起一小串火苗，直接点燃了鞭炮。顿时，噼里啪啦的鞭炮声响起。柳如月捂着耳朵，脸上带着笑容。其他地方也都在这时响起鞭炮声，大家都是这个点放鞭炮。一时间，到处都能听见鞭炮声。次日，大年初一，苏晨老家的习俗是吃汤圆，那种手工汤圆，他们这叫元包，用糯米制成的东西包上红糖，然后煮熟。这种手工的汤圆比超市买的速冻汤圆不知道好吃多少倍，每一个都又大又圆，一般人吃2、3个就饱了。苏大福尤其爱吃这个，他直接吃了8、9个。苏晨吃了4个，柳如月吃了2个。吃完后便会出去玩。苏晨这儿的习俗，大年初一是不能去别人屋里的，而且大年初一几乎都会去街上玩。路上碰到熟人，就一起边聊天边散步。苏晨带着柳如月还有叔叔婶婶步行往街上走去。大年初一路上很拥挤，按照他们的经验来看，不能开车，还不如走路去，就当散步好了。一路上，叔叔婶婶碰到了不少认识之人，然后便会跟那些认识之人闲聊几句。苏晨不认识，便带着柳如月先一步去了街上。街上人山人海，烧烤摊的生意异常火爆，不时的有小孩燃放炮仗，有那种扔在地上就爆炸的，还有需要点燃扔出去爆炸的，声音最大的当属那种很大一颗的炮仗，爆炸声那声音很远都能听见。莫心里准备的人乍然一听，能被吓一跳。柳如月看着街上的一切，很是新奇。苏晨，你们这儿过年可真热闹，比城里面过年可热闹多了。第193章，亲戚们态度的转变。他还是第一次感受到这种过年的氛围，热闹，年味儿十足。小时候他在福利院可没有见识过这么热闹的年。福利院里过年最幸福的不过就是能有件新衣服，那是他小时候最快乐的了。后来走向社会，成为娱乐圈明星，他自己买了房子，可过年也是孤独一个人。今年来到苏晨家过年，这是他这么多年以来最快乐的一个年。苏晨点点头，乡下过年确实要比城里热闹得多。一般乡下对过年非常重视，城里面很多人家里过年跟平时也没什么不同。其实过年最快乐的是那些年纪不大的孩子。柳如月深以为然的点头，这倒是，小时候一件新衣服，一双新鞋都能让人开心好久。如月，今年过年你要不要回孤儿院看看？要回去的。前2年我工作忙，都没有回去过，也不知道孤儿院里现在什么情况了。苏晨微微颔首，那过2天咱们去给买些礼物，我陪你一起回去孤儿院看看。苏晨这话让柳如月脸微微有些发红。他已经见了苏晨的父母，苏晨也要跟他回孤儿院，这算是双方见家长吗？好，都听你的。柳如月小声回了一句。苏晨看他这模样，感觉有些好笑。苏晨带着柳如月在街上买了很多小玩意儿，两人都玩得很开心。在苏晨老家这边，一般是大年初一这一天上坟，那些搬去城里的人也会在这一天回家上坟，这是习俗，很多人都很遵守这个。哪怕是那些并不孝顺的人，初一这天也会回到老家上坟，因为他们觉得只有这一天回老家上了坟，才会得到保佑，他们未来的财运运势才会更好。下午，苏大福的堂哥一家便开着小车回了老家，带着老婆孩子以及孙子。不过往年苏大福这哥哥一家回到村里都是趾高气扬的，甚至各种贬低苏晨一家。不过今年苏晨这位堂伯倒是十分客气，苏峰还不过来跟你堂弟打个招呼。这位堂伯呵斥一声，在一边玩手机的30岁青年这才不情不愿地走了过来，脸上露出一个极不情愿的笑容。堂弟新年好。苏晨淡淡点头，新年好。苏峰刚打完招呼，
便看到了苏晨身旁站着的柳如月。他顿时瞪大了眼睛，伸手指着柳如月：“啊，你是？这是我女朋友柳如月。”苏峰微微发愣，随后道：“柳如月？不对，她不是叫柳若雪吗？是个大明星。”柳如月点点头：“柳若雪是我的艺名。”苏峰闻言更是震惊，苏晨女朋友居然还真是大明星柳若雪。没想到苏晨居然连那种女神级别的大明星都追到手了，牛逼啊！苏峰此刻看着苏晨，目光中满是佩服，能追到大明星，这可不是一般人。几人说话间，又有车子开了回来。苏晨家亲戚很多，尤其他大爷爷家有8个孩子，这8个孩子又分别结婚生子，生了好几个。二爷爷家3个孩子，这样一来，他家里光是大爷爷家跟二爷爷家都是一堆亲戚。渐渐的，回来上坟的亲戚越来越多。不过这些亲戚对待苏大福一家的态度确实明显的发生了改变，以前处处一副高高在上的模样，现在却处处都是恭维。毕竟现在的苏晨已经不再是之前的苏晨，苏晨现在已经成了修仙者，进了特殊部门，年薪1000万，这是他们一辈子都难以企及的高度。那个苏晨啊，能不能帮个忙，给你堂弟介绍个工作？对呀，苏晨，你堂姐最近也失业了，你能不能给她也找个工作？苏晨啊，咱们可是亲戚，你就帮帮你堂哥吧。一堆亲戚纷纷开口要苏晨帮忙，想要苏晨给安排工作。苏晨直接拒绝，这可不行，我们部门都是修仙者，是不收普通人的。而且你们想，我们的工作多危险，一个普通人一不小心可能就被误伤了。苏晨这话一出，亲戚们顿时沉默。工作虽然好，但小命对他们来说明显更重要。于是众人也不再谈帮忙找工作的事，又聊起了其他话题。不过这话题现在都是围绕苏大福一家。要知道，以前他们可从来不会以苏大福为中心的，话里话外都是亲近之意。现在的情况可谓是穷在闹市无人问，富在深山有远亲，人性在这一刻展现得淋漓尽致。上完坟，聊完天，这些亲戚纷纷离去。苏晨跟柳如月在家里待到了初3。初3这天，在乡下的规矩来说，就能走亲戚了。这一天上午，苏晨跟柳如月直接去了附近的一所大商场，然后一通购买，将这款衣服各种型号都包起来，还有这些鞋子也全部给我包起来，还有这些裤子。他们买了一大堆各种型号的衣服、裤子，还有鞋子，将商场的导购员开心的不行。买这么多，这得多少钱啊？他的业绩都能提升不少。第194章，去福利院看望孩子们。2位请慢走。导购小姐姐一脸恭敬，客客气气的将2人送到店门口。导购小姐姐站在门口望着2人背影，直到2人的身影已经远去，导购小姐姐才回到店内。店里的导购顿时凑在一起八卦起来。刚刚买衣服戴着口罩那个女人，好像是古风天后柳如月啊！我就是柳如月的粉丝，她那双眼睛很独特，很容易认出来。啊，真的吗？那你怎么不早说？为什么要说啊？人家戴着口罩，肯定不希望被人认出来啊。这倒是，原来是明星啊，怪不得买那么多童装。明星一般都爱做慈善啥的。确实，明星做这些容易立人设。在店内导购小姐姐们的议论着。当事人已经走出商场，来到外面。接着2人拎着大包的东西就冲天而起，2人直接飞上高空。这一幕落到不少路人眼中，虽然对这种事早已经见怪不怪，但路人眼中依旧露出羡慕。修仙者呀，这可是传说中的修仙者，能飞天遁地那种，谁能不羡慕？早知道玩无尽仙途这个游戏就能成为修仙者，说什么他们也会买一套游戏设备，哪怕为此倾家荡产也不为过。可惜已经没机会了，这个游戏目前已经停服，不能再注册。之前售卖游戏设备的官网现在都已经进不去了，也不知道背后卖游戏设备的会是一个什么公司。苏晨跟柳如月2人的修为很高，比普通的玩家高得多，因此飞行速度也比普通人快。不多时，2人便降落到一处老旧孤儿院门口。院长妈妈，我回来了。柳如月摘下脸上的口罩，冲里面喊了一声。她的声音不大，但是这声音却无损地传遍整个孤儿院。正在洗衣间洗衣服的孤儿院院长王雪梅愣了下，这声音是如月的。王雪梅脸上露出喜悦，啊，是如月回来了。王院长连忙将手上孩子们的脏衣服放进洗衣机，小跑着就跑了出来。而福利院的很多小孩也听见声音跑了出来。柳如月每年都会回来，因此福利院的孩子很多都不认识她。如月，你回来了。王院长一脸笑意。很快，
王院长看到了柳如月身后一个身位的苏晨，这位是……柳如月连忙介绍：“王姨，这位是苏晨，是我朋友。”王院长脸上露出一副我明白的表情，展颜一笑：“是男朋友吧？真好，如月找到男朋友了。”柳如月有些无奈，怎么王姨这话听起来好像她找不到男朋友似的？要知道，一直以来娱乐圈里都有不少人表示过对她有好感，上到各大导演公司老总，下到娱乐圈里的男艺人。当然了，那些人都不是她喜欢的。直到碰到苏晨，他们之间没什么轰轰烈烈的事迹，只有细水长流，水到渠成，小火慢熬的循序渐进。苏晨站出来跟王红梅打招呼：“王姨好，我是如月的男朋友苏晨。”“好，好，好！”王红梅激动地说了3个好字。这孩子多好啊，有礼貌，长得也好，跟如月这孩子很配。小雨，快去给如月姐姐还有苏晨哥哥搬几张椅子过来。好的。一群小孩中，一个年纪看起来最大的小胖子连忙小跑往里面跑去。很快，他就搬来了2张椅子。如月姐姐，苏晨哥哥，你们坐。柳如月笑着摸了摸小胖子的脑袋：“谢谢你，小雨。”小胖子脸有些红。苏晨跟柳如月坐下后，跟王院长说了一声，便开始给孩子们分衣服。小红，这件衣服是你的。人群中一个小女孩连忙惊喜道：“好漂亮的红棉袄！如月姐姐，苏晨哥哥，谢谢你们。”小女孩拿到衣服，道了谢后回到了人群中，拿着新衣服一脸欢喜的看来看去。接着柳如月继续给众人分衣服，每个人都分到了一件新衣服，小孩们全都笑逐颜开。过年的时候能穿上一件新衣服，对福利院的孩子们来说已经是最为欢喜的事。苏晨跟柳如月2人跟院长聊了会儿天，随后王院长便要去做饭，不过被柳如月制止了。柳如月说跟苏晨一起出去买菜，大家一起吃，热闹一下。2人去超市买了很多菜，都是些鸡鸭鱼肉之类的食物。这些食物对他们来说可能有些油腻，可对福利院的孩子来说却是难得的大餐。王院长拿出他的厨艺，给大家做了清蒸鱼、炖鸡汤、红烧鸭之类的，将一群孩子们吃得满嘴流油。每个孩子们脸上都是灿烂的笑容。苏晨跟柳如月晚上直接留宿在福利院，第2天的时候给福利院捐了不少钱，然后才离开。他俩离开时，孩子们都露出依依不舍的表情。第195章，新的游戏通知。院长更是站在孩子们前方，送别苏晨跟柳如月2人。好了，王姨，你带孩子们回去吧，我们就先走了。柳如月有些不舍地说道。不过王院长跟孩子们都没有回去，依旧站在原地怔怔地望着2人。苏晨冲柳如月点点头：“走吧，想过来的时候随时都能回来。现在都是修仙者了，只要柳如月想回来看看，一会儿就能回来了，无比方便。”柳如月点点头，随后2人直接冲天起，转瞬间就消失在天际。只有身后的福利院小朋友们此刻目瞪口呆。院长，柳姐姐跟苏晨哥哥他们是神仙吗？一个小女孩问道。王院长也是稍微吃惊一番，不过很快就恢复正常。修仙者在这个世界上已经不算少，他经常在电视上看到有关修仙者们的新闻报道。他吃惊的只是柳如月也成了修仙者，毕竟柳如月也是他从小带大的孩子，如今成为修仙者让他稍微有些吃惊，不过也不算太震撼。是啊，如月姐姐跟苏晨哥哥都是神仙。王院长开口说道。能飞天遁地，这不是神仙是什么？哇，好棒啊！如月姐姐跟苏晨哥哥都是神仙。福利院的孩子们都欢呼起来，甚至不少孩子鼓起掌。柳如月跟苏晨2人回了苏晨老家，在家里待了几天，直到初8，一家人重新回了山城别墅。接下来游戏第2阶段反馈游戏中的装备要开始了。月光下，苏晨盘膝坐在别墅房顶上，喃喃开口：“游戏反馈现实。第1阶段是反馈修为到现实中的玩家身上，第2阶段则是反馈装备到现实中。游戏中的武器、服装，甚至是宠物坐骑等，都将在出现在现实中。拥有修仙世界的武器，修仙者造成的破坏将进一步增加。而最严重的，则是游戏第3阶段。游戏世界中的那些妖兽、怪物，以及各种副本中的邪魔 BOSS， 都将出现在现实中。这些怪物都没有神智，只知道本能的杀戮。前世就是因为游戏第3阶段出现，整个世界陷入一种绝望之中，那些普通人更是死伤无数，城市也都被破坏，大地一片疮痍，有的城市甚至连电力网络都被损坏，被那些恐怖的邪魔 BOSS 占据，人类空间越来越小。后来是那些强大的修仙者们出现，建立7大避难所，守护幸存不多的人类。前世就连山城这座城市都被那些邪魔们损坏，这一世他不会让这种事情再发生。
虽然苏晨也想拯救更多的人，可纵然他已是仙级强者，可依旧做不到护佑所有人。那些邪魔 BOSS 都有很多是仙级，他顶多是跟那些邪魔 BOSS 同一级别罢了。而且，那些邪魔 BOSS 出现在现实中时，跟在游戏中可不一样。游戏中的邪魔 BOSS 行动以及攻击都是有固定规律的，可出现在现实中的邪魔 BOSS 却没有这些规律可言，实力那是实打实的。这也是为什么人类跟这些邪魔比起来处于劣势的原因。苏晨所料确实不错。没多久，果然脑海中响起了声音：游戏通知，游戏即将反馈装备到现实，游戏装备都属于玩家在游戏中拥有的装备，请玩家注意查收。游戏提示声依旧直接在众人脑海中响起。这一刻，所有人沸腾了。修仙者论坛是官方成立的修仙者论坛，只有修仙者才能注册登录。此刻论坛沸腾，我去，游戏装备也要反馈到现实中了。哈哈哈，太好了！我可是有坐骑的男人，等游戏反馈装备到现实中，我就能在现实中骑坐骑到处飞了，想想多有面儿。我游戏中还有一把酷炫的宝刀，等游戏反馈修为后就能拿出来装逼了。我游戏中有法袍，到时候穿在身上，想想都觉得牛逼，想想都觉得期待啊！只是不知道游戏中那些装备坐骑等会以什么方式反馈到现实中？难道是直接出现在我屋里？真的好期待，哈哈！到时候我一身装备闪瞎你们的狗眼！得了吧，就你那点装备，也就能在普通人面前装一下了。就是在场众人，谁没些装备啊？装备最牛逼的要数无尽仙途第一高手苏晨了吧？是啊，之前在游戏中苏晨就有神装了，据说他还收服了一条龙。苏晨有一只坐骑叫天双飞马，4只脚踏着蓝色火焰，神异无比。整个修仙者论坛无比热闹，只是有些人则是想得更多。既然修为能反馈到现实中，装备坐骑也能反馈到现实，那么游戏中别的东西呢？那些无尽的邪魔、妖兽呢？那些玩意儿会不会有一天也能来到现实？第196章，装备反馈到现实。当然了，有这种想法的玩家只是少数，甚至说寥寥无几。毕竟，灾难没到来的时候，谁又会想那么多？大部分玩家此刻都是兴奋的。游戏中的装备、坐骑、灵虫等反馈到现实中，将会极大的增强玩家们的实力。胖子给苏晨打电话聊着这件事。橙子，游戏通知你听到了吗？游戏通知说，装备跟坐骑，甚至宠物等都要反馈到现实中。胖子的声音明显有些激动，显然这样的消息让他也是激动无比。其实这也是大部分玩家的心态。我听到了，咱们静静等待就行了。其实苏晨已经在游戏中学到了很多术法，目前武器装备什么的对他作用不大。当然了，这也只是暂时的。等游戏第3阶段，那些强大的邪魔 BOSS 出现到现实中后，武器便能发挥最大的作用。毕竟，他最强大的能力还是施展剑法武技。等对上那些同属于仙级的邪魔时，那就必须使用武器，否则很难对那些邪魔造成伤害。毕竟每一只仙级邪魔都皮糙肉厚，不使用武器，苏晨觉得恐怕很难攻破那些邪魔 BOSS 的防御。因此，游戏中的装备就非常必要。苏晨在游戏中最强大的武器是水寒剑，水寒剑乃是一把地级武器，这种级别相当于是其他游戏中的史诗级装备。当初他在游戏中得到这柄武器的时候，同时还获得了武技冰天雪地，等级地级武技，说明配合寒属性武器使用，可展开小范围极寒领域，增加玩家 30% 穿透。元婴期玩家可学。水寒剑配合冰天雪地，毫无疑问能将威力达到一个很高的层次。有了游戏中的那些武器，他便能施展这些威力强大的武技。当然了，目前是没什么必要的。跟胖子又闲聊几句后，苏晨结束了通话。没过多久，游戏反馈开始。一名玩家本来正在天空中飞行，原本他穿着白色衬衣、黑色西裤以及一双黑色皮靴，头发梳了个骚包的大背头。然而下一刻，他身上的衣服便忽然间发生改变，一袭白色弟子长袍穿在他的身上，胸口左上方还出现了刀宗2字，腰间则是挂着一个绣着云纹的带子。原本一身现代装打扮的他，身上瞬间套上了一身古装，赫然跟他在游戏中的人物角色相差无几。只是有些违和的是，他的发型却是没有任何改变，依旧是一个骚包的大背头，只是一身古装配上一个大背头，看起来着实有些不伦不类。男子飞着飞着，忽然感觉有些不对，似乎他的衣衫在猎猎作响。男子连忙低头一看，顿时瞪大眼睛：“卧槽，我身上的衣服什么时候变成长袍了？
男子仔细翻看衣服，一番辨认过后，他发现身上的长袍居然正是他在游戏中的宗门弟子服。当然了，只是外门弟子服装。我原来的衣服呢？男子连忙撩开衣服查看，他以为原本的衣服会在长袍下面，结果却并没有。他继续仔细查看身上的变化，腰间多了个带子，这是我在游戏中的储物袋。看到腰间的带子后，他连忙心念一动，然后发现袋子里是他原本在游戏中获得的那些东西，有一些丹药，还有武器等。而之前身上穿着的现代装也正躺在储物袋里。男子愣了会儿后，很快反应过来，这是之前游戏通知中说的反馈装备。一处高档小区房间内，原本一名女子正穿着睡裙躺在沙发上看电视，结果下一刻她身上的睡裙便变成了弟子长袍，腰间同样多出了一个储物袋。我的装备都来到现实中了。女子发现身上的变化之后，顿时大喜。这样的情况发生在全国各地，不过共同点是，这些人的装备都存放在储物袋中。每个玩家进入宗门都会获得一个储物袋，游戏中的装备便都放在这个储物袋中。苏晨同样如此，不过苏晨腰间的袋子是2个，一个储物袋，一个储兽袋。苏晨打开储物袋，将袋子中的一个古朴戒指取出来，戴在手指上。这枚戒指是苏晨在游戏中打来的装备空间戒指，这戒指内的空间比储物袋要大得多。苏取出来之后，将储物袋扔进了空间戒指中。腰间的另外一个储兽袋里面则是存放着苏晨的坐骑。苏晨打开储兽袋，将坐骑放了出来。天双飞马一出来，便立马围在苏晨身边，拿脑袋蹭了蹭苏晨的身体，一副十分亲昵的模样。苏晨脸上露出一个笑容，轻轻摸了摸飞马的脑袋，好久不见啊。飞马鸣叫了几声，声音嘹亮。第197章反馈装备之后，接着他匍匐在地上，那模样似乎是在叫苏晨骑上去。苏晨点点头，一步跨出，稳稳地骑在马背上。接着飞马震动翅膀，直接飞到别墅上空。吁！天双飞马长鸣一声，这声长鸣很是嘹亮，将别墅内苏大福2口子都给惊动了。老婆子，这啥声音啊？我听着有些像是马在叫。马？咱们这别墅里哪儿来的马？不知道，咱们去看看。听声音好像就在窗外。此刻已是晚上，老2口被吓了一跳，连忙穿上外套，走到窗户边。2人透过窗户看向外面，明月皎洁，一轮圆月高挂，洒下万丈银辉，将外面映照得颇为明亮。啊，老头子，你看哪儿？婶婶指着天空。苏大福顺着他手指方向看去，皎洁明月下，一只生着翅膀、4只脚踏淡蓝色火焰、生长着独角的飞马正在明月下飞行。飞马身上一个熟悉的身影正坐在上面。小陈，居然是小陈！婶婶脸上露出一个微笑，这小子又弄出这么大动静，将我都吓到了。我还以为咱们家闯进来一匹马呢。这可不就是一匹马吗？只是一只生着独角、长着翅膀的马。哈哈，说的也是。苏晨在天上飞了一会儿，随后飞回了房间。他将天双飞马收进了储兽袋。这储兽袋是游戏为了存放玩家坐骑，专门发放给拥有坐骑玩家的。毕竟在游戏中，这玩意儿是直接收到游戏仓库的，现实中可没有游戏仓库这种玩意儿。因此，在游戏中拥有坐骑的人，游戏都会将玩家的坐骑存放在储兽袋中，具现到现实中来。游戏反馈装备过后，修仙者论坛里同样是无比热闹。太爽了！我在宗门里的飞剑来到现实中了，我以后再也不用骑着扫把到处乱飞了。是啊，遇见多帅气！我的刀也来到现实了，拿出来，寒光闪闪，看起来就极其锋利，别提多好用了。我今天中午做饭的时候准备要炖猪蹄，可是我没找到砍刀，于是就直接用游戏中的那把刀来砍，结果你们猜怎么着？那刀就轻轻地砍下去，就将猪蹄给切掉了，切口处还非常光滑，简直不要太好用。我去，楼上的牛逼用游戏中的刀来砍猪蹄，你是个人才，我可舍不得。那么宝贝的武器可不能就用来切菜。我在游戏中有一只坐骑，虽然是只飞天猪，但是也算是坐骑了，能飞。今天我骑着转飞天猪去步行街逛，将那些人羡慕的不行。哈哈，牛逼！骑猪，你也算是第一人了。我们这些人都能有那么多东西，你们说，要是无尽仙途的第一高手苏晨，又会有多少装备啊？是啊，苏晨刷游戏副本可是刷了无数次，打到的装备肯定很多，多也没用啊。那些装备游戏仓库根本装不下的，只能分解或者卖掉，亦或是扔掉。修仙者论坛中几乎都在讨论游戏反馈装备到现实中这件事，可以说是超级热闹了，简直相当于普通人的过年。当然了，论坛中也出现过一些其他报道，
比如说，有修仙者拿着武器杀了人，然后被特殊部门的成员给抓进了监狱；又或者有修仙者在山坡上练习火属性武技，结果武技点燃了山头，导致整个山头爆发了森林火灾，最后这人被特殊部门逮捕，罚款数十万，并且还要买树来植树。亦或则有人仗着有了武器，觉得自己实力大涨，结果就去当采花大盗，然后同样被逮捕。毕竟你拥有了武器，实力大涨，别人也同样如此。第198章，抓捕抢劫分子。山城街道上，金六福珠宝店门口，一伙头戴丝袜的3人团伙正鬼鬼祟祟地眺望四周。老大，目前周边没有人。好，我在这看着，你们俩去将玻璃大门砸开。好的，老大。一名头戴丝袜的男子留在原地驻守，另外2人则是从储物袋中拿出了武器，其中1人是一把长刀，另1人则是一把长枪。2人头上戴的丝袜挖了几个孔，露出里面的眼睛跟嘴巴。此刻2人对视一眼，冲着彼此点点头，随后举着武器就朝金殿大门砸去。嘿，哈！一把刀，一把长枪同时砍在了左右边玻璃大门上。原本紧固无比的钢化玻璃大门，在武器的攻击下，脆弱的如同是纸糊的一般，直接被划开。2人顿时大喜，这还是钢化玻璃吗？这莫不是白纸吧？咱们的武器牛逼啊！修仙者的武器用在凡人工艺制作的玻璃上，那简直就是降维打击。2人高兴地说了几句之后，手中又动作起来，金殿大门直接被切出一个方形阔口。老大，可以进去了。一旁望风的男子连忙道：小黑，你过来守着，我跟鸭子进去拿东西。啊，这被称呼小黑的男子有些不情愿，老大不让他进去，那这金殿的那么多金饰，自己岂不是的没机会偷偷藏几件了？放心，我们将金殿洗劫之后，自然会分给你，咱们可是兄弟，不会亏待你的。那好吧。尽管不情愿，小黑还是只能无奈的答应。那名被称作老大的男子伸手拍了拍小黑的肩膀，随后跟另一名小弟走进了金殿。金殿中摆放着很多展示柜台，那些金饰就存放在玻璃柜台中。2人直接拿出武器，从侧边划过，那钢化玻璃制成的柜台顿时就跟纸糊的一般，直接被轻易切开。随后2人将上面切掉的玻璃掀开，扔在地上。嗡隆嗡隆嗡隆，金殿内的报警器被触发，屋内响起警报声。糟了，报警器触发了，鸭子，赶紧去将其他玻璃展柜切开，将里面的东西装走。好的，老大。鸭子连忙去切其他展柜去了。那名领头男子则是心念一动，将展柜里的金饰统统收入储物袋中。他们在游戏中只是普通的低等外门弟子，配发的储物袋不够大，不然储物袋空间足够的话，他能直接将展柜一起收入储物袋中。因为空间小，只能麻烦一点，只能装里面的金饰了。2人快速的在金殿内收着金饰，这些黄金制品价格本就昂贵，这家店又是山城总店，面积很大，金饰也很多，随随便便便能收取价值数百万的黄金制品。山城特殊部门办公室，联络员王林正在值夜班。没多久，他便收到山城警方的求助。现在这个世道，几乎各个城市都有特殊部门来管辖。如果警方遇到不能解决的修仙者犯罪，便能直接求助当地所属的特殊部门。请问是特殊部门吗？是的，我是值夜班的联络员王林。我们是山城警方。是这样的，山城最大的金店被抢劫了，作案人员是3名修仙者，所以请特殊部门出马，将这几人抓捕。好的，请告诉我具体位置。案发地址在。沟通完毕之后，王林连忙给苏晨拨打了电话。苏队，山城街道发生修仙者抢劫案件，一间金店被洗劫一空，警方请求咱们支援抓捕犯罪分子。好，我马上出发。别墅内，苏晨直接取出一件黑色风衣，这正是特殊小队的作战服。接着他从储兽袋中放出天双飞马，冲天而起。骑在天双飞马背上，苏晨展开自己的神念，很快神念便来到案发金店。接着他的神念以这家金店为中心，朝着四周快速扩散。第199章，打工是不可能打工的。苏晨没有叫胖子跟莫青青，大晚上的，这起案件他自己去处理了就行。天空上，苏晨的神念继续扩散，很快就覆盖个整个巨大的山城，接着是山城周边的那些区县。可苏晨依旧没有发现这伙人的踪迹，这么快就在山城消失了，看来是做完案后跑去别的城市了。目前距离案发时间不算太久，应该跑得不远。想到这里，苏晨的精神力继续扩散出去。这次他直接将精神力扩散到山城邻近的蜀省。很久以前，山城便隶属于蜀省，不过后来为了发展，国家便将山城升级为了直辖市，归国家直接管理。随后山城的经济快速发展，
到现在已经成为数一数二的网红城市，每年的游客都是一个庞大的数字。苏晨的精神力扩散得很快，没多久便来到了同属于西部中心城市之一的荣城。找到了，跑得还挺快。苏晨嘴角微微上扬起一抹弧度，在他的精神力感知下，之前那伙抢劫金店的犯罪分子此刻正在一处废弃工厂中，并且正在煅烧金饰。那些从金店抢劫来的金饰被他们融化成黄金液体，随后放在条形模具中。金黄色液体状态的金子很快便凝固成了一根金灿灿的金条。接着几人又开始煅烧金饰。老大，我们将这些全都制成金条吗？啊，废话，如果不重新煅烧，那不是一下就被别人发现了？这就是金六福的饰品。原来是这样，老大真是未雨绸缪。好了，别他娘的拍马屁了，赶紧干活。几人继续全神贯注地煅烧着。而在他们没发现的情况下，废弃仓库大门口，一抹黑色身影悄无声息地出现在这里。他穿着黑色皮靴、黑色风衣，脊背笔直，但是他的脚踩在地面上却没有发出丝毫声响。他就这样缓缓地迈步，朝着3名正在废寝忘食制造金条的犯罪分子走去。整个过程中都没有引起这3人的丝毫察觉。这是他使用了一种收敛气息的术法，能将自身的气息以及存在完全隐匿。他本身实力强大，远非这3人能相比的，因此使用这种收敛气息的术法，这3人并不会发现。想要察觉这种术法，那就需要修为比他高才行。目前来看，玩家中自然不可能有任何人修为能跟他相提并论，所以直到他近距离地站在3名认真工作的人身后，3人也没有发现。老大，这次咱们干的这一票应该够咱们潇洒好长一阵了吧？这些金饰应该最少值个几百万。那老大，咱们明天将这些金条卖一部分去大保健吧。一个小弟提出建议，另一个小弟也连忙附和。是啊，老大，咱们去找几个漂亮的妞。上次找那几个太老了，都快能当我妈的年纪了。那名老大一巴掌在这名小弟头上拍了一下。老又咋了？关了灯不都一样？小弟有些委屈的揉了揉脑袋。哦，这倒也是。不过他心里却在想，老大心里绝对不是这样想的。那年轻的跟年纪大的能一样吗？老大不过就是为了省钱。那名老大见小弟这副模样，哈哈大笑了几声。好了，别委屈巴巴的模样，这次给你们找几个年轻的行了吧？护士、白领、老师、医生，你们随便挑。小弟顿时大喜。好的，老大，老大你真是太好了。好了，别拍马屁了，好好干活。老大叮嘱了一句。众人不再说话。片刻后，几人身后响起一个声音：你们作为修仙者，随便找个工作也能赚不少钱，干嘛非要去做偷盗的行当？那名老大呵呵一笑，打工是不可能打工的，这辈子都不可能打工的，只能偷偷东西维持一下生活这样子。他说完这话后，手猛然顿住。刚刚说话的不是自己的2位小弟，那是谁在说话？第200章逮捕归案。他颤颤巍巍地转身，接着便看见一个身穿一袭黑色风衣的男子站在身后。男子容貌俊美，气质超凡脱俗。那名老大顿时瞪大了眼睛，这人是什么时候冒出来的？又是什么时候来到的这里？为什么他一点儿感觉都没有？你是谁？老大一双眼睛怔怔地盯着苏晨。苏晨直接从怀中取出一张证件，特殊部门，专门处理修仙者违法犯罪，维护社会安定。他冷冷地看着3人，你们被捕了。那3人一个哆嗦，随后几人相互对视一眼，几人不愧是常年合作的犯罪团伙，彼此之间相当有默契，一个眼神瞬间就明白了彼此的意思。几人站起身，你要怎么抓捕我们？依旧是那名老大在开口。你们几人最好自己跟我走。苏晨淡淡说道。好。那名老大回答一声，随后一几把刀瞬间出现在几人手上。3人手中大刀全部朝苏晨头上砍去。我揍你妈个逼！那名老大满脸狠厉的怒骂一声。3把长刀在月光下发出森寒冷白光芒，空气中响起破空声。下一刻，3把刀同时落到苏晨身上。3名抢劫犯脸上都露出兴奋目光，仿佛下一刻，眼前这个身穿黑色风衣的男子就会被他们砍成几块。然而，就在3把刀即将落到苏晨身上的时候，苏晨身上一阵无形的防护罩出现在身体四周，3把刀砍在防护罩上面，完全无法寸进。这怎么可能？3名修仙者全部懵逼了。眼前这个黑色风衣的男子究竟是什么修为，竟然令他们的刀都无法寸进？其实苏晨现在的修为，就算什么术法都不施展，这3人都砍不动他。不过他这身特殊部门的制服只是普通材料制成的，被刀砍到还是会被砍坏的。因此为了保护这身衣服，
他只能施展术法将衣服给保护起来。你们太弱了！在三人惊骇的目光中，苏晨嘴角微微上扬起一抹弧度，那波澜不惊的模样落在三人眼中，却无疑是大恐怖。逃！他们能想到的就是逃。三人立即转身，准备直接逃走。苏晨曲指微弹，3道灵力顿时钻入3名罪犯身体中。于是，想要飞走的三人却发现他们无法起飞了，身体的灵力似乎像是被封印住了。几人不信邪的再次朝上一跳，然后他们就跟普通人一般跳起来半米高，然后身体又遭受万有引力吸引，直直的落到地上。怎么回事？这是发生了什么？那名老大大惊。你们逃不掉的。身后一个淡淡的声音传来。那名老大转身惊骇的看着苏晨，是你做的？你究竟对我们做了什么？修仙者当久了，忽然成为普通人，自然没人会愿意。没什么，就是将你们的修为封印了而已。跟我回去，接受你们应受的惩罚。几人无可奈何的低下了头。他们已经看明白了，眼前这个黑风衣男人既然能轻易封印他们修为，那么这个男人的实力一定大到了一个十分恐怖的地步，他们根本就无法逃走。面对这样的强者，他们只能认命。只是没想到，这么强大的人竟然会加入官方特殊部门。难道不应该越是强大的强者，越不愿意受到约束吗？他们就是为了不被约束，为了自由，才没有加入任何部门，才会偷东西维持生活来着。苏晨伸手一挥，几人顿时飞向了高空。苏晨冲着耳朵上的蓝牙耳机说道：“王林在吗？”在的，苏晨队长，请问找到犯罪分子的踪迹了吗？是否需要我动用警方力量寻找？耳机里传来一个轻灵的女声。沉默片刻，苏晨回道：“不用了，几名犯罪分子已被逮捕归案，即将返回山城。”电话那边，王林沉默了片刻，然后道：“好的，苏晨队长，谢谢你们山城人民做出的贡献。”第201章，是时候证明我们是世界第一霸主了。不客气，这是我应该做的。苏晨语气平静的回应。他不是一个多么伟大的人，也不会为了别人就宁愿牺牲自己。他今生最大的愿望就是能保护好自己的家人朋友。在这个基础上，如果有力所能及的事情，他愿意做。至于逮捕犯罪的修仙者，他确实觉得这是他应该做的。他觉得，毕竟他现在的工作就是特殊部门的队长，他的工作就是肃清犯罪，以后也许还要跟从游戏世界降临到现实中的妖魔，甚至是邪魔 BOSS 战斗。他既然领了这份工资，那他就愿意去将工作做好，这与什么大义之类的无关。不，队长，这是您为咱们大夏做出的贡献，咱们大夏就是因为有你们这样的人，才如此的安定繁荣。没有，有的。两人一阵寒暄过后，终于结束了通话。王林这妹子什么都好，就是有点啰嗦，不过她那些恭维的话听起来倒也不赖。看来我也只是一个俗人，喜欢听好话。苏晨吐槽一句，随后独自回到山城的别墅。这段时间以来，因为游戏装备巨献到现实中带来的一些小的骚乱，在特殊部门成员的处理下，很快便稳定下来。那些原本蠢蠢欲动的修仙者，看到特殊部门对待违法犯罪的严打态度，也纷纷没了要作乱的想法。毕竟前车之鉴就摆在那里，他们可不想被特殊部门关进大牢。于是整个社会再次安定下来。不过国内安定了下来，但国际上那些其余国家却又开始蠢蠢欲动。此刻，米国白宫，一个黑皮肤的男人正穿着西装坐在会议室首座上，左右两边则是白宫的官员。这些人都是跺跺脚都能让世界都为之震动的人。而会议室的两边，除了白宫官员外，还坐着一些身着怪异之人。这些人中有身穿红色斗篷、内裤外穿之人，也有穿着蜘蛛服的人，甚至还有身后有很多机械触手的人，戴着绿色恶魔面具的人，还有浑身宛如一团电的闪电人。毫无疑问，这些人都是米国的能力者。他们的职业也就是电影中经常能看见的奇异博士、蜘蛛侠、蝙蝠侠、超人等。在米国电影中，这些人可能整个世界只有一个，但在游戏世界中，奇异博士、蜘蛛侠、蝙蝠侠、超人等等都只是一个职业，是一个玩家可以选择的职业。就好比大夏游戏中的修仙者门派，选择蜘蛛侠职业的玩家便都是蜘蛛侠，选择奇异博士的玩家便都成为了奇异博士，选择超人的玩家便都成了超人。米国在游戏降临现实之前，毫无疑问的是第一大国。可游戏降临现实之后，他们蜷缩了一阵子，毕竟不知道其余国家的情况，他们自然不敢贸然动作。因此他们一直在打探其余国家的实力。在游戏降临现实之前，一个国家的实力主要看它的军事实力跟经济实力，而游戏降临现实之后，
这形势自然发生了改变。以前的所谓能威胁世界的武器，在如今这个时代已经行不通了。现在要看一个国家的实力，是要看各国能力者的实力。所谓的能力者，就是从游戏中获得能力的玩家。夏国的修仙者，米国的超能力者，樱花国的忍者阴阳师，英国的魔法师等等，都统称为能力者。当然了，若是要细分，还能分出很多来。总统大人，如今游戏世界中，我们的装备已经巨献，像是我身上的奇异斗篷，蜘蛛侠们身上的蜘蛛服，还有钢铁侠们身上的盔甲，都出现在现实，这极大的增强了我们的战斗力。我们米国已经沉寂了太久，如今是时候向世界宣布，即使在能力者时代，我们米国仍然是世界第一霸主。第202章，邀请各国。在米国白宫，一场至关重要的会议正在召开。这个会议聚集了米国高层和顶尖战力的能力者们，他们决心向世界证明自己的实力，宣告米国在能力者时代的霸主地位。他们深知这个时代充满了挑战和机遇，而米国必须展现出无与伦比的能力，才能继续引领世界。会议室内气氛紧张而严肃，长桌两旁坐着米国的高层领导和能力者代表，他们目光坚定，眼神中透露出对未来的信心。在这个关键时刻，他们必须做出正确的决策，为米国的未来奠定坚实的基础。总统奥先生首先打破了沉默，他的声音低沉而坚定。他开口道：各位，我们生活在一个充满变化的时代，能力者的出现改变了世界的格局，我们必须适应并引领这个变革。米国一直是世界的领导者，我们不能让这个地位受到动摇。他的话引起了在座者的共鸣，他们纷纷点头表示赞同。一位军方将领起身说道：总统先生，我们的军队已经做好了准备，我们拥有最先进的武器和训练有素的能力者士兵，我们将确保米国的安全和利益得到保护。另一位政府高官接着说，不仅仅是军事力量，我们还需要在经济、科技和文化等领域展现出我们的实力。我们必须加强国际合作，推动创新，让米国成为世界的榜样。当然了，最需要展现的自然是我们的能力者尖端力量，狠狠震慑住其余国家。这时，一位能力者代表发言了，他是一位拥有神秘力量的能力者，被称为雷电掌控者。他开口道：总统先生，我们能力者十分愿意为国家贡献出我们的力量，我们可以利用我们的能力保护国家的安全，帮助人们解决困难。总统先生微笑着回应：非常感谢你们的支持，我们将共同努力，让米国成为一个更加繁荣、安全和公正的国家。会议进入了讨论环节，与会者们积极发言，提出了各种建议和方案。他们讨论了如何加强米国国际地位的问题，每个人都充满了热情和决心，为实现米国的霸主地位而努力。最后，总统先生总结了会议的内容。他说：各位，我们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但我相信，只要我们团结一心，共同努力，我们一定能够实现我们的目标。让我们向世界证明，即使在能力者时代，米国依旧是当之无愧的世界第一霸主。会议室内响起了热烈的掌声，人们的脸上洋溢着自豪和坚定的笑容。他们知道，这是一个历史的时刻，米国将迎来新的篇章，继续书写属于他们的辉煌。米国的每个人脸上都洋溢着强大的自信。在能力者时代，他们的国家，那些漫威中的能力者一一出现在现实中。他们有自信，继续巩固并加强米国国际霸主地位。会议结束，皮肤黝黑的总统奥先生吩咐道：给各国发请帖，请他们国际的代表人物前来我米国白宫议事。奥先生，如果那些国家不来怎么办？秘书长询问道。奥先生脸上露出一抹狡黠笑容：他们不会不来的，我们想知道他们国家的实力，他们定然也想知道我们米国的实力，因此稍微有点脑子的国家一定会来参加这次会议。他们心中会清楚，这次会议是决定各国话语权的一次重大会议。秘书长闻言点点头，原来如此，奥先生真是高瞻远瞩。好了，快下去办这件事吧。好的，奥先生，我先退下了。奥先生挥挥手，秘书长退出了房间。奥先生一人独自站在巨大的落地玻璃前，看着下方的风景。他很喜欢站在高处俯视下方，就好像米国站在国际顶端俯视下方诸国一般，这让他心情格外愉悦。第203章会议。米国的邀请函如同一颗投入湖面的石子，在各国之间激起了一圈圈不同的涟漪。各国与米国之间的关系错综复杂，因此对待米国发来邀请函的事情，反应也都各不相同。有的国家对米国的邀请函表示热烈欢迎，视之为两国关系进一步发展的机遇。他们积极回应，迅速安排专人与米国进行沟通，探讨合作的可能性。这些国家希望通过与米国的合作，提升自己在国际舞台上的地位，获得更多的经济和政治利益。他们对米国的邀请充满期待，
期待着与米国共同开创一个更加美好的未来。有的国家对米国的邀请函持谨慎态度，他们对米国的意图和目的抱有疑虑，担心自己会在合作中受到不公平待遇。这些国家会仔细研究邀请函的内容，分析其中的利弊得失，与国内的专家和利益相关者进行深入讨论，以确保自己的利益不会受到损害。他们对米国的邀请持保留态度，希望在合作中能够保持平等和公正。还有一些国家对米国的邀请函不屑一顾，他们认为米国在国际事务中扮演了不光彩的角色，经常采取双重标准，对其他国家进行干涉和打压。这些国家对米国的邀请毫不感兴趣，甚至对米国的做法表示反感和不满。他们认为米国应该首先反思自己的行为，尊重其他国家的主权和独立，才能赢得国际社会的信任和尊重。在这个充满多样性的国际社会中，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立场和利益。米国的邀请函引发了各国不同的反应，这也反映了国际关系的复杂和多样性。接到米国邀请函的大夏国第一时间召开了紧急会议。在大夏京都的政治中心会议室里，此刻已经坐满了人。这些人中有大夏的最高领导，以及整个大夏地位最为崇高的几位阁老，还有整个大夏驻各地的特殊部门队长。苏晨豁然便在其中。之前他便已经接到了大夏最高中心的会议邀请，第一时间便赶到了京都参与这次会议。会议室里气氛紧张，每个人的表情都极为严肃。他们深知这次会议的重要性，因为这关系到大夏国的未来和发展。苏晨坐在会议室的一角，他的心情也同样沉重。他知道这次会议将会对他和他的团队产生巨大的影响，他们必须要为大夏国的利益而奋斗，为国家的未来贡献出自己的力量。会议开始了，大夏国的最高领导首先发言。他指出，米国的邀请函是一个重要的机会，我们必须要认真对待。随后他让众人发言，大夏国必须要加强与米国的合作，共同应对全球性的挑战。有一位阁老开口说道，是啊，现在是能力者时代，咱们这些大国之间应该相互团结，为人类发展做出贡献。有人附和着。不过另一位阁老直接冷笑一声，跟米国合？你觉得可能吗？米国是个什么尿性？你难道不清楚？我猜测这才邀请各国参与会议，又要弄出什么幺蛾子？咱们大夏国必须要保持自己的独立性和自主性，我们要注意防范米国的阴谋诡计，不能让米国利用这次机会对大夏国进行干涉和控制。米国可不是什么好东西，之前有些战乱国家，他们之间发生战争，背后就有米国的影子。很多人纷纷对之前要跟米国合作的意见持反对态度，认为米国根本不可靠。最高领导人看了看能力者们，最后将目光落到苏晨身上。苏队长，你觉得呢？最高领导人询问道。作为最高领导人，他自然知道苏晨的存在，苏晨的档案早已经被国家调查过了，因此大家都知道苏晨是目前大夏的最强者。在众人心中的地位，苏晨其实比起最高领导人也不差。第204章人员确定。即使面对如此多重量级人物，苏晨依旧毫不怯场。他淡定地扫视众人一圈，眼神坚定，毫无畏惧之色。他深知在这个关键时刻，他必须保持冷静。我觉得米国肯定不会无缘无故邀请咱们前去参加什么会议，他们肯定是有他们的目的，而且这个目的对他们有利，对咱们无利，咱们也别想着跟他们友好交流了，他们一向高傲自大，估计是不会跟咱们有多少合作的。苏晨缓缓说道，声音低沉却坚定有力。他知道自己的这番话将会引起轩然大波，但他必须毫不退缩地将真相说出来。众人一片哗然，交头接耳，窃窃私语。他们不敢相信苏晨竟然如此直接地指出了米国的阴谋。然而苏晨并没有因此而退缩，他继续说道，各位，我们不能被米国的表面文章所迷惑，他们邀请我们参加会议，无非是想利用我们，达到他们不可告人的目的。我们必须保持警惕，绝不能让他们得逞。苏晨的话让在场的每一个人都陷入了沉思。他们知道苏晨说的没错，米国的邀请确实有些蹊跷，但是如果不去参加会议，又会对双方关系产生负面影响，该怎么办呢？这时一位老者站了出来，他是一位资深的外交官，曾经为国家和人民做出过巨大的贡献。他说道，苏晨说的对，我们不能被米国的表面文章所迷惑，但是我们也不能轻易地拒绝他们的邀请，我们应该深入地了解他们的目的，然后再做决定。众人纷纷点头表示赞同，于是他们开始讨论起来，试图找出一个两全其美的办法。经过一番激烈的讨论，他们终于达成了共识，先派一个代表团前去参加会议，了解米国的真实目的，然后再做决定，并且这个代表团为首之人一定要有强大的外交能力，他需要有敏锐的洞察力和卓越的谈判技巧，
能够在瞬息万变的国际局势中把握机遇，为国家争取最大的利益。同时，他还需要有坚定的信念和勇气，能够在面对压力和挑战时保持冷静，为国家的荣誉和尊严而奋斗。这个人必须是一个经验丰富、智慧卓越的外交家，他的每一次决策都将关系到国家的前途和命运。除此之外，身边还必须跟随一个实力强劲的修仙者。毕竟，如果实力不够强劲，那可能很难毫不付出从那边全身而退。这个修仙者需要有超凡的实力和精湛的技艺，能够在危急时刻保护代表团的安全。他需要有敏锐的直觉和快速的反应能力，能够在瞬间做出正确的决策，保护代表团的每一个成员。这个修仙者还需要有坚定的信念和勇气，能够在面对强敌时毫不退缩，为国家的荣誉和尊严而战。他必须是一个身心合一、技艺高超的修仙者，他的存在将是代表团的坚强后盾。最终，一众高层推举方才发言的老者为这个代表团的团长，他叫做赵括，其余人喜欢称呼他为赵老。赵老已经年近古稀，但他的身体依然硬朗，他的目光依然敏锐。他是一个经验丰富、智慧卓越的外交家，曾经参与过无数次国际谈判，为国家争取了许多利益。苏晨被选为负责这次的安全问题，他深知自己肩负着重大的责任。说是代表团，其实这个代表团的成员最终也只有2位，一位就是赵老，另一位就是苏晨。毕竟这种事情并非人越多越好，相反的，人少，对方反而能放松警惕。